轮回之地，恶魔沼泽。苏阳一丝不挂的奔波逃命，双眼猩红，持续的灼烧掉血让他看起来非常狼狈，身上的血量也只剩下2位数。如今的他等级归0，装备全爆，只要再死一次，他就会真的死亡。而这一切全都因为他的室友白小天背叛了他。苏阳万万没想到，这个狗比为了抢夺他身上的任务卷轴，竟然把他引诱到这种险地。苏阳爬进泥坑，愤怒地咬着后槽牙：白小天，你这个畜生还真是赶尽杀绝啊！装备全他妈爆了，还不相信轮回卷轴是绑定的吗？他妈的，要是能苟住这条命，我定让你生不如死！苏阳狠话说尽，万念俱灰，他掏出包裹中唯一剩下的绑定物品轮回卷轴，狠狠捏碎。卷轴在他的掌心融化，飘起的荧光碎片疯狂流转，碎片像一把把利刃，不断切割着他的身体和灵魂。系统提示：未达到轮回等级，无法飞升。系统提示：轮回卷轴失效，物品消失。系统提示：你已死亡。嗖！苏阳视线一晃，凭空踏入一座荒芜小村，抬眼望去，房屋简陋，杂草丛生。这里是青阳村？他呢喃一句，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自己身上的白色平角内裤。我重生了！调出时间界面，发现果真如此。他回到了纪元的开服日，上天眷顾，他又活了一次。贵为前世纪元中的最强射手，0级天赋拥有者。他原本只差一步就可以飞升境界，从而脱离纪元的死亡威胁。谁料最后竟被自己最亲近的室友背叛。白小天，这一世就算是你家一只苍蝇，也休想活出我的手掌心。系统提示：天赋激活中，请问是否使用激活码？使用，请输入激活码。阿波茨的恶佛哥，天赋激活中，天赋激活成功，恭喜你获得神级天赋觉悟之力。哈哈，果然是真的。根据前世经验，那些至强天赋的激活方式早已公布。苏阳这次所使用的正是华国唯一的神级天赋觉悟之力。打开个人面板，一个半透明的属性框出现在他的面前。阅览星河，等级1，血量100，攻击1-1，物防1-1，魔防1-1，天赋觉悟之力神级。回收装备获得属性点，属性点可以增加个人属性。一阶暴怒之力已激活。苏阳咂咂嘴，显然对这样的神级天赋略有不满。关闭面板，打开包裹，里边摆放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斧子，还有一件粗制布衣。回收装备？不是吧，就这还特喵的神级天赋？早知道就应该用我原来的0级天赋爆率翻倍。吐槽了一句，他准备穿戴装备出门杀怪。可谁能想到，就一眨眼的功夫，包裹中的布衣和斧子竟然同时消失了。靠，我黑切呢？系统提示：回收装备，属性点+2。尼玛！苏阳一阵无语，自己只是随便吐槽一句，竟然把新手装备给回收了。苏阳手无寸铁，只好净身出户。刚出青阳村东门，就看到这些萌新玩家还在适应期，他们杀怪动作十分僵硬，单挑一只大耳兔都非常吃力。这种大耳兔攻击不高，经验也不高，对于苏阳来说，杀他们完全就是浪费时间。主要是人太多了，他光着身子比兔妖都白，大家无怪可杀，净特么看他了。卧槽，这年轻人！苏阳被一位大爷盯着，急忙隐藏 ID， 捂着下体。嘿，你捂脸啊，下边长得都一样。大爷这么一提醒，苏阳顿时觉得有道理。咔，5！突然间，苏阳后背一凉，血条掉了5点。系统提示：玩家深海炸弹对你发动攻击。平白无故挨了一斧子，苏阳疼得直咧嘴，他恶狠狠地盯着这位新人玩家，眉毛一皱，撅起嘴巴，一副不服就干的架势。怎么个意思？苏阳一回头，顿时吓坏了这位手持板斧的深海炸弹。我靠，怎么是个人啊？连个名字都不显示，是不是瞎？是人是怪看不出来。苏阳回怼一句，翻了个大白眼，准备离开。深海炸弹气不过，举起板斧横在路前。臭傻逼，不穿衣服你他妈还有理了。话落，深海炸弹扬起板斧劈向苏阳头顶。苏阳侧身一闪，轻巧躲过这次偷袭。他沉肩坠肘，右手握拳直冲深海炸弹的面门。棒的一声，被对脸的深海炸弹踉跄着后退几步。操！来自深海炸弹的愤怒，属性点+1。苏阳翻看系统提示，顿时喜出望外。暴怒之力原来如此，这神级天赋有点意思。臭傻逼，我弄死你！深海炸弹愤怒至极，握着手中的板斧再次冲了上来。苏阳丝毫不慌，甚至有点小期待，那种攻击在他看来完全就是慢动作。他加速前冲绕到深海炸弹一侧，五指张开，全力抡起手臂。啪！
清脆的巴掌声甚至吸引了周围玩家的注意。深海炸弹捂着脸，左右环顾那些看热闹的路人，他憋着嘴角，好像要哭。来自深海炸弹的愤怒，属性点+2。嚯，好天赋！苏阳正高兴呢，面前的深海炸弹突然暴走，他冲到苏阳身前，左劈右砍，像一个愤怒的疯子。尼玛，我特么撕烂了你！苏阳灵巧闪躲，偶尔勾手调戏一番，骚得死内。被挑逗的深海炸弹简直就要原地爆炸。周围的玩家越聚越多，苏阳也不反击，只是在人群中窜来窜去，不断调戏着深海炸弹。看不见我，走位，哈哈，难受！来自深海炸弹的愤怒，属性点+2。这人是精神病吧？我看也是，光着身子也不嫌丢人。周围一群人望着左窜右跳的苏阳，纷纷评论。苏阳竖起耳朵，默默靠近那些指指点点的人。啪的一声，他伸手拍向其中一人的屁股，说：“谁精神病呢？”靠！来自江湖小弟的愤怒，属性点+1。苏阳一阵大爽，心中思索：这要是把这群人全都惹急了，自己属性点还不得原地起飞？啪啪啪！苏阳见人就拍，属性点不断飙升，受害者集体暴走，纷纷堵截苏阳的去路。拦住他，别让这个傻逼跑了！抓到他之后，裤衩子都给他扯下来。尼玛，怎么这么倒霉？他拍到我正面了。苏阳笑得猥琐，直到他拍到一个触感特别柔软的屁股，再加上阵战强烈的视觉冲击，他整个人都麻了。来自倾城美女的愤怒，属性点+5。靠！要出事！第二章我也不想啊，钱给的太多了。苏阳真的慌了。纪元中骚扰异性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美女，你听我解释，我真不是故意的。倾城美女脸色羞红，头发根根站立。我不听，我不听，死变态，去死吧！咔嚓一声，一道天雷直落而下，苏阳被劈得外焦里嫩，血条直接见底。系统提示：恶意骚扰女性玩家，天罚降临等级3。嗖，白光闪烁，苏阳再次回到青阳村，等级依然是0级。来自倾城美女的愤怒，属性点+5。这妹纸火气有点大啊！青阳村公共频道，江湖小弟，咱们村有个不穿衣服的大傻逼，专门调戏女生，大家小心。深海炸弹，谁看到他的私信我，限时转账1000块。倾城美女，阅览星河，楼上兄弟加我好友，我看见他了。苏阳贱笑着溜出村口，默默绕过兔妖领地。B， 你已进入妖蛛密林，密林入口处，玩家越来越少，零星的几支队伍正围攻着面前的妖蛛。系统提示：玩家深海炸弹请求添加你为好友。苏阳加了好友，仔细盯着妖蛛的动体2秒，它的属性跃于眼前。白毛妖蛛，等级5，血量100，攻击9-18，物防2-2。白毛妖蛛与苏阳对视2秒，先是一愣，又猛然扑了上来。苏阳嘴角扯出微笑，他丝毫不担心赤手空拳的自己搞不定这头妖蛛怪，毕竟自己不需要熟悉游戏操作，一些战斗技巧早已形成肌肉记忆。兄弟们看那边，2头妖蛛干起来了。瞎坤动什么？那是个没穿衣服的玩家。卧槽，他不穿衣服，不拿武器跟妖蛛硬刚，牛掰啊！他不会就是公共频道里说的那个调戏女生的大傻逼吧？这支队伍刚刚击杀1头妖蛛，此时正在原地打坐回血。他们幸灾乐祸地盯着苏阳，想看看这个愣头青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挂掉。私信：深海炸弹，兄弟，那个没穿衣服的家伙在哪？阅览星河，我秦，先打钱。第，你绑定的账户收到转账1200。深海炸弹，兄弟，赚了。阅览星河，他在妖蛛密林入口，坐标 124.146。深海炸弹，收到，多谢兄弟。苏阳侧身躲掉妖蛛冲顶，突然想起刚才获得的属性点，心念一动，打开天赋面板。天赋：觉悟之力，神级，剩余点数28。觉悟之力开。苏阳使用了全部点数，拥有了5分钟的属性增益时间。他浑身渗出细汗，就像做了一套剧烈运动，整个身体燃起透明气焰，热浪升腾。攻击从原来的1-1变成了8-10，血量增加了20点，防御增加了9点。在一旁打坐看戏的小队伍人直接瞪圆了眼睛。我去，那小子怎么了？原地烧烤！快看，那头猪要上了！你说的是人是猪？妖猪猛然前冲，扬起猪头肉顶在苏阳胸口，砰的一声，一个醒目的红色数字从他的头顶飘出。8！苏阳被顶了一下，
明显感觉有点疼。他缓了口气，握紧双拳，愤然攻向妖蛛的肚皮。棒棒两声闷响，苏阳甚至能感受到妖蛛肚皮中被搅动的浑水。他脚下一蹬，脚趾抠地，向左平移半步，再次避开妖蛛的冲顶。棒棒棒！6、8、8，接连打出数拳。妖蛛身上伤害不断飞出。就在妖蛛回身瞬间，苏阳脚步轻移绕到他的身侧，利用妖蛛 1.5 秒的转身僵直，急速打出咏春拳法。棒棒棒棒棒！拳影闪动，甚至看不清手，只有一片片伤害层叠而出。妖蛛原地打转，始终无法触及苏阳的身体。眼看妖蛛血量见红，苏阳贴脸寸拳一送，呵，棒！妖蛛尖了一声，整个身体摩擦着地面，划出好几米远，四肢短促的抽动一下便失去生机。金光洒落，苏阳浑身一震，那种尿颤的酥麻感从脚后跟直通天灵盖。系统提示：你杀死白毛妖蛛，经验奖励加100。系统提示：你的等级加1，目前1级。当啷！循声望去，妖蛛的尸体旁爆出一把暗淡无光的长剑和几枚铜币，还有一张皮毛似的物品。他眼前一亮，有装备，破损的铁剑，等级1，攻击2-4。他拎起那柄乌漆抹黑的长剑，随意挥动几下，带起瑟瑟风声。密林入口处，一群玩家来势汹汹。操！发现他了，给我上！来自深海炸弹的愤怒，属性点+2。苏阳看到系统提示，猛然回头，深海炸弹正带着几名玩家朝这边猛冲。苏阳站在原地不动，他可不想主动进攻，暴露自己的 ID。正好觉悟之力的时间还剩2分钟，可以陪他们玩玩。当当当！111！苏阳相当头铁，迎面挨了几板斧，竟然还在那笑，清脆的声音就像挨了几个脑瓜崩。他也不反击，假装逃命似的往密林深处跑。略，来追我呀！来啊！来自深海炸弹的愤怒，属性点+2，给我追！密林深处，山丘上的怪物出现了变化，那些白毛妖蛛紧紧依靠双腿站立，仿佛成精一样。他们挺着个大肚子在这片山丘上晃晃荡荡。苏阳清楚，这些妖蛛守卫可不简单，攻击力强的一批，而且还是8级的怪。追他的那些愣头青完全抵挡不住。他从妖蛛身边飞驰而过，那些双腿站立的妖蛛面面相觑，一时间竟没分清刚才冲过去的家伙是人是怪。他们后知后觉地举起武器，却发现距离更近的深海炸弹一群人，仇恨的怒火无处宣泄，正好全部落在这群玩家身上。深海炸弹他们也不过才1到2级，面对一群8级妖蛛守卫的围攻，毫无反抗能力。短短瞬间，这群玩家就被撕成碎片，送回了泉水。青阳村公共频道：深海炸弹，谁能杀掉那个不穿衣服的精神病？限时转账5200。绝世高手，他在哪？我去杀！热血沸腾！我刚才看到那个家伙在妖蛛密林杀猪。深海炸弹大手一挥，公共频道直接炸了。私信：阅览星河，我发现他了，我能干掉他，先转钱。第一，你绑定的账户收到转账5200。深海炸弹，干掉他之后截屏发我。阅览星河，没问题。大佬想要个什么死法？深海炸弹，让他吃屎。阅览星河，明白。第3章，窗口太大，液弹冲击。苏阳脱离妖蛛守卫的仇恨，找了个不太干净的地方，以一个舒适的姿势平躺，抓了一把地上湿滑的泥土，根据12色还原里勾兑些黄色，抹在嘴边，打开拍照功能，斜着眼睛，吐着舌头，调整一个悲惨的角度，咔嚓！私信：阅览星河，帅哥图片。深海炸弹，好兄弟，看到他叫什么名字了吗？阅览星河，他隐藏的名字看不到啊。深海炸弹，好吧。苏阳美滋滋的关闭聊天，返回到白毛妖蛛的地盘，抬头远望，白毛妖蛛密密麻麻布满这片山坡。蹭的一声，他右腿发力一蹬，踩出一个人形脚印，整个人朝着最近的妖蛛猛冲。根据前世经验，他知道击中怪物弱点位置会出现大幅度的破防现象，而这头白毛妖蛛的弱点似乎就在屁股的眼儿。他挥动手中斑驳铁剑，直刺妖蛛后臀间。噗呲，暴击20，哈哈，有武器的感觉，爽！长剑刺穿妖蛛软肉，一些屎黄色体液从妖蛛臀缝顺着刀刃喷溅而出。苏阳侧身一闪，拔出铁剑，避过了妖蛛的液弹冲击，调整走位，
再次扩大窗口。噗呲，噗呲，10，苏阳长剑连对，频频打出破防伤害。他身形移动，通过妖蛛的阴影给出一个假的视野，骗到了妖蛛的转身。面对撅着翘臀刚户大开的妖蛛，他长剑一送再送，这正是大高玩才拥有的高阶战斗技巧。遮影连刺，苏阳并不需要花费时间去熟悉操作，他的遮影连刺就好像肌肉记忆一样，使用的非常从容。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他已经肃清了面前的白毛妖蛛，不仅升到了6级，包裹中更是多出了30张妖蛛的皮毛。任务物品够了，抓紧回城。苏阳默念回城，原地不动等待8秒。系统读条中20百分号，海哥，这里就是妖蛛密林，皮毛任务应该就在这。那怪呢？海哥，又是那个不穿衣服的小子抢了你的怪。操！过去干他！领头青年一袭黑衣 ，ID 正是深海炸弹，在他身后更是聚集了10几个小弟贴身伺候。像苏阳所在的青阳村，华夏服务器共有8000多个，所有人进入游戏都是随机分配出生地，能在其中一个村子里聚集到10多个小弟，实力可想而知。冲在最前头的小弟名叫胡来，他抢攻心切跑得最快，明显是想在海哥面前狠狠表现一番。他表情狰狞，手中匕首蓄势待发，猛然一个加速突刺扎向苏阳，唰的一道白光闪烁，苏阳化为星光，原地消散。胡来眼看一刀了结了对手，脸上顿时露出张狂表情。海哥，这小子不行啊，一刀就被我捅死了。队伍中一些小弟忍不住的奉承，胡哥刚才刺的真漂亮。是啊，那小子完全不是胡哥对手。小弟们越说越兴奋，甚至没注意到深海炸弹的脸色已经铁青。他冷眼环视着队伍中的这群人，还有脸笑？都他妈第一天玩游戏是吗？杀人不掉血，杀人没有尸体。操！把刚才光屁股那小子给我看住了，一直杀到他不敢出城为止。队伍中被呵斥的小弟们低着头，小心翼翼的左右对视，相顾无言。深海炸弹显然还没有消气，他瞥了一眼胡来，一会你就在这等着，妖蛛刷新第一时间通知我，听懂了吗？深海炸弹转身就走，语气相当霸道。目送海哥一行人离开，胡来背靠大树等待怪物刷新。靠特吗？竟敢当老子面回城，再让我遇见你看我不把你打得稀巴烂。胡来挥动手中匕首，仿佛面前的空气就是刚才那个小子。嗖的一道白光闪烁，苏阳再次回到新手村。来自胡来的愤怒，属性点+2。是跟深海炸弹一伙的那小子，偷袭不成你特么还愤怒了？苏阳直接跑到药店门口交任务，药店伙计依然站在门口，手中握着药瓶。小伙子，村东头经常出没一些白毛妖蛛，它们的皮毛是上好的药材，你能带回一些吗？任务目标：获得妖蛛的皮毛。苏杭包裹中的任务物品正是这个，他直接提交了10张皮毛。系统提示：恭喜你完成任务，获得妖蛛的皮毛，经验奖励+3000，声望奖励+100，获得物品妖蛛皮鞋。系统提示：你的等级+1，目前7级。唰的一道金光洒落，苏阳原地尿颤，顿时吸引了周围目光。嚯，都7级了呀，好家伙！周围玩家发现了光着身子的苏阳，纷纷回头。嘿，这小子真白哟，小哥哥看起来挺结实啊，加个微信吧。去。苏阳不耐烦地回了句：少年不知姐姐好，错把少女当成宝哦。倒不是他真的清高，而是这位阿姨看起来都50多了，还以为自己是许晴吗？苏阳打开包裹，掏出那双妖蛛皮鞋，果然是真皮，视觉效果毫不违和，而且物理防御实实在在的增加了4点。再次打开个人属性面板，阅览星河，等级7，血量160，攻击8-11，物防3-9，魔防2-2，声望100。苏阳看着自己的属性，嘴角一扬，这个属性应该可以跟 BOSS 搞了吧？他知道药店伙计那还有延续任务，而且任务目标还是新手村的首领 BOSS， 只要再次提交20张皮毛就能领取。这也是为什么他要积累30张皮毛才回城的原因。小伙子，村子东头经常出没一些白毛妖蛛，它们的皮毛是上好的药材，你能带回一些吗？任务已完成，不能重复接取。提交20张妖蛛的皮毛，接取延续任务。苏阳果断再次提交20张皮毛。妖蛛密林深处拥有一头强大的妖蛛首领，不过你最好组个队伍，不要一个人去送。如果你能消灭他，我将给你丰厚的奖励。任务目标：获得妖蛛首领的项圈。提示：击杀妖蛛密林深处的妖蛛首领，
有几率获得他的项圈。苏阳接到任务并不着急出发，在前世他就没见过新手村 BOSS， 根本不了解 BOSS 强度。他自认为操作很强，不过单独面对 BOSS 还是要多做一些准备。打开药店伙计商店，1级回复药水，5秒回复血量 100.5 铜币罐；1级速回药水，瞬间回复血量 100.2 银币罐。翻看自身包裹，里边码放着2堆银钱，银币20，铜币5。B 系统提示：你购买了1级速回药水 X 10罐。系统提示：你购买了1级回复药水 X 1罐。补充了药水，他快步走出青阳村，直奔目的地。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第一个接到的 BOSS 任务，首杀奖励那么丰厚，他可不希望有人捷足先登。只是他不清楚，有个人正鬼鬼祟祟地跟在他的身后。第4章野猪王，你在玩火。妖猪密林，胡来靠着一处阴凉，挥动匕首切割着地上的小草。他太无聊了，20分钟的等待，连妖猪的毛都没看到。胡哥，胡哥！一位体型瘦弱的玩家边跑边喊 ，ID 叫做小鬼。他跑到胡来面前，大口喘息着。胡哥，我看到刚才那小子，他在哪？胡来蓦然起身，攥紧了手中的短刃。就在那边，我跟着他一路跑过来的。小鬼抬手指向密林深处的一道身影。靠，果然是那小子，长得还特么挺帅，肯定是把颜值拉满了。这是机会啊，胡哥！小鬼兴奋地瞪亮了眼睛，等待胡来的下一步指示。胡来转身细细打量着小鬼，你现在有几点攻击力？我看你小子也挺帅。小鬼脸色通红，仿佛自己被看穿了底裤。颜值上调了 20%， 减了2点攻击力，现在还有6点。靠！胡来骂了一句，心中暗暗盘算，光屁股那小子肯定没什么防御，而且长那么帅，颜值肯定拉满了，攻击力巨低。小鬼现在的攻击力是6点，再加上自己5点的攻击力，2对1胜算非常大。做掉他之后，再截屏发给海哥，岂不是美滋滋？嘿嘿，想到此处，胡来竟笑出了声。不过当他发现小鬼正一脸木讷地看着他时，又立刻收住了笑。走，咱俩过去干他。妖猪密林深处，苏阳走上山坡却不冒进，面前是密密麻麻的妖猪守卫。他盯着妖猪守卫敏感的身体查看信息。妖猪守卫等级8，血量200，攻击15-30，物防5-5。苏阳摸索着下巴，默默盘算，依然是高攻低防的怪。自己目前的血量上限是160，最多能承受他6次攻击，这么看来也不算危险。杀杀！突然间，2道急促的脚步声传进苏阳耳朵，他膀胱一紧，扭身回看，正好撞见出刀的胡来。系统提示：玩家胡来对你发动攻击。系统提示：玩家小鬼对你发动攻击。两人明显一愣，尴尬的相互对视。他们没想到必杀一击竟然只出现强制1的扣血。不好意思，我想杀那头妖猪守卫的，不太熟悉操作，一激动就捅偏了。胡来赶紧找波，想要蒙混过关，毕竟他俩的攻击都无法破防，万一眼前的家伙发起飙来，他们可就要交代在这。作为代价，野外死亡可是要掉上1级的。他捅偏了，你呢？苏阳指着小鬼厉声问道。大哥，我也捅偏了。小鬼眼神闪躲，身子缓缓向后移动。苏阳眸光清冷，猛然扬起佩剑直刺胡来。之前回城就注意到了，你不会想说2次都捅偏了吧？唰的一剑，胡来头顶飘出负10字样，血条更是掉了1截。一击得手，苏阳脚踏妖猪皮鞋向前突进，绕到胡来身侧，手中长剑一送，直刺他的胸口。唰唰10，暴击20。胡来吃痛，转身要跑，却没想到被小鬼的屁股卡住了位置。靠！苏阳趁机长剑上挑划过胡来脖颈，一个大大的暴击数字闪现而出，暴击32。一击之后，胡来的血量直接掉了1/5。苏阳不给机会，身形一闪，正好顶在他的身前，长剑直刺，攻向他的咽喉。噗呲，斩杀！胡来血条清空，瞪着不甘的双眼，身体缓缓下沉，死亡的身体慢慢分解，幻化成无数荧光碎片，徐徐飘散。很可惜，没有爆出任何装备。系统提示：你击杀了玩家胡来，正当防卫，不增加罪恶值。苏阳抬头却不见小鬼的身影，估计是溜了。继续待在这里击杀妖猪守卫也不明智，毕竟自己刚刚挂掉胡来 ，ID 肯定是暴露了。这个家伙虽然很菜，就怕他莽啊。
好比是一只苍蝇，它不咬人，但膈应人。万一再招来一群苍蝇，被他们发现了 ，BOSS 可真就因小失大了。想到此处，苏阳辗转着朝密林深处跑去。不过妖蛛守卫的数量极多，根本不可能全部甩开，足有10几只守卫跟在他的身后拼命追赶。他拉扯着10几只守卫，形成一道天然防护网，再快步藏身到一棵大树背后，这才摆脱了怪物仇恨。而自己的血条也仅仅剩下1/10。苏阳长舒了一口气，盘坐在树根下打坐恢复血量。+5，+5，+5，只做了一会，他的血条就满了。呵。不远处，一阵哼哼唧唧的喘息声传来。苏阳警觉，起身循声望去，难道是 BOSS？ 在前世，他并没有见过新手村 BOSS， 对于 BOSS 的吼声更是相当陌生。他凑上前去拨开凹陷的树丛，正巧看到满园春色的一幕：一头体型肥硕的妖蛛仰面躺在地上，它袒露肚皮，2只猪蹄环抱着2头粉嫩的小母猪，火腿搭在母猪的胴体上反复磨蹭。苏阳定睛一看，妖蛛首领，等级10，血量500，攻击20-31，物防10-14，技能野蛮冲顶。介绍：妖蛛首领往往身长1丈，孔武有力。他将自己斩杀的死人头颅系在腰间，头颅的多少代表首领在族中的地位。在野外遇见他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苏阳仔细打量妖蛛首领的腰间，果然挂着一些头骨吊坠。终于找到你了，不过我这11点攻击力打在他身上，应该破不了防吧？这家伙血量倒是不高，只有500点，就算砍上500下也不是很难。苏阳蹲下身子，继续盘点眼前的首领 BOSS。这东西一下应该只能打掉自己30多点的血量，有戏。苏阳很快分析出结论，这头 BOSS 可以搞。然而妖蛛首领似乎也发现了苏阳的存在，他看到眼前白白嫩嫩的苏阳，顿时觉得怀里的小母猪不香了。他扭了扭身子，推开其中一头小母猪，拍了拍肚皮，示意苏阳躺进去。瞟向苏阳的眼神带着迷离，甚至夹杂着些许兴奋。沃尼玛！来自月揽星河的愤怒，属性点+1。第5章大冤种深海炸弹。苏阳猛然起身，长剑出鞘，直刺妖蛛首领蹄膀。果然不出所料，破不了防。妖蛛首领嗷一嗓子，愤然起身。来自妖蛛首领的愤怒，属性点+5。2头小母猪吓得一个机灵，慌乱逃窜，钻入树丛中时还不忘回头看上一眼，好像在说：大王保重，臣妾有事先走一步。苏阳并不愧疚，他脚尖蹬地向后走位，手中长剑一扫，精准刺向妖蛛的后臀间。嗷的一声惨叫，也许是攻击到了弱点位置，妖蛛身上飘起显眼的6伤害。他眉头紧锁，骨沟瞬间加紧，僵硬的身体愤然转身朝着面前的苏阳猛冲。野蛮冲顶，苏阳第一时间做出应对，铁剑横于胸前稍作抵挡。砰！52，妖蛛首领的冲击十分强劲，苏阳的身体像被卡车碾过一样疼痛不已，甚至头上还出现了眩晕标志。妖蛛首领抓住机会，手中的狼牙棒高高举起，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滑腻的液体光泽。32、33，这才一个照面，苏阳的血量已经见红，被捅得嗷嗷叫。好在眩晕时长仅仅维持1秒，苏阳翻身后撤，灌下一瓶1级速回药水，血条直接拉满。他面露兴奋，直视面前的妖蛛首领，就这还不足以让哥动用觉悟之力。琴剑在上，苏阳灵活走位在 BOSS 脚下翩翩起舞，脱剑被斩，遮影连刺。在没有职业技能的加持下，妖蛛竟然毫无还手之力，15秒一次的野蛮冲顶也无法命中目标。在苏阳眼中，BOSS 技能的起手式过于明显，只要做好预判，根本不用担心。他瞄着猪妖首领的臀缝，一剑一剑的刺入。妖蛛首领的身体阵阵抽搐，浑身战栗不止，一些黄色体液哩哩啦啦顺着他的2条大腿往下流。他的表情迷乱，眼神迷离，忘情的哀嚎。噗呲！12，苏阳抓住机会刺出最后一剑，送他上路。妖蛛首领臀部一软，呜嗷一声，重重的趴在了地上。哗啦！伴随着妖蛛的死亡，爆出的物品银光闪烁，唰，金光洒落。苏阳一个机灵，闭上双眼，享受着片刻余欢。系统提示：你杀死妖蛛首领，首杀奖励翻倍，经验奖励加10000，声望奖励加1000，幸运加1。系统提示：
你的等级+1，目前8级。首领 BOSS 想必在新手村作威作福了很久，爆出的钱币就铺成一堆。苏阳将地面上的钱币收取干净，足足10枚金币76银币。在这个等级拥有10枚金币，应该是巨富无疑了。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10枚金币最起码相当于1000块钱现实币，等同于给深海炸弹提供一次准确情报。想到深海炸弹，苏阳打开好友列表，快速将其拉入黑名单，关掉好友列表。苏阳踢开妖蛛首领的尸体，在他肚皮下拽出一杆寒光泽泽的长枪，可惜自身等级太低，不够装备。妖灵枪，青铜器，等级10，攻击15-32，力量11。苏阳大喜，眼睛瞪得溜圆。我了个去，没想到这把长枪竟然是拥有2种属性的青铜器，32点攻击上限，再加上11点力量。如果现在能装备这杆长枪，攻击力会直接增加50多点。要是拎上这杆长枪，再与妖蛛首领交手，想必1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战斗。苏阳欣喜地将长枪塞进包裹，转而看向地面上的铠甲衣服。妖灵铠甲，青铜器，等级10，血量200，物防15-32。嘿，终于不用光膀子了。收好妖灵铠甲，他将目光锁定在妖蛛首领的项圈，上面果然有提示，显示着可摘取。伸手一探，项圈瞬间被收入包裹。运气不错，苏阳现在的等级是8级，92%经验。查看任务奖励，发现获得经验之后还是无法到达10级，经验最起码还差28%。他抬头看向那群白嫩的妖蛛守卫，顿时两眼放光。那些妖蛛怪仿佛都是他眼中的经验宝宝。屁股撅好吧，小宝贝们。苏阳手持破损铁剑，再次杀入战场。青阳村东门，深海炸弹站在门口，兴奋地打量着手中的新品长剑。海哥，海哥！小鬼一路狂奔，口中不停大喊。妖蛛密林刷怪了。深海炸弹得到消息更加兴奋，他距离10级大关已经不远，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新手村。进到次级主城之后，他的势力就会更加壮大。到了那个时候，装备、等级，甚至统治主城都不在话下。再遇见那个光着身子的家伙，他甚至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干掉他。想到此处，深海炸弹邪魅一笑，带路。小鬼一脸骄傲地走在最前面，得意的表情让他看起来就像有胜。步行了10多分钟，深海炸弹的队伍再次来到妖蛛密林。可是放眼望去，面前已经尸横遍野，存活的几头白毛妖蛛也都被一些玩家包围着。现在去抢恐怕也是来不及了。靠！我猪呢？胡来呢？海哥，我在这！胡来边跑边喊，他灰头土脸的赶到海哥面前，不好意思的挠挠头。那个海哥，刚才我跟小鬼遇见月揽星河了。胡来故意转移话题，并没有解释自己没守住白毛猪刷新的事。深海炸弹皱了皱眉，月揽星河怎么了？胡来伸手指向密林深处，那小子就在里面，刚才我跟小鬼差一点就爆了他。深海炸弹面露疑惑，月揽星河是我兄弟，你们没事招惹他干嘛？胡来直愣愣地站在原地，诧异道：月揽星河就是那个光着身子的小子啊？什么？深海炸弹踉跄着后退几步，顿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整个人都是懵逼的状态。恢复了良久，头痛带出的轻微耳鸣才逐渐将他拉回现实。他大声咆哮，口沫横飞。那小子现在在哪？就在里边，我带海哥过去。来自深海炸弹的愤怒，属性点+5。苏阳刚刚获得28%的经验，此时正在原地回城，正好撞见一群人来势汹汹地向他冲来。靠！那小子又要回城，打断他！深海炸弹急了，赶紧指挥身边的小弟冲上去。可是面前的妖蛛守卫虎视眈眈地阻隔了去路，但凡有人想要攻击苏阳，必然要承受他们的雷霆一击。这明显又是苏阳故意拉的怪，就为了防止有人偷袭。深海炸弹捂着胸口，提了一口气，以至于声音都有些沙哑。拦下他！都给我拦下他！快！第6章魔界导师龙皇传承。海哥，看我的！胡来急中生智，他抄起地上的石子就扔了过去，试图打断苏阳的施法。石子划过一道优美弧线，越过妖蛛守卫，稳稳地落在苏阳身上，不过却只产生一道空气涟漪。嗖的一声，苏阳又消失了。深海炸弹被胡来的操作震惊得目瞪口呆。人才啊！这次他罕见的没有发火，他
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小弟还无法突破妖蛛守卫的防守。阅览星河吗？给我等着！深海炸弹打开好友列表，准备开启一场唇枪舌战。操！被拉黑了。来自深海炸弹的愤怒，属性点+2。此时的苏阳已经升到9级20%的经验，他快跑几步，来到卖药伙计，那叫任务。妖蛛密林深处拥有一头强大的妖蛛首领，不过你最好组个队伍，不要一个人去送。如果你能消灭他，我将给你丰厚的奖励。选择提交。系统提示：恭喜你完成任务，获得妖蛛首领的项圈，经验奖励+10000，声望奖励+1000，幸运+1，获得物品妖灵项链。系统提示：你已升到10级，获得转职凭证。系统检测到距离你最近的次级主城奉天城，请问是否传送？是。嗖的一声，苏阳突然感觉到身体失重，面前白光频闪，一阵目眩之后，他的身体缓缓凝实，走出传送阵。奉天城一片破败，完全没有次级主城该有的大气与磅礴。放眼望去 NPC 屈指可数。苏阳直奔广场平台，面前是12位手持武器的导师 NPC， 他们分站两侧，迎风而立。苏阳清楚，这12个职业分别是近战系、战狂、战魔、盾战、剑士、魔剑；魔法系、法师、魔术师；灵符系、镇鬼师、牧师、召唤师；游侠系、刺客、弓箭手。苏阳并没有选择12位导师的其中之一，而是径直来到广场尽头的那扇古朴石门面前，双手用力一推，石门缓缓打开。这一世最强的隐藏职业是我的了。苏阳缓缓走进石门，踏入无尽深邃的黑暗。嗡！一声嗡鸣后，视线一晃，他凭空走上一处峭壁。放眼望去，悬崖之上寒风凛冽，悬崖之下岩浆翻腾，一阵阵冰冷刺骨又炙热灼烤。苏阳的四角短裤迎风摆动，小鸟依人。吼！远处一声兽吼滚滚传来，一道黑色流光在空中飞掠而至。大鸟挥动双翅，遮天蔽日。它浑身呈暗红色，头生双角，四肢粗壮如树，腹部隆起，坚如磐石，扑闪着羽翼，发出阵阵低吼。他弯下双足，昂起骄傲的头颅，匍匐在苏阳身前。蹭的一声，兽背之上跃下一人，他手持银色长枪，身上披风猎猎作响。人类，你终于来了，我是龙皇。龙皇？苏阳呢喃了一句，随即又问：奉天城广场里的石碑就是给你的吧？哈哈，没错。没想到过去这么久了，还有人记得我。之前看到广场上的纪念碑，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苏阳口无遮拦，这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赶忙捂嘴。龙皇捧腹大笑，完全没有怪罪苏阳的意思。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还活着，毕竟这里是魔界，并不是人类大陆。魔界？苏阳环顾四周，悬崖边一片猩红，峭壁之上锈蚀斑驳，炙热的岩浆散发着血腥的气味，冷风吹拂。他紧紧裹着一条短裤的身体瑟瑟发抖。小子，奉天城现在怎么样了？苏阳收回目光，直视眼前这位身着银铠的男人。奉天城吗？破败不堪，毫无生机。果然如此。龙皇突然一抹惆怅，喃喃道：还是没能躲过这场浩劫啊。苏阳以为任务要来了，便好奇询问：什么浩劫？龙皇喃喃道：当年异族的神灵降临人界，带来了一场大爆炸，大家都以为是异族神灵制造的爆炸，其实我清楚，他也是受害者。当年那场惊天爆炸，差点将我们同时抹杀。异族神灵在最后时刻撕开位面，成功脱身。当时我求胜心切，乘胜追击，跟到了位面裂缝之中，最后就来到了这里。苏阳回想起奉天城的破败景象，确实很像爆炸后残留的遗迹。广场石门是你留下的吗？是不是只有我可以进来？龙皇拍了拍苏阳肩膀，徐徐开口：我离开了人界大陆，却在石门空间留下了能量印记。你可以理解为那是一种空间能力，我可以释放能量与石门沟通。比如这样。龙皇摊开手掌，手指内弯，掌心处肉眼可见的飘出一些金色丝线，那些丝线越拉越长，千丝万缕，直通天际。嗡！这一声嗡鸣更加真切。苏阳清楚，这就是刚才石门内发出的声音。只要有人站在石门内，就会被传送到这里。龙皇收回手掌，天空中金色丝线徐徐消散。小子，来都来了，拜师吗？拜。苏阳怔住，随后立马点头答应。苏阳可以确定，眼前这个家伙就是最强职业龙皇战舰的导师无疑了。这家伙颇为不凡，名字又叫龙皇。不说别的，
看他身边匍匐的这头巨兽，就能明白他的厉害。龙皇伸出右手食指，轻轻点在苏阳额头，叮的一声，一道金色能量体注入其中。系统提示：恭喜你成功转职龙皇战舰。龙皇战舰职业介绍：相传万年，异族神灵撕裂位面结界，封印4项神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类负隅顽抗，艰难抵挡。剑士龙皇打破职业壁垒，身着铠甲，手持长枪，与神灵同归于尽，成就自身战舰之名。查看龙皇战舰职业属性：攻击、生命、法术、防御。特性：武器，枪系精通，刀斧精通，剑系精通。特性：防具，铠甲精通，布甲精通。苏阳没想到龙皇战舰的攻击成长已经突破上限，达到惊人的6颗星，这就意味着1点力量能增加6点攻击力，而且生命和防御成长都是满值。上一世，龙皇战舰被一位好运的玩家拿到，只可惜这位玩家上限不高，并没有完全发挥出职业优势，而且由于身份绑定，这才埋没了职业能力。龙皇战舰，苏阳看着自己的职业称号喃喃自语：这一世，我苏阳绝不会辱没了你。前提是，技能在哪学？第7章，神秘的主线任务。苏阳一个机灵，才想起自己还没穿衣服，打开包裹，3件实际装备静静地摆在角落。妖灵项链，青铜级，等级10，血量200，力量15，灵力15。妖灵枪，青铜级，等级10，攻击15-32，力量11。妖灵铠甲，青铜级，等级10，血量200，物防15-32。穿戴上全部装备，苏阳手握长枪，银铠加身，依稀有了些高手模样。再结合龙皇战舰的属性成长，个人面板焕然一新。阅览星河，龙皇战舰，等级10，血量590，攻击226-251，法术54-64，物防18-48，魔防1-10，体力10，力量35，灵力15，声望3100，幸运2。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苏阳突然想起刚才的新手村 BOSS， 这样的属性遇见妖蛛统领，岂不是2枪带走？小子，以你现在的能力，只能学一些基础技能。龙皇从怀里掏出3本技能书，递到苏阳面前。等你到了30级哥，再教你几招厉害的，可不能跌了咱们战舰一族的脸面。苏阳恭敬地伸出双手，如获至宝。终于有技能了，元力血脉。被动技能，回复能力增强。主动技能，进入奉天石门，释放元力血脉，可传送至魔界。元力冲锋。主动技能，瞬间掠至对手面前，将其震慑。下一次普通攻击额外附带魔法伤害。冷却时间10秒，施法时间瞬发，有效距离10码。破盾斩。主动技能，无视目标防御，造成巨量伤害。冷却时间10秒，施法时间1.5秒，施法距离3码。3个技能都非常强力，苏阳已经迫不及待地将它们全部学习。流光一闪而逝，手中的技能书同时消失，面板中则是多出了3个技能图标。龙哥，元力血脉只可以进入魔界，可我要怎么回去？我怎么知道？龙皇抠了抠鼻子，完全没有高手模样。小子，你是不是回不去了？他嬉笑着打量苏阳。回不去也好，在魔界陪哥说说话。苏阳顿时无语，没想到学了一身本事，却无处施展。对了，他突然想起那个让胡来等人头疼的神技，使用回城，开始读秒。80百分号。小子，若是不走了，哥送你一头大兽。龙皇拍了拍身边的巨兽，巨兽喵了一声，不甘心地撇过头去。苏阳眼睛一亮，刚想开口说话，身体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扯消失。嗖！此时的奉天城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苏阳不确定自己在魔界待了多久，不过能获得这么强力的隐藏职业，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打开排行榜，一块巨大的半透明面板凭空显现。等级排行榜：奉天城一黑夜之王 LV12 战狂，2深海炸弹 LV12 剑士，3本色嚣张 LV12 战狂，4魔爪 LV12 魔术师，5黑夜战神 LV11 战狂，6黑夜法狂 LV11 法师，7黑夜杀手 LV11 刺客，8夜雨清风 LV11 弓箭手，9黑夜骑士 LV11 盾战，10黑夜医师 LV11 牧师。排名139，
阅览星河 LV 石龙皇战舰。苏阳看了一眼时间，距离服务器开启仅仅过去4个小时。奉天城只是华夏区20级座次级主城当中的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整个华夏区10级以上的玩家差不多有3000人。苏阳并不为此担心，重活一世，又拥有这么强力的职业和属性，他有自信在下线之前登上排行榜。苏阳打开地图仔细研究，奉天城坐落在华夏区的东北角，地图相当庞大，资源分布极多。城北奉天血路，城南奉天岭，城西奉天古道，城东奉天海。他将视线停留在奉天城的南边，奉天岭那里怪物等级分布在14级、26级之间，主流玩家想过去升级还有些勉强，可对于苏阳来说，这个等级就再合适不过了。最重要的是，前世的奉天岭触发过2个主线任务，事不宜迟，他迅速动身向城南跑去。还未踏出城门，就见到一位驼背老者站在城门口左右踱步，重要的是他的身上闪烁着啧啧荧光。苏阳面露兴奋，快步跑向老者，因为老者身上闪烁的光泽跟新手村药店伙计一样，明显是有任务。另一位 ID 叫做本色嚣张的玩家也注意到了任务，他似乎距离驼背老者更近。苏阳急了，以他前世的经验判断，这种没人排队的任务大概率是临时刷新的主线任务，而且本色嚣张这人苏阳也是极为熟悉，他正是英雄本色的会长，在奉天城与黑夜家族分庭抗礼的存在。本色嚣张瞥了一眼苏阳，露出抱歉的微笑。苏阳只觉得胃里一阵翻腾，好家伙，这哥们是把颜值拉到底了吧？眼看距离驼背老者已经不足10码，苏阳锁定目标，直接使用技能原力冲锋。嗖，他脚下生风，瞬移般的出现在驼背老者面前，根本不看任务介绍，直接选择接受。唰，驼背老者荧光消散，本色嚣张直接愣在原地。兄弟666啊，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操作。抱歉兄弟，没想到是唯一的主线任务。苏阳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并发送了组队邀请。不介意的话一起吧，任务可以共享。本色嚣张也不矫情，很快加入了队伍。系统提示，你的小队已经组建成功。队长，阅览星河 LV 石龙皇战舰。队员，本色嚣张 LV 12战狂。哥们牛逼啊，怎么搞到的隐藏职业？本色嚣张一脸震惊，更加不敢小看苏阳。运气好吧，倒是兄弟你攻击力一定不凡啊。哈哈，本色嚣张越笑越难看，不过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这张狰狞的脸。颜值下调了100%，攻击力增加了10点。兄弟可别小看这10点攻击力，就因为前期杀怪更容易才让我登上了等级排行榜。再说了，我这张脸本来也不好看，我也不介意它更难看，我自己又看不到对不对？最多就是恶心别人。本色嚣张口沫横飞，仿佛打开了话匣子。苏阳胃里一阵干呕，心中腹诽，开局捏脸真不知道是哪个象拔蚌策划的，当时自己也是犹豫了好久。降低颜值提升攻击力，也可以提升颜值降低攻击力，上限都是10点。好在自己保住了颜值，那10点攻击力现在来看已经无伤大雅了。兄弟，你不后悔？第8章奉天榜1黑夜家族。苏阳将任务目标共享在队伍里。主线任务，营救奉天小队，已共享。任务介绍，请迅速赶往奉天岭，解救被围困的狩猎小队，并护送他们安全回到奉天城。完成条件，狩猎小队成员不可死亡。兄弟，谢了。本色嚣张看着队伍中的任务介绍，朝苏阳抱了抱拳。他十分清楚主线任务的珍贵，重要的是这位兄弟并没有隐瞒这个任务，甚至还邀请他进了队。苏阳微笑点头，算是回应。在前世，本色嚣张人品不错，在奉天城拥有不小威望。当时的黑夜家族人数众多，无恶不作，搞得奉天城鸡飞狗跳。要是没有本色嚣张这号人物，黑夜家族将会更加肆无忌惮。B， 你已进入奉天岭。两人刚刚踏入奉天岭，就看到几位手持长剑的青年正与面前的妖兽对峙。他们收缩阵型，顽强抵抗，头顶上的血量更是肉眼可见的下降。前面应该就是需要营救的狩猎小队，不过这里怪物挺多，咱俩不好冲啊。本色嚣张面色凝重，分析着局势，又将怪物属性发进了队伍。奉天石甲兽，等级15，血量500，攻击15-25，物防20-30，魔防20-30。面前的石甲兽匍匐在地面上，四肢很短，看起来像一只石头龟。它的攻击力只有25点，对于防御力高达48点的苏阳来说，不破防的概率非常高。保守些，可以优先清理掉面前的怪兽，
但任务条件是必须保证狩猎小队人员不能死亡，所以时间很宝贵。我先冲，拉好怪之后你跟上。苏阳莫等嚣张回答便冲了出去。那些外围的石甲兽见有玩家靠近，直接暴走，他们昂起胸脯和前肢，仅仅依靠后腿支撑，速度极快地奔向苏阳。7、1、1、3，他们一口一口咬在苏阳大腿上，根本就不破防。苏阳围着狩猎小队绕跑，拉着那群石甲兽脱离了狩猎小队的火力范围，再利用原力冲锋完成摆脱，一套操作可谓是行云流水。当他回到狩猎小队时，这里的石甲兽已经寥寥无几。兄弟厉害啊，这怪拉的可以。嚣张赞赏了句，长刀出鞘砍向面前的石甲兽。88、81，面对防御力颇高的石甲兽，嚣张一击竟能打掉他80多点血量，可想而知他的攻击力是有多高，天榜第30之名归。他能拥有这种实力，绝不是因为那张颜值下调100%的脸。苏阳不再看戏，瞄准嚣张面前的石甲兽，挥动长枪，咔！暴击466，仅仅一枪，嚣张脚下的石甲兽直接炸裂。这是苏阳转职以来的第一次出手，没想到威力如此惊人。兄弟，你开外挂。本色嚣张有点猛看，呆呆地注视着苏阳手中的110枪，估计是捅到了怪物弱点，又赶上暴击。苏阳强行辩解，手中长枪再次送出，咔嚓，暴击522。第二只石甲兽一个照面便炸成了10块碎屑。本色嚣张，来自本色嚣张送上的666。嚣张收起武器，站在原地，摊手比了一个请的手势。兄弟，还剩2只，你继续。苏阳尴尬地看着最后2只石甲兽，刚欲动手，却见一群玩家纷纷上前将他2人团团围住。这群玩家声势浩大，正是霸占等级天榜的黑夜家族。哈哈，本色嚣张，终于让我抓到你了。人群中，一位面容清秀的青年走了出来，赫然就是奉天城排行榜第1的玩家，黑夜之王。什么情况？苏阳撇过头询问嚣张。之前抢怪跟他干了一架，论单挑他还不行。本色嚣张小声提醒，兄弟，主线任务十分难得，你先回去交任务，这里不关你事。他将苏阳挡在身后，直面挑衅黑夜之王。之前就打不过我，怎么现在组团来送？本色嚣张底气十足，根本不把黑夜之王放在眼里。在他身后，苏阳手起枪落直刺身边的石甲兽，咔！暴击512，石甲兽瞬间化为一堆碎屑。苏阳并没理会这群人，他决定先完成眼下的任务。不过这一击直接让黑夜之王瞪圆了眼睛。石甲兽的防御颇高，他的攻击力才勉强打掉其60多点的血量，没想到本色嚣张身后的家伙竟能一击秒杀石甲兽，这让他如何相信？而且从2人的状态来看，明显又是一伙的。咔嚓，暴击548。苏阳再送一枪，顺手解决掉最后一只石甲兽。来自黑夜之王的愤怒，属性点+1。黑夜之王彻底懵了，他知道这一切不是巧合，他谨慎地回头观望。自己这边虽有众多天榜玩家，但也只是徒有其表，大家都是以冲击为主，身上根本就没什么像样装备。反观对面的2个家伙，防具都差不多齐了。本色嚣张自不必多说，自己单挑他都没有必胜的把握。更加恐怖的是在他身后隐去名字的那个家伙，一身铠甲装备，攻击又高到离谱，他们这群人未必会是对手。想到这里，黑夜之王决定不再出手，他可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培养的精锐玩家全部挂掉。本色嚣张，我现在有事，下次你就不会这么幸运了。我们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黑夜之王瞥了一眼苏阳，挥挥手带走了身后的一众玩家。本色嚣张原本已经有了挂掉的觉悟，没想到被苏阳解了围。他看得明白，要不是苏阳那2枪的威慑力，黑夜之王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星河兄弟，多谢仗义出手，也就吓吓怂人罢了，咱们回去交任务吧。苏阳不以为然，引领着 NPC 小队往回走。本色嚣张望着一脸平静的苏阳，若有所思。星河兄弟，一会交了任务我就下了，咱们加个好友吧，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尽管开口。系统提示，玩家本色嚣张申请加你为好友。苏阳选择同意，随即提醒道，黑夜之王的队伍很强，我看天榜上大部分都是他的人。本色嚣张叹了口气，我明白，这就准备下线组织人手了。第9章神技破盾斩。2人说话间已经回到了奉天城南门，驼背老者面带微笑的迎了上来，恭喜2位小友，狩猎小队能够安全归来，真是可喜可贺呀，这是属于你们的奖励。系统提示，恭喜你的队伍完成主线任务，营救奉天小队，经验奖励加30000，声望奖励加2000，
城主友好度正 20%， 幸运加1。恭喜你获得物品守护者披风。守护者披风 LV15， 血量300，物防30-30，魔防30-30，体力10。特性隐匿，激活后可隐匿身形10分钟，受到干扰后隐匿消失，冷却时间30分钟。苏阳没想到竟然获得了装备中比较难得的披风，还是拥有4维属性和特性隐匿的装备，妥妥的极品。本色嚣张望着一脸笑意的苏阳，也是猜到了什么。兄弟，得到好东西了吧？笑得这么开心。苏阳并不隐瞒，他把守护者披风的图鉴发在了队伍中。好装备，估计能卖个几万块钱。嚣张赞叹道：“我也这么认为，果然是同道中人。奖励你装备了吗？”“我获得了一个任务护腕，加了30点防御力，不过要15级才能戴上。”本色嚣张朝苏阳微笑着拱手道：“星河兄弟，谢了呀，我先下了。”“好的，兄弟。”苏阳摆摆手，目送嚣张下线。“小友，我看你能力不凡，是否愿意再助老夫一臂之力？”苏阳回头，这才发现驼背老者身上再次银光环绕。主线延续任务，建设主城。任务介绍：奉天城建设在即，急需一大批物资，请前往奉天岭击杀拦路的妖兽，为小队开采打开通道。完成条件：击杀奉天石甲兽获得青石 X100， 击杀奉天妖术获得木块 X100， 击杀奉天食人草获得种子 X100。苏阳大惊，这难道就是前世的神级任务？回忆起这个任务，苏阳仍是记忆犹新。当时的论坛一片吐槽，纷纷大骂策划有病，搞这么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后来还是本色嚣张集结了几百号人，偷偷在后半夜完成了这个任务。至于如何完成的任务，本色嚣张并没有透露，只是公布了他获得的城主优惠令牌。这块令牌在当时有价无市，据说可以享受奉天城所有店铺的5折优惠。苏阳舔舔嘴，打开地图寻找自己的任务目标。锁定怪物分布之后，他发现这些怪物从奉天岭开始连线，一直延伸到海湖矿场，估计那里就是小队的开采目标。而自己的任务就是肃清沿途的妖兽，为小队开路。接受任务 B 一声提示音后，苏阳头顶突然出现一个半透明的计时器，倒计时5小时59分59秒。他没想到这还是一个现实任务，不过6个小时的时间肃清沿途的怪物应该也够了。哗啦啦，接受任务之后，城门方向立刻传来阵阵脚步声。一群戴着头巾、劳工模样的大叔浩浩荡荡走出城门，他们拎着锹，扛着镐，推着车，悠然前行。苏阳紧追几步，跑去前头带路。倒计时5小时30分0秒，原地休息。这已经是领头的中年大叔第2次带队原地休息，原本10分钟的路程被他们硬生生磨蹭了30分钟。苏阳急得不行，这群人倒是毫不在意，可算看见怪了。苏阳叹了口气，提枪便上，面前正是他熟悉的奉天石甲兽。221、214，也许是攻击比较随意，这2枪并没有击中怪物弱点位置。咔！220，一声脆响，石甲兽终于在苏阳3枪的攻击下化为碎屑，而他胸口处正提示着青色石块可收取。苏阳伸手一探，打开包裹查看，果然是任务物品青石 X1。不过一只石甲兽才爆出1块青石，想要完成任务，最起码要击杀100只石甲兽才行。他回头瞥了一眼席地而坐的开采小队，不由得咧咧嘴。就算自己先完成收集任务，他们也未必能走到任务地点，还是先把任务物品凑够再说吧。他锁定车队一旁蠢蠢欲动的石甲兽，第一次用出技能破盾斩。10枪感受到苏阳的发力，竟产生阵阵嘶鸣。长枪回缩至腰间，蓄力1秒后猛然挥出，枪尖上传来的破风声仿佛拥有撕裂空间的力量。噗！788，秒杀！我操！这还是没有产生暴击的结果。我的攻击上限才251点，石甲兽的等级还要比我高出5级。没想到破盾斩竟然能造成这么高的伤害，还好嚣张不在，否则又要说我开外挂了。苏阳面露喜色，显然对破盾斩的威力很满意。不过被一击毙命的石甲兽并没有爆出可收取的青石，看来还是高估了任务物品的爆率。那也没关系，眼下怪物足够多，时间也足够用。奉天岭的玩家并不多，苏阳已经刷了2个小时的石甲兽，100块任务物品青石也早已收集完毕。此时的他站在车队面前迎风而立，守护者披风猎猎作响。月揽星河，龙皇战舰，等级15，血量940，攻击346-392，法术54-64，物防63-108，魔防36-50，声望5100，幸运3。时间已经接近凌晨4点，苏阳再次打开排行榜，
一黑夜之王 LV15 战狂，二深海炸弹 LV15 剑士，三月揽星河 LV15 龙皇战舰，四魔爪 LV14 魔术师，五黑夜法狂 LV14 法师，六卡布奇诺 LV14 神界行者，七黑夜战神 LV14 战狂，八黑夜杀手 LV14 刺客，九夜雨清风 LV14 弓箭手，十黑夜骑士 LV14 盾战。排名3，月揽星河 LV15 龙皇战舰。苏阳看着自己15级2%的经验，若有所思。任务没有起色，怪物经验倒是丰厚。神界行者卡布奇诺，这是奉天城大佬啊，而且还是隔壁学校的美女校花。最有趣的是，排名前3的玩家自己已经得罪了2个。倒计时3小时8分28秒，任务时间就要过半，开采小队的大爷们依然不疾不徐。海湖矿场就在眼前，他们似乎一点都不着急，可是苏阳很急。第10章，妹纸，你摊上大事了。苏阳焦急地站在车队面前，看着这群大爷干瞪眼，他们走的实在是太慢了。就算现在走进矿场，他们还需要采集、装车，再快也来不及赶回去。我应该没有耽误时间才对。他们除了休息，都在路上，行进时也并没有受到怪物的干扰，不至于完不成啊。要不要问问嚣张怎么过的这个任务？不对，这一世的嚣张根本没做过这个任务啊。苏阳很伤脑筋，不知不觉间，开采小队已经来到了矿场洞口。他们并没有深入矿场，而是在接触到矿场之后瞬间掉头，并且满载而归。苏阳震惊地瞪圆了眼睛，卧槽，这是游戏，非常合理。他心里难得高兴，看来任务完成有望。开采小队虽然满载而归，毕竟耽误了太久的时间。远处被苏阳肃清的怪物再次刷新，看着那些石甲兽、树妖、食人草，苏阳咬了咬牙。好在这些怪物经验不低，那就再清理一次。他双手合十，对天祈祷，希望这次主线的任务奖励不要太寒酸。奉天食人草，等级25，血量1000，攻击40-60，物防30-40，魔防30-40。苏阳快速前插，直接冲到车队最前方，对着面前的食人草就是一击破盾斩。1328，新换上的装备果然提升了不少实力，没出暴击的情况下，竟然打出了4位数的恐怖伤害。拥有了这样的攻击力，苏阳一路平推，倒计时0小时8分23秒，又连续刷了2个多小时的怪，他已经很困了。好在奉天城就在眼前，高强度的杀怪对精神和体力都是巨大考验，还好他经验丰富，坚持到了现在。原地休息，领头的劳工大叔再次发出令人崩溃的指令，苏阳顿时睡意全无，吓得汗毛倒竖，因为这群家伙只要坐在地上就是10分钟。可现在的任务时间就只剩下8分钟，根本没有时间给他们休息。再说奉天城就在眼前，进去之后回家躺着不香吗？苏阳气到崩溃，又毫无办法。做了6个小时的任务，眼看就要在城门口翻车，驼背老者依然站在城门前晃悠，也不说接应一下。苏阳快步上前，激活与老者的对话，提交任务，提交任务，提交任务。靠，怎么不让选呢？苏阳急得原地乱窜。身后那群大爷们倒是坐得舒服，他们敲镐未动，一会一休息，指望这群家伙建设奉天城，简直离谱。倒计时0小时3分11秒，时间滴答滴答的流逝。苏阳心急如焚，他冲到矿车面前，用力推搡，矿车纹丝不动。他上前拉拽领头大叔的衣领，大叔毫不理会，尼玛逼，你个大傻逼！来自月揽星河的愤怒，属性点+2。倒计时0小时1分29秒。靠，我是不是被耍了？嚣张是怎么完成的任务？苏阳瘫坐在地上，与大叔们并肩而坐，又不甘心放弃任务，只能无奈地等待时间走完。倒计时的钟声滴答滴答，声音越来越重，敲得苏阳心烦意乱。他感觉自己脑仁都要炸了。开饭了！奉天城内突然传来喊声，采矿的大爷们听到喊声，立马变身精神小伙，他们像打了鸡血似的，推起矿车朝城内飞奔。一群人乌泱乌泱地冲进城门，带起一地尘土。苏阳面露喜色，内心的狂躁终于平复，因为任务时间已经在他们冲过城门后定格。计时结束0小时0分01秒。驼背老者贱兮兮地上前几步，凑到苏阳面前。小友，勤劳的开采小队已经打通了2地的连接通道，以后采矿再也不用担心被怪物袭击了。苏阳一脸黑线，咆哮道：你知道我这6个小时是怎么过的吗？驼背老者并不清楚苏阳的意思，他伸出双手准备收取苏阳的任务物品。
愤怒的苏阳一时间竟忘记了任务物品只需要提交100个。由于驼背老者并没有提醒任务上线，苏阳索性将身上的任务物品全部提交：青石 X434，木块 X467，种子 X475。嚯，老板大气！驼背老者面露惊喜，没想到你能带来这么多物资，有了这些物资，奉天城定能恢复往日荣光。驼背老者仰天长啸，双手高举。系统提示：恭喜你完成主线延续任务，建设奉天城，经验奖励加80000，声望奖励加5000，幸运加1。提交任务物品 X4倍，城主友好度增加20%分号 X4倍。恭喜你与城主友好度达到100%，获得物品城主令牌。系统提示：你已升到19级。唰的一道金光洒落，苏阳抖了一个机灵，打开实时排行榜，自己终于荣登榜首。排在第2的黑夜之王目前18级，有了一个等级的领先优势。苏阳决定下线，退出游戏，打开游戏舱。他顿时觉得又困又饿，抻了个懒腰，身体各处咔咔直响。环顾一周，室友们的游戏舱全部显示战斗中。大潘倒是聪明，他光着身子安装了排水管，随着他身体的突然站立，一股橙色体液顺着排水管流进了游戏舱内。苏阳顿时觉得自己也憋不住了，他翻身走下游戏舱，跑去卫生间，准备吃个早饭再回来睡觉。9月的天气，秋风萧瑟，苏阳披了一件薄外套便出了门。冷风拂过，一丝丝凉意让他不由得缩了缩脖子。距离男生宿舍最近的食堂吃早餐的同学并不多。苏阳拿了包子和豆浆，刚要回到座位，正巧一位同学回头与他撞了个满怀。女同学皮肤白皙胜雪，长相甜美标致。他慌张地抓住苏阳胳膊，险些摔倒。好在苏阳反应够快，及时扶住了他。不过手中的豆浆却是洒落一地，甚至他的裤子上都湿了一大片。侠人多。女生突然想起这里不是岛国，随即改口：对不起，我陪你一晚。苏阳有些错愕，又突然反应过来，不要喊。他指了指自己湿透的裤子，柔声道：你也不想让别人看见吧？苏阳调侃一句便笑了。眼前这位漂亮女生正是他前世的留学生女友松田和子。妹纸，你摊上大事了。对不起。女生脸色羞红，扯出几张纸巾给苏阳擦裤子，似乎摸到了什么厉害。他的脸色更红了。他拉着苏阳坐到餐椅上，我的早餐给你吃。没等苏阳拒绝，女生起身离开去清理那些洒落一地的豆浆。苏阳眼睛都看直了。和子身高168，挺身的瞬间足有 C 加。他上身穿着一件宽松的休闲外套，长款外套遮住了短裤，露出一双雪腻修长的美腿，白到耀眼。他的头发刚刚过肩，空气刘海非常精致。可惜两人相处了1个月，他就回国了。和子，我好想你，这一世我一定要将你留在身边。第11章，我阅览星河，天榜第1。和子不知何时已经回到座位上，手中还端着一碗新的豆浆。我叫松田和子，是建筑系的新生。他将手中的豆浆慢慢推送到苏阳面前。对不起，我的普通话不太好，请多多包涵。和子，苏阳亲昵地唤了一声，回应道：我叫苏阳，是网游系新生，辅修建筑学。还真巧，你是我这里的第1个男朋友，以后还请你多多指教。和子指了指自己的早餐，微笑道：昨天玩了很久游戏，我带回去吃。话音刚落，和子起身要走，还对着苏阳鞠了一躬，目送和子离开。苏阳端起豆浆，喝得津津有味，不知道是不是加了糖，这里的豆浆有点甜。酒足饭饱，心情大好，他豪气地刷了3人份早餐带了回去。寝室中，室友们刚刚退出游戏，他们依然亢奋，正激烈讨论着一夜的收获。先吃饭吧，吃完再休息。苏阳将早餐放到了书桌上。苏神，我们都已经转职了。大潘走下游戏舱，直奔桌面上的早餐。光洁的下身比和子都不遑多让。苏神，天榜第3的剑士深海炸弹是不是你？名字取得挺响亮啊。胖子一边将包子塞进嘴里一边问。因为在进入游戏之前，苏阳表示自己更中意剑士职业，室友们都清楚，以苏阳的实力，奉天城排名前列易如反掌。不是。苏阳留下一个神秘微笑，便躺进游戏舱。有些累，我先睡了呀。一夜奋战，他的精神高度亢奋，现在突然平静下来，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身体都感觉到无比疲惫。前世的种种犹如过眼云烟，一幕幕的闪现。轰隆！睡梦中的一声巨响，那是一架满载华夏荣耀的专机。一场意外事故，全部机组和随同
包括27名灵动巅峰玩家，全部罹难。苏阳由于参加高考才躲过一劫，也正因为这次劫难，灵动总决赛的冠军才会旁落他国。梦中的苏阳抿着嘴角，不甘地流下几滴热泪。下午1点，网游戏纪元班，苏阳4人没有吃午饭便赶到了教室。真好看啊！大潘花痴似的盯着窗边的女生看。教室中间靠窗的位置，女生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看起来清新又文艺。她左手托腮，右手扶案，悠然地看向窗外，阳光洒在她的脸上，立马为她点上高光。回眸浅笑，2个浅浅的梨窝增色不少。甜妹天花板，大抵如此吧。来学校第1天我就注意到了，她叫小雨，我要追她。大潘像花痴一样，双手托腮，极其猥琐。室友几人见状都觉得有点好笑，不过也能理解，任何年纪的男人，谁又不喜欢漂亮女生呢？同学们好！一位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走上了讲台，他个子不高，样貌憨态可掬。我是你们的系主任崔大志，同学们可以叫我崔主任。这是纪元的资料表，大家把个人信息填写详细。他摊开手上的一沓试卷，来，前排同学往后传一下。咱们毕竟是网游班，在未来的时间里，纪元代表一切。不怕告诉你们，我昨天已经顺利转职成了盾战士。哇哦！听到同学们羡慕的惊呼，老崔满意的挺了挺身子。还好在上课之前顺利转职，才有了现在的局面。不过得赶紧打发他们，一直玩到现在，实在是又累又困。同学们并不清楚老崔的想法，他们只顾着埋头填写信息。咚咚咚，崔主任，来一下。老崔看到门口敲门的西装老者，紧走几步凑了过去。严校长，您有事找我？咱们班有一位同学叫苏阳，你让他来我办公室一趟。老者交代完便走了。老崔站在门口朝台下喊了句：苏阳同学，过来一下。苏阳一怔，随后起身来到门口。严校长让你去一趟他的办公室，校长是在6楼。好。目送苏阳离开，老崔回到教室。同学们安静，咱们继续。点到名字的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刘青松。被点到名字的卷发男生立马起身介绍道：我叫刘青松，纪元 ID 刀剑无痕，目前等级9级。李彤，纪元 ID 刀剑无眼，目前等级10级，职业剑士。我叫张小雨，纪元 ID 小雨青青，目前14级，职业是牧师。哇，这才1个晚上就升到了14级，这等级都能进天榜前100了吧？这妹子好漂亮。老崔挥了挥手，示意同学们保持安静。小雨同学很优秀，不如你来当班长吧。老崔环视全场，并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他清了清嗓：潘佩佩，继续吧。大家可以叫我大潘，纪元 ID 雨过天晴，目前11级，职业是战魔，我一定会超过班长。大潘的发言顿时迎来一片嘘声，似乎被小看了。校长办公室，严校长对着镜子整理领带，心中思绪万千。赵会长亲自嘱咐要照顾的人，这苏阳到底是什么来头？他好像是高考310分被保送进的京都大学，不保送的话，再加310分他都进不来。严校长虽然不清楚苏阳的来路，不过保送他的赵会长可是一位大人物。咚咚咚，严校长停下手中动作，看向门口。苏阳同学是吗？请进。他指着旁边的椅子示意。坐吧。苏阳有点紧张，大概猜得出严校长找他的意思。学校里住的习惯吗？有需求尽管来找我，不必客气。严校长坐在苏阳对面，喝了口茶水。灵动中，你的表现惊艳绝绝，为咱们华国争取了至高荣誉。不过这次的纪元可不简单，它不仅仅是个游戏，更是对世界格局有着深远影响。严校长看起来淡定自若，毕竟他只是一位传话者，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领会赵会长的意思。纪元还顺利吗？多少级了？转职了没有？严校长夺命3连问，就好像一位八卦的邻居。1个月赚多少钱啊？处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结婚啊？苏阳啊，学校可是对你寄予厚望啊。他再次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多谢严校长关心，我现在19级，职业是龙皇战舰。噗！严校长嗓子一紧，口中的茶水更是喷了一地。他胡乱抹了一把嘴角的茶叶，咳嗽几声，语气激动。19级？你是阅览星河？第12章，战队集合，苏阳带飞。纪元班教室。卧槽！阅览星河，19级的龙皇战舰阅览星河。老崔站在讲台上，突然瞪大双眼，口吐国粹。台下同学们更是一片哗然，其中苏阳的3位室友相互对望，眼中更是充满惊骇。卧槽！
苏神是天榜第一啊！严校长，咱们学校有阅览星河。老崔抓着阅览星河的资料表，直接冲出教室。一夜没睡，又突然暴走，害得他险些摔倒。不过任何事都不能阻止他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校长室。手中的资料表更像是宝藏一样被他狠狠攥着。他脚下生烟，速度飞快，不到3分钟的时间便抵达了校长室。他伏在门口，大口喘着粗气。不过当他想要敲门时，却看到房间内的2人。此时，严校长正拉着苏阳的手，表情微妙。星河啊，在学校还习惯吗？室友吵不吵？我有个别墅空着，你要不要去住？我让崔主任天天给你送饭。话音刚落，他就瞥见门口站岗的崔主任。小崔，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刚才说的话你听到了吗？听到了，没问题，校长。老崔站在严校长对面，微微点头。不用了，谢谢严校长，我现在的宿舍挺好。苏阳婉拒后缓缓起身。严校长，没其他事，我就先回去了。好，路上注意安全，好好休息，加油加油。严校长轻声细语，目送着苏阳离开，伸出的右手微微握拳，渐萌地给苏阳打气。当苏阳走出办公室后，他果然恢复了往日的威严。小崔，苏阳一定要关照好，他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太重要了。我明白，这次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老崔将资料表递了过去。我已经了解了，你回去安排吧，关好门。严校长摆摆手，哼唱起小曲。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苏阳回到班级，明显感觉到同学们炙热的目光。室友们拉着苏阳回到位置上。苏神，你怎么不早说自己是阅览星河啊？是啊，这下同学们全都知道了。对呗，想瞒都瞒不住了。3人一言一语，神色激动。苏阳却笑了笑，我没想隐瞒啊。身材娇小的琪琪趴在桌面上，兴奋道：咱们班准备建一个行会，你当会长，小雨当副会长。小雨还是咱们班的班长。大潘刚补充完，小雨就走了过来。苏阳大神，我叫张小雨，14级牧师。小雨伸出白皙如玉的手，微笑地注视着苏阳。班长好，请多指教。苏阳伸手轻轻搭了一下，便缩了回来。这可是自己兄弟大潘的未来女友，他可不敢多占便宜。此时的大潘还不清楚，还幻想着自己何时才有这种机会。不过苏阳可知道，他可是未来大名鼎鼎的嗜血狂魔。琪琪鸡贼地瞥了一眼苏阳。苏神，咱们队伍缺个治疗，升级打怪没有治疗怎么行啊？苏阳瞬间领悟了他的意思。班长，要不考虑一下我们队伍？4缺1，在线等。小雨一瞬间就拿了主意，毕竟苏阳是天榜第一，这种队伍怎么能错过？好啊，正好我也没有固定队伍，一会上线加个好友。小雨皱了皱眉，我对你的能力倒是有信心，不过他们3个嘛，看起来马马虎虎。苏阳笑了笑，并没有多做解释。齐齐斯毫不在意小雨的调侃，别愣着了，老崔在班级群里都说了，没事赶紧回去上线。再次上线，苏阳查看了排行榜，自己仍然排在第1位。不过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同样都是19级。系统提示：玩家小雨轻轻申请加你为好友。系统提示：玩家雨过天晴申请加你为好友。同意全部的好友申请。他打开包裹，研究起那枚令牌。城主令牌，使用后获得奉天城建设权限、人员管理权限、任务发布权限。使用要求：声望需要达到1万点，使用后声望扣除1万点。靠，说好的消费折扣呢？看这意思是从买家升级为卖家了。选择使用城主令牌。系统提示：恭喜你成为奉天城城主，获得权限：主城建设、人员管理、任务发布。苏阳进入建设面板查看信息。奉天城人口884人1000人。材料：青石 X1434，木块 X1467，种子 X1475，矿石 X2145。城主府建设条件：青石 X100加，木块 X100。店铺建设条件：青石 X50加，木块 X50。民房建设条件：青石 X10加，木块 X10。军营建设条件：城主府达到2级。土地开发建设条件：城主府达到3级。看着面前琳琅满目的信息，苏阳大脑飞速运转，他开始制定建设计划。折腾了10多分钟，武器店、药剂店、装备店已经全部投入建设。城主府建成时间23小时50分41秒。店铺建成时间11小时50分37秒。一通操作之后，收集的材料已经见了底，依靠自己刷材料肯定不够用。他突然想到自己拥有任务发布的权限，
如果让其他玩家去收集材料，再给予相应的奖励，既解决了材料问题，同时也解放了自己。他打开任务编辑面板，发布了一条收集任务：材料收集任务，青石 X10，木块 X10，种子 X10，提交获得2金币的奖励。提示：材料通过击杀奉天岭的怪物获取，任命秀年为任务使者，存放金币200枚。任务地点：奉天城南大门。去吧，秀年。老者似乎听懂了苏阳的话，他一路小跑来到南门就位，身上闪烁着荧光，吸引着路过的玩家。系统提示：玩家骄阳似火邀请你加入小队，选择同意。队长：骄阳似火 LV12 弓箭手。队员：雨过天晴 LV11 战魔。队员：浴火焚身 LV11 镇鬼师。队员：小雨青青 LV14 牧师。队员：月揽星河 LV19 龙皇战舰。前世的你们并未负我，这一世就让我来带飞。第13章，强力单刷冲击天榜。队伍：骄阳似火。苏神，我们哪里集合？系统提示：你已被任命为队长。月揽星河，来南门吧。不到1分钟，大家纷纷集合。看到活着的月揽星河，几人都变得异常兴奋。苏阳仔细打量着身边的队友，齐齐的弓箭手身穿破洞皮甲，乌木长弓斜挎在身上，像一个游侠，威风凛凛。大潘的战魔身着血色铠甲，手握长刀，霸气十足。胖子的镇鬼看起来温文尔雅，他手持蒲扇，顶戴纶巾，只是太胖了，看起来像一个不太正经的道士。再配合他的 ID 浴火焚身，简直绝美。几人身后，小雨裹着一件白丝袍服，简直就是亡国公主，一颦一笑尽显雍容华贵。星河，咱们去哪升级？小雨似乎着急了，毕竟早上的他还差点冲进天榜，现在天榜第10的玩家都已经17级了。海湖矿场地底怪物等级偏高，在25到35级之间，目前应该没人能过去。苏阳很清楚，海湖矿场里有一个主线任务，他在队友面前摊开地图，共享屏幕，伸手指向空中的液晶屏，就是这里，奉天城南边。现在是下午3点，距离老崔说的8点集合还有5个小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破防。琪琪看似闲聊，却有心提醒，毕竟最低的25级怪物已经高出自己13级。不过苏阳既然选择这里，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小队一路南下，行进了10来分钟，面前人潮涌动，怪物横行。这里正是苏阳曾经做主线任务的地方。奉天岭怪物等级分布在15到25级之间，正好适合现在的主流玩家。看到这茫茫人海的景象，大家似乎明白了苏阳的想法。我靠，你看看人家队伍里带的牧师是大美女，再看看咱们队伍这玩意，特么玩个牧师，你下条什么颜值，我都不想让他奶我。别废话了，也不看看人家带队的是谁。我去，是天榜第1的月揽星河呀！你要能进天榜，咱们队伍还能缺妹纸？一路被调侃，小雨竟然有些脸红。不过队伍中的其他人却是乐在其中。队伍一路向南，顺利抵达矿场入口。他们并没有受到怪物阻挠，也许是人比怪多的缘故。这里就是海湖矿场，我先进去看看，你们等我消息再进。好。苏阳独自走进矿场，那里的视野突然变暗，狭长的甬道上闪烁着金属般的光亮。仔细看去，那竟是一些钱虫的铠甲，它们悉悉索索在洞口窜来窜去。海湖钱虫，等级25，血量2000，攻击62-82，物防38-58，魔防18-28。队伍：月揽星河，怪物比较多，我已经拉住了仇恨，大家可以进来了。得到苏阳指令，小队其余4人相继踏入矿场内。甬道狭长，视野昏暗，窸窸窣窣的声音让人感到头皮发麻，一种黑暗恐惧油然而生。22、27，队伍中，苏阳的血量不断下降。胖子第一时间给出技能，一道冰蓝色铭文印记落在了苏阳脚下。只见他脚下方圆5码范围内全部被冰蓝色覆盖，蓝色能量升腾而起，所有阵法内的怪物都变得行动迟缓。齐齐拉开乌木，长弓朝天释放，数道箭矢精准地落在阵法中。miss， 靠！果然不能破防，我可能要划水了。加210，一道白光从天而降，注入到苏阳体内，他的血量瞬间回满。是小雨出手了，而且他的治疗效果非常强力。苏阳瞥过头，正好看见小雨站在原地蓄力，他手中的法杖光芒缭绕，一挥之下，光芒汇聚成一束流光，精准轰在苏阳脚下的小怪身上。
砰！暴击134，咦，顶着11级的等级差，依然打掉怪物134点血量。不得不说，小雨的技能很强，不过后续那一点强制扣血就没办法了。他的普通攻击跟琪琪一样都不能破防。班长好厉害，竟然能破防，还打出那么高的伤害。大潘带头鼓掌，俨然一副马屁精的样子。小雨眉头紧锁，似乎不太满意这次伤害。这是我的输出技能流光斩，如果遇见等级差不多的怪物，应该能打出4位数的暴击伤害。不过这里的怪物等级太高了，我这技能冷却时间长达30秒，并不能频繁使用。小雨同样在表态，他认为自己在这刷怪同样效率不高，已经很不错了。苏阳夸赞道：“班长不用慌，我知道你们在这很难破防，不过为了大家能够快速冲到第1梯队，我决定单刷。这5个小时，请大家放心划水，就当做是我送给咱们队伍的见面礼吧。”苏阳将计划全盘托出，随后对着面前怪物展开疯狂进攻，长枪蓄力，阵阵嘶鸣，破盾斩，轰！暴击2404，一击之下，钱虫甚至没反应过来，就化成了一滩金属碎屑。高等级的怪物在这个时候才展示出他的优势。队伍中的4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经验调爆长一截。我靠，这就是天榜第1的实力吗？轰！空！722、743、715，苏阳全力刷怪，平均3枪就能带走一只海狐钱虫。小雨同样经验暴涨，他眸光中晶莹闪烁，内心好不平静。刚进入矿场时，他第一时间注意到了出手的胖子。不得不说，胖子的进场时机和技能把握非常精准。随后齐齐跟上输出，要不是怪物的等级太高，这种配合堪称完美。而大潘始终没有出手，说明他比较有自知之明。班长，加个血！小雨微微愣神，这才注意到苏阳的血量。不好意思。小雨回应一声，连忙动作。他手持法杖开始蓄力，2秒后，一道圣洁光芒落在了苏阳的身上。加218，加60。苏阳陡然睁大眼睛，惊喜地看着自己身上跳起的2组血量。没想到小雨现在就掌握了这种加血技巧。第一个200多的血量需要进行施法引导，抬手动作进入后摇之后，接了一个瞬发的小型治疗。这样操作的好处就是规避了一次施法前摇，节省了0.5秒的操作时间。也许现在的0.5秒对于眼前的局势并没有影响，不过对于后期分秒必争的战斗，这种操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刷！一道金光降临在胖子的头顶，他闭上双眼，浑身战栗。我12级了，这才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马上就13级了，现在经验有 90%。琪琪同样兴奋，这种升级速度简直坐火箭一样，这么刷下去，天榜排名指日可待啊！第14章食堂偶遇，定情之约。室友3人相谈甚欢，并没有觉得划水是一件耻辱的事。他们同时将目光聚焦在小雨的身上。班长，你等级高，经验还高吗？小雨手持法杖，表情凝重，随时关注着苏阳血量，看起来不算轻松。马上15级了，升级很快。苏阳看着面前爆了一地的装备和金币，又不想浪费刷怪时间，他回身朝队伍喊道：“来捡东西！”大潘突然起身，眉头紧锁，面色凝重，吓得队友们一个机灵。终于轮到我出场了，给你们展示一下真正的技术。靠，不就是捡个装备吗？吓我一跳。琪琪丝毫没给大潘留面子，直接拆穿老底。胖子一脸紧张，小声提醒：“文明点，班长还在呢。”没关系，我不介意，挺好的。小雨离我浅笑，非常治愈。不知不觉，苏阳已经连续刷怪4个多小时。高手总是耐得住寂寞，要不是小雨提醒，苏阳根本没打算停下来。此时，小雨的等级已经高达18级，排在奉天城等级榜第9位。星河，休息一会吧，集合时间快到了。独自奋战了4个小时，苏阳还真是有些疲惫。他转身看向围坐在一起的室友们，这3个家伙似乎在玩斗地主。咱们下线吃饭吧，有点饿了。苏阳这么一提醒，室友3人也不再耽搁，他们伸着懒腰，扑了扑身上的灰尘。确实有点饿了，都在这坐着有4个小时了吧？琪琪，你可长点心吧，坐地上升5级，还好意思说饿？大潘白了琪琪一眼，扭身谄媚地看向小雨：“班长别介意，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吧，食堂的锅包肉非常不错。”大潘真诚邀约，小雨道也乐意跟队友们培养感情。这话不对吧？我也是划水的，有什么好介意的？一直出力刷怪的可是星河。小雨莞尔一笑：“那一会食堂见，
我把漂亮室友也带上。听到漂亮室友，琪琪和胖子眼睛瞬间亮了。好队友，够义气，下线，下线。胖子打开游戏舱，正好与苏阳对视。苏神辛苦，这绝不是一句客套话。他从没想过自己能在奉天城天榜上排名前列。苏阳刚想回点什么，却被大潘打断。看看人家胖子这态度，琪琪你能不能要点脸？琪琪狗急跳墙，刚要反驳两句，又被苏阳打断。别客气，先去吃饭吧。这回大家等级都高了，前重报的那些装备穿戴上之后，晚上就可以组队刷了。提到装备，琪琪就乐了。他的弓箭手皮甲装备差不多都凑齐了。没问题，晚上看我操作就行了。这个时间，食堂稍显冷清，好在菜是热的，期待中的锅包肉还有一些。苏阳打好饭菜，回到座位上，突然听到隔壁的喊声：“嗨，男朋友！”室友们面面相觑，喊话的漂亮女生正朝这边挥着手。苏阳尴尬地笑了笑，他放下手中的餐盘，直奔漂亮女生走了过去。保送上大学，你有包分配吗？这么离谱！嚯，这颜值，这气质，这皮肤，卧槽！琪琪没有大潘和胖子的口才，只能一口国粹助兴。室友三人眼睛都直了，甚至忘记放下手中的托盘。同样震惊的还有盒子的室友，他扯着盒子胳膊，小声询问：“你这是从哪弄来的男朋友？岛国带来的？”“没有啊，男朋友是今天吃早餐时候认识的。”盒子不以为然：“不是，你吃了早饭的功夫就出了个男朋友？”盒子室友都懵了，他万万没想到岛国女生会如此奔放。他原以为那些剧情只会出现在电影里。男朋友，这是我的室友小金。盒子微笑起身，介绍身边的女生给苏阳认识。你好，小金。盒子应该还不理解男朋友和男生朋友的区别。苏阳尴尬地挠了挠头，他似乎搞混了。早上我想解释都没来得及。小金终于明白了事情缘由，他凑到盒子耳边开始普及工作。盒子脸色越来越红，直到最后整个人埋头趴在了桌面上。良久，他脸色通红地看向苏阳：“对不起，让你同学们误会了。”“没事，我还没有女朋友呢，不耽误。”一听这话，小金立马来了兴致，他拍了拍盒子介绍道：“盒子可是咱们的国际友人，又是我们寝室的宝贝，这事我得帮他把把关，你去把餐盘端过来，坐这吃。”“好。”苏阳起身去拿餐盘，他知道小金的助攻非常重要，上一世能追到盒子，小金功不可没。回到位置上，小雨也到了，在他对面还坐着一位漂亮女生。琪琪和胖子挨着姑娘坐，不知道攀谈些什么，逗得姑娘咯咯笑。“我去那边吃。”苏阳端起自己的餐盘要走，小雨指着苏阳调侃：“喂喂，这就是星河大神，看这意思是明曹有主了。另外3位队友吗？”“我没主，我单身。”琪琪和胖子立马表态，笑得微微合不拢嘴。“星河大神，有机会游戏见，快去吧，你的女朋友还在等你。”微微又将视线停留在刚才没有表态的大潘身上，只是后者的眼神中充满柔情，目光始终停留在小雨身上。2分钟前，苏阳去取餐盘的时间，古灵精怪的小金突然想撮合苏阳跟盒子。演员这种东西真的很奇怪。小金只看了苏阳一眼就觉得这个家伙靠谱，他争取了盒子意见，想一起观察苏阳在纪元中的实力。如果是一位大高手，就给苏阳一个追求盒子的机会；如果都没有盒子厉害，那只能发一张好人卡了。很抱歉，这就是现实，长得帅都没有用。小金抹抹嘴，似乎吃好了。苏阳是吧？一会上线咱们在奉天城广场见个面。好，我们吃好了，先回去，待会见。小金拉着盒子起身就走，盒子再次对着苏阳鞠了一躬。苏阳呆愣愣地坐在那，目送2人离开，心里美滋滋的。能得到盒子室友的认可，这很重要。他知道2人的关系非常不错。盒子回国的时候，小金甚至还哭了一场。苏阳依稀记得，前世的盒子是一位刺客，不知道这一世他会是什么样子。第15章，校友危机，苏阳出手。苏阳独自回到宿舍，先他一步的室友们已经在游戏中了。苏阳盯着琪琪的游戏舱，想起了往事。白小天的家族颇有势力，不知道是动用了什么手段才将琪琪逼走。从那以后，琪琪就消失了，而白小天却住了进来，成为了自己的新室友。相交2年，无话不谈，最后他却因为一张任务卷轴选择了背叛。苏阳冷笑一声，钻进游戏舱。苏阳上线后直奔奉天广场，远远的就看见2道熟悉的身影：金元宝、LV15法师。
一身火红色布衣装扮，手持乌木法杖，火系法师的标配。另一位就只能用哇塞来形容了。这一世，苏阳看到何子仍感到惊为天人。何子一身黑色皮夹纸包裹着重要部位，一双笔直美腿裹着斩南黑丝，手持短刀，神秘尽显。而他的 ID 正是韭菜何子 LV16刺客。夺笋啊，小金这名字给取的。来了。苏阳走到两人身边，主动添加两人为好友。系统提示：玩家阅览星河，请求添加你为好友。两人震惊的捂住嘴巴，小金更是花痴的盯着苏阳看。星河大神，他整个人都麻了。这还考验什么？直接准备嫁妆得了。何子明显收敛很多，他伸手拍了拍身边的小金。小金，清醒点。有点激动，哈哈哈。小金拍了拍苏阳，夸赞道：深藏不露啊，苏阳，看来以后有好日子了。他轻轻一推，将何子送到苏阳身边。大高手，何子以后就交给你了呀，好好照顾他。临走时，他又凑到苏阳身边，小声嘀咕：他这名字我取的棒不棒？不等苏阳回答，他挥挥手就跑远了。何子，晚上一起升级吧，我们这有个集体活动。何子乖巧的跟在苏阳身后，朝着远处的大部队走去。这个时间的奉天广场十分热闹，难得主城中有一块干净的落脚地。广场周边，一些劳工仍在忙碌着，那些店铺看起来已经建设的有模有样了。一位叫京都守护者的盾战玩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右手持枪，挺着个大肚子，正是系主任老崔。同学们靠近一点，我宣布一件事。同学们渐渐围了上来，老崔高举武器开始演讲。同学们，看看这座破败的城市，这是末日，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拯救的世界，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要保护它，建设它，甚至是拯救它。今天就让我们为它做第一件事，收集建设材料。奉天城南门一位叫秀年的老者身上可以领取任务，完成任务还有金币奖励。大家加油，解散。老崔一声令下，同学们全部奔赴南门，苏阳也不例外。他只是担心秀年身上的金币不够维持任务。苏神，这任务才奖励2枚金币，没必要接吧？琪琪看着自己包裹中的50多枚金币，露出一脸嫌弃表情。2枚金币其实不少，如果不是苏神带队刷高级地图，我们还无法从大部队中脱颖而出。胖子望着眼前接任务的人流继续分析，对于10多级的玩家而言，2枚金币已经非常难得了。琪琪不置可否，也许胖子是对的，女生总是敏感的。几人研究任务的时候，小雨一直盯着苏阳身边的女生看，似乎又觉得有点眼熟。星河，你身边这位漂亮刺客是食堂那位？苏河看着自己身边的盒子，一时间竟不知道怎么开口介绍。米娜桑，供你几啊？盒子微笑道：大家好，我是苏阳的女生朋友，请多指教。盒子声音温婉，面向大家鞠了一躬。苏阳的室友现实中哪见过这种场面，他们这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位漂亮女生竟然是岛国人。大潘带着琪琪和胖子同时鞠躬，默契地喊了一声苏嫂好。小雨有些不知所措，眼前的姑娘漂亮的不像话，像电视里走出来的大明星。他们为什么叫我苏嫂？何子倚靠在苏阳身边，轻声询问。苏阳很难解释，毕竟在刚才的语言环境中，何子完全就是正牌女友的发言。大家都很喜欢你，所以这么叫。苏阳决定把解释的机会交给小金。系统提示：玩家京都守护者请求加你为好友。苏阳加了好友，打开通讯器，是老崔的焦急的声音。苏阳，有急事，能不能来广场一趟？好，我马上到。挂断通讯器，苏阳看向几位队友。老崔喊我去广场，也叫我了，咱们一起过去看看。小雨同样收到了老崔的消息，小队一行人都在城中，没跑几步就到了奉天广场。老崔表情严肃，左右踱步，远远看见跑来的苏阳几人，立马迎了上去。太好了，你们都在，我长话短说。刚才同学们接了任务去奉天岭刷怪，不过那里被一伙玩家势力霸占了，很多同学被杀掉了级，你们俩是天榜高手，这个时候只能靠你们了。老崔语气激动，似乎带着一些恳求。主任，我们先赶往奉天岭，您组织同学过去会合。苏阳说完便回身看向自己的队伍，大家情绪激动，眼神中充满干架的欲望。走！从奉天城跑到奉天岭需要10来分钟，这段时间苏阳顺手打开了奉天城的排行榜：1月揽星和 LV21 龙皇战舰，2深海炸弹 LV20 剑士，3黑夜之王 LV20 战狂，4卡布奇诺 LV
20神界行者，5魔爪 LV19 魔术师，6黑夜法狂 LV19 法师，7黑夜战神 LV19 战狂，8夜雨清风 LV19 弓箭手，9小雨青青 LV18 牧师，10黑夜杀手 LV18 刺客。排名1，月揽星和 LV21 龙皇战舰。苏阳的位置基本稳固，而且上榜的玩家都是老面孔。小雨能上到第9位还是很惊喜的。排行榜上，神界行者卡布奇诺最值得关注，他的等级已经追上了第1梯队。苏阳回忆起卡布奇诺似乎还有个妹妹就在京都大学，有机会应该去联系一下。B， 你已进入奉天岭，大家一会小心，不要脱离小雨的治疗范围。苏阳看向大潘，嘱咐道：大潘，小雨交给你来保护。没问题，盒子你自由发挥吧。苏阳神秘一笑，他太了解自己这位岛国女友了。第16章，盒子出手秒杀深海炸弹。眼下奉天岭已经人满为患，这里已经成为了各大战队和工作室的首选目标，就连散人也希望在这里多分一杯羹。琪琪看到眼前这茫茫人海，终于相信了胖子的话，要是没有苏神带队，我们是不是也要为这2枚金币在这里努力奋斗？胖子神色激动，伸手指指前方，别感慨了，无眼和无痕正被追杀呢。顺着胖子手指的方向，苏阳看见了2道逃跑的身影。听胖子意思，这2人应该是同学。上了！苏阳一马当先冲了过去，手中的新品长枪第一次出现在战场，那是矿场中前虫将军爆出的20级武器铁甲枪，攻击上限足126点。苏阳锁定目标，激活技能原力冲锋，一道残影掠过，追杀刀剑无痕的玩家莫名的被控在原地。长枪所至，一点寒芒，一柄附带魔法攻击的灰色长枪接踵而至，轰！1374秒杀！这位玩家甚至没看清出手之人，便化为星光随风散去。苏阳愤然转身接上一记回马枪，朝着另一人狠狠刺去。破盾斩枪出如龙，摧枯拉朽的贯穿后者的胸膛。砰！暴击4276。战场上突然飘起巨大伤害，被救的同学直接愣在原地，2人恐慌的情绪逐渐转为狂喜。星河大神，运气真好，遇见了你。不是运气，是特意来的，集合准备反打。苏阳也不多做解释，继续朝着前面冲去。被救的2人握紧了手中的武器，顿时有了底气。这里被我们深海家族占了，不想死的就滚远点。说话的人正是胡来，很显然他已经成为了深海家族的核心成员。他顶在一众玩家面前，嚣张的嘴脸又充满不屑。一些散人玩家被他的手段折服，自觉地让出位置，徐徐后退。人群中忽然冲出一人，他手持长枪直刺胡来。噗呲，1235。系统提示：你击杀玩家胡来，杀戮值+1。胡来双手握着刺穿胸口的枪柄，瞳孔逐渐放大，双腿缓缓跪在地上，身体的碎片化成点点星光，重生而去。来自胡来的愤怒，属性点+1。胡来身后的一群玩家先是一怔，又立刻朝苏阳发起反击。去通知老大，胡哥被杀了。51、14。苏阳无视身上飘起的伤害，继续持枪深入，犹如狼入羊群一般所向披靡。系统提示：你击杀玩家深海泰坦，杀戮值+1。系统提示：你击杀玩家深海鱿鱼，杀戮值+1。不到2分钟的时间，倒在苏阳枪下的玩家已经20几人，一地的尸体甚至来不及涣散。不过他的血量已经见红，而对手仿佛无穷无尽一般。+465，+102。紧要关头，小雨的治疗终于到了。苏阳灌下一个血瓶，再次冲阵。深海家族的玩家越打越慌，毕竟对手是天榜第1的月揽星河。支援还没到吗？先撤！一行人转身逃跑，不过脚下却亮起蓝色的冰晶铭文。他们身陷冰阵，脚步迟缓，行动至重。齐齐把握机会，一个前滚翻进入到射程范围，抬手释放箭雨，无数道箭矢飞向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抛物线。刷刷刷，箭矢没入阵法中的人群，一片片伤害直接起飞。324、365，暴击686。遭遇这么猛烈的攻击，深海家族的玩家就像被收割机推倒的麦子，一片片的倒下，他们的血量也就在500上下，赶上暴击直接升天。一些残血的玩家甚至来不及庆幸，大潘已经提着大刀冲了进去，他左劈右砍，杀人如麻。靠，人头狗！琪琪不乐意了，那些玩家基本都是他打残的，
却被大潘收走了人头。操！谁这么有胆？深海炸弹带着几百人赶到战场，口中骂骂咧咧。当他看到面前的人是月揽星河时，气得更是牙痒痒，仿佛吃了一口九转大肠。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不过今时不同往日，眼前这个家伙已经不再是新手村的精神病了，而是天榜第一的大高手。深海炸弹不得不慎重。月揽星河，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还在为拉黑你的事耿耿于怀？来自深海炸弹的愤怒，属性点+2。我说的不是这事，你为什么杀了胡来？还需要理由吗？你可以霸占地盘，我不可以杀人。苏阳长枪指地，霸气回怼。呵，天榜第一，杀了胡来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深海炸弹拔出长剑，直指苏阳。不给交代，我今天就让你掉出天榜。杀！杀！深海家族的玩家默契地举起武器，顿时杀声四起。苏阳也并非孤家寡人，室友们齐齐向前一步，站在他的身侧。天榜第9的小雨站在队尾，手持法杖，眼神清冷。深海炸弹看在眼里，他盯着苏阳身后的小雨，眼神中杀意尽显。他当然明白一位天榜牧师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这时候，老崔已经组织了一群金大校友前来支援。周围的散人玩家看到天榜第一的苏阳和天榜第9的小雨，也是面露兴奋。有了2位天榜高手坐镇，他们也有了反抗的底气。对比之下，深海家族的几百人已经不够看了，看来不能硬上，得智取。黑夜之王那个家伙还跟本色家族杠上了，短时间内又赶不过来。深海炸弹已经明白眼前的局势多有不利，刚想留下一句狠话离开，谁料突然的一道人影闪动，一双匕首拖着残影瞬间抹过他的脖颈。暴击1266，话未出口，深海炸弹脖颈上的红色血线越发显眼，他的瞳孔逐渐放大，双手按着脖子，扑通一声躺在了地上。海哥挂了。深海家族的玩家看到自己的老大被杀，顿时乱了阵脚，他们慌乱逃窜，有的甚至站在原地回城。深海炸弹毕竟是家族老大，装备相当不错，又是天榜第2的狠人，仅用一击将其秒杀的玩家不是没有。苏阳的破盾斩或许可以做到，可是苏阳刚刚就站在深海炸弹的对面，并没有出手。我靠，是苏嫂！琪琪整个人都傻了，因为刚才出手的人正是何子。何子的出手相当果断，苏阳也是为之一叹。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何子刚才的一击包含了藏匿、蓄力、刺杀、破绽，短短瞬间竟有如此操作，出手之狠辣尽显杀手本色。苏阳扪心自问，这个爆发如果打在自己身上，还真未必接得住。第17章，小雨的弱点，蜈蚣洞。老崔兴奋地快步上前，辛苦你们了，这边交给我来组织就好。崔主任，一会我们应该在海湖矿场里升级，如果有麻烦就联系我们。苏阳一行人告别老崔，走进了矿场。行进路上，大家面面相觑。对于何子，他们实在是太好奇了。何子虽然只有16级，不过他的实力可没人敢轻视。谁能想到天榜第2的深海炸弹都能被其一招秒杀？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不是何子的室友小金一直扯后腿，韭菜何子的名字或许真的会出现在天榜上。何子，刚才你用的技能是冷血突刺吗？小雨好奇地问。刺客的突袭貌似就叫冷血突刺，不过那些刺客似乎打不出你这么高的伤害。在小雨眼中，何子等级不高，装备也算不上精良，可是为什么能打出这么惊人的刺杀效果？我不确定技能名字叫什么，技能效果确实可以突进刺杀。何子语气平淡，似乎并不觉得击杀深海炸弹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小雨心中不得不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游戏天赋？苏神，苏嫂这刺客是你教的？琪琪凑到苏阳面前询问道。同为游侠职业，我这个弓箭手可有点不太行啊。就是，刚才苏嫂的突刺惊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你看看。大潘撩开胳膊上的衣服展示给苏阳看，苏阳无奈地摊摊手，他还没想好要怎么解释。何子毕竟出身于杀手世家，自己岳丈又是岛国的黑帮头目，大舅哥更是岛国第一杀手，这样的家庭环境，何子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刺杀能力。咱们抓紧时间升级吧，可不能再划水了。胖子打断了苏阳的思绪，坦然道。苏神、苏嫂、小雨都这么厉害，咱们3个可不能躺平啊。确实如胖子所言，他们3个再不努力，真就要扯后腿了。拥有苏阳的队伍上限极高，不过下限正依赖于他们3人。矿场入口处，
海湖前虫的区域一片荒芜，怪物没有刷新。小队一行人继续深入，越往深处推进，视线就越发昏暗，甬道又长又窄，十分压抑。小雨抓着大潘衣角，小心翼翼地跟在队伍最后面。他眯缝着眼睛，似乎有些害怕。甬道出口稍微有了些光亮，那看上去像一个洞穴，墙角堆放着一些箱子，还有散落一地的瓶瓶罐罐。大家小心！苏阳发声提醒，小心翼翼地迈动脚步。周边隐隐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仔细看去，远处的地面上、墙上爬满了蜈蚣，一只只巨型蜈蚣族有1米多长，密密麻麻地朝着队伍靠近，又发出瘆人的滋滋声。啊！小雨死死抱住大潘手臂，显然是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那些巨型蜈蚣听到小雨的喊声，突然加速朝着小队合围。海湖蜈蚣，等级28，血量2500，攻击70-95，物防30-50，魔防20-30。退回去，这里怪物太多了。胖子喊了一声，指向身后的甬道。大潘抓着小雨的手就往后跑，他感受到小雨手中细微的颤抖和冰冷的手心。他清楚，小雨这次是真的怕了。等到队伍所有人都退了回来，胖子在洞穴入口处连续布置2道阵法。那群蜈蚣精眼看就要冲进甬道，却被阵法牢牢地控在原地。当他们持续站在阵法中时，身上更是响起火阵的灼烧声，血量蹭蹭下降。嘶嘶嘶，100。胖子的火阵短短2秒就造成了2000点的伤害，而且输出仍在持续。漂亮！眼下蜈蚣群已经被胖子的2个阵法控在原地。苏阳立刻反打，2只即将冲出阵法的蜈蚣精正好被他拦了下来。然而后边的蜈蚣好像无穷无尽一般，不断地往前冲。齐齐拉开长弓，释放箭雨，那些站在冰阵中的蜈蚣群就像固定靶，大大增加了齐齐的命中率。大潘刚想出手，却被小雨拽住了手臂。砰！暴击1846，一击秒杀苏阳面前的蜈蚣精。何子抽身而退，隐匿身形。这杀手真是被他玩明白了。苏阳心中嘀咕。小队堵在甬道口杀了1个多小时，周围的蜈蚣精终于被肃清。小雨在大潘的提醒下缓缓睁开双眼，不过当他看到满地的蜈蚣尸首时，又不免胃里一阵翻腾。真抱歉，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小雨脸色涨红，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不用道歉，这怪物确实恶心。何子呢？你还好吗？一想到在身边隐身的何子，苏阳关切地问。我都是闭着眼睛杀，不敢看。何子这么一解释，大家紧张的心情终于有所缓和。苏阳踏过蜈蚣精的尸体，走在最前面，其他人紧随其后。海湖蜈蚣这片区域不算大，他们很快就见到了下一个甬道。突然间，脚下土地翻涌，似乎有什么怪物要破土而出。他速度极快地在地下穿梭，拉出一道长长的松土层。大家小心！苏阳将众人护在身后，手中长枪横于胸前，做好了战斗准备。噗呲！地面之下突然涌出一只长达10多米的超巨型蜈蚣，它的尾巴嵌在地底，仅仅露出上半身，数不清的触手前后律动，让人感到头皮发麻。它张开巨口，流出深绿色的液体，一个俯冲朝着苏阳的方向舔来。噗！系统提示：你已中毒，遭受一击粘液洗脸。苏阳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他啐了一口，呆愣愣地站在原地，身上的血量不断减少。50，他灌下一个血瓶，高声提醒大家往后退，我被控住了。触龙蜈蚣王，等级30，血量5000，攻击10-30，物防30-50，魔防免疫，技能致命毒液。介绍：原本只是一条普通的剧毒蜈蚣，由于它体型偏大，无意间吞噬了许多同伴，从此他成为了剧毒蜈蚣的首领。据说被他咬上一口，7步之内必死无疑。苏阳情绪紧张，死死盯着眼前这只巨型蜈蚣。第18章海湖迎风，小队切磋。不过他的伤害并不致命，除了那口老痰，似乎没有其他攻击手段。大家不必紧张，这 BOSS 不厉害，集火吧。苏阳摆摆手，大家开始放心输出。其实这怪物拥有魔法免疫能力，主力输出也就苏阳、盒子还有琪琪。胖子的阵鬼也属于魔法伤害，小雨吓得都麻木了，就算他使用技能流光斩也打不出效果。大潘完全乐在其中，这种被小雨绑架的机会实属难得。室友们当然不会多说什么。噗呲，
1654，最后用出一记破盾斩。这头大家伙终于趴在了苏阳脚下，哗啦！蜈蚣王很大方，爆出了一地宝贝。苏阳兴奋地招呼大家聚了过来。出货了！地面上，一根带有宝石的蓝色法杖，一根触角，还有一枚精致的橙色指环。苏阳拿起战利品，将属性发到了队伍中。古龙之杖，等级25，法术180，灵力30，敏捷10，暴击2，特性治疗效果增加10%。25级法杖加治疗效果的，胖子给小雨吧。必须的，给我就有点浪费了。苏阳也不再征求其他人的意见，直接将法杖送到了小雨面前。小雨也不客气，微笑着接过法杖。谢谢大家，我以后尽量不打酱油。收好法杖，他紧紧盯着地面上那只闪烁着橙色光泽的指环。盒子刚加入队伍，咱们都没有准备什么见面礼，那枚戒指就给盒子吧。对啊，给苏嫂戴上。琪琪这么一说，大家也跟着起哄，戴上，戴上。苏阳拿过戒指，转身看着早已羞红脸的盒子。女生朋友，这是送你的第一份礼物，希望你喜欢。盒子手如柔荑，雪腻又温暖。苏阳扶起他的手指，将橙色指环轻轻套在他的无名指上。同一时间，小雨从大潘手中挣脱了手腕。抓很久了，差不多了。大潘尴尬地笑了笑，无处安放的右手指向远方，那边好像有怪，我先过去看看。大潘跑走了，盒子却站在原地，心情复杂。他看着手上的橙色指环，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不过他还是把戒指的属性发到了队伍中。传送戒指，等级25，攻击30-50，法术30-50，力量30，灵力30，敏捷10，暴击10。特性传送，选择亲密度达到1000以上的好友，可瞬间传送至好友身边，冷却时间1小时。特性誓约，降低穿戴等级10级。这简直就是神器啊！瞬间传送是不是太夸张了点？不过这亲密度要怎么算？玉剑动脑子的问题，琪琪肯定不知道。他识趣地看向胖子寻找答案。亲密度应该是在一起组队的时间，也许1个小时可以增加10点。他调出液晶屏展示给大家看。目前咱们的亲密度是70点，也就是一同组队了7个小时差不多。小雨盯着盒子手上那枚漂亮的指环感慨道：戒指的特性也真巧，看来真的跟盒子很有缘分。的确如此，如果没有誓约特性，盒子根本无法戴上这枚戒指。这么看来，苏阳跟盒子还真是有缘分。队伍雨过天晴，我去，这戒指6个属性简直跟神器似的。雨过天晴，这亲密度又是什么意思？骄阳似火，靠，懒得跟你解释，吃粑粑都赶不上热乎。骄阳似火，你那边有怪物吗？月揽星河，琪琪是真恶心，鄙视。欲火焚身，确实恶心，鄙视。小雨青青，鄙视。韭菜盒子，粑粑是什么食物？雨过天晴，有怪，快来，我要挂了。队伍中，大潘的血条果然在下降。小雨顾不上害怕，直接带头冲了过去。大潘拉扯着身后的一群大苍蝇，一点一点朝着大部队走去。胖子进入攻击范围，果断释放蓝色冰阵，缓解大潘的压力。齐齐抄起长弓，释放群体技能剑雨。小雨站定，锁定大潘，释放蓄力治疗。苏阳跟盒子是进城攻击，他们直接冲进怪群。海湖迎风，等级30，血量2800，攻击70-105，物防30-40，魔防20-30。苏神，一会你去多引一些怪。胖子指了指身后，我带他们去6点钟方向的甬道口。苏阳心领神会，他接管了大潘的位置，开始聚怪。大潘则是跟上大部队，回到了甬道口，那里很窄，只能同时经过1个人，显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卡位地点。苏阳足足花费了5分钟才拉到一群怪物，他围着矿场兜了一大圈，身后吸引了数不清的大苍蝇。那些大苍蝇扑闪着翅膀，2根细如竹竿的双腿蹦蹦跳跳地跟在苏阳身后，嘴上的尖刺对着他的后背一顿猛戳。22，暴击42， 26。苏阳略微有些惊讶，他已经忘记了这些大苍蝇竟然是用跑的。他堵在甬道口，回身卡住了位置，眼前那些密密麻麻的大苍蝇竟然仅有一指能攻击到他。卡住位置了，苏阳回手长枪刺出，破盾斩依旧犀利，面前那只大苍蝇直接一命呜呼。不过很快另一只大苍蝇便顶了上来，
苏阳平均2枪就能带走一只大苍蝇，不过这种效率显然不算高，而琪琪和胖子就成了输出的绝对主力。琪琪拥有群体技能剑雨，他扬起长弓数箭连射，阵阵破风声从苏阳耳边呼啸而过，一片片伤害出现在迎风身上。胖子火阵冰阵齐放，爆发也是相当不弱。那群迎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2大阵法中翻腾，就这么堵在甬道口杀了1个多小时。盒子、琪琪、胖子相继升到18级，这里的怪物等级高，经验也多。胖子和琪琪的输出效率虽然不弱，可甬道外的迎风还是黑茫茫一片。小鱼只需要给顶在门口的苏阳加血就行了，偶尔还可以使用流光斩进行伤害补充，不过依然很悠闲。我有个提议，这么一直刷怪也挺无聊的。班长请指示。大家的视线聚焦在小雨身上，等待下文。星河堵在门口，琪琪和胖子是主力输出，我需要30秒才能使用1次技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看了一眼盒子跟大潘，他们俩甚至都没有出手机会，倒不如就在这矿洞里切磋一下。第19章，盒子实力碾压，苏阳蠢蠢欲动。听小雨这么一说，大家顿时来了兴趣。不过大潘并不这么想，盒子的厉害有目共睹，他可不想被一刀斩。苏神救我，你下来休息会，我去堵门口。苏阳笑笑却没有动身。没事，跟高手过招才能增强实力，多好的机会啊。苏阳依稀记得，前世的大潘就是在一次次的鞭策中成长的。苏阳也想看看盒子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眼下确实是一个好机会。苏阳的记忆里，盒子出手的次数屈指可数。过不了几天，盒子就要回国了，两人再次见面也是1年之后，不知道这一世能不能留住他。大潘委屈地走上前去，苏嫂手下留情，他们都想看我笑话。琪琪立刻抓住机会开启嘲讽，别怂啊，小垃圾，鄙视你，怂你妹，一会换你来，看你行不行。大潘不再废话，锁定盒子选择切磋，两人圈地而战，名字也相互显示为红色。小心了！大潘手握大刀，启动狂暴加速，刀刃点地带出一片火花，伴随着他的冲锋发出阵阵摩擦声，迫近到只剩3码距离，这已经到了大潘的攻击范围。他挥动长刀对着盒子就是一记横劈，呵 ，miss！ 盒子判断精准，反应迅速，他矮身躲过这记横劈，手中旋过短刃对着大潘的腹部一抹，322。被袭胸的大潘脸色一变，身体出现短暂僵直。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盒子已经突破到他的身后，刺向后背，412。大潘回身准备反打，不料盒子从另一侧规避视野，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匕首轻轻一带，296，连续3刀一气呵成，大潘连盒子影子都没看到就倒在了地上。好在是普通切磋，这才没有掉级。大潘原地复活，呆愣愣地站在原地，他还有些搞不清状况，不理解为什么连对手影子都摸不到。不是说战士克制刺客吗？还是说自己真是菜的抠脚？琪琪停止刷怪，朝大潘走来，还以为他又要开始嘲讽呢，没想到竟是安慰。旁观者清，你输的一点都不冤，不是你太弱，是苏嫂太强了。他拍了拍大潘的肩膀，换我试试。刚才的战斗琪琪全部看在眼里，大潘完全就是原地打转，被动挨打。他也想知道自己与高手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苏嫂，需不需要休息？盒子摆摆手，可以的。双方名字1秒变红，战斗一触即发。琪琪后退3步，拉开长弓射出破甲剑。他身法灵活，攻击距离又远，如果能利用好手长优势，战胜盒子并非不可能。远处，盒子脚下一滑，轻松躲掉破甲剑的进攻。琪琪也不心急，他向后翻身，再次张弓搭箭。高频率的进攻迫使盒子无暇反击，只能依靠走位躲避。琪琪惊讶于盒子娴熟的走位技巧，不过他也是早有准备。剑雨攻击范围极广，而且是无规律的群体乱射，依靠走位并不能完全躲过。他扬手一抛，在盒子身前释放剑雨进行火力压制，盒子避无可避，直接隐匿后退。群体乱射失去目标，全部落在了空处。琪琪站在原地直流冷汗，他谨慎地关注着身边的风吹草动，毕竟刺客是他们这种脆皮的克星。嗖！盒子突进，一招冷血突刺直接带走琪琪1520的血量。他无助地站在原地，直面接受盒子的致命审判。感受到杀气的一瞬间，他还是来不及反应。与击杀深海炸弹不同的是，深海炸弹并不知道盒子会出手，他并没有感受到任何恐惧。
而齐齐则不同，他知道盒子要做什么，可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齐齐摇摇头，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继续刷怪。你去试试。被点名的胖子皱了皱眉，叹息地看着接连失利的大潘和齐齐。他谨慎地来到盒子面前，呼出沉重的一口气。苏嫂，请全力以赴，我想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好。两人拉开距离，开启切磋。胖子随手挥动蒲扇，朝盒子扔出一枚灵印，那只是镇鬼师的普通攻击。扔出灵印后，他围着场地绕跑，始终保持着极限的攻击距离。眼看那枚灵印已经偏离目标，他随手扔出第二枚灵印，盒子向右闪避。不过胖子早有预判，他将火阵悄无声息地布置在盒子身侧，只要盒子依靠走位躲避第二枚灵印，必然会落入他的阵法之中。显然盒子也预判到了胖子的进攻，他放弃走位，猛然加速前冲。一阵恍惚之后，他已经突破了灵印，并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怎么可能？胖子站在场中，面露惊讶。是突进瞬闪。苏阳瞪大了双眼，仔细观察战场。盒子此时的操作已经超越了路人高手的程度，这种实力就算在高手如林的岛国也必有一席之地。胖子虽然惊讶，不过看着在自己面前消失的盒子倒也不慌。他高举蒲扇，将蓝色冰阵势放在自己脚下，形成了一个方圆5码的保护区，迫使盒子无法近身。可惜盒子并没有给他机会，一双利刃携带着破风声直接划过胖子的脖颈。噗呲，暴击1658，身形显露，盒子潇洒地停留在胖子的蓝色冰阵之外。复活的胖子仍然满眼震惊。苏嫂好强，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胖子对于自己的死亡毫无头绪。自己明明已经提前布置了冰阵防御，而盒子并没有受到冰阵的影响，他根本就不清楚盒子是如何做到的。还有那个穿越灵符的身影，这已经超出了胖子的认知。盒子的操作很强，滑下去的刺客估计只有微笑杀手才能媲美。队伍几人没想到苏阳对于盒子的评价会这么高，微笑杀手可是华夏区公认的灵动第一刺客，只可惜一场空难带走了这位刺客天才。苏神，你是说我们面对的苏嫂是微笑杀手级别的高手？那倒不一定，也许你们的苏嫂更强。苏阳越说越兴奋，手中的长枪不安分地颤抖着。真没想到盒子竟然这么厉害。不过令人意外的是，齐齐和胖子同样操作不凡。小雨已经不打算出手，本身牧师的单挑能力就不强，盒子又是能媲美微笑杀手级别的顶尖高手，自己更是没有一点机会。不过他更想知道苏阳能不能战胜盒子。星河，你来试试。第20章，高手对战，全力交手。休息一会吧，我有些累了。不等苏阳回答，盒子却拒绝了对战。这很明显是不想跟苏阳打，还以为能看见一场巅峰对决呢，太遗憾了。琪琪以为打不起来了，开始埋头刷怪。苏阳犹豫着笑了笑，我也不想对盒子动手。他收回长枪，喃喃道：我现在的武器是长枪，虽然攻击力高，距离也远，但弊端也很明显。跟大潘一样，动作僵持太久了，估计不是盒子对手。也许以后拥有一把趁手长剑倒可以试试。苏阳的解释明显是给小雨听的，他刚才夸赞了所有人，唯独没有提到大潘。也许大潘刚才发挥的不好，不过苏阳清楚，高手对战僵直才是致命的痛点。咱们继续刷怪吧，对战都有视频回放，大家可以慢慢学习。苏阳转身继续堵着甬道口。大潘无所事事，询问道：苏神，咱们俩同样是战士类职业，如果你遇见苏嫂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这一场对战你很难赢，人们总以为战士克制刺客，可对于顶尖高手来说恰恰相反。大家听到苏阳开始复盘，纷纷竖起耳朵。职业对战要分清楚敌我的优劣势。战魔来说，有爆发、身板硬。对于游戏，它始终是要维持平衡的。最强的爆发换来的一定是最长的僵直。法师类职业同样如此，能力越强的技能往往需要蓄力更久的时间。说回到刚才的对战，大潘，你的第一刀劈砍之后，身体持续僵直，比赛到这就已经结束了。作为顶尖高手，绝不会浪费这种机会，所以你的侧重点可以考虑弥补职业的攻速、移速和释放速度。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降低操作难度，坏处是丢失了职业的爆发。我建议你还是要利用好技能释放的前摇规避自身僵直。大潘听得极其认真，将苏阳的话牢牢记在心中。第二场齐齐打得还不错，主动进攻，先声夺人，能逼出盒子隐匿已经成功了一半，不过还是有些心急。你的剑雨最好用来打反手，这是你唯一能破影的技能。另外，对手消失之后，
你要跟胖子学习，持续走位，不要站在原地当活靶子。齐齐尴尬的吐了吐舌头。刚才他发现盒子隐匿之后，确实慌了。苏阳说完第2场比赛之后顿了顿，最后看向胖子。第3场对战非常精彩，胖子打得很成熟。如果对手只是一般的刺客，胖子会赢的。普通攻击作为试探，逼迫对手走位。火阵释放的位置也不错，差点让盒子进入陷阱。要不是盒子利用瞬闪躲掉第2枚灵印，估计就中了埋伏。最精彩的是，胖子发现计划失败并没有放弃。他为了防止盒子近身，立刻朝自己脚下释放了冰阵。不得不说，这样的防守非常不错。可惜盒子对于位置和距离的把握是相当精准的。冰阵直径10码，冷血突刺的距离同样是10码，沿着冰阵圆圈的直径线释放突刺就行了。突刺的完成动作是 0.25 秒，而冰阵的控制间隔是 0.5 秒，所以并不会受到冰阵的影响。苏阳说的轻松，但这种操作已经是前世众多刺客高手经过无数战斗才总结出来的。胖子越听越心惊，没想到从战斗开始，自己的计划就已经被盒子看穿。苏阳摇摇头，感叹道：其实盒子已经有所保留了，如果你们站在深海炸弹的视角，就会发现问题所在。胖子摸索着下巴，突然灵机一动：你是说刺客在于隐匿和突袭，苏嫂与我们正面对战已经很放水了，对吧？没错。苏阳欣慰地笑了笑。盒子，星河说的是真的吗？小雨十分好奇，他原以为自己的游戏天赋已经不弱，没想到盒子竟然强到这种程度。苏阳说话有点快，我也不清楚对不对？盒子有些脸红，解释道：我觉得大家的进攻动作很慢，我拥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做出应对。离谱！苏阳完全是按照战斗逻辑去解释，不过听盒子的意思，这完全就是天赋上的差距。盒子，我们来试试吧，就当做给他们教学了。苏阳终究是按捺不住体内的热血，顶尖高手本来就难得一见，能遇见这样的对手让他变得兴奋。大潘，你来卡怪。大潘得令一路小跑过去，用后背堵在路口，眸光中闪烁着兴奋。这场对战关系到他对战魔的理解，他也想看看苏阳作为近战职业会如何应对顶尖刺客。小队几人同时停止刷怪，他们目不斜视地盯着战场。这种顶尖高手对战生平罕见，绝不能错过。小金说过你是最强的，既然要战，还请全力以赴。盒子面色凝重，眼神清冷，他双刃架于胸前，谨慎地看着苏阳。苏嫂认真了。胖子浑身一颤，盒子之前果然有留手。上了！苏阳有意提醒，他拖着长枪朝着盒子直直地冲了过去。眼看两人相距3码，长枪横扫，这是大潘刚才的动作。齐齐惊呼一声，很显然苏阳就是要展示给大潘看。长枪掠过，盒子矮身躲避，手中旋过匕首划向苏阳的胸口。不过苏阳挥动长枪之后并没有产生动作僵直，他的长枪如幻象一般由横扫转为回收。很显然这是破盾斩的起手式。盒子非常了解苏阳的攻击力，这一刀换一枪绝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果断收手，抽身而退。不过苏阳已经近身，破盾斩的攻击距离又是3码，盒子无法脱离伤害范围，只能抬起匕首招架。破盾斩轰出的瞬间，他堪堪隐匿了身影，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Miss！ 苏阳的破盾斩势如破竹，却没有命中目标。他本身又维持着出枪的姿势，显然进入了破盾斩的后手僵直。高手的直觉提醒着他，盒子一定会在这个瞬间有所动作。胜败在此一举。苏阳果断激活守护者披风的隐匿特性，强行中断破盾斩的后手施法。就在他消失的一瞬间，盒子双手持刃从他的脖颈前突刺而过。Miss！ 真险啊！不过还是我赢了。苏阳脚下生风，原力冲锋直接贴到盒子面前。此时的后者仍在冷血突刺的僵直中无法抽身，又被苏阳近身震慑。附带魔法的铁甲枪划出一道红色光刃，从盒子身侧掠过，劲风所至，地面尘土飞扬。苏阳一击落空，盒子也并没有还手。我说了，第21章突袭计划，胖子太细了。盒子明白，苏阳这一击是故意打偏的，他并不遗憾，也没有因为败给苏阳而难过。终于知道什么是顶尖高手了。齐齐一改嘻哈作风，面色变得凝重。胖子尴尬地笑了笑，难怪之前苏嫂要留手，是我们还没能力让苏嫂全力以赴。胖子已经有了觉悟，他反应能力有限，如果想要有所突破，就只能依靠预判了。
苏阳打赢了对战，并没有很高兴。他瞥了一眼身边的盒子，好在盒子并没有表现出不悦，这才放了心。大潘，你这血量怎么掉这么快？换我来扛吧。大潘呆愣愣地站在原地，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血量。他的防御力已经突破了100点，比迎风的攻击都高，根本没想过自己的血量会掉了这么多。要不是苏阳提醒，他就要挂了。加412，加118。小雨蓄力2秒给出治疗，拯救了大潘的血条。恢复血量的大潘回身一看，顿时吓了一跳，没想到攻击他的竟然是一头青绿色的大家伙。海湖蜂王，等级32，血量8000，攻击100-150，物防50-60，魔防40-50。介绍：注意，他们可不是普通的跳跳蜂，那赤红的眼睛和羽翼无一不彰显着他变异的事实。总而言之，远离就对了。大潘抡起大刀劈了上去，咔嚓，42。他微微愣神，好在能破防。放他进来，你们拿去练手，这个属性对你们没危险。大潘后退半步，让出了位置。苏阳放过蜂王，再次顶住甬道口。蜂王一步一步走进了队伍的包围圈，成为了大家的陪练。蜂王进场，何子只好现身教学。突闪、连斩、被刺，看得几人眼花缭乱。蜂王一会抬起手臂，一会落下，无从攻击。大潘技痒难耐，兴奋地拖着大刀冲进战场。苏嫂，换我来试试。何子抽身而退，大潘立刻站住了位置。蜂王终于发现目标，利嘴尖刺猛然啄向大潘。miss， 大潘横扫一刀，利用嗜血的加速冲到蜂王的身后，再砍一刀。暴击112。蜂王转身的瞬间，大潘已经折回，对着蜂王的后背又是一刀。52，漂亮！你这操作可以，有苏嫂影子。琪琪看得双眼放光，他没想到大潘竟然悟了。换我来，也不顾大潘是否同意，他拉开长弓射出破甲剑。胖子也没闲着，利用灵印拉扯着蜂王走位。战斗持续了10多分钟，海湖蜂王扛不住众人的蹂躏，最后被小雨一招流光斩收走了性命。哗啦，装备和金币散落一地，却没人上前捡取。小雨环顾队友，心中疑惑，这几人进步真的明显，短短几分钟竟与从前判若两人，看来加入他们队伍真是来对了。队友们兴奋地看着一地的装备，并不清楚小雨此时的想法。琪琪抱了一把长弓，破风弓，白银级，等级25，攻击85-135，力量20，敏捷20，特性附加10%穿透。看着面前的长弓，琪琪的眼中燃着欲火。大潘也不用询问其他人的意见，直接将弓递了过去。琪琪舔舔嘴，双手接过长弓，似乎通往高手的路更近了。风丝长袍，白银级，等级25，血量300，物防30-40，魔防30-40，特性防暴击5%。嚯，没想到又出了一件白银级装备。小雨、胖子，你们谁要？这件装备是不假，又不分性别，队伍中小雨和胖子都可以穿戴。给张石吧，他是主力输出，之前的法杖都给我了，再要衣服就说不过去了。小雨这么一说，胖子也不再谦让。25级的装备他目前还穿戴不了，只是接过长袍，如获珍宝似的收进包裹。地面上，蜂王折断的牙齿显示着可收取。苏阳拿起查看，特殊物品蜂王尖刺。他翻了翻包裹，发现之前触龙蜈蚣王也同样爆出了一件特殊物品触龙之须。这2件物品都是后期打造装备所使用到的特殊物品，有更大几率触发装备的极品特质。爹，语音通话来自本色嚣张，我在黑夜家族的眼线通知我，黑夜之王正在集结人手要去找你的麻烦。本色嚣张语气焦急，你在哪呢？我这就带人过去。苏阳明显有些愣神，我在海湖矿场，不过黑夜之王为什么来找我的麻烦，而不是去找你？谁让你是天榜第一啊？哈哈！本色嚣张明显一脸坏笑。说正经的，深海炸弹跟黑夜之王在一起，你们是不是结仇了？是深海炸弹，那就对了。既然他们想来，那我就陪他们玩玩。挂断了通话，苏阳转身看向身后几人，队友们，深海炸弹和黑夜之王正在集结人手朝我们杀过来，来得正好。琪琪丝毫不慌，甚至有点小兴奋。大潘同样如此，他举起手中的大刀，口中念念有词。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看着蠢蠢欲动的2人，苏阳咂咂嘴，我有一个想法，既然他们敢来咱们
就让他有去无回。小队五人往苏阳身边靠了靠，苏阳轻声道：“深海炸弹和黑夜之王是他们团队的主心骨，能率先击杀他们二人，咱们的胜率就会大大提高。”胖子听出门道：“是不是你准备过去奇袭，先行秒掉他们两人？”苏阳赞许的点点头：“没错，正面交战我们人数吃亏，他们也一定有所防备。所以你打算擒贼先擒王，剩下的喽啰也就不足为虑了是吗？”胖子就像苏阳肚子里的蛔虫，猜测的完全正确。琪琪有所不解，开口询问：“苏嫂有隐匿可以发动奇袭，苏神要怎么操作？硬上吗？”苏神也有隐匿。胖子会心一笑，解释道：“之前刷怪的间隙，我反复观看了苏神和苏嫂之间的对战，发现苏神使用冲锋之前消失了一个瞬间，也正是这个瞬间才躲掉了苏嫂的冷血突刺。队伍其他人面面相觑，包括苏阳在内都不得不感叹胖子的细心。苏神，胖子说的不会是真的吧？”琪琪面露狐疑：“没错，我确实拥有隐匿能力。”小雨眸光闪烁，心中已是翻江倒海。之前对他的高看还是低了，他没想到张石竟然这么细。我去，胖子你也太细了吧！琪琪惊讶地看着他：“彼此，哪有你细？”胖子不怀好意地瞥了眼琪琪，琪琪立马反驳：“你细还是你细？”胖子怒了：“靠，全寝室你最细！”第22章袭杀成功，困兽之斗。海湖矿区，此时的矿场入口已是人头攒动，黑夜家族和深海家族同时聚集于此。炸弹，你刚才说那人叫什么名字？竟然能秒了你！黑夜之王站在人群中并不冒进，似乎在等待着时机。ID 叫韭菜盒子，是一个爆发非常高的刺客，实力不容小觑。深海炸弹声音低沉，眉头紧锁。他这次可是倾巢而出，面对能力未知的月揽星河已经让人头疼。谁能想到他们还有一个能与其媲美的顶尖刺客高手？黑夜之王看到深海炸弹那副愁眉不展的样子，差点笑出声来。不是我说你，2个金币的地图有什么好霸占的？嗨，现在不是货币没开通吗？要是货币开通兑换，让我霸头上几个小目标，还不是轻轻松松？哟，这不是黑夜老儿吗？就在两人谈话间，一道粗犷的声音从矿场入口处传来。黑夜之王定睛一看，瞬间暴怒：“操！是本色嚣张，给我干他！”在他身后，得令的黑夜玩家一拥而上，黑夜战神手持大刀，直接锁定洞口的本色嚣张。黑夜法狂站在原地，手中法杖挥舞，散发着射人的光辉，显然是在蓄力一种大型魔法。黑夜之王站在人群中，有恃无恐地指挥着众人，却没注意2道身影已经悄悄地靠了上来。嗖！其中一道身影瞬间窜出，手中匕首顺势划过深海炸弹的脖颈，一个超过1300点的暴击伤害弹了出来。深海炸弹怒目圆睁，仰面倒地。黑夜之王吓了一跳，他看到了，出手的是一位身着黑色皮甲的漂亮女人。噗呲，暴击2046。系统提示：你击杀玩家黑夜之王，杀戮值+1。就在黑夜之王愣神的片刻，苏阳的破盾斩已经贯穿了他的胸膛。短短瞬间，2位家族老大相继挂掉，原定计划已经实现。盒子再次隐匿消失，苏阳的隐匿却受到30分钟的冷却限制。他也不慌，直接朝着本色嚣张的位置突破。然而杀气涌现，苏阳膀胱一紧，感觉到胯下一凉，顺势抬起武器招架，不过还是被眼前的玩家带走了一些血量。是他？苏阳暗暗心惊，出手之人竟是唯一的在榜刺客黑夜杀手。这人选择的进攻位置极其刁钻，实力不容小觑。要是被他的撩手，岂不是伤了盒子的心？不愧是天榜第1高手，反应够快。黑夜杀手的冷血突刺并没达到预想效果，他隐匿身影并放出豪言：“你的天榜第1今天止步于此了。”就在他消失的1秒钟后，盒子再次现身，凭空打出突刺，利刃划过虚空。黑夜杀手缓缓显形，好快的刀！他捂着脖颈，不甘心地跪倒在地。盒子的这一击刺杀，就连苏阳都始料不及。实际上，黑夜杀手已经隐身成功，不过却被盒子预判了位置，打出了破影效果。盒子对于刺客的理解远远强于对手，这才是真正的黑夜杀手。苏阳面露微笑，嘱咐道：“任务完成，咱们撤。”矿场入口，胡来慌张地从洞穴中跑出来，他还没来得及看清场外的形势，就开始汇报洞穴内的情况。海哥，他们追出来了！海哥！胡来站在原地左看右看，根本没发现深海炸弹的身影。愣神的功夫，
正好被苏阳撞见，顺手一枪捅死。他满眼惊愕，双手抓着枪杆，身影缓缓消散。你妈！再次复活时，他已经出现在了奉天城的传送阵。海哥，你怎么也在这？胡来盯着传送阵外的深海炸弹，诧异问道：“操！我特么都掉到18级了，你说我怎么在这？”深海炸弹骂骂咧咧地跑向城门口，三番两次被同一人所杀，结果却连人家长什么样都不清楚，这怎能不让他感到抓狂啊！我要杀了你，韭菜盒子！胡来紧随其后，询问道：“海哥，你饿了吗？我下楼去给你买韭菜盒子。”深海炸弹直接暴走，破口大骂：“滚开！”胡来识相的原地打滚，几个翻身便脱离了深海炸弹的视野。奉天岭坐落在奉天城南的山脉中，此时距离苏阳发布的材料任务已经过了许久，原本静谧无比的山脉早已是人潮汹涌，一群手持武器、杀气腾腾的玩家正不断朝着海湖矿场涌来。苏阳望着远处的人海，面露难色。谁知道这个时候，琪琪几人竟然同时从洞口中钻了出来。他赶紧摆手，示意大家撤退，先撤回矿洞，对面人太多了。听到苏阳喊话，队友们再次折回矿洞，他们面露遗憾，显然是因为没有展示出刚才的学习成果。嗖嗖，矿场内白光闪烁，再次冲进数人。胖子和琪琪拉开架势就要开打，苏阳立马喊话阻止：“是自己人，小雨帮他们加血。”胖子和琪琪放下武器，紧绷的神经也稍微放松了一些。两支队伍并没有在洞口停留，他们一路深入，探讨着下一步的计划。星河兄弟，我的线人告诉我，他们在入口处集结了近1000人，准备端了咱们。这么多人，那咱们还真不是对手。苏阳思索片刻，回应道：“先找找周围有没有可以埋伏的地方，如果没有就集体回城。就是丢脸可比丢命强，不过回了城再想出来可就难了。”本色嚣张已经明白苏阳的意思，知道他不是一个鲁莽的人，也就放心了。既然你已经有了打算，那我们几个就先回去。他指了指身后的几人，笑了笑：“我的人少，打游击和逃命都不是问题，你也不必担心。”说完，嚣张几人便原地回城。苏阳目送，寒暄了几句：“兄弟们辛苦了，以后有用的这星河的地方不用客气。”送走了嚣张的队伍，苏阳一行继续深入海湖迎风的区域。矿场外，黑暗家族和深海家族的一群人已经急红了眼。黑暗法神堵在洞口高举法杖，已然成为了这里的掌事人。都不要进去，老大让我们在这等他。10分钟后，以黑夜之王为首的玩家纷纷赶来，他们有条不紊地钻进洞穴，慢慢地深入探索。矿场里光线十分昏暗，这让他们的人数优势很难发挥。没有行会模式来区分敌友关系，万一失手打到自己人，可就尴尬了。苏阳的队伍沿着石壁探索，胖子主动留在甬道口把风，他拥有冰阵，能够阻止黑夜之王等人突然杀出。这边有情况。第23章前世神级任务。琪琪摆摆手，他似乎发现了一些奇怪。在这暗无天日的洞穴中，墙壁上都是地下生物的唾液和粪便，能有所发现实在是需要一些勇气。队友们纷纷围了过来。琪琪抬手指向面前的石壁，这里虽然颜色跟墙壁一样，不过它更像是一扇门。大家仔细看去，那里果然拥有门的缝隙，只是之前卡怪的时候大家都在刷怪和切磋，并没人注意这里。苏阳贴着门边发现了一行小字，并念了出来：萨博病毒原体研制基地，是主线任务。苏阳神色激动，上一世这里的主线任务被官网评价为神级，可想而知它的难度会有多大，收益会有多么丰厚。沿着小字的边缘，他们又发现了石门的把手，用力一拉，石门伴随着阵阵摩擦声缓缓打开。众人先是一惊，随后露出兴奋。石门内是一处天然洞穴，洞穴中拥有各种精密的现代设备，仿佛是一所现代的实验室。这与游戏背景的冷兵器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竟有些格格不入。不过那些设备上面挂着蛛网，略显陈旧，地面上散落着各种瓶瓶罐罐，想必也是荒废了很久。洞穴中央，一个硕大的玻璃容器内盛满了淡淡的绿色液体，在那之中孕育着一只长着尾巴的不明生物。洞穴中稍微有些光亮，源头正是机械设备上闪烁的点点荧光。大潘率先发觉，惊呼一声：“果然有任务！”琪琪一听便明白了，因为机械设备上的荧光跟南门那位秀年身上的荧光一样。五人兴奋地踏入洞穴，可就在他们进入洞穴的瞬间，
一股墨绿色的烟雾顷刻间弥漫全场，犹如腐朽的死气，环绕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系统提示：你已中毒。咕嘟咕嘟咕嘟，100。苏阳身上持续不断的开始掉血，他赶忙灌下一个血瓶，退出洞穴。这里边有蹊跷，快退回来！众人先是一惊，又赶忙退了回来。那些墨绿色的病毒犹如瘟疫一般缠上了他们的身体，身板最脆的琪琪眼看着就要挂掉。小雨顾不上自己，赶紧先给他加血。好在他们退出洞穴后的几秒，身上的病毒就消失了。大家都没事吧？我补血来不及，大家第一时间喝药水。小雨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后怕，作为牧师来说，最怕刚才那种集体掉血的情况。也许以后拥有了群体治疗会好一些。小雨看一下我的血量，我自己进去接任务。苏阳交代完便孤身冲进洞穴，墨绿色的死气瞬间缠绕，他再次受到绿毒带来的持续伤害。荧光闪耀的机械设备上，液晶屏幕不断刷新着任务字眼。苏阳根本来不及观看，他已经得到了任务提示可以接取，不过还是无法确定。系统提示：你的队友欲火焚身不在任务接受范围。队伍：月揽星河，胖子快过来！欲火焚身来了。苏阳的血量不断下降，小雨一刻都没停过治疗，再加上他自己喝着血瓶，才勉强维持血量的平衡。等到胖子赶来，苏阳终于成功接到了任务。他开启原力冲锋，直奔洞穴出口。好在有惊无险，大家一起看看任务吧。主线任务：神秘生物萨博已共享。任务介绍：请收集100份人体组织的血清样本，用于激活设备。你会发现病毒的原体以及宿主的秘密。详情介绍：击杀玩家可以获得人体组织的血清样本，设备可以手动开启和关闭。怎么样，能看懂吗？琪琪一知半解，只能求助于其他人。苏阳思绪急转，突然回忆起这个主线任务的种种细节，他脚下生风，利用原力冲锋再次突进到设备面前。小雨同样反应不慢，他不需要了解苏阳的意图，只要顾好他的血量就行了。苏阳对着设备一通操作，只听咔嚓一声，环绕在他身上的墨绿色毒物消失了，他的血量也不再下降。行了，大家都进来吧。队友们得到消息，大胆地走进洞穴，果然没有了刚才的恐怖绿毒。找到病毒开关了是吗？大潘询问。苏阳来不及单独解释，他将众人围在一起。时间紧任务重，我直接说说计划。他看向胖子，也许队伍中只有胖子能最快领会他的意图。病毒设备可以开启和关闭，病毒范围就是眼下的这个洞穴。待会黑夜之王他们进来，咱们先来个请君入瓮，再来个瓮中捉鳖。苏阳一边说话，一边做出斩首动作。琪琪面露狐疑，什么意思啊？虽然琪琪不清楚苏阳的意思，不过在他身边的胖子倒是瞬间领会。他拉着琪琪边走边说：所有人都跟我走，我来给你们解释。他带着几人回到先前卡迎风的甬道口，带大家全部就位。他直接堵在最前面，一会儿黑夜之王那群人就杀进来了，苏神会把他们引诱到刚才的洞穴中去。胖子笑了笑，看向琪琪，这就是请君入瓮。那瓮中捉鳖呢？大潘问。等那群人进了洞穴，苏神会找机会开启设备开关，到时候洞穴内病毒弥漫，你猜他们会怎么样？会往出口跑。琪琪似乎跟上了胖子的思路。没错，这个时候我们再突然现身堵住门口，就是瓮中捉鳖了。小雨看着胖子那一脸的骄傲，忍不住开口：非常棒的计划，不过星河似乎只说了请君入瓮和瓮中捉鳖，你就全明白了？这不是很简单吗？胖子不以为然地摊了摊手。队伍：月揽星河，我出发了。欲火焚身，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苏阳朝着矿场入口原路返回，刚刚走过迎风区，就听见蜈蚣矿场传来悉悉索索的脚步声，那里视野昏暗，不过他还是发现了黑夜之王的身影。视线中的黑夜之王走路相当小心，在他身后密密麻麻地跟着一群玩家，眼看他们就要走岔了洞口。苏阳都急了，我得过去吸引一波仇恨，可不能让他们走错了路。苏阳蹑手蹑脚地靠在黑夜之王的身边，可他还是毫无察觉，简直离谱。没办法，只能喊了。苏阳调整身位，用屁股对着身后的这群人，他气沉丹田大吼一声：黑夜之王杀进来了，快跑！这一声吼回音阵阵，果然吸引了黑夜之王的注意。他望着苏阳逃跑的方向，面目狰狞，口吐莲花。操！他们就在前面，给我追！第24章全歼神秘生物。黑夜之王一声令下，他身后的小弟犹如洞穴中的蜈蚣，急速朝着苏阳的方向涌来。苏阳边跑边回头，
就怕速度太快会甩开对手。终于来到迎风的地盘，这里的光线稍微好一些。最重要的是，距离设备洞穴已经不远了。甬道口处，胖子堵在前面探出个头。哇，苏神跑得好骚气啊，平时还真看不出来。让我康康。琪琪借势要换胖子的位置，不过胖子200多斤，他自己就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根本动弹不了。苏阳并不清楚队友们的闲聊，他吸引着身后的一众玩家直接冲进设备洞穴。黑夜之王等人终于来到一片视野开阔地，他们抓住机会，死死咬住苏阳的位置，仅能容纳5人通过的洞穴入口。不断有玩家挤进来，苏阳靠在洞穴一角，他的背后已经没了退路。此时的他紧张的像一个受惊的小姑娘。哈哈，天榜第一，继续狂啊！黑夜之王站在人群最前方，他目露凶光，表情狰狞，因为兴奋，脸上的笑容夸张到变形。深海炸弹走出人群，面露嘲讽之色。跑啊，有本事你穿墙啊，等我先杀了你，再去找那个家伙。苏阳当然清楚深海炸弹口中的那个家伙是谁，不过他也懒得听更多的废话，因为洞穴门口处已经不再有玩家继续进入了。他环视着面前的人，紧锁的眉头骤然放松，嘴角扬起微笑。穿墙术，嗖的一声，苏阳真的消失了。深海炸弹愣了一瞬，赶紧走上前去抚摸着面前的石壁，好像在找什么暗道机关。突然他心生警觉，不对，是隐秘，用群伤技能把他轰出来。一声令下，洞穴内各种技能光泽连闪，轰咔！洞穴内的玩家犹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月揽星河没找到，自己人倒是挂掉不少，本身就没有行会攻击模式，队伍人数又有限制，这一通乱打，气得黑夜之王火冒三丈。都给我停下，不要打了！黑夜之王大吼一声，顿时稳住了局面。苏阳刚才确实贴着墙边激活了隐秘，此时的他已经偷偷来到了设备面前，而且队友们已经在洞门处守住了位置。咔嚓！安静的洞穴中突然响起拉闸的声音，紧随其后的是一阵浓烈的绿毒在场中弥漫。短短几秒，洞穴内如星光般璀璨夺目，咕噜咕噜咕噜，一阵阵浓雾弥漫，所有人的身上都缠绕着绿毒，持续的掉血让他们自顾不暇，场面混乱不堪。100啊！是毒！治疗呢？给我加血！老大，我挺不住了，这里肯定是陷阱，大家快跑！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所有人都疯狂地涌向洞口。黑夜之王干了一瓶速回药水，心一横，直接发动冲锋。可他还没来得及跑到门口，又被一个巨大的蓝色符阵框在了原地。那些冰蓝色的符文犹如活物一般，狠狠地钳住了他的双脚。冰阵之后，火阵降临。在这火阵和绿毒的双重暴击之下，黑夜之王前冲的身体轰然间支离破碎。靠！来自黑夜之王的愤怒，属性点+5；来自黑夜战神的愤怒，属性点+1；来自深海鱼雷的愤怒，属性点+1。苏阳和大潘堵在门前见人就砍，琪琪都不用瞄准，5秒一次的剑雨疯狂释放，洞穴中的哀嚎声、叫喊声此起彼伏。这群人就犹如鱼儿钻进了网眼，进退两难。你们听没听说过一个游戏叫是男人就坚持30秒？琪琪射出一箭，笑嘻嘻的调侃。我觉得他们挺不住30秒，确实坚持不了，30秒就要掉血3000点，再加上门口的火阵，哪怕他们使用药水或者牧师加血都来不及。胖子释放的阵法非常刁钻，几乎覆盖了门口的全部位置。洞穴内嘈杂声越来越小，估计里边的玩家也挂得差不多了。苏阳站在洞口朝里边望，洞穴里亮如白昼，门口尸体叠罗，星光璀璨，空中还悬浮着夹杂血渍的尸块。血清样本可收取。一场酣畅淋漓的伏击战圆满结束，队伍5人终于静下心来收集面前漂浮的血清样本。可就在胖子冰阵消失的瞬间，一道身影突然从洞穴中窜出。深海炸弹！琪琪认出了那道身影，随即拉开长弓射出破甲剑，可惜距离不够。深海炸弹利用瞬步拉开了不短的距离。你们给我等！狠话并未说完，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盒子就像是藏匿在对手身边的毒蛇，索命的镰刀，突如其来的刺杀让他那句狠话胎死腹中。扑通！深海炸弹死不瞑目的仰面倒地。来自深海炸弹的愤怒，属性点+2。苏阳一愣，我特吗？苏嫂，以后你就是我的女神。琪琪不管了，他已经彻底折服盒子的手段，他开始崇拜盒子。
就连大潘跟胖子也同样被盒子的操作所震撼，心中暗暗腹诽：以后千万不能得罪盒子，羊毛尽可一个人薅，下手也太狠了。苏阳看着面前再次隐匿的盒子笑了笑，他跑进洞穴关闭了闸门，直到病毒消失，大家才靠过去。唯独小雨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他的内心极其复杂，眼神中的嫉妒和怨恨一闪而逝。小雨，小雨，我来了。小雨平复了情绪，凑到设备旁，几人将手中的血清样本依次投放到设备的凹槽中。液晶屏幕上，任务进度一通到顶。设备忽然大亮，一条连接设备和中央容器的透明管道持续传输着绿色能量。容器内的不明生物开始慢慢蠕动，它的四肢和尾巴在液体中摇晃，甚至开始挣扎。卡茨，透明的玻璃容器似乎已经产生了裂痕。咔咔，裂痕的缝隙越来越大，噼啪作响。队伍几人向后靠了靠，不敢轻举妄动。啪嚓，终于，巨大的容器支离破碎，里面的透明液体淌了一地，散发着刺鼻的异味。那只不明生物躺在地上，四肢慢慢的抽动了几下，随后双脚撑地，缓缓的站了起来。第25章全服第一只宠物。大家先别轻举妄动。苏阳将手中的长枪横于胸前，警觉地注视着面前的小兽。那只小兽倒是没什么危险动作，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左看右看。系统提示：恭喜你的小队完成主线任务，神秘生物萨博，经验奖励加1000000，声望奖励加10000，幸运加1，获得宠物萨博幼崽。金光洒落，队伍中所有人都升了一级，这才让他们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而听系统提示的意思，面前的小兽似乎就是奖励的宠物幼崽。我上天榜了！琪琪突然兴奋地跳了起来。众人一听也是连忙打开奉天城的等级排行榜，一起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1月揽星和 LV23 龙皇战舰，2卡布奇诺 LV21 神界行者，3魔爪 LV21 魔术师，4小雨青青 LV21 牧师，5夜雨清风 LV20 弓箭手，6骄阳似火 LV20 弓箭手，7雨过天晴 LV20 战魔，8浴火焚身 LV20 镇鬼师，9微雨微凉 LV20 盾战，10果冻 LV20 刺客。你排在1。月揽星和 LV23 龙皇战舰，大潘同样激动，登上天榜，他甚至都没敢想过。苏阳也是非常激动，能把队友们带上天榜，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毕竟这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就因为了解这一点，他才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今终于有了回报，苏神带我们冲上了天榜，我们一定要稳住局势。胖子异常冷静，并没有因为登上天榜而放松。苏神为了带咱们，目前的等级只有23级，北区3城排在第一的玩家已经25级了，全国排名第一的魏武遗风更是达到了27级。苏神未来势必要带着华国的荣耀去战斗，我们一定要变强，给予苏神更多的支持。队友们怔住了，胖子的话就像一记重锤，直击内心。登上天榜的喜悦瞬间消散，一种更加伟大的使命在内心中萌芽。苏阳也是一惊，虽然他清楚任重而道远，不过队友们能考虑的这么周全，实在难得。眼下萨博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过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他们去探索。机械设备的液晶屏幕上，一行行文字反复刷新着。公元2100年，新人类进入星际文明时代。全球最大的生物公司萨博集团发布了一款延长人寿的奇药。至此后，全球人类数量急剧攀升，生存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星际时代，多么弱小的国家都拥有足以毁灭世界的军事力量。一些妄图通过战争解决人口问题的国家，不得不打消这种念头。财阀们另辟蹊径，设计了一场巨大的瘟疫。这场瘟疫也被后世称之为萨博计划。望着屏幕上闪烁的文字，苏阳内心愤恨，真是肮脏的计划，为了自己的利益，竟然要毁灭掉无辜的人类。这个游戏背景好像就是被瘟疫感染后的样子。胖子环顾一周，庆幸道：还好这只是个任务，并不是真实世界。不，也许这就是真实世界。苏阳语气笃定，队友们顿时慌了神。苏神，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最起码保证每天游戏在线就行了。苏阳并没有多做解释，根据前世的经验，这个时间事态还没有那么严重，不必要造成恐慌。他往前走了几步，抓起面前的小兽。小兽尾巴很短，头上生出一根触角，肉嘟嘟的模样还有点可爱。萨博幼生期，等级1，血量100，攻击1-1，法术1-1，
物防1-1，魔防1-1，成长星级，攻击，生命，法术，防御。这小兽应该是全服的第一只宠物，成长非常不错。谁要？大家相互对视，表情复杂。作为现阶段全服唯一的一只宠物，它的价值难以估量。队伍中一共有6个人，苏阳态度很明确，这只宠物他已经放弃了。可是其他人还没表态。我不需要。和子开口示意，可能他觉得宠物对于刺客来说是个累赘。琪琪紧随其后，同样放弃了小兽。大潘的理由也算合理，他是前排职业，如果宠物是一个强攻型或者是肉盾型，也许更适合他。胖子看到小雨那渴望的眼神，瞬间心软了。我觉得这只宠物更适合小雨，它的攻击和法术成长很高，能弥补小雨输出不足的问题。宠物防御不高，正好小雨是牧师，他们可以双向弥补。胖子理由充分，那这只宠物就先给小雨了。苏阳揪着小兽的耳朵，送到小雨面前，拿去。小雨双手环抱，拖住这只小兽，眼中充满喜爱。他打开宠物包裹，签订契约。小兽瞬间化为一道流光，钻进了他的包裹中。小雨先是一愣，又放松下来。宠物升级有些要求，想要升级必须寻找不高于自身5级的怪物。小雨笑了笑，我可能要带它回新手村了。苏阳面露疑惑，这只宠物果然不一般，在前世还没听说过宠物升级有这种要求的。大潘举手示意，我也要去新手村看看，我带它回去就行，又不会有危险。你们好好在这升级吧。小雨拒绝了大潘的请求，只身回城。大潘没了跟去的理由，只能目送着小雨独自离开。胖子给琪琪和大潘使了个眼色，苏神，我跟他俩去其他地图看看，现在我们等级也高了，应该没问题的。是啊，你单独陪苏嫂升级吧，就差他没上天榜了。你们还红名呢，小心点。苏阳看着他们通红的 ID， 嘱咐道。好的。琪琪说完，直接原地回城。胖子和大潘心领神会，也跟着回城。3人走出传送阵，面面相觑。胖子，咱们现在去哪？我这有几个选项，升级，偷偷找小雨，下线睡觉。走，去找小雨。大潘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回答。胖子和琪琪相视一笑，陪着大潘来到传送阵。他们通过好友系统查看到了小雨的位置。小雨青青，坐标蝴蝶村 124.347。3人顺利抵达蝴蝶村，通过地图锁定了小雨的位置。3人直接朝着村东门跑去。刚跑出东门没多远，小雨迷人的身姿便出现在了几人面前。不过令他们惊讶的是，小雨似乎正在杀人。第26章，宠物吃人。小雨离开蝴蝶村东门，那些被小雨击杀的玩家还不到5级，有的甚至还穿戴着新手装备。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身为牧师高手的小雨竟然在这里屠杀新人。3人慌乱的后退几步，隐蔽在村口位置。大潘更是显得手足无措，心脏砰砰跳。小雨这是在干嘛？胖子还算冷静，他轻声道：你们注意看，凡是被小雨杀掉的玩家都爆出了血清样品，而那只宠物好像在吃。正常情况下杀人也不会爆出血清样品，问题可能出现在那头小兽身上。我猜测是小雨骗了我们，那头小兽的升级根本不是击杀怪物，而是要杀人。大潘立刻反驳，不可能，小雨不可能是这样的人。琪琪罕见的拍了拍大潘的后背，出声安慰，别着急，咱们再观察看看，也许真的是胖子分析错了。遗憾的是，他们观察了一阵子，最终得出结论，胖子说的完全正确，那只宠物的升级就是要吸收等级不高于自身5级的玩家尸体。小雨拒绝了大潘一同前来，同时瞒住了所有人，这才制造了眼前的这场新人屠杀。大潘刚要冲出去，却被胖子拦住，别过去，咱们赶紧回城联系苏神。私信，欲火焚身，苏神，出大事了，我们在奉天广场等你。阅览星河，好，我们马上到。苏阳拉着盒子的手走出传送阵，远远的就注意到广场上焦急等待的3人。怎么了？胖子拍了拍大潘，让我来说吧，小雨在新手村屠杀新人玩家，给宠物升级，我们被骗了。短短一句话，苏阳跟盒子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一瞬间，苏阳的脑子都是懵的，他看了眼盒子，犹豫道，小雨如果是外人，那么直接杀掉就行了，可他是队友还是同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胖子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谁又能想到，平时温婉可人单纯漂亮的小雨竟能做出这种事，就算再上一世也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小雨一直都是他们的强力队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世的轨迹已经脱离了苏阳的掌控。我们过去跟他好好聊聊，
实在不行，让他放弃那只宠物吧。何子这么一说，苏阳顿时清醒了许多。对啊，绝不能让他继续下去，我们过去劝劝他。打定主意，5人直奔传送阵。如今的蝴蝶村东门已经聚集了上百人，他们身穿布衣，手持板斧。奇怪的是，没人敢踏出村门一步。草，人长得挺漂亮，就是脑子有病，就是来新手村刷什么存在感。TMD， 杀我2次了，几个小时全白玩了。听到这些人的谩骂，苏阳他们几个都觉得愧疚，都是那只宠物害的，要不是获得了那只宠物，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哪怕宠物交给胖子，都未必会发生这种事。齐齐埋怨了几句，口中喋喋不休。不一会，几人已经根据小雨的位置深入到了妖蛛密林。远远看去，一位白丝长袍的牧师玩家正挥动手中的法杖，屠杀着眼前的新人。他漂亮的脸蛋毫无波澜，仿佛随手杀怪一般。苏阳看得生气，又或许是失望，他高喊一声：“小雨！”远处听到喊声的小雨慢慢放下武器，他满脸惊骇地注视着苏阳几人，眸光闪动，那种惊骇又瞬间转变成了愤怒。不是不让你们跟过来吗？为什么不听？苏阳没想到小雨会突然生气。面对情绪激动的小雨，他心里准备的话忘得是一干二净。何子贴心地上前几步，开口劝道：“停手吧，小雨。”看到何子，小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他歇斯底里的怒吼：“全都是因为你，都不要管我，我要变强！”大潘从未想过小雨会有如此一面，他也渐渐失控，大声斥责着面前人：“变强就要屠杀新人吗？就算这样变强，你心里不愧疚吗？这不过是游戏，玩游戏就是杀人变强。”小雨癫狂之后，情绪慢慢稳定。你们羡慕何子，不就是因为他强吗？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小雨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甜美形象，她的俏脸看上去充满陌生与恐怖。不重要了，既然你们不喜欢我，那我选择离开。话落，小雨头也不回地朝着密林深处走去。伤心欲绝的几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他们望着小雨远去的方向不知所措。胖子叹了口气，他真的走了，好友都删了。苏阳心情低落，留下一句话便下了线：“我们也回去吧，我想早点休息了。”寝室内，舱门依次打开，气氛微妙。大潘十分懊恼，真没想到小雨是这样的人，我怎么会喜欢他？胖子叹息一声，缓缓开口：“咱们一起升级刷怪。”切磋一直都在夸苏嫂的能力，却忽略了他，也许这才是他离开的真正原因。小雨的作为触犯了职业玩家的底线，江湖再见，绝不相容。苏阳态度坚决，放下狠话。几人沉默不语，内心都不平静。这一夜注定无眠。翌日清晨，浑浑噩噩的一夜让苏阳看上去有些萎靡。他拿起手机查看消息，早上8点，求是讲堂有林教授的课，我帮你占位置。苏阳突然精神几分。何子所说的林教授是华国最年轻的建筑学家，同时也是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好在何子一早发来了消息，否则错过林教授的讲座可就亏大了。他蹑手蹑脚地走下睡眠舱，简单洗漱后，穿着一身运动服下了楼。京都大学的清晨充满活力，操场上许多同学沿着塑胶跑道挥洒汗水，秋风习习，阳光和煦。苏阳一圈一圈的奔跑，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他没有至亲，却感恩生活。他活在最好的时代，享受最好的红利，有值得珍惜的室友和自己喜欢的人。也许这一世的小雨就是匆匆过客，不值一提。苏阳，他停下脚步，回头观望。崔主任，苏阳啊，昨天的事我已经跟校长说了，校长让我代表学校感谢你们，应该做的。苏阳挠了挠头，似乎并不在意。苏阳，有件事我想麻烦你帮帮忙。崔主任让出身位，从身后拽过来一位小姑娘。第27章暴躁徒弟，倾城柠檬。苏阳，这是我女儿萌萌，她也在玩纪元，我希望你能帮帮她。苏阳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女孩，16岁左右的年纪，个子不高，梳着丸子头，眼睛大大的，脸蛋圆圆的，皮肤白净的像瓷娃娃一样。虽然样子可爱，不过嘴却撅上了天，看起来有点叛逆。老崔，你想干嘛？我才16岁就急着给我找男朋友？老崔一愣，脸上尴尬的涌起一抹红晕。这没教养的孩子乱说话，你不知道他是谁吗？你不是要见偶像吗？少女一听偶像，眼睛都瞪圆了。你是月神？如果你说的是纪元中的月揽星河，那应该是我。得到确切答复，少女猛地后退一步，双手平身，眼看就要跪拜。
苏阳反应迅速，上前扶住了她。少女跪拜不成，退而求其次来了一个90度鞠躬。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苏阳吓了一跳，赶紧闪到一旁躲掉萌萌的折寿一击。这鞠躬明显是要把他送走的节奏。老崔，这什么情况？还是你天榜第一的名头有威慑力，萌萌就交给你了。老崔也不管苏阳是否答应，先跑为快。萌萌直接贴上苏阳的手臂，柔声细语道：师傅，我请你去食堂吃早餐，随便刷，老崔饭卡在我这。他拍了拍裤兜，拽着苏阳的胳膊就往食堂走。苏阳被一位毛头小姑娘拉着胳膊，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学武食堂，这里也是苏阳这一世第一次见到何子的地方。想到何子，苏阳脸上浮现出温暖的微笑。师傅，你看起来很开心啊。萌萌坐在苏阳面前，嘴里嚼着包子，脸蛋鼓鼓囊囊。是不是有了漂亮徒弟内心窃喜啊？高兴就笑，喜欢就说出来。萌萌自来熟似的自言自语。虽然师傅你长得挺帅，不过老崔说要等我上了大学之后才能谈恋爱，师傅你要再等我3年才行。啥？苏阳满脑子的黑线，他实在不明白现在的小姑娘脑子里究竟都在想些什么。我可没打算收你当徒弟，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崔倾城。师傅，你可不能坏了规矩。萌萌放下手中的包子，嘴角微微一撇，虽然没给你跪，但是也鞠躬了吧？如果你还不承认，我可不介意在食堂里再跪一次。别！苏阳被吓出一身冷汗，他太了解现在的小姑娘有多脸皮厚了。虽说现在的食堂里没有多少同学，要是真让他来上这么一下，再被哪个不开眼的同学拍了视频，杜撰个标题，他的一世英名可就全毁了。好徒弟，师傅错了，咱们好好吃饭。苏阳真是被吓怕了，只能说现在的小姑娘为达目的真是不择手段。这是老崔也有责任，他上一世怎么不把女儿交过来，害得自己毫无准备。小姑娘似乎吃好了，她双手撑着下巴，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苏阳。嘿嘿，苏阳都要被看毛了，自顾自的埋头吃饭。萌萌，你们几点的课？还来得及去学校吗？苏阳赶紧找了个话题。今天没早课，我们学校就在隔壁。萌萌看了一眼自己手机，时间差不多了，师傅慢吃，我先走了。哦好。苏阳如释重负的叹了口气。师傅上线记得加我好友，我的游戏名字叫倾城柠檬。萌萌摆摆手，同时比了个飞吻。游戏里见，么么哒。苏阳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汗都下来了。终于走了，也不知道他在游戏里会是个什么样子。难怪老崔说自己管不住他。苏阳打包了3份早餐回到寝室。宿舍中，室友们已经洗漱过了，这一夜他们似乎睡得不错，精神可嘉。苏阳举起手中的早餐晃了晃，队友们先吃饭吧。胖子接过早餐，语气略显沉重。苏神，你看班集群了吗？没有，怎么了？小雨休学了。什么？苏阳很诧异，难道就为了这么一只宠物？胖子摇了摇头，笑容僵在脸上。谁知道呢，咱们就当没这个人吧，好好吃饭，上线练级，化悲愤为战力。说得好，咱们304可是要成为一统天下的寝室，一个漂亮女生而已，又不是找不到了，是不是大潘？也许是担心大潘情绪低落，琪琪似乎在用言语挑逗他，不过他想错了，大潘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脆弱。卧槽，刚查了一下天榜，还好自己没掉出前10，我得赶紧吃点东西上线练级。哈哈，你牛，心够大。琪琪知道是自己想多了，顺手将早餐递给大潘。来吧，为天榜站的男人。苏阳上线出现在了奉天城广场。此时的沿街商铺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他之前投入的建设看来已经完成了。华夏古代宫廷的建筑相当考究，奉天城已是初具规模。打开奉天城建设面板，人口856人，上线1000人。青石 X824， 木块 X913， 种子 X898， 矿石 X1210。城主府待建设，消耗青石 X100， 消耗木块 X100。店铺待建设，消耗青石 X50， 消耗木块 X50。民房待建设，消耗青石 X10， 消耗木块 X10。军营建设条件需要城主府2级。土地开荒建设条件需要城主府3级。城主府建成倒计时2小时52分41秒。想到一会就要下线去上林教授的讲座，苏阳加快了手中的布置。他安排了店铺的功能，分配了药剂店、武器店、装备店。药剂店直接交给了卖药大叔去管理，又给老者赐了个名字药年。
武器店安排了一位管理员，专门负责武器的收购和销售。当然，管理员的名字叫做5年。装备店的情况跟武器店差不多。又想到自己曾经差点被耍的护送开采小队任务，苏阳突然也想让其他玩家体验一下，顺手在任务公告处编辑了任务，又进行了发布。终于在下线之前想起了自己新收的徒弟萌萌，他打开好友搜索，输入 ID 倾城柠檬，选择申请添加好友。操作结束，苏阳叹了口气，还好想起了这么一件重要的事，要是被萌萌上线知道了自己没加他好友，指不定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苏阳突然感觉自己被萌萌拿捏了。第28章，苏阳的手笔送你一座城。苏阳下线，提前10分钟来到求是讲堂。这座100年讲堂坐落在京都大学的中央，它外观陈旧，墙壁上爬满杂草，那些植物长势喜人，以至于一些枝干树叶已经顺着窗户爬进了教室。苏阳踏上那些不知被翻新了多少次的台阶，走进大门，讲堂内满坑满谷，座无虚席，就像走进一座大型的电影院。大神！苏阳一愣，顺着声音发现了小金的身影。不少同学也是好奇回头，想看看这位大神的样子。苏阳脸色微红，凑了过去。小金跟盒子坐在两边，给他留了一个中间的位置。苏阳蹭了进去，挨着两人入座。有了大神的名头，又被美女左右环绕，苏阳身后的几位男生羡慕地睁大了嘴巴。大神可以啊，昨天都送盒子戒指了。小金盖住嘴，凑到苏阳耳边，加快进度，为国争光啊！啊！苏阳一惊，没想到盒子连戒指的事都给小金做了汇报。既然小金这么支持，苏阳也是趁热打铁，询问道：“要不我送一枚真的戒指？”这次轮到小金惊讶了。盒子的话应该会很高兴的，小金都这么说了，苏阳顿时有了信心。他坐直了身子，怎料盒子靠了过来：“苏阳，我来华国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林教授，他有一本书叫《华国建筑史》，对岛国影响很大。在岛国，很多的建筑都拥有华国风格和元素。”苏阳当然知道盒子的偶像就是林教授。没错，林教授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华国的建筑史。提到建筑，两人仿佛打开了话匣子，一直聊个不停。小金坐在一旁完全插不上话，要不是盒子主动要求，他甚至都不会来参加这次讲座。哗啦啦，林教授现身，讲堂内掌声雷动。他穿着一件黑色针织衫，手中还握着一个保温杯。盒子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林教授，这是他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林教授本人。林教授30岁出头的年纪就成为了华国首屈一指的建筑学教授，这种能力实属罕见。同学们好，我是林微音。他微笑着朝台下的同学们挥了挥手，便开始了他的讲座。2个半小时的时间，苏阳听得入了神。从长安城宫殿群的整体结构，再细化到太极宫的细节描绘，恢宏的建筑群配合着大屏幕的影片一一呈现。苏阳沉浸其中，仿佛置身于大唐盛世。不过盒子却听得非常吃力，他不了解华国的历史文化，就不能充分理解华国的建筑。这些具有特殊符号和民族传承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几句话或是几张图片就能读懂的。正因为如此，这也成为了盒子的遗憾。如果盛唐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那么他一定要去现场看看，顺便拉上林教授，请他做现场讲解。人们做喜欢的事，总觉得时间匆匆而过；对于不喜欢的事，时间就成了煎熬。林教授的讲座结束，盒子跟苏阳还觉得意犹未尽，旁边的小金都睡着了。盒子拍醒了小金，3人一同走出讲堂。盒子看起来情绪低落，他的中文能力一般，涉及到一些古有名词更是晦涩难懂。苏阳看在眼里，竟有一丝心疼。游戏里见，我们上楼了。苏阳目送着2人走进女生宿舍，自己也是闷闷不乐，脑海中都是盒子失落的样子。大神，你看起来有点垂头丧气啊。老崔不知从哪冒了出来，拦在了苏阳的面前。苏阳，你怎么了？啊，没事。苏阳回过了神。没事的话，严校长在办公室等你。老崔拍了拍苏阳的肩膀，有事跟大哥说，既然你是萌萌师傅，我可就把你当兄弟看了。苏阳笑了笑，没事，我先去校长室了。他一路小跑，心中腹诽，终于知道萌萌为什么脸皮厚了，感情随根儿。严校长的办公室开着门，苏阳敲了敲门，这才看清房间里还坐着林教授。苏阳进来，咱们林教授有事找你帮忙，你给参谋参谋。苏阳走到林教授面前，已经隐约猜到林教授找自己来的目的了。林教授，刚刚听完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林微音顿时来了兴趣，
他没想到眼前的苏阳竟然还是自己的学生，真有缘分，没想到你还选修了我的课。林徽因拿出身边的一沓照片递给苏阳，严校长向我推荐了你。他指了指苏阳手中的照片，问道：纪元中的游戏建筑对我启发很大，这些建筑也非常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不过建筑稀有材料非常难获取，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苏阳嘴角上扬，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他明白林教授是想在游戏里创造一些建筑，完成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苏阳可是奉天城的城主，手中更是掌握着奉天城的大部分资源。如果能有一位华国顶级建筑大师来这手规划奉天城，那将会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林教授，我的游戏名字叫月揽星河，这个忙我想我能帮，咱们游戏见。一会见。目送苏阳离开，林徽因缓缓起身，老严看人真准。回宿舍的途中，苏阳兴奋到起飞，蹦蹦哒哒的像个小孩子。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的，老崔又出现了。严校长找你是有多大的好事？你看起来跟刚才判若两人。苏阳盯着老崔，双手抓着他的肩膀。好事，天大的好事，我回去上游戏了呀，么么哒。比了个飞吻，苏阳屁颠屁颠的跑走了。老崔一脸蒙圈，甚至觉得那个飞吻有些眼熟。回到宿舍，苏阳第一时间钻进游戏舱，打开好友列表。苏阳想要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何子，不过他却停住了。他突然想玩把大的。先不着急，如果林教授确实能实现自己的心中所想，到了那个时候才是送给何子最完美的惊喜礼物。林教授，小弟只能利用你了。第29章神器戒指古龙之剑。B 林家小樱请求加你为好友。苏阳接受了好友请求，询问了林教授的位置。两人很快在奉天广场见了面。望着面前一身白丝长袍的女牧师，苏阳满脸的兴奋。林教授，您有什么计划？林教授看向身边的店铺，喃喃道：建设这座城市会需要非常多的稀有材料，我自己搞不定。我可以。苏阳微微一笑。林教授，我想问今天咱们的讲座内容能在这里实现吗？什么？林教授被苏阳大胆的想法震惊了。不过他转念一想，只要材料足够也未必不可能，原则上只要材料足够应该能实现。林教授顿了顿，不过这些材料就算全城玩家都参与获取，也需要耗费很久的时间。苏阳二话不说，直接将奉天城的城主权限转移到了林家小樱的身上。林教授，研究看看，这回有希望了吗？林徽因只对建筑感兴趣，对于游戏理解谈不上高明。不过当他打开城市建设功能后，双眼明显被激动的情绪点亮。他查看了城主权限，查看了可以分配的资源，就算缺少任何材料，都可以通过发布玩家任务来获取。这简直就是我的世界，哪怕最重要的资金问题也不是问题。他查看了新建的店铺，看到了店铺中不断上涨的各种金币收益。苏阳好像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只等自己来接手的感觉。苏阳弟弟，这个城主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你确定要把它全部交给我？苏阳微笑着回应道：林姐，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当城主了。这2天我这个前任城主当的真是焦头烂额，当时我就在想，如果城主是林教授就好了。苏阳把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林教授也不再推辞。弟弟，你可真会聊天，一定很招女孩子喜欢吧？苏阳突然想到何子，脸色微红的挠了挠头。林教授，其实有一位岛国的女生非常崇拜您，她很荣幸今天也参加了您的讲座，不过她不太了解华国的历史，很多内容听的只是一知半解。如果您能把讲座实现在这里，我想她一定会很开心的。林徽因听懂了，感情这苏阳是用城主来换女友一笑，这手笔可还行。虽然自己有被算计的嫌疑，不过他也乐得如此，毕竟有了苏阳提供的支持，他完成学术研究将会更加的轻松。这女生真幸福，有机会带来让我见见。好，暂别了林教授。苏阳打开通讯列表，找到了何子。想到何子未来有机会看到盛世长安，他就有点小兴奋。何子在干嘛？另一边，何子喘着粗气，似乎正在击杀野怪。小金刚刚接了材料收集任务，我在陪他杀妖术。哦，需要支援吗？不用了，大高手，你自己加油升级。挂断语音，苏阳突然有些失落，没想到何子竟被小金拐走了。他无聊地打开奉天城排行榜，自己以23的等级暂时排在第1位，排在第2的卡布奇诺是22级。关闭排行榜，打开奉天城的地图，
分析了一阵子，发现还是海湖矿场适合升级。等自己到了25级之后，再赶往封魔城的悲凉之地，那里可是出产极品套装的好地方。在前世，官网甚至统计过一个数据，悲凉之地的悲鸣塔平均每3分钟就会发生一场战斗，其中黑夜家族和本色家族打得更是不可开交。苏阳一路飞奔跑向海湖矿场，他决定去单刷那些大苍蝇，毕竟那里有可以卡怪的地方，自己过去相对安全，不用跟其他人平分经验。自己一晚上最起码能升5级，前提是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他们别找上门来。胖子说过，全国第一的家伙已经27级，自己也该往上追一追了。刚跑出城门，苏阳就看到一位玩家近似崩溃的冲着秀年怒吼：“尼玛，老子做了半天任务，容易吗？还被白嫖，你他妈没钱了不早说！”秀年答非所问，仍然笑嘻嘻地看着他：“小家伙，我这有2个金币的任务，要不要来试试？”苏阳赶紧联系林教授，补充了金币。此时，奉天岭一带已经是人山人海，随着大家等级的提升，这里已经成为了主流玩家的首选之地。奉天石甲兽、奉天食人草、奉天妖树，这些怪兽不仅能给大家提供丰厚的经验，还可以收取任务材料，获得额外的金币。苏阳站在矿场入口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盒子跟小金的身影，他微微叹息，有些失望，转身进入矿场内部。熟悉的黑暗和煤油味传来，零星的几名玩家也都是贴着矿洞的墙壁深入探索。苏阳启动守护者披风的隐秘特性，一路深入，一只只大蜈蚣已经刷新，它们悉悉索索爬满地面和墙壁，声音令人头皮发麻。苏阳并不打算清理这些蜈蚣，之前要不是同伴都在，还有盒子跟小雨，他根本就不想触碰这个霉头。他小心翼翼地跨过蜈蚣的身体，很怕一脚踩中蜈蚣，万一用力过猛踩出点伤害，那群蜈蚣再一拥而上可就麻烦了。想到自己被蜈蚣爬满全身，他浑身打颤，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眼看就要突破到下一个甬道口，他才取消了隐匿，毕竟隐匿之后行进速度会降低 50%， 现在已经脱离了蜈蚣的仇恨范围，自然要以更快的速度离开这个令人恶心的地方。噗呲，一只大家伙突然从地底窜出，墨绿色的体液滋了苏阳一脸。他蠕动着数十根触手，露出巨口和獠牙。系统提示：你已中毒。50。苏阳从惊吓中回过神来，抹了一把脸，发泄似的抡起长枪，朝着大蜈蚣的肚子猛戳。靠，吓老子一跳，看我扎不扎你！5分钟后，大蜈蚣耷拉着脑袋，棒的一声拍在了地上，爆出一地的装备。地面上，一把青光缭绕的长剑，一枚熟悉的橙色指环，一根蜈蚣王的触角。苏阳有些激动，他查看指环信息，传送戒指，果然是他，正好跟盒子凑成一对。他直接穿戴上这枚戒指，又查看了长剑的信息，古龙之剑，白银级，等级25，攻击150-180，力量30，敏捷10，暴击2，特性攻击速度增加 10%。卧槽，终于来武器了。第30章悲凉之地顶级套装，长剑入手，一阵寒凉。古龙剑长2尺1寸，剑身极薄，透着淡淡寒光，剑柄缠绕着一条木雕金龙，威严无比，剑刃锋利，寒如秋霜。终于有一把像样的兵器了。刷上2个小时的银锋，差不多就能装备。套上传送戒指，又将长剑和触角收入包裹，苏阳顿时有了升级的动力。他走出甬道，银锋已经刷新，一只只大苍蝇密密麻麻地站在原地晃荡。苏阳冲进怪群吸收伤害，又沿着墙边绕跑。这次没有小雨的治疗，也不知道身上的低级药水是否够用。不过怪物攻击不高，并不能大幅度破防。苏阳绕了一圈，最后卡在甬道口，只承受面前一只银锋的攻击。面对着30级的银锋，苏阳普通一枪便能带走他700多点血量，而30级银锋的总血量才2800点。查看个人属性面板，月揽星河龙皇战舰，等级23，生命1250，攻击602-742，法术100-138，物防82-158，魔防55-76，声望10100，幸运5。没想到一枚传送戒指竟能让自己的攻击力增加200多点，难怪他们说这戒指像神器。有机会的话，倒是可以去蹲一蹲那只大蜈蚣。2小时后，噗呲，苏阳一击破盾斩直接洞穿面前的银锋，
一道金光洒落，他终于升到了25级，如愿以偿地换上了古龙之剑，手持剑柄凭空舞动，剑刃幽光熠熠。属性面板中，他的攻击上限已经破1000。苏阳微微一笑，锁定面前的一只大苍蝇，准备拿它开刃。唰，普通一剑刺出，迎风敖一嗓子疼的踮起脚尖。暴击2012。苏阳摇了摇头，似乎并不满意现在的伤害。出了暴击才打出2000点伤害，要是不出暴击也只能打掉1000点伤害。原以为可以一剑一只小家伙呢，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不过令他惊喜的是，刷怪效率倒是提高不少，动作也轻盈了许多。常见的攻击速度仅次于匕首，而古龙之剑又增加了10%的攻速，这种攻击速度简直比持枪时要快上1.5倍。苏阳继续卡在甬道口独自刷怪，不过他的等级升到25级之后，迎风已经不能破防了。他一边刷怪一边调出液晶屏幕，在线查看官网论坛。论坛上2条消息增加了特殊的醒目标记：美女宠物吃人，新手村的梦魇，高价收购30级防具套装，附带装备出处。苏阳并没有打点开第1条消息，至于原因，可能他自己都不清楚。点开第2条消息，上面竟然还显示了装备属性：悲鸣铠甲护腿套装，白银级，等级30，血量400，物防30-50，魔防30-50，体力20，特性集齐4件防具套装触发，血量越低攻击越高，攻击上限为200%。还真是他30级顶级套装悲鸣系列。看着自己手中的古龙之剑，苏阳决定直接去挑战悲鸣塔，冲锋脱离迎风的仇恨范围。原地回城100分号，无需踏出传送阵，苏阳直接花费10个金币传送去了风魔城。走出风魔城传送阵，这里一点建设痕迹都没有，目光所及的几位 NPC 同样没有荧光环绕，唯一有区别的地方在于，这里的一片平坦位置已经被摆摊的玩家占领，他们销售手中的药水、强化石还有各种装备，没有奉天城的装备商铺，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吆喝。风魔城公共频道，白小生出售20级青铜器法杖，魔法攻击力120点，带上价格 M。 大地主收金币，1金等于802，先给金币后打钱，不信的滚。皇家公主找强力男友组 CP， 要求星系胆大会体贴完的同城可面交。浪里白条悲凉之地求组，攻击上限400加剑士。苏阳灵机一动，他发现奉天城的业务完全可以发展到风魔城，而且拥有了风魔城的资源，奉天城的建设进度会更快。私信阅览星河，林姐在忙吗？林家小樱统计资料，正在编写城市建设企划书。阅览星河，风魔城还没开始城市建设，似乎是我们的机会。林家小樱，我清楚了，4级主城之间的联动我会着手准备。林家小樱，有机会再去吉滨城看一下。阅览星河，明白。苏阳对于林教授是真心感激。这才过去2个小时，林教授已经将城市建设安排得井井有条，如果是自己乱搞，真不知盒子什么时候才能圆梦。苏阳隐藏了 ID， 准备去往风魔城北方的悲凉之地，还未踏出北门，就被一位身姿妖娆的女牧师拦了下来。帅哥，咱们队伍还缺个输出，看你武器不错，要不要一起啊？姐姐保证奶粮充足。女牧师靠在苏阳身前，眉头一挑，挺了挺胸脯。苏阳瞄了一眼，这牧师好凶啊！啊呸！盒子，对不起，非礼勿视，非诚勿扰，非常难啊！苏阳念经似的闭上眼睛。臭小子，装什么逼还隐藏 ID？ 倾城姐问你话呢。牧师身后，一位长满络腮胡的战士凑了上来。苏阳不屑地瞥了他一眼，自顾自地走出城门。来自猛虎将军的愤怒，属性点+1。你个菜鸡给爷站住！信不信爷出城剁了你丫的！苏阳站在原地慢慢转身，微眯着双眼，充满轻视。他调出设置，面板显示 ID： 阅览星河 LV23龙皇战舰。这回看清没有？我是不是菜鸡？络腮胡吓傻了，双腿直抖，瞬间改口：不是不是，您是大哥。苏阳不依不饶：还杀我吗？不杀不杀。你很怕吗？不怕不怕，还不是我怕我怕。来自猛虎将军的愤怒，属性点+1。苏阳隐藏 ID， 不再理会络腮胡。女凶手笑嘻嘻的再次迎了上来：帅哥，加个微信不？嗖的一声，苏阳快马加鞭一路狂奔去。再多留1秒，他都怕把自己手机号报出去。一路踩着残枝落叶，树丛中沙沙作响。
远处阵阵凄嚎声不绝于耳。爹，你已进入悲凉之地。他继续深入，玩家已经越来越少，空气稀薄，气氛压抑。一座高塔矗立在远处，苏阳会心一笑。高塔足有数十米高，只是看起来有些突兀，跟周围环境并不相称。塔口处，一位老者如老僧站定，身上银光缭绕。苏阳赶忙凑了过去。任务：悲悯者的遗物。任务简介：请进入悲悯塔击杀魔物，收集悲悯者的遗物。苏阳接受了任务，再次选择与老者对话。老者将自身背包缓缓打开，露出琳琅满目的装备，全部都是悲悯系列的套装。苏阳收了收口水，启动隐秘，朝塔内走去。他不确定塔内的情况，不得不慎重。果然，刚刚进入塔内，门口堵满了数不清的巨大生物，他们足有3米多高，穿着一身荣光铠甲，手持长刀，威武霸气。悲悯刀卫，等级35，血量5000，攻击150-200，物防100-150，魔防100-150，技能嗜血连斩。苏阳没想到的是，悲悯刀卫的属性都要赶上海湖矿场的 BOSS 了，这也正是他的机会。等主流玩家都到了30级，这里也就没法待了。奇怪的是，一层的悲悯塔入口聚集着大量的悲悯刀卫，大厅内的怪盗是非常稀少。苏阳心生警觉，他有理由怀疑这是其他玩家故意设置的陷阱。第31章调出排行榜，盒子的担心。苏阳没有贸然行动，这里怪物的攻击非常高，而且他与刀卫相差了10级，根本扛不住击下。他现在想要确认的是，悲悯塔中是否还有其他玩家存在。悲悯塔一层的大厅一眼望穿，一只刀卫堵在墙角，正奋力的劈砍。苏阳蹑手蹑脚地朝着东北角走去，他判断那里也许有玩家存在。果然，当他靠近之后，一名身着铠甲的玩家手持战斧，正与面前的刀卫互砍。原来是他，眼前的人正是此前发帖收购悲悯装备的玩家秦冲 LV25 战狂。双方激战正酣，秦冲明显处于劣势。刀卫一声咆哮，手中长刀散发出夺目红光，刷刷刷，连续3刀的劈砍仿佛带出了残影。秦冲根本挺不住这3刀带来的伤害，他的身体化为白光，缓缓消散。苏阳不确定自己目前能不能挺住刀卫的连续劈砍，可以确定的是，自己绝不能吃到嗜血连斩的全部伤害，最起码要躲掉其中1刀才有机会。秦冲留下的这支刀卫血量已经不多，并且相当虚弱。苏阳微微一笑，破盾斩脱手而出，长剑裹挟着寒光，直接洞穿刀卫的腹部。噗呲，1250，刀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留下一些钱币，还有一片书页。苏阳注意到自己的经验条肉眼可见的增长了1节，他翻看系统提示，果然一只刀卫带来了5000点经验，而他现在的升级经验是20万，只要击杀40只刀卫就能升上1级。他原以为这里只是出装备的好地方，没想到经验也如此丰厚。其实上一世他过来的时候已经30多级了，装备虽然不如悲悯套装，倒也不弱，如今才25级，越了10级挑战刀卫，经验当然要高出很多。打开包裹查看书页，悲悯者遗物，他眼中露出兴奋，看来今天要丰收了。如法炮制，苏阳学习了秦冲的经验，小心翼翼地引来一只刀卫，再拉到墙角solo，长剑挥动，破盾斩起手，此1198。苏阳挥出一剑之后，便观察刀卫的反击动作，他想依靠走位规避伤害，然而刀卫抬手的动作足足用去2秒，这种攻击在苏阳眼里跟慢动作没什么区别。刷刷刺出2剑，再利用刀卫的身体将之走位绕后，再刺2剑，一个回合下来已经打掉刀卫3000点的血量。按这种攻击节奏，再不出暴击的情况下，击杀一只刀卫也就是6-7剑的事。刷，刀卫血量见底，浑身赤红，吓得苏阳蹭蹭后退。刀卫怒吼着，瞬间扬起手中的大刀，这架势跟刚才击杀秦冲时一个样。苏阳倒是清楚，刀卫的嗜血连斩只有在残血的时候才会发动。噗噗噗，暴击382，暴击382 ，miss， 连续3刀的快速劈砍。苏阳利用冲锋堪堪躲过最后1刀，也正因为他躲过了1刀，才活了下来。苏阳一阵后怕，他已经忘记刀卫的嗜血连斩是刀刀暴击，这要是硬吃这3刀，恐怕自己也会跟秦冲遭遇同样的下场。释放了嗜血连斩的刀卫明显软，他的动作更加迟缓和僵硬，
苏阳轻描淡写的一剑便击杀了面前的刀卫。令人遗憾的是，这只刀卫并没有爆出悲悯者的遗物。苏阳知道这东西的爆率不算高，好在怪物经验丰厚。苏阳不再纠结，依靠着墙边挪动脚步，再次引来一只悲鸣刀卫。他摸索到悲鸣刀卫只要血量低于1/5，就会释放嗜血连斩。有了这个信息，他就可以控制伤害。只要刀卫血量略高于1/5时，利用破盾斩加平 A 将其秒杀即可。拥有5000点血量的悲鸣刀卫，1/5的血量也就1000点。苏阳的破盾斩在不出暴击的情况下，同样能打出超过4位数的伤害。一直单刷到晚上6点，苏阳已经高居封魔城的天榜第1，等级达到了27级。而秦冲应该是去了别的地方升级，此时的他再次升到了25级。自从秦冲挂掉之后，悲鸣塔再也没有其他玩家出现过，这让苏阳很开心。看着包裹中30多张的悲鸣者遗物，他决定一鼓作气凑够40张。照这样看来，在自己30级的时候，不仅能穿上一整套悲鸣装备，还能给何子凑齐一身皮甲。当他这么想着，何子心有灵犀的发来了语音通话：“大高手，你在哪？要不要下线一起去食堂吃饭？”“好，我现在下线出发。”苏阳靠在墙角退出游戏，他打开游戏舱，看到队友们在游戏舱中晃动着身体，想来也是激战正酣。他笑着走下游戏舱，喃喃自语：“估计又要给他们带饭了。”苏阳并不介意给室友们带饭，灵动中的最强射手混乱元素早就让他积累了一个小目标。正因为自己已经财富自由，他才不介意把奉天城全权交给林教授来打理。毕竟在外人看来，奉天城的长久收益可不是个小意思，最起码是中等意思。可在苏阳眼里，不管是什么意思，都不如何子有意思。食堂，这是苏阳第一次按时吃饭，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同学排队打饭。他排在队尾，左顾右盼寻找何子的身影。滴的一声，手机传来简讯，是何子发来的消息：10号窗口正面对，给你打好饭了。得到消息，苏阳直奔10号窗口。此时的何子跟小金坐在窗口前的餐椅上，他们微笑着朝苏阳挥手。大神开不开心？何子都帮你点好餐了。苏阳落座，受宠若惊，看着面前的3人份晚餐，着实有些感动。何子脸色绯红，埋头吃饭也不说话。苏阳同样拘谨，这可不是前世，他不敢表现得太过熟络。大神，何子今天白天一直带我升级，我已经17级了。小金放下手中的筷子，正色道。不过他有些心不在焉，你的名字又消失在了排行榜上，是不是掉级了？苏阳瞬间明白，他用力地挥了挥手。没有，我是去封魔城了，所以奉天城没了我的排名。这样啊，下次可得告诉何子一声，别再让他担心了。好，封魔城那边有一个好地方，升级很快，不过地图等级有点高。他瞥了一眼小金，那里的怪物已经达到了35级，你那17级似乎不太行，何子应该没问题。小金噗呲一下笑出了声，切，不就是想让何子陪你吗？去吧去吧。第32章，爱徒上线，魔魂巫灵。何子呢？晚上怎么安排？苏阳看着埋头吃饭的何子，询问道。我吗？何子一愣，脸色微红，他呆呆地看着小金。我去哪都行。好，那一会我在封魔城传送阵等你。3人急着回去上线，都吃得很快。你们先回去，我给室友们打包几份晚饭。苏阳送走了2人，又折回窗口，足足排队了10多分钟，才安排好3人的晚餐。一路小跑的回到宿舍，苏阳将手中的饭菜放到了桌面上，再次上线。他出现在悲鸣塔的一角，看到好友列表中何子在线，直接原地回城。传送阵外，何子早已等候在原地。苏阳没忍住偷看了一阵子，裹着一身黑色皮甲的何子，别有一番致命性感。何子，苏阳凑到何子身边，发送了组队邀请。打开地图屏幕，圈选了封魔城北方的悲凉之地，这里的悲鸣塔就是咱们的目的地，怪物等级比较高，待会一定要小心。苏阳牵着何子的手往城外跑，一条系统消息让他不得不停在原地。系统提示：玩家倾城柠檬已同意你的好友申请。私信：倾城柠檬，师傅，爱徒来了，你在哪？阻我！阻我！阅览星河，今夏，我在封魔城的传送阵。倾城柠檬，我去，传送费都要10个金币。倾城柠檬，师傅，你可得给爱徒报销车票。阅览星河，报！倾城柠檬，爱你。苏阳盯着屏幕上的大嘴唇，脑袋嗡嗡直响。
他算是遇见克星了。真担心萌萌一会遇见何子会乱说话。怎么了？何子见苏阳停下脚步，关切问道。咱们等一个人，他马上就到。很快，一位身穿黑色斗篷的小女生从传送阵中走了出来，她的 ID 正是倾城柠檬。小女生站在苏阳面前，拉下斗篷，露出圆嘟嘟的可爱脸蛋，灿烂一笑现出2个浅浅的梨窝。不过当她发现苏阳牵着的盒子，整个人又突然变得暴躁。渣男，他是谁？才等3年还要加3吗？苏阳都无语了，脸上一阵黑线。又不是休妻，哪有什么3年之约？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要如何跟何子解释？何子似乎不清楚渣男的意思，他笑盈盈地伸出右手。你好，我是月揽星河的女朋友。苏阳一怔，没错，何子说他是月揽星河的女朋友，不是女生朋友。想到这里，苏阳突然觉得萌萌也并非一无是处。萌萌瞪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面前的漂亮女生。她同样伸出右手与何子握在一起。师娘啊，幸会，幸会。师娘？何子不解，他扭头看向苏阳，似乎在寻求答案。苏阳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解释。他突然发现华国的称呼似乎真的很多，比如大娘、大妈、姑姑、婶婶、姨娘、舅妈、师娘，而这些称呼在国外一个单词全能概括。不得不说，这就是华夏的文化，每一个称呼都对应着一种关系，这是国际友人很难理解的。苏阳指着面前的小姑娘，耐心解释，这是我的徒弟萌萌，徒弟也可以叫做学生，我算是他的老师，他叫我师傅，所以叫你师娘。何子努力思考，尝试捋清这层关系。他扯了扯苏阳的衣角，脸色微红。萌萌，你师娘是岛国人。苏阳突然加重了语气，紧咬牙根，所以你说话控制一点。这话明显有警告的意思。不过萌萌似乎没理解。啥？师娘竟然是小日？呜！苏阳没给他机会说完，直接捂上了他的嘴。萌萌也算聪明，他缓了口气。小日子还行的岛国人吗？何子被萌萌逗得咯咯笑。苏阳惊出一身冷汗。你赶紧进队，少说话。苏阳明显有些慌乱，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萌萌无数次在悬崖边疯狂试探，好在何子对一些词汇并不理解。系统提示：玩家倾城柠檬加入队伍。倾城柠檬 LV20魔魂巫灵。魔魂巫灵？你这是什么职业？苏阳惊讶地看着队伍中萌萌的信息。嘿嘿嘿，非常强力的职业，待会再展示。切！苏阳不以为然，肯定没有你师娘厉害。啧。萌萌咂咂嘴，撇过头去。他绕到何子身边，唠起家长里短。师娘啊，你为什么来华国啊？我喜欢华国的古建筑，来学习的。萌萌自来熟的挽上何子手臂。放假之后，我带你去故宫玩吧。萌萌很会选地方，一下子就勾起了何子的兴趣。好啊！听到何子一口答应下来，萌萌也很开心。他明白，这师娘应该蛮喜欢自己的。事实上，何子确实喜欢这位口无遮拦的小姑娘，他觉得萌萌很真实，很可爱。3人分成2撮，萌萌靠在何子身边，问这问那。苏阳独自站在旁边，看着嬉笑的2人，插不上话。不过，这种美好并没有持续多久。朋友，前面就是悲鸣塔了，一起组队。一位壮汉拦住了路，显然是看到苏阳身边的2位女生见色起意。不必了，苏阳回应一句，准备带着2人离开。不过壮汉向侧面一挪，正好挡住了苏阳的路。带着2位美女胃口也太大了吧，独食可不是这么吃的。苏阳眯缝着双眼，手中的古龙长剑开始回缩。他已经生气了。壮汉显然还不清楚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他还在冲着队友们笑。噗呲，暴击3624。就在他回头嬉笑的瞬间，苏阳的长剑已经送入了他的胸口。系统提示：你击杀玩家入夜摘星辰，罪恶值+1。壮汉缓缓跪倒，显出了他身后众人惊讶的脸。暴击3624的伤害已经让他们全都看呆了。倒在苏阳剑下的盾战士已经是他们当中血量和防御最高的玩家，1600点的血量竟然躲不过苏阳一招，可想而知苏阳的攻击会有多么恐怖。而且他刚才那个技能，就算不触发暴击都可以秒杀壮汉。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我朋友死有余辜。苏阳瞥向说话之人，胸口碎大石 LV23， 应该也是登上了封魔成天榜的人物。下次让他管好自己的嘴，口无遮拦也是他罪有应得。是。第33章，萌萌耍赖，不讲武德。一众玩家让出了位置，苏阳带着何子、萌萌头也不回地朝着悲鸣塔走去。
望着三人远去的身影。胸口碎大石身后的一名玩家询问道：“大哥，我们一共7个人，还有你跟三哥2位天榜高手，还怕他不成？”胸口碎大石干笑着扯了扯嘴角：“你2个连他一剑都接不住，更不用说我们了。老二这个人空有一身蛮力，就是不爱动脑子。”他叹了口气提醒道：“咱们这里再往北就是悲鸣塔，那里的怪物差点团灭了我们。刚才那人敢带着妹子去刷悲鸣塔，能力绝对在我们之上。都打开排行榜看看吧。”队友们不再说话，默默地打开了风魔城的排行榜。阅览星河 LV27， 难道说刚才那人就是天榜第1的阅览星河？没错，老二查看了战斗提示，那人确实就是阅览星河。众人顿时冷汗直流，庆幸刚才没有盲目出手，否则辛辛苦苦练上来的等级就要掉了。悲凉之地丛林阴森，脚下的树叶沙沙作响。师傅，刚才你一声令下，咱们就盘他们啊！萌萌撅着小嘴，扬了扬手中的法杖。苏阳没想到萌萌竟然还是个好战分子，他微微一笑：“咱们的目的是刷怪升级拿装备，这里是风魔城不方便，叫队友支援。”苏阳虽然生气壮汉的调侃，不过仍然心存理智，他担心对手与他纠缠，这在游戏初期是非常浪费节奏的。对手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也许以后就有的打了。其实还有一个让他收手的原因，盒子如果动了杀心，第一时间就会开启隐匿，到时候对手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恐怖如斯了。三人有惊无险地走到悲鸣塔入口处，苏阳指着面前银光环绕的老者提醒道：“你们先去接个任务，然后隐身进塔。”他看了眼萌萌，问：“你能隐身吗？”萌萌并不回答，他抬手挥动长袍，整个人都隐藏在了斗篷中，斗篷的颜色逐渐变淡，无限接近于他身后高塔的颜色，就像变色龙一样。职业特有的能力伪装，不会吸引到怪物仇恨。苏阳竖起拇指给萌萌点了个赞：“不吸引仇恨就行了，塔口有很多怪，咱们不打，直接走到悲鸣塔的东南角。”说完，三人相继隐匿，走入塔中。苏阳径直走到悲鸣塔1层的东南角，那里正是他之前单刷的位置。此时周围并没有刀位的存在，他缓缓现身，左右观望。盒子跟萌萌相继显出身形。“萌萌，你这魔魂巫灵是远程法师职业吧？吸引纸怪来杀。”苏阳并不急着刷怪，他想看看萌萌这个职业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在前世似乎没听说过魔魂巫灵这个职业。萌萌的令，抬手挥动法杖，一道墨绿色的荧光突然降临在其中一只刀位的头上，刀位浑身被染成墨绿色，看起来像被下了降头。他拖动手中的长刀，晃晃悠悠的朝萌萌这边走来。这是什么招数？苏阳看得惊奇，开口询问。“巫术，淬毒，可以降低敌方的防御和持续掉血，降低其回血速度，厉不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苏阳像个碎嘴子。在这之前，他原本以为萌萌是来打酱油的，现在看来，有了萌萌的魔魂巫灵，他们的刷怪效率将会再次提升。还有没有其他招数？给师傅师娘都展示展示。苏阳一副看好戏的模样，丝毫没有出手的打算。萌萌撅着小嘴，冷哼一声：“当然有更厉害的，只是还没来得及展示呢。”看到萌萌那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盒子笑得合不拢嘴。此时，那只中毒的刀位已经来到了队伍面前，他的血量已经在淬毒的状态下掉了10%。苏阳不再看热闹，举起手中的长剑刺向刀位的腹部，刺刺，1147， 1198。苏阳挥出2剑，下意识的收剑格挡，没想到这头刀位被萌萌淬毒之后，2秒的抬手挥刀动作已经延迟到了3秒。苏阳格挡之后，刀位还没有劈出一刀，这技能真离谱，能淬毒，能降防，还能降攻速，那可不。萌萌被夸得美上了天，突然又打起盒子主意：“我这还有高端操作没机会展示呢，要不师傅你单刷，我陪师娘练练。”苏阳一惊，这年头还有主动求虐的。他提醒道：“跟你师娘切磋可以，但你得保证不哭。”萌萌不是很懂，就算盒子再强，自己也不至于被打哭吧。苏阳直接使用破盾斩，将面前还有20%血量的刀位秒杀。萌萌也不关心刀位爆出的妆，直接抓上盒子的手臂，前后摇晃：“师娘，一会让师傅自己刷怪，咱俩切磋切磋怎么样？”盒子犹豫片刻：“先说好，不许哭。”苏阳站在一旁简直哭笑不得，他没想到盒子竟然学着他的语气对萌萌发出灵魂警告。萌萌勉强点头，算是答应了。2人拉开身位，选择切磋，双方名字变红。刷！萌萌抬手释放淬毒，这是一招瞬发技能，根本不需要施法引导，
只是他的出手动作被何子收入眼中，在他释放淬毒的瞬间，何子已经遁走消失，头顶的一抹墨绿失去目标也是随之消散。Miss， 大大的 Miss 亮瞎了萌萌的双眼，他这一招从未失手过，脑海里根本没有打空的选项。如今何子消失了，他又是一个脆皮法师，没有群体魔法，没有破影能力。此时的萌萌已经黔驴技穷，他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站在原地无助又绝望。10秒钟过去了，何子并没有出手，萌萌仿佛能听到自己砰砰的心跳声，他似乎认命一般瘫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太瘆人了，一刀捅死我得了。何子没忍心对萌萌下手，没想到竟给他造成这么大的心理负担，难怪苏阳早有提醒，这小姑娘真是不讲武德。一时间，何子手足无措，尴尬地看向苏阳。第34章，强大的隐藏职业，萌萌的后招，这就是你说的高端操作啊！苏阳的激将好像有点作用，萌萌拍拍屁股站了起来，他也不说话，扬了扬手中的法杖，似乎朝着苏阳的身上释放了一个技能。一道璀璨金光自上而下笼罩着苏阳的全身，他的身上飞起一个不太高的血量回复加65，手中的古龙长剑更是淬上了一层金光。打开个人属性面板，苏阳发现面板中多出一条属性，攻击穿透增加 5%。 好能力，这魔魂巫灵果然厉害，萌萌也厉害。得到苏阳的夸奖，萌萌不忿地撅起小嘴。圣光洗礼，瞬间回复目标 5% 的血量，增加 5% 的穿透伤害。哼，介绍完技能，萌萌还不忘冷哼一声。何子终究是女生，她明白萌萌的小心思，还是萌萌厉害。刚才要不是我运气好躲过那个毒，我肯定打不过萌萌。嘿嘿，听师娘这么一说，萌萌终于有了台阶。哎呀，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他看了眼独自刷怪的苏阳，心疼道：我师父自己刷怪也太辛苦了，我还是帮帮忙吧。恢复了理智，萌萌开始释放淬毒，苏阳终于松了一口气。要是让萌萌一直这么闹下去，今天的刀位估计就刷不成了。咱们今天就刷外围，门口的刀位不动，防止有人冲进来。苏阳吩咐完，三人便加快了刷怪进度，平均20秒就能击杀一只悲鸣刀位。仅仅过了5分钟，何子跟萌萌相继升级。师傅，这地图哪找的升级真快，而且任务装备也够好。萌萌异常兴奋，他水平不低，又获得了隐藏职业，要不是白天的课业太多，也许又是一位天榜大神。刷怪间隙可以看看官网论坛，这是一位玩家爆出来的消息。话音刚落，何子伸手指向远处，那只好像是 BOSS， 一招破盾斩加平 A 击杀掉面前的刀位。苏阳顺着何子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那只刀位浑身呈金色，铠甲鲜亮明艳，其他的特征倒是跟普通刀位极为相似，若不是观察得仔细，还真不容易分辨。不过苏阳清楚，那的确就是 BOSS。 萌萌，看你操作的时候到了。苏阳指着刀位 BOSS 问道，能不能在不惊动其他刀位的情况下把金色那只引过来？瞧好吧，您内。萌萌信心爆棚，他贴着墙壁开始伪装，直到距离金色刀位还有20码的位置释放淬毒。霎时，金色刀位被一层墨绿色的毒液光芒覆盖，缓步朝着萌萌的方向走去。然而距离萌萌更近的2只刀位同时警觉，他们同样被萌萌的仇恨吸引。萌萌并不意外，他再次伪装贴着墙壁走了回来，2只刀位丢失了他的视野，只好作罢，脱离了刀位的仇恨。他笑嘻嘻地朝苏阳打了个响指，搞定。就在苏阳愣神的功夫，金色刀位已经晃晃悠悠地朝这边走来。萌萌的10秒淬毒虽然不能将金色刀位完全拉到身边，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足够将其从大部队中剥离出来。萌萌扬起法杖，召唤出一道天雷落下，精准地劈在金色刀位的头顶。咔嚓，310，金色刀位受到攻击又失去了淬毒效果，速度极快地奔向萌萌。眼看萌萌拉怪成功，苏阳不由得称赞，操作不错，你这闪电也是技能？是普通攻击？瞧你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苏阳笑了笑，完全没在意萌萌的嘲讽。悲鸣刀卫统领冷血霸刀，等级37，血量5万，攻击200-300，物防150-200，魔防150-200，技能嗜血连斩，野蛮冲锋。介绍：刀法精湛的悲鸣塔武士，却由于变异问题在悲鸣塔中不受待见，于是决定伙同幽魂铁怒执掌悲鸣塔，以此证明自己的实力。你俩小心，
BOSS 吼叫或者散发刀芒就是使用技能的信号，到时候立即停手，注意回避。苏阳清楚 ，BOSS 300点的攻击对于3人威胁不大，只要能躲过 BOSS 的2个技能，就不会有生命危险。萌萌扬手一晃，再次释放淬毒，冷血霸刀仿佛受到了诅咒，整个身体都被绿毒覆盖，动作也变得迟缓，就好像遇见了克星一样，根本无法对苏阳3人造成威胁。咔咔，一道道天雷落下，每一击都能带走 BOSS 300加的血量。和子近身游走在 BOSS 边缘，划出的每一刀都能精准规避 BOSS 的视野，像一位刀尖上的武者。萌萌看得入神，小声嘀咕，眸光中晶莹闪烁，还以为之前真的是师娘运气好躲掉的淬毒，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回事，这操作简直离谱，难怪师傅对师娘这么有信心。这2人都是操作怪。吼！冷血霸刀怒吼一声，脚下带起劲风，他像一头咆哮的疯狗，猛然冲向苏阳，速度飞快。苏阳仿佛被什么能力震慑的无法动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他强行推走，强烈的推背感让苏阳一阵目眩，推进了10码左右的距离。冷血霸刀又将苏阳高高抛起，随即刀光大亮，噗噗噗，暴击412，暴击412，加65，暴击412。苏阳落地后，看着自己仅剩2位数的血条，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要不是萌萌手疾眼快的插伤治疗，BOSS 这3刀就能要了他的小命。苏阳赶忙翻身后退，灌下一个血瓶，加100，加65。他死死地盯住面前的 BOSS， 心中感慨：好危险！前世怎么没注意这 BOSS 还会 combo？ 哦，对，前世好像也没抢到 BOSS。和子停止进攻，萌萌释放一个淬毒之后也停了手。苏阳打起精神，再次冲了上去，近身的瞬间，破盾斩直落而下，噗呲，暴击4124，超高的伤害让 BOSS 的血条肉眼可见的降了一截。冷血霸刀捂着受伤的身体，呜嗷一声收回长刀。苏阳紧紧盯着 BOSS 的下身，野蛮冲锋的攻击节奏他已经了然于心。果然，冷血霸刀右脚回缩，脚下劲风再现，嗖的一声，再次冲向苏阳。苏阳同样反应迅速，原力冲锋锁定了侧面方向，一个及时闪身躲过了 BOSS 的冲顶。噗噗噗，暴击432， miss miss， 加65，还好只吃到 BOSS 的第1刀伤害。他的动作已经被苏阳看穿，现在的他对于苏阳来说已经没有了任何威胁。起火！第35章刀刀暴击，嗜血连斩。苏阳一声令下，和子跟萌萌早已等候多时。冷血霸刀接连使用嗜血连斩之后，已经进入虚弱期，他的动作明显比之前慢上许多。好在他们之前听了苏阳的话，及时收手。要是 BOSS 的连击打在他俩身上，恐怕真的要掉级了。人类，神魔已经降临，等待裁决吧。扑通一声巨响，整个悲鸣塔仿佛都震颤了一下。刀位统领冷血霸刀心有不甘地趴在了地上，他的身体慢慢化为尘埃，无风自散。哗啦啦，钱币和装备落了一地，幽光闪闪。大爆大爆！萌萌兴奋地跳了起来，他指着面前的装备叫道：师傅你快去捡，重点看看有没有我的。苏阳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他弯腰将地面上的装备依次排开展示。 BOSS 很大方，装备竟然爆出4件：悲鸣铠甲护腿套装 LV30， 悲鸣铠甲鞋子套装 LV30， 悲鸣铠甲腰带套装 LV30， 悲鸣之刃 LV30。 苏阳差点笑出了声，这4件装备萌萌能用的是1件都没有，这怎么都是铠甲呢？太遗憾了。苏阳得了便宜还卖乖，看到萌萌气鼓鼓的样子还添油加醋。嚯，这匕首足足200点攻击力。苏阳抄起匕首在萌萌眼前晃了晃，真是为你师娘量身打造啊。将匕首递给和子，又一把拦过其他所有装备。突然发现金币下藏着一抹紫光，萌萌激动地瞪圆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抹紫光，好像是技能书，应该是我的。对于萌萌的迷之自信，苏阳不置可否。他扒开钱币，拽出那本技能书看了看，一本正经的宣读：嗜血连斩，接连释放3道剑气，刀刀暴击，使用职业战士系。苏阳差点笑出来，不过考虑到一无所获的萌萌，还是控制住了。师傅，你的龙皇战剑算战士系吗？能用，提示了可学习。苏阳举着技能书轻声道：那我就不客气了。见萌萌没有表态，苏阳也不清楚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举着技能书的右手稍稍用力，技能书便化为一抹能量融进了他的身体。
流光一闪而逝，技能栏中又多出一个3把刀的技能图标。苏阳瞧着气鼓鼓的萌萌安慰道：“没事吧？刚才 BOSS 爆的装备我都能用，也就是说省下来的材料可以给你换成布甲。”萌萌眼睛瞬间亮了，这我就放心了。演戏真的很累啊。萌萌的情绪变化多端，苏阳实在是难以分辨，需要休息一会吗？盒子这一提醒，苏阳才注意到自己的血量已经损失过半。他喝下一罐血瓶，忽然想起之前有牧师的日子，小雨在的时候，他从来都不关注自己的血量，身上仅剩的几瓶药水还是1级的，嫉妒真是一把要命的武器。没想到小雨是这样要强的性格，失去人情，把自己逼到这种境地，真的值得吗？苏阳的问题得不到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理解和领悟。小雨为了变强放弃了他们，仅此而已。噗！一些莫名的情绪上头，苏阳抬手一剑重重刺入盒子面前的刀位身上，带走了他1200的血量。呵！一声厉喝，他手中的古龙之剑血光大放，长剑扶摇，带起他的右手高高举起，又猛然挥下，嗜血连斩！噗噗噗！暴击2384，暴击2384，暴击2384，三剑直落而下，面前的刀位轰然倒地。悲鸣刀位只有5000的血量，根本承受不住嗜血连斩的恐怖伤害。萌萌看到嗜血连斩的威力这么爆表，忍不住夸赞：“师傅这技能屌，可惜我还没有高爆发的技能。”萌萌突然又变得失落，要是遇见厉害的法师技能，师傅你可得给爱徒留着。没问题，有法师技能书都给你留着。苏阳看了眼系统时间，问道：“不过现在已经10点了，你明天不上课吗？”“有课，我正想跟师傅说这个事呢。”萌萌眨了眨他的大眼睛，对上了苏阳的视线，一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的样子。“师傅，我可不可以休学啊？以我目前的能力，在这里混个全职玩家应该不难吧？”苏阳沉默了，这件事他必须要慎重，他的回答很可能会影响到萌萌的一生。也许这才是老崔把萌萌托付给自己的真正目的。送你一句话吧，如果你明白了，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苏阳清了清嗓，郑重其事的道：“心之所向，速履以往，生如逆旅，一为以航。”萌萌大概猜得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敢妄下定论。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眼睛弯成月牙弧度。“师傅，这句话有什么典故吗？”“好好读书就能理解了。”苏阳转移了话题。“知道灵动中的混乱元素吗？”他就是高中生。“啊，混乱元素吗？”萌萌呆住了，他没想到灵动中鼎鼎大名的神射手竟然是一位高中生。那个家伙可是号称100码之内无敌的存在，100码射程范围内，有效命中率达到了恐怖的90%以上。要知道灵动中的射手平均100码命中率才不到2%。萌萌还记得有人采访过这位华夏区的射手天才，问如何才能射中100码的移动目标，天才的回答让人记忆深刻，萌萌直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拉弓的是能转化为动能，利用抛物线的上抛公式计算，游戏中不必考虑风阻，100码的距离预判对手 1.25 秒后的位置就行了，这不是很简单吗？师傅，我悟了。萌萌眼睛一亮，对着面前的苏阳跟盒子摆摆手：“明天我还有课先下了，师娘假期见，么么哒。”目送萌萌下线，盒子也有疑惑，他不理解萌萌怎么就开悟了。“苏阳，刚才你说的心之所向是什么意思？”萌萌好像突然开窍的样子。苏阳笑了笑，耐心解释道：“我给他举了2个例子，无论是生活中还是游戏中，其实都离不开学习。我想告诉他的是，想清楚了一件事就努力去做，没人能阻止他。游戏并不是盲目的，也需要精准的计算和规划。可惜他现在都做不到，只好乖乖学习去了。”盒子眉头皱了皱，尝试理解这几句话。片刻后，他露出欣赏的微笑。华夏的文化真的很好，表达方式也有趣。他突然面露为难，我好希望自己能一直生活在这里。苏阳明白，盒子又要回国了。第36章激活套装，属性翻倍。机票订了吗？是下周1的票。哎，你知道我要回国了？苏阳不再说话，默默轻搅着眼前的悲鸣刀位。他前世就知道原因，是自己未来岳丈担心盒子的安危才诈病的。他原本就不希望盒子来华国留学。深夜，一层的悲鸣塔大厅中，数不清的刀位倒在了苏阳剑下。盒子望着苏阳奋斗的身影，轻声安慰道：“明天一起吃早饭吧，好好休息。”苏阳看了一眼系统时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都这么晚了呀，早点休息吧，明天食堂见。”
目送盒子下线，苏阳也略感疲惫。悲鸣塔一层的刀位已经让他顺利升到了30级，排在封魔城天榜的第1位。天榜第2的秦冲也才只有27级，盒子升到了25级，排在封魔城天榜的第6位。苏阳并不觉得兴奋，甚至有些难过，想到盒子下周1就要回国了，以后见面会更加困难，留在这的时间也仅剩6天。打开游戏舱，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便早早入睡。翌日清晨，早上6点，想起跟盒子的约会，苏阳早早的下了楼，两人一起吃过早饭，便回到寝室，匆匆上线。悲鸣塔一层东南角，苏阳将盒子组进队伍。盒子，你在这等我一会，我去门口兑换一件衣服回来。苏阳已经30级了，他突然想起魔界中龙皇的话，30级之后，哥再给你几本厉害的技能。眼下，苏阳更加在意的是跟盒子一同刷怪增加的亲密度。他清楚亲密度达到1000之后，传送戒指就能实现跨国传送。悲鸣塔正门外，苏阳选择任务老者，提交了10页悲鸣者的遗物，兑换出一件悲鸣战甲，迫不及待地穿上这件铠甲衣服，顿时感觉浑身无比舒爽。铠甲上的一些细密纹路流光闪烁，浸润着苏阳的身体。系统提示：套装属性激活成功，月揽星河龙皇战舰，等级30，生命3350，攻击887-1042，法术100-138，物防202-358，魔防175-276，声望15100，幸运5。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苏阳笑了。悲鸣套装主要提供的是防御力，而且套装特性是自身血量越低，攻击力越高。悲鸣刀位的攻击上限才200点，苏阳现在的防御力已经达到了358点，哪怕拥有5级的等级压制，也几乎不会破防。不破防的话，套装属性也就很难发挥出最大效果了。回到悲鸣塔中，苏阳拉扯着门口的一群刀卫走向东南角，他身后的刀卫纷纷举起大刀，剁肉馅似的朝他身上乱砍。咔咔咔，1 miss 19。盒子发现那群刀卫已经不能破防，非常的羡慕。穿上新装备后，男朋友更帅了，那必须的。苏阳嘿嘿一笑，顶在盒子身前发起了进攻，长剑银铠呼啸往回，打得非常从容。我的防御已经高出刀位太多了，今天争取带你升到30级。苏阳击杀一头悲鸣刀位需要6到7剑，盒子偶尔补刀也并不能增加多少效率。他很清楚，按照目前的刷怪速度，盒子想要升到30级，最起码要刷到下午4点，这还是中午不吃饭的情况下才行。盒子，开切磋，把我打到残血再收手。盒子当然明白苏阳的意思，悲鸣套装想要触发特性的前提条件就是血量越低，攻击才越高。他不再犹豫，开启切磋之后，悲鸣之刃直接抹向苏阳的后背，刷刷刷，522、483，暴击1164，又补上2刀。苏阳的血量已经见底，看到自己只剩下100点的血量，他打开个人属性面板，原本1042的攻击力已经达到了2053，在盒子眼中，他整个人都红了，攻击力足足翻了1倍。他握着手中的古龙长剑，直直刺向面前的刀位，耀眼的红光带起数道残影直落而下。噗呲，1780，再随意补上2剑，悲鸣刀位连嗜血连斩都来不及使用，就躺在了地上。没有刀位统领冷血霸刀的威胁，苏阳根本就不担心自己这100多点的血量会被怪物秒掉。拥有了悲鸣套装的特性加持，他有信心在中午之前就完成盒子30级的任务目标。他一边刷怪，一边跟盒子闲聊，总担心以后会失去这种机会。盒子，我们还没有去逛商城、看电影，还没有去游乐场、听演唱会。苏阳，盒子站在他身后，拉扯着他的衣角。我也想陪你去做好多事，可是我们现在的亲密度只有300点，传送戒指的使用条件是1000点。苏阳明白盒子的意思，插嘴道：未来5天，我们每天都要一起刷怪14个小时才行。我陪你。中午12点，一道金光洒落，盒子如愿以偿地升到了30级。他心疼地看向苏阳，欲言又止。在他面前刷怪的苏阳就像一个插电的机器，一刻都没停过，就连悲鸣塔一层的刀位已经跟不上刷新了。苏阳，我30级了，咱们下线休息一会吧，我在楼下等你。苏阳回头看到盒子头上挂着的等级，也是非常高兴。连续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刷怪并没有让他感到不适。好，咱们下线去吃饭吧。
苏阳下线，打开游戏舱，他抓了一件外套，直奔女生宿舍。女宿门口，盒子穿着一身过膝长裙，俏生生地站在那。苏阳面露微笑，捂着胸口，匀着气，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女朋友真漂亮。盒子笑容腼腆，踮踮脚走到苏阳面前，挽着他的胳膊也夸了句：“男朋友真帅。”两人漫无目的地走在校园的小路上。女朋友，我们去南门吃烤鱼吧。好，我也听小金说那里的烤鱼还不错。京都大学的情侣真是不少，不过像苏阳二人颜值这么高的情侣可不多。一些同学窃窃私语，那是建筑系的松田和子吧？不愧是校花呀，好漂亮。旁边那男生是咱们班的苏阳大神啊。苏神？小雨班长不会是因为他有女朋友才休学的吧？还真有可能，我听说他们之前就是在同一个队伍。苏阳听得真切，想必和子也是听得到的。不知道和子听到这个消息会怎么想。京都大学南门，蜀地烤鱼。苏阳在前世经常光顾这家店，和子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烤鱼。他可不想第一次带和子在外边吃饭就翻车。两人走进烤鱼店，店内的设计古色古香，座椅实木雕花，每一张餐桌都是单独的隔间。两人选了一处靠窗的位置。苏阳点了一份烤鱼和2听可乐之后，一直盯着和子看。和子含笑问道：“小雨休学了吗？”苏阳叹了口气，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第37章，报名参赛，校花排行榜。确实休学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也许就是不想再面对我们。和子拄着下巴，眉头皱了皱，他可能是一时糊涂，你们有机会多去劝劝，说不定能挽回他呢。苏阳一怔，自从小雨离开之后，他从未想过要挽回。小雨对待新人不择手段，已经捅破了职业玩家的道德底线，这种人不该挽留。不过和子的话却让他动摇了。小雨是自己的队友和同学，他迷了路，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候。这时候的我们没有挽回，却选择了抛弃。而且在前世，小雨一直都是自己的强力队友，不曾背叛。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话音刚落，服务员端来了一大盘烤鱼。望着热气腾腾的烤鱼，二人食指大动，可还没吃上几口，又被隔壁的谈话声吸引了去。这次校园选拔赛，咱们怎么也得拿个前2名吧？是啊，听说只有前2名才能代表学校参加城市争霸赛。那咱们学校网游系可是出了几位天王猛人啊！你是说骄阳似火和雨过天晴他们吧？对对对，还有浴火焚身，他们好像还是一个寝室的。有他们在，别说校园选拔赛了，就是城市争霸赛拿个冠军都没问题。那也不一定，外文系的系花张豆豆知道吧？他姐好像是卡布奇诺。什么？天榜第1的卡布奇诺？他姐也要来咱们学校参加比赛？规则就是这样，好像是允许的。靠，那咱们这第2名也没戏了呀。重在参与吧。总之咱们学校这次是要出名了。苏阳帮和子夹了一块鱼肉，喜欢吃就多吃点。谢谢男朋友。和子边吃边问，声音细如蚊蝇。隔壁好像是咱们学校的同学，是不是咱们学校里有比赛？应该是，一会过去看看。苏阳回应了一句，眼神直勾勾的盯着和子，不怀好意。和子有点害羞，自顾自的埋头吃鱼，似乎烤鱼很对胃口。和子吃了很多，饱了。他拍拍肚子，伸了个懒腰，胸前勾勒的优美曲线惹得苏阳直咽口水。上一世他得手了，不过这一世还没有。他回过神，转头瞥向窗外。回学校路上，和子挽着苏阳的胳膊靠得很近，手臂传来的柔软让苏阳浑身战栗。他掏出手机拨打了老崔的电话，来缓解自己脸红的尴尬。老崔啊，学校组织选拔赛了吧？是啊，你小子可别拖大，咱们学校天榜高手可有好几个呢。我可是指望着你们拿下城市争霸赛的冠军，可别在学校选拔赛里栽了跟头。苏阳微微一笑，好啦，老崔，放心吧。挂断电话，他扭头看向身边的和子，咱们也去报个名凑凑热闹。城市争霸赛，校园选拔赛。图书馆正门悬挂着红底白字的巨大条幅。苏阳轻车熟路的来到大厅报名处，领取了一张报名表。报名竟然需要6个人，可是咱们似乎只有5个。苏阳掐着手指计算，大潘、琪琪、胖子、和子，自己还缺1人。萌萌不可以吗？和子提醒道。第6人只是当个替补，应该不会耽误他的课程吧？对啊，苏阳这才想到，萌萌绝对是他们团队中的秘密武器，来队伍中当个第6人再合适不过了。确定了报名人员，苏阳打电话给室友征询意见，没想到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和子，我们在这等一会，室友们马上就到。图书馆大厅中，
报名的同学越来越多，室友们姗姗来迟，能如此近距离的见到和子本人，让他们更加兴奋。苏嫂好，队友们好。和子鞠躬，微笑回应。咱们先报名吧，回去上线之后再一起磨合磨合。苏阳递过报名表，介绍道：报名一共需要6个人，除了咱们5人主力之外，我倒是有个替补人选。琪琪听到还有个替补，顿时变得特别激动，急忙询问：是不是美女？靠，你这算什么问题？也不问问多少级，什么职业，厉不厉害之类的。大潘无语了，他无法理解琪琪的脑回路。琪琪不以为然，白了大潘一眼：你懂什么？咱们这种队伍参加学校的比赛，怎么可能还有对手？所以替补厉不厉害不重要，漂不漂亮才重要。美女在队，战力翻倍。听完琪琪解释，大潘悟了，有道理啊。苏神，替补是美女吗？苏阳无奈，只好老实交代：是咱们崔主任的闺女，也是我的徒弟。苏阳将表格递给琪琪，小姑娘很可爱，咱们可不能欺负人家，先报名吧。琪琪接过表格，沙沙的写。这时大厅门口处传来一阵喧闹，张豆豆和张可可来报名了。我去，真的是双胞胎啊，太漂亮了吧！咱们西花她姐真的是天榜第1的卡布奇诺吗？门口处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漂亮女生笑盈盈的手挽着手走向报名处，她们穿着相同的衣服，白色 T 恤塞进牛仔短裤，比直长腿尽显青春活力，难怪惹得周围一阵惊呼。那群同学已经将报名处围了起来，不知道是看美女，还是想第一时间看到报名表上的游戏 ID。 这么漂亮的双胞胎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吗？大潘并不了解学校的其他美女，在这之前小雨已经占满了他脑海中的全部，当然是来参加比赛的。胖子对这种事研究的是相当透彻，他介绍道：这对双胞胎美女，一个是咱们外文系的系花张豆豆，游戏 ID 麦斯威尔，另一个是隔壁华大的张可可，游戏 ID 卡布奇诺。卡布奇诺！大潘惊呼一声，他没想到这位漂亮姑娘竟然是奉天城的天榜第1。游戏开服至今，卡布奇诺一直都是天榜常客，他跟苏神一样都是隐藏职业，实力不容小觑。大潘目不斜视地盯着人群中的双胞胎。胖子，他们有没有男朋友？据我了解还没有。胖子好像很笃定。靠，这你都知道？刷怪也会无聊吗？其实学校里一直有个校花排名的帖子，内容劲爆。第38章，和子的隐藏职业，影子杀手。胖子解锁手机，打开论坛。好家伙，手机上面全是花边新闻，美女丝袜，这号算是养成了。不过他似乎一点都不在意，美滋滋的打开收藏的帖子，毕竟谈到了他感兴趣的事，兴奋一点也能理解。校花支持率最高的是建筑系的松田和子，就是咱们的苏嫂，后边还备注有男友。支持率第2位的就是外文系的张豆豆了，她后面备注了单身。还有小雨，只是她后面备注了休学。胖子感觉自己说错了话，他可不想提起大潘的伤心事，结果还是他想多了。大潘一脸花痴的盯着报名处的那对双胞胎，嘴角不自觉的扬起微笑，真好看啊！苏阳惊呆了，这家伙应该没什么事，咱们去提交报名表吧。琪琪拽过愣神的大潘，走向报名处。接待他们的是网游系的同班同学。琪琪递过手中的报名表，轻松，辛苦你们了，我们来报名。刘青松兴奋地招呼着琪琪几人。大神们，这次要加油啊！刚才外文系的报名表里可有卡布奇诺的 ID， 给你们提个醒。对苏神没信心吗？琪琪笑嘻嘻的伸手指向报名表中阅览星河的名字。嘿嘿，怎么会呢？我相信你们，加油！回到宿舍上线，苏阳出现在了奉天城传送阵，他将和子组进队伍，朝着广场石门跑去。是时候学习龙皇所说的厉害技能了。2人约在广场石门集合。苏阳想尝试拉和子进入魔界，这一次进去学习技能，不知道要待上多久。他不想错过跟和子增加亲密度的任何时间。来了，和子来到苏阳身边，苏阳牵手和子推开石门，在围观众人惊奇的眼神中走了进去。元力血脉启动，刹那间，苏阳掌心光线涌动，丝线不断拉扯着2人的身体，徐徐消散在这片深邃的空洞中。嗖的一声，2人凭空出现在峭壁之上。和子环顾四周，抱紧了身子，轻声询问：“这是哪？”魔界，我的导师就在这。话音刚落，远处山巅之上遥遥传来一阵兽吼声。2人循声望去，远处的猩红大兽忽扇着遮天蔽日的巨翅正向这边飞来，随即一阵爽朗笑声穿过山巅，回响在2人的耳边。哈哈，小苏子你来了！战舰龙皇跃下兽背，铠甲长枪，银袍呼啸。
龙哥，好久不见。苏阳挥挥手，直奔来意。我已经32级了，来学技能。他知道龙皇并不是一般的 NPC， 莫必要兜兜转转。龙皇越过苏阳，围着盒子转了一圈，问道：小苏子，你身边这位漂亮姑娘也是来转职的吗？苏阳呆住了，听龙皇这话的意思，难道盒子也可以在这转职为隐藏职业？两人对视一眼，面露惊喜。是的，龙哥，你看看我女朋友能转什么职业？龙皇不再说话，细细打量着盒子，莫缘由的对身边喊了句：大兴，来刺客了。苏阳二人左顾右盼，也没发现其他人的身影，只听见一阵悠悠迷音传了出来：好苗子啊！咦？盒子被耳边的声音吓了一跳，他赶忙抓着苏阳的胳膊。苏阳也懵了，心里泛起嘀咕，只闻其声，未见其人，这大兴恐怕来头不小。龙皇看着面前被吓到的两人，忍不住大笑：哈哈，大兴你快出来吧，别吓唬人了。话音刚落，苏阳就见到身边一团黑影缓缓凝聚蠕动，那个叫大兴的家伙竟然从盒子的影子里爬了出来，只是依然看不清他的模样。我叫大暗黑星，是最厉害的影子杀手，小姑娘你资质不错，拜师吗？望着眼前那团黑云，苏阳拍了拍盒子，示意他过去试试。盒子对着黑云操作了一会，唰的一道金光闪过，他原本头顶的刺客职业瞬间变成了现在的影子杀手。可以了，我还能学习一些技能，稍等会。盒子放下心中戒备，继续对着面前的黑云操作。苏阳摩挲着双手，谄媚地走到龙皇面前：龙哥，上次你说的厉害技能，展示展示。龙皇仰头大笑，从怀中掏出3本技能书递了过去：一直给你准备着呢，就等你30级了。苏阳如获至宝，双手稳稳接过，默默感受着书中带来的温热能量，再举到鼻尖轻轻一嗅，就是这个味儿哦。苏阳干呕一声，看向龙皇：龙哥，这技能书放怀里多久了？有味儿啊！你是多久没洗澡了？还洗澡？龙皇突然情绪激动，这下便全是岩浆，你下去洗洗试试。苏阳默不作声，低头看向手中的技能书：原力精通，被动技能，枪系武器不再受到攻速限制。我去，难道用枪的攻速跟匕首一样？苏阳有些错愕，在已知的武器中，匕首攻速最快，剑系攻系次之，刀系很慢，枪系最慢，不过攻击力却是截然相反。同级别的武器中，如果使用攻击力最高的枪系武器，又达到了匕首级别的攻击速度，那岂不是占尽了便宜？想到此处，苏阳直接学习，以免夜长梦多。一道金光流转，技能书化为能量钻入他的体内。苏阳看向手中的第2本技能书：擎天击，主动技能，自身免疫控制并高高跃起，朝目标进行践踏攻击，造成目标方圆5码的范围击飞和沉默效果。冷却时间30秒，施法时间瞬发，施法距离5码，能免疫控制又可以控制对手，此消彼长啊！这技能有点夸张。苏阳直接学习，技能栏再次多出一个强力技能。看着那高高跃起的红色图标，他好想现在就去试试威力。很可惜周围找不到目标，总不能拿盒子练手吧？重头戏来了。最后这本技能书沉甸甸的，面带着一些细密的复古纹路，流光闪动。无敌的我，主动技能，免疫所有伤害，状态持续10秒，冷却时间5分钟，施法时间瞬发。苏阳惊呆了，这真的是无敌技能啊！一般情况下，10秒无敌这种技能只会出现在游戏的中后期，就因为这种能力太 bug 了，开启无敌10秒的时间都可以原地回城了。他怎么都没想到，才32级就拥有了无敌能力。不得不说，龙皇战舰这个职业着实恐怖。选择学习，角落中一个大大的火焰，我自技能图标特别显眼。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苏阳鬼使神差地触了上去。蹭。第39章，猥琐的胖子萝莉控。霎时间，苏阳身上燃起熊熊烈焰，烈焰包裹着他的全身，疯狂流转，就连角落中的技能图标都在同时燃烧。火焰壁垒给苏阳带来了足够的安全感，不由得让他心中感叹：年纪轻轻就无敌了呀！10秒时间一过，火焰熄灭，他的身上也恢复了平静。刚才的火焰感觉很厉害啊，新学的技能吗？盒子已经忙好了，此时的他正站在苏阳身边，目睹了苏阳使用技能的全过程。是啊，很不错的能力，可以无敌10秒。你也好了。学了3个技能，有机会再展示吧。盒子吐了吐舌头，调皮微笑。都好了，咱们就回去。苏阳走向龙皇，
龙哥，我们这就要走了，下次来给你们带些什么吗？还是小苏子有良心。龙皇非常开心，他摸索着下巴寻思着，带一些人间大陆的食物吧，我在这天天吃烤肉都腻了。随后他又对着身边的空无一物问道：大星，你想要点什么？我想喝手磨咖啡。听到这话，苏阳的笑容有些尴尬，他还真不知道上哪去准备手磨咖啡，有时间去官网搜搜看吧。我尽量带来，下次见。两人原地回城，8秒后，他们出现在了奉天广场。苏阳环顾整个奉天城，内心感慨，不愧是林教授，短短几天已经初具规模，看来盛唐长安指日可待啊。何子，咱们去任务公告看看，晚点再与队友们会合。好。何子应了声，乖巧地跟在苏阳身边。林教授建设的任务中心规模很大，公告栏的展示屏像一块巨大的电影屏幕，接受任务的位置足够10人并排领取。苏阳走上前去，打开任务公告栏，材料收集，土地种植，护送开采小队，幽篁城建设，稀有材料兑换，悬赏任务击杀月揽星河转账12000深海炸弹。液晶屏上，苏阳无视最后一条，选择了稀有材料兑换。其他的任务基本都是了解的，唯有这一条他没见过。触龙之须 X10兑换20金币，蜂王之刺 X9兑换20金币，怜悯之石 X10兑换30金币，悲鸣之握 X10兑换30金币。看来林教授已经开始着手打造装备了。苏阳将包裹中的触龙之须和蜂王之刺兑换了金币，果然，在他提交任务物品之后，触龙之须后边的10变成了9，而蜂王之刺之前的9变成了8。悲鸣之握也许在悲鸣塔中可以发现，就是不知道这怜悯之石要去哪找。何子接取了种植任务，据他说，2级的种植能力就可以种出咖啡豆。看来大兴的手磨咖啡也并非恶搞。晚上6点，苏阳将室友们组进队伍，又通知大家广场集合。系统提示：你的好友倾城柠檬已经上线。苏阳第一时间邀请萌萌进组。队伍月揽星河广场传送阵集合。不到2分钟的时间，队友们已经集结完毕。室友们见到萌萌，脸上充满兴奋，毕竟萌萌在不说话的情况下还是非常可爱的。此时的她闪烁着明亮的大眼睛，盯着苏阳看。这是我的徒弟萌萌，这边3位哥哥都是师傅的室友。苏阳指着大潘、琪琪和胖子挨个介绍：哥哥们好。萌萌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胖子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眼看就要摸到萌萌肉嘟嘟的脸蛋上。妹妹好可爱，胖子你好恶心。大潘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胖子失态，只是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是个萝莉控。苏阳赶忙出手制止了胖子的猥琐行为。萌萌，京都大学有个校内选拔赛，我们给你也报了名，你是咱们队伍的替补，开不开心？啥？萌萌皱了皱眉头，语气不耐道：我要当首发，谁要当替补啊？都上不去场，还报名有啥用？有道理。苏阳突然反应，既然选择让萌萌参与，就必须让她上场，替补由自己来当。其实就算自己不参与，也不会影响比赛结果。毫不夸张地说，目前的何子一身悲鸣套装，1打5轻轻松松，而且他依稀记得前世的这场校园选拔赛最后却成了笑话。老崔也因为这事愧疚了好久。好好，你首发上场，我当替补行了吧？耶！萌萌比着剪刀手在苏阳面前跳来跳去，可爱模样惹得胖子一脸的春心荡漾。距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我带你们去刷悲鸣塔吧。出发，去悲鸣塔。琪琪立马响应。我倒想看看是什么地图让苏神苏嫂的等级升得这么快。疯魔城，悲凉之地。萌萌反复盯着苏阳跟何子看。你干嘛？苏阳被看得有些打怵。师傅，你跟师娘身上的装备好像情侣装啊。萌萌拉扯着苏阳的衣襟问道：你们是不是背着我把悲鸣套装都兑换了？不是。苏阳话说一半哽咽一下，有点急了。我们是光明正大兑换的好不好？他指了指萌萌的头顶，嘲讽道：你才22级，距离悲鸣套装还远着呢。等你等级够了，师傅给你安排一身亲子装。胖子突然一脸谄媚的靠了上来。苏神师傅，你看我也想要身亲子装，可以不？哇，这货好恶心。大潘和琪琪都要吐了。他们没想到胖子见到漂亮小姑娘，脸都不要了。谈笑间，小队众人已经来到了悲鸣塔入口。苏阳指着门口的任务老者，交代道：你们3个先接任务，我们先进塔等你们。苏阳带着何子、萌萌先一步进入塔中，塔内的刀位刷新了一些，不过并没有聚集在塔口。东南角，一只刀位
挥动着他手中的大刀劈向角落，显然是有人在那打怪。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等大潘他们，咱们这回直接上2层。既然这里有人，苏阳也不准备继续留在1层，他大步走向东南角。不管对方是敌是友，总要看个究竟。他可不希望这2个小时的刷怪被其他人打扰到。取消隐匿，苏阳大步走了过去。第40章群伤魔法技能烈火燎原 Miss。 秦冲侧身躲过悲鸣刀位的劈砍，脚下一蹬又贴了上去。只见其大刀横于胸前，整个人飞速旋转，砰砰砰，882、811、845，哗啦一声，悲鸣刀位还没用出嗜血连斩便被击杀。秦冲面带微笑，捡起地上的悲鸣者遗物，猛然抬头才发现面前有人。月揽星河，你好，秦冲。苏阳与面前的秦冲握了握手。秦冲突然反应，看来悲鸣塔1层的刀位是被月揽星河肃清的。这里的怪都是你清的吧？苏阳尴尬地笑了笑，调侃道：我是因为看到你发的帖子才过来的，这里的怪物基本都是我杀的。秦冲大笑一声，感情问题出在我自己这里，没想到你都32级了，悲鸣套装齐了吧？齐了。有没有多余的遗物？我可以换。苏阳知道萌萌和自己的室友同样需要遗物，不过他还是打算看看秦冲的筹码。你还差多少个遗物？苏阳随口一问。还差19个，可以吗？我自己在这都杀骂了，不想继续浪费时间在这里。苏阳看了看自己包裹中剩下的42个遗物，提醒道：先说好，不换金币，其他的都行。没问题。秦冲翻了翻自己的包裹，拿出一些物品递给苏阳去选。技能书烈火燎原，物品怜悯之石，武器破魂刀 LV25。队伍月揽星河。大潘，你的武器行不行？雨过天晴，25级的紫装，攻击上限180点，还可以。苏阳原本想着给大潘换一件趁手的武器，没想到这个家伙混得还行。19个悲鸣者遗物换你的技能书加怜悯之石怎么样？没问题啊，我还担心你看不上眼呢。秦冲原计划是想把这3件物品都送给苏阳，同为天榜大佬，他想交苏阳这个朋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本法师群攻技能书自己还用不上，用它换取19个悲鸣者遗物，相当于2件悲鸣者装备，集齐了套装，自己就能摆脱悲鸣塔的地图了。交易完成，又相互寒暄了几句。苏阳告别秦冲，前往悲鸣塔2层与队友会合。2层入口处，队友们都站在原地，似乎在等他。没事了，那个刷怪的人是秦冲，天榜第3的秦冲吗？大潘问。是他，不会影响到咱们刷怪的，进去吧。苏阳身先士卒，阔步走进2层的虚空漩涡。悲鸣塔2层，苏阳刚刚现身，就吸引到周围一群怪物的注意。咔咔咔，miss， 数道天雷直落而下，劈头盖脸的砸在苏阳身上。可惜并不能破防，只是强制一点的扣血。不过被天雷击中的身体产生了瞬间的麻痹，苏阳的行动有一些迟钝感。悲鸣塔2层的怪物有3米多高，一身金色法袍熠熠生辉，他们头上戴着王冠，手中握着一柄巨大的权杖。悲鸣大祭司，等级37，血量5000，法术170-220，物防100-150，魔防100-150，技能天雷锁链。队友们已经全部就位，苏阳招着雷劈的伤害开始指挥。我跟盒子引怪，怪物不能破防，咱们慢慢杀，注意观察怪物血量，低于1000的时候他会释放技能，提前收手。收到。队友们频频点头，交头接耳。这悲鸣装备好强啊，特性就不提了，关键是单件的防御也高的离谱，还额外增加了血量。是啊，苏神都3000血了，苏嫂也有2600的血。琪琪瞥向大潘问道：你是咱们当中血量最高的吧？也不过才1200的血。看来30级是玩家的分水岭，今晚咱们要加油了。队友们士气高涨。苏阳也不急着刷怪，他从包裹里掏出那本烈火燎原，在萌萌眼前晃了晃。萌萌，这有本你的技能书，还是群体伤害，要不要？萌萌眼睛都直了，只是看到苏阳那一脸坏笑的样子，他已经猜到了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当然要啊，说说条件吧。懂行啊。苏阳竖起大拇指，有没有才艺给你的师傅师娘哥哥们展示展示？萌萌上前几步，调出背景音乐，我给大家跳个舞吧。音乐走起。萌萌非常专业，似乎有特别练习过。他打了个响指，音乐卡点推进。
他跟着音乐的节奏边唱边跳，粉拳轻握，抬腿卖萌，眼睛轻轻眨弄，贝齿轻咬舌尖，萝莉闭闭，猫爪嘟嘟，台词很低幼，不过他跳得很不错。扑通一声巨响，胖子呆呆地卡在原地，好像掉了线。苏阳、琪琪和大潘面面相觑，刚才的响声绝不是游戏中的声音，胖子好像出了问题。苏阳赶紧叫停了跳舞中的萌萌，跳得真好，技能书拿去，我们下线去看看胖子，他掉线了。又跟何子交代了句。苏阳退出游戏，打开舱门。此时的胖子鼻血直流，塞在鼻孔中的纸巾都染红了。他看到苏阳几人下线，也是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刚才太激动撞到了。他捂着血流不止的鼻子往外跑。我出去洗一洗，一会就回来上线，不用等我。三人相视一笑，躺在游戏舱中再次连线。萌萌看起来很高兴，应该很满意烈火燎原这个技能。他屁颠屁颠跑到苏阳面前，胖子哥哥怎么了？苏阳咧咧嘴，实情是萌萌跳舞导致胖子受到魅惑，掉血严重。不过他可不能这么说，胖子还是要面子的。有同学来找他，一会就回来了。哦，萌萌回应了声，并没有多想，他还是急于展示自己新得的技能。师傅，想不想看看烈火燎原？萌萌激动地憋着笑，眸光中充满期待。苏阳可不想惹这个祖宗不开心，要是开口拒绝，可就有点不识抬举了。展示展示呗，嘿嘿，瞧好吧。萌萌扬起法杖，一道火红色光泽缓缓凝聚，轰！凝聚的火团被萌萌丢了出去，像一颗流星法球。法球到达指定地点，又迅速扩散，方圆10码更是化为一片流星火海。432， 432，一片片伤害升腾而起，持续不断。第41章，二层教皇幽魂铁怒。悲鸣塔2层，被烈火燎原吞没的大祭司齐齐掉血，那些受伤的大祭司纷纷挥动手杖，凝聚天雷劈向萌萌。苏阳被萌萌往前一推，可能这样会看得更真切一些。萌萌吐了吐舌头，贴着墙壁进入伪装。大祭司的怒火无处宣泄，只好将攻击全部倾落在苏阳身上，就连站在他身边看热闹的琪琪和大潘同样受到了波及。不好，大难临头恕不奉陪，我先闪了。琪琪惊呼一声，直接从2层退到了1层。他庆幸自己反应迅速，没有受到大祭司的伤害。没想到的是，大潘那个家伙同样反应不慢，他紧随其后，退到了悲鸣塔的1层。两人相视一笑，极其猥琐。咔咔咔，无数天雷落下，劈在了苏阳跟何子身上，一片片的伤害重叠而起。萌萌的烈火燎原足足燃烧了10秒才熄灭，火海中的大祭司全部残血，只要上前补上一刀就能将其带走。队伍月揽星河，仇恨拉住了，都回来吧。胖子上线，看着面前一群残血祭司愣了神，什么情况？那俩人怎么跑1层去了？萌萌展示了新技能，你看看厉不厉害？胖子还以为萌萌又展示了什么新花样，吓得他赶紧捂住了鼻子。想什么呢？是新技能烈火燎原。苏阳翻了个白眼，指着面前那群残血的大祭司。胖子尴尬一笑，萌萌只用1个技能就把那些怪打残了。看到苏阳点头，胖子心中大惊，这么多的怪物，要是冰阵、火阵齐放，经验还不得起飞了。他刚伸手就被苏阳拦了下来。你有计划？集合了队友，苏阳说出了安排。大祭司的攻击范围是20码，大家保持安全距离。一会我跟何子负责引怪、聚怪。萌萌看好时机，释放烈火燎原，再利用伪装规避伤害。10秒后，技能消失，怪物残血，咱们1轮秒。萌萌，你的技能冷却是多少？烈火燎原冷却1分钟，持续10秒。得到答复。苏阳会心一笑，冷却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你就举手示意，我们开始聚怪。萌萌点点头，他表示这波可以操作。胖子脑筋灵活，他一顿脑补，又突然打了个响指。按这个计划，我们1分多钟就能清理掉几十只悲鸣大祭司，1只怪能分800点经验，30只就是24000点，而我们现在的升级经验才只要23万。大潘也悟了，不到20分钟就能升1级吗？那是不是说8点比赛之前我们完全有可能升到30级啊？真的假的？琪琪懵懵懂懂，只是对8点前能升到30级感到惊讶。苏阳笑着拍了拍琪琪，管他真假，刷了不就知道了。注意大祭司的血量，释放天雷锁链之前会有施法动作，把握好规避距离。苏阳跟何子分别跑向两边聚怪，他们的悲鸣套装现在是最强势的时候。
天雷已经无法对他们造成威胁，只是麻痹属性会影响两人的拉怪进度。不到1分钟的时间，他们的身后已经聚拢了数十只悲鸣大祭司，无数天雷落下，两人在怪群中奔跑，像极了机械舞者。伴随着天雷卡点，两人如鬼畜般朝着队友们跑来。轰！萌萌手疾眼快，锁定苏阳的位置，直接释放烈火燎原，火焰升腾。萌萌抽身而退，寻找掩体伪装。10秒后，火海消失，队友们一拥而上。齐齐扬起长弓，用出群体箭射，嗖嗖嗖，无数箭矢从天而降，落进怪群，带起一片片伤害。大祭司抬手反击，又落下。齐齐已经翻身退走，动作迅速。胖子跟上节奏，扔出火阵铭文。仅仅1个回合，几十只大祭司便丧命于火阵之中。唰，金光洒落，萌萌升到23级，队友们无不欢喜，大家的经验条蹭蹭上涨，肉眼可见。按照这个节奏，升到30级也用不了多久。让我来！大潘分出人群，站到最前面，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面前装备无数，不去捡就可惜了。靠！齐齐被大潘的举动吓了一跳，我还以为你要引怪呢。苏阳大笑一声，咱们继续。队伍6人配合默契，刷怪也越来越顺利。2层的悲鸣大祭司已经所剩不多了，时间也来到了晚上7点50分。哎呀，还是跟苏婶、苏嫂一起升级舒服啊！琪琪一脸满足，他已经升到了30级。哈哈，咱们已经霸榜封魔城了。听大潘这么一说，队友们纷纷打开排行。1月揽星和 LV35 龙皇战舰，2韭菜和子 LV33 影子杀手，3骄阳4火 LV30 弓箭手，4浴火焚身 LV30 镇鬼师，5雨过天晴 LV30 战魔，6秦冲 LV29 战狂，7京城柠檬 LV28 魔魂巫灵，8胸口碎大石 LV27 剑士，9入夜摘星辰 LV26 盾战，10夜雨见繁星 LV26 法师。你排在1。月揽星和 LV35 龙皇战舰还真是霸榜了呀！萌萌都28级了，加油，今晚也能30。苏阳看了眼时间，是时候回凤天城给父老乡亲们一个惊喜了。大潘，悲鸣者遗物现在有多少？大潘查看了背包，回复道：有80几个，能换出2套悲鸣套装。苏阳看了眼自己的背包，还有23个遗物。你们去任务那等我，先不着急兑换，等我过去。苏阳交代完，开始沿着悲鸣塔的2层绕跑。3层入口处，一只金色泛红的大祭司守在那里。悲鸣教皇幽魂铁怒，等级39，血量8万，法术250-350，物防150-200，魔防150-200，技能雷光裁决、雷光之盾。介绍：他认为自己在悲鸣塔中是无敌的存在，不屑于介绍自己。找到你了。苏阳长剑直送，刺向 BOSS 腰眼。悲鸣教皇350的法术攻击还无法对他造成威胁。不到2分钟的时间，苏阳硬刚教皇斩下人头，哗啦啦，教皇直挺挺地趴在地上，暴露几件装备和物品。苏阳伸手一捞，将其收进包裹，是3件悲鸣布甲装备。苏阳快步跑向悲鸣塔入口，直接兑换了1件布甲衣服，再一股脑地将4件布甲装备全部交到胖子手中。这回装备都齐了。第42章校园选拔赛意外发生。苏阳微微一笑，你那80个遗物兑换自己的和琪琪的。胖子惊讶地接过苏阳手中的装备，问苏神，这不会是刚爆的吧？boss 直接出装备，咱们运气不错，都齐了。咳，萌萌咳了几声，提醒道，这还有人1件没有呢啊！放心吧，等你升到30级，师傅保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嘿嘿。几人换上悲鸣套装，血量和防御直线飙升。琪琪皱了皱眉，刚才还26级呢，这一会就30了，还穿上了这么 MB 的装备。本来想着遇见卡布奇诺还能跟他大战个300回合，现在我站着让他打都未必能破防。苏阳摇摇头，提醒道，事实如此，不过你可别轻敌，小心翻车。30级高手与平民玩家的分水岭，苏阳当然清楚。他瞥过兴奋的几人，再次给出建议，还有个事，30级后你们可以找导师学新技能了。大潘一怔，靠，怎么把这事忘了？这不就是降维打击了吗？还比个毛啊！时间临近，众人原地回城。大潘3人跑去导师那学习新技能，萌萌去找老崔显摆。苏阳陪着何子来到一片农耕之地，何子指着面前的一块空地，
兴奋地抹去了额头上的汗水。这里暂时是我的土地，我现在是1级种植能力，可以种水稻。何子对着面前的土地继续操作。不一会，眼前黝黑的土地便生出幼苗。好了，何子扑了扑手，挽上苏阳的手臂。萌萌在教场占了位置，咱们过去吧。奉天城西南角，原本空旷的土地已经修缮成了一座方圆100码的教场，两边座椅齐备，大约能容纳上千人观战。教场入口处，一个巨大的红色战鼓矗立在侧。奉天城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何子随口一声感叹。苏阳笑了笑，并不打算提前透露奉天城规划的消息，等这里建成圣堂模样，那才是送给何子最好的礼物。确实不错，教场应该刚建成没多久，那边的战鼓真气派。战鼓旁，京都守护者举起鼓槌，猛然敲向大鼓，棒棒，鼓声阵阵，渐渐平息了周围的嘈杂。大家将目光聚集在京都守护者的身上。中年人微笑着走上站台，大声宣布：同学们，我是咱们京都大学网游系的崔主任。这次咱们学校举办的内部选拔赛旨在学习交流，请大家保持秩序，比赛马上开始。同学们都相当兴奋，包括一些路人玩家也都围了过来，他们纷纷走进观赛区就坐。萌萌倒是提前占了个好位置，苏阳的队伍坐在了最前排。场中的老崔打开液晶屏，布置比赛顺序。第一场由法学院对战教育学院，两队队长先去教官处报名申请对战。话音刚落，就见两支队伍径直地走向会场。申请对战之后，两队队员直接被传送进了比赛场地。头顶的4块液晶屏已经开始倒计时，两队队员顿时剑拔弩张。3、2、1，比赛开始。倒计时刚刚结束，双方队员都变成可攻击状态，场地中技能闪烁，刀光剑影。双方玩家等级不高，几秒后技能全部进入真空期，他们手持武器，在场地中央开始互殴，没有走位，没有预判，比的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场地中一片混乱，观众席上张可可已经看不下去了。豆豆，你们学校不会只有这种水平吧？他指着场下皱了皱眉，这种级别的对战完全没必要拉我过来啊，太耽误时间了吧？张豆豆尴尬的撇撇嘴。场中的两支队伍就像是新人互殴，平均等级还不到20级，确实有些无聊。我也是听说咱们学校的网游系有几位天榜高手，好吧，那就再等等。张可可叹了口气，望着场下的对战摇了摇头。老崔走上台前，一脸兴奋地宣布比赛结果：恭喜法学院进入胜者组，下一场网游学院对战艺术学院。轰！观众席瞬间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大家都听说网游学院出了几位天榜高手，没想到这才第2场比赛就能看到他们出场了。苏阳转头看向室友：咱们队伍叫什么名字？不上场吗？现在上场的应该是刘青松他们，咱们队伍叫网游学院精英队。苏阳一听这中二的名字就知道是琪琪取的。场下比赛继续，观众席的张可可已经坐不住了。豆豆，你们这网游系高手平均等级也才22级，可不比刚才的队伍强上多少啊？他摇了摇头，起身准备离开。你们学校可真会制造噱头。张豆豆尴尬的脚趾抠地，他也是有苦说不出。不过还莫等他开口解释，一道场外音传遍了周围。奉天城都是这样一群菜鸡吗？看你们比赛就好像在捏泥巴过家家，这种实力就不要上来丢人现眼了好吗？喊话的人名叫胸口碎大石，等级高达27级。很显然他并不是奉天城的人。老崔赶忙凑了上去，笑盈盈道：朋友，这是我们学校的内部比赛，麻烦几位给行个方便。这么菜还要什么方便？总之我已经申请了下一场的比试。胸口碎大石，双臂环绕，架于胸前，你们尽管来人挑战便是，能打赢我们再说，否则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去你妈的，哪个主城来的一群傻逼在这叫唤？黑夜之王刚刚走进教场看热闹，正好赶上眼前的一幕。他带着黑夜法狂等人进直走向教官，申请了下一场的对战。黑夜之王好样的，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奉天城的高手。黑夜之王加油，干死他们！台下众人纷纷起哄，黑夜家族顿时士气大涨。场地中对战的两支队伍识相的退出了战斗。大屏幕上，倒计时重新开始，两队人员同时被传送进比赛场地。3、2、1，通的一声，黑夜之王脚下发力，狠狠一踏，目标直指对方牧师，集火对方牧师。黑夜之王一声令下，藏在队伍最后的大法师黑夜法狂已经开始蓄力。
黑夜杀手瞬间隐匿，直奔对方牧师而去。吭吭，410、314，两名玩家突然杀出，横在了黑夜之王的身前，利用一刀一枪将其逼退。第43章，卡布奇诺强大的控场能力。黑夜之王稳住身形，定睛一看，对方二人竟然也有26级。入夜摘星辰 LV26 盾战，似水一流年 LV26 战狂。拦住黑夜之王的盾战苏阳很熟悉，正是当初他带着和子、萌萌去悲鸣塔时拦住他们的那位壮汉。不过当时却被苏阳一剑捅死。眼下黑夜之王也是26级，未必能秒掉面前的对手。加356，加300，一个大型治疗术拉回了黑夜之王不少血量，再加上他喝了一罐药水，血量再次接近满值。黑夜之王明白，他不可能短时间内击杀面前的两人。嗖的一声，开启冲锋，只留下身后的一道残影，瞬间掠至对方的牧师面前。面对着对方唯一的牧师，黑夜之王直接用出自己最强的攻击技能旋风斩。只见其大刀横于胸前，随后整个身体飞速旋转，呵呵呵，一，怎么回事？自己最强的三连击竟然毫无建树，黑夜之王整个人都不好了。系统提示：对方玩家抵消伤害100%，真言盾剩余韧性20%。对方牧师一声冷笑，流光斩枣已蓄力完成。啪！流光斩贴脸输出，直接带走黑夜之王过半的血量。不等他反应，对面的大法师夜雨剑繁星连续挥出2枚法球，直接将其血量清空。黑夜之王的身体渐渐透明，化为无数星光碎片，之后又缓缓凝聚，出现在了场外。靠！落入对手的圈套让他十分懊恼，现在只能期待战场中爆发最高的黑夜法神力挽狂澜了。场地中，黑夜杀手非常冷静，他分析出对方牧师身上仍有真言盾，他还无法秒杀对手。蹭的一声，他临时改变目标，一击冷血突刺攻向对方的脆皮法师。然而对手似乎早有预料，又或者说是巧合，对方的法师直接闪烁突进了一段距离，法杖高举，红光凝聚，一个大型的群体魔法烈焰火海升腾而起，火海凭空而现，直落人群。黑夜医师和黑夜法狂首当其冲，本来就被对方剑势缠住，再加上走位不及，直接被火海抬走。黑夜杀手冷刺失败，只能拼命黏住对方牧师。不过失去冷血的刺客已经难堪大用，对方的牧师走位从容，有意的靠近队友，依靠真言盾剩余的韧性和自身的治疗能力与黑夜杀手周旋。黑夜战神在场中 1v4 更是难以抵挡，大局已定，两人也是放弃了挣扎。黑夜之王战在场外一脸的懊恼，虽然心有不甘，却是毫无办法。小子，看你这表情很不服气啊，就这点实力也配在这里狂废？哈哈哈！被嘲笑一番，黑夜之王也是无脸反驳，他带着黑夜法神等人灰溜溜的离开了教场。胸口碎大石见此模样更嚣张了，他环顾全场，大声喊话：奉天城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太令人失望了，这么好的资源给你们都是浪费，以后给封魔城当个副城得了。张可可坐不住了，还好刚才没走，差一点就没机会教育面前这些嚣张的家伙。他毕竟是奉天城的天榜第一，怎么可能允许这些家伙站在自己的地盘上叫嚣？豆豆，他看向妹妹，面露愤怒，咱们上场去教训他们。好。张可可起身走在最前面，他亮出明晃晃的 ID， 聚焦着众人的视线。卡布奇诺 LV28 神界行者走上备战区，与胸口碎大石擦身而过，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径直来到教官处申请对战。哟呵，终于来个厉害点的，还是双胞胎美女，有点意思。胸口碎大石见色起意，语气都变得温柔，少在这废话，去申请对战。被呵斥一句，他也不恼怒，舔了舔嘴，再次提交了对战。双方队员同时进场，周围人看到上场的卡布奇诺，顿时响起阵阵欢呼。天榜第一就是他们的王牌和底气，如果卡布奇诺能带领队伍挫挫那群家伙的锐气，他的地位在奉天城玩家的心中会再上一个台阶。卡布奇诺，干死他们！对，往死里干！女神加油！此刻，大屏幕上已经显示出了双方玩家的对战信息。胸口碎大石 LV27 剑士，入夜摘星辰 LV26 盾战，夜雨剑繁星 LV26 法师，似水一流年 LV26 战狂，午夜摇篮曲 LV26 牧师 vs 卡布奇诺 LV28 神界行者，麦斯威尔 LV26 召唤师
流星岁月 LV24 盾战，离火焚天 LV24 弓箭手，罪恶潇湘 LV24 刺客。兄弟们，美女留在最后，先把其他人干掉。胸口碎大石淫邪一笑，对着身后的众人吩咐：倒计时，3、2、1，哒哒！胸口碎大石率先发难，带着2名战士直奔对方弓箭手。他已经分析出了对方的弱点，神界行者还不确定是什么类型的职业，这种级别的召唤师也不够强力，这才将对方弓箭手作为第一进攻目标。作为团队中的远程输出，离火焚天十分紧张，他眼睁睁地看着对面3人朝他围了上来，自己却不闪躲。这也正是他们赛前的计划。集火对面牧师，他吼了一声，拉开长弓射出破甲剑。卡布奇诺高举手中法杖，将一道白色光圈布在了弓箭手的脚下。麦斯威尔站在原地刻画铭文，片刻后召唤出一只海湖前虫 LV25， 前虫速度极快地朝着对方牧师冲了过去。召唤物的属性强度大概是普通怪物的2倍，伤害不容小觑。罪恶潇湘接上输出先手突刺，离火焚天的第2支箭也是先发后至，在2人的集火下，对方牧师直接被送出场地。受到上一场的影响，他的真言盾明显没有冷却好，根本无法再次凝聚。不过对方的近战3人也是抱着1换1的想法，他们来到离火焚天面前，直接释放攻击技能，妄图对其一击秒杀。3道攻击接踵而至，离火焚天紧张地闭上了双眼。不过意外发生，他的脚下光圈闪动，整个人瞬间消失。再次出现时，他已经来到了卡布奇诺的身边，躲避了对手的致命一击。离火焚天顿时信心大增，他抄起长弓，利用箭雨反打，长弓光芒大放，数道飞剑尽数朝着对面笼罩而去。志在必得的一击被轻松化解，胸口碎大石已经慌了，再加上自家牧师已经挂掉，局面已然失去掌控。硬吃一招群体建设，他们的血量已经损失过半。集合，不要有所保留了。第44章极冰城，刘玄德 LV30， 大法师夜雨剑繁星扬起法杖，烈焰火海瞬间释放。面对烈焰火海的围剿，卡布奇诺手杖一扬圈起队友5人，虚空传送，刷刷刷，5人瞬间消失，脱离了火海的攻击范围。靠，这是什么能力？一击大招落空，夜雨剑繁星爆了句粗口，这应该是神界行者的技能，不能让他继续下去。集火他，我们已经没有了治疗，机会只有一次，务必一击而中。明白。繁星的烈焰火海没有打出伤害，后续的爆发已经不足，拥有流光斩的牧师也挂了。3个近战无法近身，根本打不出伤害。1分钟后，胸口碎大石5人全部在场外复活，而卡布奇诺5人仍完好如初地站在比赛台上。谁都不曾想到，这竟然是一场完胜。耶！场下呼声震天，庆祝声、嘲笑声此起彼伏。滚回封魔城去吧，一群垃圾！滚回去！卡布奇诺，我爱你！观众席上，一群玩家怒目圆睁，就差往封魔城这支队伍身上扔鸡蛋了。胸口碎大石自知理亏，头也不回地跑出场地，撵走了找茬的几人。场中的喧嚣渐渐平复，不愧是奉天城的天榜高手卡布奇诺，果然很强。这里真是热闹，不像我们极冰城萧条得很。广场中央，又一组队伍走了上去，他们在看到卡布奇诺的恐怖实力后，仍然申请了对战。看来实力不弱，怎么样，卡布奇诺，可否一战？申请对战的人 ID 刘玄德 LV30， 手持长剑，一身不甲，看起来人畜无害又彬彬有礼，等级竟然比卡布奇诺还要高出2级，伸手不打笑脸人。观众席的玩家同样如此，他们当然希望卡布奇诺能够为奉天城赢下比赛。不过刘玄德的超高等级仍是让他们倒吸一口凉气，对方等级好高啊，女神这次能不能行？卡布奇诺加油，女神加油！刘玄德的团队远道而来，素质不错，在教场宣战也合规矩，卡布奇诺没有拒绝的理由。苏神，封魔城的人刚走，又来一波极冰城的队伍，咱们这次校园选拔赛就像城市争霸赛的预演啊！齐齐指指台下，心中不免升起一抹担忧。刘玄德的队伍不弱，卡布奇诺未必是他们对手，咱们上吗？先等等，卡布奇诺还没有使出全力。苏阳沉声道。极冰城的刘玄德已经30级，装备和技能上的差距很难弥补，确实很难啊。齐齐点点头，视线始终停留在比赛场中。教场教官处，卡布奇诺已经带领着他的队友走了过去。大屏幕上，
再次显示出双方人员的对战信息。卡布奇诺 LV28 神界行者，麦斯威尔 LV26 召唤师，流星岁月 LV24 盾战，离火焚天 LV24 弓箭手，罪恶潇湘 LV24 刺客 VS 刘玄德 LV30 风灵剑圣，关云长 LV29 战狂，张翼德 LV29 战魔，赵子龙 LV29 盾战，马梦启 LV29 盾战。不是吧，平均等级相差这么多？你们看，那个刘玄德竟然也是隐藏职业。观众席上无数玩家情绪紧张，我女神这回行不行啊？场下一片哗然。被寄予厚望的卡布奇诺同样紧张，他清楚双方团队的等级差距代表着什么。临时组建的外文系团队肯定不行，平均等级又比对手低了4级，队伍里的3名队友甚至还穿戴着10级的装备，根本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如果把他的练级队伍拉过来，或许还有机会。倒计时已经开始，一切只能听天由命。3、2、1，倒计时刚刚结束，对方的铠甲4人组直接冲了过来。不要管其他人，先集火风灵剑圣。卡布奇诺挥动手杖，5道光圈分别落在队友脚下。等对方4人近身的瞬间，他右手一落，5人瞬间消失。当他们再次出现时，已经围在了刘玄德的面前。5打1，天胡开局。面对卡布奇诺等人的围攻，刘玄德嘴角微扬，也不躲闪。吭吭吭吭吭，136 miss miss 1，这不是在开玩笑吧？场中5人惊讶地睁大了嘴巴，观众席也是倒吸一口凉气。怎么可能？他都不掉血吗？这还怎么打？谁都没想到卡布奇诺他们的合力围攻竟然毫无作用，系统也没给出提示，并不是防御类的成伤技能，他还只是布甲装备，完全没道理拥有这么高的防御。刘玄德轻蔑一笑，顶着5人的输出开启群伤技能风灵剑舞，刷刷刷，一道道光刃自他的长剑中释放，数道残影直接笼罩了距离最近的3人。卡布奇诺勉强利用传送带走了麦斯威尔，小队其他3人瞬间融化在刀光剑影中。对方的4位战士再次粘了上来，他们的目标是麦斯威尔。卡布奇诺连续释放传送之后，技能已经进入冷却，麦斯威尔被近身后也仅仅支撑了1个回合就倒在了地上。卡布奇诺同样不善攻击，闪烁之后被刘玄德瞬步近身，2剑送出了场外。卡布奇诺被秒，大屏幕上已经显示出对战结果和伤害数值，场边观众一片叹息之声。这刘玄德好强啊，输的简直没脾气。奉天城不太行啊，撤了。不少玩家黯然离场，就担心受到极冰城玩家的嘲讽。殊不知又一队玩家已经默默地走上了备战区，他们嘴角微扬，与卡布奇诺等人擦身而过。崔主任，宣布比赛吧，让他们见识一下咱们学校的顶尖战力。老崔听到齐齐的喊声，终于来劲了。他走到战鼓旁，狠狠地敲了上去。接下来出战的是奉天城京都大学网游系精英团队。齐齐申请对战之后，刘玄德的脸色明显不好了。他的强力完全依仗于自己的等级和装备，他当然知道30级是目前玩家的分水岭，而眼前的这支队伍中，30级的玩家就有4位。最恐怖的是，走在最后的美女刺客竟然高达33级，比极冰城的天榜第一北宫一行还要高出1级。极冰城的朋友不敢接战了吗？刘玄德终于被齐齐的话拉回了思绪，眼下的情况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挑战了。他瞥了一眼身后的关云长，眉头紧锁。你这情报也不准啊！奉天城的天榜第一不是卡布奇诺吗？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的高手？第45章，全员回归，震惊全场。关云长也是郁闷的很。他之前来看的时候，这里的天榜第一确实是卡布奇诺，现在看来，面前的这些高手当时应该去了封魔城。刘玄德慌了，场边的观众却乐了。他们刚刚还对卡布奇诺的表现有些失望，齐齐的队伍好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了比赛场上。靠！原来这些高手是跑到其他主城升级去了，还以为骄阳似火他们调级了呢。哈哈，这回极冰城的那些家伙还怎么嚣张？卧槽！你们快看排行榜，月揽星河也回来了，大神牛逼啊，都35级了。这台下有没有月揽星河？上没上场？观众席沸腾了。张可可正在原地，她终于相信了妹妹的话。唰的一闪，大屏幕上显现出双方的对战信息。韭菜盒子 LV33 影子杀手，骄阳似火 LV30 弓箭手，雨过天晴 LV30 战魔
浴火焚身 LV30 镇鬼师，倾城柠檬 LV28 魔魂巫灵 VS 刘玄德 LV30 风灵剑圣，关云长 LV29 战狂，张翼德 LV29 战魔，赵子龙 LV29 盾战，马梦启 LV29 盾战，倒计时3、2、1，刘玄德呆呆地站在原地，不敢轻举妄动。面对级别相同的对手，他虚了。胖子可不管那些，他先手释放冰阵，蓝色冰圈瞬间控住对方5人，全场震惊。身为纪元中最冷门的职业，胖子的镇鬼师第一次在赛场中展现他的恐怖威力。齐齐长弓拉满，面对那群被冰阵控制的对手，箭雨如火炮般喷射而出。萌萌动作稍慢，烈火燎原，只打出短短1秒，比赛就已经结束了。隐匿的盒子甚至没来得及出手，大潘准确地预判出队友的输出火力，手持大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逼格拉满，秒杀，完胜。不知道还能用什么词来形容这场比赛，根本无需苏阳出手。胖子和齐齐2人已经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集冰城的队伍，刘玄德等人也不矫情，打不过也没什么好说的，冲着齐齐等人抱了抱拳便离开了。老崔抚了抚衣服，从容地走上赛场。比赛结束了，结果还不错，不过对于学校组织的选拔赛来说，又是失败的。他没想到简简单单的一次学校选拔赛，竟然吸引到了其他主城的高端玩家。好在有齐齐他们坐镇，观众席上又是一阵欢呼呐喊。能够亲眼看见自己的主城捍卫领地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他们散发着自己的热情，同时也对未来的城市争霸赛充满期待。豆豆，你帮我安排一下转学手续，我要去你们学校。张豆豆并不意外，他调侃道：说吧，看上刚才哪位帅哥了？骄阳似火。对于姐姐的直白，张豆豆毫不意外。两人身为双胞胎，他们不仅长得一样，性格也极其相似。众人散去，教场也变得冷清，偶尔的1v1也吸引不到更多的玩家前来观战。阿且，齐齐揉了揉鼻子，心中腹诽，难道刘玄德不服气？教场外，老崔给了萌萌一个下线的眼神。萌萌看一眼时间，吐了吐舌头。师傅、师娘，还有哥哥们，我先下了，明天有课。萌萌今天上场了，很高兴。他用力挥手跟大家道别，小脸肉嘟嘟的，微笑的时候露出一对浅浅的梨窝，可爱极了。萌萌晚安。队伍5人目送萌萌离线。大潘觉得时间还早，随即问道：悲鸣装备都齐了，还继续刷悲鸣塔吗？那里经验不错，咱们还可以去3层看看。苏阳统一队伍意见，5人再次踏上悲鸣之路。城市争霸赛即将开始，一路上几人也不闲着。论坛上说城市争霸赛的参与方式需要天榜排名前10的玩家才有资格呀。胖子一边翻看论坛一边介绍。齐齐反驳道：怎么可能？崔主任不是说校园选拔赛的前2名可以参加城市争霸赛的吗？老崔貌似没说过这事，不知道从哪里谣传的。苏阳不敢吱声，他也听说过这个谣言，哪怕这话真的是老崔造谣出来的，他也不会戳穿。毕竟老崔是萌萌的爸爸，对自己更是照顾有加。他转移话题，城市争霸赛的影响力非常大，咱们奉天城一定要赢，加油升级，保住天榜的排名。齐齐像打了鸡血似的斗志昂扬，大家都很期待未来几天的城市争霸赛。这是官方第一次举办的大型赛事，如果能拿到好成绩，奖励也会非常丰厚。悲鸣塔2层，队伍5人从容的引怪杀怪，没有萌萌的烈火燎原刷怪，效率一落千丈。不过大家悲鸣装备已经带齐，大祭司的攻击毫无作用，几人刷起怪来也是非常从容。苏阳乐得清闲，他发现室友3人的进步非常明显。齐齐翻滚射箭，走位拉扯，与怪物一直保持着20码的仇恨距离。怪物抬手又落下，一直游离在仇恨的选择中。这种操作已经有了高手风范。大潘的进攻比较直接，每次劈砍都能带走大祭司近千血量。他利用走位穿梭，遮影连斩，一直游离在大祭司的身后。胖子的操作简单粗暴，朝怪多的地方直接扔出4道阵法。再打开论坛看花边新闻，30级之后经验增长好像慢了很多。齐齐张弓搭箭，随口一提。苏阳接过话题解释道：30级到31级的经验是之前的2倍。苏阳比了个手势，继续讲解：30级是一个分水岭，60级又是一个分水岭，那时候1级主城差不多也要开了。哈哈，那时候就能看到全国排名了吧？好期待。大潘看到得意的齐齐，努努嘴提醒道：小齐齐，你是不是忘了点事？什么事？大潘冲着苏阳撇撇嘴。
混乱元素就在面前，你不赶紧学上几招，下次还得被割虐。对啊，琪琪拍了拍额头，这才反应过来，昨天跟大潘 PK 被揍到自闭，说好的找苏阳学上几招再约战，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啊。苏神，弓箭手这个职业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被战魔近身之后非常难打。琪琪皱了皱眉，苦笑道，之前跟大潘比了3局，3战全跪，就连胖子我都打不过。琪琪凑到苏阳身边，摇晃着他的手臂，像一位撒娇的大姑娘。苏阳长剑归鞘，微笑道，你们先打一局，我看看再说。第46章，前世最强射手混乱元素。大潘一脸坏笑的走到眼前的空地，朝琪琪打了个响指。他微眯着眼睛，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琪琪知道自己还不是大潘对手，不过他也明白，只有打了才能把问题展示给苏神看。他大步流星的走到大潘对面20码的位置，选择切磋。上了！大潘启动狂暴，速度极快的冲向琪琪，两人距离不断拉近。琪琪原地张弓，射出破甲剑，后退一步再射一箭。面对琪琪的2箭，大潘并不闪躲，他的总血量已经突破到3000点，这2箭才打掉他1/6的血量。顶着琪琪的进攻，大潘迅速破镜，眼看两人距离不到10码，大潘用出冲锋，嗖的一下，他瞬移般的突进到琪琪脸上，大刀高举，眼看就要劈了下去。吭的一声闷响，琪琪射出击退，将大潘推出3码距离。鬼影开启，整个人翻身之后原地消失。大潘趁着狂暴的时间继续前冲，对着面前的空无一物直接打出圆月斩。硕大的刀影沿着大潘的身体划出一道满月刀光，隐身中的琪琪直接被拍了出来。轰！513！不等琪琪做出反应，大潘挺起肩膀用力一撞，当！系统提示：玩家雨过天晴使用技能钝击，触发眩晕效果，你已无法操作，时间持续 1.5秒。琪琪面如死灰，几乎每次都是这样。1.5秒的眩晕时间，大潘的旋风斩足够秒杀他。砰砰砰！645、634、627，琪琪被刀光斩碎，身体缓缓凝聚。大潘长刀归鞘，一脸的得意。苏阳已经发现了琪琪身上的不足，问道：大潘刚才足足用出了5个技能，你怎么才使用了3个？剑雨和照明剑怎么没用？提到这个技能，琪琪简直郁闷。照明剑真的是特别的鸡肋，能照出隐身玩家，等级不能高于我自身5级。哦，苏阳不明所以，又问：我隐身的时候，你的照明剑能看到，这不是很好吗？琪琪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他始终认为30级的照明剑没什么用，不过又不想过多纠结。苏神，大潘的近身控制接旋风3连斩，我应该怎么破？你都发现了问题，应该能解决啊。苏阳笑了笑，这样咱俩下线，我用你的游戏舱跟大潘搞一局。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琪琪原以为苏神指导几句就行了，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能亲眼看到混乱元素的实战也算是3生有幸了。1分钟后，两人再次上线。大潘注视着骄阳似火，虽然还是那张脸，不过他清楚，骄阳似火的操作者已经是灵动拥有第1射手美誉的苏阳了。他的脸色变得凝重，握住武器的手因为紧张而打颤。大潘，我只能使用骄阳似火5分钟，咱们速战速决。好。话音刚落，大潘选择切磋之后，直接拎着大刀冲了上来。他脚下呼呼生风，踩出残影，分明是启用了狂暴之力。琪琪站在场边非常紧张，面对同样的剧情，苏阳会如何操作？很快，苏阳给出答案。他站在原地张弓搭箭，朴实无华的一箭直接射出，不待他的手臂恢复动作，一记破甲剑就跟了出去。那看上去就像连续射出的2箭。然而震惊的操作还没结束，破甲剑之后普通一击紧随其后，短短 1.5秒射出3箭，一套平 A 加破甲加平 A 的连击组合，这是认真的。321、311、476，大潘顶着第1波输出，用出冲锋直接贴脸，大刀直落而下。在看到冲锋的瞬间，苏阳已经向后翻滚，轻松躲掉大潘的这次突袭。嗖啪，苏阳射出贴脸一箭，在破甲剑的加成下，又打掉大潘400多的血量。看着自己还剩1半多的血条，大潘用出范围纪元月斩，一道光华闪过，苏阳避无可避的吃到了这次的攻击伤害。330，一击得手，大潘挺肩直撞，吭的一声，
他志在必得的一击竟被苏阳的击退剑挡了回来，盾击落空。大潘终于慌了，狂暴的时间只要一结束，他就没有了近身的手段。想到此处，大潘决定一搏，他利用速度优势再次贴了上去，大刀横于胸前，身体飞速旋转 ，miss， 连续的3次的攻击全部落空。大潘呆呆地站在原地，失去了盾击的控制。苏阳启动鬼影之后，一个侧翻便消失在了大潘的视野中。大潘身上红光消散，狂暴之力的时间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苏阳的 soul time， 两人相距5码。苏阳射出普世一剑，右腿后退半步，弓箭上扬打出箭雨，不待收手，再次射出一箭。322、288、342。对于苏阳来说，5码的攻击距离就相当于贴脸。眼看大潘冲了过来，他再次翻身消射身影，开启鬼影的10秒时间内足够用出4次翻身，每一次翻身都可以隐身 1.5 秒。苏阳正是利用这短促的 1.5 秒拉开了两人的距离。再次出现时，他已经来到了大潘身后的5码处，嗖的一剑平 A， 大潘的血量已经见底。苏阳面露微笑，原地抛出照明剑，一根带着火光的长剑扶摇直上，将整个大厅点得更亮。利用这次照明的出手动作，苏阳轻描淡写地射出最后一剑，啪！大潘血量归零，原地复活。琪琪看得相当激动，不由得大喊大叫：“这特么才叫射手，这特么才叫 ADC 啊！”苏阳的操作按部就班，并不花哨，操作流畅，每一步都非常冷静。也正因为如此，才近似于打出完胜。你来试试吧。苏阳交代一句，便退出了游戏。1分钟后，两人换回了角色。大潘一脸愁容地凑上前来，原以为自己总结的一套打射手的好经验，殊不知在真正的高手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短短1分钟就被打回原形。就算现在看到琪琪的骄阳似火，他都有点害怕。很显然，这是有阴影了。哈哈，你小子也有今天。琪琪难掩激动，捂着嘴笑。第47章，主线任务守护矿塔。他屁颠跑到苏阳面前，笑道：“苏神，我看明白了，大潘对我威胁最大的技能是盾击，而不是旋风斩，对吧？”“没错，你的击退要用在他的盾击上。”琪琪兴奋的点点头。“还有，看你用鬼影的时候，每次出现都有走位，完全把隐身的时间全部利用上。最重要的是，你的攻击节奏太稳了。平 A 加技能加平 A， 利用技能规避了第一次普通攻击的后摇和第2次普通攻击的前摇，对吧？”苏阳微笑着点点头。看来琪琪真的看懂了，就是不知道这种操作他多久才能掌握。这种操作也不难，多练就行了。哪怕是没有伤害的照明剑，同样可以利用它的衔接射出2发平 A。琪琪兴奋的起飞，大潘却不高兴了，他抱怨道：“苏神，你这么一教，我以后就没好日子过了呀。”苏阳摊手，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弓箭手利用击退破解战魔的盾击，战魔同样需要骗出弓箭手的击退，他不教技能，你也不教技能，开启狂暴近身肉搏，就算不使用旋风斩也是5-5开。大潘一头雾水，努力消化苏阳的意见。胖子站在一旁，忍不住开口：“别纠结了，他可是混乱元素啊，灵动第1射手。”胖子的安慰果然有效果，大潘看上去已经好多了。琪琪憋着嘴想笑又不好意思，他现在得到了苏阳的真传，底气足得很，心里已经构思了好几套方案，就差寻个机会收拾大潘。这层没怪了，咱们上3层吧。还不到11点，小队5人决定继续深入，走进虚空漩涡。5人来到了悲鸣塔的最后一层，第3层相比于下面2层明显小了很多。环顾一周，一切尽收眼底，没有怪物。倒是大厅的中央有一座3米来高的石塔，石塔周围银光环绕。是任务，咱们过去看看。说是过去看，却没有一人行动。几人相互对望，狗的一批，估计是有了萨博病毒的阴影了。苏阳笑了笑，大步的走上前去。这一层他熟啊，面前的小塔是石柱底座，上半部是透明的玻璃塔，内里的样子清晰可见。玻璃里面噙着一根金属的爪，爪的上面嵌着一颗黑色闪光的宝石，这颗小石头闪烁着银芒，十分耀眼。苏阳作为团队队长，伸手触上了小塔，意料之中的任务信息弹了出来。悬空的半透明液晶屏上显示着任务的详情。主线任务：守护油矿。任务目标：任务开启后，大厅内会刷新5波怪物对矿塔发起攻击，请玩家们守护矿塔不被破坏。开启任务之前，
咱们先安排一下分工。苏阳指着面前的叶金平安排道：胖子是主力，主要任务是保护矿塔和支援队友，其他人每人守着一个方向，顶不住了喊胖子支援，清楚了吗？清楚。得到答复，苏阳启动了任务。刷，硕大的液晶屏出现在了众人头顶，上面显示着任务进度。第一波怪物刷新倒计时，3、2、1，哗啦啦，倒计时刚刚结束，悲鸣塔3层的地面剧烈的翻动起来，无数只灰色的腐尸从地底破土而出，他们衣衫不整，双眼空洞，耷拉着脑袋，双臂垂在胸前，一步步缓慢地走向矿塔。悲鸣腐尸，等级35，血量2000，攻击150-200，物防100-150，魔防100-150，技能永生。嗷！密密麻麻的腐尸让人心生厌恶，他们龇牙咧嘴，流着口水，让人反胃。盒子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守在塔前，他用出冷血突刺，直接突进，一击带走面前的腐尸。腐尸直挺挺地趴在地上，没有消失，也没有化成经验，更没有爆出任何物品。后边的那群腐尸更是一个接一个的踩着他的尸体走了过来，腐尸越聚越多，越来越近，队伍5人倍感压力。苏阳直接用出擎天击，他高高跃起，脚下雷光闪动，瞄准面前的怪群，轰然落下。棒！一声强力震荡，他周身5码范围内的腐尸全部倒地，无一幸免。一片片2000加的伤害爆出，一击得手。他回身冲锋，守在塔前，僵持了9分多钟。第二波怪终于刷新，然而令人无奈的是，先前已经被击杀的腐尸又一次站了起来。第二波怪物刷新倒计时，3、2、1，硬顶着腐尸的再次冲击。小队终于看到了第二波怪物的模样，那是一群体型壮硕的兽人，身上布满浓密的毛发，他们头上生出双角，腰间挂着骷髅头，手持利斧，甚是骇人。悲鸣兽人，等级36，血量3000，攻击160-210，物防100-160，魔防100-160，技能重力劈砍。怪物越聚越多，苏阳和琪琪拥有群体技能，还能勉强支撑。盒子跟大潘已经招架不住了，他们被兽人冲击的节节败退。怪物的攻击都不高，又不能破防，只是他们的目标是破坏矿塔，就很难办。如果矿塔被他们损毁，这个主线的任务也会失败。胖子，我顶不住了。大潘渐露疲态，胖子直接用出冰阵，缓解大潘的压力，再次朝盒子的脚下扔出火阵。胖子守在原地，谨慎地看向周围。第3波怪物刷新倒计时，眼前那些腐尸一直复活，半兽人也是越来越多，根本清理不掉。第3波怪物来了，我去把怪物拉走，胖子你来守我位置。苏阳冲出怪群，见到了第3波怪物，是几只体型稍大的兽人，分别从大厅的4个方向走来。悲鸣兽人统领，等级37，血量3万，攻击230-320，物防150-230，魔防150-230，技能暴力劈砍。苏阳尽可能多的吸引着怪物仇恨，围着矿塔绕跑。谁料那几只统领拎着武器，跟在苏阳身后追杀，一群兽人也跟在统领的身后紧追不舍。苏阳清楚，这些怪除了第1波的腐尸之外都可以拉走。他一点一点拉扯着怪群来到3层入口处，兜兜转转之后，隐匿身影脱离怪群。第48章矿塔开启，神秘洞穴。3层入口距离矿塔足有50码的距离。那些兽人和首领丢失了苏阳的仇恨，只能站在原地保持静默。苏阳回到塔前，兴奋道：成了，现在搞定这些腐尸就行了。苏阳记忆犹新，杀那些怪物又没经验，守护矿塔才是第一目标。平平安安度过了10分钟，苏阳如法炮制，拉走了第4波怪物。当他回身守塔时，还是出现了意外，一些腐尸已经爬到了矿塔脚下。当他们复活起身时，第一时间就能攻击到矿塔。好在矿塔的血量足有1000点，应该能坚持一阵子。咔咔咔咔咔，一群腐尸已经将矿塔团团围住，队伍5人顿时乱了阵脚。这可怎么办？大潘唯一的群伤技就是月光斩了，只不过冷却时间偏长，效果不理想。苏阳发现问题关键点，直接安排道：我、琪琪、胖子守护矿塔，盒子、大潘引开第5波怪。2人得到指令，立刻撤出了位置。
他们越过一片腐尸，准备迎接第5波怪物。痛痛痛！一阵坚实有力的脚步声传来，谁都没想到，最后一波怪物只有一只。这只巨兽足有5米多高，双臂状如水桶，单手扛起一根树桩，仍游刃有余。远古巨兽，等级40，血量10万，攻击270-370，物防200-300，魔防200-300，技能野蛮冲顶，召唤千军。介绍：悲鸣塔真正的王者统帅，不过他看起来智慧不高，像是被操纵的傀儡。大潘仰着头感叹道：这大家伙有10万血，我跟苏嫂就算能杀掉他也得10分钟。对于面前的巨兽，大潘已经有了预判。依仗悲鸣套装的强势，巨兽还不至于对他大幅度的破防，所以说击败这头巨兽也只是时间问题。希望苏阳他们能够守住矿塔，撑过这段时间。大潘启动狂暴，浑身赤红，耍起长刀就是一记劈砍。好在可以破防，一个200加的血量弹出，一击得手，又接旋风斩加平 A， 最后收刀突进，绕后走位。好家伙，竟然让你装到了666！琪琪本想嘲讽一句，没想到大潘的操作已经拉满，他扬手射出破甲剑，刚想继续进攻，却被苏阳制止了。可以了，别拉到仇恨，咱们的目标是守护矿塔。哦，琪琪有些不好意思，还好没有耽误正事。盒子同样保持着高频率的输出，众人看得眼直。顶尖高手就算是刷怪，也能让人赏心悦目。砰的一声闷响，巨兽的身躯猛然前冲，怀抱着树桩将大潘推出老远。处于血运中的大潘被巨兽一顿蹂躏，队友们并不担心，他现在已经拥有3000加的血量，防御力也非常高。巨兽一顿操作仅仅打掉他不到1000的血量。吼！感受到大潘的挑衅，巨兽一声咆哮，他手中扬起的树桩迸发出无数光华，像爆开的烟花，这些如流星般带着伟异的光华散落一地。地面上那些腐尸仿佛受到了召唤，竟全部站了起来。距离小塔最近的腐尸已经扬起手臂，狠狠地拍了下去。咔咔咔咔！111！苏阳瞬间反应，朝着矿塔的位置用出擎天击，他高高跃起，直落而下，棒的一声击飞面前的腐尸群。残血的腐尸落地后，头上显出一片空白，那是沉默的信号。此时的他们已经失去了攻击能力。重生的腐尸会变强一些，我的技能已经无法秒杀了。这些幸存的腐尸全部已经残血。胖子直接在他们脚下扔下火阵，琪琪利用高频率的攻击和剑雨阻截着身前的腐尸靠近。吼！巨兽接连释放树桩中的神秘光华，那些刚刚死亡的腐尸再次起身，矿塔的安全又一次受到威胁。好在胖子提前预判，留作后手的冰阵在这个时间用了出来，再度复活起身的腐尸被冰镇控在了原地。漂亮！苏阳赞叹一声，冲到了盒子身边。BOSS 使用技能的起手动作可以尝试打断，我有擎天击，大潘有盾击，咱俩换换位置。苏阳顶替了盒子的位置与 BOSS 纠缠。他并不清楚30级之后的影子杀手同样拥有硬控技能，只是没有机会在他面前展示而已。盒子乖巧地退到矿塔周围，抵御着腐尸的冲击。另一边，大潘打起12分精神，他刚才也听到了苏阳的话。10秒钟后，巨兽仰天怒吼，他举起手臂，正要释放那漫天光华。大潘手疾眼快，一个加速前冲，朝 BOSS 狠狠撞去。吭的一声闷响，巨兽瘫软地垂下手臂，像软掉的茄子，呆愣愣地站在原地。厉害，你先顶在这，我去支援他们。苏阳释放元力，冲锋到盒子面前，帮他缓解压力。两头支援忙得不可开交。不到10分钟的时间，巨兽呜嗷一声，直挺挺地趴在了地上，他的肉体开始幻灭，一缕缕星光无风自散，就连矿塔周围的腐尸也伴随着巨兽的离去一同消失。3层入口处，那些兽人也不见了，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系统提示：恭喜你的小队完成主线任务，守护油矿，经验奖励加200000，幸运加1。刷刷刷，数道金光洒落，队伍5人相继升级。琪琪甚至娇哼了一声。苏阳作为队长，额外获得了奖励物品油矿。看着包裹里的这颗黑色的小石块，他面露兴奋之色。透明的玻璃塔内，那只伸出的手掌像一个宝石的托盘。苏阳拿出包裹中的油矿，小心翼翼地放了上去。咔！矿塔摩擦地面，发出阵阵吱嘎声。他缓缓移动，露出地下本来的面目。苏阳向下望去，
是一个漆黑深邃的洞穴，一股莫名的阴寒传入骨髓。他打了个寒战，守在洞口建议道：“目前我级别最高，调级也没有多大影响。”他扫视众人，这有可能是主线任务的后续，我想下去看看。齐齐横手拦在苏阳身前：“不急，我先射个照明箭探探路。”齐齐搭上一根照明箭朝洞内射去，嘶！光箭疾驰而下，洞穴内瞬间大亮，众人围在洞口朝下观望。洞口依然深不见底，不过贴着墙壁的位置却有一排可以爬行的扶梯。第49章，绝顶聪明的胖子。众人商定之后，苏阳第一个爬了下去，琪琪紧随其后，何子、胖子次之，大潘收尾。几人有条不紊，慢慢往下爬，足足爬行了5分多钟。苏阳感觉到这里的气压有些变化，呼吸都变得滞重。琪琪，扔个照明箭探探路。琪琪嗯了一声，从箭囊拉出一根照明箭，叼在嘴上，单手抓弓，再用力一扯，嘶！光箭没飞出多远，就落在了实处。光照的效果持续，苏阳快爬了几步，跃向地面。几人沿着洞口方向继续深入，眼前矿洞深邃，一股冷风袭来，似乎又有什么东西挡住了路。琪琪继续给出视野，照出了前方的采矿设备和履带，这里好像是一座采矿区。几人沿着履带继续深入摸索，远处一个散发着柔光的木牌出现了。苏阳几步上前，念出木牌上的文字：油矿开采1区。他伸手触上木牌，获得了任务信息：支线任务，开采油矿。系统提示：你的包裹中未发现矿雏，无法接取本次任务。真是稀奇，系统提示我包裹中没有矿雏，不能接取任务。苏阳无奈地摊了摊手，谁没事出门还带把矿雏啊，简直有病。话音刚落，胖子尴尬地从包裹中掏出一把半人高的矿雏递了过去。之前接奉天城采矿任务时买的，也没用上，就一直放在包里。琪琪和大潘站在旁边憋着笑。苏阳尴尬地接过矿雏，果然接到了任务。任务介绍：前往悲鸣矿洞坐标145678处开采油矿，走到任务指定地点。苏阳抡起矿雏，狠狠地劈在面前的石壁上，吭的一声带出片片火花。他扬起矿雏，再次用力劈砍，咔！一小块石头滚落一旁，小石块银光闪闪，上面显示着可收取。苏阳捡起石块，任务得以完成。队伍5人再次返回到接取任务的木牌处。苏阳提交了任务，没有获得任何奖励，只是手中的那枚小石块还在。物品：油矿30克。这个任务可以重复接取，交任务之后挖出的油矿可以带走。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的是它的作用，所以这个任务目前没有多少价值。苏阳摊摊手，队友们也表示遗憾。不过这个主线任务已经让大家全部升了1级，就算油矿任务不理想，也没什么好遗憾的。5人沿着石壁上的扶梯爬回悲鸣塔的3层。苏神，你先把矿塔上的油矿取下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关闭洞口。胖子若有所思，好像发现了什么。苏阳听取了胖子的建议，他伸手抓下托架上的油矿，果然，失去油矿的小塔摩擦着地面，掩盖住了通往地下的洞口。你发现了什么？苏阳疑惑道。我曾听你讲过异族神灵和战舰龙皇的故事，我猜想那场大爆炸会不会跟油矿有关？苏阳一个机灵，难道被胖子猜到了？琪琪和大潘同样听过这个故事，他们都在等待胖子的下文。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按照以往，何子也该休息了。不过他更好奇胖子所说的故事，这才默不作声的等在一旁，洗耳恭听。苏神给咱们讲过奉天城的破败历史是源于一场大爆炸，龙皇的意思是这场大爆炸并不是异界神灵所为，他也只是受害者。那么如今看到了油矿，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什么猜想？苏阳面露紧张。还记得病毒实验室和宠物萨博吗？见众人点头，胖子继续分析，这些都是主线任务，我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关联。他指着苏阳手中的矿石介绍道，油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放射性金属元素，可以产生核裂变，是制作原子弹的重要原料。既然可以开采油矿，是不是说明也可以制作原子弹？龙皇与异界神灵之间的战斗，是不是有人类使用了原子弹？这种可能性非常大。苏阳越听越心慌，因为他知道胖子说对了，而且前世这件事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他犹豫着要不要拦下胖子的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海湖矿场的设备洞穴？设备的液晶屏幕上提到过，人类军事力量强大，小国也拥有毁灭世界的军事力量。国与国之间相互制衡，并不能使用毁灭性的武器，这才导致后来出现的萨博计划，人界大陆才会瘟疫泛滥。
大潘似懂非懂，询问道：“苏神故事中的大爆炸是人为的，真正的目的是想毁灭奉天城？”琪琪睁大了嘴巴，惊呼道：“不是吧？这游戏后期会出现毁灭主城的大炸弹？”胖子笑了笑，不置可否地摊了摊手：“谁说这还只是一场游戏？”他转身看向苏阳，郑重其事道：“苏神，我们一定要控制住油矿的开采，尽快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作，通过武力制衡，再进行主城发展。”胖子一通分析，军师资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仅仅一个支线油矿任务，就让他把整个游戏剖析得通透。苏阳不由得赞叹：“胖子分析得很有水平。既然咱们有了计划，开采的事就交给我吧。”胖子笑着挠挠头，被夸奖的脸色微红。苏嫂都熬夜了，咱们下线早点休息吧。跟何子打了招呼，几人相继下线。寝室内，坐在游戏舱中的几人面面相觑。大潘先去洗了把脸，回到游戏舱后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海中全是胖子刚才说过的话。张石，你觉得这个游戏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又属于什么？听大潘这么一问，琪琪也来了兴趣，他们探出头看向张石的方向。游戏中更像是模拟现实的战争。胖子顿了顿，比如说政治战争、经济战争、文化战争。如果现实中的战争只在游戏中发生，就会避免很多损失。我们在游戏中的表现，说好听一点就是保卫家园，甚至改变世界格局。苏阳浑身一震，还真让他给猜对了。尽人事，听天命，晚安兄弟们。胖子也许真的很累，他躺在游戏舱里没几分钟就睡着了。大潘和琪琪却失眠了，他们躺在游戏舱里辗转难眠，幻想着自己是否能成为拯救世界的救世主。第50章，谁赞成谁反对。翌日清晨6点，外面的天已经大亮。苏阳一如既往的早起，此时的胖子已经穿好一身运动装，面带微笑的看着他：“早啊，苏神，今天陪你跑跑步。”好。两人沿着塑胶跑道一路小跑，欣赏沿途的风景。一双双白花花的长腿，简直让人挪不开眼睛。苏神，接下来你怎么打算？胖子想知道苏阳的安排，也好为自己的未来计划。吃完早饭，你陪我去趟校长室，我约了几位重要的人。苏阳停下脚步，拉着胖子来到一旁。到那以后，我再告诉你计划，同时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上午7点，两人吃过早饭，走向校长办公室。胖子默默地跟在苏阳身后，他预感到一会将会有大事发生。严校长办公室，咚咚咚，进来。苏阳二人推门而入。老崔看到苏阳身边的张石，赶忙起身介绍：“严校长，这位就是昨天的镇鬼师，欲火焚身。”严校长眼神放光，激动的起身邀请苏阳二人入座。“两位同学，我代表全校师生感谢你们。”他朝着张石伸出右手：“昨天晚上你们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同时也为奉天城捍卫了尊严。”张石有些不知所措，与老者握了握手，又赶忙收了回来。林教授不耐烦地摆摆手：“好了，老严，咱们还有正事要商量呢。”他手中握着一幅画卷，递到苏阳面前：“打开看看，这东西实在是耗费我不少精力。”苏阳双手接过画卷，沉甸甸的走到旁边的空地，将画卷徐徐展开。张石跟在苏阳身后，目不斜视地盯着画卷，惊声道：“这是《清明上河图》。”苏阳将画卷完全展开，足有5米多长，上面的景象栩栩如生。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感叹道：“这是盛世长安图，也是奉天城未来的模样。”什么？除林教授外，众人皆是一惊。虽说大家都清楚奉天城跟之前比是有了些变化，不过想要达到画卷上的规模，只能说是异想天开。苏阳玩味一笑，他清楚大家心里的想法。林教授，您的规划太棒了，按目前的建设进度，咱们还要多久能够完成既定目标？我的团队进行过系统分析，按画卷的规模还原，还需要整整2年时间。林教授顿了顿，又徐徐开口：“如果能吸纳到封魔城和疾冰城的资源，建设效率将会提升1倍。”苏阳紧皱眉头，盯着画卷上的一角：“封魔城和疾冰城的资源交给我来处理。我想问，这里是什么情况？这里看起来像是工事基地，与画卷的整体风格并不相符。”林教授莞尔一笑，赞叹道：“真厉害，第一时间就看到了难点，这也是我们团队目前最大的疑惑。”他指着画卷上的图案介绍道：“古建筑与热武器毕竟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将两者完美的搭配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它们之间的自然过渡和完美衔接，正是我的团队接下来要攻克的难题。城防部、营部目前已经建设完成，在这其中还有更多的系列划分。看这里。”
林教授抄起桌面上的戒尺，指向攻势基地。营部目前拥有陆战系、海洋系、制空系。陆战系装甲、防空、工程、防化；海洋系潜艇、舰艇、航空、岸防；制空系空降、地空导弹、雷达探索。严校长和老崔听得直迷糊，苏阳却听得激动。胖子眸光闪烁，情不自禁地插了一句：“林教授，这些营部战力未来都会参与到国战中。”林教授点点头。不仅如此，这里的每一个营种都可以使用专属武器，装甲营可以驾驶坦克，空降营可以驾驶战斗机，最恐怖的是地空营甚至可以发射导弹。苏阳和胖子两人身体一怔，面面相觑，这跟胖子昨天晚上的分析简直不谋而合。苏阳扭头疑惑地看向林教授，这么多的项目，资源分配上会有困难吗？林教授摆摆手，不用担心，热武器的资源跟奉天城的建设资源并不冲突，现在也只是初步概念，热战力应该不会大面积的出现在战场上。这里还有一份清单，是最近几天奉天城的一些规划和金币收益。林教授俏皮地眨了下眼，似乎在邀功一般。苏阳微笑着接过清单，上面琳琅满目，写满了材料：硫磺、硝石、木炭、布、油等。写在最后的布和油还特别备注了极难获得。苏阳大为震惊，这些原材料在前世可都是后期才出现的，难道这一世要加快发展进程了吗？他小心翼翼地收好清单，转身看向严校长等人：大家有问题尽管问，之后我再说说我跟林教授的具体计划。严校长若有所思，他突然想起赵会长的那通电话，这不仅仅是个游戏，也影响着未来的世界格局。眼下的一切似乎正按照这个方向发展。林教授，咱们还是先听听苏阳的计划吧，之后再跟赵会长做一个汇报。好。林教授应了一声，便不再说话。苏阳拍了拍张石，缓缓开口：我的目标是将奉天城建设成为大唐盛世，如果游戏影响了世界，我希望它是积极的。实不相瞒，眼下的大部分情况我的室友张石早有察觉，咱们不妨先听听他的意见。胖子也不怯场，一直站在旁边观察了那么久，心中早就有了想法。他鼓足勇气，徐徐开口：没想到奉天城的建设和资源都已经被咱们所掌控，这是难得的好消息。任务大厅我去过几次，那里似乎只有金币奖励。我建议林教授加大力度发展手工业，吸引大批量的生活玩家参与其中，这样也能让任务奖励更加的多元化。胖子拿起桌面上的戒尺，指着画卷一角的工事基地：营部的建设要单独运作，如果有一位真正的军事专家来坐镇就更好了，避免林教授分身乏术。热武器未必会大批量出现，那样会打破游戏平衡。我们只需要掌握关键资源，作为能量制衡。营部系统建立之后，要提供专项训练、学习和考核制度，提前储备营部人才。胖子向右一步，用戒尺圈起画卷的东北角。我建议组织战区联盟。目前1级主城还没开启，3座次级主城的统一非常关键。城市争霸赛就是最好的契机。统一了3城，资源的分配和管理将会更加方便。胖子收回戒尺，看向众人。最后一点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想，既然导弹都能出现在游戏中，是不是说明游戏里的这些材料和元素跟现实世界是相通的？胖子观察着几人的眼色，继续说道：我们可以邀请国内顶尖的化学专家、物理学家参与其中，他们可以在纪元中进行模拟实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这不仅可以降低现实成本，还能抵御实验风险。胖子耸耸肩，摊了摊手：我说完了，谁赞成谁反对？第51章大别墅、大床房，超豪华。严校长听呆了，甚至忘记了鼓掌。张石将才啊，比苏阳也不遑多让。学校有你们真是蓬荜生辉，第一次被大人物夸奖。胖子开心的直挠头，想起刚才的谁赞成谁反对，多多少少有点情绪上头。林教授本以为苏阳带着张石是个巧合，现在才发现这胖子还真是不简单。张石同学分析的有道理，我会参考你的建议。林教授赞赏的点点头。接下来我负责城市建设，其他方面待我向赵会长汇报之后再与你们联系。老崔站在一旁，心中惴惴不安。不需要我做点什么吗？好像就我是个闲人。苏阳拉着老崔的胳膊，小声道：您是未来咱们行会的副会长啊，纪元中的人才筛选、武器部署，甚至北境联盟都要依仗您来主持呢。老崔一听笑了：好小子，竟然给我安排了这么多的工作。老崔站在旁边嘿嘿傻笑，又突然瞥见严校长不耐的脸色，这才招呼苏阳二人离开。走出校长室，老崔突然想起一件事：苏阳，卡布奇诺转到咱们学校了。
他小心翼翼地询问：“可以的话，让他加入你们队伍吧。”“行，我跟队友们说一声。”苏阳和张石脸色平静，丝毫没有因为卡布奇诺的加入产生变化。老崔心中还在纳闷，原以为卡布奇诺的到来会是个惊喜，毕竟她长得漂亮，实力又强。可苏阳二人为什么看起来会那么平淡？哦，对了，严校长的家属楼一直空着，一共有2层，总共6间卧室。他抬手指向前方，就那栋楼，你们随时可以搬过去。要是在我这……真的吗？胖子眼睛一亮，是严校长的意思，他担心你们废寝忘食，还特意安排了一位保姆照顾你们。苏阳跟胖子两人相视一笑，太幸福了吧，咱们过去看看。老崔走在前头带路，苏阳二人跟在身后。家属楼的边上是一座独栋别墅，青砖红瓦上爬满了绿植，看起来就是一栋老旧的房子。老崔开了锁，径直走进别墅，两人紧随其后跟了上去。房子光线极好，镂空的大厅特别敞亮，典型的中式风格，红木家具，对称的设计，看起来特别舒服。走过餐厅是一个 U 型的开放式厨房，一个长约4米的餐导台贯穿整个餐厨区。嚯！胖子惊呼一声，这里竟然藏着一对冰箱。胖子打开一扇柜门，里边竟然嵌入了一组大冰箱。他左摸摸右看看，苏师，我们真能住这？胖子眼中充满期待。苏阳微笑着点点头，算上大潘和琪琪，还能余出2间卧室呢。好了，房间你们自行安排。老崔完成任务，将钥匙交到苏阳手中，便转身离开了。男生宿舍304寝室，琪琪坐在书桌前扒着冷饭，见到门口气喘吁吁的苏阳二人，忍不住嘲讽：“你俩被狗撵了？哈哈，快扶一下，先缓口气。”两人刚兴奋地跑回宿舍，听琪琪这么一说，更是笑到岔气。大潘将两人扶进屋，坐在游戏舱上。胖子匀了口气，一本正经的道：“咱们要搬家了，严校长把他的别墅让给我了，大床房，超豪华，巨牛逼！”我靠，真的假的？他闺女看上你了？琪琪口中的冷饭嚼了一半，震惊的看向胖子。苏阳笑着解释：“昨天你们不是给学校长脸了吗？校长高兴就给咱们安排了新的住处。”苏阳指着琪琪手中的盒饭，提醒道：“校长就担心你这种几口冷饭对付着，身体会吃不消的。”琪琪神色激动，立刻扔下手中的筷子。那还等什么？打包走人吧！他熟练地拉出皮箱，将被子、生活用品悉数打包，一个滑铲钻进游戏舱的底部，取出身份卡，整装待发的来到寝室门口。走啊，我先下楼叫个车，你们快点啊！哈哈哈！苏阳跟胖子笑得前仰后合。别墅就在学校里，那边生活用品都有，带着身份卡直接过去就行了。琪琪像个呆子似的站在门口。靠！不早说。家属楼别墅，大潘和琪琪同样第一次住进这么漂亮的房子，兴奋的表情跟之前的胖子如出一辙。我住这一间。大潘指着1楼厨房旁边的卧室，直接跑了过去。琪琪只身上了2楼。苏阳跟胖子想起厨房的大冰箱也留在了1楼。分房完毕，苏阳走进卧室，将身份卡塞进游戏舱，躺在上面识别身份信息。1分钟后，队友们相继上线。队伍月揽星河，队友们带足药水北门集合。欲火焚身，马上。骄阳似火，很快。雨过天晴，稍等。韭菜和子来了。5分钟后，小队5人集结完毕，众人一脸兴奋。或许是住进大别墅的缘故，苏阳调出液晶屏地图，伸手指向目的地：奉天城北的奉天血路，怪物等级35到40级之间，先出发。细节路上说。唰的一声，关闭液晶地图。苏阳带着众人奔向奉天血路。琪琪悄没声地凑到苏阳耳边，轻声道：“不邀请苏嫂来大别墅住吗？”琪琪一脸坏笑，却发现苏阳一副情绪低落的样子。难道自己说错话了？苏阳没有回答琪琪的问题，转身看向何子：“我们搬家了，中午带你来看看。”何子应了一声，又听到琪琪几人的窃窃私语：“我那个房间超级大，还有单独的大床，这回不用睡在游戏舱里了。2楼也不错，还有单独的卫生间、淋浴房。”苏阳笑了笑，打断了队友们的谈话。距离目的地还有20分钟的路程，我说一下未来的计划。几人保持沉默，纷纷侧目看向苏阳。首先，我们要统一北境，建立联盟，控制奉天城、封魔城和极冰城的顶级战力和资源。大潘，城市争霸赛之后，你去封魔城发展。封魔城天榜第1的玩家叫秦冲，他将会是你的最强助力。你们2人
争取领跑风魔城天榜，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一支顶尖势力。收到。大潘目光坚毅，点头应了下来。苏阳又看向琪琪，交代道：琪琪，你去吉滨城联系刘玄德的队伍，他们资质不错，人品还行，争取全部吸收进来。吉滨城的天榜第一实力不弱， ID 叫北宫一行，如果能成为队友再好不过，如果不能，那就……苏阳比了一个斩首的动作。琪琪心领神会，我明白。张石在。苏阳罕见的没有称呼他为胖子，这让他受宠若惊。奉天城交给你了。第52章强力队友，神界行者卡布奇诺。胖子突然站定，眼中从未有过如此坚毅。他清楚未来的奉天城会是一片多么大的家业，没想到苏阳竟把家底都交给了自己。苏神放心，我在，奉天城就在。苏阳当然放心，这个家伙可是未来少女时代的掌门人，国服第一军事家。见胖子答应，苏阳点点头，继续安排。第二步，北境联盟的目标是吸收30%的主力玩家，联盟成员战力必须靠前，影响力必须巨大，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掌控整个北境的资源。琪琪挠了挠头，似乎有些疑问。同样边上的大潘也是一脸迷茫。苏神，你说的都是理想状态，要实现起来似乎并不容易啊。是啊，目前大部分玩家缺少金币，缺少装备，更有部分玩家是冲着赚外快才进的游戏。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吸收他们呢？大潘连连点头，似乎也存在着这种疑问。苏阳和胖子相视一笑，他们怎么会不知道问题所在呢？收起笑容，苏阳一本正经的道：实不相瞒，奉天城的店铺收益、拍卖收益等等，已经全部掌握在咱们手中。而且联盟行会成员在城中消费会有相应的折扣，我想应该没人能拒绝这种诱惑吧。我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琪琪和大潘震惊之余，终于明白苏阳的安排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预谋已久。最后，苏阳将目光停留在何子身上，满眼温柔。何子，回国之后，那边有麻烦就拉我过去。好，我会的。刚缓过神的琪琪几人再次愣了一瞬。啊，苏嫂要回国了？苏阳失落的表情已经给出了答案。何子下周一就要回去了。好了，咱们的目的地到了，刷起来，刷起来。几人不再纠结，放眼远望，前方一片嫣红，满眼的枯枝残骸，冷风吹拂，沙沙作响。一只只貌如蝎子、体型硕大的怪物正无聊地挥动着尾巴。仔细看去，那尾巴尖上竟是蛇头模样。血鹿蛇蝎，等级35，血量5000，攻击160-210，物防90-140，魔防90-140，技能遁土。苏阳长枪一抖，安排道：目前还没有玩家过来开荒，大家一起引怪，这蛇蝎不破防杀起来应该挺快的。好。大潘应了一声，便冲了出去。一群距离较近的蛇蝎立马反应，腹下8组猛地发力，举起双钳朝着大潘追去。咔咔，大潘无视身后的攻击，吸引了110只蛇蝎之后，才与苏阳等人会合。而苏阳跟琪琪的身后同样吸引了数不清的蛇蝎。开打，开打！胖子站定，仅在原地释放了2个阵法，一个是橙色的火阵，对怪物造成持续伤害。另一个是红色的攻阵，对阵法内的队友提升10%的攻击力。眼前的局面不需要控制技能，不需要提升整体防御。胖子为了提高效率，这才放弃使用蓝色冰阵和黄色手阵，得到了红色攻阵的支持。齐齐的剑雨更加暴力，无数弓箭泛着红光，如绚丽的烟花般四散飞去。眼前的怪多到无需瞄准，弓箭飞落在蛇蝎身上，竟带起阵阵火花。这也太爽了吧！有了胖子的阵法加持，估计不到1个小时，这些怪就能清干净。大潘同样砍得兴奋，夸赞道：胖子这个攻阵足足增加了10%的攻击力啊，真 MB。第一，语音通话来自京都守护者。苏阳啊，卡布奇诺上线了，我让他去找你们。好，我加他好友，然后邀请他进队。老崔迟疑片刻，又说：还有个事，他也想搬进你们的别墅。啥？苏阳吓了一跳，这进度是不是太快了一点？老崔哈哈一笑：哎呀，你都有女朋友了，胖子、琪琪、大潘可都单着呢。行，这么说就没问题了。苏阳一阵无语，但又无法反驳，只好将老崔的话原封不动地传达给室友几人。啊，卡布奇诺要跟咱们一起住？大潘这话差点让人惊掉下巴。胖子一字一句地更正道：是同一屋檐下，各住各的。大潘满眼兴奋之色，
一刀砍翻面前的蛇蝎兽。我得赶紧搬楼上去，这样是不是就能挨着可可房间睡觉了？胖子打趣，我看你啊，真是被美色冲昏了头脑。你搬楼上去了，楼下的房间就空出来了，住你隔壁的几率还是50%，那怎么办？胖子实在是不想浪费时间，这才给出建议，等他选好了房间，你再偷偷的搬到他隔壁去，这不就行了？嘿，就是，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看着几人毫无顾忌的聊着，何子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系统消息，玩家卡布奇诺已加入小队。队伍，骄阳似火，鼓掌欢迎；欲火焚身，鼓掌欢迎；韭菜和子，鼓掌欢迎；雨过天晴，可可啥时候搬过来？我去帮你拿行李啊！阅览星河，鄙视；骄阳似火，鄙视；欲火焚身，鄙视；卡布奇诺，星河大神，你真的是京都大学的学生？阅览星河，卡布奇诺，简直是神仙队伍啊！可算是来对了，我中午就搬过去。阅览星河，奉天血路 521.621， 来吧！知道卡布奇诺要来，队友们开始变得亢奋。等待的过程中，苏阳久违地打开了奉天城的等级排行榜。1月揽星和 LV36 龙皇战舰，2韭菜和子 LV34 影子杀手，3骄阳似火 LV31 弓箭手，4欲火焚身 LV31 镇鬼师，5雨过天晴 LV31 战魔，6卡布奇诺 LV29 神界行者，7京城柠檬 LV28 魔魂巫灵，8本色嚣张 LV27 战狂，9黑夜之王 LV27 战狂，10深海炸弹 LV27 剑士。你排在1。阅览星和 LV36 龙皇战舰，天榜前期毫无意外的全是自己队友。不过，看到黑夜之王、深海炸弹二人再次登上等级天榜，苏阳喃喃自语：看来奉天城的格局已经确定，那么他二人是敌视友也该做个了结了。第53章，神仙战队，卡布奇诺划水了。奉天血路，冷风肃肃。苏阳添加了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的好友，给二人发送了位置。同时也给本色嚣张发送了位置，邀请他们前来见面。10分钟后，卡布奇诺率先抵达，与小队成功会合。大家好，神界行者前来报道，以后请多指教。胖子惊喜地看着眼前的漂亮姑娘，毫无保留地夸赞道：之前校园赛见过的，你这职业真厉害，能一直飞，难怪我们跑了20分钟的路程，你才用了10分钟，真好看。大潘痴痴地盯着卡布奇诺，琪琪毫不留情的一个巴掌拍了过去。收敛点，注意形象。众人被逗得咯咯笑，跟卡布奇诺也是一边刷怪一边寒暄。没过多久，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到了。有趣的是，两人身后还带着几十个小弟，也许是担心苏阳不怀好意吧。阅览星河，找我们什么事？看着苏阳身后的几人，黑夜之王释然了。他心里明白，如果真的打起来，自己身后的几十人绝对不是对手。苏阳走到黑夜之王面前，并不急着回答，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咱们再等一人。本色嚣张应该马上就到。听到本色嚣张的名字，黑夜之王似乎猜到了什么，难免有些打怵。他来干什么？苏阳也是看出了黑夜之王的担忧，安慰道：放心，今天不打架，我有事情跟你们商量，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黑夜之王这才安下心来，耐心的等待。星河兄弟，什么事这么急？苏阳远远的就听见本色嚣张的喊声，挥了挥手示意他过来。本色嚣张一路小跑，看到黑夜之王那怨毒的眼神，先是一愣，什么情况？他俩怎么也在这？看着火药味十足的三人，苏阳赶忙圆场：我阅览星河准备组建一个北境联盟，现在郑重邀请你们3人加入。嚣张有些疑惑，毕竟他跟苏阳还有些交情，因此也是毫无顾忌。没问题，但是星河，你能具体说说这个北境联盟吗？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创建北境联盟目的是控制北区3成的战力玩家和资源，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等到未来主城开放，我们也足以自保，甚至可以联合抵御外国主城的入侵。深海炸弹觉得这主意不错，却又感觉到哪里不对，遂问道：具体应该怎么实现？具体实现起来也不难。北境联盟出你30人，奉天城、封魔城、极冰城各10人，联盟大小事宜由联盟人员投票决定。拿咱们奉天城来说，目前形势已经明朗，天榜前10基本都在这里。苏阳左右看看，大家都是明白人，想来也是不用多做介绍了。另外，我想大家的一些私人恩怨也不是难以调解的，对吧？苏阳看向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两人，意思不言而喻。深海炸弹刚想说些什么，
却见一身黑色皮甲的韭菜盒子来到苏阳身边，顿时吓得一个机灵，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见到众人都不说话，苏阳继续安排联盟中的所有人，包括他的行会成员，在联盟中不需要缴纳任何会费，我甚至可以提供城内的消费折扣。听到此处，黑夜之王几人顿时露出兴奋之色。很显然，加入联盟的好处很多，但一个新的疑问又出现了，那这个北境联盟对我们个人行会有什么要求吗？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霸场练级欺负散人玩家。深海炸弹有些脸红的退到了黑夜之王的身后，黑夜之王毫不犹豫便答应下来。没问题，我相信你阅览星河。黑夜之王打开排行榜，共享屏幕，指着上面的一位玩家又问，大家都知道隐藏职业拥有着独当一面的能力，眼下龙皇战舰、影子杀手、神界行者都在这里，可这魔魂巫灵……苏阳笑了笑，青城柠檬是我徒弟，是自己人，这下放心了吧？黑夜之王怎么也没想到，天榜高手竟然都被阅览星河包场了，看来阅览星河的能力不止于此，能受邀加入他的北境联盟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好，我加入。黑夜之王宣布加入之后，深海炸弹和本色嚣张二人也一同应允。苏阳环顾四周，最后鼓励了一句，明天晚上就是城市争霸赛，这是我们争霸北区的第一站，大家做好准备。好，众人异口同声。而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心中的大石也终于落地，这才兴奋地带着身后的小弟们离去。计划完成，小队继续杀着眼前的血路蛇蝎。面对数只蛇蝎的围攻，可可完全插不上手，毕竟蛇蝎攻击在小队其他人身上，根本不能破防。果然30级是个分水岭，可可从来都没想过自己身为曾经的奉天城天榜第一，如今竟沦落到划水的境地。苏阳看着略微有些失落的可可便问，可可，你还差多少经验能到30级？装备都准备好了吗？可可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小声答道，经验还差一半，按现在的进度2个小时内就能升级，不过30级的装备还没齐全。苏阳进攻着面前的血路蛇蝎，头也不回地安排道，大潘，你陪可可去趟悲鸣塔吧，2层 BOSS 出的是不假，1个上午的时间应该能凑齐可可的装备。听到苏阳的安排，可可立马变身迷妹窜到琪琪身边，一脸期许地看着他。琪琪被吓了一跳，急忙开口解释，雨过天晴才是大潘，我叫琪琪，你找错人了。可可突然脸色涨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然而胖子不愧是控场大师，几句话便帮可可解了围。琪琪陪可可去也不错呀，毕竟有群体攻击技能，早去早回嘛。苏阳瞅见满脸尴尬的可可，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琪琪去也好，看来可可对于咱们的名字还不熟悉啊，差点造成乌龙。琪琪，你陪卡布奇诺去趟悲鸣塔吧，如果能遇见秦冲，就把北境联盟的事告知他，我想他会同意的。得到指令，琪琪便带着可可园的回城，不过他眼中的一丝丝落寞，还是被远处的苏阳捕捉到了细节。大潘悻悻地目送着琪琪2人回城，失望地叹了口气，刚才可可那眼神你们都看到了吧，我是不是又没戏了？众人笑得前仰后合，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胖子伸手拍了拍满眼遗憾的大潘，不要那么沮丧，可可不是还有个双胞胎的妹妹吗？加油，兄弟！听到这话，大潘的眼神又亮了，悸动的心再次颤抖起来。对啊，管他是可可还是豆豆，哥喜欢的是那张脸。哇，盒子还在呢，你肤浅的好明显。听到大潘的虎狼之词，苏阳也是忍不住吐槽，谁知胖子好死不死的竟也靠在苏阳身边，语气暧昧道，师傅，下次去见萌萌带上我呗。第54章骄阳似火，点燃愤怒的种子。语音通话来自阅览星河。琪琪，你怎么了？苏神，你看出来了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可能要退出纪元了。琪琪语气落寞，这让苏阳一惊，是不是白小天找你了？琪琪站在原地，虎躯一震。苏神，你认识他？果然是他，怎么可能不认识呢？就是他害得自己装备全爆，等级归零。苏阳恨不得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做成弹弓打他们家玻璃。说说你的事吧，我应该能帮到你。白小天在老家给我安排了一份年薪100万的工作，又买通了我的父母，让我把学籍身份卖给他。原来如此，难怪上一世的琪琪突然就退学了。苏阳皱了皱眉，你同意了？琪琪喃喃道，还没决定好呢，不过我爸妈坚持让我回去。
说这么努力的考上大学，不就是为了赚钱吗？现在都有100万年薪了，还上什么学？琪琪，苏阳压低了声线，语重心长道：“你知道骄阳似火的价值吗？你知道当你成为一方诸侯，这个刺激主城每天给你带来的价值吗？你当然不知道，不过这也只是唯经济论。我想告诉你的是，京都大学是国内最为顶尖的学府，你所拥有的每一堂课都是前人一生的经验总结。我们在这里吸收养分，积累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宽度，掌控自己的命运选择。身边所有的志同道合，全都是你无可估量的巨富。”苏阳顿了顿，我不是危言耸听，离开这里，你真的会后悔的。苏神，你放心，我一定会认真考虑你的建议。挂断通话，琪琪看了眼等在一旁的卡布奇诺，让你久等了，我们走吧。你没事吧？两人传送到封魔城，琪琪带着可可朝着悲鸣塔一路北上。然而可可释放的神秘光圈，每隔5秒就能让琪琪瞬间移动到前方10码的距离。可可，你这技能不像是瞬移，更像是传送。瞬移的话，我会有方向感，知道自己是朝着哪个方向行进的。然而，你的这个技能有所不同，我出现在哪完全凭借你的控制。可可笑着点点头，没错，瞬移技能理论上是可以被预判到的。我这个技能叫虚空传送，原理是将目标玩家吸收到神界虚空，再将其传送回本身10码内的任意范围。简单说就是先消失，再出现。隐藏职业果然厉害。不过比赛时候我见你使用过群体传送，也是这个技能？是的，群体传送虽然也是瞬间释放，但是需要选中所有人，操作上就会浪费一些时间。两人边跑边聊，不过10分钟便来到了熟悉的悲鸣塔入口。不愧是神界行者，这赶路太快了。琪琪竖起大拇指给可可点赞，同时招呼着后者去塔口接取任务，准备就绪。两人一同走进了悲鸣塔1层。按照以往，琪琪应该关照一下可可，毕竟可可身上没有逆天的悲鸣套装，自己先进塔吸引仇恨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见识了可可神奇的传送能力，琪琪对于可可的危险也是毫不担心，这才带着可可直接进入塔中。果然，悲鸣塔1层入口处挤满了刀位，3米多高的巨大怪物见到琪琪二人瞬间反应，抬起大刀便朝着二人劈去。可可扬手一晃，二人瞬间消失，又出现在了10码之外。琪琪带着可可也不停留，直接朝着2层跑去。可可小心，塔里估计有人。果不其然，下层的入口处2伙队伍激战正酣。琪琪本不想理会，可谁知竟被其中一人拦了下来。站住，你也是秦冲的同伙。琪琪停下脚步，这才注意到拦下自己的人，原来是骑兵城的关云长 LV30。是你？关云长有些错愕，他显然没有想到眼前的人竟是奉天城那支神秘队伍中的主力射手骄阳似火，而旁边的人也是对他们造成不小威胁的神界行者卡布奇诺。琪琪莫名其妙的被拦下，已然有些生气。不过既然关云长在这，想来交战的一方应该是刘玄德的队伍，而另一方就是关云长口中秦冲的队伍。看来运气不错，能在这遇见你们。关云长完全听不懂琪琪的意思，只好退回队伍，站在刘玄德的身边。琪琪回头的一瞬，双方皆是有些错愕，商量好似的停止了攻击，就这么看着琪琪一步一步朝着这边走来。能见到大家非常高兴，能不能容我问一句，你们这是在争地盘吗？琪琪波澜不惊的表情顿时惹得刘玄德一阵烦躁。这可不是奉天城，犯不上跟你解释什么，识相的就走开。听到这话，琪琪这火气蹭的一下就窜了上来。这里也不是骑兵城，就算是骑兵城，我也要问。刘玄德明显不是善茬，看着眼前的局势丝毫不慌。那就少废话，要打就打。也难怪刘玄德敢说这话，毕竟秦冲这边仅剩下1位牧师，再加上刚到的琪琪和可可，也就只有4人。自己这边5人的状态都还不错，关云长和赵子龙也都到了30级，有所倚仗，这才全然不惧。琪琪笑了，轻蔑的眼神惹得刘玄德几人怒火中烧。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就让这场战斗检验自己的能力，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成为苏神口中的一方巨擎。琪琪轻蔑一笑，扬起嘴角，看来计划要提前了。如果我加入秦冲这边，明显就是欺负你们，即使赢了，我也担心你们不服气。所以你们给我听好了，我要打5个。在场所有人大惊，可可甚至捂住了嘴巴。对方的实力他是有所了解的，而眼下对方已经有3人都达到了30级，1打5怕不是开玩笑吧？秦冲也是看出了琪琪明显跟对方有怨，又担心后者拖大，
这才上前劝阻：“骄阳兄弟，对方有3人已经达到了30级，要小心啊！”齐齐不以为然，示意着可秦冲后退。在众人目瞪眼呆的注视中，他脱下了布甲衣服、腰带和鞋子。刘玄德几人眼睛越瞪越大，完全不理解齐齐的操作。不过当齐齐再次全副武装时，看到他仅剩半管的血条，刘玄德等人已经慌了。大家小心，他身上应该是一整套悲鸣装备，防御力会非常高。这回又是半血，攻击力最起码增加了 50%。 看着对方异常谨慎的5人，齐齐再次笑出了声：“哈哈，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如果你们怕了，就开切磋。”刘玄德再怎么冷静也无法忍受这种挑衅，只见其右手秦剑厉喝一声：“上了！”第55章，齐齐 1v5 疯魔之王。深深吸了一口气，齐齐紧闭的双眼缓缓睁开，眼见对方5人分散包抄而来，他丝毫不慌，站在原地张弓搭箭。嗖嗖嗖嗖嗖嗖，平 A 加技能加平 A 的组合，让他的弓箭看起来犹如火炮一般，数道飞箭带着破风声，精准地落在对方2名前排身上。我靠，3秒6箭！秦冲大惊，拥有悲鸣套装的属性加持，齐齐的攻击力可想而知。装备还未成型的战狂关云长，仅仅一个照面就倒在了地上。盾战赵子龙一个冲锋践踏，竟被齐齐翻身躲过。啪！702，齐齐的普通一箭平 A， 差点打掉赵子龙一半的血量，吓得后者连连后退。不要退，顶上去！刘玄德急了，战魔张翼德开启冲锋，直接掠至齐齐身边，收起大刀便朝着齐齐撞去。只要控制得手，他们有信心将其一轮秒掉。吭！等的就是这一刻，张翼德的盾击直接被齐齐的击退化解，晃神间只能成为齐齐的人肉靶子。知道张翼德没了威胁，齐齐的下一箭也是打在了退走的赵子龙身上。啪！755，再次被齐齐击杀一人。刘玄德已经慌了，决定不再保留，顺步开启贴着齐齐的后腰，释放出他的最强一击风铃剑舞。刷刷刷，数道剑光夹杂着刘玄德的怒火一同挥出，而随着齐齐的消失，眼前只带出了一片片的 miss。 鬼影开启，齐齐翻身绕到刘玄德身后，再次一个3连击打在战魔张翼德的身上。啪啪啪！821、543、1023。刘玄德转身看着星光消散的张翼德，已经心如死灰。盾战马梦起咆哮一声，释放着冲锋践踏，与齐齐纠缠，依然利用鬼影消失。齐齐开始风正马梦起。刘玄德虽然猜到了结局，但绝不能放弃队友，他咬着牙前来增援。啪！857，一剑放倒马梦起。齐齐收起长弓喊话刘玄德，说：“服不服？刷刷 miss miss。” 刘玄德的心已经输了，齐齐仅仅依靠走位就轻松躲开了这无足轻重的2剑，转身挥拳打在刘玄德的肩上，再次喊话：“服不服？”双眼通红的刘玄德大声咆哮，颤抖的右手再次挥剑横扫，一道光刃瞬间释放，效果拉满，可惜还是 miss。 齐齐向侧翻身，又一次消失，走位来到刘玄德的身后，一拳打在了他的后背。服还是不服？刘玄德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手中的剑都握而不稳，双眼无助地看着齐齐，面色阴沉。你想怎么样？齐齐见状也是拍了拍后者的肩膀。服了吗？服了。刘玄德这次是心服口服，5个打1个，却被人家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还如何嘴硬，还怎么逞强？好，既然已经服了，那你的等级就保住了。这回我来问你，为什么跟秦冲他们打架？看着锐气全无的刘玄德，秦冲也是小跑着来到齐齐面前当和事佬。其实他们也没做错什么，地图是大家的，谁都可以过来打装备，只是好巧不巧的，胸口碎大石的队伍骂了他们几句，这就打了起来。我身为封魔城的人，也不得不出手。刘玄德站在旁边乖巧点头，齐齐也是明白了其中的缘由，接茬问道：“胸口碎大石的队伍就是奉天城教场嘴上不太干净的那群人？”刘玄德有些尴尬的再次点头。秦冲叹息一声：“唉，奉天城有你们，吉兵城有刘玄德，北宫一行，我们封魔城人才凋零，所以我也得团结啊。跳梁小丑而已，城市争霸赛之后，星河会安排人手过来，记住宁缺毋滥。”听到齐齐的话，
秦冲也是打定了主意，这才带着身后的牧师安然离去。送走了秦冲，齐齐转身竟看到呆若木鸡的刘玄德，不由得有些想笑。刘玄德，喊他们回来继续刷到位吧。城市争霸赛之后，我们有机会骑兵城建。齐齐不再停留，带着可可踏入悲鸣塔2层的虚空之门。刘玄德呆呆地站在原地，许久之后才想起给队友们发送消息。队伍，刘玄德，都回来吧，继续刷到位。关云长，我靠，这骄阳似火感觉比北宫一行还强啊。张翼德，都把我打自闭了，太夸张。赵子龙，就是开始我还以为他说的1打5是装逼呢。马梦起，老大，你打赢了。刘玄德，我被打服了，以后骄阳似火就是我老大。悲鸣塔2层，看到那些熟悉的悲鸣大祭司，齐齐无视闪电雷劈张弓搭箭，然而他却没注意到，在他身后，可可泛着光的双眼正痴迷地看着他。齐齐，你刚才帅到我了。齐齐仿佛是第一次被表白，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摔倒，脸上早已通红。都是星河教的好啊！之前的战斗并不是齐齐心血来潮，他心里清楚，刘玄德5人中对自己有威胁的点只有30级的战狂关云长，因此第一时间干掉关云长就已经赢了一半。而齐齐不知道的是，刚才的一幕早已经被秦冲录了下来，并且传到了网上。这位论坛达人的粉丝数可不少，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这段视频就已经被管理员首页置顶了。奉天城，奉天血路，之前还情绪低落的大潘已经恢复往常，一刀了结眼前的蛇蝎。大潘感叹，不得不说，琪琪还真是刷怪的主力输出。他走了之后，咱们的刷怪效率明显降低了。胖子完全没有在意大潘的话，他突然惊叫：我靠，琪琪火了，快看论坛置顶！听到胖子的喊声，苏阳也是停下了手中的攻击，打开线上论坛。置顶：风魔剑舞，奉天城骄阳似火 1v5 大战吉兵城刘玄德团队。苏阳点开视频观看，齐齐无伤击杀刘玄德几人，操作优雅从容。苏阳欣慰地笑了笑，看来齐齐已经做出选择了。不！大潘双膝跪地，不甘地咆哮，身边的血路蛇蝎都被他吓得后退了几步。风头都让齐齐出了，为什么不是我去封魔城啊？为什么？胖子伸手去扶大潘，却被无视。好了，大潘，齐齐一举顺便帮你搞定了封魔城，给你减轻多少负担啊？你还不领情？切，我领他情。要不是可可在他身边，他能那么嘚瑟？还服不服？服不服？大潘跪在地上学着齐齐的样子，张牙舞爪，甚是搞笑。第56章，剧情不对，努力白费。胖子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大潘，赶紧求苏神和苏嫂教你几招，一会齐齐回来就找借口切磋，在可可面前狠狠地表现一番。看着胖子咬牙切齿的模样，大潘嘿嘿一笑，觉得这主意甚是不错，于是转身看向苏阳，眼神瞬间变得温柔且恶心。苏神、苏嫂，教教我吗？苏阳微笑地看向一边，问：盒子，你觉得齐齐现在的水平怎么样？大潘应该怎么打？盒子思索片刻，说道：齐齐的操作水准非常高，思路也很明确，大潘想赢的话难度不小，不过大潘本来都要放弃。听到盒子还有不过，又瞬间来了兴趣。苏嫂，不过什么？齐齐在操作上有些固定习惯，正好需要你来帮他纠正，这也是你目前能赢他的契机。大潘并没有理解盒子的意思，又转头看向苏阳。苏神，你也知道，顶尖高手之间的对战更像是双方心里的博弈。齐齐怕你的盾击接旋风斩，你怕齐齐的击退和鬼影消失。顶尖高手会通过自身的动作欺骗来迷惑对手，就像这样。苏阳抬手比了一个破盾斩的起手式，但仔细看去会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个欺骗性动作，并非真正的破盾斩。此时贸然出手，肯定是要吃亏的。齐齐每次鬼影隐身之后，会下意识地绕到对手身后进行攻击，这就是盒子所说的契机。大潘似乎有所领悟，仔细思考着苏阳说的每一句话，脑海中模拟着与齐齐的对战。我懂了，近身攻击齐齐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我不出盾击，齐齐就不会轻易使用击退。当齐齐被迫开启鬼影，我再对着身后使出月光斩，这样的话大概率会命中的，对吧？苏阳微笑着点点头。由于盒子刷怪的效率不高，因此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大潘再次被军训。临近中午，齐齐终于发来了消息：队伍骄阳似火，队友们，可可30级了，装备已经带齐，我2人请求归队。阅览星河，可可先去学习30级技能，
然后奉天血路会合。卡布奇诺，好的，队长。不到20分钟的时间，可可已经学好了技能，并且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一身悲鸣布甲包裹的逆天长腿更显妩媚动人。大潘看得眼直，却又发现了新问题。可可这装备跟胖子那一身仿佛情侣装一样，真好看。果然，经大潘这么一说，大家看看可可，再看看胖子，似乎真的很搭配。毕竟同为悲鸣布甲装备，像一些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大潘也只是羡慕而已。被众人看得脸红，可可有意地藏在了琪琪身侧，可是这个动作却强烈地刺激到了大潘。他眯缝着双眼，阴阳怪气的道：“听说琪琪成功拿下了刘玄德的团队啊，恭喜恭喜！服不服？服不服？”大潘张牙舞爪的样子逗得众人哈哈大笑。不过琪琪却有些疑惑：“咦，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那嚣张的嘴脸都在官网论坛首页置顶了。”得到大潘的提醒，琪琪和可可这才打开论坛。果不其然，自己最后的嚣张表情属实有些欠扁。哈哈，谁这么无聊还给录了下来？不过这点赞人数都过5万了，我要火呀！本来以为琪琪看见自己视频中的模样，多少能有些收敛，可谁知道他还去关注了点赞和评论。不得不说，琪琪这张脸皮属实够厚。见到琪琪毫不在意的样子，大潘也是直奔主题：“琪琪，你的战斗水准已经非常不错，可是在顶尖高手眼里还是有很多不足啊，不如让哥帮你理一理问题可好？毕竟你是咱们团队中最弱的一个，我可不想被你扯了后腿。”琪琪愣在原地，心里泛起嘀咕：大潘今天先是阴阳怪气，又是嘲讽切磋，难道他觉得能再次打赢自己了？看着苏阳几人那忍不住发笑的模样，琪琪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不对，事出反常必有妖，这里边有事。琪琪心里盘算着，又谨慎地看向大潘。拉开20码的距离后，在众人的围观下开启了切磋。开始吧！大潘开启狂暴速度猛增，几步就拉近了与琪琪的距离。硬吃琪琪一记3连击之后，大潘已然来到琪琪身侧，收起大刀便朝着后者撞去。吭！被击退的大潘会心一笑，果然利用起手式骗出了琪琪的击退。接下来就到自己的时间了。大潘开启冲锋，直接突脸，琪琪被迫启动鬼影，翻身之后便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然而琪琪刚刚绕走，却见到大潘的月光斩贴脸来袭，皎洁的月刃直接将隐身中的琪琪拍了出来。轰！552，一击得手。看着明显有些发愣的琪琪，大潘再次挥刀，眼看这刀避无可避，琪琪决定先硬吃这次攻击，再行退走。然而大潘再次把握住了机会，借助这次普通攻击的收刀动作，直接朝着琪琪的身体撞了上去。砰！422。看着晕在原地的琪琪，大潘微微一笑，直接普通攻击接旋风斩。咔！砰！砰！砰！435、622、615、637。琪琪目前的血量也就2300多点，根本承受不住大潘这狂风暴雨般的进攻，因此他也只是承受了2次旋风斩便血量清空，原地复活。复活的琪琪还有点发懵，刚才自己1v5的事情还历历在目，怎么现在被大潘吊锤的毫无还手之力？不等琪琪想明白，切磋胜利的大潘便开始臭屁：琪琪啊，身为团队中最弱的你可得多努力啊，不能因为打败了刘玄德那种队伍就沾沾自喜，咱们的目标可是星辰大海，任重而道远呐，服了吗？看着双手举天如此臭屁的大潘，琪琪差点被气笑。不过细细想来，也终于明白了，大潘应该是想在可可面前表现一番罢了。之前也一定是得到了苏神的指点，才能对自己的攻击处处针对。想到此处，琪琪也是机智应对，还是潘哥厉害，小弟一定多加练习。琪琪的吹捧果然受用，竟使得大潘一脸享受。然而可可却来到了琪琪身边为其打气：在我心里你最厉害了，加油，下次你一定能赢。咔嚓！大潘仿佛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铺垫了这么久，琪琪又这么配合，可这结局，胖子，剧情不对啊。第57章乱葬坑。小雨，大潘委屈地看向胖子，差点哭出来。胖子也是无奈，世事难以预料，这次真的失算了。苏阳与盒子对视了一眼，甚是觉得好笑。时间差不多了，我去接盒子过来，你们帮可可拿行李吧。苏阳二人下线，可可也是有些难为情。我的行李可能有些多，如果大家没其他事的话，
能不能一起过来帮帮忙？我请大家吃零食。试问，美女的邀请谁能拒绝？大潘三人应邀下线，一路狂奔来到可可所在的宿舍。不过看着眼前整整一排的行李箱，三人这才理解什么叫可能有些多。可可望着队友们的惊讶表情，脸色绯红。这些行李也不全是我的，还有豆豆的，他可以一起过去吧？房间不够，我们可以住一间。够。大潘也不知道是哪根弦搭错了位置，想也没想就一口答应下来。胖子在他耳边小声提醒，他俩都上楼了，那还有你位置了吗？大潘醍醐灌顶，可是话如泼水，再想反悔也来不及了。看来胖子给安排的计划又搁浅了。不过想着每天都能看见这对双胞胎，大潘也就释然了。苏阳跟何子已经在别墅里等了将近1个小时，大潘几人这才姗姗来迟。只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苏神，快来帮帮忙！苏阳来到门口，好家伙，10几个行李箱，震惊一番，赶紧上手支援，安置好行李。苏阳终于缓了口气，欢迎你们入住，王姨准备了饭菜，咱们边吃边聊吧。一顿饭的功夫，大家已经相当熟络。得知何子马上就要回国，可可和豆豆也是面露难色，相见恨晚。在依依不舍中，何子与众人道别。苏阳送走何子，再次回到别墅时，大厅内已经是空无一人。看着沙发上的抱枕、玩偶，墙上的字画，茶几上的花瓶，还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没想到可可的行李箱里还装了这些东西，难怪那么重。苏阳不再多想，回到房间再次上线。琪琪几人一边刷着蛇蝎，一边聊着天。看到苏阳、何子相继上线，便立马邀请进了队伍。之后队长再次给到苏阳身上，这蛇蝎好像不报什么装备是吧？咱们再深入一些，去奉天血域。苏阳一声令下，小队7人便朝着北方继续深入。豆豆作为新人加入，明显有些紧张，因此才找了个话题。琪琪，你在我们外文系可火了，上午大家都在传你的视频呢。琪琪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之前大潘的威胁还历历在目，这才连忙解释，我也就欺负一般水平的玩家，还可以。中午带着可可回来之后，我就被大潘一顿暴揍，而且连一点还手余地都没有，我是咱们队伍中最弱的一个。豆豆似乎不太相信，不过见到可可点头，也是相当震惊。看着琪琪如此上道，大潘很是欣慰。今天运气好，平时也都是55开。豆豆如果有需要，哥可以教你几招。仿佛是热脸贴了冷屁股，豆豆一点都不上当，语气甚至有些嫌弃。我这召唤师怎么说也是个远程职业，还是跟琪琪哥哥学习要好一些。谢谢你啊，大个子。噗呲，接踵而来的暴击像一支利箭，准确无误地扎在大潘的心上。每个人都是有生理极限的。听到豆豆的话，大潘踉跄着后退几步。大潘，你怎么了？胖子手疾眼快地扶住大潘，而大潘面色憔悴，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转头看向胖子，悠悠地来了一句：卡布奇诺、麦斯威尔，全都凉了。可可给豆豆使了个眼色，豆豆立马领会，赶紧上前几步扶住大潘。凉了再热热吗？一样的，一样的。B， 你已进入奉天血域。一路说说笑笑。不过当众人踏入奉天血域时，扑面而来的死气让大家一阵寒战。小心一点，这里感觉跟萨博病毒实验室有些像。苏阳小心提醒，众人便不再多话，一路随行，缓慢地行进了10多分钟，却依旧没有发现怪物的影子。不过一个巨大的深坑却横在了众人面前。齐齐几步来到深坑前，俯身向下望去，这一看不要紧，差点要了他的小命啊！齐齐惊叫一声，连连后退。由于惊吓过度，那双腿竟不听使唤，只能爬着退了回来，样子极其狼狈。众人见状，直接围在琪琪身边，做好了战斗准备。苏阳冲在最前面，谨慎地一步一步走向深坑。深坑边，一股比之前更加浓郁的死气传来。苏阳微眯着双眼，小心翼翼地看向坑中，那是一群人类模样的 NPC， 横七竖八地堆积在深坑之中，微微睁着的双眼似乎有意提醒他们还都活着。缓缓地退回到小队之中，胃里一阵翻腾，让苏阳好不舒服。这是一个乱葬坑，里边也不是怪物，是还活着的人类，他们看起来都很虚弱，这里应该有任务。片刻间，琪琪已经恢复了行动，只不过在与苏阳的眼神对视中，那种心有余悸仍在。巨大的深坑直径接近1000米，众人沿着坑边一路前行，找寻任务目标。而远处闪现的一缕白光吸引了众人的注意。有玩家，咱们过去看看。大家已经逐渐适应了眼前的恐惧，正朝着之前闪着白光的位置狂奔。白光处，一位清丽的女生正站在原地，朝着深坑内
挥舞法杖。女生眼神涣散，心事重重。小雨，小队还未站定，大潘就已经喊了出来。每天的惦念让他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人。小雨缓缓回头，看到面前的大潘等人，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众人见状，赶忙上前：“你离开这几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你当时都已经20级了，为什么现在才19级？你的宠物呢？”大潘迫切地追问，心中充满了担忧。苏阳摇摇头，示意大潘不要心急，小雨身上一定发生了一些事，先让他平复一会，咱们时间还多慢慢聊。小雨看向何子，眼中的嫉妒早已消失，留下的是那些满眼的纯净和悔恨。何子眼眶微红，拉着小雨的手，轻声安慰：“没事的，我们一直都在等你回来。”众人围成一圈，席地而坐，默默地看着小雨。远远看去，一群青年男女围在巨大的葬坑边上，景象也是别具一格。第58章，小雨的使命，救赎任务。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任性的离去，我很后悔，希望你们能原谅我。苏阳叹了口气，我们大家也伤心过，也恨过，但是何子说的对，一位迷路的队友希望的是有人能拉他一把，而不是将他推出去。小雨侧身抱了抱身边的何子，缓缓开口：“谢谢你们愿意等我，说说你吧，这些日子都经历了什么？看起来并不如意啊。”小雨终于放下了心理包袱，娓娓道来：“其实我心中也是不愿意杀人的。当初我与萨博签订了契约之后，他就一直吸收我的气血，就像之前的病毒一样。而我在想解除契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当时的我慌极了，为了不连累你们，只能借口先行离开。好在我是牧师，才能维持自己不死。之后我发现萨博的脱离要求是击杀100名新人玩家，这才犯下了大错。在新手村被你们发现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没脸见人了，想着离你们远一些，就去了极冰城。没想到极冰城才是噩梦的开始。我刚刚进入极冰城就被一些居心叵测的玩家盯上了，他们似乎看上了我的宠物。在极冰城，我不仅被他们追杀的四处逃窜，还要留意萨博的威胁。当时的我非常难过，一度想要放弃这个游戏。然而一位名叫北宫一行的玩家出现了，他赶走了追杀我的那些人，带我升级，陪我说话。我曾经以为他是好的，可谁能想到他的目的并不单纯。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我们约在江城的一家咖啡厅见了面。喝了一杯咖啡之后，我便失去了意识。当我醒来的时候，看到床边的身份卡，我才明白，我之前跟他说过萨博宠物是绑定的，他只是不相信，想要亲自登录看看。虽然种种迹象表明我没有被侵犯过，但是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后怕。后来我才知道，他竟然是那家咖啡厅的老板。当我回到省城再次上线时，他气不过对我展开了疯狂的追杀，我也因此掉到了19级。好在每次死亡过后，萨博的忠诚度都会降低。当我掉到20级的时候，萨博已经解除了。虽然萨博已经解除，可身上的病毒状态却从未停过。病毒指引着我来到这里，而我又接到了主线任务。如若能解救深坑中的100人，萨博遗留的病毒就会消失。听到这里，大潘蹭的一下站了起来，那血红的双眼仿佛要吃人一般的可怕。好一个北宫一行，竟敢欺负小雨到如此境地。他转身面向苏阳：“苏神，琪琪，让我去极冰城，我要干死他！”看到大潘那愤怒的模样，苏阳怎能拒绝？与琪琪对视一眼，便拿定了主意。好，极冰城就交给你了。小雨跟我们在一起，你大可放心。在众人的注视中，得到准许的大潘也不再耽搁，直接原地回城。可可和豆豆对小雨并不熟悉，只是觉得眼前的人有些眼熟。听了小雨的故事，他们的内心也是颇为难受，只能安静地坐在旁边，不敢插话。目送大潘离开，小雨心中升起一股久违的温暖。他微笑着抹了把眼泪，继续说道：“这个主线任务很难，我自己做不到，不过可以共享。”听到任务可以共享，苏阳发现小雨并不在队伍之中，重新加回小雨好友，又将小雨邀请进了队伍，这才看到了任务详情。主线任务：解救奉天百姓，已共享。任务介绍：奉天血域的乱葬坑中存在着浓郁的萨博病毒，坑中的数万百姓已经濒临死亡，请解救他们，并将其带回到奉天城中。任务时长6小时。提示：奉天城人口已有8562人，上限1万人，最多可解救1438人，最少需解救100人。听到那具大深坑中数万人的哀嚎之声，胖子眉头紧锁。这坑中最起码有上万人，却只能救1000多人吗？小雨叹了口气。其实这个任务非常困难。当我背上一人准备跑回奉天城时，却发现身上又叠加了一层萨博病毒，而且掉血飞快，我根本来不及治疗。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这个任务比介绍的要困难得多。理不清头绪的众人这才将目光聚焦在了苏阳身上。在前世，大家对这个任务都不够重视，几个行会尝试过几次之后都放弃了。最后，这个主线任务不了了之，后续的任务也出现了断层。苏阳示意着大家暂时等待，自己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林教授，大概沟通了20分钟，这才一脸严肃地回到众人面前。队友们，我们这次不仅仅要协助小雨完成任务，更是要来把大的。胖子瞬间站定汗毛倒竖，仿佛已经猜到了什么，眼神中充满了敬畏。琪琪不以为然，开口询问：怎么搞？苏阳目不斜视，俯瞰深坑，这里的所有人，我们全救。果然如胖子所料，先不说苏阳能不能做到，眼前的奉天城百姓只不过是一群 NPC， 苏阳竟要耗费如此大的人力财力来解救眼前的这群人，这不得不让胖子心生敬佩。听苏阳说要解救所有人，小雨灵动的双眸终于恢复了一些神采，一时间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平复了众人的情绪。苏阳也是道出了他的计划。刚才我跟林教授沟通过，准备在奉天城建立一座万人的临时收容中心，这段时间大概需要4个多小时。琪琪，利用你在论坛的影响力发布2条消息。第一条，全城所有玩家稍后可以在奉天城任务公示处接取全城解救任务。第二条，通知全城的牧师连接一条生命通道，从奉天城到血域深坑10码1人。明白。胖子，一会回城联系林家小英，他会给你10万金币。当牧师群体就位之后，你等我消息，负责金币发放。收到。可可，你和胖子、豆豆一起回城，全城的牧师队伍需要你来安排队形，是时候展示你神界行者的风采了。收到。小雨，1个小时之后会有玩家陆续过来，你负责任务指引。是。苏阳环视全场，目光锐利，全体都有，开始行动。第59章，奉天城全民任务。苏阳松了一口气，转头看向身边的何子时，后者眼中的疑惑似乎在问他需要做些什么。苏阳微笑，我们负责维持秩序，这么大的动作不会一帆风顺的，等琪琪发布了消息，咱们就动身。大潘去了吉冰城，胖子、可可和豆豆回了奉天城，琪琪在一旁发布着消息。此时的血域深坑安静极了，坑中的人仿佛知道自己会被解救似的，连哀嚎声都小了许多。消息发布好了，大家快去点赞，争取置顶。听到琪琪兴奋的喊声，几人也是打开了官网论坛。果然，琪琪的消息刚刚发布，还在前面，很容易找到。全城主线救灾任务，奉天城公示处半小时后准时开启。发布人：骄阳似火，伶牙俐齿。1楼，我靠，我男神发布的任务肯定是真的，射得不准。2楼，男神，你的射手太 TM 帅了。黑夜之王173楼，我组织人手。本色嚣张425楼，收到，保证完成任务。深海炸弹774楼，收到，保证完成任务。月揽星河1158楼，一个奇迹等待我们去完成，大家加油。韭菜盒子1163楼，大家加油。无上荣耀1196楼，爱我去，星河大神，盒子女神。短短10分钟的时间，这条消息已经有万人回复，妥妥的首页置顶。琪琪干得不错，一会你留在这里维持秩序，有捣乱的人直接送他免费回城。OK， 一切安排妥当。苏阳带着盒子回到了奉天城，走出传送阵，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了苏阳。奉天城告示处此刻已经排起了条条长队，可可在奉天城的声望颇高，因此才没有出什么乱子。苏阳安心的带着盒子来到了城主府。城主府内，林教授焦急的等待，看到进门的苏阳也是立马迎了上去。弟弟你可算来了，这位是……林微音虽然心急，但见到有外人在，却依旧保持着教授的风度。盒子，这位是林教授。盒子像是遇见偶像的小粉丝一样，脸上发烫，右手不自觉的揪着自己的衣角。林教授您好，我是苏阳的女朋友，我叫松田和子。林教授眼露金光，仔细打量着面前的盒子，左看看右看看，满眼的喜欢。果然是位漂亮姑娘，这回我可算知道自己在为谁打工了。苏阳尴尬的笑了笑，询问道：林教授找我过来是有重要的事吧？被苏阳打了岔，他赶忙拉着前者的胳膊，关切问道：弟弟，你这次如果失败了，可不仅仅是劳民伤财，就连你的人气名誉也会跌落谷底。你真的想好了吗？想好了，必须要做。苏阳语气坚定，回答的毫不迟疑。不过既然想得到林教授的帮助，那么他自己的心中所想就必须要表达清楚。林姐，
纪元是一个很有映射能力的游戏，我希望在游戏中的所作所为能为人们敲响警钟。听到苏阳的这番话，林教授醍醐灌顶，好小子，姐佩服你，我这就去发布任务。林教授拍了拍苏阳，眼神从之前的不安变得坚定，走到门口还不忘回头看向何子，悠悠的来了一句：姑娘眼光不错，有机会再见。送走了林教授，何子脸色绯红，依然沉浸在见到偶像的喜悦当中，而苏阳的眼神却显出从未有过的坚毅。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吗？踏出城主府，告示处一片混乱，一群已经接到任务的玩家正按照地图的指引冲了出去，还没有接到任务的玩家正不断的往里边挤着，并且毫无秩序，乱作一团。苏阳走近查看，告示处，可可和豆豆仍在卖力指挥，然而玩家数量众多，素质参差不齐，眼前的慌乱景象也是在所难免。任务接取没有上线，请大家不要着急。后边的玩家自觉排好队伍，豆豆不断喊话，然而后边的玩家仍然我行我素。操，我先过来的，滚后边去。我先来的，你个大傻 X， 还敢骂人，一会出城打到你叫我爸爸。苏阳一阵无语，如果只是个别人插队也就算了，眼下这种情况自己完全管不过来。我 CNMD 都 TM 给老子排好队，胡来，你叫10个人过来维持秩序，有不排队的都给老子记好了，等任务结束秋后算账。听到深海炸弹的霸气喊话，那些胡乱插队的玩家果然收敛了许多，一个个乖乖的朝着队尾走去。苏阳看得一愣一愣的，果然跟没道理的人是不需要讲道理的。看到经过的苏阳，深海炸弹先是一愣，表情有些尴尬，毕竟刚才的喊话实在是猖狂了些。星河你在啊？苏阳拍了拍后者的肩膀，微笑道：做得很好，这里交给你了。有了深海炸弹的威慑，苏阳放心的带着盒子出城，接下来就是去血域深坑解救百姓了。面对眼前浩浩荡荡的玩家，苏阳有感而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怪物攻城呢，这场面也是难得一见，我开着录像了，留个纪念。盒子笑了笑，陪着苏阳一路护送着眼前的队伍。身后不远处，本色嚣张和黑夜之王也谨慎地看着周围。苏阳停留了片刻，等待两人上前。现在应该不会出现问题，你俩不用那么紧张，一会返程的时候才是对咱们的考验，到时候让队友们分散站位，尽量扩大可控面积。再者说，这是一个全民任务，估计没有不开眼的人会去破坏它，咱们也只是以防万一罢了。听到苏阳的话，二人也是稍微放松了一些。星河兄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阵仗，以前遇见的都是玩家之间的对抗，一直都是习惯了危险，现在可能心态上还没调整过来。黑夜之王连连点头，接茬说道：是啊，如果这次任务能成功，那将会是纪元史上的一个壮举，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苏阳看着情绪紧张的二人笑了笑，我们的名字必定会载入纪元史，而且会成为主角。第60章，困乃重重，计划有变。血域深坑，琪琪和小雨抱膝坐在巨坑边缘焦急等待着。也许这次要做的事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两人也是相当紧张。琪琪豁然起身，准备一下，胖子发来的消息，他们就要到了。话音刚落，远处一片浩浩荡荡的身影出现，果然是胖子和可可带队正朝着这边赶来。不少人站到深坑边，看见坑中万人哀嚎的场景，竟萌生了退意。好在人多胆壮，这才坚持了下来。众人来到小雨身边站定，表情复杂且茫然，纷纷等待小雨等人的下一步指示。议论之声不绝于耳。说实话，还不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有点害怕。是啊，咱们要救的就是坑中的那些人吧，看起来好恐怖。美女，说说呀，怎么救？一位名叫孤胆英雄的玩家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小雨引着他一步一步顺着台阶，进入到乱葬坑中。孤胆英雄越走越慌，脚步都有些不稳，身边的哀嚎声越发清晰，不断刺激着他的耳膜。他甚至看到了台阶一侧，有人伸手抓在了小雨的肩膀上。孤胆英雄看在眼里，不由得心生敬佩，胆子也大了起来。孤胆英雄，背上一人回到奉天城中就能完成任务。回城期间你会持续掉血，不过不用担心，会有同伴一路为你保驾护航。听懂了小雨的话，孤胆英雄重重的点了点头，找到一位还算体面的老者，将其挂到了背上。咕嘟咕嘟咕嘟，100 100 100，果然一股墨绿色光泽环绕在孤胆英雄的身上。25级的他也仅有1200的血量，在不喝药水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坚持12秒。也许是出于对小雨的信任，
又或者是不想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太怂。孤胆英雄咬了咬牙，一步一步爬上台阶。加322，加112。小雨的治疗术仿佛是给巨坑边上的牧师们释放了信号。孤胆英雄一直维持在满血的状态，这也同时给第二位入坑的玩家增加了信心。当孤胆英雄背着老者走出深坑时，岸上无数玩家犹如迎接真的英雄一般，分站两侧，让出了一条通往奉天城的生命之路。胖子站在一旁，仔细观察着孤胆英雄的失血量和回血量，得出结论之后，这才把具体想法告知可可。可可，阵型有变，目前玩家的血量偏低，我觉得5码距离安排一位牧师更稳妥。可可也不迟疑，略微调整阵型对他来说并不困难。所有牧师注意，请向我这边靠拢，注意队形站位。话音刚落，可可身上光芒大放，随即释放出的10条阵型光线准确地连接到面前的10位牧师身上。眨眼间，10位牧师便消失在原地，又整齐地排在了深坑边上。请大家按照队形站位，千万不要乱。可可在奉天城的声望本就不弱，眼前的一手操作更是技惊四座。绝大部分牧师也都开始有序地排队，一路护送着救人的玩家回城。就连偶尔出现的一些捣乱之人也是趋于齐齐的淫威之下，不敢过分造次。苏阳几人正护送着一批任务玩家朝着血域深坑迈进。远远看去，深坑边上的牧师队伍已经形成规模，并且阵势越拉越长。黑夜之王本色嚣张，按计划行事。收到。苏阳扭头交代一句，便与前方的可可会合。都说人是最不可控的，面对素质迥异的各路玩家，可可却能如臂指挥。偶尔遇见一些脑子不太灵光的牧师，也都被他利用传送安排妥当。高度紧张的状态让可可汗流浃背，可他却毫无怨言，眼神中充满了斗志。可可，城内的收容中心建成还需要4个小时，你不用这么心急，适当休息，再等等后边的解救队伍。可可回头看到苏阳也是非常的兴奋，他抹了把汗。好的队长，解救队伍那里是胖子在跟，他好像有事找你。暂别了可可。苏阳拉着盒子沿着牧师队伍继续深入，望着面前排列有序的牧师队伍，苏阳仿佛是一位正在阅兵的将领。今天真开心，刚才我看到卡布奇诺了。是啊，好漂亮的妹纸，实力又那么强，真不知道便宜了哪个混蛋。别说了，快看那边，哇，是韭菜盒子，女神。也许是解救队伍的人还没过来，牧师队伍难得清闲，正七嘴八舌地聊着天。刷刷刷刷刷刷，远处一道道白光闪现，降落在砥砺前行的众人身上。孤胆英雄一步一步的前行，可能是因为任务限制，他的行进速度异常缓慢，但相比于当年的采矿任务小队，无疑已经快上了很多。胖子面色凝重，一路守护在孤单英雄的身侧，丝毫不敢懈怠，哪怕是苏阳已经来到身边都没有察觉。胖子，目前是什么情况啊？情绪高度紧张的胖子先是一愣，随后才反应过来是苏阳叫他。苏神你可算来了，眼下的情况还算顺利，不过阵型有所调整。目前玩家们平均血量不多，失血又快，牧师团队的阵型由原来的10码1人变成了5码1人。我统计过，奉天城目前在线的牧师玩家有25745人，参与任务的大概有4000人左右。从奉天城到血域深坑的距离是3万码，也就是说，按我们目前的进度，只能走到全城2/3的距离，这还真是个问题。胖子终究是没想到什么解决办法，只能先护着解救队伍继续前行。苏阳站在原地仔细盘算着，尝试找出一些可能性。其实苏阳心里清楚，方法还是有的，只不过利用现有的资源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比如说，让后边完成任务的牧师在快速前插跑到队伍前头去跟进，但是自己能想到的胖子也应该能想到。不过胖子没说，显然是觉得这种方法不可行，时间上应该来不及。苏阳打消了这个念头，既然现有的资源实现困难，那么如果想要扩大资源，唯一的办法就是借人。想到此处，苏阳也是在小队中宣布着下一步的安排。第61章，任务暂停，濒临绝望。队伍阅览星河，胖子刚才说了，现有的牧师玩家只能安排到全城2/3的距离。阅览星河，所以我决定向风魔城和极冰城借人。阅览星河，琪琪，极冰城的刘玄德你来联系，风魔城的秦冲交给我。骄阳似火，收到。阅览星河，小雨，可可，把节奏放慢一些，给极冰城和风魔城一点准备时间。小雨青青，收到。
卡布奇诺，收到。苏阳紧接着拨通了林教授的语音通话。林姐，咱们可支配金币还剩下多少？林教授犹豫了片刻，回应道：除去基础建设规划掉的金币，还可以支出1万。苏阳眉头一紧，1万金币能解决1000人的传送费，另外还需要3000人的传送费和4000人的金币奖励，资金缺口仍有7万，还有其他办法吗？其实奉天城的收益建筑倒是可以抵押金币，只不过在赎回之前就不能产生收益了。林教授明显不太支持这种方案，这样操作会延缓我们的建设进度，就算全部抵押也只有3万金币，仍有4万的缺口。林姐，你觉得我应该继续吗？苏阳迟疑。弟弟，建设长安城已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了，既能展示我们的国家文化，又能展示我们的民族能力，而你现在要做的事，更是展示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和希望。苏阳微微一笑，心中笃定。谢谢林姐，我一定会坚持下去。转眼又过了3个小时，解救小队的带头人孤胆英雄再一次停下了脚步，抬眼望去，奉天城隐约可见。下一波牧师的支援什么时候到啊？我已经走了3个小时，终于看见城门了。孤胆英雄露出久违的微笑，可胖子却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小队消息一刻都没有停过，他知道苏阳已经黔驴技穷了，就连自己身上的近1000枚金币都被收刮了去。队伍骄阳似火，血域深坑这边的牧师要顶不住了，他们已经连续释放了3个小时的治疗术。欲火焚身，孤胆英雄停在距离奉天城3000码的位置上，等待下一波牧师的支援，大概需要600人。月揽星河，胖子，我来顶替你的位置，你去找琪琪，给牧师发放金币奖励，让大家再坚持一下。欲火焚身，收到。苏阳顶替胖子的位置，站在孤胆英雄身边，几人一起遥望奉天城，眼神中充满了悲壮。好在有盒子一直陪在身旁。远处，一群玩家正行色匆匆地朝着这边赶来，看着那整齐的布甲装扮，应该是一群牧师布甲了。领头之人朝着苏阳用力地挥手，兴奋地叫着：星河又带来了100多位牧师，辛苦了秦冲，金币都用完了，实在没有办法拿出奖励了。苏阳摊手，有些不好意思，眼前已经是秦冲带来的第3波牧师。这群玩家不仅不要金币，而且传送的费用都是自己出的。秦冲看出了苏阳的无奈，安慰道：以后再说，先把这些牧师安排好吧，我再回封魔城试试。虽然是杯水车薪，不过聊胜于无。你觉得我们会成功吗？苏阳看向盒子，盒子拉起苏阳的手，温柔微笑：送你一句中国的古话吧，我刚学的，尽人事听天命。好一个尽人事听天命。苏阳喃喃自语，突然想到了什么，这里先交给你，我去打个电话。不等盒子答应，苏阳便下了线。可谁知问题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再次前行了500码，孤胆英雄又被迫停在原地。没有牧师的辅助，他一步都不敢多走，而现在解救队伍更是骑虎难下，脱离队伍就会死亡掉级，原地等待又看不到希望。在这种巨大的煎熬之下，不少人已经萌生了取消任务的想法。太难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一直走走停停，谁能告诉我还要多久才能回城啊？就是啊，10个金币倒是不少，可是现在都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呀。大家再坚持一下，如果咱们能完成这次任务，那奉天城绝对会是全国最牛 X 的次级主城。好在不少玩家理智在线，经过他们的激励，一些想要放弃的玩家决定再坚持看看。虽然解救队伍的问题暂时平复，可牧师队伍又出现了状况。队伍骄阳似火，血域深坑这边有个别牧师走神，已经有护送的玩家挂掉了。韭菜盒子，苏阳刚下线说要去打个电话。欲火焚身，可可，如果你那边有新的牧师，暂时不要安排，让他们先来这里顶替一些坚持不住的牧师。卡布奇诺，正好刘玄德又带了一些人，我让他们过去找你。系统提示，你的好友月揽星河已经上线。再次上线的苏阳看着未走多远的队伍，也是一阵苦笑。可可又把刚才的事情简单的跟苏阳做了汇报。队伍小雨青青，乱葬岗里的 NPC 还剩不到一半了。麦斯威尔还真是个好消息，那这边的任务还继续安排玩家接吗？欲火焚身可以接，路上我遇见过一些放弃任务的玩家，他们解救的 NPC 还躺在地上。月揽星河，大家再坚持半小时，也许就会有奇迹发生。接下来的半小时，解救队伍依然在原地踏步，新赶来的玩家也都是拆着东墙补西墙。半个小时没动了，我要下线尿尿。中午没吃饭，好后悔啊！队伍中一片哀声怨道。苏阳清楚大家都已经到了极限，可眼下奉天城就在眼前，只要再多出几百位牧师，整个队伍就能通到城内，任务
就得以完成。可是这几百位牧师要上哪去找？也许最后就是因为缺少的这几百位牧师，整个计划就会化为泡影。届时苏阳的团队将会名誉扫地，北境联盟也将分崩离析。苏阳紧紧握着盒子的手，仿佛在期待着什么。琪琪和胖子仍在不断地安抚着众人，大家虽然看不到希望，却仍然坚持着。奉天城公告，奉天城公告，距离城市争霸赛开赛还有24小时，传送阵已开启免费服务，欢迎各位玩家参与城市互动。第62章，任务完成，接小雨回家。系统公屏上，这条公告连闪数次，犹如一剂强心针一般扎在所有人的身上，让原本已经失去斗志的玩家再次燃了起来。此时的奉天城传送阵刷刷的闪烁个不停，无数玩家之前都苦于10个金币的车票才没能踏进奉天城，如今传送阵已经免费，大家自然第一时间传了过来，似乎担心传送阵会反悔一样。最重要的是，几千名牧师终于等到了机会，这才一刻不停地朝着奉天城赶来。队伍骄阳似火，哈哈哈，刺激，这次一定能行。欲火焚身，这公告来得太及时了。卡布奇诺，好累啊，完成任务之后我一定要好好睡一觉。麦斯威尔，同上。苏阳感受到了大家的情绪变化，脸上带起一抹微笑。远处的奉天城北门，乌泱泱的一群牧师玩家正朝着这边跑来，看来大家也都想亲身参与一下奉天城的全民救灾任务。星河，粗略估算一下，有2000多位牧师，交给你来安排吧。秦冲满眼激动，汗如雨下。苏阳全部看在眼里，感谢的话说再多就不合适了。这里留下500人，卡布奇诺会帮你们安排位置，其他人跟我走。苏阳对着可可点了点头，带着剩余的大队人马朝着队伍的深处跑去。琪琪和胖子正在发放金币，不断安抚着牧师队伍再坚持一下。解救小队终于开始移动，他们明白这回应该是成了。乱葬坑台接触，这边的牧师玩家已经坚持了4个小时，终于等到有人来接替位置，他们竟齐刷刷的瘫坐在了地上。啊，终于熬出头了，谁都不要拦我，我要去尿尿。看着身后那群瘫倒在地的牧师队伍，小雨心中百感交集。然而一声提示也是让他变得兴奋起来。系统提示：解救成功，人数+1，目前已解救1人。另一边，孤胆英雄刚刚踏入奉天城门身上的 NPC 就消失不见了，自己的救灾任务也同时显示着已完成。也许是被自己的坚持所感动，孤胆英雄豪放的大喊一声：老子真牛逼！队伍，小雨轻轻，队友们，成了。被解救的人数在不断上升着。卡布奇诺，太好了，真怕自己没能坚持下来。阅览星河，好在没有玩家捣乱，我跟盒子倒是清闲，辛苦你们了。骄阳似火，先不说你俩这威慑力，要是真有这不开眼的捣乱者，估计要被全城通缉了。欲火焚身，身后的牧师都累趴了，咱们还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吧。麦斯威尔，奉天城北门围观了好多玩家，正站在一起看着你们呢。麦斯威尔，牧师的治疗术连成一线，从奉天城北门一直通到远处尽头，那景色美极了，像极光一样。大家愣在原地回头眺望，之前一直沉浸在紧张的状态，确实没有关注过眼前的景色。现在放松之后，才发现眼前那看不见尽头的治疗光柱，确实无比璀璨。队伍骄阳似火，胖子不用太担心，刘玄德又带了2000多位牧师赶过来。欲火焚身，是我太紧张，应该没问题了。韭菜盒子，队友们，咱们见面合个影吧。小雨轻轻，好啊，好啊。卡布奇诺，对啊，眼前这景象估计一辈子都见不到几次，实在难得。阅览星河，就在胖子和琪琪那会合吧。苏阳心中突然一抹惆怅，也许只有他能真正理解，毕竟盒子后天就要回国了。经过轮换的牧师队伍已经稳住了局面，解救小队也都有条不紊地行进着。苏阳等人终于在这个时刻汇合在奉天血域的某处，大家相互看着激动的笑。刚刚上线的萌萌还不清楚状况就被喊了过来，看到眼前的场面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这什么局面？要打架了吗？苏阳一把拉过萌萌，让其站在盒子身边，自己又站在了后边。琪琪开启即时拍照功能，提醒着大家注意表情管理。回答我，大家现在最缺什么？3、2、1，钱！随着一声整齐的呐喊，一张梦幻般的照片就这样被记录下来。眼看着局面已经稳定，任务完成也只是时间问题。小雨也是非常激动，大家都挺累了，下线休息一会吧，去吃点东西，估计再有2个小时任务就能完成。好，
我们吃个饭再回来。苏阳张罗着大家下线。不一会，队友们相继出现在别墅大厅。琪琪下楼之后，看着大潘的房间，问：“不通知他出来吃饭吗？”苏阳笑了笑，这才小声说道：“我们给他一个惊喜吧。”什么惊喜？胖子也很好奇。刚才我给老崔打电话，要到了小雨的地址，咱们带上盒子去一趟。琪琪眼露金光，这才明白。哎，我去，这惊喜给的也太大了吧！走走走，等一下，还得跟可可和豆豆商量呢。苏阳没注意的是，可可早已经站在他们身边，并且听到了他们之前的谈话。你们是要去接小雨亲亲吧？一会我让豆豆搬到我的房间，你们放心去吧。结果就是这样，在大潘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苏阳三人已经接上盒子，偷偷来到了小雨的住处。小雨没想到任务接下来的进展会如此顺利，不少牧师玩家已经腾出手来，为了能有些参与感，大家共同护送着最后一波解救队伍。解救队伍这次也是毫无顾忌，脚步飞快。系统提示：恭喜你完成主线任务，解救奉天百姓，解救人数10245人，完成度100%，获得最高完成度任务奖励，等级加10，声望加500000，幸运加2，获得称号圣光普照。完成任务的小雨异常兴奋，可是打开好友列表却不见一位队友在线，身边也是空无一人。这份喜悦无法分享，又很快被孤独所淹没。这群家伙吃饭吃了2个小时吗？嘟囔了一句，小雨这才发现自己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索性退出了游戏。咚咚咚，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小雨有些紧张，然而很快就被开门之后的激动所掩盖。你们什么时候来的？第63章，封号奖励，普度众生。我们来接你回家。盒子拉起小雨的手，眼睛笑成一弯月牙。小雨难免感动，双眼渐渐湿润。好在行李不多，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就这样跟随着几人回到了别墅。家属楼别墅，王姨早已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可可和豆豆也仅仅吃了点零食。就在琪琪拎着小雨的行李送上楼时，大潘推开了门，看到大厅中的小雨，大潘激动的竟有些手足无措，眼眶渐渐湿润。毕竟这是自己每天都惦念的人。回来了。小雨微笑着一步一步走向大潘，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中抱上了眼前的男人。琪琪站在楼梯拐角向下望，不经意的一句话却打破了暧昧的气氛。小雨这行李是送楼上还是送大潘房间？众人一阵哄笑。小雨有些尴尬的收回双手，埋头不语。先吃饭吧。苏阳赶忙招呼大家吃饭，来缓解现场的尴尬气氛。也许是饿极了，又许是王姨做的饭菜很合大家的胃口，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眼前的饭菜竟被大家吃得干干净净。饭桌上，大潘充满杀气的眼神一直没有放过琪琪，而琪琪却熟视无睹。我们火了！纪元网站北区的首页置顶，我给大家念念。琪琪清了清嗓，一本正经的宣读：北境奇迹，奉天城全民救灾，筑起人肉长城。里边还有配图，大家都看看。琪琪举起手机，网页里一幅幅照片清晰地展示着救灾的名场面，有乱葬坑背起老人的孤胆英雄，有排着长队治疗的牧师，还有大家的那张合影。这照片官网都有，我发的。琪琪笑得猥琐，却没注意到手机被大潘一把夺了过去。大潘有些遗憾地对着照片上指指点点：你们怎么不等我再拍照啊？萌萌也在啊，好难过。我靠，连黑夜之王刘玄德这货都在。大潘止不住的抱怨，胖子更是火上浇油。琪琪，快把原图发给我，明天我去印刷一张大照片挂在咱们客厅墙上，把修身养性那4个字换下来。大潘连忙插了一句：靠，这么多人怎么可以没有我？琪琪，先等我把自己 P 上去，再给胖子打印，就把本色嚣张的脸换成我的，他太丑了。行，先给你 P 图。琪琪只是担心自己被绑架的手机发生意外，这才勉强点头答应。小雨，任务完成了，奖励怎么样？大家终于想起这个地狱级难度的主线任务，这才将目光重新聚焦在小雨身上。毕竟忙活了半天，要是没点正经奖励，那可真就是积德行善了。有3个奖励。小雨伸出3根手指在眼前晃了晃，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首先是奖励了10级，所以我现在已经29级了。掌声鼓励，琪琪带头起哄，大家也跟着鼓掌，现场气氛直接达到顶点。第2个奖励的是获得了一个普度众生的封号，所有技能的治疗效果增加 20%。封号？大家有些疑惑，毕竟网站上并没有发布过任何关于封号的消息，而且还是增加了 20%治疗量的封号。小雨的收获真心不错。那第3个奖励呢？
小雨的第2个奖励都已经这么难得，他也只是将封号奖励排在了第2位，这不得不让大家对他的第3个奖励充满期待。小雨突然起身，郑重其事的道：“第3个奖励就是你们，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谢谢大家的不离不弃。”小雨举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由于之前已经喝了不少，小雨的脸色更红了。现在的气氛有点煽情啊，小雨回来了，大家都很开心，咱们都喝了不少，估计今晚也没法继续战斗了。胖子不胜酒力，说完话便趴在了餐桌上，众人相视一笑，享受着难得的重聚。次日6点，苏阳起身时仍感觉有些昏沉，用力地拍了拍头，还是无法记起自己是如何回到的房间，何子又是何时离开的。洗漱之后又填饱了肚子，苏阳再次上线，好友列表中只有何子的 ID 是亮的。苏阳邀请何子进队，又看到2人的亲密度已经达到了900点，心中不免有些激动。队伍，韭菜何子，来我这打 BOSS。坐标血域巢穴 455.132， 阅览星河，来了。苏阳打开地图搜索坐标，何子所在的位置距离血域深坑并不远，一路狂奔了10多分钟。此时的血域深坑已经出现了变化，原本的死气已然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魔兽的血腥气味和深邃的巨大巢穴。顺着何子的坐标指引，苏阳跃进深坑，毫不犹豫地冲进神秘巢穴之内。没走几步，巢穴内沟壑纵横，四通八达，如蚁穴一般，地面上白骨皑皑，似乎是人形模样。苏阳打了个寒战，小心翼翼地继续深入，不经意间发出的声响竟惹得头顶上的蝙蝠一哄而散。远处，何子孤身一人，手持双笔，正与眼前那些怪物焦灼着。我来了，何子！苏阳腾空而起，擎天机锁定何子面前的怪群，直接炸了下去。轰！技能所及，周边立马出现了一片真空地带。何子抹了把头上的细汗，顿时觉得压力大减。早上好啊，下午萌萌约我去省城故宫转转，所以上午的时间就在这里度过吧，经验还不错的。苏阳这才想起今天是周六，萌萌也应该是放假了。好的，上午5个小时，晚上5个小时，我们应该就够1000的亲密度了。回应了一句，苏阳这才打量着眼前的魔物。魔族是人蚁，等级40，血量5500，攻击200-250，物防150-200，魔防150-200，技能千钧臂。盯着眼前血量不高的是人蚁，苏阳也是泛起了嘀咕。虽然怪物血量不高，更不能攻破盒子的防御，可刚才的局面，盒子显然是招架的比较困难，会不会是这千钧臂？为了验证心中所想，苏阳挡在盒子前面，顶着蚁群攻了上去。刷刷，2剑将面前的噬人蚁打掉大半血量。苏阳毫不迟疑，手中的古龙之剑蓄力出手，破盾斩，吭 ，miss！ 噬人蚁抬起前臂架于胸前，手臂散发的隐晦光泽竟让苏阳的攻击化为无形。眼见一击未果，苏阳擎剑在上，吭吭吭 ，miss miss miss， 攻击再次吃瘪。苏阳顿时无语。第64章武器打造图，手工装备时代。何子，他会一直格挡吗？格挡时间挺久的，大概持续1分钟吧，所以只能频繁更换攻击目标。不过你刚才的群体攻击好像不受影响。得到何子提醒，苏阳这才回忆起刚才的攻击。确实，我的擎天机会造成群体沉默效果，他们的格挡会失去作用。咱们一起引怪，等他们都格挡的时候，我再群杀。漆黑的巢穴内，2道身影交替闪烁，直到2个小时后，队友们陆续上线。苏阳已经升到了39级，并收集了200多个噬人蚁爆出的4级铁块。队伍中，大潘去了极冰城，胖子带着萌萌去了悲鸣塔2层，琪琪一行去了城西的奉天古道开荒。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终于清理的差不多了。何子双刃归鞘，伸手指向石壁，靠着墙壁的那只人形怪物就是 BOSS。 石壁上，一只硕大的人形蚁兽正贴着墙壁，发出呼呼的鼾声。魔族噬人蚁王，等级45，血量8万，攻击230-300，物防200-280，魔防200-280，技能千钧臂、千钧斩。介绍：曾是人类的铁血统帅，似乎被一只魔族蚂蚁咬了一口，身体产生了兽化。苏阳上前几步，举起长剑，贴着蚁兽的背脊轻敲了几下，清脆的响声展示着蚁兽王不凡的防御能力。然而被苏阳敲打的蚁兽竟然毫无动作，这不得不让苏阳2人产生了兴趣。2人相视一笑，
不再玩闹。苏阳长剑回收，显然是破盾斩的起手式。噗呲，2104，长剑穿过蚁兽的背脊，似乎击中了要害部位。巨大的疼痛让蚁兽从酣睡中苏醒，后者愤怒地抬起前臂，朝着苏阳狠狠刺去。攻击不能破防，苏阳二人正好可以安心输出。然而奇怪的是，蚁兽王仅仅只是挥动着前臂进行反击，整个身体仍趴在石壁上，并没有任何移动，似乎是在守护着什么。不到3分钟的时间，蚁兽王血量见底，只见其双臂架于胸前，两只前鳌流光闪烁，像是激活了能量盾牌。苏阳反应迅速，擎天击狠狠地拍了上去，轰的一声，蚁兽王直接被打出沉默效果，仅剩的血量也无法支撑这次攻击，连自身的王牌技能千钧斩也都胎死腹中。啪嗒，一块泛着紫色幽光的盾牌，一卷图册掉落在了地上。苏阳随手一捞，将蚁兽王掉落的物品收入囊中。随着蚁兽王尸体的消散，苏阳二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被其藏在身后的是一处石壁凹陷，凹陷内一只通体雪白的大肉虫正不断地蠕动着。魔族是人以后，等级50，血量100万，攻击0-0，物防200-200，魔防200-200。简介：生育机器，产量惊人。好家伙，竟有100万的血量！不过这只大肉虫没有攻击力，防御也不高，砍上20分钟也不是难事。盯着眼前是人以后的属性，苏阳也是有些不屑。不过没等苏阳二人出手，失去蚁王保护的以后，巨大的身躯开始疯狂蠕动，抽搐的身体尾部，一只小兽被他挤了出来。噗噗噗！是人蚁幼崽，等级10，血量250，攻击40-40，物防10-10，魔防10-10。盒子腰间一抹拔出匕首，一刀带走眼前的小兽，随即一道光芒闪烁，化为经验侵入二人的身体之中。这小兽竟有200经验，而且大肉虫一直在生产小兽，那岂不是刷经验的好机会？两人相视一笑，一左一右分别站在大肉虫的两侧，就这样一刀一刀收割着经验。翻了翻包裹，苏阳将刚才是人蚁王爆出的装备图鉴发到了小队中。蚁王千钧币，白银级，等级40，血量1000，物防100-100，魔防100-100，体力40，特性增加15%格挡几率。介绍上说是铠甲系特有的盾牌类装备，血量和防御加的不错，看来以后装备上盾牌的盾战类职业要大放异彩了。苏阳又将包裹中的那卷图册拿了出来，不过却没有过多的介绍。4级武器打造图，这个我有些印象，目前我的种植能力是2级，可以制作2级的药品。这个武器打造图需要学习的是一种锻造能力，另外就是防具需要学习缝纫能力，饰品需要学习精工能力。听了盒子的讲解，苏阳也是会心一笑，他当然清楚武器打造图的作用。眼下自己手中的古龙之剑才25级，如果能打造一柄40级的长枪，再配合上元力精通技能，岂不是如虎添翼？上一世的他算是一位全职的战斗系玩家，并没有过多的了解生活职业。不过这一世的苏阳拥有了觉悟之力，如果能批量打造装备再进行回收，他的属性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拥有了逆天的属性，就有机会可以越级挑战 BOSS。 想到此处，苏阳立即联系了林教授，私信阅览星河，林姐，咱们有没有4级锻造能力的人？林家小樱，弟弟，我目前就是咱们生活玩家中能力等级最高的人，才刚刚3级的锻造能力。阅览星河，4级武器打造图。林家小樱，这张打造图是好东西，只有学习了4级的打造图，才能锻造相应等级的装备。林家小樱，不过锻造能力的提升需要的是大量的制作，升到4级需要制作100把30级的武器。林家小樱，困难的地方在于锻造材料的收集。林家小樱，目前30级的玩家越来越多，但是30级的武器却是屈指可数，如果能批量制作的话，一定能有不菲的收入。阅览星河，林姐，您一会把学习工艺的地址发过来，我下午有时间过去研究一下。阅览星河，还有个问题，锻造的成功率是100%吗？林家小樱，锻造的成功率确实是100%的，不过会有星级上的差异，运气不好只能做出2-3星的武器，运气好可能出现顶级10星的武器，星级越高增加的属性数值越高。阅览星河，明白。林家小樱，10个物品制作1把武器，物理系武器需要收集铁块，魔法系武器需要收集青竹。阅览星河，好的林姐，我都清楚了。回过神的苏阳仔细盘算着，打开地图搜索锻造材料，
奉天城西北角三眼金刚爆出3级铁块，奉天城西南角孤月竹子精爆出3级青竹。苏阳，嬷嬷已经30级了，并且悲鸣的装备已经凑齐，他约我下线去故宫呢。好，那咱们击杀掉这只 BOSS 就回城。第65章，第一只正经宠物星星宝宝。两人决定不再保留以后的生命。苏阳直接破盾斩起手，平 A 加顺闪加平 A 给了一套，几剑下去，以后的血量蹭蹭下降。盒子用出分身，2道身影，4把短刃，输出直接拉满。被攻击的以后母体不断的发出咕叽咕叽的叫声，毫无攻击力的以后只能无助的哀嚎着，任由苏阳2人蹂躏。噗噗噗，暴击4650，暴击4650，暴击4650。苏阳用出嗜血连斩，直接将眼前的以后切成一坨血水，长剑一甩，刀刃上的粘液溅了一地，啪嗒，又是2件物品掉落在了地上。看着眼前那卷熟悉的图册，苏阳心中大喜，4级饰品打造图，而另一件物品竟是更加难得的饰品项链，探索项链，白银级，等级40，血量500，力量50，灵力50，敏捷20，暴击20。特性：探查，搜索玩家姓名，可探查该玩家位置。特性：誓约，降低穿戴等级10级。盒子目前已经38级，有特性誓约的存在，40级的探索项链也能顺利穿戴。苏阳抓着手中的项链，一脸笑意的走到盒子身后，直接将其戴到了后者的脖子上，双臂顺势搭在盒子肩上，忍不住多抱了一会，低头看向盒子胸前的项链，吊坠上光芒闪烁，给盒子增添了一丝神秘之色。真漂亮，请问男朋友说的是人漂亮还是项链漂亮？看着一脸笑意的盒子，苏阳抱得更紧了。时间临近中午，苏阳下线后便通知了王姨给大家准备饭菜，自己只是简单吃了一口便再次上线。咻，再次出现在奉天城。苏阳打开了排行榜，1月揽星和 LV40 龙皇战舰，2韭菜盒子 LV38 影子杀手，3骄阳4火 LV35 弓箭手，4浴火焚身 LV35 镇鬼师，5卡布奇诺 LV33 神界行者，6倾城柠檬 LV32 魔魂巫灵，7小雨青青 LV32 牧师，8本色嚣张 LV30 战狂，9黑夜之王 LV30 战狂，10深海炸弹 LV30 剑士。你排在1，月揽星和 LV40 龙皇战舰，等级已经很高了，下午的时间就去当个生活玩家吧。打定主意，苏阳来到了林教授所指定的位置，那里是奉天城颇为隐秘的一角，一般战斗玩家很少会经过这里。苏阳仔细打量着面前的3位老者，有打铁的陶工，织布的胡曹，做手工艺的陆子刚。不到5分钟的时间，苏阳跟面前的3位老者分别学习了冶炼、缝纫和精工能力。也许是脱离了新手村的缘故，苏阳的3项能力直接就是2级，只要找到相应的材料，再做上几十件20级的装备，苏阳的工艺能力就会达到3级。毕竟只是制作20级的装备，苏阳根本不需要去劳碌奔波，直接来到拍卖行就拍到了自己需要的材料。只不过3级的打造图花费了500金币才拿到手。苏阳打开生活面板，从冶炼工艺中选择了20级的破魂刀，便准备制作。激活冶炼工艺之后，一个精致的铁炉凭空出现在苏阳的面前，将准备好的10份2级铁块放入铁炉，呼呼风声和燃着的火苗都预示着一切已经就绪。按下按钮开始制作，苏阳的双手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左手扶按，右手持锤，整个人犹如一位铁匠一般敲打着炉上的铁块。叮叮当当，敲击声仅仅持续了5秒，一把20级的破魂刀便出现在了苏阳的包裹中。破魂刀，等级20，攻击80-110加16，力量20加3，敏捷8加1。出自阅览星河。看着自己的作品，苏阳满意的嘿嘿一笑。手工装备挺有趣啊，这把4星的武器好像比之前自己用的铁甲枪要强上一些。不过还需要再做19把武器才能升到3级冶炼能力，看看能不能出更高星级的武器吧。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不到2分钟的时间，一道金光闪烁，苏阳已经成功升到3级冶炼能力。包裹里已经堆满了破魂刀，不过只有一柄是6星的武器，其他的都不过4星。将包裹中的武器全部回收，顿时增加了100点属性。苏阳再次启程，踏着轻快的脚步朝着奉天城的西北角走去。25级的古龙之剑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他的需求，
苏阳这次也是打定主意，一定要在城市争霸赛之前升到4级的冶炼能力，拿上40级的枪系武器，这样才能有备无患。步行了10来分钟，苏阳眼前一片绿色，青青的草地上，半人高的黑色猩猩围坐一团，似乎在举行着什么仪式。三眼金刚，等级40，血量6500，攻击200-250，物防210-210，魔防210-210，技能狂化。趁着猩猩围坐一团的机会，苏阳高高跃起，又猛地朝着怪群冲去。擎天击！轰！一片片2000加的伤害爆起，被攻击的黑猩猩变得狂躁无比，身上血光大放，显然是激活了狂化技能。领头的黑猩猩一个瞬身便来到了苏阳面前，抡起双拳轰向苏阳的脑袋。砰！一道道闷哼声响起。虽然黑猩猩的气势看上去不弱，可惜苏阳的悲鸣套装显然更加强悍。解决掉面前的几只黑猩猩，被围在中心的怪物终于露出了模样。那是一只体型偏小的猩猩宝宝，而且显示着可抓捕，有点意思啊。苏阳呢喃了一句，便再次出手。面前那近100只黑猩猩完全不是苏阳的对手，几个照面便留下3级铁块重生而去，理清了这片怪物。苏阳随手拾起周边的铁块，再次走到猩猩宝宝的面前。猩猩宝宝，等级1，血量100，攻击20-20，物防50-50，魔防50-50，技能狂化。哎呀，这个初始的属性似乎比萨博优秀一些，不过萨博可不是什么正经东西。苏阳不再犹豫，伸手贴到小兽身上，抓取中10、9、8、3、2、1，10秒后小兽消失。苏阳打开宠物包裹，一只可爱的小猩猩已经静静地躺在那里，直接签订契约。小兽身上出现了召唤字样，苏阳点击召唤之后，经过2秒钟的等待，一只毛茸茸的3眼猩猩便出现在了苏阳面前。猩猩宝宝，等级1，成长星级，攻击、生命、法力、防御。第66章5星长枪8星匕首。苏阳不免有些失落，他知道这种星级潜力的宠物属于生物链的最低端，好在宠物技能狂化给了他不小的惊喜，因为狂化是提供给主人的，这就为后期的战斗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苏阳开启狂化，整个身体瞬间变成血红色，整体战斗属性提升了 10%， 狂化时间15秒。苏阳带起一阵红色尾焰，速度和力量提升了不少，随着15秒的倒计时逐渐衰退，一直奋战到下午2点。苏阳已经在三眼金刚的地盘肆虐了2个多小时，身上的3级铁块也已经收集了500多个。苏阳停下手中的攻击，来到一片阴凉触点，开了冶炼工艺。熟悉的小铁炉再次出现，只是冶炼工艺里30级的武器都是灰色。苏阳也是才想起包裹中的3级武器打造图还没有使用，果然一道金色光华之后，30级的武器冶炼已经对苏阳全面开放。不过这时候的苏阳并没有着急冶炼，而是分析着眼前的局面。目前他自己已经40级，很显然不再需要30级的武器。盒子今晚差不多也能40级，所以他的需求也不是很高。苏阳决定将30级铁块的冶炼方向应用在大潘的长刀和琪琪的弓箭上，找准目标，苏阳便开始打铁。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一连做了20把破小弓，果然人品在线。其中一把7星长弓光彩熠熠，破小弓，等级30，攻击150-210加42，力量25加5，敏捷25加5，特性攻击距离增加2码，出自月揽星河。不愧是7星武器，基础攻击力增加了 20%， 比6星武器整整高出5个百分点。增加攻击距离的特性也非常不错，大大的增加了操作空间。琪琪还真是好福气。收起7星破小弓，苏阳继续打铁，又是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苏阳一连锻造了30把破灭刀，可惜大潘的运气似乎就差了一些，只有1把6星大刀还算说得过去，毕竟攻击上限足足有260点。眼看既定目标已经完成，苏阳收起小铁炉，直奔青竹林。急冰城，砰砰，812、756。北宫一行有些狼狈地盯着自己所剩不多的血量，他双眼猩红，歇斯底里的怒吼：为什么你要一直追杀我？都已经杀了我5次了，5次了，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大潘表情冷漠，不做任何解释，抬手一刀再次将其击杀，伸手一捞将后者抱出的护腿扔进了包裹。
刘玄德几人默默地站在大潘身后，不敢多言。曾经的天榜第一被眼前的这个男人一直追杀到现在，如今已经跌出了天榜前10，而原因仍未可知。老样子，有他位置了通知我。大潘留下一句话，便转身离开了。刘玄德几人面面相觑，这才放松了情绪，相互交谈着。老刘，你知道原因吗？不知道也没敢问啊。这支奉天城的队伍一个比一个强，而且还都是暴脾气，也算是个好事。毕竟那个北宫一行跟咱们不是一路人，现在的老刘可是吉兵城名正言顺的天榜第一了。刘玄德苦笑一声，带着众人离开了这是非之地。奉天城，青竹林，苏阳吐出一口浊气，倚靠在一棵大树下，看着自己一包裹的装备，喃喃自语，还以为做一个生活玩家能很轻松呢，一连杀了几千只怪比升级都累，看来顶尖的生活玩家也不容易啊。苏阳掏出包裹中的4级武器打造图，直接使用，一道金光闪烁。当苏阳再次打开冶炼工艺时，40级的武器图鉴已经全部点亮，终于升到了4级冶炼能力。瞄向自己包裹里是人已爆出的200多个4级铁块，苏阳已经有了打算，200个铁块能制作20把武器。目前40级武器的攻击上限应该非常不错，我倒不必追求多高的星级，只要能出个4星就行了。剩下的铁块都给盒子做匕首，就当做是临别礼物吧。做装备这种事一定要相信玄学。苏阳一步来到一处风水宝地，青青小草淋着潺潺河水，星星宝宝似乎长大了几分，正憨憨地坐在地上把玩着脚趾。苏阳摆好铁炉，双手合十，心中默默祈祷：7星7星7星，我愿拿出1年阳寿作保。祈祷完毕，苏阳分出10枚铁块放入眼前的铁炉中，抡起手中的小锤便敲了上去。叮叮当当，5秒后，包裹中的一杆寒光悠悠的长枪凭空出现。苏阳有些紧张，抬手挡在长枪的属性面前，再一点一点的挪开。1星2星3星是5星，太好了，下回可不能这么冲动。瞬闪长枪，等级40，攻击270-350加42，力量35加4，敏捷35加4，暴击8加1，穿透5，特性瞬间闪烁到10码内的任意位置，冷却时间10分钟。不错，苏阳没想到自己的第一杆40级长枪就能达到了5星，并且还有瞬闪的特性，这让苏阳很是惊喜。而接下来的190个铁块，苏阳一股脑的全部投放进去，准备制成匕首。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苏阳身上一道强烈的金光一闪而逝，悦耳的音效声仿佛提醒着他做出了旷世神作一样。苏阳打开背包仔细寻找，果然在那些相同的时机把匕首中，其中的一把闪闪发亮，昭示着他的不凡。蝮蛇之刃，等级40，攻击240-320加128，力量30加12，敏捷40加16，暴击10加4，穿透6加2，攻速6加2，特性被攻击到的对手无法隐身。好家伙，这8星产物竟然增加了40%的基础属性，看来送给盒子的礼物拿得出手了，不知道盒子跟萌萌玩的怎么样。苏阳收起铁炉，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距离晚上8点的城市争霸赛还有3个小时。换上瞬闪长枪，手中一阵酥麻，枪刃上雷光缭绕，煞是好看。打开个人面板，属性终于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阅览星河龙皇战舰，等级41，生命4820，攻击1587-1742，法术386-414，物防282-394，魔防195-296，声望31500，幸运6。第67章，暴力升级8星蝮蛇之刃。这3个小时还是继续打铁吧，正好练习一下瞬闪，逐渐适应瞬闪长枪带来的酥麻感受。苏阳原路返回，再次去往血域巢穴，一路小跑，他心中盘算着，魔族是人蚁的经验还可以，而且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应该能打到200个以上的铁块，那可就是20把40级的武器啊。想到此处，苏阳不由得嘿嘿一笑，加快了脚步。当苏阳抵达血域巢穴时，琪琪那边又发来了消息，私信：骄阳似火，苏神这边开荒顺利打掉2个 BOSS， 一会6点下线一起吃饭。阅览星河，好的，一会有好事告诉大家。关闭了对话，苏阳再次踏入巢穴之中，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是人蚁，苏阳兴奋地抖了抖身后的披风，
一个箭步冲了出去，足足吸引了110只噬人蚁。苏阳站定，长枪横扫，砰！1211、1189、1234，一次普通攻击竟打出了3道伤害。苏阳有些纳闷，然而再次挥出长枪之后，就确定了心中所想。果然如此，突破攻速限制的长枪打出了攻击残影，只要怪物之间的距离够近，残影就能造成伤害。事实正是如此。学习了元力精通的龙皇战剑，在持枪的状态下才是最强的，这也正是龙皇战剑的恐怖所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周围的噬人蚁纷纷使出技能千钧臂进行格挡，吭吭吭，攻击被阻。苏阳举起长枪，口中轻喝：“嗜血连斩！”噗噗噗！暴击2366，暴击2366，成了！苏阳心中大喜，前世的技能接闪没想到这个阶段就用了出来。嗜血连斩是3次挥枪的连续劈砍，而刚才的第一斩劈在了面前开启格挡的噬人蚁身上，这才出现了免疫。后续有伤害的2斩是因为苏阳启动了长枪的瞬闪能力，直接闪到了10码外的噬人蚁边上，这才造成了2次有效伤害。苏阳曾经尝试过嗜血连斩接元力冲锋，希望能达到移动劈砍的效果，很可惜，经过多次尝试还是失败了。每次都是先劈砍再冲锋，或者是先冲锋再劈砍，2个主动技能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穿插联动。不过这次有所不同，瞬闪能力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哪怕是回城读秒期间进行瞬闪都不会被打断，这就有了无数种可能性。对于操作能力极强的高手来说，瞬闪简直就是神技，也许就是对神技的限制。瞬闪长枪的特性技能冷却时间竟然长达10分钟，10分钟也好啊，高手对战只是一瞬，把握住一次机会就行了。接下来的1个小时，苏阳把自己的所有技能都尝试了一次梦幻联动，效果非常不错。琪琪已经发来了消息，苏阳隐匿身形藏到一处角落，退出了游戏，走出房间，大家都已经围坐在餐桌前，连盒子跟萌萌都已经回来了。萌萌也是第一次来到别墅，看见苏阳之后正兴奋地挥着手：“师傅，快来坐，快来坐！”看着眼前这一屋子的人，萌萌自来熟地招呼着苏阳吃饭。苏神，一会的城市争霸赛怎么安排？还莫等苏阳做好，琪琪便着急发问。苏阳早有准备，直接说出了具体安排。城市争霸赛的赛制官网上也有公布，我就简单说一下情况吧。苏阳来到盒子身边坐好，看着盒子一脸的笑容，应该玩得比较开心。北区参赛城市有奉天城、封魔城、极冰城，每个城市的天榜前10可以参与比赛，所以一共就是30个人。瞥了一眼琪琪和大潘，苏阳安排道：“大潘，一会你去极冰城顶替一个位置出赛，琪琪你去封魔城出赛，咱们争取最大限度的控制结果，免生意外。”明白，明白。众人美美的吃了一餐，便再次上线。苏阳将盒子跟萌萌组进队伍，便开始攻击眼前的噬人蚁。当盒子2人抵达血域巢穴时，看着满满一地图的残血怪物，萌萌不由得发问：“师傅，这什么情况？这把30级的烈日杖给你，我退组。这些怪物的经验交给你们来吃，让你师娘在比赛之前突破到40级。”接过法杖，萌萌眼露金光，握着手中那柄青色法杖上下套弄，爱不释手。5星手工法杖，真不错，好东西。看着萌萌那搞笑的表情，苏阳忍不住的提醒着：“哎，差不多了呀，收了东西该干活了。”萌萌收起笑容，轻声喝道：“保证完成任务，烈火燎原走你！”萌萌轻挥法杖，眨眼间洞穴内一片流星火海。看着蹭蹭窜动的经验条，萌萌不由得笑出了声：“嘿嘿，师傅，这升级来的舒服，再放个烈火燎原我就能升级了。不过看样子这片区域4个烈火燎原就差不多了呀，你去旁边的区域再清理出一片残血怪物来。”得到下一步指示，苏阳只好乖乖照做。毕竟只有萌萌这种大法师才能拥有如此快的升级效率。巧的是，噬人蚁的格挡并不能免疫魔法伤害。2个小时的时间在这种快节奏的杀怪中悄悄流逝。一道金光闪烁，盒子如愿的升到了40级。苏阳将包裹中准备已久的8星蝮蛇之刃送到了盒子手上，看着那属性超高的冰刃，盒子立刻装备。霎时间，一柄闪烁耀眼金光的短刃就出现在了盒子手中。师娘，这武器看起来很厉害啊！盒子也没多想，直接将蝮蛇之刃的图鉴发到了小队中。蝮蛇之刃，等级40，攻击240-320加128，力量30加12，敏捷40
加16，暴击10加4，穿透6加2，攻速6加2。特性：被攻击的目标无法隐身。师傅，你这偏心眼儿有点严重啊！等我40级之后，如果没有8星的法杖伺候，可别怪我在师娘面前给你穿小鞋。苏阳尴尬地挠了挠了头，赶忙打开了奉天城的排行榜，看看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来准备这根8星法杖。1月揽星和 LV41龙皇战舰，2韭菜盒子 LV40影子杀手，3浴火焚身 LV37镇鬼师，4卡布奇诺 LV35神界行者，5倾城柠檬 LV34魔魂巫灵，6小雨青青 LV34牧师，7本色嚣张 LV32战狂，8黑夜之王 LV32战狂，9深海炸弹 LV32剑士，10麦斯威尔 LV32召唤师。你排在1。月揽星和 LV41龙皇战舰。第68章城市争霸赛开赛。明天这小酸橘子就要上学了，估计下个周末才能40级，时间应该还够。没问题，时间快到了，咱们回去吧。此时的奉天城广场已经人满为患，广场中央胖子他们老早的等在那里，看到苏阳3人出现在传送阵，连忙发送了组队邀请。苏阳进组这才看得明白，原来奉天城的天榜前10已经全部集结在小队之中。几步来到广场中心，看着大家一个个兴奋的表情，苏阳开口道：“那就祝大家一会玩得开心。”调侃了一句，苏阳这才想起包裹里的那些30级装备。本着见者有份的原则，苏阳挑选了一些星级较高的装备分发了下去，剩余的那些便一股脑的全部回收，有备无患。奉天城公告，本周城市争霸赛即将开始，请奉天城排行榜前10位玩家做好游戏准备。城市争霸赛将采取全程直播形式，欢迎全城玩家参与直播互动，为自己的主城选手加油助威。华国虚拟产业总部大楼，会长办公室。赵会长，本周的城市争霸赛就要开始了。目前看来，北区的苏阳最为稳定，苏阳颇有手段，北境3城的高手已经尽数被他笼络。中州的秦方最近势头正盛，统一中州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而西区和南区势头都不明朗。张主任将手中的一叠报告递了过去，中年人接过报告，扫了一眼，便将其放到了桌面上。小张，你打开电视，把奉天城的直播画面调出来。苏阳是咱们重点关注的人，上次的救灾任务他做得不错，不过据我所知，那个传送阵是提前开启了免费传送，这里边有你的帮忙吧？张主任先是一惊，又放松了下来。既然赵会长知道这里边有自己的帮忙，又没有出言批评，想必也不会再怪罪自己。赵会长，当时您嘱咐过我要尽量给予苏阳一些关照，这件事我也是联系过北区的纪元服务商，他们说只是损失一些传送收益，不会造成其他影响。赵会长表情没有过多的变化，言语依旧平淡。这件事你做得不错，苏阳的表现更好，等城市争霸赛之后让他过来一趟。奉天城公告，城市争霸赛开始。咻！一阵恍惚，10道身影被传送到一处封闭的大殿之中，望着眼前的漆黑大殿，屏幕上大大的倒计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系统提示：距离城市巨兽降临还有2分58秒，请以最快的速度将其击杀。众人面面相觑，无不透露出紧张与兴奋。随着倒计时的开启，几道光束瞬间照亮了大殿中央，地面上的诡秘图形仿佛是一道巨大的阵法。先按地面上的阵法团团围住，巨兽会在这里刷新。得到苏阳的指示，众人也不迟疑，立刻分散开来，将地面上的阵法围在其中。为了增加一些攻击力，苏阳摩挲着手掌，将星星宝宝释放而出。然而就在小星星出现的一瞬，众人立马反应，吓我一跳，还以为刷巨兽了呢。苏神，你这只铁憨憨宠物看起来不厉害啊。苏阳不以为然，将星星宝宝的属性发送到了小队之中。星星宝宝等级30，血量970，攻击49-49，物防79-79，魔防79-79，技能狂化，成长星级，攻击、生命、法力、防御。宝宝的技能狂化可以作用在主人身上，所以我将宝宝的升级点数都加到了血量上。听到苏阳的解释，众人也是明白的点点头。看来以后宠物的发展方向也是多元性的。轰！一声巨响，阵法中央一只体型硕大的魔兽赤手空拳地出现在战场，脚踝和手臂之上又分别挂着粗重的铁链，仿佛在控制着他的行动。开打！开打！苏阳狂化加深，嗜血连斩直接挥出，破盾斩紧随其后，暴击4888，暴击4888，
暴击4888，暴击8462，一连串的攻击伤害震慑的周边几人张大了嘴巴。再次挥出长枪，苏阳赶忙提醒：别愣着，快打！屏幕上有3个城市的输出排名，目前咱们排在第1位。几人不再恍惚，旋风斩、月光斩频频见面，但眼前巨兽的血量仿佛无穷无尽一般，任凭苏阳等人输出再高，巨兽的血量也不见减少。好在这只巨兽只守不攻，否则仅凭血量就能判断，这大家伙的攻击力肯定不一般。奉天广场，一个巨大的360度环绕屏悬浮在广场中央，无数玩家纷纷仰头驻足，将整个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奉天城加油，星河大神加油，诺诺女神加油！目前奉天城排名第1，大神们太帅了。苏阳等人可不知道城外的情况，仍在不断的输出巨兽。不过屏幕上3个城市的输出排名，奉天城已经遥遥领先。苏神，看来是没什么悬念了哈。苏阳笑了笑回复道：不知道琪琪和大潘有没有偷懒，给他们准备的武器还在包裹里。听到苏阳这么一说，众人也是一阵哄笑。奉天城气氛融洽，可不代表着其他的主城也会如此。就在封魔城的大殿内，几人显然不太高兴。秦冲，咱们封魔城本就人才凋零，现在还被奉天城占去一个名额，以后怕是难以翻身啊。胸口碎大石显然是知道了秦冲与琪琪的关系，说话才有些阴阳怪气。琪琪也是听出了其中的味道，知道自己人才凋零还不虚心求教，还在那冷嘲热讽。巨兽打完我不介意亲自教学，你们可以一起上。另外，如果你们还不长进，那下次城市争霸赛过来的可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也许是见识过封魔剑舞的可怕，大石刚欲说些什么，又被身后的繁星阻止。几人眼神对视，继续攻击着眼前的巨兽。私信：秦冲、骄阳，我担心大石这群人会搞事情，影响北境联盟，找机会跟星河说一声。骄阳似火：好，我也注意到了，咱们都小心一些。第69章英雄大殿，巨兽苏醒。吼！巨兽的一声咆哮犹如天雷炸响，大殿之中，一群小兽从4面8方奔涌而来。然而当小兽出现的时候，攻击在巨兽身上的伤害全部消失，化为了大大的免疫。系统提示，请各位玩家优先清理城市先锋。得到提示，苏阳等人也是转换目标，开始攻击周围的小兽。小兽的攻击和防御都不算高，仅仅起到一些拖延时间的作用。胖子不屑地撇撇嘴，脚下布置一道火阵，就等着这群小兽自投罗网。3城公告，恭喜奉天城团队率先击杀城市先锋，肃清了小兽。众人的攻击焦点再次落在了巨兽身上，这次没有了小兽的干扰，打在巨兽身上伤害也是再次显现。攻击巨兽的时间还剩5分钟，巨兽的掉血量好像是根据时间判定的，也就是说眼前的巨兽只是试炼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打出多少的有效伤害。听到胖子的分析，其他人也是不再保留，技能刚刚恢复冷却便再次使用。果然5分钟的时间一到，巨兽的最后一丝血量也同时清空。3城公告，恭喜奉天城团队击杀城市巨兽的伤害最高，优先获得传送权限。刷刷刷，面前传送阵开启，众人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当他们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一座巨大的殿堂之中。大殿宏伟肃穆，气势恢宏。大殿中央，5根石柱围成一座宽敞的平台。英雄殿堂，好漂亮！卡布奇诺赞叹着设计师的鬼斧神工，接着踏上几步台阶，便来到了正殿之上。其他人紧随其后，生怕卡布奇诺会遇见危险。果然，当大家踏入正殿之后，似乎踩到了触发机关，那只城市巨兽再次降临。然而这次巨兽没了铁链的束缚，战斗力必定会直线飙升。轰！巨兽一拳落下，地面上竟砸出一块巨大的凹陷。好在卡布奇诺反应迅速，直接将众人传送到了大殿的一角，脱离了巨兽的仇恨范围。好险，我隐身过去看看怪物属性吧。苏阳直接隐匿，小心翼翼地朝着广场中央的巨兽走去。城市巨兽，等级60，血量600万，攻击580-720，物防420-500，魔防420-500，技能召唤千钧、碎裂击、狂化。这玩意不是在开玩笑吧？600万血量，攻击又高的吓人。是啊，刚才人家没还手都打了20分钟，现在估计要1个小时了，搞不好要团灭。去，乌鸦嘴！苏阳情报得手，便退回到小队之中。听到大家的窃窃私语，也是一阵苦笑。这回没有限制时间，咱们可以慢慢消耗它。
而且咱们可不只是10个人，大家先在这等一会吧。苏阳刚刚说完，大潘便带着刘玄德等人走了进来，看着他们身上的红色名字，显然是可以直接攻击的。然而大家也是相当默契，竟无一人出手。琪琪还没到吗？真是够辣的。大潘漫不经心的一句调侃，并没有几人在意，毕竟只是玩笑话。然而胖子却是眼尖。那个人呢？极冰城的天榜第一。胖子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也都清楚极冰城的天榜第一是何人。不过眼下的局面却是比较难懂。刘玄德几人默不作声，似乎有些难言之隐。而小雨想到此人也是，显得手足无措。被我杀出天榜了，目前也就28级，我想小雨应该不愿意再见到他。难怪你才32级，不过这是干得漂亮。刚才我和苏神还说呢，见到那个家伙直接堵墙角一顿暴揍 TMD。 听到胖子第一次爆粗口，小雨也是回忆起前些日子的事。那时候的胖子还提醒着大家有女生在注意形象。时至今日，胖子也是愤怒到替自己打抱不平。谢谢大家，有你们在我已经没事了。小雨看着眼前的那个男人，眼圈微红。刘玄德几人站在后面也终于看明白了，原来大潘追杀北宫一行的原因竟是如此。琪琪来了。听到脚步声，众人朝着石阶的方向看去，琪琪和秦冲并排走在前面，从表情上看两人显得非常亲密。身后跟着的是胸口碎大石几人。琪琪有点慢了呀，我们在这等你们很久了。看到琪琪身后那几位不到30级的玩家，大潘也是明白了原因。琪琪默不作声，回头看了看钥匙几人，也是叹了口气。好了，咱们这3城直播呢，都注意形象吧。苏阳将大家笼络在一起，又把巨兽的属性发到了公屏，便开始指挥。战士系顶在前面，法师、弓箭手、牧师拉开距离。封魔城那几位不到30级的玩家就站在这不要过去了。大师身后的几位29级的玩家一言不发，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实际上看着眼前41级的月揽星河，他们的内心也是极其服气的。上了！苏阳一声令下，众人直接朝着大殿中央的巨兽冲去。然而脱离了铁链的束缚，巨兽暴怒地迎着众人发起反击，重拳挥过，竟带起呼呼风声。轰！卡布奇诺手疾眼快，瞬间控制着前排的战士遁入虚空，短暂消失后又出现在了巨兽的身后。得救的战士立马来了劲头，纷纷挥舞着大刀砍向巨兽的屁股。388、262、541，一个个不算高的伤害飞起。巨兽吃痛回头，又是一记重拳。然而重拳挥过，众人再次消失。好厉害的神界行者！秦冲顶在前面不由得赞叹了一声。然而萌萌似乎不乐意了，同为隐藏职业，自己怎么能甘心平庸？唰！一抹墨绿直接挂在了巨兽的头顶。淬毒成功的萌萌并未停手，一道圣光洗礼又降落在了苏阳的身上，增加了5%的穿透之后，苏阳再次点击宝宝狂化，破盾斩嗜血连斩相继打出。噗！暴击8946，暴击5064，暴击5064，暴击5064。巨大的伤害不仅让巨兽连连吃痛，也惹得周围众人一阵侧目。北境第一，名不虚传。没注意到是谁给出的评价，大家只觉得十分贴切。10分钟的时间，巨兽在大家的摧残下已经失去了近半血量。有了可可和小雨的存在，前排战士的攻击更加奔放，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吼！巨兽咆哮一声，顿时将众人的攻击化为虚无。而周边的小兽也是前仆后继，一群一群的涌了上来。巨兽无敌期间，注意躲避。第70章行会令牌恩怨战。得到苏阳提醒，大家纷纷退走攻向周围的小兽。巨兽并不闲着，趁着无敌的时间直接杀入人群之中，战场瞬间一片混乱。巨兽一顿冲杀打乱了阵型，可可眉头一蹙，招架的非常吃力。小雨的治疗也是紧紧盯着前排的苏阳和大潘释放，看好巨兽位置，分散分散。轰！巨兽抡起双臂狠狠砸向地面，巨大的震动将身边的刘玄德几人高高抛起。眼看自己血量见底，又被巨兽控在空中，刘玄德心如死灰。轰轰！巨兽双眼一瞪，连续挥出2拳，却打在了空处。他的身体一僵，望向远处的可可，仇恨值已经达到顶峰。就在刚才，可可看到被高高抛起的刘玄德几人，便迅速锁定了目标，利用阵型光线变换位置，才将几人堪堪救下。好险！回过神来的刘玄德几人也是退到了2线，攻击着四散的小兽。巨兽带着愤怒，
一步一步朝着可可走去。苏阳和大潘利用冲锋顶在前面，阻挡着巨兽接近的脚步。两人不断走位，卡在巨兽面前吸引仇恨。场中最起码还有近100只小兽，蒙蒙的烈火燎原和繁星的烈焰火海不断肆虐，小兽的血量也是蹭蹭下降。眼看小兽血凉过半，盒子突然暴走，砰砰砰，盒子在兽群中不断闪烁，攻击带起的残影仿佛精灵的舞蹈，每一次攻击都能秒杀眼前半血的小兽，一击必杀，冷却再次恢复。盒子1秒穿梭5次，被攻击的小兽带起片片火花，砰砰砰，几个呼吸间，那些小兽就被盒子肃清。完成任务，盒子再次隐匿，消失于众人的视野中。苏嫂的每一次出手都能让人望河兴叹。琪琪看得愣神，却没注意到自己无意间创造了一个成语——急火巨兽。见到攻击落在了实处，众人不再耽搁，纷纷上前输出。哪怕巨兽的血量见底，苏阳却不敢放松。毕竟在巨兽的属性中，召唤千钧和碎裂机已经使用过一次，他非常清楚 BOSS 残血时会释放狂化技能，那个时候才算对眼前这支队伍最大的考验。吼！巨兽仰天咆哮，身上突然泛起红色光点，就连蒙蒙的淬毒都被其掩盖了去。狂化的巨兽再次扬手召唤出千军万马，进入无敌阶段。然而这次有了狂化的加持，巨兽变得更加疯狂，挥出的拳头拉出一片空气扭动，秦冲和大石躲闪不及，直接被带走大半血量。棒！巨兽抬起双臂，碎裂机再次落下，巨大的冲击带起数道白光闪烁，显然已经有人挂回了城。都躲开，注意自保！自保！苏阳脚底一滑，率先脱离了巨兽的攻击范围。然而无敌的巨兽如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可可也是聪明，他知道无法保全所有人，只能将身边的豆豆、小雨、萌萌拉到墙边，就连琪琪也都开启了鬼影。吭！盒子再次出手，将巨兽控在原地，缓解了队友们的压力。之后便隐匿身影，等待小兽们残血的时机。琪琪翻身脱离巨兽的视野，剑雨释放带起一片片伤害。大殿外，3名29级玩家本想着帮忙攻击小兽，没想到刚刚冲进战圈就被巨兽的余波轰碎。所有人拼命的攻击小怪，眼神还不忘关注着巨兽的动向。带着狂化的巨兽速度快到飞起，其首要目标便是可可。可可作为神界行者也是滑溜，一点没给巨兽留下机会。城市巨兽被可可风筝的团团转，其他人也是放心大胆的攻击小兽。不到2分钟的时间，小兽终于被清理干净，狂躁的巨兽也开始变得虚弱。萌萌借机再次套上淬毒，此时的巨兽已经失去了威胁，在众人的集火下终于败下阵来，轰隆一声趴在了地上。啪嗒，一块令牌悬在空中，所有人同时将目光聚焦在了苏阳身上。苏阳也不客气，直接将令牌捞在手中，是行会令牌，我先暂时保管，争霸赛结束之后再行分配。苏阳将令牌放入包裹之后，终于迎来了一声系统提示。系统提示：最后留在大殿的玩家所属城市就是本次争霸赛的冠军城市，冠军城市奖励为击杀怪物获得经验增加 5%， 打败了巨兽。大家难得缓了口气，看到系统提示也不敢有所动作，似乎都在等待苏阳的安排。目光所聚，苏阳心里也是非常清楚，毕竟自己是北境联盟的主事人，怪物增加经验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这一周先开放奉天城，毕竟目前的主力玩家在20到28级之间。奉天城的奉天岭和海湖矿场区域庞大，资源丰富。第2周建议开放封魔城，届时悲鸣塔的悲鸣套装将会成为3城的主力装备。实不相瞒，我现在41级还没找到能替代悲鸣套装的优秀装备。大家认同的点点头，却不知道此时的奉天城广场已经人声鼎沸，议论纷纷。干嘛呢？领导开会啊，干起来啊！就是啊，打呀！胖子一心两用，一边听安排一边翻看论坛，不知道是看到了什么好东西，竟不由得笑出了声。苏神，论坛炸锅了呀！他们说咱们这根本不像是争霸赛，更像是领导开会。他们还说阅览星河等级挺高，不知道是不是中看不中用。苏阳被说的脸红，却不知道如何解释。事实摆在眼前，自己确实从未在公众面前出手过。大家都没意见的话，那就这么商定了。接下来大家提建议，咱们怎么玩？毕竟3城直播搞点节目效果。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商量着，场面很是协调。胖子，
琪琪和大潘三人凑在一起，不知道研究着什么。不过从他们的眼神和表情中，不难看出，这三个家伙要搞事情。果然，胖子起身清了清嗓，提议道：“咱们先安排个恩怨战，再来个 BOSS 战。恩怨战就是将恩怨留在这里解决，不论输赢恩怨已了。大家都没其他建议的话，那咱们就开始吧。有没有人先上的？”胖子话音刚落，黑夜之王直接站了出来：“嚣张，说心里话，要不是你前期利用这张脸占到了先机，我是不可能输给你的。现在我要当着全城观众的面挑战你。”好，第71章 BOSS 战，篝火盛宴，北境之王，求必读票。阅览星河，这是要打10个吗？我靠，1v10也太疯狂了吧！阅览星河，你太 TM 帅了，这都是我的学生，牛不牛逼？人群中，京都守护者满脸骄傲，指着屏幕疯狂的叫喊。大殿内，萌萌拉着盒子的手，亲昵地问：“师娘，师傅能做到吗？”宠溺地看了一眼萌萌，盒子笑了笑：“我们要相信他。”硬吃一波狗粮。黑夜之王三人并排着坐在地上，乖乖地注视着大殿中央。阅览星河 LV41 龙皇战舰 VS 骄阳似火 LV37 弓箭手，浴火焚身 LV37 镇鬼师，卡布奇诺 LV35 神界行者，刘玄德 LV35 风灵剑圣，秦冲 LV35 战狂，小雨青青 LV34 牧师，关云长 LV33 战狂，张翼德 LV33 战魔，麦斯威尔 LV32 召唤师，雨过天晴 LV32 战魔。琪琪作为临时队长，招呼着大家围在一起。胖子，你来安排吧。胖子环视一周，拍了拍手，给大家鼓气。大家不必这么紧张，世人总会有破绽。阅览星河的技能，我先跟你们说一下，咱们逐个针对。首先是隐匿，就像盒子开场的时候一样，他大概率会直接隐身，避免被我们群攻。如果星河隐身，骄阳的照明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给出视野。星河有冲锋技能，距离是10码，冷却时间大概是10秒钟。他的第一目标应该在小雨或者卡布奇诺身上，因此我们前排玩家顶在女生前面做好保护。嗜血连斩和破盾斩，这是星河的2个主动攻击技能。其实也不用多做介绍，以星河的攻击力来看，打到谁算谁倒霉，我们谁都抗不住。最后就是星河的神技擎天击，也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群体技能，冷却时间30秒。这个技能可以免疫控制，又可以控制对手。它的攻击释放距离是5码，作用范围也是5码，也就是说星河距离我们10码的范围都有威胁。这个距离我们要保证站位分散，避免被群体控制。至于星河的天赋，说实话，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秘密。他的天赋我也不是很清楚。就说这些，3成的观众可都看着呢，大家加油，加油！众人异口同声，顿时士气大涨。他们拉开阵势，准备迎战。苏阳只身一人站在对面，慢慢合上双眼。天赋面板，天赋觉悟之力，神级，剩余点数1026点。觉悟之力开，来了！蹭的一声，一股透明气焰包裹着苏阳的身体，直接窜了出去，速度飞快。这正是他花费6个属性点激活的神级天赋——觉悟之力。不为别的，就为了装一个视觉效果。此时的他以一敌10还敢主动进攻，不得不说是真的艺高人胆大。面对琪琪的弓箭，胖子的灵异，苏阳恍惚身形，直接依靠操作闪避。小雨的流光展开史序力，豆豆召唤出了海湖蜂王。4个前排战士举着武器顶在了女生前面。蹭！大家注意，苏神的第一目标是小雨。得到提醒的可可立马反应，直接利用传送将小雨拉到身边。苏阳同样做出应对，看到小雨消失的瞬间，脚下一滑，扭身冲锋齐齐。原来我才是你的第一目标吗？齐齐脚跟向上一磕，背上的剑囊一抖，飞出的长剑顺势搭在手中，吭的一声将冲来的苏阳击退3码。然而后退的3码距离正巧让苏阳贴到了胖子身前，回身的一招破盾斩已经完成了蓄力，枪刃的锋芒逐渐放大，甚至让胖子面前的空间都产生了扭曲。痛！5466，一枪送走胖子。苏阳高高跃起，像一位睥睨众生的神灵，脚下雷光闪烁，目标直指齐齐。擎天击！轰！开启鬼影的齐齐根本来不及走位，直接被苏阳拍出了身影。沉默效果打出，齐齐如待宰的羔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条蹭蹭下降，2枪带走齐齐。苏阳抬手隐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复活的胖子和齐齐只能默默地走到观战区，在盒子的身边坐好。齐齐尴尬地挠了挠头：“胖子，对不起，是我没注意到击退位置，
把苏神送到了你的脸上。不，苏神的第一目标就是我，这都是他的计划。胖子大脑飞速旋转，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本来计划的很周密，前排保住小雨，可可控制节奏，齐齐保留照明剑，迫使苏神不能隐身，自己的冰阵留作后手限制。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已被苏阳看穿。如今面对隐身的苏阳，场中拥有照明和剑雨的齐齐，拥有冰火双阵的胖子已经出局，而待其技能冷却恢复之后，新一轮的屠杀又将继续。噗噗噗！暴击4234，暴击4234，暴击4234！场中伤害突然爆发，所有人都以为苏阳会等待30秒恢复自己的擎天机，谁能想到不过20秒的时间，嗜血连斩突然杀出，而他选择的目标竟然是风灵剑圣刘玄德。3道爆炸伤害，任谁都无法完全承受。好在3次攻击都落在同一人身上，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不过失去隐匿的苏阳终于迎来了对手的爆发，战魔大潘和张翼德、战狂秦冲和关云长4人直接包抄，就连豆豆的海湖蜂王都被可可丢到了苏阳面前。面对如此境地，苏阳早已冷却完毕的原力冲锋再次冲出，直接锁定神界行者卡布奇诺。可可应付这种局面还算是得心应手，他死死盯住苏阳的位置，直接将自己和豆豆拉到小雨身边躲避。然而冲锋落空的苏阳并没有闲着，他的身体再次腾空而起，30秒的擎天机终于冷却完毕。由于之前胖子早有提醒，可可提前规划的距离网格在这个时刻派上了用场。眼看自己这边所有人都在苏阳的攻击范围，他瞬间选中3位女生，同时利用阵型光线拉中4名男生，手中法杖蓄势待发，只等苏阳选择目标，来不及考虑更多。苏阳已经进入擎天机的第2阶段，空中传来的压迫越来越强，可可预判精准，直接带起3人瞬间消失，又出现在了大潘等人的身边，准备发起下一轮的反攻。12码的距离应该足够脱离他的伤害范围了吧？空轰！原本落到空处的苏阳瞬移般的出现在众人身边，巨大的震击声直接将场中7人全部击飞，集体沉默。什么情况？胖子直接站了起来，瞪大了双眼。苏阳的操作似乎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黑夜之王等人更是瞪圆了眼睛，嘴巴张成 O 形，萌萌兴奋的口吐国粹，眸光中晶莹闪烁。战圈内，可可垂下手臂，似乎放弃抵抗。苏阳蓄力的破盾斩就像出海的蛟龙，瞬间吞没了他的身体。枪刃带出的破风声犹如远古巨龙的怒嚎。吼昂！暴击12564，巨大的伤害炸碎了可可娇小的身体。一击得手，苏阳长枪回马，直刺小雨咽喉。被沉默的小雨也是无能为力，真言盾都开不出来，直接被苏阳贯穿了脖颈。沉默恢复之后，我们一起盾击，还有机会。队友们接二连三的阵亡。大潘接过队长袖标，并不放弃。眼下正是苏阳的技能真空期，从沉默中恢复的大潘直接冲锋贴脸，盾击起手。只要能够命中，大家再跟上控制，就还有赢的机会。砰！免疫！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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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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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苏阳身上的透明气浪突然被烈火点燃，疯狂流转的烈火不仅免疫了大潘的控制，就连秦冲几人的攻击都化为无形。苏阳给了大潘一个抱歉的微笑，双手微微合十，蹭的一声，星星宝宝竟然在这个时候被苏阳召唤了出来。就在众人还在疑惑的时候，苏阳已经开启狂化，整体属性再次拔高，破盾斩脱手而出，5256，还有7秒，一枪带走大潘。苏阳回头被刺，麦斯威尔一身布甲如纸糊一般的脆弱，砰的一声便倒在了地上。6秒，苏阳站在原地，手中燃烧的瞬闪长枪迎风舞动，场中仅剩的3名近战玩家只能利用冲锋四散逃窜。同为天榜高手，这种眼力还是有的。苏阳身上的火焰明显是一种强大的无敌能力，在火焰熄灭之前，他们必须战术性撤退。苏阳微微一笑，硬是利用狂化加速冲到了秦冲面前，抡起的瞬闪长枪迸发出片片火花，火焰迎风暴涨，狠狠地轰向秦冲的面门。这就是悲鸣塔的嗜血连斩吗？望着那熟悉的招式，战狂秦冲心如死灰。就在攻击落下的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整个大殿甚至都安静了一瞬。噗噗噗！暴击4012，暴击4012，暴击4012，还有2秒。
苏阳转好的原力冲锋再次用出，关云长不算英俊的脸庞瞬间放大，通的一声，一杆附带魔法伤害的长枪，直接将关云长的身体捅成了荧光碎片。伴随着碎片的消散，苏阳身上的熊熊火焰也褪去了颜色，绝雾之力的透明气浪就像一场篝火熄灭的尾焰，静静的燃烧。第74章第一行会，北境之巅。此时场中仅剩的独苗张翼德正双手架刀与远处的苏阳遥遥对峙，不过他很快就放下武器，径直的走了下去。不打了，层次相差太多了。张翼德直接退赛，全场竟没有一人出言嘲讽。面对那座恐怖高山，能有机会与其对峙一下已经很难得了。星河大神果然出手不凡，开眼界了。切磋结束，刘玄德自知没有留下来的必要，更加不敢觊觎那块行会令牌，这才和大潘对视一眼，带着身后的几人退出了副本。秦冲同样打个了招呼便离开了。最后随着琪琪和大潘的退出，一声久违的系统提示终于响起：3城公告，恭喜奉天城玩家获得本周城市争霸赛冠军。系统公告姗姗来迟，然而就在全城玩家欢呼雀跃之时，另一声公告也随之而来。本次城市争霸赛输出最高的3位明星选手分别是月揽星河 LV41 龙皇战舰、韭菜和子 LV40 影子杀手、骄阳似火 LV37 弓箭手。请广大玩家参与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北境之王。经过10分钟的等待，苏阳最终以 52% 的选票力压和子的 47%， 获得了北境之王的称号。当苏阳几人被强制传送回奉天广场时，不计其数的玩家蜂拥而至，像是在迎接凯旋回归的英雄。人群中，苏阳找到了老崔兴奋的身影，将其拉到身前，掏出包裹中的行会令牌直接递了过去。我赢来的，给你了。老崔接过令牌，老泪纵横，缓了许久之后才将令牌高高举起，兴奋大喊：行会令牌，奉天城第一块行会令牌。老崔绕场一周，展示了好一会才跑去城主府申请行会。不过预想中的全城公告并未出现。当老崔再次回到苏阳面前时，又将手中的行会令牌还了回来。有点尴尬，我的声望不够1万，哈哈，第一个行会还是由你自己来创建吧。苏阳收回令牌也不多话，直接来到了城主府的行会使者面前，提交了行会令牌，输入了一个名字。终于，忙碌一天的系统公告再次响起：奉天城公告，恭喜玩家月揽星河建立行会北境之巅。苏阳回到老崔面前，一脸笑意，直接拉老崔入会，安排职务副会长。苏阳，你这……老崔激动的说不出话来。老崔，第一行会交给你了，咱们之前说好的。拍了拍老崔，苏阳嗖的一声便消失了。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魔兽一姐。和子，我刚刚使用了传送戒指的特性技能，咱们的亲密度已经达到1000了。不过怎么会来这里？和子将手中的食物拎到苏阳眼前，晃了晃。我给大星导师带来了手磨咖啡，给龙皇哥哥带了一些吃的，明天就要回国了，我担心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不会的，你还要回到这里继续跟大星学习呢。就在刚才，我从奉天城直接传送进了魔界，等你回国后，我可以拉你过来。和子笑面如花，两人并肩来到了悬崖峭壁上。熟悉的猩红大兽飞来，兽背之上龙皇非常高兴。小姑娘言而有信，将来必成大器。我似乎从你手中闻到了家乡的味道。和子微笑着将手中的食物递了过去。龙皇哥，大星呢？苏阳四处打探，确实没有发现那坨黑不溜秋的身影。不过他悠然的声音倒是再次响起：世人希望我在，我便在，不在也在；世人不希望我在，我便不在，再也不在。小姑娘，这便是影子杀手的终极奥义，换你一杯手磨咖啡，亏也不亏。和子一脸猛地看向苏阳，而苏阳一时半会也很难解释得清楚。他万万没想到，黑不溜秋的大星竟然还是一位哲学家。相互寒暄了几句，苏阳便带着和子离开了一姐。看了眼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和子的飞机是明天的上午10点，二人也是相约着早些休息。退出游戏舱，苏阳走出房间，客厅沙发上，琪琪、胖子、大潘三人围坐在一起，看上去眉头紧锁，好像在商量着什么。怎么了？苏阳的加入让三人立马变得兴奋。苏神过来坐，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你。见几人这么客气，苏阳还有点不太适应，不过还是应邀坐在了沙发上。苏神，你在论坛上都成流量密码了，北境之王、北境首席、北境之巅会长，特别多的称号。不过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城市争霸赛的那一场1v10的战斗。
从录像回放上看，这显然还没有到你的极限，对吗？毕竟只有琪琪的击退键对你造成过伤害。苏阳终于明白大潘三人刚才在聊什么了。极限只是一种射线的表达，并不能说明什么。战斗开始之前，我猜测你们要保护小雨和可可，毕竟他们两个之间，小雨代表容错率，可可代表可能性。我说的对吗？三人乖巧的点了点头。谁能想到，在他人眼中的疯魔剑神、极冰恶魔，如今到了苏阳面前会变得如此虚心和乖巧。看着几人的可爱模样，苏阳扑哧一笑，还是按我的视角讲吧，这样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首先，我的第一目标是琪琪的弓箭手和胖子的镇鬼师。照明剑、破防剑、剑雨、鬼影对我的威胁都非常大。重要的是，琪琪还有击退保命，而胖子的火阵、冰阵同样如此。这也是我为什么不首选小雨和可可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俩在我眼里没有爆发能力，只有辅助能力。我只要做到对其他人一击即中，他们俩自然就失去了作用。最重要的是，先击杀掉你们二人之后，我的隐匿才有发挥空间。而且脱离视野后，我可以等待技能冷却，也可以调整站位。胖子终于明白自己的问题出在哪了，而且通过这次的对战之后，他对于顶尖高手也有了新的认知。苏神，你那个擎天击还能瞬移的吗？还有那个火焰是免疫物理攻击的，瞬移是我的武器特性能力，等你们装备上40级的武器就明白了。火焰臂不只是免疫物理攻击，是龙皇战舰的看家技能，真正的10秒无敌。琪琪三人听得入神，他们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复杂。10秒无敌，那我们还有机会赢吗？需要怎么配合？苏阳拉开茶几上的抽屉，从里面拿出纸笔，画出了几人的站位。第75章联盟总部，赵会长。与人对战就要找出对你们威胁最大的点和自身最大的优势，这两方面你们做的都不够好。苏阳指了指本子上自己的名字，又画了个圆圈。擎天击是对你们威胁最大的点，而且冷却时间长达30秒。战斗开始之后，你们要利用人多的优势，第一时间骗出擎天击。如果安排2名战士系玩家开场直接冲锋盾击，想必我就要考虑直接隐匿或者使用擎天击去规避控制。另外，你们的优势不是琪琪的爆发，不是胖子的控制，更不是小雨的治疗或者可可的传送。苏阳在本子上圈出4名前排战士，你们的优势其实是前排的4位战士系玩家。如果对手的机动性很强，那么保护后排是不行的。就像盒子1v5的时候一样，没有人能在这种情况下保住萌萌。要主动出击进行攻击压制，哪怕用4名战士的盾击去换我一个擎天击，你们也是不亏的。如果能让我开场就被迫使出擎天击，那接下来的局面可真就不好说了。这下你们明白了吗？胖子若有所思，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们从最开始的保护小雨和可可就错了。由于知道你有免疫控制的擎天击，我们前排4人的盾击也释放的相对谨慎。从心理战来说，是我们打得太保守了。琪琪和大潘认同的连连点头。不过苏阳显然有话还没说完。说个题外话，大师说这是有钱人的游戏，这一点我不赞同。不管高手能不能以1敌100，我想说高手到了一定级别是不缺钱的，更不会被钱左右。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理解，就是一个人再有钱也只能雇佣到2流高手，所以这样的队伍也不足为惧。胖子显然是明白了苏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谢谢苏神，你的意思我明白。你希望我们能保持本心，踏入到顶尖高手行列。到了那个时候，钱只是成功附带的一件附属品。没错，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杀人也能救人。货币兑换开通之后，北境3城会有一段时间的动荡，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再度恢复眼前的局面。好的，苏神，明天你还要送苏嫂去机场吧，早点休息。我们几个在这儿研究一下战术，争取下回能赢你一次。苏阳笑着点点头，又去厨房的冰箱里拿了瓶水，这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周一清晨，苏阳独自坐在女宿门前的花坛上，手中拎着一袋子的零食和水，那是他早上去便利店买来的，作为何子路上的消遣。良久，何子在小金的陪同下走出宿舍，手中还提着一只不小的行李箱。大神，何子交给你了啊！小金眼圈泛红，似乎有哭过。他依依不舍地将何子送到了苏阳身边。苏阳拎过何子手中的行李箱，另一只手拎着食物，整个人看上去有些滑稽。而何子挽着苏阳的手臂，身上仅有一个斜挎的背包，就显得轻松惬意了许多。京都大学距离机场足有60多公里，出租车也是行驶了1个多小时才赶到目的地。何子托运了行李，换好登机牌，回到了苏阳面前。男朋友，要过安检了，咱们游戏里见。话音刚落，
何子向前一步，整个人都扑在了苏阳身上，双臂环绕紧紧地抱着，感受着何子身上的那份温暖，听着广播上的一声声催促，苏阳心中五味杂陈。约好的，假期我去岛国看你，我等你。两人在众多目光中依依不舍地分别。何子走进安检，苏阳准备回去，然而手机却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来电显示，虚拟产业部张主任。苏阳，你在哪？没想到这么快又要见面了，赵会长想见你。张主任，你好，我在沈城机场。太好了，那你直接飞到都城吧，机票报销，我在这边的机场等你。高铁可以吗？苏阳尴尬的轻声问了句。你这家伙，那好吧，我去高铁站等你。苏阳不敢怠慢，立马赶上最近的一班的高铁驶往都城。路上，苏阳思绪万千。赵会长可是华国虚拟产业联盟的会长，找自己能有什么指示呢？好在沈城距离都城不算远，高铁3个小时便到了。跟张主任寒暄了几句，苏阳也是将自己的疑惑问了出来。张主任，赵会长找我是有什么指示吗？大概是关于北京3城的事，你也不必紧张，赵会长还是很和蔼的。苏阳不再问话，两人驱车直接来到了虚产联盟的总部。联盟总部1001室。苏阳，你现在这坐一会，赵会长在开会，应该马上就结束了，我过去迎一下。好的，张主任。苏阳坐在椅子上不敢乱动。这间办公室有50多平，一张巨大的办公桌特别显眼。办公桌上物品码放得整整齐齐，3部老式座机电话并排摆在上面。办公桌后面是一整墙的书架，有一些书和赵会长跟家人的合影。就在这时，一位中年男人推门入，看那样貌竟与书架上的照片极为相似。赵会长。苏阳立马起身恭敬道。来人气场强大，不怒自威，冲着苏阳摆了摆手，便回到了座位上。还是不敢坐飞机啊？被赵会长调侃了一句。苏阳也是有些脸红。小苏别紧张，坐吧。城市争霸赛我看了，你表现得不错，北京联盟组织的也很好。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全城的救灾任务。你的想法林教授已经跟我说了，小伙子，不简单啊。你可能无形中做了一件不得了的事。苏阳被夸奖的有些不好意思，脸色泛红。都是会长领导的好。似乎是发现了苏阳有些不敢说话，赵会长微笑问道。小苏，你也不用紧张，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和你的女朋友在战场上相遇，又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立场，你会怎么办？苏阳脑海中嗡的一声，无数信息闪现而出。难怪刚送走何子，这边就来了电话。看来自己的所有情况都已经被眼前的男人所掌握。苏阳没有犹豫，眼神坚定地注视着面前的中年人。赵会长，如果我和我的女朋友在战场上相遇，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从结果到推过程，我不会做这种事。赵会长微微一笑，显然这个答案并不在他的预料之中。结果到推过程，很好，希望你能坚守自己说过的话。赵会长伸手按了一下面前的座机电话，红灯亮起，他直接开口吩咐。小张，让王可风过来一趟。第76章，北境战区进驻纪元。前后不过1分钟，一位身着军服的男人走了进来，看其肩章上绣有的金色枝叶和2枚金星，显然此人衔位不低。赵会长，来，小苏，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北境战区指挥长王可风。苏阳赶忙起身恭敬行礼。赵会长摆了摆手，示意面前的2人坐好，继续吩咐。可风，战区的安排你跟小苏说一下，以后你们单线联系，注意保密。好的，赵会长。王可风转身面向苏阳，直奔主题。小苏，我北境战区准备抽出1000人进驻到纪元之中，这1000人都是我军精英，我希望把他们交由你来管理。苏阳不敢怠慢，立马答应。直到现在，他也终于明白赵会长召见自己的真正原因，看来战区要有大动作了。苏阳回到别墅已经是晚上7点，他一边吃饭一边回忆陆明明的话。陆明明是苏阳返程路上的军车司机，也是王可风的警卫员。据陆明明所说，今晚8点，他们1000人将正式进驻纪元，明天的中午12点将全部完成转职，在奉天广场接受苏阳检阅。收拾好碗筷，苏阳回到房间再次上线，第一时间打开了好友列表。何子的名字是灰色的，苏阳不由得叹了口气。何子不在身边，他仿佛少了一些升级的动力。打开包裹，格子内整齐码放着10组4级铁块。苏阳鬼使神差的又做了一柄瞬闪长枪。瞬闪长枪等级40，攻击270-350加52，力量35加5，敏捷35加5，暴击8加1，穿透5，
特性暴击率增加 50%， 持续5秒。特性终于出现了变化。在上一世，苏阳便开发出了这种打法，在战斗中更换装备可以同时用出2种武器特性。比如说他手中的瞬闪长枪，可以同时拥有暴击几率，又可以触发瞬闪。相同位置的装备只可以同时激活2种特性。苏阳越想越兴奋，打开地图直奔奉天古道。奉天古道在奉天城的西侧，那里的45级怪物影面竹子精可以爆出4级青竹，他的目标正是这个。一路西下，无意间关注到自己头顶上方多出了一排金色小字，封号北境之王。打开属性面板，北境之王提升全属性 10%， 难怪血量撑到了4000，看来封号对于属性的提升是相当大的。不过目前已知的封号好像只有自己的北境之王和小雨的普度众生，前世的自己倒是拥有一个攻神封号，就是不知道这个封号对于自己的龙皇战舰有没有作用。时间来到晚上8点，想必陆明明他们已经上线。恍神间，苏阳这才想起一件重要的事还没做，打开好友列表，好在老崔在线。苏阳拨通了语音通话：老崔，行会目前招人还顺利吗？帮我空出1000人的位置，我另有安排。老崔嘿嘿一笑：有你阅览星河这块金字招牌，当然顺利。目前学院这边入住了500人左右，奉天城高手玩家大概在2000人，还能空余2500人的样子。好，那就先这样。解决了战区人员的入住问题，苏阳终于来到了古道深处。眼前的奉天古道是一片红黑色的焦土，焦土之上又是高竹林立，异常突兀。仔细看去，那些高竹竟生有4只，样貌极其滑稽。影面竹子精，等级45，血量8000，攻击230-280，物防180-200，魔防180-200，技能伪装。得，就拿这些小竹磨磨枪吧。苏阳激活6星长枪的特性，暴击率瞬间增加 50%， 技能栏上顿时弹出一个5秒的倒计时。他手疾眼快，对着眼前的竹子精一顿暴戳，痛痛痛！暴击2864， 1412，暴击2956，倒计时还剩3秒。他直接切换5星瞬闪长枪，破盾斩顺势送出，待攻击悬在半空，再次激活5星长枪的瞬闪特性。嗖的一声，他瞬移般出现在远处的一只竹子精面前，破盾斩呼啸一声，直接将其贯穿，一个大大的伤害飞出，暴击13564。最后的2秒他也没有浪费，再次连斩3枪，面前的几只竹子精同时受到伤害，齐齐掉血，而且暴击率非常惊人。经此一试，他也算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能确定的是，这一世的武器切换依然不影响已经使用过的武器特性，而且突破攻速限制的长枪带出的残影伤害同样可以叠加暴击。苏阳隐匿身影来到一处角落，打开生活面板，将自己的小火炉安置妥当，开始对包裹中的几百个4级铁块下了手，叮叮当当一顿敲打，一连做出了20杆瞬闪长枪。可惜的是，并没有打造出更高的星级，而且武器特性依然是暴击率和瞬闪中的一项。弟，语音通话来自林家小樱。苏阳接通语音，另一边传来林教授兴奋的声音：弟弟，有好消息，之前全城救灾任务安顿在收容中心的人已经撤出，并且全部分配到了封魔城和极冰城。目前这2座城市的基础建设已经铺开，并且发展飞快。由于货币兑换系统已经开通，目前有大量的资金进入到纪元中，我想这次的城市建设会比预期的更快。苏阳微微一笑：林姐辛苦，大量资本进入到游戏对于咱们来说是件好事，同时也是生活玩家崛起的机会。林教授认同地嗯了一声。奉天城教场边上建立了一座生活广场，届时会有大量的生活玩家入住。不过现在有件事姐姐需要你的帮助，目前姐姐的团队里拥有50名生活玩家，个别能力可以达到3级，大部分玩家都是2级，不过他们的熟练度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苦于没有更高级别的打造图来激活能力。这些打造图一般都是需要 BOSS 才能爆出，作为生活玩家的他们就很难获得。虽然发布了打造图的收集任务，但效果并不理想。弟弟有时间去任务公示处那看一下，上面会显示需要打造图的等级和数量。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拓印宝石，能获取1颗拓印宝石就相当于多出1张打造图。苏阳听得认真。好的林姐，这事交给我。第77章黄金级装备抗拒之光。苏阳直接回城，来到了任务公示处，打开公示面板
里面的任务已经有了3页之多。根据分类，他很快找到了目标。打造图任务，4级武器打造图，魔族士人以王血玉巢穴 455.135。4级饰品打造图，魔族士人以后血玉巢穴 455.135。4级防具打造图，影面竹金王奉天古道 234.154。拓印宝石任务，拓印宝石50颗，影面镜像兽奉天谷底 226.193。还是先去古道会会这竹金王吧，之后顺路去一趟谷底寻找镜像兽。苏阳原路返回，再次去往奉天古道。西城门方向，不少玩家看到路过的月揽星河，纷纷侧目。北境之王，好帅气的封号，不愧是星河大神。星河大神，我队伍里有妹纸，求带。苏阳听得仔细，耳朵突然睁大，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妹纸，又生怕失去高手风度。不过那个弓箭手妹纸确实带劲，手握长弓，曲线动人，开叉到腿根的皮甲露出一条白嫩美腿。妹纸微微一笑，很倾城，还冲着他抛了个媚眼。苏阳瞬间被拿捏的脸红心跳，顿时小鸟依人，加快了脚步。苏阳开启觉悟之力，尽量隐藏了身体特征。古道深处，熟悉的影面竹子精已经出现。此时的他盯着面前的竹子精，慢慢冷静下来。噗呲，8456，破盾斩起手，眼前的竹子精瞬间血量清空，直勾勾的倒在了地上。啪嗒一声脆响，一截深色的竹坯从竹子精的尸体中分离出来，看着上面的可拾取字样，苏阳直接将其捞过。4级青竹，这个星期恐怕就要在这里度过了，否则的话，萌萌那根8星法杖可是没法交代啊。对了，琪琪他们之前来这里开过荒的。想到此处，苏阳立刻打开通讯器联系了琪琪。琪琪，你们之前在奉天古道开荒的时候打到多少4级青竹啊？有没有遇见竹精王？琪琪思考片刻，回应道：4级青竹有1000多个吧，你需要吗？都在我的仓库里。竹精王也遇见过，在奉天古道和谷底的交界处，是黑色的怪，不太显眼。我们杀过一只，不过没出装备，只出了一张4级防具打造图。苏阳内心兴奋，有了这些信息可就好办了。打造图和青竹都需要，晚点城里见。OK， 既然有了琪琪的支援，苏阳也不打算留在此地，直奔谷底而去。越过眼前的一片红色焦土，远处的地面变得更加深邃。仔细望去，那是一条巨大的沟壑，沟壑之上悬崖峭壁，好像没了其他去路。苏阳走到峭壁旁，这才注意到焦土与沟壑之间通着一条小路。他并不着急去往谷底，只是站在原地环视一圈，寻找 BOSS 的踪影。找到了，峭壁边上一根红黑色的竹子精并不显眼，也许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也因此让他成为了竹子精王。影面竹精王，等级50，血量10万，攻击300-350，物防220-300，魔防220-300，技能高级伪装。介绍：原本只是一根小竹竹，一把大火让他变成了焦炭，他发现自己没有死去，并且获得了伪装能力。好一个高级伪装，要不是焦土上生不出竹子，恐怕还真是被你骗了过去。原力冲锋瞬间来到竹精王的身前，苏阳一声厉喝，手中的嗜血连斩夹杂着魔法伤害倾泻而下，4道暴击伤害直接飞起。暴击5688，暴击5688，暴击5688，暴击6612。竹精王似乎从睡梦中被惊醒，没有任何细节的双眼漠视着面前的苏阳，细长的身体突然一扭，直接抡起手臂劈头盖脸。啪！竹精王这一巴掌正打在苏阳脸上，虽然伤害不高，但侮辱性极强，来自月揽星河的愤怒，属性点+1。苏阳长枪一扫，划过暴击特性图标，破盾斩狠狠推出。尼玛呀！暴击14526，一击得手。眼看竹精王再次抡起手臂，苏阳也不含糊，整个人高高跃起，又狠狠砸下。轰！地面上的焦土和石块被苏阳轰击得粉碎，被沉默的竹精王也只能乖乖地垂下手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量被不断消耗。5秒的沉默时间，苏阳连捅8枪攻速非常之快，再加上之前的一记破盾斩，短短10几秒的时间，竹精王的血量已经消失过半。待沉默时间一过，愤怒的竹精王再次抡起手臂，看似软弱无力的竹条又一次对着苏阳的面门袭来。苏阳隐秘身影，躬身退走，原地留下一个大大的 miss。 失去苏阳视野的竹精王顿时抡了个空，由于用力过猛，脚下一个踉跄，身体失控的就要倾倒。
眼看竹精王站立不稳，苏阳立马现身，破盾斩加平 A 加嗜血连斩给了一套，一道道巨大的伤害飞起。苏阳不等竹精王给出反应，再次突进，前后闪烁打出遮影连刺，砰砰两枪将其最后的一点血量彻底清空。死！竹精王一声嘶鸣，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啪嗒，似乎是一个紫色的护腕和一卷图册落在了地上。经验给的还可以，不过才加了5000点声望吗？苏阳呢喃了一句，伸手将护腕和图册收入了囊中。墨竹护腕，黄金级，等级40，攻击50-110，法术50-110，力量50，灵力50，敏捷15，暴击15。特性：抗拒之光，瞬间释放，将等级低于自己的玩家或怪物弹开，冷却时间1分钟。终于出了黄金级装备，而且又多了一个可以控制的特性技能。换上墨竹护腕，苏阳的手臂之上平添了一抹紫色，整体看上去帅气十足。抬起手臂在眼前晃了晃，一只护腕足足提升了410点攻击力，非常的夸张。再次看向包裹中的图册，果然是他4级防具打造图，顺利拿下竹子精王。苏阳这才缓步走进巨大的沟壑中。奉天谷底，我来了。第78章，奉天谷底，石王 BOSS。谷底深处，沟壑纵横如迷宫一般。苏阳放慢脚步，仔细打量眼前的情况。这谷底怎么一只怪都看不到？而且眼前这些石墩子也是奇怪，难道是林姐的情报有误？苏阳有些无奈地走了进去，哪知刚刚路过的一个石墩子突然动作，砰的一声撞在了苏阳腰上。苏阳一个踉跄，掉了51点血量。尼玛，我的腰间盘！苏阳有些纳闷，就连刚才的竹精王都不能破防，怎么眼前的石墩子竟有这等威力？他扶着腰后退几步，仔细打量着刚才攻击自己的石墩子。隐面镜像兽，等级48，血量8500，攻击240-300，物防500-500，魔防500-500，技能重击，攻击附带50点真实伤害。原来你就是怪物，这隐藏手法可比刚才的竹精王高明多了，难怪能打掉自己51点的血量，原来是因为重击的存在。没错，苏阳刚才遭受到的攻击正是镜像兽打出的一点强制扣血和50点无视防御的真实伤害。眼前的镜像兽看起来防御颇高，数量又多，分布的极其密集。苏阳退后几步，脱离了怪物的仇恨，心中开始盘算，我现在的血量是4000点，镜像兽的攻击频率是2秒一次，如果我直直的冲过去，一次将面对8只镜像兽的攻击，如此的话打在身上的伤害就是408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连10秒都坚持不住。不对，从刚才的情况来看，这镜像兽好像不太擅长移动，所以他们应该很难形成合围之势。是否如此，一试便知。苏阳长枪归鞘，将其别在后背，脚尖点地，活动了几下脚踝之后，蹭的一下就窜了出去。他围着场地绕跑一圈，终于发现了问题。原来如此，他们的移动范围只有3码。了解了对手的信息，苏阳这次也是胸有成竹。由于身上只是一些低级药水，苏阳要保证自己无伤刷怪，所以才落得如此谨慎。镜像兽的移动范围是3码，苏阳的攻击距离也是3码。当镜像兽被卡到3码以外的距离之后，他也就失去了攻击能力，这就给了苏阳很大的操作空间。只要卡好位置，无伤刷怪就不成问题。噗，8056，极限位置用出破盾斩。苏阳后退一步，拉开4码的距离，果然镜像兽的重击撞到了空气，停在了苏阳面前。砰砰，2枪将眼前的镜像兽血量打空。镜像兽闷哼一声，分解成了10块洒落一地，其中一枚带着光泽的10块格外显眼。4级拓印宝石，物品详情可拓印4级打造图，拓印成功后物品消失。太好了，50颗拓印宝石看起来也不难。现在是晚上9点，时间还早，就让我一鼓作气搞定他吧。打定主意，苏阳再次靠近一只镜像兽，开始攻击。2个小时的时间，苏阳已经掌握了镜像兽的行动规律。现在的苏阳已经可以同时吸引到3只镜像兽进行群伤攻击。这镜像兽虽然经验不少，可是巨怪成了大问题。如今50颗拓印宝石已经集齐，如果想在这里升到42级，倒是有些浪费时间了。就在苏阳准备退走之时，面前的石壁上，一只巨大的人形石块突然动了起来，看样子好像随时准备破壁而出。轰轰，一阵阵轰鸣声响起，
食人怪带起的石块碎屑从峭壁之上滚落而下，地面上所有的镜像兽仿佛受到了食人的牵引，正缓缓地向其汇聚。看着眼前诡异的场景，苏阳后退几步，生怕受到什么波及。吼！巨大的吼声振聋发聩，苏阳条件反射地捂住了耳朵，地面开始颤动，无数镜像兽被巨人的吼声震散，砰的一声化为巴掌大小的石块碎屑。那些石块碎屑翻滚着汇聚在巨人身上，使得巨人的身体不断壮大。苏阳艰难起身，身体不受控制的左右晃动，强烈的震感也是将周围的石壁沟壑夷为平地。同时，那只人形巨石兽仿佛在破茧而出。迎面石王巨人，黄金级，等级55，血量200万，攻击450-600，物防380-500，魔防380-500，技能高级重击，呼风唤雨，暴力践踏。介绍：奉天谷底孕育的食神，已沉睡万年，不要妄想独自去挑战它。好强悍的属性，14级的等级压制，600点的攻击上限，再加上高级重击这种直接伤害，我恐怕有些危险啊。苏阳打开包裹，看着格子里叠放的30多瓶终极回复药水，心中默默盘算：试试再说，实在打不过再喊小雨他们过来。想罢，苏阳提枪便上，10几码的距离被原力冲锋瞬间拉近。长枪横握是破盾斩加平 A 的丝滑连招，8564，1028。破盾斩依旧犀利，可是普通攻击就有失水准了。砰的一声，石王巨人的反击同样迅速，仅仅擦边的一拳就打掉苏阳400点的血量。这家伙一击只能打掉我1/10血啊！苏阳吞下一瓶终极回复药水，血量尽满。他死死盯着眼前的石王巨人，火力全开。来！他站在原地，用出嗜血连斩，就在刀刃挥出的刹那，直接瞬闪近身，连续3次劈砍，准确无误的轰击在石王巨人的身上。噗噗噗！暴击3286，暴击3286，暴击3286！迎着巨人的攻击，苏阳高高跃起，擎天击轰然落下，砰的一声闷响，石王巨人被控在原地，刚刚抬起的手臂也落了下来。5秒的沉默时间，苏阳终于可以无压力的输出，激活6星长枪的暴击特性后，连捅8枪。眼看沉默即将结束，直接退走，抹了一把冷汗，苏阳泛起了嘀咕：一套操作下来才打掉他4万的血，而这个家伙的总血量足足有200万，按这个进度岂不是要打上1个小时？苏阳不敢多想，因为他看到巨人身上泛起了点点绿光，升腾而起的回血数字仿佛在提醒着他，再不出手，哥们血就回满了。苏阳叹了口气，再次冲了上去，手中的长枪贴着巨人的大腿，狠狠刺入。巨兽吃痛，右手握拳对着苏阳狠狠一砸，砰 ，miss！ 眼前的地面被巨人锤击的尘土飞扬，却没有造成苏阳一点伤害。石王巨人体型庞大，攻击动作极易捕捉，要不是苏阳有意尝试其攻击能力，他还哪有机会嚣张？吼！石王巨人眼见自己攻击不成，恼羞成怒，呼的一声巨吼也是响彻天际，大地震动，峭壁之上碎石散落而下。苏阳只觉得脚下一软，不得不弓着身子。石王巨人双手举天，头顶处一个巨大的漩涡凭空召唤而来，周遭呼呼的风声带起一片片石屑碎块卷入其中，轰轰轰，无数石块像削尖的箭头轰然落下。事发突然，苏阳来不及躲避，只能举枪招架。砰砰砰！51，招架似乎是没起到作用，风暴仍在继续。看着自己不到1半的血量，苏阳也是一阵后怕。第79章击杀石王巨人。奉天谷底，风卷残云，一片狼藉。苏阳利用原力冲锋，脱离了石王巨人的攻击范围。好家伙，这一声吼还是个震慑控制技能，看来下次要提前瞬闪出去，不知道这10分钟的冷却时间来不来得及。漩涡风暴足足肆虐了1分多钟才见消停，石王巨人的血量仍有 80%。苏阳召唤出星星宝宝激活狂化，再次冲了上去。星星宝宝冷哼一声，前肢趴地，在速度上竟超过了苏阳。仅仅一个照面，星星宝宝就被眼前的石王巨人拍进了包裹。这笨货果然不行，苏阳无奈只能单枪匹马。经过10多分钟的消耗战，石王巨人的血量已经掉到了 60%。看着包裹里剩余的20瓶终极回复药水，
苏阳也是眉头紧锁，巨兽的高级重击似乎就是普通攻击附带的真实伤害。呼风唤雨也见识过了，如果暴力践踏的伤害不夸张的话，剩余的药水就能够用，再次磨掉食王巨人10%的血量。苏阳紧紧盯着眼前的巨人，不敢大意。轰隆隆，大地再次震动，食王巨人脚下生风通的一声蹦得老高，仿佛是有着技能锁定。苏阳只觉得一阵巨大压力传来，身体不受控制地定在原地。巨人锁定苏阳从天而降，巨大的身影遮天蔽日，显然是他的招牌技能暴力践踏。苏阳只觉得眼前一黑，呼吸滞重，这一屁股下来怕是小命不保啊！快动，快动！轰！暴击3124，看着自己不到1000的血量，苏阳无奈的咧咧嘴。5秒钟前，他发现自己的原力冲锋不能使用，这才分析出巨兽的攻击一定不凡，好在可以瞬闪逃脱。虽然没有离开巨兽的波及范围，不过吃到的并不是满额伤害，这才保住了小命。看来10分钟一次的瞬闪只能留给暴力践踏了。苏阳灌下几瓶药水，血量堪堪过半。好消息是面前的食王巨人有些虚弱，他微微一笑，立刻抓住机会反打。暴力践踏的那一击仿佛抽干了巨兽的力量，抡起的拳头也变得极慢，这才导致了他现在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唤出星星宝宝，狂化加持，苏阳再次冲了上去。噗噗噗！暴击4158，暴击4158，暴击4158！嗜血连斩打出的伤害让苏阳很是惊喜，看来虚弱不仅降低了巨人的攻速，也同时降低了他的防御。苏阳一边喝药，一边挥动着手中的瞬闪长枪，生怕错过这来之不易的虚弱机会。又是10几分钟的输出时间，苏阳从未停止过手中的攻击，而食王巨人的血量也终于见红。我可没几个血瓶了呀，石头人，你可千万别再折腾了。话音未落，食王巨人再生变故，抡起的石拳也变得迅猛，一个照面便拍扁了金刚猩猩。吼！食王巨人震慑怒吼，天空中漩涡再现。好在苏阳反应迅速，直接瞬闪加原力冲锋，摆脱了食王巨人的攻击范围。砰砰砰！无数尖石从风暴漩涡中肆虐而下，狠狠地砸向地面。食王巨人身下硝烟弥漫，苏阳站在20码外耐心地等待。果然，待得食王巨人垂下手臂，头顶上的能量风暴也是徐徐消散。苏阳脚下生烟，启动暴击特性，原力冲锋直接突进到巨人脸上，夹杂着暴击和魔法伤害的破盾斩被他狠狠刺出，手中握着的6星长枪瞬间红光大放。噗呲！暴击20156，食王巨人哀嚎一声，终于化成一堆碎块散落一地。唰的一声，一道金光降临，苏阳升级了。他完全没注意到食王巨人给了多少经验，只知道在那之前还差着一大半的经验条直接灌满。面前一地的装备散落，苏阳扶了扶额头的汗。好家伙，虽然过程很惊险，不过这回报倒是丰厚。伸手将面前的物品一件一件收入包裹，打开语音联系琪琪。琪琪，我先回奉天广场等你。好，10分钟后见。关闭语音通话。苏阳回城直奔任务公示处。打造图任务，4级武器打造图，魔族世人以王血域巢穴 455.135， 选择提交。4级饰品打造图，魔族世人以后血域巢穴 455.135， 选择提交。4级防具打造图，银面竹金王奉天古道 234.154， 选择提交。拓印宝石任务，拓印宝石50颗，银面镜向兽奉天谷底 226.193， 选择提交。提交了任务，苏阳轻车熟路的来到了一片农作之地。靠墙的一位老者衣着朴素，头上的那顶遮阳草帽很是显眼，应该就是他了。想要高等级的药水，还是要依靠种植啊。苏阳跟着面前这位叫丰年的老者学习了种植能力，又凭着记忆找到盒子的所属地块。然而令苏阳失望的是，盒子那块土地的一左一右都已经被其他玩家所种植。苏阳不甘心的点开了其中一块土地后，这才发现其中的奥妙。土地06号，所属玩家江南风雨，状态租赁，土地可买断。苏阳毫不犹豫的选择买断，花费了20个金币之后，成功拥有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土地06号，所属玩家阅览星河，状态买断，可种植。水稻 X16， 选择种植。一番操作之后，眼前的正方形地块直接生出一些细小幼苗。苏阳看在眼里，喜上眉梢，等盒子回来给他个惊喜。嘿嘿，苏阳围绕着自己的土地转了一圈，抬手触摸在那些细小的幼苗上，
可操作。浇水、除草、驱虫。原来如此，难怪丰年身上显示着可雇佣，还是花钱好办事啊！这摊子活就交给他吧。苏阳呢喃了几句，再次来到丰年面前，足足花费10个金币，丰年这才答应帮忙照看06号第1周的时间。而这时候，琪琪也发来了消息，苏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眼前这块土地。两人见面并不多话，琪琪直接发起交易，将包裹中的1000根青竹打包给了苏阳。而忙碌了一天的苏阳也是才有机会将手中的破晓弓送给了琪琪。破晓弓等级30，攻击150-210加42，力量25加5，敏捷25加5，特性攻击距离增加2码。出自阅览星河第80章。摘星法杖8星，好武器。琪琪面露惊喜，比我手上这把追星弓要强上不少，应该能带到40级。苏阳知道这把弓对于30级的玩家非常强力，但是对于已经38级的琪琪来说，也只能算是还可以。先拿着用吧，等你40级的时候再给你把新武器。苏神，还有个事，你现在不忙的话，有没有时间陪我们去打个 BOSS， 很强力的那种？原本苏阳想着这边结束去血域巢穴的，听到琪琪的邀约，只好临时改变了计划。好啊，得到答复。琪琪将苏阳拉进队伍，然而队伍中除了大潘以外，大家竟然都在。队伍，倾城柠檬师傅，小雨青青，星河也一起来吗？太好了。小雨青青，琪琪终究是差点意思，上次被那个大家伙拿捏的死死的，好在没丢了小命。卡布奇诺，还不错了，上次咱们4个人全靠琪琪输出。麦斯威尔，我的宠物还是不够强力，只能抗2下。欲火焚身，至于不至于啊，什么怪物能让琪琪吃瘪？欲火焚身，我们在谷底入口这里等你们。奉天谷底456.781。阅览星河，你们先说要杀的 BOSS 叫什么？骄阳似火，隐灭10王巨人，足足有200万的血量。我们4个上次开荒只打掉他1半的血。阅览星河，被暴力践踏打服了。骄阳似火啊！你怎么知道？阅览星河，10王巨人盾，黄金级，等级50，血量2000，防御150-150，魔防150-150，体力50，特性增加20%格挡几率。10王巨人腰带，黄金级，等级50，血量1000，防御80-80，魔防80-80，体力35，防爆20。阅览星河，还有护腿和鞋子也是50级的，我就不发了，都是刚才10王巨人爆的。骄阳似火，骄阳似火，我回风魔城了呀，撤了。阅览星河，胖子，奉天谷底那边也没什么怪了，要么你们去一趟血域巢穴吧。阅览星河，噬人蚁王和噬人蚁后应该刷新了，爆出的打造图可以提交给任务公示那里。欲火焚身，好的苏神，等你忙完了也一起过来啊，我带着4位美女压力太大了。阅览星河，哈哈，好的。关闭了聊天，苏阳来到了武器店的门前，挨着摊位摆好自己的小火炉，仿佛一位武器店的伙计一样。萌萌和可可的武器是法杖，胖子、小雨、豆豆是蒲扇或权杖，只有拿对了相应的武器，才能拥有相应的武器精通。让我来选一选，星罗法环不对，爆裂法棒也不对。看着冶炼界面里琳琅满目的武器信息，苏阳也是花了一点时间才找到自己需要打造的武器。找到了，40级武器摘星法杖。嘶，法杖的制作竟然不是敲敲打，而是需要炙烤、打磨、铸灵，一系列的操作让苏阳看起来有些猥琐，整个人匍匐在火炉上摸摸索索。随着材料的不断放入，苏阳的额头上也是冒出了些许细汗。已经做了50把法杖了，还是没见到8星的，看来还是逃脱不了要去奉天古道打竹子精啊。苏阳打定主意，将包裹中剩余的500根4级青竹一股脑的塞进火炉，看其架势是跟这根8星法杖卯上了。叮铃，材料消耗过半，一道悦耳的音效终于响起，苏阳身上光芒大放，看样子是8星法杖出事了。太好了，足足做了70根法杖才出一个8星，不过也可以了。苏阳暂停了手中的工作，抄起那根8星法杖看了又看，法杖青光环绕，像深邃的夜空闪烁着点点荧光。摘星法杖，等级40，法术240-320加128，灵力30加12，敏捷30加12，暴击10加4，穿透6加2，攻速6
加2。特性：伤害技能效果提升 10%。任务完成，应该可以靠它来堵住萌萌的嘴了。苏阳小心翼翼地将这根8星法杖收好，又为可可挑选了一根特性是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10% 的7星法杖，将剩余的法杖全部回收。苏阳选择了一把蒲扇，再次启动火炉，开始摸索。嘿嘿，这把蒲扇看起来有些妖媚，给胖子换上正合适。苏阳沉浸在胖子手持妖艳蒲扇的怪象中，而眼下不到几分钟的时间，4级青竹已经挥霍一空。再打开包裹来看，这些蒲扇似乎一把正经的都没有。哈哈，好吧，挑几个4星武器给他们先将就用着。苏阳自嘲地笑了笑，带着2根法杖、3把蒲扇去血域深坑与众人会合。私信：黑夜之王，星河，你在哪？我和炸弹遇见了些麻烦。阅览星河，我在奉天城广场。黑夜之王，等我们一下，马上到。苏阳还没来得及走出城门，就被黑夜之王的聊天给拦了回来。这是黑夜之王第一次联系苏阳，而此事又关系到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2人，苏阳不得不重视。2分钟后，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一脸愁容的来到苏阳面前。你俩怎么了？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对视一眼，揭露出无奈表情。星河，让我来说吧。我和炸弹2人是现实中的朋友，实不相瞒，我们在沈城家世地位都非常优越，家人对于我们在游戏中的表现也是非常满意。本来计划着是要支援我们一些资金的，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俩不服从家里的安排，那我们的资金也就无法落实。苏阳对于这些公子哥了解不多，所以无法感同身受到他们的处境，是很难拒绝的问题。深海炸弹叹了口气，接着黑夜之王的话继续说道：我跟黑夜之王2家是世交，都是做矿产生意的，而且我俩的关系也是非常要好。但是北方的矿产大部分都掌握在皇家手中，皇家的长子皇胜天嚣张跋扈，处处打压着我们2家。由于生意上的关系，我们俩也是不敢过分得罪他。这次皇胜天进入到纪元之后，通过我们的家人给我俩施压，让我们投奔到他的麾下。如果我们不肯，家里那边为了避免我们跟皇胜天产生冲突，这资金也是不会再给了。苏阳终于听明白了黑夜之王2人的为难之处，按照他们的秉性，屈居人下显然是不甘心的。如果腰板挺直，那么家里的资金就无法到位，资金不到位，还哪有小弟愿意追随？我理解你们的困境了，不过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第81章萨博的踪影围剿计划。其实我们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的实力和人品我们都服气，你的话我们也更愿意相信。好，既然你们相信我，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苏阳直接拉着2人坐在旁边的台阶上，从你们选择放下恩怨加入北境联盟开始，我就已经把你们当作可以信任的伙伴了。对于伙伴，我一定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你们，这一点请你们相信。没有资金的支持也好，这样你们就有机会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实现一些成就。而且北境3城的主要战力基本都掌握在咱们的手里，黄胜天想要有所作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他的最强战力应该就是胸口碎大10几人。不过在我看来，他们对于我们北境联盟还无法形成威胁。你们俩需要做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自身实力，在没有大量资金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急着扩编人手，先安抚好现有的人就好了。北境是一个联盟，不会让你们处境艰难的。黑夜之王2人相互对视，眼神犹豫，似乎还有什么难言之隐。星河，如果我们俩要是有你这一身的实力，就不用这么担心了。是啊，哪怕有骄阳似火那种水平都可以啊。苏阳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原来你俩在这等着呢，看来是想从我身上学点东西啊，何必把自己说的那么惨呢？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2人仿佛被拆穿了老底，尴尬的陪着笑。虽说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但是我们这也是以防万一，早做打算。好，那你俩跟我走吧，咱们来个秘密特训。血域巢穴，一男4女早已等待多时。当他们看到苏阳身后的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时，都自觉停下了攻击。胖子朝苏阳的方向挥了挥手，调侃道：还带着队友一起来的呀， boss 都没动，等你来杀呢。今天晚上我来当苦力，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2人就交给你们轮流军训。啥？胖子抻长了脖子，有些疑惑。黑夜之王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那个，我们俩是来求虐的，请大家多多指教。一整晚的时间，整个血域巢穴都充斥在鬼哭狼嚎的叫声中。苏阳看在眼里，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进步神速，或许这2人真的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股能让他们笃定的坚持。这哥俩真抗揍啊，
得挂掉100多次了吧？胖子抹了把额头的汗，苦笑道。苏阳并没有多做解释，眼前的血域巢穴早已是一地的骨骸，活着的怪物只剩下那只噬人蚁后，仍在不断的喷吐出经验宝宝。已经是深夜12点了，女生们并不打算熬夜，早早的退出了游戏。苏阳站在以后，身边时不时的挥动一下手中的武器，带走那些刚刚出生不久的噬人蚁幼崽。老王，炸弹，今天先练到这里吧。看你们一脸兴奋的样子，我是真不忍心打断你们。不过好事多磨，有机会再接再厉。黑夜之王二人收起武器，相视一笑。之前没怎么见过浴火兄弟出手，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厉害，这一晚上真是受益匪浅啊。胖子微笑着点了点头，颇有些老实风范。仅仅1个晚上的时间，就分析出了黑夜之王二人的优点和弱势，又帮着他们扩大了长处，规避了短板，因此也收获了二人的肯定。你们不用客气，大家都是联盟中的一员，我这一身的本事也都是星河教的，所以随时欢迎你们前来指教。苏阳站在墙边听着胖子提到了自己，接茬说道：好了各位，不用再商业互捧了，大家都很优秀。既然今天就到这了，咱们还是把眼前这只大肉虫集火了吧。得到苏阳指令，这只100万血量的经验制造者没坚持几分钟，就被几人集火带走。苏阳也是毫不客气的将爆出的打造图收入囊中。眼看巢穴内已经没了怪物，黑夜之王二人打了声招呼便退出了游戏。苏阳回到城中，将最后的2张打造图提交了任务。盒子1天没上线，也不知道他在那边怎么样了。呢喃了一句，苏阳直接退出了游戏，这才注意到手机中的信息提醒：男朋友，我到家了，不用担心。游戏设备迁移还在办理中，估计明天就能在游戏中见面了。早点休息，养好精神，晚安。看着手机上的短信，苏阳一脸的幸福表情。放下担心，他这一夜也是睡得踏实。翌日清晨，苏阳早早起床洗漱，正准备换上一身运动服去跑步的时候，一阵敲门声响起，随之而来的是大潘略微急促的声音：苏神，我在吉冰城看见萨博了。苏阳瞬间提好裤子，开门迎了上去。具体说说什么情况？大潘拉着苏阳来到餐厅。你还没吃早饭吧？咱们边吃边聊。两人坐定，大潘再次开口：今天早上我在吉冰城的黑山之地升级，你也应该也知道，前阵子我一直在追杀北宫一行，等级被你们落下挺多的，想着勤能捕捉，就早早的上了线。就在刚才，我去黑山之地那里交任务，发现临时驻地里的 NPC 都死了。正当我奇怪的时候，那只萨博出现了，然后我就追了上去。当我沿着黑山之地一直追到黑河流域的时候，那里毒气笼罩，会对我产生持续掉血的影响，就跟咱们之前去的那个病毒研制基地一样。区别在于那里并没有控制病毒的开关，所以我也只好停止了追击。苏阳思索片刻，给出了建议：一会等大家出来商量一下，小雨的治疗非常关键，否则的话咱们没有机会的。两人一边吃着饭，一边等待其他队友。不一会的功夫，餐桌上陆陆续续围满了人。在得知萨博出现之后，小雨的脸色明显不太好看，毕竟这只宠物害他不浅。好，我的30级技能群体治疗正好能派上用场。众人商定之后，立马回到各自的房间上线。第82章，吉冰城，萨博在线。咻！花费10个金币，苏阳直接出现在了吉冰城中。刚刚踏出传送阵，苏阳第一次感受到了吉冰城的魅力，不比奉天城的繁华。眼前的吉冰城是一座冰蓝之城，房屋全是冰雪所砌，广场中央一个巨大的冰雕建筑仿佛是索菲亚的教堂，让人不禁心怀虔诚。苏阳站在教堂前，心中无比的平静，哪怕作为无神论者，在游戏中看到如此建筑，还是让他心生敬意。不一会的时间，队友们陆续赶到，大家似乎都是第一次来到吉冰城，看到眼前的建筑，不免的一声惊叹：好漂亮啊！是啊，没想到吉冰城真的是冰做的。可可和豆豆赞叹了几句，又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双手合十，虔诚的祈祷着。好了，咱们出发吧。可可睁开双眼，口中呢喃：咱们这次一定顺利，马到成功。豆豆撇过头，双眼陡然睁大：你不会是把祈祷的话说出来了吧？那样就不灵了，那不是完蛋了吗？可可尴尬的直咧嘴。众人一阵哄笑，一起向着吉冰城北边的黑山之地跑去。吉冰城的冰雕简直是随处可见，可可竟忘记了使用传送来节约时间，其他人也是沉浸在难得的美丽景色中。对了，大潘，吉冰城现在的形势如何？有没有遇见什么困难？苏阳知道还有不短的路程要跑，顺便关心起吉冰城的情况。大潘一边跑，一边往苏阳的方向靠了靠，似乎很怕其他人听到一样。
天榜前10除了排在第9的北宫一行之外都是咱们的人。这个家伙还是有点本事的，给他发育了2天，又让他冲了上来。不过这次好像有些蹊跷，北宫一行的背后似乎有着一个不弱的势力在支持他，要不然他应该不会发育的这么快。听到此处，苏阳也是联想到昨天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所提及的那个家伙，难道是他？谁？大潘并不在昨天血域巢穴的队伍，因此也不清楚苏阳说的人到底是谁。不管是谁，咱们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发育，但凡遇见搅局者也不必客气。大潘点了点头，抬手指向远方的一处冰雕小屋，到了，那里是一个临时补给站，之前有几个 NPC 在的。沿着大潘所指的方向，小队几人谨慎地靠了过去。跟之前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冰雕竟然是黑色的。黑色的冰？胖子有些困惑，不由得惊叫出声，而大潘却是一脸惊讶地待在那里。不，我早上过来的时候，这屋子还是蓝的。想到这种变化，苏阳心里咯噔一下。大家都小心点周围的动静，注意应对。小雨随时准备治疗。明白。大潘站在队伍最前方，一步步朝着深处摸索，其他人跟在后面也是眉头紧皱，满脸的谨慎。过了眼前这条河之后，就全是病毒，大家都小心一些，不要勉强。一望无际的冰川横在路前，河流上的冰块也不再是纯粹的冰蓝色，而是那种深邃的让人感到不安的黑蓝色。跟随着大潘的脚步，几人蹑手蹑脚地踏在悬浮的冰块上，因为除了脚下的冰块，这里已经没了其他去路。咕噜咕噜咕噜，100。就在众人上岸的一刹那，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出现，随之而来的墨绿色的光泽也同时缠上了小队中的每一个人身上。呵！小雨扬起手中的权杖，一声轻喝，一枚圆形的金色铭文自其脚下闪现。随着铭文的出现，小雨周围五马降落起片片雪花，众人站在雪花中，血量不断的上升着。+210+210+210，好技能，不过你这样的状态能持续多久？苏阳忍不住夸赞，又不免有些担心。小雨看出了苏阳的疑惑，安抚道：不用担心，这个技能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我的魔法不空就可以一直释放。我的背包里预备了很多魔法药水，放心吧。目前局面已经稳定。大潘便带着队伍继续朝着黑河流域深入，身侧掠过的一片片冰川河流已经变成了黑绿色，那颜色看起来仿佛身中剧毒一般，让人不寒而栗。从那越发深邃的颜色上看，应该是距离萨博的老巢不远了。眼前道路急转直下，众人踏着脚下的黑冰来到一处洞穴入口。豆豆拦在前面，建议道：我的海湖蜂王有8000血量，最起码能坚持1分多钟，我控制他先进去探探情况，这样稳妥一点。好主意。大潘收回脚步退了回来，豆豆挥舞蒲扇，在其面前的空地上铭刻出一段晦涩的铭文。短短几秒，铭文光彩大放，海湖蜂王一脸木讷地出现在铭文包围的阵法中。豆豆控制着蜂王走进洞穴，顺便开启直播，共享出蜂王的视角。大家进入我的直播，可以看到洞穴内的情况。几人没想到这召唤物还能如此使用，顿时感觉到一阵惊奇。洞穴内绿雾遮掩，死气纵横，海湖蜂王的血量不断的减少着，这让站在洞穴外焦急等待的几人感到非常紧张。杀杀！不知何时，一只长尾妖兽竟然已经出现在了蜂王的身前。妖兽的体型明显要比海湖蜂王大上许多，应该是他，没想到变大了这么多。小雨惊呼出声，直接下了判断。豆豆也不犹豫，直接控制着海湖蜂王对着眼前的妖兽进行攻击。吭！128。眼看海湖蜂王所剩不多的血量，豆豆立马控制着他转身逃跑。被攻击的萨博先是一怔，随后含怒追了上去。大家准备！洞穴门前，小队6人已经站定，随时准备发起进攻。嗖的一声，海湖蜂王已经冲出洞穴，众人纹丝不动，耐心等待，很怕会惊扰到后面追来的萨博。杀杀！杀杀！突然的一瞬，那只长尾生物终于冲出洞穴，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第83章冰晶项链，豆豆崛起。砰的一声，大潘直接顿击起手撞了上去，随即众人开始集火。噗呲！暴击18256。苏阳的破盾斩非常犀利，直接打掉了萨博近2万的血量。然而萨博的血条仿佛纹丝未动一般，这不禁让大家感到无语。萨博又升7，等级40，血量300万，攻击290-350，物防200-300，魔防200-300，技能闪烁
雷击、净化。萨博攻击和防御都不高，只是这个血量需要我们花费一些时间。读出萨博的属性，大家终于放了心。然而，从盾击中恢复状态的萨博直接高举双手，召唤出一道道天雷落下，轰轰轰，一道道天雷炸响。小队6人并没有受到多少雷击的伤害，却被雷电的麻痹效果控在了原地。萨博的智慧明显高于其他怪物，看清了眼前的局面之后，竟一个闪烁飞到了远处。想跑！苏阳瞬闪擎天机，直接沉默住远处的萨博。可可拉出几道阵型光线，锁定萨博的位置，瞬间将其团团围住。眼看5秒钟的沉默时间就要结束，队伍6人也只是急火打掉萨博近10万的血量，不过大家却是有着相当的信心，能够将其击杀。轰轰轰，又是一道道天雷落下。苏阳反应不及，只能再次被控在原地，而萨博也不停留，再次闪烁逃脱。然而脚下升起的蓝色冰晶也同时让他难以脱身。胖子预判到了萨博闪烁的位置，将其控在了远处。然而另一个担心也不得不让他警觉，这样下去不行啊，他的技能冷却恢复得太快了，尽力而为吧。苏阳眉头紧锁，暂时还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可可在这其中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他的能力才能让众人随时跟上萨博的脚步。每次咱们被萨博控住的时候，他的回血速度就会增加。几人越打越心急，萨博的血量忽上忽下，就是不见减少。呵，大潘找准方向，开启冲锋，直接将萨博推至一处冰川凹陷，正好将其卡在了里边。漂亮！大潘站住了位置，没有给萨博留下一点空间。其他人赶忙上前把握难得的输出机会。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萨博再一次利用闪烁逃出了位置。他的闪烁竟然跟可可的传送一样，实在是恐怖。可可是神界行者，难道萨博的真实身份也属于神界的生物吗？不管今天的结局如何，看来是要去找龙皇问问清楚了。远处一道巨大的红光屏障悄然出现在众人面前，放眼望去看不见尽头。唰！萨博再次闪烁，直接穿越屏障而去。可可反应同样迅速，直接带起众人跟了过去。嘟嘟嘟，一声声警报音响起，面前也不断闪烁着血腥的红芒。喂！系统提示：国战尚未开通，你已非法入侵他国领地，死亡后掉落5级。别追了，咱们先撤回去，这个死亡代价太大了。几人小心翼翼地退回屏障，得到安全的系统提示之后，这才安下了心。竟然都追到了国境线，算了，以萨博的智慧，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去他的洞穴看看吧。苏阳带队略微有些失落地朝着之前的洞穴走去，然而还未走进洞穴，面前嗖的一声刷出了无数只小怪，咕噜咕噜咕噜，100，什么？这怪物竟然也受到毒的影响！众人大惊，又瞬间反应，直接上前补刀。那些怪物在双重夹击之下，一个照面便爆出一地的物品。不过好景不长，眼前的冰虫也仅仅坚持了1分钟便全部化为了冰雪碎片。胖子眼球一转，立刻有了判断，咱们抓紧去洞穴看看，说不定还能收个 boss。胖子这么一提醒，其他人蹭蹭的往洞穴中跑。果然，洞穴中一只彪悍的冰晶大虫正挥动着它的前肢，仿佛想要抵挡这不知从何而来的毒物伤害。冰宫雪虫之主，等级45，血量9万，攻击280-330，物防300-350，魔防300-350，技能恐吓、狂乱。介绍：雪国冰虫一族的王者，北极冰虾一族的分支。结伙送他上路吧，看起来也挺惨的。小队6人将这只大冰虫团团围住，不到1分钟的时间便将其斩杀。啪嗒一声，一条银光璀璨的项链落在了地上。大潘作为队长也不客气，直接上前捞起这条项链，又将属性发到了小队之中。冰晶项链，白银级，等级40，血量500，力量40，灵力40，敏捷16，暴击16。特性：强势，可召唤特殊生物，召唤等级+5。特性：誓约，降低穿戴等级10级。看到这个属性，豆豆自然是乐开了花，毕竟是难得的饰品类装备，又是拥有召唤特性的装备。大潘也不用征询其他人的意见，直接将项链送到了豆豆手上。豆豆第一时间将冰晶项链戴好，原本深邃的胸前顿时多了一抹璀璨。姐姐，漂亮吧？豆豆转了一圈，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而苏阳更好奇的是这个特性强势究竟是什么。没有让苏阳等待很久，豆豆抬手绘制铭文，跟之前的海湖蜂王相比，这次的铭文看起来更加的耀眼夺目。嗖的一声，一只巨物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远古巨兽，等级40，血量10万，攻击270-370，物防200-300，魔防200-300，技能野蛮冲顶、野蛮召唤。我去，没想到豆豆竟把这个大家伙给召唤了出来，看来以后前排更稳了。胖子美滋滋的拍手庆祝。苏阳也终于想起了特性强势的作用。豆豆围着远古巨兽转了2圈，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海上琪琪，咱们去挑战食王巨人吧，1个晚上的时间应该能刷新。苏阳虽说也想看看远古巨兽的威力，不过既然是挑战食王巨人，他就没必要参加了。我就不跟你们过去了，这次有了巨兽当前排，机会还是很大的。苏阳站在小雨的群聊中原的回城，我还有事，先走一步。第84章，皇天在上，招兵买马。奉天广场，苏阳从极冰城返回，直接来到拍卖行，拍下了1万个1级铁块。距离陆明明约好的时间还剩下2个小时，他希望利用这2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准备一把入门级武器。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苏阳直接站在拍卖行的门前打铁。当他包裹里的格子已经堆满短刃时，他又不得不挪到仓库门前。整整1个半小时，苏阳终于锻造出1000把10级短刃。天狼匕首，等级10，攻击12-22+18，力量8+6，敏捷8+6，特性暴击率正50%。哈哈，1/1000的9星概率吗？陆明明，不知道这把匕首你可满意？系统提示：玩家陆明明申请加你为好友，选择同意。私信：阅览星河，露露，千人团都已经顺利转职了吧？阅览星河，交给你第1个任务，将队伍分成10个连，3个营，然后你带上3个营长来奉天城仓库找我。陆明明，收到，团长。5分钟后，陆明明带着3位英姿飒爽的年轻人来到了苏阳面前。团长，请指示。面前4人站得笔直，不苟言笑。感染的苏阳也是有些拘谨。咱们几个未来会经常见面，大家不用这么拘束，我也不太习惯，都自然一点。是，团长。4人再次挺直了腰杆，一脸肃穆的道。苏阳无奈，不过看着几人的 ID 似乎都是本名，苏阳也是有些好奇。陆明明，为什么让我称呼你露露而不是明明？从你的名字上看，显然叫明明会更合适一些。而且他们俩的名字难道是巧合吗？苏阳抬手指向身边的2人，他们的 ID 分别是张健健、孙平平，而最后一位 ID 叫杨不为的青年就显得正常了许多。陆明明几人也是尴尬的笑了笑，解释了半天也听不到重点。不过苏阳开始听得迷糊，但最后也算是明白了，实际的原因只能说是个误会。王可风看到入驻纪元的1000人名单时，觉得名单上的人名牌版不够整齐，办公室文员曲解了指挥长的意思，最后就将2个字的名字后边又加了一个叠字。陆明明3人实际叫做陆明、张健、孙平。我们几个人的名字还算好的呢，你听听那几个黄斑斑、吴彪彪、马峰峰，哪有一个名字像好人的？哈哈，几人聊着聊着就笑出了声，显露出本性。苏阳也乐得于此，毕竟大家都是20岁上下的年纪。露露、健健、不为、平平，苏阳口中呢喃着，似乎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以后咱们5人单线联系，1000人团队由你们来带，现在给你们分配职位和任务。是。听到指令，4人立刻收敛笑容，迅速响应。军人风采一览无遗。苏阳将4人顺利地加入到北境之巅行会，又在其中建立了星河战舰的分组，又继续安排道：你们4人现在都拥有了行会的收人权限，收人时一定要注意咱们的所属编组，这样操作是避免以后受到行会的其他影响。另外，星河战舰从今天开始正式成立，我任舰长，露露任指挥长，健健、不为、平平任副舰长，你们4人的代号就叫陆舰不平。是。任务安排完毕。苏阳将仓库中的1000把短刃交给了面前的陆舰不平4人，而那把9星天狼匕首也是直接送到了露露手上。你们先去收人，之后将武器分发完毕再回到这里集合，今天我带你们4人升级。4人收到任务立马执行。而另一边的奉天城广场，一群玩家整整齐齐地站在广场中央，似乎在等待着谁的指令。这群人虽然等级不高，但训练有素，任谁都不敢小觑。
哇塞，这是谁的势力？看起来也太凶了吧，全是刺客。现在货币兑换开通了，估计是哪家的公子哥要大干一场了。广场边众说纷纭，不过苏阳并不知道广场上的情况。私信：黑夜之王星河，你在奉天城广场吗？他来了。阅览星河，谁来了？黑夜之王，广场上站着近千名刺客玩家，看样子训练有素，是个劲旅。我怀疑是黄胜天的人。阅览星河，那些人是家族名字吗？你是怎么判断的？黑夜之王，名字倒是挺普通的，不过他们好像再加入一个行会。黑夜之王，靠，北境之巅星河战舰是咱们的人。阅览星河，这不是怕你们挨欺负吗？慌慌张张的。黑夜之王，关闭了对话框。苏阳清楚陆剑不平四人还需要忙活一段时间，顺手打开论坛翻看。招兵买马，黄天在上行会招人，让我们一起雄霸天下。发布人黄恩浩荡，点开详情。招人要求：排行榜前10玩家，年薪100万；排行榜前100玩家，年薪50万。行会成员基础月薪5000元，另外500万收行会令牌。苏阳翻看着黄天在上的招人信息，不由得咂咂嘴，还真是不小的手笔。估计论坛的首页置顶也花了不少钱。不过你还是小看这个游戏了。江湖潇潇，1楼是不是真的？我加入。不耻下问，2楼封魔城排行榜第27位，请求加入。胸口碎大石，55楼封魔城排行榜第3位，请求加入。夜雨见繁星，56楼封魔城排行榜第4位，请求加入。理所应当，122楼，我去，黄天在上很快要称霸封魔城了。果然，从这条消息的留言处，苏阳发现了大十几人的身影，而且还有那个令人不齿的家伙。北宫一行，苏阳清楚，前世的黄天在上可是奉天城的第一势力。黄胜天的目标肯定不会局限于封魔城，只是把封魔城当成踏脚石罢了。只因为这一世的北境之巅强势介入，他也是考虑在羽翼未丰时避免与北境联盟发生冲突而已。关闭了论坛，苏阳来到了那片农作之地。心心念念的小稻苗不知道成熟了没有，远远看去，丰年似乎在06号地块那儿忙碌着。苏阳小跑着凑了上去，眼前的06号地块已经生满了咖啡幼苗，跟盒子地块上的植物一样，那是2级种植能力的产物。苏阳点开了丰年的背包，果然有32组水稻在那里寄存着。苏阳一把揽过水稻，直接打开种植能力，选择制作药品。一顶药炉蹭的一下出现在了面前，苏阳将水稻塞进炉内，果然1级药品得以制作。第85章岛国最强刺客松田一郎。呼呼，炉火呼呼地吹着，仅仅用了5秒钟的时间，一颗绿色小药丸便出现在了苏阳的掌心中。1级生命药丸，瞬间回复200血量，冷却时间5秒钟。看来1级的药品不行啊，还不如中级回复药水。1级药丸的回血量，苏阳并不满意。而地块上的幼苗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生出豆来，还是精力有限啊。看来冶炼加种植已经让我捉襟见肘，缝纫和精工只能以后再看了。私信：陆明明舰长，我战舰人员应收1000人，实收1000人，目前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阅览星河，陆舰不平进我的队伍，其他人自由活动。苏阳将陆陆4人组进队伍。1个下午的时间，小队5人扫荡了奉天城各个地图的 BOSS， 直到晚上7点，陆陆几人也终于是升到了20级。陆陆，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想清楚，为什么你们这1000人全部都是刺客？没考虑到职业搭配吗？指挥常说过，游戏服务的是现实生活，我们进入游戏也是为了锻炼反应能力和战斗生存能力。现实中我们的近战武器就是匕首，因此游戏中我们选刺客最为合适。原来如此。系统提示，你的好友韭菜盒子已经上线。终于等到了盒子上线，这不得不让苏阳放下手中的一切，赶赴到盒子面前。路见不平，自由活动。不等4人回答，苏阳按下手中的传送戒指，轻轻一扭，一道光柱从天而降，直接笼罩在苏阳的全身。嗖的一声，身影消失。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盒子身边。看到盒子那美丽的模样，苏阳完全没注意到周围敌视的目光。喂！系统提示，国战尚未开通，你已非法入侵他国领地，死亡后掉落5级。苏阳的突然出现让盒子非常惊喜，不过看到苏阳头顶泛红的名字和国旗，又不得不让他心生警觉。周围一群人虎视眈眈，盒子上前一步挡在了苏阳面前，以一口流利的方言在说着什么。苏阳面前立马弹出了翻译器，直接将盒子的话翻译成了中文。
这是我男朋友，他不会对我们的城市造成威胁。哼，这话跟我们说没用，等我们族长过来留着跟他说吧。苏阳发现自己的处境有些尴尬，似乎给何子带来了麻烦，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看到你上线，我就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好在传送戒指可以使用，不过没想到竟然给你造成了困扰。何子有点脸红，不过却没有丝毫怪罪苏阳的意思。这次有些尴尬了，要不然你先回去，等你下次再来的时候，一定给你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好，苏阳应了一声，准备回城。哪知对面一群身着和服的武士青年竟将苏阳二人团团围住，明显是不想放任苏阳安然离去。小子，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过来的，不过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你？小姑娘，我劝你站到一边去，一会族长来了可就不会像我这么客气了。何子气到跺脚，却毫无办法，毕竟这里是城内，他们同族之间是不能 PK 的。族长来了！听到这个消息，眼前的众人也是识相的分出一条小路。与此同时，一位高瘦青年径直地朝着苏阳的方向走去。青年走到苏阳面前，反应了一会，顿时满眼惊愕：“是你，混乱元素，松田一郎！”就在二人互相道出姓名时，一旁的何子也是满脸的惊喜。哥，三人仿佛就是大型的认亲现场。松田一郎转身看向何子，满眼的惊喜。40级的影子杀手，看来妹妹在华国混得不错呀，难怪不愿意回来。他就是你昨天提到过的男朋友吧？何子微笑着点点头，伸手挽上了苏阳的胳膊。都是一家人，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既然有缘在这见了面，混乱元素，咱俩弄一下。围观的众人听到松田一郎的话，立马让出了一方空地。苏阳也不推脱，直接上前几步来到松田一郎的对面，开启了切磋。苏阳还是非常谨慎的，面前的男人可是岛国当时的最强刺客，现在看来，他能在城中有如此威望，战斗能力肯定不减当年。小心驶得万年船，这要是不开切磋，万一打输了，可就要掉上5级，那代价可就太大了。苏阳虽然认不出松田一郎头顶的方言，不过看其服饰，应该是刺客或剑士之类的职业。为了以防万一，苏阳也是打定了主意，不准备留手。3、2、1，切磋的倒计时刚刚结束，两人瞬间动作，破盾闪，拔刀闪，嗖嗖，两道身影交替闪烁，又同时出现在了对方先前的位置。武器打出均落了空，一击未果，两人回头相视一笑。这个家伙跟我想的一样，看来是偷袭不成了。苏阳望着眼前的青年，也是明白了对方有着同样的想法。看来松田一郎也是没有必胜的把握。眼看两人偷袭不成，何子站在原地满头黑线。原来顶尖高手都是这样的吗？一点不讲武德，一击拔刀接闪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松田一郎也不准备继续缠斗，毕竟自己已经是长崎之王，打赢苏阳对他来说并不会扩大影响，万一打输了，那可不仅仅是丢人的事了。不打了，不打了！松田一郎长刀归鞘，一脸笑意的走到苏阳面前。妹夫这实力还是一如当年，深不可测呀，夸赞了一句。松田一郎抬手一挥，广场周边的众人赶忙围了过来。给你们介绍一下，韭菜和子是我妹妹，这位是我妹夫。松田一郎将二人护在身边，抬手介绍。得到信息的手下立马站得笔直，恭敬行礼。大小姐好，小姐夫好。莫名其妙的成了小姐夫。苏阳有些无奈，不过看这架势，和子以后在这边的生活也能过得不错。哥，咱爸也太过分了，又诈病。哎呀，咱爸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怎么舍得把你自己留在华国？爸最近确实身体不太好，你既然回来了，就多去陪陪他吧。爸不让我告诉你，他其实也在游戏中 ，ID 叫松田一。听到这个消息，和子顿时眼睛发亮，拉着苏阳就朝着传送阵跑去，还不忘对着身后的松田一郎交代：“哥，把咱爸地址发给我。”第86章隐藏职业，隐卫先锋。和子笑盈盈地拉着苏阳来到了新手村。苏阳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活泼的和子，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和子。苏阳陪在和子身边，不知要跑向哪里。不过想到一会能见到未来岳丈，内心也是非常的紧张。一路跑来，苏阳就像妖怪一样被新手村的玩家指指点点，和子完全没有理会。毕竟新手村的玩家对于苏阳毫无威胁，而苏阳也不会无理到攻击眼前的新手玩家。一处山坡，两位青年剑士正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刺杀着眼前的豪猪。在其身后，中年大叔悠哉悠哉地坐在地上，似乎正玩着纸牌。爸爸！中年大叔被这一声
惊叫吓得不轻，抬头看到盒子之后，脸色又瞬间变得狂喜。吭吭，两道破风声传来，苏阳直接抬手招架，免去了这2件的伤害。眼前出手的2人正是自己未来岳父的手下，高达35级的2名剑士。住手！中年人一声，立刻阻止了手下2人的攻击，又吩咐道：“这边没你们事，继续杀怪去吧。”手下2人得到指令，并没有任何犹豫，再次清理着周边的怪物。而中年人也是收敛了之前的凌厉，看向苏阳的面容也变得慈祥。盒子啊，这位就是你在华国交的男朋友吧？不错不错，等级竟然比你哥这全城第一还高出3级。哎，你也不错呀，都40级了呀。盒子并没有理会中年人的夸赞，有些埋怨的嗔怪道：“爸爸，你又诈病是不是？这回可真不是，这次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中年人顿了顿，瞥向苏阳，似乎在宣告着家事务厅的主权。苏阳不用回避，爸爸你就直接说吧。如果事情不够重要的话，我可是要飞回华国的，京都大学的交换生手续还没办妥呢。中年人无奈的耸耸肩，只好如实交代：“我倒不是真的身体不好，只是自己年岁大了，家里这么大的一片家业，总要交给你吧。你哥毕竟是养子，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总不能让我把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交给一个外人啊。”盒子嗔怒，语气有些强硬：“爸爸，这样的话你当着我的面说说就算了。从我记事起，哥哥就一直在咱家里，我都是哥哥带大的。况且我对你的家业又不感兴趣，难道你指望我成为一个黑社会的女头目吗？”中年人被斥责的有些心痛，却又不知道如何反驳，只能转头看向苏阳求助。苏阳也是机灵，并没有正面给出答复。叔叔，打下一片家业很难，守住更难，游戏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在进入游戏之前，可能只是想要一段轻松愉快的体验，而盒子想要的这种体验，我能帮他实现。中年人迟疑了片刻，似乎认同了苏阳的话。苏阳是吧？从你的等级来看，你在华国区的能力应该也是极为不弱。国战开启之后，你若能正面击败松田一郎，我就相信你说的话。到时候盒子愿意随你而去，我也绝不阻拦。苏阳还没表态，盒子已经高兴地跳了起来，这又让中年人非常诧异。难道眼前的青年真的拥有这么强悍的实力？还是松田一郎的能力被自己女儿看低了？中年人不解。不过苏阳倒是很快给出了回复：“叔叔，我答应您，盒子能有您这样的父亲，我为他感到荣幸。如果您没有其他的指示，我就回去了。国战之前多陪陪叔叔。”看到盒子点头，苏阳也不再久留，直接原地回城。咻！终于回到了奉天城，苏阳一身冷汗，看着眼前那些熟悉的景物，心中无比踏实。回家的感觉真好啊，呢喃了一句。苏阳打开聊天窗口，调出了星河战舰的专属频道，行会星河战舰，阅览星河，路见不平，进我组，来奉天城广场集合。5分钟后，苏阳带着路见不平走进了广场石门。嗡！苏阳5人瞬间消失，又出现在了魔兽一姐。龙哥，龙哥！山巅之上，苏阳声嘶力竭，大声叫喊。路见不平4人就像邻居家的孩子一样，乖巧地站在苏阳身边，一脸木然的样子。山巅以东，一只遮天巨兽猛地窜出，正呼扇着他的那双巨翅朝着苏阳的方向飞来。掠至眼前，巨兽突然的一声怒吼震慑的路见不平望而生叹：“你小子空手来的呀，还真是不如你那小女友懂事啊！”苏阳被呛得有些尴尬，不过此次前来确实有些仓促，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龙哥，我有急事找你，大兴在不在？让大兴帮忙看看我身后的4位伙伴能不能转职。苏阳话音刚落，大兴那悠然的声音便传了出来：“我随时都在，不过这4位小家伙的悟性可不比你那小女友啊。”苏阳略微有些失望，不过仔细一想也就释然了，毕竟盒子的天赋实属罕见。不过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这里跟我学习一段时间，虽然还达不到你小女友的那种水准，但也会有所突破的。听到这话，苏阳也是分外惊喜，看样子应该是来对了。路见不平，还不快去拜师？陆路4人面面相觑的呆愣在原地。眼前这位战舰龙皇明显是位持枪的战士，而刚才的声音并不是从他口中发出的。苏阳所说的拜师谈何说起？看着呆愣在原地的4人，苏阳对着地面上的一团黑影介绍道：“这位就是你们未来的导师大兴，他是一位影子杀手，实力深不可测。”路见不平定睛一看，果然在那山巅阴影处看到了一片与众不同，这才相继凑了过去。不一会的时间，陆路4人金光连闪，
就连头顶上的刺客称呼也出现了变化。隐卫先锋听起来很厉害啊，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大兴手里的隐藏职业隐卫先锋已经是最弱的一个。不过对于一般玩家来说，能就职隐藏职业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路见不平，完成了转职，苏阳才安心的走到龙皇面前。第87章，奉天城真相，恐怖的人心。龙哥，人类大陆出现了萨博的影子，他能够施展一些空间瞬移魔法，还有落雷控制。我想知道人类大陆的萨博跟你当年遇见的异界神灵是同一物种吗？由于年代久远，龙皇思索了很久。异界神灵当年施展的确实是空间魔法，不过你说的萨博长什么样子？苏阳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好在有之前的战斗回放，这才从回放视频中截取了一张萨博的正面照片展示给龙皇看。就是他！龙皇情绪激动，伸手指向照片。虽然体型差距甚大，但这样貌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得到肯定答案，苏阳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绝对不可以让萨博发育完全，绝对不能让奉天城的惨痛再发生一次。想到这里，苏阳心中笃定。不过龙皇之前的话似乎也在提醒他，当年的事情似乎并不简单。龙哥，异族神灵当时为什么要进攻奉天城？进攻奉天城？谁告诉你的？我所了解的是，异族神灵来到人界大陆之后，好像在寻找着什么。而且以他当时的能力，想要覆灭奉天城也不在话下。不过奉天城最后却是被炸毁的。我和大兴也算是运气好，当时我们踏入了神灵制造的空间裂缝，这才幸免于难。苏阳心中似乎有了新的逻辑，接着问道：神灵是魔界的生物吗？毕竟是他撕裂的空间把你们带到了这里。龙皇摇了摇头，似乎拿不定主意。这个我不能确定，不过我来这魔界的时间也不短了，这里的生物气息与神灵释放的气息区别很大，我想它应该不属于这里。听到龙皇的分析，苏阳也是一头雾水，自己之前的逻辑似乎也出现了一些漏洞。龙哥，我第一次见到萨博的时候，他被关在一所实验室的密闭容器内，成为了人类的实验品。而那个实验室主要是制作一些瘟疫病毒，你们当时有这方面的消息吗？什么？龙皇非常惊讶，这个消息他也是才知道的。再联想起当年的一些事，一些隐秘似乎都说得通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群可恶的家伙！怎么了，龙哥？看到如此愤怒的龙皇，苏阳也是有些好奇，这才开口询问。轻叹了口气，龙皇平复了情绪，娓娓道来：我们都被骗了，没想到当年的那场瘟疫竟然是人为造成的。从你说萨博被人类控制当作实验生物，并依靠他制造病毒，我就全明白了。当年人类的军事科技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就算是太空旅行、星际穿越也不在话下。不过随着人类寿命的不断延长，生活空间就变得越发紧张，而且当时还没有发现可以移民的星球。随着人类数量的不断增长，大陆各地也发生了一些不同规模的战争。不过后来，人类为了避免自相残杀，达成了一项协议，那就是控制战损，不得发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战争本来是一件好事，直到有一天一场瘟疫席卷了大陆各地。这场瘟疫能量巨大，人类死伤无数。就在这个时候，神灵出现了。显然神灵的出现是寻找他那消失的孩子，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发现他的孩子已经被人类所控制。听你刚才的意思，萨博出现在奉天城附近的实验室，看来当年的神灵已经感应到了小萨博的大概位置，这才出现在奉天城。而那些囚禁小萨博和释放病毒的家伙担心事情败露，这才铤而走险，借着神灵的掩护释放了毁灭性的军事武器，造成了奉天城无法挽回的损失。而当时的人类似乎都认为是神灵的自爆毁灭的奉天城。说到此处，龙皇又叹了口气，当年的事对他的打击着实不小，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年的他为了人类去拼命战斗，到头来想毁灭自己的竟然是同族人。龙皇似乎受到了打击，脸色变得阴沉。苏阳也是明白了其中的缘由。龙哥，奉天城现在已经重新建设了，而且规划得非常漂亮，你看。说完，苏阳直接在眼前的空地上摊开一份林教授扫描的盛世长安图。然而还没有结束，苏阳直接按下旁边的三维按钮，蹭的一声，一座奉天城未来的三维影像出现在了两人面前。这是奉天城现在的样子，竟比当年还要漂亮。龙皇不由得一阵感叹，心中那抹失落也是消散了很多。龙哥，这是奉天城未来的样子，不过用不了多久就会实现的。听到苏阳的话，龙皇转忧为安，围着眼前的影像转了好久。好，奉天城有你在我就放心了。不过这奉天城是你规划的吗？虽然足够漂亮，但是缺少了很多东西。苏阳顿时来了兴致。
不过当他听到龙哥讲解的城防联动、防控点位时，才发现原来龙哥对于城市建设也有着独到的见解。暂别了龙皇，苏阳第一时间将忙碌中的林教授接了过来。弟弟，什么事这么火急火燎的？三维影像不是给你了吗？苏阳拉着林徽因直接钻进广场石门。嗖的一声，苏阳带着林教授再次出现在龙皇面前。林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龙皇，奉天石碑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我给龙哥看了你的三维影像，龙哥这里有一些建议，希望能跟你探讨一下。龙皇也不客气，直接围着眼前的三维影像展开了分析。林教授听得连连点头，毕竟曾经的奉天城辉煌过，龙皇作为过来人给出的建议也是非常的成熟。弟弟，不虚此行啊，看来奉天城的整体规划要做一些调整了。我们当时的规划还是太过于理想化，缺少了很多城防设施。龙哥说的一些魔兽侵袭、城市入侵等等，确实会扰乱我们的建设计划。是啊，毕竟龙皇经历过那个繁华时代，见证了无数奇迹，所以咱们这次也算是有所收获。林教授整理了一些资料，起身便要回去。苏阳这才想起一件令他头疼的事。林姐，在奉天城中，我需要一间私人的杂货铺，可以将自己的物品放在里面，而我的朋友在拥有密码之后，也可以直接进出，随意拿取自己需要的装备。这样的话可以实现吗？林教授微笑着拍了拍苏阳，放心，这事简单，交给我吧，弟弟。暂别了林教授，苏阳看到陆路四人仍在跟着大兴练习，又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这才没有继续等在这里。如今苏阳与未来岳父有了约定，当然要好好盘算盘算。第88章奉天海烧烤食人鱼。打开排行榜，1月揽星和 LV43 龙皇战舰，2浴火焚身 LV39 镇鬼师，3卡布奇诺 LV38 神界行者，4倾城柠檬 LV36 魔魂巫灵，5小雨青青 LV36 牧师，6本色嚣张 LV35 战狂，7黑夜之王 LV35 战狂，8深海炸弹 LV35 剑士，9麦斯威尔 LV35 召唤师，10魔爪 LV35 魔术师。你排在1。月揽星和 LV43 龙皇战舰。关闭排行榜，苏阳又打开了奉天城的地图，不为别的，他只是希望自己能早日升到50级，再换上十王巨人爆出的4件防御装备。毕竟他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出现，而且不得有失。奉天城东、奉天海怪物等级分布在50到55级之间，就这了。决定之后，苏阳也是不再耽搁，一路小跑直奔目的地。系统提示：你的好友倾城柠檬已上线。私信：倾城柠檬，师傅，爱徒来了，快阻我！月揽星河，怎么了？胖子不带你升级了？倾城柠檬，我发现胖子哥哥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倾城柠檬，他叫我萌妹妹，听起来有点恶心。月揽星河，哈哈，好眼力，来吧进组。奉天海距离奉天城并不远，不到10分钟的时间，萌萌便到了。不过两人一路走来，却发现周围的气氛有些微妙。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海边的沙滩上驻足着一对对的情侣，他们看起来轻松惬意，享受着游戏中难得的静谧。萌萌情不自禁地挽上了苏阳的手臂，却又被苏阳狠心地拍了下来。干啥？你个未成年！萌萌瞪着圆圆的眼睛，一脸无辜的样子。师傅你真扫兴，气氛都烘托到这了，我不挽着你似乎都对不起眼前的风景。苏阳转身站在萌萌对面，皱了皱眉头，以长辈的口吻教育道：小酸橘子，虽说我是你的师傅，可我也只比你大3岁，该有的距离还是要保持的，否则的话。话未说完，苏阳举起左手在萌萌的眼前晃了晃，似乎在展示着无名指上的戒指。萌萌一脸嫌弃的表情，同样伸出了左手，看那食指戒指的模样，竟与自己手上的别无二致。传送戒指？对啊，胖子哥哥送给我的。他说如果有人欺负我，他就会传送过来保护我。你说我现在算不算被欺负？看着萌萌那可爱的模样，苏阳也是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些重了。不过苏阳显然没有被萌萌唬住，咱俩的友好度也才500点，等你什么时候跟胖子的亲密度到1000点了再说这话吧。走啦，去海边看看。萌萌嘟囔着小嘴跟在苏阳的身后，时不时的隔空挥上几拳，似乎在发泄着自己的不满。不过苏阳却见而未见的走在前面，心里还在想着要不要喊盒子过来，一起欣赏这夕阳西下的海边美景。呼，一阵海风吹过，海浪不断拍打着沙滩，那些情侣们小心翼翼地退出了原来的位置，朝着不远的岸边跑去。喂，你们俩别玩了，快跑啊，怪物来了！听着远处的喊声，苏阳感激地挥了挥手。不过在那人看来，
苏阳二人如果再不跑走的话，小命可就要没了。毕竟，伴随着海浪而来的海怪高达50级，他可不认为苏阳二人拥有着足以抗衡的能力。苏阳微闭着双眼，对着眼前的海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在自言自语：“感受到了吗？感受到啥？全是怪。”萌萌有些纳闷，眼前海浪中的怪物蠢蠢欲动，师傅还在那里感受。苏阳诡异一笑，突然脚步一扭向后跑去，只留下萌萌呆呆地站在原地。知道全是海怪还不快跑，是不是傻？萌萌突然发现自己被耍了，不过看其表情似乎并不慌张，抬手轻触额头，瞬间嗖的一声便瞬移到了苏阳面前，还回头比了个鬼脸，好似在庆祝的样子。苏阳也不谦让，擎天击释放瞬间竟切换了全体攻击模式，砰的一声拍在了萌萌面前。这一击不仅让苏阳赶超到萌萌的身前，还将萌萌控在了原地。苏阳回头露出得意的贱笑，却看到萌萌的表情似乎要哭，这可不得了。苏阳赶忙回头将萌萌挡在了身后，然而当他再次看向萌萌时，后者已经笑着跑开了。靠，果然被算计了。噗！一片片海浪冲击着苏阳的身体，那些长着尖牙利嘴的怪鱼毫不客气地撕咬而来。苏阳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动作变得迟缓，卡兹，卡兹，110、114、109，海荒食人鱼，等级50，血量9000，攻击260-320，物防400-460，魔防400-460，技能脱战。苏阳没想到这食人鱼竟然能给自己造成伤害，而且食人鱼的数量极其庞大，按这个势头下去，自己根本顶不住。原来如此，站在海水里竟降低了我不少的防御力，难怪这食人鱼能够破防。灌下一瓶终极回复药水，苏阳头也不回地朝着岸边跑去。然而食人鱼的速度极快，这一会时间，苏阳的血量已经降低过半。加293，加293，加293。远处的萌萌正对着苏阳释放圣光洗礼，令苏阳惊讶的是，这圣光洗礼的冷却时间竟只有短短的1秒。没想到萌萌竟然拥有如此强力的治疗能力。苏阳看着自己的血量已经维持在了一个平衡点，这才放心大胆的开始输出。不过看那破盾斩的起手势似乎比平时慢了许多。噗呲，暴击9200，苏阳的最强一击破盾斩，在触发暴击的情况下才勉强秒杀食人鱼。可以想象，在海水中的食人鱼防御力是有多高。食人鱼的经验倒是不错，足足2000点，只要击杀掉300条食人鱼，苏阳就能得偿所愿升到44级。萌萌帮苏阳血量加满，手中的烈火燎原也不再保留。轰！烈火遇见海浪的瞬间，苏阳面前顿时雾气升腾，而那一条条食人鱼仿佛遇到了克星，在海浪中挣扎逃窜。2102， 2102， 2102，几秒钟的时间，苏阳就发现自己的经验条开始肉眼可见的上涨。看来萌萌的烈火燎原才是眼前食人鱼的克星。好徒弟，厉害厉害！第89章魔魂巫灵无限淬毒。苏阳觉得自己没啥作用，便跑到萌萌身边抱大腿，唰的一声，一道金光洒落在萌萌身上，萌萌也因此升到了37级。师傅，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按照现在的升级进度，今天晚上我肯定能升到40级。我的8星法杖，你可准备好了？苏阳嘿嘿一笑，这才从包裹中掏出那根准备已久的8星法杖，摘星一出，青光缭绕。师傅，你可别拿个次品糊弄我哦。萌萌虽然嘴上这么说着，表情却是异常兴奋，毕竟那个摘星杖仅从色泽上判断，一定不是凡品。苏阳也不再隐瞒，直接将法杖的图鉴发了出去。摘星法杖，等级40，法术240-320加128，灵力30加12，敏捷30加12，暴击10加4，穿透6加2，攻速6加2，特性伤害技能效果提升10%。确认了法杖的属性，萌萌的嘴巴顿时变成 O 型，随即大喊一声：“来劲了！烈火燎原，走着！”萌萌眼露金光，动力倍增，手中的法杖不停舞动。也不知过了多久，海浪渐渐退去，那些食人鱼也同样如浪潮消退，不见了踪影。沙滩再次恢复平静。冲！萌萌似乎有些上头，直接闪烁了一段距离，再次扬起法杖准备进攻。可惜潮水退去稍纵即逝。可恶啊！
让那波残血的食人鱼给跑了。萌萌内心惋惜，本来指望着今天能够升到40级，换上那根垂涎已久的8星法杖，然后再去奉天城逛上一逛，好不风光。现在看来计划怕是要延后了。苏阳似乎看出了萌萌的升级心切，直接将手中的摘星法杖上交了去。走走吧，看看风景。两人一前一后走在这夜幕的沙滩上，海浪拍打着礁石，溅起片片水花。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脸上，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惬意。师傅，我现在有一些困扰，班里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就是天榜上的魔魂巫灵，他们想拜我为师。啊？那你怎么说的？我说我得考虑考虑，不能耽误学业。苏阳撇撇嘴，轻视一笑。你还收徒弟？你有8星法杖吗？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萌萌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两人在海边驻足了10多分钟，熟悉的海风再次吹过，远处浪花翻滚席卷而来。来活了，萌萌。两人头也不回地朝着岸边的拐角跑去。苏阳自觉地顶在前面，承受着海浪的冲击和食人鱼的撕咬。萌萌站在岸边无伤输出，两人一前一后配合得十分默契。远处一阵巨浪翻滚，不少食人鱼跃出水面，活泼异常。苏阳定睛一看，这才发现其中的缘由。萌萌，你自己在这小心一点，我去引个怪。好嘞。苏阳直接腾空而起，对着远处的怪群拍了过去。砰！眼前溅起的层层水花竟是一片血红之色。那头巨大的青色鲨鱼呲出利齿，口中还衔着食人鱼的半截尾巴。海荒食人鲨，等级55，血量100万，攻击550-650，物防350-450，魔防350-450，技能掠食突击。嚯，这玩意攻击力可以，不仅有10多级的等级压制，海水还降低了自身的防御，看来有一场硬仗要打了。苏阳将海荒食人鲨的属性发到了小队，又朝着岸边的拐角跑去。萌萌看到食人鲨的属性并不惊慌，毕竟天榜第1的师傅就在眼前，就算出事也轮不到自己。唰！萌萌伪装身影，丢失了食人鱼的仇恨。苏阳来到拐角处，直接卡住了位置。后方那头大鲨鱼仿佛推土机一般，直愣愣地冲了过来。海荒食人鲨目标直指苏阳，而眼前这些无辜的食人鱼却受到了波及，一阵翻腾。慌乱中的苏阳直接启动墨竹呼万的特性技能抗拒之光。砰！一道金色光圈自苏阳的体内弹出，那神秘光圈在不断扩大的途中，似乎想要将周围的一切全部弹开。然而那头巨鲨直接冲破了光圈，张开利嘴撕咬来。靠，等级比我高的还弹不走，忘记了。吭的一声，这一口竟咬掉了苏阳1000点的血量，承受了巨鲨的撕咬。苏阳腰间一痛，破盾斩、嗜血连斩直接反击。噗噗噗噗！暴击8826，暴击4118，暴击4118，暴击4118。苏阳这边伤害虽然打得不错，不过对于拥有100万血量的海荒食人鲨来说，仍如杯水车薪。巨鲨顶着伤害再次冲了上来，萌萌法杖轻挥，一抹墨绿直接挂在了巨鲨的头顶，迟缓了后者的行动。借着抬手动作，烈火燎原再次释放，瞬间轰击在巨鲨的周围。被降低移速和防御的巨鲨又承受着火焰的炙烤，痛不欲生的感觉让他在这片浅海中一阵翻腾。苏阳把握机会启动暴击特性，一个冲锋拉进了身位，抡起长枪直接轰击在巨鲨的后背。砰砰！暴击3256，暴击3104。眼看淬毒消散，不等苏阳使用擎天击，萌萌再次抬手挥杖，又是一抹墨绿朝着巨鲨的头顶挂了上去。我去，萌萌你这技能都没有冷却时间的吗？切，我之前就说过我很厉害的好吧，巫术淬毒和圣光洗礼技能冷却时间都是1秒，这么厉害。听到这话，苏阳不免的惊叹出声，1秒的冷却时间不就是可以无限淬毒了吗？而且随着等级和血量的提升，圣光洗礼1秒1次的百分比加血也会变得越发恐怖。试问，如果未来玩家有10万血，萌萌圣光洗礼哪怕提升到1秒钟回复10%的血量，那也是1秒1万的加血量，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烈！一声尖啸从巨鲨口中发出，随即巨鲨浑身泛起红光，嗖的一下，巨鲨速度极快的朝着苏阳掠来。苏阳反应不及，直接被巨鲨一头顶飞，不过伤害并不致命，苏阳也就放松了警惕。吼！
一只虚影大兽突然从巨鲨的身体里窜出，眨眼间就将空中的苏阳包裹其中，而苏阳被控制的无法动弹，只能任由虚影的摆布。食人鲨见苏阳已经被牢牢控制，转身游向深海。第90章丝袜擦枪，极致诱惑。苏阳这才明白，原来海荒食人鲨的掠食就是将猎物拖拽至深海，使其丧失战斗力的控制技能。既然明白，苏阳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擎天机启动之后，瞬间挣脱了巨鲨的控制，一个俯冲降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食人鲨停在半路，又发现苏阳已经摆脱了控制，竟露出诧异表情。毕竟掠食是食人鲨的拿手绝活，没想到竟被眼前的家伙轻易破解，这让他非常恼怒。食人鲨还有80万的血量，萌萌加油，咱们来个火烤大鲨鱼。妥妥的。萌萌直接将烈火燎原扑在苏阳面前，眼看食人鲨已经破镜，一抹墨绿再次降临在其头顶，攻击不成又惨遭控制。食人鲨愤怒异常，直接暴走，仿佛是激活了血脉能量。这大兽身上泛起的红光直接抵消掉了淬毒的减速，他突然的一个加速再次朝着苏阳袭来。砰！5044，苏阳也不客气，破盾斩直接对脸释放。食人鲨一招吃痛，迎头反击，张开的巨嘴连续撕咬，吭吭吭，1020，988，954。眼看苏阳的血量不足一半，萌萌也是充当起了牧师角色，圣光洗礼连连释放，再加上苏阳自己喝下的药水，这血量也是勉强能维持在安全的状态。食人鲨渐渐不敌，红光消散，其气息也是萎靡不振。苏阳和萌萌瞬间抓住机会，技能频频使用，一口气便打掉了食人鲨30%的血量。萌萌还以为一直可以按照这个节奏击杀掉这头食人鲨，然而这种窃喜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浪潮逐渐退去，海平面也同时降低，眼前的食人鲨仿佛受到了召唤，并不恋战，直接转身游走。苏阳怎么能放弃眼前的大好形势？擎天机再次使出，直接将食人鲨控在了原地。5秒后，海水进退，食人鲨被孤立在沙滩上，眼神中充满无助和绝望，失去了海水的庇护，他的实力大打折扣。打他！见此良机，师徒二人本着趁他病要他命的原则，一顿贴脸输出。食人鲨庞大的身躯拍在沙滩上，艰难地挪动身子，沙滩又软又湿，只是被他蹭出一个大坑而已。此刻的食人鲨就犹如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来自海荒食人鲨的愤怒，属性点+10。突如其来的一条系统提示让苏阳心生警觉，食人鲨所剩的血量并不多。苏阳非常果断，直接放弃这头海怪。从增加的属性点来看，这是他进入纪元以来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愤怒。萌萌快退，不要再打了。来自海荒食人鲨的愤怒，属性点+10。来自海荒食人鲨的愤怒，属性点+10。食人鲨的身体渐渐泛红，身上流转出一股炙热的细密纹路，流光闪动，他的身体逐渐膨胀，表皮组织瞬间消融。萌萌同样发现了异常，抬手轻触眉心，闪烁到了10码之外。然而这个距离并不安全，他拼命朝着苏阳的方向奔跑。在他身后，海荒食人鲨扬起头颅，像是濒死的怒吼，他的整个身体急速膨胀，一片红芒璀璨。砰！食人鲨自爆了，这一声炸响让他血肉翻飞，铺天盖地，沙滩上顿时一滩嫣红。苏阳冲锋到萌萌面前，身后披风一甩，将萌萌娇小的身体全部裹在其中。啪嗒啪嗒，一些血肉泥浆从天而降，拍在苏阳的披风上。唰唰，2道金光降落，苏阳升到了45级，萌萌也升到了39级。萌萌嬉笑着从披风中拱出一个脑袋，不错呀，还差1级就能装备摘星杖了。再烧3轮食人鱼就差不多。苏阳解开斗篷，上面染满了食人鲨自爆后的血肉油腻，就连手中的瞬闪长枪也沾满了污秽。苏阳撇撇嘴，略有嫌弃的用长枪穿过斗篷，立在沙滩上，等海水上涨冲刷一番。萌萌笑嘻嘻的，倒是一身干净，好在没有贪功冒进，否则食人鲨的血肉洗脸一定会让他终生难忘。诺，给你。萌萌从包裹中掏出一团黑色柔软，递给苏阳。苏阳接过，顺手擦拭他的长枪，反复撸蹭了好多次，枪上的滑腻才被擦掉，露出雄壮锃亮的表面。苏阳很讲究，沾染污秽的黑团并没有随手丢弃，他打算冲洗干净之后还给萌萌。只是打开才发现，
这竟然是2条长长的黑色丝袜！丝袜！苏阳懵了，怎么会有这种装备？萌萌撇撇嘴，这可不是装备，这是装扮，不加属性的。苏阳盯着萌萌2条空空如也的白腿，问：“那你怎么不装扮？被你弄脏了，没法穿了呗？”苏阳一阵懊恼：“哎呀呀呀，可惜了，真是可惜了。怎么，师傅也爱看这个？”萌萌眯着眼睛，一脸的不怀好意。也，苏阳瞬间抓住重点，还有谁看过？胖子哥呗，我穿上丝袜之后，他眼睛都看直了，也不打怪，被小雨姐姐踢出队伍，他都不知道。这个死胖子，本性外露，有这好事也不吱声。不过很快，他又想起胖子的那句话：“我带着4美升级，压力好大。”靠，原来胖子早有提醒，只怪自己当时没反应过来。苏阳叠好丝袜，无声的塞进包裹，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再烧3轮的话，怎么也要1个小时。萌萌明天还有早课，这样熬夜可不行。萌萌，咱们先看看食人鲨爆出的装备，然后今天就到这，时间有点晚了，不差这一天好吗？苏阳语气温柔，这让萌萌很不适应。不过萌萌也是通情达理的好姑娘，这语气自然让她无法拒绝，只好微笑着点点头。苏阳捡起地上的装备，将属性一个个的发在了队伍中。海荒披风，白银级，等级50，血量1000，物防50-100，魔防50-100，体力30，特性闪避，开启后增加30%闪避几率，持续5秒。海荒项链，黄金级，等级50，血量1000，力量52，灵力52，敏捷25，暴击22，特性誓约，降低穿戴等级10级。这项链真不错，我想要这条项链，师傅。这条项链外观颇为古朴和神秘，萌萌也不客气，张嘴就要。不过另外的意思不言而喻，那就是另一件披风属于苏阳了。难道说萌萌知道自己脱下的披风才15级，或者是他不希望自己穿脏兮兮的披风？其实这2件装备都给萌萌，苏阳也是愿意的，毕竟萌萌是自己的爱徒，而且苏阳在这里升了2级，主要依靠的还是萌萌。现在萌萌善心大发，奖励给自己1件披风，已经非常不错了。确定吗？第91章奉天海主线任务。苏阳撇头，嘴角微扬，露出2人都懂得猥琐眼神。萌萌似乎心中早有打算，其实披风也是想要的，不过呢，项链我只要再升1级就能戴上，可是披风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行。等我升到50级的时候，师傅应该能爆出更强的披风送给我吧？我这也是放长线钓大鱼。萌萌总是这样口无遮拦，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苏阳倒是非常开心有这样真诚的徒弟，这就可以免去很多麻烦。毕竟女孩子的心思真的难猜。好，你还想要什么？师傅都给你准备。萌萌低头，从下到上打量自己身上的装备，护腕和披风还是15级的，其他的装备还好。没问题，都交给师傅吧。萌萌早点休息。目送萌萌下线，苏阳将海皇披风收进包裹，心中又泛起了嘀咕：萌萌不在，我自己杀这个食人鱼效率又太低。哈哈，这小酸橘子关键时刻还是很好用的。眼下的情况已经明朗，苏阳也不准备留在此地，再次打开地图开始研究。通过研究地图，苏阳这才发现自己的等级似乎很尴尬。考虑到自己目前已经45级，打同级别的怪显然得不到更多的经验，而眼前50-55的食人鱼又不太适合自己，苏阳卡住了。对了，刚才那张卷轴。他打开包裹，研究起刚才食人鲨爆出的一张任务卷轴。主线任务卷轴，激活后可开启主线任务，任务可共享，建议组队开启。苏阳一阵激动，没想到这小小的卷轴竟然是开启主线任务的密钥。不过今天有点晚了，万一任务时间很久，大家肯定是熬不住的。按捺下激动的心情，他收好卷轴，直接回城。私信：阅览星河，琪琪，风魔城有没有50级的怪物地图？骄阳似火，有啊，在风魔城东边的风魔谷，怪物等级50-55级之间，你可以去试试。阅览星河，妥。本来苏阳还想着再问问大潘极冰城的情况，可是琪琪这边已经给到了稳妥的信息，自己也就不再犹豫，就去风魔城吧，毕竟还算熟悉。进入传送阵，苏阳花费了10个金币，再次来到风魔城。眼前的风魔城已经初具规模，一些房屋仍在建设中。他打开好友列表，本来想着跟林教授寒暄几句，好好感谢一番，没想到这个时间林教授已经休息了。路见不平的位置显示还在魔兽一检，看来他们很会把握机会啊。
想到露露还在魔界，他直接拨通了语音通话。露露，学习的怎么样？有收获吗？露露明显是缓了一口气，声音都有些激动。舰长，何止是收获呀！没想到大兴老师对于近战的理解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层次。明天我准备安排所有人都进来学习一下，可以吗？如果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倒是可以试试。你现在可以传送玩家进入魔界吗？如果不行的话，明天约好时间，我送你们进去。谢谢舰长，明天我先试试看。关闭通话，苏阳回忆起前世的种种细节，一边赶路一边思考。大兴的近战能力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纪元仿佛是连接神界、魔界、人界的通道。剧情主线神灵降世之后，人类进入生存时代，彻底沦为神灵圈养的生物，达到满级获得轮回才能飞升神界，脱离神灵的死亡威胁。飞升意味着成为被神灵选中的人，但接下来的一切仍未可知。在前世，飞升神界的几人杳无音讯，而魔界在前世并未出现。苏阳想的越多，脑子越乱，索性直接下线。一夜昏昏沉沉，次日起床已经是下午1点。苏阳浑身湿透，冲了个澡，再次上线，翻看好友列表，除了小酸橘子队友们全部在线。苏阳将队友们一一组进队伍，又把那张10人杀爆出的主线任务卷轴发到了小队中。队伍：阅览星河，主线任务卷轴，请参与任务的小伙伴到奉天城广场集合。骄阳似火，好久没看到任务了，还是主线任务，马上到。雨过天晴，来了来了。欲火焚身，娘子军队长请求参战。小雨青青，鄙视胖子。麦斯威尔，鄙视胖子。卡布奇诺，鄙视胖子。阅览星河，胖子这队伍不太好带啊。10分钟后，小队集结完毕。苏阳直接使用了手中的那张主线任务卷轴，不过系统消息给出了提示，让苏阳到指定位置才能开启任务。根据提示信息，苏阳一行7人来到了奉天海边。正午阳光明媚，海风轻拂，沙砾暖脚，队友们纷纷驻足，享受其中。可可摊开手臂，紧闭着双眼，面朝大海。真没想到啊，奉天城的海边这么漂亮。小雨深深吸了一口气，享受着海风的清爽，真舒服。我准备每天花点时间来这里看看海，保持身心健康。豆豆脱下鞋子，露出白嫩的小脚，塞进沙砾。要是可以置顶帐篷、躺椅，再来一杯冰可乐，简直完美。苏阳不忍打破眼前3位女生的美好幻想，那些食人鱼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出现。小队7人踩在松软的沙滩上，根据任务提示来到了指定地点。这一次，苏阳成功捏碎了任务卷轴，一阵光华隐隐闪闪，任务开启。一艘木船从海边远处缓缓驶来，主线任务：被遗忘的部落鱼腥岛已共享。任务介绍：深受瘟疫病毒折磨的人类被遗弃在这座无人小岛之上，他们无意间发现了破解病毒的秘密，并且依靠着小岛有限的资源活了下来，如今等待着你们的营救。完成条件：击杀海荒巨兽。苏阳读出任务，前世的记忆慢慢浮现。海荒巨兽，奉天城的终极 BOSS， 没想到他还关联着一个主线任务。前世的海荒巨兽似乎没有被玩家击杀，这也导致了主线任务被迫中断。具体原因好像是半血的海荒巨兽会连续脱战。苏阳面朝大海，思绪翻飞。第92章前世今生，苏阳的回忆。苏阳，我的任务卷轴和黄金战靴被前面那几个黑暗家族的人爆了。海边沙滩上，白小天赤着双脚跟在苏阳身后边跑边喊：小天，是那几个人吗？苏阳指着远处沙滩上的3道身影追问道：就是他们！白小天气得咬牙切齿，该死的，他们盯了我一路，而且那个主线任务卷轴属于死亡必爆物品。行，一会你自己追自保。苏阳速度猛增，脚下松软的沙滩被踩出一道道半掌脚印，极限距离100码。苏阳挺胸，长弓拉满，一道元素光剑在面前缓缓凝聚，嗖，光剑直冲云霄，消失在视野中。1.25秒后，远处一道身影中剑倒地，另外2道身影先是一怔，随即分散逃窜。苏阳追了几步，长弓再次拉满，嗖，根本不去管那人的位置。苏阳锁定最后一位逃跑者的身影，射出追踪箭，嗖，2根飞剑一前一后相继飞出。1.5秒后，被追杀的2道身影分别倒在了相距10米的沙滩上。白小天兴奋得像只猴子，蹦蹦跳跳地靠近那几道身影，脚下的沙滩仿佛烫脚一般。嘿，苏阳，你这弓箭手真是神了，射得真准，简直一发入魂。2人跑到一处身影面前，
尸体的碎片渐渐飘散，地面上只留下一张复古卷轴。哈哈，主线任务又回来了。白小天抓起卷轴展示给苏阳看。苏阳，能共享的主线任务，咱们现在开始吧，以免夜长梦多。啪嚓，白小天用力一握，卷轴在他的掌心中化为晶莹的能量碎片。主线任务：被遗忘的部落鱼星岛已共享。一望无际的海面上，一艘小船凭空出现，并且越来越近。苏阳，咱们要出海了！白小天兴奋地盯着面前的小船，直接跃上甲板。兄弟，你快点上来啊！苏阳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小天，要不要叫上大潘和胖子？咱们就2个人，这可是主线任务啊！来不及了，黑暗家族的人马上就到，快上船吧！上了船，咱们可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苏阳无奈一笑，跃上甲板，小船开始慢慢移动，缓缓地驶离岸边。沙滩上，黑夜之王带着几百人愤怒地注视着乘船离开的苏阳2人。拜拜了您嘞！白小天趾高气昂地站在甲板上，捏着鬼脸，不断挑逗着岸边的黑夜之王。黑夜之王气得眼冒金星，愣是不敢下水一步。哈哈，苏阳，这个距离应该在你的射程范围，再给他们来上2箭。白小天扭头看向苏阳，一脸坏笑。算了吧，身上还红名呢，这3点罪恶值还不知道耗费多久才能清零。苏阳撇撇嘴，任务详情都介绍了，咱们要击杀一头大 boss 海荒巨兽，待会小心点吧。哎呀，有你在，还不是手拿把掐。苏阳坐在甲板上，身体跟随着微波荡漾的船只左右摇晃。小天，我教你的脱剑被斩和遮影连刺最近练习的怎么样了？白小天懒散的倚靠在甲板上，无奈道：这2招也太难了，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在练习，可就是学不会啊，有没有速成的招式教教我？苏阳眉头一皱，纪元里边技能书的爆率是最低的，高等级技能书更加难爆，我身上也只有追踪剑是花费20页悲悯者遗物换来的。没事没事，咱们这次主线任务说不定就能爆个技能书呢。白小天唯一的优点就是乐观。苏阳无奈，合上双眼养精蓄锐。远处，一座荒芜小岛越来越近，小船停靠在岸边，2人兴奋地走上小岛。远远的，白小天就瞅见一位浑身银光缭绕的老者蹲在一处火堆旁。苏阳，有线索了，我过去看看。白小天快步来到老者面前，接取了任务。老者缓缓起身，微笑着露出2排不算整齐的牙齿。然而老者一扭头，嗖的一下就跑走了。2人呆愣了一瞬，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婴童般的尖笑声。海皇巨兽来了！白小天站在苏阳身后，一脸的紧张。苏阳站在岸边，迎着滚滚而来的海浪，长舒了一口气。是个大家伙，小心点吧！轰隆，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将小岛冲击得面目全非。苏阳踩着一处礁石，长弓拉满，元素剑加破，甲剑加元素剑打出一套连技。1200、1242、1475。远处，海荒巨兽庞大的身躯飞起3道伤害。苏阳也因此看到了他的属性：海荒巨鲸王，等级60，血量300万，攻击550-850，物防400-550，魔防400-550，技能嘲讽、怒吼、海啸。介绍：奉天海的霸主，食人鱼一族的现任领袖，曾经孤身一鱼挑战海荒食人鲨一族，破敌3000，自瞎一眼。小天，这种环境咱们很难坚持输出1个小时啊！杨哥加油，你一定能行！这可是咱们遇见过的第一个60级 BOSS， 说不定就能爆出剑帮令。白小天藏在山洞口，看向苏阳：咱们要是能建立第1个行会，就不用害怕黑夜家族了。话虽如此，苏阳还是一脸谨慎。以他的经验判断，自己完全不是海荒巨鲸王的对手，而且看小天的意思，他也并没有协助自己出手的打算。拉扯了30多分钟，苏阳依靠距离卡位，硬是磨掉了 BOSS 将近1半的血量。只是 BOSS 咆哮一声之后，转身游向深海，并且再也没有出现过。苏阳站在海边眺望，毫无收获。白小天来到其身边，也是纳闷，这 BOSS 就这么跑了？苏阳摊了摊手，不置可否，可能就是这样。靠，主线任务啊，毛都没打到。白小天懊恼地坐在地上，打量着岸上活蹦乱跳的小鱼，这不会就是青鱼吧？苏阳盯着小天入了神，想起了他的前任室友小天。陈七七你认识吗？白小天茫然地抬起头，没听说过，是干嘛的？苏阳哦了一声，并没有回答。就在1周前，陈七七突然退学，同时跟苏阳他们失去了联系。恰巧这个时候，
白小天成为了他的新任室友。苏神传到了。苏神，苏阳视线一晃，被琪琪拉回了思绪。第93章，遗忘部落鱼腥岛。队友们上船。脑海中的回忆渐渐模糊。苏阳一声令下，队友们直接跃上甲板，整装待发。带的队友们全部登船完毕，小木舟缓缓动了起来，速度不快，但极其平稳。眼前是一片茫茫大海，身后的奉天城却越来越远。众人出海时的兴奋，又突然被未知的恐惧所替代。这要是掉下去，还有的活吗？琪琪俯身趴在船沿向下看，不免得有些担心。苏阳同样如此，因为这艘小船根本不受控制，他也记不清小船会行驶多久。一阵微风拂过，海面变得不再平静，那种熟悉的感觉，苏阳清楚，是食人鱼的浪潮。唰唰唰，众人被声音吸引，纷纷低头看向海里。一条条生着利齿的小鱼乌泱乌泱的朝着岸边的方向游去。我去，有属性的，这些都是怪啊，杀不杀？咱们还是先把主线任务搞定，可别因小失大。胖子说的在理，大家往前面看，有座小岛。众人朝着远处看去，果然，一座小岛出现在了视野之中，这也让所有人不安分的心踏实了许多。临近小岛，大家终于看清了它的全貌。小岛面积大约4个平方公里，岛上地势相对复杂。登岛的北侧比较平坦，南侧是岩石峭壁，中央横贯着一条山脉，山脉两侧是一些简陋的房屋。走，咱们过去看看。任务中有提到过，这里住着一些人类，因此苏阳也是不担心会遇见什么危险。临近草屋，一些人类模样的 NPC 仿佛土著一般，穿着植物树叶遮盖的简陋服装，正朝着苏阳的小队走来。那老者身上有任务。果然，胖子发现了其中一位土著老者银光缭绕，顾不上其他，苏阳一路小跑直奔银光老者而去。年轻的使者，我们曾经都是奉天城的百姓，由于当年受到了瘟疫病毒的感染，我们被流放到这座无人荒岛自生自灭。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依靠捕食海里的青鱼顽强地活了下来。不过这片海域拥有一只可怕的食人巨兽，我们很多出海捕鱼的年轻人都葬送在了他的口中。选项1，调查青鱼；选项2，击杀海荒巨兽。看着面前的2个选项，苏阳并没有急着拿主意。如果选择调查青鱼，那么大概率会获得控制病毒的办法，获得解毒药剂之类的物品。但是选择了调查青鱼，是不是主线任务击杀海荒巨兽就会消失？那队友们岂不是白跑一趟？大家应该都看到了，都说说吧，咱们选择哪个？众人议论纷纷，不过大家一致觉得选择第2项比较稳妥。不过胖子却有了一个重要提醒，我不觉得这是一个2选1的问题，而是先后顺序的问题。一般主线任务都会出现一些重要的游戏线索，而这个任务中调查青鱼显然非常重要，这应该是以后对付萨博病毒的重要倚仗。而我们这次任务的完成条件是击杀海荒巨兽，实际上这2者并不会产生冲突。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选择第2项比较稳妥。苏阳回味着胖子的分析，有感而发，听君一席话，还真是听君一席话。哈哈，看着有些尴尬的胖子，苏阳也不再墨迹，直接锁定选项2，击杀海荒巨兽。任务提示：海荒巨兽经常出没在鱼腥岛坐标 147.234， 海荒巨兽对于人类的血液非常敏感。看到新的任务提示，众人也不耽搁，一路小跑便来到了任务坐标处。不过看着眼前的茫茫大海，大家再次陷入了困惑，人类血液要怎么搞？确实，一个大难题摆在了众人眼前。胖子面露难色，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琪琪有些着急，再次催促道：我说胖子，你要是有主意就快说啊，总是整出那副便秘的表情。这回不一样，最近跟3美一起打怪升级，我发现他们的情绪都不太稳定，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要不要下水试试？琪琪还没听出胖子话中的意思，不过大潘可是一位正经暖男，立马反驳：不太舒服更不能下水，海水还是挺凉的。胖子不甘示弱：这不是游戏吗？能有感觉吗？那精神也会感觉凉。扑通，胖子2人还在斗嘴，却没注意到这边已经有人跳进了海水中。我去，可真的跳下去了，这什么情况？苏阳也是一脸蒙圈，不过眼下的情况也只能感叹，看来可是真有事啊，而且有事还真上呢。苏阳转头看向搭话的小雨，不由得老脸一红，撇过头去。可跳水之后，胖子也是来到了岸边，关心道：可儿，下边水凉，待会就上来。胖子这声喊，
吓得可可差点沉底。苏阳转头看向小雨问：“胖子跟你们组队也一直是这个样子？”“可不嘛，还给我们4个人都起了绰号。可可叫可儿，豆豆叫豆，萌萌叫嘟嘟，最可恶的是他管我叫娟儿。”似乎听到了有意思的事，琪琪和大潘也凑了过来，满脸的好奇。难怪昨天萌萌非要跟我组队，原来是被胖子吓怕了。不过胖子为什么叫你娟儿？还不是因为这个。小雨抬手释放治疗术，一道圣洁光芒伴随着迷糊的音效降落在苏阳的头顶。娟儿，嘉玲。众人先是一阵无语，随即哈哈大笑。不过看到小雨那张难为情的脸，大家也不好意思再嬉闹，况且可可还在水里。吼！突然间，一声长啸从远处传来，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远处一阵阵巨浪翻滚，汹涌澎湃。可可瞬间传送至岸边与众人汇合，紧紧地注视着远处的海浪。嗖的一声，又是一道人影闪现而出，红色身影还显示着可攻击状态，更是惊得众人剑拔弩张。几人肃然警惕，随即露出狂喜。何子，欢迎回来。第94章深海霸主，海荒巨鲸王。何子一如往常，面带微笑，见到大家的感觉真好。苏阳给大家的惊喜已经达到了目的，不过还是有心提醒大家先等等再叙旧吧，海荒巨兽就要来了。随着巨浪的临近，浪中的巨大身影也是越发显眼。海荒巨鲸王，等级60，血量300万，攻击550-850，物防400-550，魔防400-550，技能嘲讽、怒吼、海啸。介绍：奉天海的霸主，食人鱼一族的现任领袖，曾经孤身一鱼挑战海荒食人鲨一族，破敌3000，自瞎一眼。鲸鱼吗？管他呢，盘他！齐齐张弓搭箭，嗡的一声，一道破防剑顺势而出。565，胖子挥舞蒲扇，动作奇快，眨眼间，一道蓝色铭文便出现在了巨鲸的头部之下。然而那方圆5码的冰阵瞬间将巨鲸的头部冻在原地，而他那身体和尾部依然在强有力的晃动着。队友们，敢不敢冲到巨鲸的背上打？听到可可这疯狂的想法，众人也是来了兴趣。不然的话，仅仅依靠琪琪和胖子的远程火力，想击杀这头海荒巨兽难如登天。呵！一声轻喝，可可身上光芒大放，随即数道光线飞出，连接在众人身上。大家稍等，我先把炮灰扔过去试试水。可可话音刚落，嗖的一声，豆豆的召唤物远古巨兽就被送到了巨鲸的背上。远古巨兽一脸茫然，回头看向众人，原本巨大无比的身躯在巨鲸的映衬下顿时显得有些渺小，不给远古巨兽后悔的机会。豆豆远程操控巨兽，抡起手中的树桩朝着巨鲸的头顶砸去。砰的一声闷响，一个一的伤害飞起。远古巨兽咧咧嘴，显然有些尴尬。随着胖子的冰阵消失，巨鲸也是破冰而出，一个翻腾就将背上的远古巨兽摔落在了海中。临近岸边的海水并不是很深，远古巨兽一阵扑腾过后，竟在水中站了起来，眼前的海水也仅仅是没过他的膝盖而已。吭！1800，巨鲸似乎对于眼前的远古巨兽非常不屑，冲过去就是一口。这一击也只是咬掉了远古巨兽不到2%的血量。苏阳看着眼前的局面，发声提醒：咱们一定要小心一些，掉落到海中会降低我们的防御力和行动速度。得到苏阳的提醒，可可立马改变了作战计划。豆豆，控制宠物趴在海里，咱们站在宠物背上打。得到指令，豆豆没有丝毫顾虑，直接控制着远古巨兽趴在了巨鲸的面前。巨兽撅起屁股直面巨鲸，充满了嘲讽意味。嗖嗖，可可传送着所有人，直接落在了巨兽的背上。不过巨兽的整个脑袋都没入了水中，看着那里不断上升的气泡，琪琪也是被吓得不轻。这玩意不会被淹死吧？我怎么觉得不太靠谱呢？苏阳并不理会，眼看到了攻击范围，便一马当先冲到了最前面，扬手一击破盾斩加嗜血连斩打出，暴击12456，暴击4428，暴击4428，暴击4428。苏阳的几枪伤害固然不错，可惜对于拥有300万血量的海荒巨兽来说，竟连1%的总血量都没打掉。大潘上前盾击接旋风斩，只可惜伤害均不过1000。看来面对60级的海荒巨兽，大潘这种级别的战士也是有些相形见绌。砰！暴击8646，何子的冷血一击打出，随即用出分身疯狂补刀，短短2秒钟的时间，
和子加上分身，竟对着眼前的巨鲸挥出了8刀，每一刀都带走其2000加的血量。吭的一声，和子凿击收尾，将巨鲸控在原地，随即遁走消失。苏嫂还是那个味儿，来不及感叹和子的操作，苏阳擎天击打出沉默，再次争取到了5秒的集火时间。立！海荒巨兽一声长啸，一股肉眼可见的声波席卷而来，众人瞬间身体失控。不过虽然说身体无法控制，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所有人还在庆幸。而海荒巨兽再次朝天怒吼，一个巨大的风雨漩涡自其头顶出现，风雨漩涡夹杂着海水，瞬间形成水龙卷，自下而上直通天际。小队8人仿佛受到了风雨漩涡的牵引，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水龙卷的中心移动。看那模样，如果被卷入其中，肯定小命难保。怎么办？要被吸进去了，身体不受控制，技能又不能使用。大潘距离巨鲸最近，这样下去，他将会成为巨鲸口中的第一亡魂。可可的阵型光线还挂在众人的身上，这便是突破口。事态紧急，苏阳无法顾及和子的感受，他直接伸手拉住可可的胳膊，启动了瞬闪长枪的特性技能。嗖的一声，苏阳与可可脱离了巨鲸的控制，可可也是立马动作，直接使用阵型光线将其他人扯了回来。好险！脱离了巨鲸的控制范围，大潘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这才再次打量着眼前的庞然大物。苏阳也是有些后怕，好在一些特性技能不会受到制约，这才让大家得以脱身。下一次我会保留擎天机，可以免疫控制并且打断他的施法，这次是轻敌了。没错，刚刚巨鲸的怒吼和嘲讽是在苏阳使用过擎天机之后才出现的，这也导致了苏阳没有第一时间脱离控制。不过就算苏阳自己脱离了控制，如果没有限制住巨鲸的话，大家一样拥有危险。因此只有控制住巨鲸或者保下可可，大家才能拥有活命的机会。看着眼前还有 95% 血量的巨鲸，众人也是把心一横，再次掠至远古巨兽的背上。再来！破防剑伴随着齐齐的怒喊一并发出，胖子紧随其后，4道阵法几乎同时出现，远处的巨鲸再次被冻住半个身子。小雨手疾眼快，一道光波脱手而出，砰的一声炸掉巨鲸2000加的血量。小雨的流光斩威力还是不错的，夸赞了一句。苏阳携手和子，大潘直接贴脸输出。可可，帮我们躲避伤害，小雨注意治疗。众人集火，巨鲸的血量终于肉眼可见的下降。当大家的控制技能都在冷却时，可就到了巨鲸的时间。吭，nice，可可的反应惊人，巨鲸的连续2次撕咬都被可可所预判，因此苏阳才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不过巨鲸的攻击频率不慢，多次的撕咬之后，可可终于无法保持高效的精准操作。吭，1500 1423，巨鲸连续撕咬，大潘顿时血量见底，这才退到了苏阳的身后。小雨也是立马跟上治疗，将大潘的血量拉了回来。大潘，可可无法保持高强度的精力集中，自己要注意躲避，小心露出破绽，避免遭遇暴击。听到苏阳的指点，大潘也是点了点头，再次顶了上去。眼看着巨鲸还剩 80% 的血量，小队也是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按照这个进度，只要再坚持1个小时就差不多了。第95章解读图纸，巨鲸再临。立！情况突变，巨鲸仰天长啸，笑声如实质的音波，震动的这片海面都不再平静。随着笑声响彻天地，海面上也是风起云涌，远处的巨浪泛着银光直击小岛。滚滚来！情况不对，赶紧撤退！可可听到指令，直接扔下海水中的远古巨兽，带着众人传送回岸边躲避。岛上的居民似乎不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他们放弃了山脉脚下的房屋，集体躲进了山脉的洞穴之中。我怎么觉得这岸边也不安全？听到胖子这话，再联想起那些藏在山洞中的人们，大家的心里也开始焦虑。咱们都往后退，可可先进入山洞，并保持阵型光线的连接。如果出现意外，可可务必将大家都拉进洞中，避免造成死伤。好的，应了一声，可可拉着豆豆和小雨跑向洞口，而苏阳等人也是连连后退。毕竟可可的阵型光线有效距离只有10码。轰！巨浪滚滚而来，不断冲击着面前的小岛。岛上那些简陋的房屋连1个回合都没撑住，直接被海浪拍得粉碎。眼看这种无法阻挡的局面，可可也是第一时间将众人拉进了洞中。不知过了多久，当潮水退去，小岛也变得平静。
地面上支起的渔网中活蹦乱跳着一些巴掌大小的鱼儿。那些从山洞中走出的人们，脸上带着些许兴奋，他们一路小跑来到渔网前，伸手捞起那些小鱼，直接塞进嘴里。那些是青鱼，大家面露疑惑。不过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打了1/3血量的海荒巨兽不见了。苏阳郁闷地站在岸边驻足眺望，完全找不到巨鲸的影子。看来巨兽释放海啸的时候不能逃，需要打断它的施法，失算了。确实啊，不过这种 boss 也就你的擎天技能行，要免疫控制，又要控制对手。万一这头巨鲸耍赖技能连用，你的擎天机冷却时间又是30秒，还有的破吗？琪琪确实关注到了重点，既然已经了解了对手，大家肯定不希望再次放走巨鲸。苏阳还没解释，大潘倒是提醒着，你忘记苏神的大招了吧？还以为是擎天机吗？琪琪一拍脑袋，这才回忆起苏神1v时的场景。苏阳身体上燃烧的熊熊火焰当然比擎天机还要强力，就是我怎么把苏神这个技能给忘了？既然有了对应办法，那咱们把巨鲸引来继续盘。听琪琪这么一说，所有男生齐刷刷的转头看向可可，可可俏脸一红，也没犹豫，扑通一声再次跳进海水中。什么情况？何子满脸疑惑的看着眼前的局面，难道可可拥有什么吸引 BOSS 的特别能力？小雨刚想解释，却被胖子拉住了。不知道这胖子又想出什么幺蛾子。苏嫂啊，可可那个神界行者拥有一种神秘的血脉召唤术，能引怪。So ga， 苏阳实在是看不过去了，插话道：别听胖子乱说，要是萌萌在这跳个舞，胖子也有血脉召唤术。一想到萌萌的萝莉舞，胖子顿时老脸通红，下意识的捂住鼻子。可可下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预料中的巨鲸并没有动静，也许之前仅仅是个巧合而已。可可上岸吧，那老者身上的任务荧光还在呢。胖子说的应该没错，我们先做调查青鱼的任务也一样。远处的海边果然没有动静，可可也不耽搁，直接传送上岸。苏阳带着几人围在了荧光老者身边，只见老者蹲在地上，正呆呆看着渔网中活蹦乱跳的青鱼。苏阳伸手触摸在了老者的背上，老者回头开启了对话：年轻的使者，我们曾经都是奉天城的百姓，由于当年受到了瘟疫病毒的感染。选项1，调查青鱼；选项2，击杀海荒巨兽。看着眼前的对话框，苏阳似乎明白了巨鲸为什么没来。然而这次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苏阳直接选择了选项1，调查青鱼。年轻人，这鱼星岛上资源匮乏，我们在岛上的族人主要以打鱼为生，不过由于我们的烹饪能力有限，竟发现了生食青鱼的美味。而且生食青鱼之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也在不断减少，直至最后消失不见。系统提示：恭喜你获得3级青鱼炼制图，获得了一张3级制药图。咱们中有谁是3级的种植能力吗？可以制作3级的药品。我是3级的种植，持续的治疗比较耗魔，药店自带的魔药回复量又太低，只好升级种植了。苏阳将3级的青鱼炼制图交到小鱼手上，打趣道：也许这就是解除萨博病毒的药剂，用一些青鱼试试看。在众人的目光中，小雨直接学习了炼制图。不过当他弯腰想碰触那些网里的青鱼时，几名壮汉直接越过渔网，将小雨推了出去。小雨尴尬的笑了笑，面对着眼前壮汉的防守，想要用他们的青鱼试水，估计是不行了。哈哈，他们的渔网还是比较简易的，咱们去旁边也做上几个，准备就绪之后，我再召唤巨鲸，干掉了巨鲸，青鱼也就有了。就这么办。小岛上，树枝和网布随处可见。几分钟后，3只渔网便固定在了一处礁石边上。苏阳再次来到荧光老者面前，伸手触上老者，选择了任务2，再次与队友会合。豆豆已经控制着远古巨兽趴在了岸边的海里。看到苏阳归位，可可直接释放阵型光线，将所有人全部传送到了巨兽的背上，一切准备就绪，似乎就等着巨鲸来战。突然间，远处一声长啸传来，伴随着这声长啸，海面狂风大作，波涛汹涌，海浪翻滚中，那头深色巨鲸再次奔袭而来。准备了！巨鲸刚刚掠至面前，就被胖子的冰阵冻在原地。队友见状输出，直接拉满。琪琪普攻加技能无缝衔接，嗖，数道箭矢飞掠而出，几乎不用瞄准就全部命中。毕竟巨鲸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几个呼吸间，巨鲸就已经被打掉了5%的血量。不过一波爆发之后，众人的技能也都处于真空期，接下来的输出就低了很多。吼！巨鲸一声怒吼，如实质般的音波瞬间扩散，所有人同时沉默，呆呆地立在远古巨兽的背上。
第96章击杀海荒巨鲸王。苏阳并不着急解除控制，因为他清楚，上次巨鲸在使用怒吼之后，立马接上了嘲讽，这才将众人拖拽了过去。如果卡在这个时间点使用擎天击去打断巨鲸的嘲讽，就非常奈斯了。果然，巨鲸仰头怒吼，召唤出了头顶的风雨漩涡。苏阳不再保留，擎天击高高跃起，脱离了巨鲸的控制，脚下雷光闪动，猛地朝着巨鲸的头顶轰去。砰！一声闷响，巨鲸像一条受惊的大鱼，呆愣愣地伏在那里，头顶的那片风雨漩涡也随即消失不见。弄他！一击得手，队友们得到摆脱之后，各种技能齐齐招呼，巨鲸无奈只能被动挨打。十几分钟的时间，巨鲸的血量已经不足80%。正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小队看着巨鲸骤降的血量才越发谨慎。苏神，不知道上次你有没有注意到，巨鲸释放海啸的时候，浑身散发着金光，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我担心他释放海啸的时候，自身会免疫控制。听到胖子这话，大家也都仔细回忆着。我也注意到了，不过上次遇见拥有免疫攻击的怪物，还是60级的城市巨兽呢。对啊，咱们眼前的对手也是60级，那还真就不好说了。苏阳觉得有必要以防万一，免得再次让巨鲸逃脱。琪琪，一会巨鲸释放海啸怒吼的时候，你先用出击退剑。如果你的击退被免疫，可可就带着其他人回到岸边，剩下的就交给我跟远古巨兽。明白。琪琪蓄势待发，看样子已经做好了准备。盒子看了苏阳一眼，建议道：到时候我留下来跟你一起吧。好，制定好计划。所有人继续输出巨鲸，而那头巨鲸除了释放嘲讽和海啸能威胁到大家以外，普通的撕咬完全起不到作用。苏阳有意推到2线，指挥着大潘顶在前面，大潘渐入佳境，再配合小雨的治疗，可可的传送，竟也是无损的稳住了局面。厉！巨鲸突然的一声长啸打破了战局的平衡，海面再次掀起巨浪，巨鲸身上晶莹的金光越发璀璨。琪琪腰间一抹，一根黑色击退长剑顺势搭上了弓，嗖的一声射了出去。吭！免疫！果然如胖子所料，看到这种情况，可可也是毫不犹豫，直接带起众人传送回了岸边。由于距离太远，苏阳跟盒子身上的阵型光线也是断了连接。小心一点！苏阳挡在盒子面前，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狂风巨浪。豆豆似乎使用了什么技能，苏阳突然觉得脚下的远古巨兽仿佛嵌入海中，纹丝不动。轰！海水掀起巨浪，直接将苏阳2人的身形全部淹没。好在没有造成伤害，可可不敢多看，直接引着身边的几人回到了之前藏身的山洞中。就这么扔下苏神和苏嫂好吗？他们俩可不是一般玩家，你看小队中他们的血条可一点都没下降。胖子提醒过后，其他人也是时刻关注着苏阳跟盒子的血量变化。好在他们的血量一直不见减少，这才让大家安下心来。你们进入我的直播视角，可以关注到队长跟盒子的情况。豆豆控制着远古巨兽释放了重力吸引，盒子还能坚持吗？咕噜咕噜，只是感受到一些压力，我没问题。咕噜咕噜，苏阳2人的身体完全没入海中。奇怪的是，远古巨兽仿佛拥有一股巨大的吸力，牢牢地将苏阳2人抓在背上。许久之后，海浪退去，海面上的巨鲸终于有所动作。随着身上的金光消散，巨鲸直接遁走，速度非常之快。想跑，嘴上虽然不屑，可是仍在僵直中的苏阳并不觉得他能追上这个距离。传送我！盒子在关键的时刻倒是提醒了他。苏阳豁然开朗，擎天击瞬间激活免疫了身体的控制，高高跃起之后又朝着巨鲸的方向落了下去。落地刹那用出瞬闪，再次拉近了10码距离，还差15码。嘀咕了一句，悬在半空的苏阳使出原力冲锋，再次破近10码。技能全交之后，苏阳的身体急速坠落。咻的一声，盒子瞬移般的出现，对着后者微微一笑。砰的一声，凭空打出冷血突刺，一击落空，盒子却准确地落在了巨鲸的背脊之上。不等巨鲸反应，盒子扬起匕首凿击，狠狠刺入。吭！巨鲸吃痛，被盒子稳稳地控在原地。盒子也不闲着，开出分身对着巨鲸的后背一顿猛戳。另一边，苏阳的身体急速下坠，手中的传送戒指轻轻一抖，恍惚间，他瞬移般的出现在盒子身边，踩在了巨鲸的背脊之上。巨鲸遭到攻击便不再逃脱，此刻正拼命挣扎，想要摆脱背上的2人。而豆豆正控制着那头远古巨兽朝着这边游来。
兽背之上。大家正笑盈盈地看着苏阳的方向。刚才那段双人追惊的画面录下来没？那当然，这么精彩的片段怎么能错过？听到琪琪和胖子的对话，大潘也是有感而发。每次感觉自己距离顶尖高手更进一步的时候，苏神总是有办法让我认清现实。众人齐齐点头，略有同感。小队集结在巨鲸面前，直接开打。苏阳带着盒子也是回到了远古巨兽的背上。咱们一点一点拉回到岸边去打。远古巨兽飘在海面上太不稳定了。得嘞！一群人且战且退，莫一会的功夫便回到了熟悉的位置。海啸过后，巨鲸似乎有些虚弱。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巨鲸一个技能都没有使用，并且撕咬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慢。巨鲸在海面上翻腾着身子，不断哀嚎，血量已经见红。小队8人越发的紧张起来，就担心会出现什么变故。他们可不希望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然而这次并没有意外发生。随着苏阳的一记破盾斩挥出，巨鲸的最后一丝血量也终于被打空。一声沉重的哀嚎，巨鲸终于失去活力，飘在了海面上。随即它巨大的身躯慢慢透明，荧光碎片缓缓飘散。唰唰唰，数道金光同时闪现，小队几人相继升级。大爆！第97章命运锁链，新的展望。海面上那些爆出的装备悬在空中，光泽尤为显眼。豆豆控制着远古巨兽缓缓地朝着装备靠近，每到一处，苏阳便将眼前的装备捞起，圆满收工，打道回府。踏着远古巨兽的背脊，小队8人终于回到了岸上，开始分赃。苏阳将海荒巨兽爆出的装备一字排开，铺在了地面上。嘲讽指环，黄金级，等级50，攻击70-140，法术70-140，力量50，灵力50，敏捷24，暴击21。特性：嘲讽，自身无码范围，强迫对手攻击自己。怒吼项链，黄金级，等级50，血量1000，力量50，灵力50，敏捷23，暴击20。特性：怒吼，自身无码范围，群体沉默。海啸护腕，黄金级，等级50，攻击70-140，法术70-140，力量50，灵力50，敏捷23，暴击20。特性：海啸，双抗增加200点，持续10秒。海皇巨兽很大方啊，全部都是黄金级的饰品装备。苏神，僧多粥少啊。不过按你的理解，谁更需要这些装备？要么你直接分吧。苏阳环视一周，似乎大家都是这个意思。好，那我就替大家做主了。嘲讽指环和海啸护腕的特性技能更适合前排职业吸收伤害，因此我建议这2件装备留给大潘，而怒吼项链的范围控制更适合怕被近身的职业。这里边可能除了我跟大潘，大家都比较合适。不过我建议把装备留给琪琪，毕竟琪琪和大潘远在风魔城和极冰城，他们所要面对的危险和挑战会比我们更加困难。苏阳的一番话倒是提醒了所有人，由于身边都是顶级战力，大家似乎从未考虑过琪琪和大潘的处境。胖子倒是没有觊觎这几件装备的意思，可是眼下琪琪才41级，而大潘更是只有37级，他们距离50级还有着不少距离。苏神，装备分配我倒是没什么意见，可是现在的你已经46级了，是不是装备先给你用更好一些？毕竟等到琪琪和大潘到50级的时候，你也应该拥有了可以替换的装备。琪琪和大潘同样觉得这才是正确的选择，不过苏阳却摇了摇头。45级之后升级已经非常缓慢了，如果不是遇见海荒巨兽，我也很难突破到46级。而且现在适合我去的升级地图已经越来越少，我想等我打到合适装备的时候，都未必能升到50级。胖子眼看劝说，吴果也不再纠结。既然苏神都这么说了，装备你俩就收了吧。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该研究一下青鱼了？胖子转身指向身后的渔网，果然，渔网中一条条青鱼正活蹦乱跳着。小雨打开了制药技能，一顶药炉便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将青鱼一条条的放入炉中之后，药炉竟顺势起火，很是惊奇。呼呼，5秒钟的时间一到，一颗白色药丸便出现在了炉顶之上。小雨伸手一捞，将其握在了手中。3级解毒药丸可解除常规中毒状态，效果持续10分钟。小雨一边说着，一边摊开手掌，将手中的药丸展示给众人看。看着药丸的属性，
苏阳若有所思，这颗药丸先给我提交主线任务，我想这个任务也差不多该结束了。一会小雨多准备一些解毒药丸，给大家每人都备用几颗。一会我打算去一趟极冰城，试试能不能解了萨博遗留的病毒。好，苏神先去交任务吧，如果没有后续，咱们就回去。苏阳不再耽搁，小跑着来到了任务老者的面前。触发对话之后，老者那充满深沉的声音便传了出来。年轻的使者，我们曾经都是奉天城的百姓，由于当年受到了瘟疫病毒的感染。选项1，调查青鱼，提交物品。选项2，击杀海荒巨兽，已完成。苏阳将手中的解毒药丸提交之后，老者的脸色突然变得兴奋起来。系统提示：恭喜你的小队完成主线任务，被遗忘的部落鱼星岛，小队成员获得奖励20万经验、2万声望，获得岛内居民友好度100%，幸运加1。果然，得到任务奖励之后，任务老者身上的荧光消失了，显然并没有后续的任务。获得如此丰厚的经验奖励，队友们也都升了一级。苏阳打开了奉天城的排行榜：1月揽星和 LV46 龙皇战舰，2韭菜盒子 LV43 影子杀手，3浴火焚身 LV41 镇鬼师，4骄阳似火 LV41 弓箭手，5卡布奇诺 LV40 神界行者，6倾城柠檬 LV39 魔魂巫灵，7小雨青青 LV39 牧师，8麦斯威尔 LV38 召唤师，9雨过天晴 LV37 战魔，10本色嚣张 LV36 战狂。你排在1月揽星和 LV46 龙皇战舰。苏阳非常欣慰，毕竟队友们全部进入了天榜前10，而且形势稳定。如今任务已经完成，大家也不准备久留，小友请留步。之前的荧光老者快跑了几步，将众人拦了下来。只见其右手的袋子里装满了青鱼，直接递到了小雨面前。小雨也不客气，连忙伸手接过，毕竟这些都是可以解毒的药丸。大家各自回城，只留下眼前的苏阳跟盒子，两人牵手漫步在鱼星岛的沙滩上，留下的片片脚印映着午后的光辉，格外的浪漫。叔叔之前说国战开通之后，我只要率队打败你哥，他就不再干涉你的选择。其实我不想与你哥交战。为什么？盒子倒是没有生气，只是想知道原因。苏阳眉头一蹙，缓缓开口：因为在这片亚洲大陆上，我们拥有着差不多的血脉和文化，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盒子明白了原因，突然笑得很好看。我明白你的意思，我都支持你。事实上，苏阳一切的努力只在维系和平，不想制造争端，只是命运捉弄，身不由己。个人的仇恨，家国的希望，苏阳一刻都不敢忘。一个人的能力越强，责任就越大。真正到了那个时候，责任和使命会推着你不断向前。好在苏阳的所作所为，盒子都是支持的。对了，盒子，你有师弟了。师弟？苏阳哈哈大笑。看来盒子对于中国的称呼还是有很多不熟悉的领域。你的导师大兴又收徒弟了，一会我介绍他们给你认识。第98章赤身战，杀手本色。苏阳将盒子留在了小岛，只身回到奉天城。出现在广场之后，苏阳也不停留，直接来到了丰年所在的种植区域。眼看四下无人，便给盒子发送了消息。咻的一道光影，盒子已经笑盈盈地出现在了苏阳的身边。你的咖啡豆熟了，旁边这一片是我的地块，我已经是3级的种植能力了。盒子打量着苏阳的地块，突然想起了之前的事。那之前你还在问谁达到了3级的种植能力？苏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解释道：当时我还想着，万一你们都没有3级的种植能力，这时候我再说自己是3级能力，那岂不是很有趣？没想到小雨阻止了你的计划，是吗？不会，小雨比我更合适拥有解毒能力。盒子微微一笑，看着眼前成熟已久的咖啡豆，立马忙碌起来。苏阳却不为此担心，他花钱雇了丰年，非常惬意。行会频道星河战舰，阅览星河，路见不平在哪？陆明明，我们在魔兽一姐。阅览星河，给你们介绍一位刺客高手，我女朋友韭菜盒子。张健健，天榜第2的影子杀手。阅览星河，没错，考验一下你们的进展有没有进步。关闭对话框，又跟盒子交代了一句，苏阳直奔广场石门。魔剑，先有的一处平坦开阔地，路见不平正指挥着1000人进行实战训练。咻的一声，苏阳闪现而出，所有人见状立刻停下训练，齐刷刷的敬礼。舰长好，大家好。苏阳情绪毫无波动，并没有因为眼前的场面而觉得不好意思。路见不平4人一路小跑来到苏阳面前，问：舰长夫人呢？这么急着被虐啊？
苏阳挑了挑眉毛，笑容玩味。陆剑不平有些不以为然。不开玩笑了，陆剑不平听令，现在有个任务交给你们。是。看到苏阳突然一本正经的样子，陆剑不平也是瞬间变得严肃。不过当他们听到苏阳交代的任务时，原本的严肃又荡然无存。舰长，你说舰长夫人是岛国人，那她怎么能来这里？苏阳伸出手掌在四人眼前晃了晃，又将传送戒指的属性发到了星河战舰中。我去，竟然还可以传送，还是跨国传送，厉害了。苏阳笑了笑，再次对着陆剑不平交代道：好了，去准备吧。陆剑不平得令，立马朝着大部队跑去。1分钟后，场中的千人便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苏阳来到圆圈中心，这才注意到了龙皇。仔细看去，身边那一团黑不溜秋应该是大星了。龙哥，大星，你们好啊！嘿，小苏子，咱们这魔兽异界真是越来越热闹了。这些都是你带进来的人类吗？算是吧，不过还缺了一人，不是吗？龙皇挠了挠头，思索片刻，突然一惊。哦对，你那小女友呢？话音刚落，咻的一道光影闪烁，盒子凭空出现在众人面前，手中还拎着一些食物和咖啡。舰长夫人好！场中千人将盒子围在中心，齐刷刷的喊声欢迎着盒子的到来。不过在盒子看来，这舰长夫人显然又是一个陌生的称呼。苏阳，这什么情况？欢迎仪式，他们都是你的师弟。盒子环顾四周，足足1000人的队伍竟然都是大星的弟子，看来自己师傅平时也不得清闲啊。大星师傅，给你带了手磨咖啡，龙皇哥，给你的特色美食青鱼刺身。龙哥接过青鱼片，一阵感动。你小子又是空手来的，下次能不能有点进步，跟你的小女友好好学学。苏阳被调侃得有些尴尬，看来下次无论如何也不能空手而来了。陆剑不平一路小跑来到苏阳面前。师姐好。苏阳，他们在叫我呢是吧？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凡是我听不懂的称呼应该都是在叫我。跟苏阳抱怨了一句，盒子微笑转身面向陆剑不平4人，鞠了一躬。你们好，我叫松田和子，是苏阳的女朋友，以后请多指教。陆明明一脸坏笑，上前一步，师姐，有时间的话现在就指教指教。和子看向苏阳，似乎在征询他的意见。苏阳也不隐瞒，直接说明了来意。和子，我希望你能教他们一些近战技巧，不过他们还不到20级，如果你使用武器或技能的话，他们可能一招都接不下来，所以我建议你们赤手空拳的对战试试，可以吗？没问题啊。得到肯定答复，陆剑不平也是面露喜色，能与天榜第2的刺客高手对决，那是多大的机会与荣幸。星河战舰将战场围成个圈，龙皇识趣的退到场边观战。大星似乎在哪都不受影响，如果不是龙皇在这，谁又能注意到他呢？陆明明第一个上场，看其模样显然有些兴奋，也许是常年锻炼的关系，陆明明的身材看上去非常壮硕，这样一对比，盒子就显得更加瘦小了。凡事都无绝对，如果只看外表取胜，那目前最厉害的应该就是那头海荒巨兽了。随着双方的名字变红，露露一个垫步直接朝着盒子抡起拳头。Miss， 盒子收身扶蹲，躲过露露的一记横摆，顺势踢出扫堂腿。露露反应同样迅速，一个侧翻便躲过了这次攻击。然而盒子顺势起身，直接后摆腿踢向露露的头顶。露露侧翻之后站立不稳，并不能完全躲过这次攻击，只好举起双臂进行招架。砰！52，一击得手。盒子上前一步，勾拳下摆，直接冲向露露的下腹。砰的一声，再次得手。露露腹部吃痛，手臂也顺势滑落，脱离了防守位置。然而这门庭大开的机会盒子自然不能放过，击中露露下腹的拳头顺势回收，又猛地朝着后者的面门冲了上去。砰！52，虽然伤害不高，可露露魁梧的身形依然被盒子一拳打得仰面倒地。苏阳也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没想到盒子的近身战这么强大。第99章突进瞬闪的秘密。露露狼狈起身，面色顿时凝重了许多。盒子的几次出手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如果再把她当成弱不禁风的小女生，自己可就要遭殃了。露露再次架起双臂，她还未摸清盒子的路数，不敢贸然进攻。可是盒子却没有这种顾虑，只见其双拳紧握挡在下颚，脚步轻易沿着一个 S 走位。露露似乎看清了盒子的动作，那好像是拳击的基础走位。想到此处，露露也是不再保留，左拳虚晃，右拳蓄势待发。砰砰 Miss Miss，
露露挥出的两拳再次不中，和子闪头后仰，利用腰腹的支撑堪堪避过这两拳的攻击。然而露露接下来的动作似乎被和子所预判，她抡出的右拳仿佛有所僵直。当露露收拳后撤时，和子的摆拳已经攻了过来。砰！52，露露被打得踉跄后退，连忙举手示意：“师姐等一下。”听到声音，和子愣在原地停止了进攻。师姐，难道我的攻击都被你预判到了吗？也不全是，你打的是军体拳，是自由搏击和散打的结合，我打的是混拳，所依靠的是纯粹的反应。露露似懂非懂地看向场边的苏阳，苏阳摆摆手，直接给出了建议：“露露回来，渐渐上。”露露一脸蒙圈地退出场地，苏阳顿时觉得有些好笑，好似那种小人得逞的样子。露露，怎么样啊？被虐了吧？露露被嘲讽的确实有些尴尬，她可没想过自己会赤手空拳输给一位瘦弱的小女生。不过她心里可清楚，哪怕是现实生活中遇到和子，她都未必是其对手。师姐可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原来你当时没在开玩笑啊！哈哈！苏阳一声大笑，毕竟你的职业是隐卫先锋，我女朋友的职业可是影子杀手，你们的实力差距大星早都看出来了。露露思索片刻，瞄了一眼场中切磋的两人。大星师傅教给我们的是近战的技战法，而师姐展示的除了技战法之外，还有那恐怖的反应速度。没错，那就制定好你们接下来的训练目标。不过还有一点被你们忽略了。露露疑惑，难道还有什么比技战法和反应速度更重要的吗？苏阳没有直接说出答案，而是起身走上旁边的一处空地。你们的目的是锻炼实战能力，因此并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技能是吗？对啊，露露被问得有些发愣，回答的倒也干脆。他们当然不会花费时间在那些可有可无的技能上。不过苏阳也没有继续追问什么，而是在露露面前直接使用了原力冲锋。嗖的一声，苏阳整个身影直接突进了10码距离。露露不明白苏阳的用意，也没有贸然插话。苏阳回到露露面前，开口便问：“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使用技能时的启动瞬间？”瞬间？就嗖的一下啊！露露挠了挠头，竖起食指比量了一下。不过他还是不明白苏阳想要表达的意思。苏阳努力调整频道，尽量降低智慧，与露露保持一致。露露啊，刚才我在使用技能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小腿和腰部的发力，所以现在呢，我给你展示一次单纯的发力，然后不使用技能的样子，你看仔细。好的。露露乖乖地蹲在地上，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苏阳的大腿。苏阳没有使用任何技能，毫无花哨地奔跑起来。过程中，苏阳的身体突然恍惚，好像消失了一个瞬间。露露还以为是自己眼花，刚才明明是一直盯着看的，怎么会有这种错觉？而他有所不知的是，刚才苏阳使用的只是一种单纯的走位技巧——突进顺闪，是利用突进发力的起始动作制造出的突进假象。当初和子与胖子的切磋中，正是因为和子使用了这一能力，才能正面无伤地突破了胖子的灵异。苏阳清楚，同为刺客的露露也应该能领悟这种能力。这回看清了吗？露露有些犹豫，因为刚才的那种恍惚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惊奇。刚才你的身影好像虚晃着突进了一点距离，我能确定的是，那不是一种技能。苏阳会心一笑，没错，那只能算是一种走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你也可以做到。我的意思是，现实中也可以。露露差点被惊掉下巴。如果刚才的恐怖能力出现在现实中，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不用惊奇，具体能不能实现，你可以试试看。听到苏阳的建议，露露跃跃欲试，开口便问：“我需要怎么做？”你身为刺客，目前应该学习了冷血突刺，这个技能属于远程突进刺杀技能，跟我之前的冲锋尤为相似。你可以多使用几次冷血突刺，仔细感受它的冲刺发力。原来如此。露露走到一边，开始不断体会着技能带给自己的发力感受。看他那冷血突刺的发力瞬间，苏阳也是肯定了自己的猜想。场中，和子与不悔激战正酣，不过很显然，不悔被压制的落入了下风，落败也是迟早的事。不过，他们有机会与和子交手，也一定能从中有所感悟，从而确定自己未来的努力方向。1分钟后，由于不悔的落败，和子也是悄然地回到了苏阳身边，笑盈盈地看着他。他们还挺厉害的，应该比琪琪、大潘的基础好上一些。多谢师姐夸奖。陆剑不平不知何时已经凑了上来，他们似乎想要苏阳做个总结，也好确定自己未来的努力方向。苏阳环视一周，直接开口：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要抓紧时间升级。一方面是锻炼反应能力，另一方面是体会技能带给自己的发力感受。
是。几人应声之后便回到了大部队中。何子开心地度过一个下午，看看时间也差不多该回去了。何子身上白光越发璀璨，苏阳笑盈盈地看着他，心中也是有些莫名的滋味。退出游戏，苏阳眼前一亮，走下游戏舱。第100章氪金大佬皇恩浩荡。客厅中，大潘他们盘坐在沙发上，此时好像正在说着什么好笑的事。苏神、苏嫂回去了呀？跨国恋不容易啊。苏阳点了点头，脸色微红。你们刚才聊什么呢？好像很开心啊。大潘接过话题，笑道：最近我和刘玄德在极冰城发展人手，一些对立的玩家被我们杀怕了，如今都跑到封魔城去了。琪琪显然很郁闷。今天我还在封魔谷升级呢，虽然杀得有点慢，不过经验是真的高。可谁知道就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竟然有一个10人团队在那升级，那里的怪物等级可是50到55级之间。琪琪絮絮叨叨，一直不入主题，胖子都有点急了。好着急啊，我来说重点吧。琪琪被那群人给揍了，那群人里有大石他们、北宫一行，还有个头头叫皇恩浩荡，对，就是这个 ID。 听到皇恩浩荡的名字，苏阳立马警觉，这个人多少级了？他们的实力如何？琪琪仔细回忆着当时的场景，不一会便把详细的情况汇报了一番。这群家伙已经被我拉入了小黑本，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皇恩浩荡40级魔剑，胸口碎大石5人团队平均36级，另外还有魔爪36级魔术师，北宫一行36级战魔，夜雨清风35级弓箭手，果冻35级刺客。听着琪琪的汇报，苏阳也觉得这几人的素质不弱，难怪能让琪琪吃瘪。苏阳环视一周，不怀好意的笑了笑，人家都欺负到头上了，点将吧。不过咱们在座的一共7人，最多只能去3人，可以吧？琪琪。被点名的琪琪微微愣神，他倒不是怀疑队友们的实力，可是只去3个人的话，他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苏神，有一点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当时我拥有反打机会，不过我的普通攻击只打掉皇恩浩荡200的血量，而他的血量初步估计有5000点，所以我就跑路了。是5200点血。胖子突然插话，不过他能说出皇恩浩荡准确的血量，着实让大家很意外。你们不用奇怪，这个家伙在论坛里发了帖子，他身上全部是8星30级装备，而且武器还是7星40级的。另外那个帖子里还有琪琪被打跑的画面。什么？琪琪突然变得暴躁，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群家伙竟然敢利用他的逃跑造势，10个打1个还好意思发出来臭显摆，真是气死我了。3个人就3个人，那谁跟我去？唰的一声，包括苏阳在内，大厅中的7人齐齐举手。好久没有动作了，看来大家的热情都比较高涨。这样吧，琪琪自己选人，根据琪琪提供的情报，我建议去4个人更稳妥一些。得到苏阳的建议，琪琪也不客气，直接开始点名。首选豆豆。琪琪话音刚落，豆豆直接跳了起来，兴奋道：说说吧，为什么首选我？是不是我比较强烈？被豆豆吓得不轻，琪琪话到嘴边竟差点忘了。应该是吧，毕竟有你的远古巨兽当前排最起码相当于3个大潘。我去，你夸人就夸，干嘛还损上我了？大潘没想到自己成了远古巨兽的计量单位，这才抱怨着。琪琪清了清嗓，看着场中激动的几人继续点名。第2人选胖子，他们人多势众的，胖子的群体控制能有奇效。胖子也不觉得奇怪，只是夸赞了一句琪琪的眼光便再次看向手机。最后一选苏神。切！当大家听到苏神的名字，竟同时发出了无语的嘲讽声。也许他们觉得选择了苏神就代表了没有悬念的胜利，那样可就无趣了。琪琪并没有因为大家的嘲讽而改变选择。你们应该也知道，那个家伙拥有着5200的血量，一身豪华装备是多么的难缠。我的攻击力在众人当中已经算高的了，试问我一次才能打掉他200的血量，那其他人呢？而且别忘了，他们拥有着不弱于我们的10位顶尖玩家。大厅中，几人停止了议论，仔细聆听着琪琪的分析，这才发现琪琪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就这么定了，咱们先好好吃饭。封魔城，此时的琪琪正站在广场，焦急地等待着队友。几分钟后，苏阳几人相继出现。令人意外的是，萌萌竟然也来了。琪琪看向萌萌的眼神中带着疑惑。苏阳开口解释：萌萌上线就听说你挨揍了，说什么也要过来替你找回场子。一会你们4个打，我观战，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我会出手。徒弟都来了，哪还能劳烦师傅出手？一会你就站远点，给我们加油打气好吧？苏阳一阵无语，不过琪琪也不再纠结，直接组起队伍，带着几人去往封魔谷。这里跑到封魔谷大
大概20分钟的路程，我们也别闲着，先讨论一个作战计划。队友们围在琪琪身边，准备听听接下来的安排。他们的远程职业有法师、弓箭手、魔术师、牧师，拥有控制的前排有盾战和战狂，其他3位是爆发型的剑士，另外还有个刺客。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直接偷袭，先行秒掉对方的法师和弓箭手。胖子的兵阵尽量控制住魔术师和牧师，战狂的盾击我可以用击退来抵挡，盾战的践踏大家注意走位。另外就是豆豆的远古巨兽第一时间要缠上对方的40级魔剑，确保我们能够稳定输出，最后再集火它。大家觉得怎么样？琪琪安排之后，开始询问起大家的意见。身为战术大师的胖子面露微笑，满眼的赞赏。看来琪琪的安排并无问题，可以说非常的全面。苏阳也觉得琪琪此次的安排已经到位，自己也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风魔谷入口处，那里已经没有了怪物的身影，地面上处处嫣红，打斗痕迹非常明显。琪琪贴着峡谷的石壁走在最前面，大家小心一些，就要到了。第101章，风魔绝顶，风魔谷园。小队5人缓缓深入，果然，远处的一群人影似乎在攻击着什么怪物。那头怪物看起来比远古巨兽还要威猛。琪琪几人蹑手蹑脚地贴着石壁，谨慎地靠了过去，这才看清了眼前的局面。这群家伙竟然在这里打 BOSS， 而且这个 BOSS 丝毫不弱于海荒巨兽。风魔谷园，等级60，血量2500000，攻击570-900，物防420-570，魔防420-570，技能剑跃、咆哮、震怒。胖子摸索着下巴，脑海中瞬间模拟出数种对战方案。不过，为了把己方的损失降到最低，他只是将最保守的方案说了出来。大家听我说，咱们稍微站远一点。目前古猿的血量还有 90%， 如果他的特性机制跟海荒巨兽差不多的话，那么他应该还保留着咆哮和震怒的大招。而且我怀疑那是一个全图攻击的大招，我不认为他们几个人能打掉这只古猿。琪琪和豆豆转身看向苏阳，他们希望后者能给予一些肯定。苏阳很显然支持胖子的看法，毕竟在他看来，仅分析局势方面自己并不会强于胖子。萌萌有些着急，挤到最前面，这么好的机会，我一个烈火燎原扔过去，还不得把他们都烧成麻瓜。胖子没有反驳，只是建议道，如果他们有机会把古猿打到 10% 的血量，你这个时候再烈火燎原丢过去，那效果是不是更好呢？萌萌突然瞪大了双眼，原来胖子他们不仅想杀人，还要诛心。不愧是老奸巨猾，原来你们在等这个，不过想想就很刺激。老奸巨猾，琪琪有点懵。萌萌，咱们队伍一共就5个人，你这一张嘴得罪了4个，这4个字明显都是形容你的好吧？胖子不乐意了，他不想接受任何一个字。萌萌，你解释一下吧，谁老谁奸谁巨谁滑？胖子开始较真了。哎呀，萌萌有点头疼，自己只是随便一说，哪想那么多了。你看豆豆姐姐皮肤又嫩又白，华子非她莫属了吧？哦，下划线。哦，萌萌真会说话，姐姐这个华子认下了。嚯，有点意思。苏阳来兴趣了。那这个老呢？老就是你呗，倒不是说师傅你长得老，你毕竟是我师傅，师傅也是老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吧？萌萌解释的都冒汗了，好在能圆回来。得，这个老我也认下了，说说这个奸吧。萌萌支吾了半天，终于开口，这个奸嘛，代表七七哥哥这次能够尽善惩奸，打败面前的坏人。哎呦呦，好妹妹，这个奸字哥哥领了，还剩个巨。萌萌脑门冒汗，瞥向胖子，这个巨你也不配有。砰！一声炸响吸引了5人的视线，远处战圈，风魔古猿巨大的身躯直接腾空而起，犹如陨石一般狠狠地砸在人群之中。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古猿脚下的地面直接产生了一个锥形凹陷。然而古猿的冲击力虽然巨大，不过却被眼前的这群玩家轻松躲过。琪琪面露震惊之色，显然是惊讶于这群玩家的反应和操作。这群家伙实力不弱呀。胖子同样是看得真切，那古猿血量还多，咱们再等等。5人谨慎地藏匿在一处角落，紧紧盯着远处的战圈。战圈内，黄恩浩荡手持利剑，一身黑色布甲，幽光闪闪，显然这身8星装备甚是不凡。星辰举盾，换你来抗。黄恩浩荡拖着半血抽身而退，盾战星辰得到命令之后也是立马顶了上去。摇篮曲，你先给星辰加血，大家加油输出。如果这头风魔古猿爆出行贿令牌，我再额外奖励你们每人10万现实币。
谢谢黄总。众人异口同声，而且干劲儿十足。自从加入了黄胜天的团队，他们的生活质量直线上升，并且作为团队的元老和骨干，只要他们能保住自己的天榜排名，那么他们的待遇也会水涨船高。吼！古元一声怒吼，咆哮而出，音波产生的能量涟漪扑面而来，众人来不及躲闪，被稳稳地控在原地，而且无法使用任何技能。古元见状，直接抡起拳头，朝着面前的队伍狠狠砸下。砰！1231，被一拳拍中的黄恩浩荡瞬间恢复了行动能力。只见其举起手中的长剑，口中念念有词，紧接着一个巨大的五角星芒出现在了古元的脚下。古元没有受到任何伤，甚至忽略了身上的五角星芒，他高高跃起，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漩涡，不断吸收着周围的能量。忽的一道强光剑眉，古元停止吸收，饱和的身体带着巨大的重力，像一颗陨石从天而降。轰！免疫，免疫，免疫，免疫！古元的轰击带出了强烈的震感，却没打出一点伤害。原来那神秘的五角星芒并不是攻击技能，而是免疫对手攻击的防御能力。他们终于从古元的咆哮中恢复行动，开始分散站位。远处的琪琪看得真切，完全惊叹于魔剑的技能竟拥有这种效果。都看清了吗？没想到那个家伙还挺厉害的。咱们再多观察看看。那个魔术师也是天榜常客，我还没遇见过魔术师这个职业。胖子说完，几人也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远处的魔术师身上。眼下，封魔古元的血量还剩 70%， 不过按照目前的节奏来看，黄胜天的团队完全有机会击杀掉这头古元。轰空！古元抡出重拳，直接将眼前的魔爪轰得粉碎，然而却没有伤害显现。那道人影似乎是魔爪制造的一个吸引伤害的能量体，虽然不是本体，不过还是欺骗到了古元的仇恨。吭的一声，盾战星辰举起盾牌，顶在了队伍的最前面，魔爪挥舞法环，释放一道流光能量挂在了星辰的身上。古元不屑地瞥了一眼面前顶盾的星辰，直接一拳落下。砰的一声，星辰身上闪烁着一道光影涟漪，似乎抵消了这次伤害。其他人见星辰控住了仇恨，疯狂输出，北宫一行胸口碎大石分站两边，疯狂舞剑。弓箭守夜与清风站在远处，且战且退。法师繁星则直接释放群伤魔法烈焰火海。保持住，就按这个节奏来，我用星芒制约古元的剑远、鸟和奶，注意保护骑士。黄胜天的指挥虽然算不上职业，不过大家都拥有着不弱的游戏理解，因此也没有出什么岔子。眼看这头封魔古元的血量仅剩一半，几人也是越来越兴奋，毕竟他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突然间，古元捶胸顿足上身，夸张的隆起，随即一声咆哮，两只粗壮的手臂高高举起，又猛然垂下。其中，黄胜天扬起长剑，古元粗壮如树的手臂也同时砸向了地面。轰的一声巨响，地面震动，山石碎裂，就连远在几十码外的苏阳等人都受到了波及，地面余震不断。苏阳五人再次往远处退了退。这大招不得了，那群家伙能活下来吗？真不好说，咱们还是抓紧补满状态再走近看看。没有小雨的治疗，五人只能一边打坐一边喝着回复药水。不过当他们满血回归之后，却发现远处的那群人竟完好无损地站在那，继续跟眼前的古元缠斗。这些家伙可以啊，这都没事。第102章团灭对手，捡漏 BOSS。 琪琪疑惑地望向对面战场，心里泛起了嘀咕。苏阳解释道，魔剑的那个五角星芒应该是可以免伤的能力。没错，胖子也发现了问题。接着苏阳的话继续分析，之前我注意到他这个星芒放到古元身上时可以免疫古元的下一次伤害，如果放到了自己身上，那就可以免伤一次。晚一点我去论坛查查，或者找个熟悉的朋友问一下。远处的古元越发虚弱，黄胜天的团队更是加快了攻击。大家坚持一下，现在古元应该是虚弱期，全体激活输出，打完这个咱们去千娇百媚唱歌按摩。几人听到千娇百媚之后顿时眼露金光，那种娱乐场所可不仅仅是有钱就能去的。20%血量了，他们越杀越兴奋，似乎千娇百媚就在眼前。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远处正有一群玩家虎视眈眈地盯着这里。琪琪，我觉得咱们的计划要稍微有些改动，我的冰阵要第一时间控住他们的魔剑，避免他用出免伤。根据他们的站位来看，冰阵的范围最起码可以控制住3-4人。接下来咱俩集火魔术师和法师。嘟嘟，你第一时间释放烈火燎原，然后攻击他们的弓箭手。豆儿计划不变，
远古巨兽粘住魔剑。如果我的冰阵控住了对方的牧师，那么他就是你的第一攻击目标。咱们争取第一回合就清空他们的远程战力。就这么办。琪琪拿定主意之后，便带着几人朝着战圈靠近。我贴着石壁可以伪装，我去绕后埋伏吧。听到萌萌的提议，胖子也是觉得主意不错。不过他还是担心萌萌会贸然行事，耽误大局。你伪装绕后，然后等我信号，我的冰阵控制住对手之后，你立马接上。没问题，瞧好吧。萌萌答应了一句，抬手一晃便伪装了身形。几人盯着萌萌近似透明的身体不断走远。1分钟后，萌萌在小队频道里发来了准备就绪的消息。胖子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对手，很怕错过一点机会。远处，魔剑技能进入冷却，五角星芒刚刚消失，这一瞬的机会，胖子出手了。砰砰砰，一道道500加的伤害飞起，胖子直接释放冰火双阵，将魔剑和其他4位远程职业全部控在原地。冰阵显现，萌萌毫不犹豫地用出烈火燎原，突然出现的流星火海直接将眼前的战圈全部覆盖。面对着熊熊烈火，比风魔古猿小上1号的远古巨兽突然杀出，直接冲向对方的魔剑士黄恩浩荡。烈火燎原加上胖子的火阵，直接在对方的后排炸开了花。琪琪再抛射一轮箭雨，对方的脆皮们根本来不及反应。法师、牧师、弓箭手、魔术师血量瞬间清空，偷袭成功。琪琪几人再次转换目标，直接输出剑士胸口碎大石和北宫一行。对手反应不及，一个照面便被集火带走。而风魔古猿面前的战狂和盾战终于发现了后方的沦陷，失去了魔术师的欺诈和牧师的治疗，他们根本无法承受古猿的进攻。砰砰，两记如炮弹般的巨掌轰来，直接将没跑几步的战狂和盾战拍在了地上。看那模样，已然没了生机。黄胜天终于恢复了行动，他环视了一圈，发现自己的人竟然连尸体都消失了。是你？很好。黄胜天面色复杂，看着眼前仅剩10%血量的古猿，内心极其不甘。不过眼前的4位玩家显然不是他一个人能应对的，他只能狠心撤退。今天我认栽了，不过你们最好给我记住，这是最后一次。黄胜天就在几人的眼皮底下回城，嚣张的不行。难道他以为眼前的几人不敢动他不成？琪琪愣了一瞬，竟没看懂这种操作，拽出一根黑色击退长剑便射了出去。吭，226，伤害虽然不高，还是打断了黄胜天的回城施法。让你走了吗？听到琪琪这话，黄胜天竟大笑出声，那一脸的漠然实在是让人讨厌至极。不让我走，你以为你留得下我吗？虽然黄胜天拥有着不弱的装备和血量，可同时面对4位奉天城的天榜高手，难道他还以为自己能逃脱不成？黄胜天嘴角一歪，长剑高举，口中呢喃。熟悉的五角星芒再次出现，琪琪4人被星芒笼罩，顿时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系统提示：玩家黄浩荡对你使用技能星芒之握，10秒内免疫第一次受到的伤害，免伤期间身体不能移动。望向眼前不能移动的4人，黄胜天勾起嘴角，从容的原地回城。40百分号，轰，1244，回城再次被打断，又遭受了过千伤害。黄胜天顿时有些慌乱，定了定神，这才看清眼前之人。是你？苏阳看着琪琪几人被控在原地，就发现了局面已经脱离了掌控，因此这才擎天机瞬闪出手。不过既然已经出了手，那就没有留手的必要。他一声厉喝，手中的长枪红光大放，直接对着面前仍在沉默中的黄胜天攻了过去。噗噗噗！暴击2456，暴击2456，暴击2456！嗜血连斩3刀劈出，毫不留情。黄胜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那令人骄傲的血量瞬间清零，虽有不甘，却无能为力。随着一道星光散去，琪琪几人也同时受到了古猿的攻击。然而这次攻击竟被那五角星芒抵挡，这谁又能想到？古猿已经残血，又是虚弱期，众人心中早已乐开了花。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琪琪美滋滋地拉开距离风正古猿，胖子也是将冰阵扔在了古猿脚下。蒙蒙淬毒挂上之后，就连远古巨兽都拥有了一战古猿之力。苏阳上前一顿输出，避免迟则生变。5分钟后，偌大的古猿虚弱的哀嚎一声，趴在了地上。刷刷刷刷，足足50万的经验直接让琪琪4人升了一级。再看向那满地的装备
和物品。齐齐眼露金光。第103章 S 级技能天魔缭乱。苏神，你来安排。苏阳也不客气，直接上前捞起装备，一块行会令牌，就用他剑力风磨成的第一个行会吧。另外的4件装备，你们就当作战利品，一人一件。古元披风，黄金级，等级50，血量1500，物防70-120，魔防70-120，体力40，特性冷静，技能冷却时间减少10%。古元手环，黄金级，等级50，攻击70-140，法术70-140，力量50，灵力50，敏捷19，暴击19。特性暴力，开启后下一次的攻击造成双倍伤害。古元指环，黄金级，等级50，攻击68-136，法术68-136，力量48，灵力48，敏捷22，暴击20。特性强势，召唤等级+5。特性重伤，普通攻击触发真实伤害。古元吊坠，黄金级，等级50，血量1050，力量50，灵力50，敏捷24，暴击21。特性隐匿，开启后持续隐身10分钟，受到伤害显形。其实也挺明显的，古元指环有强势特性，给豆豆；古元吊坠有隐匿特性，给胖子。毕竟琪琪和萌萌都可以隐身。萌萌的烈火燎原主要依靠冷却，拿古元披风。最后的暴力手环给琪琪。分配完毕，此地不宜久留，撤。黄金级的装备到手，小队几人也是美滋滋的原地回城。苏阳心里清楚，黄恩浩荡一行人不会轻易放过这只古猿，他们一定会再次集结前来查探情况。队友都回去了，就让我陪你们打打游击吧。拿定主意的苏阳准备隐身埋伏一波。身侧视线一晃，一道隐晦光泽突然闪了一下。什么东西？那里是黄安浩荡之前挂掉的位置，难道还爆了装备不成？四下无人，苏阳2步走到光泽处，扒开掩住光泽的石块，是本红色的技能书啊，难怪之前没有注意到。苏阳内心庆幸，红色的技能书的品阶一般都在 S 级，天魔缭乱 S 级。主动技能，施法者范围内瞬间召唤出100道厉鬼进行无差别群体攻击，效果持续3秒，物理伤害增加 50%， 魔法伤害增加 50%。冷却时间120秒，施法时间瞬发，施法范围10码乘10码。适用职业战士系，可学习。难怪黄安浩荡没有自己使用，不过他似乎也没舍得给自己的手下。夜长梦多，苏阳直接握碎手中的技能书，金色光泽流转全身，一闪而逝。一个暗红色的骷髅图标出现在了技能栏中。苏阳上前几步，脱离了峭壁的位置。天魔缭乱，触发，轰的一声，自苏阳周遭10码的范围，一群墨绿色的厉鬼幽灵直接从地面破土而出，足有100道的半透明光影，仿佛在寻找攻击目标，不断翻涌。凄厉的嘶鸣包裹着苏阳，仿佛置身于人间炼狱之中。不过苏阳自身金光护体，如天神临凡，周围的嘈杂仿佛闻而未闻。3秒钟后，100道幽灵各自暗淡，凭空飘散。啪嗒，苏阳双脚点的落入平静，这才发现自己刚才施法的过程中，身体竟是悬空的。场面倒是挺大，不过这厉鬼的巫豪看上去可不算厉害。苏阳盯着天魔缭乱的介绍入了神，可惜周围没有怪物来练手，他无奈的沿着原路返回，准备找个隐蔽的位置伏击黄安浩荡这些人。对于自己的判断，他还是坚信的。不过当苏阳回到封魔谷入口处时，突然改变了想法。再往回走就不一定是必经之路了，既然眼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蔽的位置，算算时间，他们也差不多赶到了。苏阳不再保留，直接隐匿，又折回到之前击杀古猿的位置。还是守株待兔吧，稳妥些。果不其然，随着一阵阵的沙沙声传来，黄安浩荡一行5人再次来到了封魔谷的 BOSS 处。就是这里，快找一找，也许他们还没发现。苏阳仔细打量着眼前的5人，估计他们是回来找天魔缭乱的。胸口碎大石，午夜摇篮曲，北宫一行，魔爪。看来这4人才算是黄安浩荡的心腹啊。不过天魔缭乱你们应该是找不到了，倒是可以展示给你们看看。苏阳脚步轻移，朝着对方贴去。黄安浩荡明显有些着急，愣是没有注意到周围的风吹草动。一个瞬间，瞄准对方5人聚在一起的时机，苏阳直接擎天击出手，轰的一声，
面对苏阳突如其来的发难，黄恩浩荡五人全部击飞，集体沉默。阅览星河，技能书是不是被你拿去了？面对黄恩浩荡的愤怒，苏阳嘴角上扬，摇了摇手指，纠正你一下，技能书不是我拿的，是我报的。来都来了，就让我展示给你们看看。呵，废话说尽。苏阳一声怒喝，激活了天魔缭乱的骷髅图标，墨绿色的厉鬼幽灵再次破土而出。如今有了攻击目标，那百道幽灵顿时变得癫狂，紧紧缠绕上对手的身体，不断游走撕咬。沉默时间结束，黄恩浩荡第一时间扔出拿手技能星芒之握，不过他并没有选择将技能守在自己的脚下，而是选择了苏阳。他的目标很明确，他要保住所有人。毕竟只要苏阳被星芒之握所击中，那么他的伤害也将遁于无形，队友的命也能救下。可惜当闪烁着银光的五角星芒贴到苏阳时，却被其身上的金光所淹没，一个大大的免疫飞出，异常显眼。不好，关键技能被免疫。黄恩浩荡知道自己保不下队友，转身顺步脱战。大石的反应同样不慢，看到星芒被免疫的瞬间，同样脱离了战场。苏阳面色冷峻，原力冲锋直接突脸，一杆附带魔法攻击的长枪直接洞穿了大石的布甲。5680，吭的一声，拔出贯穿大石胸口的瞬闪长枪，枪刃上还沾染着一些血迹，来不及擦拭，嗜血连斩扶摇上，直接劈向黄恩浩荡。3道超过2000加的暴击伤害再次将其斩杀。苏阳回头，天魔缭乱将这方土地肆虐的一片焦黑。午夜摇篮曲和魔爪这两位小脆皮，更是在这片焦土中被轰杀的渣子都没剩下。远处，北宫一行苟活一命，瑟瑟发抖。第104章，曾经的骑兵之王山浩。阅览星河，我们无冤无仇，能否？话未说完，苏阳已经站在北宫一行的身前，他将长枪收入包裹，赤出右手直接打脸。啪！152，来自北宫一行的愤怒，属性点+1。北宫一行似乎有被羞辱到，抬手捂脸，满眼的愤恨。阅览星河，你什么意思？看着面前略微带哭腔的北宫一行，苏阳内心平静，面色不改，站起来。听到这话，堆坐在地上的北宫一行立马起身，他似乎从苏阳的语气中感受到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哪知面对刚刚起身还未站稳的北宫一行，苏阳反手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啪！暴击310，来自北宫一行的愤怒，属性点+2。北宫一行已经懵了，捂着脸的双手不受控制的颤抖着。阅览星河，你太他妈欺负人了！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将你留在最后。北宫一行一怔，大脑飞速运转。雨过天晴，小雨轻轻的身影纷纷出现在脑海中。因为张小雨是吧？北宫一行终于变得清醒，眼神也变得凌厉，竟然连小雨的名字都知道。好吧，那我就不兜圈子了。赵鹏，26岁，江城半角咖啡厅经理，家住江城市北凉区南江花园6号楼201室。被眼前的男人一口爆出信息，赵鹏身体一僵，语气也变得和缓。你想怎么样？苏阳怒目圆睁，单手抓起北宫一行的衣领，一字一句的道：你该庆幸自己没有玷污了小雨，3天内从纪元中消失。北宫一行这个名字我不喜欢。虽然北宫一行还不清楚苏阳的能耐，不过黄胜天的实力他还是了解的，能让黄胜天屡次吃瘪又不敢妄动的人，北宫一行明白，这阅览星河的势力绝对不简单。我答应你。北宫一行耷拉着脑袋，垂丧着脸，甚至不敢直视苏阳的眼睛。来自北宫一行的愤怒，属性点+5。苏阳嘴唇嗡动，一些骂人的狠话愣是被坚挺的素质抵住。他松开了手臂，任其离去。3天后，封魔谷底，轰隆一声，封魔古猿再次倒在了苏阳的枪下，爆出一地的物品，一道金光洒落。苏阳会心一笑，终于50级了，连续3天混迹在这封魔谷底，就连那头古猿都刷新了3次，爆率可是越来越低。捞起地上的一页卷轴和一条项链，苏阳无奈地摇了摇头，因为这就是古猿爆出的全部物品了。5级武器打造图，好东西，看来下一个目标就是50级的枪系武器了。另外这项链也很眼熟，古猿吊坠，黄金级，等级50，血量1050，力量50，灵力50，敏捷24，暴击21，特性隐匿，开启后持续隐身10分钟，受到伤害显形。原来是跟胖子一样的古猿吊坠，
难怪这么熟悉。有了新的目标，苏阳原地回城后，直接来到了仓库，打开箱子，50级的装备整整齐齐的排列着：狮王巨人盾 LV50 黄金级，狮王巨人腰带 LV50 黄金级，狮王巨人护腿 LV50 黄金级，狮王巨人鞋子 LV50 黄金级，海荒披风 LV50 白银级。苏阳一件一件将仓库宝箱内的物品取出，放入随身包裹，再加上刚刚爆出的古猿吊坠，可以更换的50级装备竟然多达6件。而且这次有了古猿吊坠的隐匿特性，苏阳终于可以将15级的守护者披风换了下来。一顿捯饬之后，全身上下银光泽泽。苏阳打开属性面板，孤芳自赏：月揽星河龙皇战舰，等级50，生命11055，攻击1827至1988，法术396-443，物防582-672，魔防535-611，声望152500，幸运8。哈哈哈，30级的悲鸣铠甲还没淘汰就拥有了11000的血量，真是不枉我这几日的辛苦啊！时间还早，队友们都没有上线，苏阳按捺着激动的心情退出了游戏，推门走出房间。大厅中，琪琪他们正在吃早饭。苏神，给你看个东西。琪琪叼着包子，将手中的笔记本推到苏阳的面前。苏阳抻着脖子，顺手捞过一个包子，也是边吃边看。北宫一行山号，曾经的极冰城王者陨落，首页置顶。北宫一行山号浅谈。北宫一行曾经霸榜极冰城天榜第一的位置长达1周之久，并以单人之势力压流玄德5人团队，曾经的王者锋芒毕露。谁料雨过天晴，横空出世。这个男人的出现打破了极冰城的格局。有多段视频为证，雨过天晴曾数次单杀北宫一行，将其从天榜第一的宝座拉下。不过，这并不是北宫一行山号的主因。容我再三提醒，请大家睁大你们的双眼。视频黑色右指三角形，点击播放。扑了扑手，苏阳划过笔记本的触摸板，点击了播放。画面中正是自己在封魔谷敌长乖北宫一行的一幕。发帖人刺客小仙。苏阳抬头，发现队友们正齐刷刷地看向自己。苏神够狠，都把人家打山号了，是吗？还有这事还不承认？琪琪拉过笔记本，调大了音量。顿时，苏阳浑厚的声音从笔记本中传了出来：3天内从纪元中消失，北宫一行这个名字我不喜欢。正所谓无形装逼最为致命。苏阳尴尬地含着包子，脚趾扣地：我吃好了，先回去了呀。苏神，别走啊！胖子拽着苏阳的胳膊回到座位上。你再看看这位网友厉不厉害？视频下方置顶了一位网友留言，点赞10万加。逆天改命，阅览星河长国北宫一行，纯语解读视频黑色右指三角形，点击播放。视频中，苏阳抓着北宫一行的衣领，嘴唇嗡动，下方还配了字幕 NMBD， 跟苏阳的嘴型完美适配。看完视频，苏阳更尴尬了。队友们笑过之后，开始说正事。苏神，官网已经发布了，60级之后开放4大主州，北区关东州，中区盛京州，西区昆仑州，南区百越州。听到胖子的消息，刚准备遁走的苏阳顿时来了兴趣。是这样，比如说北区这边目前你是50级，当你第一个升到60级之后，北区的关东州将会开放，而别的区如果出现了60级的玩家，也会开启对应的主州，州与州之间是互通的。也就是说，主州开通之后，才是真正群雄争霸的开始。苏阳略微思索，随即问道：这样很好，平静的日子也应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大家就谋足镜头升级吧。哼着口哨，苏阳屁颠屁颠的准备回屋上线，不过齐齐的一声吼，差点把他送走。卧槽，苏神，这个叫刺客小仙的人有点邪乎啊，他这主页里可全都是你的消息。苏阳刚要迈出的脚步再次收了回来，而这次他也是越看越心惊。刺客小仙的主页中收集着他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就是说，他的所有行动基本都被这个家伙所掌握。第105章凤鸣枪魔物之地。苏阳随便点开一个视频，阅览星河新技能视频播放中，内容正是自己展示天魔缭乱厉鬼狂奔的镜头。相关链接：阅览星河单挑影面狮王巨人。这个视频中苏阳的镜头有些远，不过被监视的感觉还是让他毛骨悚然。展示新技能是在封魔城，单挑狮王巨人是在奉天城。难道说这个家伙大部分的时间都隐身在我的附近？苏神，这个刺客小仙的文章阅读量都不低，
他更像是一位专职的论坛达人。你的意思是，他把偷拍我的视频发布到论坛上，能赚钱？室友们齐齐点头。苏阳对着电脑屏幕气的是咬牙切齿：臭小子，别让我抓到你，否则的话，论坛收益必须5-5开。回到房间，苏阳再次上线，他马不停蹄的来到丰年所在的种植地块。此时，丰年身上已经堆积了4组 X99个的3级秸秆。苏阳架好火炉，顺势将那些秸秆塞进炉中，炉火升腾，炊烟四起。5秒过后，3级生命药丸便出现在了丹炉中。他伸手一捞，似乎还能感受到药丸些许的温热。3级回血丹瞬间回复血量1000点，冷却时间5秒。终于有点像样的回血药了。他不再耽搁，直接将所有的秸秆都制成了回血丹。打开包裹，足足制作了39枚。丰年表现不错，再接再厉，这是本周的小费。涨价了。苏阳点开丰年的对话框，发现原来1周只要10个金币的打理费，如今已经涨到了20金。看着面前憨态可掬的老人，苏阳只好乖乖交钱，再次席地而坐，点开了冶炼工艺。之前封魔古猿爆出的5级武器打造图已经使用，因此苏阳的5级武器制作图鉴也已经点亮。翻看了一阵，苏阳终于发现了他想要打造的武器——凤鸣枪。简介：枪杆长9尺，其中枪头长1尺3寸，其锋用钢3寸，肆意针状，锐利无比。左右刃用同1尺，因出枪声如凤鸣，故称凤鸣枪。我去，这回连简介都有，不得了啊！资料详情：打造凤鸣枪所需要用到的5级铁块并没有提示具体出处，只有一个坐标范围。他打开地图，5级铁块的位置范围在海湖矿区以南。从地图上看，那里似乎被浓雾遮掩，也没有任何的地名标记。苏阳拔腿狂奔，丝毫不慌。毕竟以他目前的装备来看，哪怕直接对上2个60级的 BOSS 也有着一战之力。眼下的奉天岭依旧人满为患，一部分玩家仍然为这2枚金币的任务奋斗着。海湖地矿区，苏阳贴着矿场的外围继续赶路。不过眼下的路倒是越来越窄了，而且不知为何，远处的天空也变得模糊，黑云压顶。苏阳能感觉到自己的呼吸都变得窒重。B， 你已进入未知地图魔物之地。打开地图，苏阳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5级铁块的坐标范围。眼下黑云压顶，雾气缭绕，视野极其有限，时不时的传出一些虫鸣鸟叫，更是让这空旷的山谷诡谲恐怖。苏阳微闭着双眼，慢慢突破迷雾，视线一晃，花鸟鱼虫渐渐入眼，地面上绿草青青，树木枝繁叶茂，眼前仿佛一片新的大陆，生命的绿洲。奉天城外竟是这般美妙景致，真是良辰美景，只待佳人啊！佳人呢？哦，在岛国。想起和子，苏阳心中也是升起一抹温暖。哗啦一声，面前的麋鹿、仓鼠突然慌乱逃窜，好像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苏阳站立不动，就这么看着这些小动物从自己的身侧掠过。突然，草丛中窜出数只火红色犹如猎狗一般的生物。烈火苍狼，精英，等级60，血量15000，攻击390-480，物防600-690，魔防免疫，技能火遁、阳弓。精英怪吗？而且免疫魔法伤害，还好我是物理攻击。面前的10数只烈火苍狼在发现苏阳之后，并没有急于进攻，几只苍狼匍匐着前肢，一步一步靠向苏阳。嗖的一声，一只苍狼突然从苏阳的身后窜出，他的进攻仿佛吹响了群起而攻的信号，周围所有的苍狼同时张开利嘴，蜂拥而上。苏阳虽然清楚这些苍狼并不会对自己产生威胁，还是用出了原力冲锋脱离战圈。古猿吊坠特性发动，苏阳直接消失。烈火苍狼失去目标，开始原地打转，喉咙中不断发出沉重的嘶吼声。刚才明明只出现了10几只苍狼，眼下围在这片空地的苍狼足有110只不止。苏阳默默拉开距离，利用2秒钟的时间召唤出金刚猩猩。猩猩宝宝刚一现身，就被眼前的苍狼吓得直接瘫在了地上。苍狼群警觉回头，一拥而上。苏阳利用仅有的机会用出了宠物狂化，长枪一甩，划过狂暴特性，原地不动等待羊入狼群。苍狼的速度极快，眨眼间就将苏阳围得水泄不通。外圈的苍狼咬不到苏阳的软肉，急得上蹿下跳。苏阳被围了个岩石，意念晃过暗红色的骷髅图标，天魔缭乱，发动！轰！
无数道厉鬼幽灵破土而出，找上了那些烈火苍狼。那些苍狼犹如恶鬼附体，浑身不由自主地痉挛着。呼呼，一片片火舌自苍狼的口中喷出，似乎想要将面前游飞的厉鬼焚烧殆尽。可惜，那些黑暗中的幽灵在火焰中穿梭自如，根本没有受到影响。眼前，一片片暴击4000加的伤害飞出，短短3秒又消失不见。而这片区域就犹如人间炼狱般满目疮痍。苏阳目前已经高达50级，击杀烈火苍狼的经验还是增加了半管，那可是50%的经验。好家伙，精英怪的经验就是高啊！苏阳还有着些许印象，前世的自己50到60级，足足花费了半个月时间。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刷1周的苍狼就能升到60级，也许是苍狼经验够高的缘故，爆率就有些不太行了。面前的110只烈火苍狼留下了一堆堆的金币，零星的几件装备更是毫无光泽。好消息是，苏阳找对了任务目标。第106章，皇恩浩荡的挑战。灰烬散去，苏阳终于看清了一地的战利品：烈焰魔镯1件，5级铁块1枚，5级铁块又1枚，5级铁块，哈哈哈！终于找到了5级铁块的打开方式。苍狼的经验又如此丰厚，难怪苏阳会笑出了声。理清了地上的物品，苏阳继续深入。绿草青青，溪水潺潺，岸边的角马、羚羊正悠然地喝着水。苏阳再次召唤出星星宝宝，这萌宠实在是不抗揍，到哪都吃不到经验，这也导致他目前只有35级。看着他那摇晃着上身憨憨走路的样子，苏阳也是无奈。点开冶炼工艺，熟悉的小火炉架在河边，苏阳将刚才拾取到的30多枚5级铁块一股脑的塞进了火炉。叮叮当当，叮叮当当，15秒钟一过，苏阳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包裹。意料之中的3根长枪毫无光泽，苏阳逐一查看，一杆6星长枪倒也足够惊喜。凤鸣枪，等级50，攻击390-500加75，力量42加6，敏捷42加6，暴击12加2，穿透8，特性洞穿，降低对手10%物理防御。嚯，6星凤鸣枪直接入手，枪杆中传出的温凉更是让苏阳的气质变得清冷。速，随意挥动了2下，枪刃带出的风声竟发出凤鸣般的尖啸。旁边的星星宝宝似乎有些无聊了，此刻正单手杵地练习着倒立。沈城，皇家别墅，少爷已经查到了，阅览星河真名叫苏阳，是一位京都大学的在读学生，社会背景也比较简单。学生？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上座的青年翘着2郎腿，手中不断摇晃着那杯价值不菲的红酒，他的嘴角扬起一抹弧度，放下手中的酒杯之后，竟比了一个斩首动作。前来汇报的下人明显一愣，也没敢多问，识趣的埋头退了出去。再次端起酒杯，青年明显心情都变得愉悦。砰的一声，青年卧室的大门竟被人一脚踹开，来人气势汹汹，直奔青年而去。爸！青年一脸惊恐地站直了身子，中年人3步并作2步来到青年面前，没有任何废话，直接一个巴掌扇了过去。啪的一声，青年一个踉跄，一脸茫然。爸，您这是？青年捂着脸并不反抗，他清楚中年人的脾气。黄胜天，你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你敢动苏阳，我们皇家就完了。黄胜天被这一巴掌扇得不轻，还有点没缓过神。爸，你的意思是这苏阳除了是一位学生，还有其他身份？黄胜天非常聪明，父亲一句话他就明白了，这苏阳并不是他能动的人。不过出于好奇心，他还是想多了解一些苏阳的底细。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你都不能动，我们也动不起。游戏中如果你们能交好固然不错，如果不能……中年人顿了顿，如果不能，你就删号。黄胜天呆住了，父亲下的通牒非常严重，不过能让父亲如此重视，想来应该是自己看走眼了。爸，我知道了。中年人明显还是不放心，极红的双眼仿佛要吃人一般的可怕，就在黄胜天的房间里左晃右晃。爸，能说说原因吗？看到儿子并没有反抗，中年人也是冷静了许多，这才讪讪说道：你去调查苏阳的时候被他们查到了，电话都打到了我这里，苏阳是他们重要的保护对象，甚至比我们整个皇家都重要，你明白了吗？黄胜天非常清楚这话的分量，因此也是相当惊骇。父亲，我明白了，现在我就上线试着联系他，如果他不能容我，我就删号。眼看中年人走出房间，
黄胜天也是一阵后怕，赶紧掏出电话：“鬼头，行动取消，别问那么多了，钱拿去花，不用退。”匆匆挂断电话，黄胜天走进游戏舱，准备上线。苏阳藏在河边守羊待狼，顺利的清理掉一波烈火苍狼群之后，再次收集到了30多枚5级铁块，经验条灌满。苏阳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发呆。1月揽星和 LV5 龙皇战舰，2浴火焚身 LV47 镇鬼师，3黄安浩荡 LV47 魔剑士，4卡布奇诺 LV45 神界行者，5倾城柠檬 LV44 魔魂巫灵，6小雨青青 LV44 牧师，7麦斯威尔 LV44 召唤师，8本色嚣张 LV43 战狂，9黑夜之王 LV43 战狂，10深海炸弹 LV43 剑士。你排在1。月揽星和 LV5 龙皇战舰。黄安浩荡什么时候来奉天城了？难道是为了追杀我？系统提示：玩家黄安浩荡请求加你为好友。选择同意。私信：黄安浩荡，星河，我想召集人手跟你正面打一场。月揽星河，宣战啊，随时奉陪。黄安浩荡，不是宣战，如果你赢了，我带着兄弟们加入你的北境联盟；如果你输了，我就删号。月揽星河，这是什么规则？黄安浩荡，明天中午12点，封魔城北悲凉之地，不见不散。苏阳还没来得及回复，黄安浩荡似乎已经下线了。看来北境势必要迎来统一啊！苏阳已经打定了主意，既然要战，那就全力以赴。北境之巅，月揽星河，点兵，明天中午12点，封魔城北悲凉之地对战黄天在上。京都守护者，北境之巅目前是2级行会，总人数8564人，在线人数7500人。陆明明，星河战舰总人数1000人，全部在线。月揽星河，星河战舰保持静默，不参与此次行会战。陆明明，收到。北境联盟，月揽星河，明天中午12点，北境之巅对战黄天在上。月揽星河，骄阳似火，秦冲、雨过天晴、浴火焚身以上4人已经建立行会，不参与此次对战。月揽星河，其余盟友暂时加入北境之巅参与行会战。黑夜之王，收到。深海炸弹，收到。刘玄德，收到。卡布奇诺，收到。本色嚣张，收到。麦斯威尔，收到。小雨青青，收到。月揽星河，黑夜之王，黄天在上那边的情报就交给你了，有消息之后发到联盟群里。黑夜之王，明白。第107章，黄天在上 vs 北境之巅。10分钟后，北境联盟，黑夜之王，黄天在上行会总人数5000人，参战人数4500人左右，会长47级魔剑士黄安浩荡。黑夜之王，黄天在上行会一共分为8支小队，一队队长43级魔术师魔爪，2队队长42级弓箭手夜雨清风，3队队长42级刺客果冻，4队队长42级剑士胸口碎大石，其余队长分别是41级盾战士入夜摘星辰，41级法师夜雨见繁星，41级战狂似水一流年，41级牧师午夜摇篮曲。月揽星河，很好，我北境之巅行会参战人数大约6500人，这场战斗毫无悬念。次日上午11点，别墅客厅。苏神，就算不让我们参战，那我带着行会的人在场边观战总好的吧？七七，你那封魔古都行会都3000多人了，要是参战的话，黄天在上也不用打了。就是，我那少女时代还有2000多人呢。胖子，你知道有多少玩家在论坛吐槽你吗？堂堂奉天城第2行会竟然起名叫少女时代。胖子哈哈一笑，不置可否。所以说我行会里的玩家全部都是心理素质过硬的精英。再说了，奉天城现在一共就2个行会，这第2行会的名头也是够虚的。可不是吗？我昨天在极冰城建立冰雪帝国的时候，还想着让刘玄德当会长呢，他倒是机灵，说什么极冰城的第1行会还是让我来建立。谁能想到这才1天的时间我就没法参战了，你们说遗憾不遗憾？苏阳无奈地摇了摇头。好啦，以后机会多的是，现在还只是小打小闹，毕竟指挥系统还没有开通，行会战也无法系统的安排，等以后行会驻地开通就有的打了。现在看来距离那种战斗应该也不远了。时间差不多了，回屋上线。咻的一道光影，苏阳再次出现在奉天城广场。此刻的奉天城广场站满了人，而且他们的名字后方都挂着北境之巅4个大字。当他们看到苏阳现身时，此起彼伏的喊声更是将现场的战意燃到了顶点。会长来了！会长！会长！北境之巅
阅览星河，本次会战没有战术，大家记住要一鼓作气，一路平躺。阅览星河，出发，封魔城悲凉之地。哗啦的一声，6000多人浩浩荡荡的挤进传送阵。不到2分钟的时间，封魔城变得热闹起来。系统提示：玩家小雨青青加入了你的小队。系统提示：玩家黑夜之王加入了你的小队。系统提示：玩家倾城柠檬加入了你的小队。队伍：阅览星河，萌萌，今天不是周末呀，中午上线。倾城柠檬，收拾那群麻瓜午休时间足够了，这热闹我可不能错过。卡布奇诺，还是萌萌机灵。小雨青青，萌萌一会就藏在我旁边输出，别跑远了。倾城柠檬，好的，我的老铁。小雨青青，擦汗。本色嚣张，星河，一会直接冲脸吗？阅览星河，对，指挥系统还没开通，而且人数和战力上咱们都占优势，直接碾压吧。黑夜之王，嚣张，调出击杀面板，比谁的人头多。深海炸弹，我加棒。3城公告，行会黄天在上对北境之巅宣战，击杀宣战，行会玩家不增加杀戮值。唰的一声，苏阳身后那些北境之巅的玩家名字全部变成了蓝色，而远处那些黄天在上的玩家名字已经变成了刺眼的血红。杀！黄恩浩荡一声令下，身后那些家伙就犹如脱缰的野马，不要命的往前冲。领头的正是41级盾战士入夜摘星辰。眼看对方的第一梯队已经临近30码的距离，苏阳高举长枪，浑身燃起透明气浪，冲！一个垫步加速，苏阳一马当先冲了上去。刷刷刷！苏阳面前无数弓箭和法球飞来，他高高跃起，朝着这支队伍的牧师群踏去。轰隆！预料中的沉默和击飞并没有出现，身上的五角星芒一闪而逝。远处，黄恩浩荡用出星芒之握，又立刻退了回去。擎天击失手之后，苏阳瞬间遭遇了对方的反打。此刻的他已经脱节。嗡的一声，一片片免疫字样从苏阳的身上飞起，一抹金色光影将苏阳的整个身体全部笼罩。紧接着，幽灵出土，百鬼夜行，苏阳的战圈直接化为一片焦黑，周围的几十个牧师也是瞬间蒸发。卧槽，不愧是星河，上来就放大招。嚣张，咱也别客气了，那个41级的盾战看起来装备不错，爆他！嚣张和老王直接冲锋顶在了盾战士星辰的身前，盾击加旋风斩接连伺候，没有了后方的补给，盾战士的回复数也无法撑住。一个照面，对方的一队队长便倒在了地上。小垃圾，还有谁？看着一脸兴奋的黑夜之王，嚣张也是无语。还是你嚣张，以后可别叫我嚣张。黄恩浩荡折损了先锋部队，似乎并不慌张，他撇过头，右手轻轻一摆，剑士胸口碎大石和战狂似水一流年立马领会，分别带着一队人马冲进战场。此刻，小雨和萌萌也赶到了一线。萌萌扬起8星法杖，凝聚出一道耀眼红芒。砰的一声，红芒在苏阳的面前彻底爆开，瞬间化为一片流星火海。长达10秒之久的烈火燎原，威力堪比苏阳的天魔缭乱。火海覆盖之处，直接形成一片真空地带，竟没有一个前排战士能够顶住。好家伙，萌萌妥妥的团战杀气啊！那必须，被小雨夸了一句，萌萌简直就要起飞。身侧，可可圈出一道漩涡，直接将豆豆的召唤兽送到了对方的阵营之中。卧槽，刷 BOSS 了！远古巨兽，等级50，血量15万，攻击370-470，防御250-350，魔防250-350，技能野蛮冲顶、野蛮召唤。随着豆豆召唤等级的提高，远古巨兽更是达到了50级，就连体型相比之前都大了许多。面对这些35级左右的玩家，远古巨兽犹如霸主一般的存在。轰隆一拳，数道身影被巨兽瞬间拍飞，一片片300加的伤害弹出。不过这些玩家的平均血量也是达到了2000点，这样的伤害并不致命。当他们想要击杀远古巨兽时，也同样打不出几百点伤害，毕竟巨兽的等级已经高出他们太多。夜雨清风，你带队击杀远古巨兽。黄恩浩荡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情况，依然做出了应对。第108章，大魔导师宋依依。北境之巅，阅览星河，牧师身边配弓箭手，随时给照明箭，注意刺客。眼下，北境之巅明显是优势的一方，不过苏阳还是有所警觉。行会中的弓箭手得到指令，一支支照明箭也是随之而来，让那些藏匿于阴影中的家伙
无处遁形。我去，路见不平，你们4个在我旁边干啥？苏阳怎么也没想到，首先被召出来的竟然不是对手，而是队友。4人尴尬的挠了挠头，过来学习学习，不耽误你打架。苏阳也是无语，不过既然路见不平来了，那何不安排一些任务给他们去完成？来都来了，去干点正事，杀对方牧师，前提是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换命，保证完成任务。又一根照明箭飞落在小雨身边，顿时让小雨和身边的萌萌身体一僵。42级刺客果冻，此刻正距离小雨身侧不到20码的位置，不远处的刘玄德非常果断，直接顺步来到小雨面前，抬手招架。也许是风灵剑圣这个职业使他天生敏感，就在其抬手招架的一瞬，果冻也是打出冷血突刺，可惜没打到破绽位置，也无法暴击。刘玄德又是招架抵挡，结果就是果冻的这一次突袭失败了。就在果冻僵直的这一秒钟，刘玄德把握机会直接开大，风灵剑舞刷刷刷刷，数道剑影飘出，一段段500加的伤害仿佛重叠一般的飞起，硬吃刘玄德一招风灵剑舞。皇恩浩荡的又一员大将直接命丧当场。眼看小雨脱离危险，苏阳瞄准对方后排，擎天击再次出手，轰的一声闷响，这一击直接打出沉默效果，又带起一片片2000加的伤害。不甲职业一个照面便化为荧光碎片，就连那些铠甲战士的血量也已经所剩不多。依仗着攻速的优势，苏阳不再使用嗜血、连斩和破盾斩，因为几乎没有人能承受起他的普通一枪。如果对手距离很近，凤鸣枪更是一枪顶3枪，枪枪致命。加661，加661，加661。几个呼吸间，苏阳的血量又满了。萌萌的圣光洗礼看来已经达到了每秒6%的血量增幅。萌萌，你这治疗越发的恐怖了。哈哈哈！被小雨夸赞了几句，萌萌简直就要忘形。他直接闪烁到最前面，法杖挥舞，一颗颗天雷落下，2000加的伤害开始点名。苏阳看得眼直，真不愧是8星法杖，果然威力强横。不过萌萌怎么说也只是一个脆皮职业，又没有无敌状态，根本顶不住几秒。眼看自己血量见底，吓得更是哇哇乱叫。哎，我的去，不行不行，师傅保我！苏阳看在眼里，原力冲锋锁定萌萌的位置，直接冲了过去。天魔缭乱，轰的一声，100道厉鬼幽灵破土冲出，嘶吼和尖笑直接响彻在萌萌耳边。飞出的幽灵根本不分敌我，他们攀上萌萌的身体，开始疯狂的游走和撕咬，吓得萌萌抱头鼠窜。要不是行会模式的存在，萌萌早已经化为了飞灰。如今萌萌吃了苏阳的一个满大，享受了3秒钟的群魔附体。可可作为战场魔法师，在一片人间炼狱中找到了萌萌的位置，将其拉回到身边。收徒，暗夜精灵，奉天广场。此时的苏阳正悠然地靠在广场石碑上，单腿弯曲，脚尖撑地，双臂环绕胸前，正想着如何处置这个刺客。只见一位飒飒的高马尾女生走到苏阳面前，表情有些尴尬。星河大神，你想怎么样？苏阳一愣，他本以为刺客小仙是一个猥琐弟弟，还想着胁迫他交出一半的论坛收益，可眼下这位女生打扮中性，气质清冷，他只说了一句话，苏阳就软了。你是女的，你要干嘛？刺客小仙突然双手抱在胸前，谨慎地看向苏阳。苏阳也是一脸尴尬，不过他毕竟是天榜高手，最不缺少的就是反应。我很欣赏你的论坛分析贴，要不要加入北境之巅？说完便发送了入会邀请。刺客小仙长舒了一口气，拍了拍胸脯，这才放松了警惕。毕竟是自己偶像的行会，现在又是偶像主动邀请自己，怎么可能拒绝？我愿意，会长好。加入北境之巅让刺客小仙非常兴奋，毕竟他才30级，要是没有苏阳的主动邀请，他连入会门槛都没达到。叫我星河就好，我可以叫你小仙吗？好的，星河偶像，我叫黄小仙，是沈大的学生。面对自报家门的黄小仙，苏阳发现这个姑娘还挺单纯的。我叫苏阳，是金大的学生。小仙你在这里等我一会，我马上回来。苏阳来到6号地块，从丰年身上取出了一些种植物，原地打开烹饪工艺，开始制作。1分钟后，几盘可以恢复生命和魔法的小菜就做了出来，再拎上2罐手磨咖啡。苏阳原路返回石碑处，刺客小仙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苏阳将其拉入队伍，走进石门，金芒闪现，2人原地消失。毕竟小仙的跟踪能力实属罕见，
苏阳想带给大兴看看他的潜力，再做打算。魔剑上冷下热，一片嫣红。黄小仙眼神游离，紧张地保住自己，蹑手蹑脚地跟在了苏阳身后。前方的一处平台，一群着装齐整的千人队伍正在训练。苏阳闻声而去，果然，龙皇和大兴正在一旁指导着星河战舰的队员。龙哥，大兴，我来了。苏阳晃了晃手中的食物，屁颠屁颠地跑向龙皇。刺客小仙不明所以，只能紧紧地跟在后面。小兔子，这次没有两手空空啊，有进步。接过食物，龙皇显得非常高兴。那团黑不溜秋则围着苏阳身后的小仙转了又转。小兔子，你是带他来转职的吧？这小女颇为不凡，是个好苗子。听到这话，苏阳也很兴奋，果然是来对了。小仙，快去拜师！望着苏阳所指着的那团黑雾，小仙也是机灵，直接伸手摸了上去。眨眼间，一道金光降临。刺客小仙的职业已经出现了变化，刺客小仙 LV30暗夜精灵，恭喜你了，小仙！刺客小仙看到自己的新职业，眼泪都笑出来了，激动的不行。谢谢偶像师傅。被叫师傅，苏阳也不拒绝，不过他可没法教会小仙任何技能。大兴才是你的师傅，去看看能学些什么技能吧。小仙激动的原地转了2圈，终于发现了大兴的影子。几分钟后，小仙学好技能，再次回到了苏阳身边。小师妹牛啊，暗夜精灵！露露看到漂亮妹纸突然冲上来凑热闹，苏阳只好引荐。小仙，这位是你大师哥陆明明，那边还有999人，都是你师哥，以后有人欺负你，找他们就行了。露露厚着脸皮走到小仙面前，拍着胸脯保证，小师妹以后有麻烦尽管找你陆哥哥，不用客气。小仙有点脸红，不过眼前的壮汉是自己的师哥，也不好拒绝的太明显。师哥好，以后请多指教。被小师妹叫了声师哥，露露似乎有点飘飘然，蹦蹦哒哒的在苏阳身边晃啊晃，表情十分得瑟。好了，最近训练的如何？我看大家似乎从发力中找到了一些实战应用。露露突然站定，一本正经地回应道：是的，舰长，通过这几日的训练，大家的爆发力和反应能力都有巨大的提升。你的方向是对的。那就好。接下来你们的计划是？指挥长要求我们每日在线时长10小时，2小时训练，8小时替你安排。好，那我就直接给你们安排任务。接下来在主轴开通之前，全力冲击60级。升级过程中，30到60级的武器，我会替你们提前准备好。是，安排好。露露。苏阳带着小仙直接回到了奉天城。小仙，你的职业特色和技能大概跟我讲一下，还有平时的上线时间。好的，偶像师傅，刚才大兴师傅一共教会我4个技能：如影随形，瞬间隐身，藏匿于对手的影子中，不可被选中和攻击；主动攻击，隐身失效；被动暗夜使者，黑夜中暗夜精灵的攻击速度增加 30%；斩杀，攻击半血以下生物，有几率造成一击必杀，打出破绽效果必杀；被动原力回复，回血速度增加 20%， 使用技能可传送至魔兽一解。苏阳听得入神，没想到这个暗夜精灵如此霸道。那斩杀应该就是盒子使用过的技能，不过没想到的是，这个斩杀竟然是要打出破绽才可以。那盒子之前的操作可就有些恐怖了。技能非常强力，不过你这等级有点低，在线时间不多吗？小仙有些尴尬，脸色微红。在线时间不算短，每天都有12个小时以上，不过大部分的时间都跟在你身后。你的隐秘能力非常强，跟踪我这么久都不被发现，这其实也是我找你的原因。如今有了暗夜精灵的如影随形，想必你也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拍照录像了。你也不用不好意思，实不相瞒，我准备建立一个全部由刺客玩家组成的行会。这个行会未来会有情报小队、刺杀小队、运输小队等。这个情报小队我想交给你来组建。正所谓拿人手短，黄小仙看着自己这一身刚刚得来的本事还没来得及展示，就要签合同，实在是有点快。我愿意，偶像师傅。好，这升师傅不白叫，师傅带你去升级，争取今天晚上就带你升到40级。真的？奥夫靠斯。第111章刺客的打开方式。又得一员猛将，苏阳也是兴奋。虽然小仙只有30级，苏阳依然直奔魔物之地而去。由于小仙拥有如影随形这样的特殊能力，苏阳也不至于担心他的安全。路上，苏阳将自己6星凤鸣枪的属性发到了小队中，又对于小仙的分析给予了肯定。小仙见到那10%的洞穿之后，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直接调出系统记事本一顿分析。两人整整跑了40多分钟才进入魔物甬道。好在有了苏阳的提醒，小仙丝毫不慌，突然视线一晃，
眼前一片豁然开朗。那葱郁的树叶，青青的小草，仿佛春天的萌芽和夏的清爽。偶像师傅，这里真舒服。小仙，这里还挺危险的，从现在开始保持如影随形的状态，一直跟在我影子里吃经验就可以了。是。小仙掩面转身，嗖的一下隐没在苏阳身后的影子中。嗖嗖，就在小仙隐没之后，熟悉的烈火苍狼突然从草丛中跃出，龇牙咧嘴的来到苏阳面前，与其叫板。苏阳也不理会，就那么一动不动的等待着狼群的袭击。看着狼群一步一步的靠近苏阳，小仙都紧张了。毕竟那精英级别的烈火苍狼是60级，而目前的自己仅仅30级。嗷的一声嘶吼，狼群突然发力，猛地朝着苏阳的身上扑来。那利嘴和尖牙拉出长长的弦，仿佛眼前的苏阳已经是到嘴的鲜肉。小仙啊的一声捂住了嘴巴，狼群直接将其无视，全都扑在了苏阳身上。苏阳淡定地睁开双眼，看着一群慕名而来的烈火苍狼，微微一笑。小仙，闭上眼睛。轰的一声炸响，方圆10码内，无数恶鬼幽灵破土而出，直接与面前的苍狼撕咬在了一起。紧接着爆炸，火焰肆虐，短短3秒，周围一片焦黑。好了，咱们去河边。得到指示，小仙缓缓睁眼，可眼前的焦黑让小仙心有余悸。这是他曾经见过的技能天魔缭乱，只不过当时是在远处观看的，远远没有如今来的震撼。偶像师傅，我32级了，可真够快的，我才增加了20%的经验，一会还有一波经验，请注意查收。不一会的功夫，苏阳再次清理了河边的一波苍狼，小仙也是升到了33级，此刻正开心的给他的室友发消息呢。偶像师傅，跟你在一起升级真快，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什么消息？我恋爱了。哦，那恭喜你啊。小仙咧咧嘴，又在苏阳身后挥动了几拳。由于小仙一直处于隐没的状态，苏阳并没有注意到他此刻的动作。清理了苍狼，苏阳继续深入。远处一个犹如祭坛一样的建筑吸引到了苏阳的注意，因为在那祭坛上是久违的银星光泽。有故事了。苏阳小跑几步凑近来看，祭坛边上有5根巨柱环绕，巨柱上形态各异的龙像栩栩如生。苏阳看得入神，仿佛整个人的精神都被龙像所吸引。那闪烁着银光的祭坛之上，古代神龙的形象更加的耀眼。苏阳抬手触摸在石棺上的神龙图案，只见那银光突然变得刺眼，又瞬间恢复往常。系统提示：主线任务：青龙王的传承。任务接取条件：需要5位2级行会的会长一同触摸神龙柱，激活神龙之力，开启神龙祭坛。面对着主线任务，而且还是接取条件如此苛刻的任务，苏阳不敢怠慢。北境联盟、阅览星河各行会会长，大家距离升级到2级行会还要几天？皇恩浩荡、黄天在上行会今天就可以2级。骄阳似火、风魔古都行会明天可以2级。浴火焚身、少女时代行会后天中午可以2级。雨过天晴、冰雪帝国行会今天可以2级。秦冲、西雨阁行会3天后可以2级。阅览星河，好的，咱们后天中午奉天城广场集合，一起挑战一个主线任务。2天后，魔物之地。此时的黄小仙跟着苏阳混到了43级，差点冲进天榜。苏阳也已经53级，继续领跑奉天城。偶像师傅，我已经43级了，以后我保证绝不偷懒，努力升级，你就带我一起去吧。苏阳板着脸，态度十分坚决。既然要雪藏你，那就不能被其他人发现，一会你自便吧。系统提示：玩家阅览星河已将你踢出队伍。好的，靠。时间临近中午，胖子那边发来了行会升级的消息。苏阳将队友一一组进队伍，又发送了位置坐标。队伍：阅览星河，坐标：魔物之地 453.127。皇恩浩荡，收到。铁血小雨来了。卡布奇诺来了。此时，黄小仙已经隐没在苏阳的影子中，熟练地调出摄像头，录制着阅览星河的第一视角。打开论坛，大笔一挥，主线任务：阅览星河第一视角直播间。啪，同步，选择确认。短短5分钟，小仙的直播间已经聚集了1000人围观。当大家看到阅览星河面前的神秘祭坛时，都不由得发出一阵惊呼。弹幕：卧槽，主线神龙任务啊，太牛逼了吧！弹幕：瓜子，饮料已就位。弹幕：楼主是趴在大神身上录的第一视角吗？太 TM 清晰了。爆，想看星河大神正面送来一发超级火箭。黄小仙万分激动，这一发超火可就是5000块现实币，扣除平台的分成合个税，自己还能到手2500呢。
激动归激动，老板的要求还是要照做。小仙开启隐匿，绕到了苏阳的正面，头顶的摄像头自上而下扫描着苏阳的全身。镜头中，月揽星河银袍长枪，气宇轩昂，而小仙又特意趴在地上给苏阳手中的凤鸣枪刃一个特写，全当是送给粉丝的福利。弹幕：月揽星河好帅。弹幕：楼主算是把刺客玩明白了。爆！想看星河大神的腰带特写，送来2发超级火箭。弹幕：老板大气。5000块钱进账。小仙立马兴奋地起身，将头顶的摄像头对准了苏阳的腰带，前后左右的特写。直播间的粉丝和游客看见星河的腰带，直接炸开了锅。弹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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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你说实话，你在干嘛？弹幕，哈哈哈！爆！前后缓慢移动摄像头送来1发超级火箭。弹幕，老板高速飙车。黄小仙看着越发奇怪的弹幕，终于回过味儿来，定睛一看，眼前正是苏阳的盔甲。第112章，唯一主线神龙传承。唰的一下，小仙的脸瞬间红得发烫。好在这个时候又陆续有玩家进入了直播屏幕。弹幕：我女神卡布奇诺来了。弹幕：哇，小雨亲亲好美。弹幕：不要给本色嚣张镜头，恶心到了。弹幕：哈哈哈哈。直播间热闹非凡，神龙祭坛却是幽深，队友们相继就位。苏阳环视一周，直接交代任务。这个主线任务需要5位拥有2级行会的会长一同触摸祭坛才能开启。4位会长都准备好了吗？来！苏阳首先伸手，紧接着琪琪、大潘、胖子、盛天相继探出手掌，伏在了面前的祭坛上。主线任务：青龙王的传承。任务目标：击败青龙王，获得青龙王的认可。轰隆隆，一阵阵雷声传来，天空忽然变得昏暗，一阵阵黑云扑过，将这方天地完全笼罩。咔嚓一声，数道雷电光影倾泻而下，穿梭过云连接地面，形成一道雷电屏障。祭坛边的5根石柱上，龙象越发真切，它们慢慢游动身躯，自石柱顶端游走而下，朝着祭坛内部爬去。霎时间，祭坛内金光大盛，光芒直通天际。哞！一声苍劲浑厚的低吼自祭坛中传出，声音纯粹的仿佛历经千年万载般的淬人灵魂。系统提示：神龙祭坛已开启，请突破祭坛地下一层的守护者。任务进度1/7。琪琪，照明剑探路，咱们开始行动。嗖的一声，照明剑直落而下，祭坛内犹如神龙的墓穴，石壁上更是雕刻着古老的细密纹路。苏阳直接跃进祭坛，队友们也是紧随其后，似乎是感应到了人类的存在。石壁上的油灯没缘由的燃了起来，无数魔物听到这边的动静，齐刷刷的转身，亮起他们深邃的眼眸。魔物脚如树根，手如藤条，芒刺在背。人魔古树，等级50，血量2万，攻击360-420，物防450-510，魔防300-360，技能缠绕，外敌入侵。人魔古树一步一步地向着苏阳的队伍聚拢而来，只因其速度过于缓慢，而显得有些滑稽。这怪物魔防好低啊，要是萌萌在就好了。晚上萌萌就来了，而且明天还是周六。小雨和可可这边正聊着，豆豆已经在脚下刻画出一道召唤符文。远古巨兽扛着树桩从容地走出阵法，只是发现面前的人魔古树后，虎躯一震，可可一招虚空传送，直接将远古巨兽扔进了怪群。一场同类相残的大戏即将上演。砰砰砰，300，负300，负300，胖子冰火双阵齐出，直接火力覆盖，齐齐佯攻，剑雨直落而下。不过那古树也是抗揍，在冰阵和剑雨中呆站了10秒，也不过失去了小半管血量。大潘、秦冲和嚣张3个前排直接抵住了怪群，与远古巨兽配合组成了第一道防线。古树的攻击上限足有420点，等级又高于大潘3人，因此古树的每一次抽击都能带走面前3人100多点的血量。好在3人血量足有5000以上，应该能支撑一段时间。不过面对着密密麻麻的古树围攻，前排的3人还是蹭蹭掉血。小雨上前几步，来到了大潘3人的5码之内，唰的一声铭文大亮，小雨周围飘落片片雪花，慈航普渡的群体治疗效果显现，这让大潘3人的血量持续回满。有了小雨的支持，3人也是信心大增。狂暴加旋风斩频频使出，黄胜天也不闲着，长剑附魔，一道光刃直接斩出，轰的一声，
接触光刃的10几只古树瞬间被斩掉小半管血量，看那造成的伤害足有6000多点。嚯，头次见这么厉害的魔剑，嚣张的一刀才砍掉古树100多点血量。如今黄安浩荡一刀6000，怎能不让他羡慕？要不是自己皮糙肉厚能当个前排，自己都不好意思留在这支队伍。我身上还有不少30级的装备，要不是一身8星装备强撑着，可能都没办法坚持到现在。我都要50级了，装备还没搞齐。星河，你怎么不出手？这怪物移动的太慢了，我在等他们集中。听到这话，黄胜天也是郁闷。你那本天魔缭乱还是我们当时花费了半天时间卡住一只60级的黄金窟楼王爆出来的，遗憾的是我不能学。哈哈，苏阳大笑，差不多该上了。眼看着远古巨兽身边已经围满了古树，苏阳瞬闪直接飞落在其肩上，1秒内长枪连换3次，暴击加持，凤鸣出鞘，呜嗷，无数墨绿色幽灵钻出地面，就犹如脱球的厉鬼，尽情释放着能量。暴击5256，暴击5256，暴击5256。苏阳身边飘起的血量已经重叠的看不清个数，只知道3秒之后，这片区域已经没了怪物的影子。卧槽，星河，这玩意太有劲了吧！我直接升级了。本色嚣张瞪着个眼睛，感觉苏阳本身就是个外挂。低调，都是阿当给的，是你自己报的好不好？听到苏阳给自己起了外号，黄胜天急了。阿当这名有点讷，浩荡里可以取个浩字，阿浩怎么样？好的，阿当，没问题，阿当。苏阳得了便宜还不忘调侃，不过面前的古树仍不断的聚集着，根本不见减少。小队10人也就可乐的清闲。这种怪物虽能破防，但不致命。有了小雨的群体治疗，完全不用担心。嗡的一道音波自远古巨兽口中发出，周边20码的古树不由自主地摩擦着地面，仿佛被一道巨大的吸力吸引，不断地靠近远古巨兽。豆豆这是技能灭此招时，之前没有明白，现在懂了，这是一个强力巨怪的技能，冷却时间30秒。好招，夸赞了一句。苏阳再次顺道授备，使用技能天魔缭乱，一直杀到晚上6点。小队10人相继升级，嚣张和小雨更是连胜2级，达到了46级。队友们，下线吃饭，1个小时后集合再战。同意，实在是憋不住了，迫切需要排放。嚣张你可真行，线上恶心人靠脸，线下恶心人靠嘴。哈哈，下线。苏阳走下游戏舱，眼神中还有些许兴奋，毕竟是主线任务，而且看那任务介绍，这神龙祭坛似乎有7层，如果每一层都有如此丰厚的经验，60级也就不远了。第113章传承任务，懦弱的臂杖。此刻，小仙直播间的屏幕中，那些在榜大神陆续下线，只留下了零星的古树在远处晃荡，跟粉丝们打了声招呼。小仙也是关闭了直播，这一场足足收获了5万多的现实币，小仙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直播了半天，又没在苏阳的队伍中，小仙是一点经验都没白嫖到。如今大神们全部下线，祭坛一层只剩下了自己。他锁定距离较近的一只古树，冷血突刺起手，砰的一声带走古树300加的血量，而且还是暴击。看着自己如此低微的攻击力，小仙也不恼怒，扬起匕首继续进攻。刷刷刷，102、114、97，小仙攻速极快，竟达到了1秒3刀的效果。估计是被动暗夜使者在夜晚增加了30%的攻速。由于古树行动比较慢，小仙也是相对安全。不过击杀一只古树还是需要3分钟的时间。哗啦的一声，古树血量被清空之后，直接化为银光钻入地下。小仙的经验条直接上涨了2%。没想到击杀一只古树竟能获得2万点经验。按这个进度，1个小时应该能升到44级，可不能让偶像师傅说我偷懒。想起苏阳，再看看手中的6星蝮蛇之刃，小仙也是卯足了劲儿。咻咻，一道道光影出现，联盟小队终于在晚上7点再次上线集合。而这次，萌萌也跟着可可和小雨来了。嚣张呢？齐齐环顾四周问道：“刚才给我发了消息，有事情处理，就回城了，咱们不等他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墓穴大厅，苏阳走在前面，继续深入。远处，一个巨大的深坑拦住了去路。苏阳俯身向下望去，巨坑深不见底。死！齐齐的照明剑像一根火把，被丢进了深坑。然而，照明剑并没有点亮周围的视野，直接没入巨坑的深邃之中。这什么情况？
这应该是齐齐的照明剑第一次吃瘪。众人看着那无底深坑，陷入了沉思。豆豆，让巨兽先下去感受一下。苏阳坏笑着，又开始打远古巨兽的主意。好在豆豆并不矫情，直接操纵着远古巨兽在众人的期待中跳了下去。嗖的一声，巨兽极不情愿地跃下深坑，眼神中充满无奈。谁能想到，当初不可一世的远古巨兽，如今却落得这般田地。似乎不行啊，我好像失去对巨兽的控制了，而且也不能重新召唤，只能说明它还活着。众人面面相觑，大家都是天榜高手，见多识广，可如今这种情况倒是有些出乎意料。苏阳作为北境之王，如今等级又高居榜首，自然需要拿出个主意，也不多做解释。苏阳纵身一跃，在一片震惊的目光中没入深坑，没有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跟远古巨兽一样消失在了深坑中，不知死活。胖子望向深坑，提醒道：“看看一会苏神有没有动静。”队伍里苏神的头像出现了红色惊叹号，似乎也失联了。什么？众人同时惊呼。果然，在苏阳跃下深坑的几分钟内，群里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深坑内，苏阳不断下坠，两只手不由得想要抓着什么，却无能为力。脑海中一些事物闪现，让他变得恍惚。努力让自己变得安静一些后，苏阳突然睁开双眼，那周遭的黑暗也是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如一层一样的石壁墓穴，还有那头双眼无神的远古巨兽。看向任务，果然任务显示为2/7。苏阳疑惑，之前任务明明说的是突破祭坛地下一层守护者，难道说那个深坑就算是守护者？苏阳怎知，任务一层所要突破的就是自己内心懦弱的壁障，拥有足够的勇气才能向那未知奋力一跃。他似乎没有想明白这一点，这一跃更多的是作为北境之王的责任。苏阳抬头看向头顶的巨坑，深坑内水波流转，将一层和2层阻隔开来。胖子和琪琪还在坑边朝下观望，苏阳看在眼里，可是在小队中发出的消息，他们仿佛未见。原来1层看2层是末日深渊，2层看1层是大家焦急的脸。苏阳笑了笑，并不着急，这才仔细观察着2层的布局。偶像师傅，什么是这么好笑？身后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得苏阳一个机灵。哎呀，卧槽，小仙你还在啊？你这突然说话也太吓人了，好像趴在我耳朵边上。不过刚才那深坑你也敢跳，挺勇猛啊。小仙不以为然，上线之后我就使用了如影随形，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就自动跟你跳下去了。虽然看不到小仙的表情，不过从声音中判断，苏阳还是听出了一丝恐慌。偶像师傅，下午你们刷古树的时候我在直播，整个下午直播收入共计5万现实币，怎么处理？直播1个下午就能赚5万，就直播我们刷怪，这网友们太有钱了吧？有视频重播没有？我看看。经苏阳这么一提醒，小仙立马脸红拒绝。那个，我开的直播没有录像。小仙说完便登录论坛，将那个令人脸红的视频删除。苏阳并不在意，继续问：5万你打算怎么办？先把室友的钱还了吧。那剩下的呢？剩下的慢慢还嘛。苏阳无语，也是不敢多问。神龙祭坛1层，此时距离远古巨兽和苏阳跃入深坑已经过了10分钟，坑边的9人也是越发的焦急。琪琪等的已经不耐烦了，几步来到坑前。我有个想法，我先跳进去了解情况，然后下线告诉你们，这样的话你们也好应对。那我现在下线等你。胖子果然退出了游戏，想必也是跑去了大厅等待琪琪的消息。琪琪不再犹豫，直接跃入深渊。大脑传来的电波信号仿佛真的从高空跃下一般恐怖，足足持续了5分钟的时间。琪琪身体失控，飞速下坠，也许是大脑已经适应了下坠的过程。那一丝清明让琪琪有所反应，猛地睁开双眼。琪琪如苏阳一样，顺利地落入了神龙祭坛的地下2层。看着身边发呆的远古巨兽，琪琪抬头望向头顶，哈哈，这群家伙！抬手释放照明剑，光剑触碰到深坑的水波涟漪，便消失不见。队伍骄阳似火，大家都能看到小队消息吗？2层安全，放心跳吧。阅览星河，琪琪下来了呀，我在坐标 564.124。骄阳似火，他们应该看不到咱俩的消息了。我下线通知胖子，一会就过去找你。阅览星河，好的。琪琪打开游戏舱，立马朝着客厅跑去。还未下楼，就见胖子和大潘站在客厅焦急等待着。上线吧，直接跳就能到2层。传达完毕，琪琪立即回到房间。不过那跳跃之后的失重却被他忽略了去。这么重要的生理体会，还是让兄弟们都尝尝。也许苏神也是这么想的。
第114章，传承任务，勇气的证明。咻的一声，琪琪再次出现在远古巨兽的身边。神龙祭坛一层，胖子已经将琪琪的情报传达完毕。不过面对着深不见底的巨坑，几位女生还是有些害怕。那个大潘，我可不可以抓着你的衣服跳？小雨有需求，大潘怎敢不从？不过还不等大潘就位，可可和豆豆也伸手抓了上来。衣服还够用，帮帮忙！胖子一看有这好事，也是急了。我这不假衣服软和，好抓，抓嚣张衣服都不抓你的。说完这话，四女视死如归的纵身一跃，而大潘还没准备好，竟被四人直接拉了下去。啊呀的一声惨叫，又瞬息淹没在深坑之中。不愧是少女时代的掌舵人，果真恐怖如斯。调侃完毕，秦冲直接鱼跃似的冲进深坑。胖子看着坑边仅剩的皇恩浩荡，刚欲说话却被打断。你别过来，那嚣张我都不敢与之对视。你既然比嚣张还恐怖，我还是自己跳吧。说完，皇恩浩荡纵身一跃，暴露了猥琐本质。胖子也是无奈，看来只能从我的少女时代撒撒网了。神龙祭坛地下2层，两男四女对着琪琪一顿暴锤。这么重要的事你都不说，是不是故意的？这么重要的人生体验怎能错过？嘿嘿，见到大家都已经来到2层，苏阳拉扯着2层的怪物喊道：集合吧，搞起！顺手将怪物图鉴发入小队。人魔企鹅，等级52，血量24000，攻击400-465，物防495-550，魔防300-360，技能石化。看着企鹅如此低的魔防，萌萌瞬间就来了劲头。毕竟队伍中他的等级最低，只有45级。我要放火了，烈火燎原走着，瞄准苏阳身后的位置。萌萌一发精准的烈火燎原直接扑在了怪群中。那些生着巨大翅膀的扑了蛾子拼命地扇动着双翅，似乎要逃离这片火海。胖子瞬间跟进冰阵，直接封锁退路。冰火两重击足足肆虐了10秒，苏阳身后直接被烧出一片空白地带。不过这企鹅仍在不断的聚集，小队一行10人直接将小雨围在中心，顶着怪群开杀。终于杀到半夜，那些企鹅才有着明显的减少。一路推进，苏阳看到前方有一个水缸般大小的肉球，肉球中间的凹陷处正咕叽咕叽吐露着企鹅。莫非是企鹅母鹅？这企鹅经验这么高，要不要把这母鹅留下来？苏阳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毕竟这企鹅攻击力不算高，万一地下几层实在无法通过，那么这里也足够大家升级养战了。一路前行，远处亮起熟悉的传送漩涡，只不过悬崖无路。那看似近在咫尺的传送门，距离这边足足100码之遥。任务提示中，2层的通关要求是突破传送之门，备注是小队中只要有1人通关，就算全部通过。胖子的提醒很及时，苏阳调出系统工具，测量出悬崖边到传送门的距离是100码整。大家的特殊能力都可以突进多少码？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见过苏神和苏嫂的双人追鲸，琪琪等人很快就明白了苏阳的用意。卡布奇诺率先发言：闪烁10码，虚空传送可以传任意玩家10码，阵型光线最远距离45码。不过要使用出最远距离的45码阵型光线，我们就要排成一排，意味着有9人要瞬间掉入悬崖。苏阳思索着一些可能性，判断道：既然任务提示中只要求1人通过传送阵就算完成任务，想必其他人也会同时被传送到3层，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大家仔细分析了一下，似乎是这么个道理。况且在1层的时候已经体会过坠楼的感觉，大不了再来一次就是了。如果都没问题，那么我说一下计划。众人直接围了过来。苏阳在地上画了一条长长的线，又在线上点上了一些标记。首先，可可排出阵型光线，将萌萌排在最远端，也就是45码的位置。紧接着，萌萌闪烁到55码的位置。大潘，你跟萌萌的友好度是不是达到了1000点？看你手上应该也是传送戒指吧？是的。好，那么当你看到萌萌闪烁到55码位置的时候，第一时间使用传送来到萌萌身边，紧接着马上使用冲锋到65码的位置。这时候可使用传送过去，再闪烁到75码，最后剩下的25码我可以通过。方法应该行得通，不过我并没有传送戒指。可无奈的撇撇嘴。胖子来了。听到苏阳点名，胖子将左手的戒指摘下，不等可反应，直接套了上去。简单粗暴，一切准备就绪。可开始准备阵型光线。一字长蛇是最容易的阵型布置，因此可也是极快的完成了安排。可以开始了，大家动作一定要快，
否则坠崖的后果还未可知。皇恩浩荡和秦冲并没有见过传送戒指的威力，出于信任，也是任由队伍的安排。开始，唰的一声，小队10人依次排开。可是第一位站在悬崖边，有恃无恐。萌萌站在最后一位，突然被阵型光线拉到半空之中，还是让他微微愣神，身体不受控制的下坠。嗖的一声，闪烁用出，却只闪到了53码的位置。大潘抓住时机，直接传送。那不断下坠的身体突然消失，又出现在了萌萌的身边。呵，冲锋让大潘挺直了摇杆，再次前行了10码的距离。可，身体下坠之前，大潘担心可看不清这边的情况，拼命地喊了一声嗖。看到可来到身边，大潘清楚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就看可和苏阳的操作了。苏阳在40码的位置，看到可交出闪烁的瞬间，直接转动了手中的传送戒指。嗖的一声，苏阳整个身体在下坠中消失，又来到了可身边的半空中。当苏阳出现，可直接布置了一道光圈在苏阳的脚下。就在这个瞬间，还在坠落中的可发挥到了极致，最后用出的传送也是将苏阳再次送出10码。看着近在咫尺的传送阵，苏阳原力冲锋接顺闪，直直地冲入了传送漩涡之中。第115章传承任务魔穴大蜘蛛。唰的一声，伴随着苏阳成功出阵，小队中的其余9人也是在下坠过程中瞬间消失，他们直接出现在苏阳的身边，来到了神龙祭坛的地下3层。你们平时都这么玩的吗？还有那个传送戒指也太夸张了吧。黄安浩当都看懵了，自己啥也没干，就看见眼前的这群人刷刷一顿闪烁，瞬移就成功出现在了这神龙祭坛的地下3层。刚才还是挺惊险的，萌萌第一时间慌神，直接打乱了计划。好在最后可拯救了队伍，否则咱们就凉了。萌萌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唰的一下脸色通红，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脸皮再厚也能穿透。刚才有点失重，没辨别出方向，想着万一闪错了方向就更糟糕了。所以说啊，哥之前下2层没告诉你们失重的感受，就是要锻炼你们，根本不是恶搞。得，这都能让你圆回来。队伍中一片和谐。苏阳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回头看了，却什么都没看到。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明天周6咱们早上8点集合。好，圣天，明天是周6，你有黑夜之王和大师他们的联系方式，通知他们城市争霸赛的奖励继续留给封魔城，毕竟目前大部分玩家的主力装备还是悲鸣套装。好的，交给我吧，咱们这一周估计都要在神龙祭坛度过了。队友们陆续下线，苏阳却左顾右盼，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神龙祭坛2层，悬崖边上，小仙正一刀一刀的刺向企鹅。就在刚才可使用阵型光线时，如影随形中的小仙直接被丢在了悬崖边上。要不是大家都注视着远处的传送阵，可能真就发现了它的存在。不过现在，小仙正独自一人悠然地刷着企鹅，独享的丰厚经验也是让他放弃了休息。毕竟职业特性的攻速加成非常霸道。翌日，神龙祭坛地下3层，苏阳领衔的这群男生早已精神抖擞的上线集合。再看小雨、可和豆豆皆是满眼的惺忪，萌萌憋了1周的时间更是早早的上线，此刻正双手叉腰，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打起精神啊，姐姐们，我都刷1个小时的大蜘蛛了。小雨故作镇定，抬手拍了拍脸，一只大猪在哪里？蜘蛛啊姐姐，魔穴大蜘蛛。可和豆豆似乎也没听清，仍是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嗖的一声，突然一只多脚怪物从高空落下，直接贴到了可的脸上。魔穴蜘蛛，等级54，血量28000，攻击420-485，物防505-560，魔防290-350，技能寄生。啊呀！一声尖叫，可面前的蜘蛛顿时被吓得一个机灵，伸出前肢便向着可的俏脸戳来。俏脸受到了侵犯，可瞬间变得清醒，直接闪烁到了远处。怎料那远处似乎是萌为开采之地，更多的蜘蛛从空中落下，悬在半空。苏阳等人也不准备看热闹，组建好队伍之后直接开杀。几个大招下去，面前的魔穴蜘蛛顿时化为一滩血水。就在众人放松警惕的时候，那些绿色的血水开始翻涌，凸起无数大小不一的蛋壳，蛋壳疯狂扭动，似乎要开窍一般，咕叽咕叽如粘液粘脚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小心点，这蛋壳里都是小蜘蛛，它们虽然攻击不高，但是可以将人网住，
一旦被网住，可能萌萌的话有点啰嗦。胖子在远处抬手触摸粘液，破壳而出的小蜘蛛紧紧地抓住胖子的大腿，牢牢地将其控在原地。魔穴大蜘蛛顺势俯冲而下，直接奖励胖子一个粘液洗脸。胖子感觉自己像是被胶水封住了口鼻，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想开口说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队伍，欲火焚身，救我！那粘液似乎有腐蚀作用，胖子身上不断飘起100的伤害。小雨抬手治疗，将胖子的血量直接拉满。不过胖子所说的救他绝对不是指加血这么简单，毕竟粘液的伤害并不致命。大家都不知如何将胖子从那恶心的粘液中救出，只能转头看向萌萌。听萌萌刚才的意思，显然也是享受过粘液洗脸，没别的办法，30秒后那粘液会自动消失。知道胖子没有危险，众人也就不再理会。咱们一起往中心走走。对了，3层的任务目标是封印恶魔蜘蛛，萌萌你知道他在哪吗？没见到。看到苏阳他们已经走远，胖子越发的着急，口中支支吾吾，就是说不出正经话来。大家注意脚下，踩到黄色小点会触发吊丝大蜘蛛，就像可可姐之前那样。踩到红色小点会触发一群吊丝蜘蛛，就像可可姐之后那样。可可被萌萌点名2次，脸都红了。琪琪指着地面继续问：那踩到绿色小点呢？这不就是红绿灯的规则吗？黄灯有危险，红灯很危险，绿灯没危险。大潘说完便一脚踏在了琪琪面前的绿色小点之上，啾的一声，大潘被脚下的柔软直接弹到了空中，挂在了头顶的蜘蛛网上。这么 Q 弹，萌萌他这种多久能下来？萌萌也是挠头，这种我没踩过。这会儿被粘液洗脸的胖子已经归队，抬头看向空中挂网的大潘也是有点幸灾乐祸。苏阳谨慎地看向周围，地面上3种颜色的小点也算常见，不过刚才秒杀的那群蜘蛛并没让大家增加多少经验，因此这一层的突破更是迫在眉睫。这一层怪物的经验不高，咱们抓紧时间想办法去下一层。我有办法！上网的大潘大声呼喊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我发现了头顶上的 BOSS， 还有阵法。如果我猜的不错，地面上一共有7个绿点，我踩了1个，还应该剩6个。得到大潘的情报，小队众人立马分散寻找绿色点位。没错，一共是7个点位。大潘微微一笑，继续说道：我头顶类似一个7星北斗封印阵，对应了脚下的7个绿点，另外6个你们也踩一下，我想就能解开 BOSS 的封印了。琪琪略有疑惑，问道：可是咱们这一层的任务条件是封印 BOSS 啊，为什么要解开它？大潘被这个问题难住了，刚想挠挠头，却忘记手还挂在网上，目前也没有什么头绪。大潘这里说不定是个突破口。第116章传承任务，智慧的试炼。苏阳身先士卒，脚踏绿点直接升空挂网。黄胜天和秦冲也不废话，分别踩了1个点位腾空而起，挂在高处。琪琪和胖子相互对视，好像在密谋着什么。琪琪，你抬头看看，阿当的皮甲挂在网上都险些走光，这要是4美挂上去，那点遮羞布片，嘿嘿。你俩说什么的？给我上去吧。可可听到胖子的话也是忍不了了，直接圈起2人，将其传送到那附近的2个绿色点位之上。do on 2声，琪琪和胖子来不及反应，便飞入空中，直接上网。自己虽然挂在网上，胖子并没有收起他那猥琐的笑容，用力挣脱了几下，布片扯着当布勒得更紧了，撅起的屁股更是卡在蛛网的空档。4美抬头看得脸红。此刻6个男人已经用完了，还有最后1个点位，再来1个。胖子撅着屁股朝着地面上的4美喊道。然而事与愿违，豆豆来到最后1个点位面前，直接召唤出远古巨兽。而远古巨兽在铭文阵法中逐渐清晰，那表情仿佛王者降临一般，霸气十足。不过就在其伸出右脚踏出阵法时，脚下的绿点顿时产生了巨大的凹陷，这次的回弹力度更是惊人，直接将这头庞然大兽送入空中。砰的一声，远古巨兽来不及反应，直接4脚八叉的挂在了蛛网上。轰隆隆，头顶7星阵法流光闪烁，无数石块碎屑散落一地，镶嵌在头顶岩壁的大蜘蛛似乎就要苏醒。吭的一声，头顶的大蜘蛛就在6人一兽的眼皮底下从岩壁中抽出了前肢，拔出的前肢就像一柄利刃一样从琪琪的面前划过，吓得后者瑟瑟发抖。又是吭吭几声，大蜘蛛似乎已经清醒，那青绿色的眼球看到面前挂网的远古巨兽越发的明亮。轰隆一声，大蜘蛛终于破壁而出，整个身体直落而下，远古巨兽的重量已经扯得蛛网不堪重负。
而大蜘蛛的体型相比巨兽更是不遑多让。眼看着大蜘蛛落在巨兽的肚皮上，蛛网终于难以支撑，连人带兽一同朝着地面跌落。就在众人跌落的瞬间，大蜘蛛之前所在的岩壁位置已经露出了真容，那是传送门的虚空漩涡。恶魔蜘蛛，等级54，血量300万，攻击550-880，物防700-870，魔防380-520，技能网术、遁地、雷狐。简介：来自异界的魔物，祭坛3层守护者。大家小心一些，咱们的目标是封印，不是击杀。话虽如此，众人并不清楚要如何才能封印这只大家伙，只能边打边看。恶魔蜘蛛十分滑溜，被众人集火，竟懂得抬起前肢招架，而且大蜘蛛的外壳也是极其坚硬，落在身上的攻击竟擦出火花。嗖的一声，大蜘蛛腹下的8足同时律动，仿佛绝地的铲车，眨眼间就将地面挖出一个容纳自身的大坑，只留着后背突出于地面。遁地瞬间，落在后背上的攻击也全部被免疫，而且遁地之后，大蜘蛛的血量也在不断的恢复着。眼看大蜘蛛血量就要回满，苏阳擎天机终于出手，砰的一声闷响，大蜘蛛仿佛从冬眠中被拍醒，恶狠狠地朝着苏阳扑来。大蜘蛛伸出前肢狠狠刺出，苏阳一个灵巧的翻身直接灭死。一击未果，大蜘蛛显然有些恼怒，前肢支撑着地面，露出腹部的枪眼，不知是肚脐还是屁屁的枪眼，噗呲一声拉出一张蛛网，直勾勾地奔着苏阳贴来。苏阳反应迅速，直接朝着侧面使出原力冲锋，嗖的一声脱离了原来的位置。不过那蛛网似乎拥有锁定的功能，眼看苏阳变换方位，竟也导航般的跟了过去。啪！蛛网结结实实的罩在了苏阳身上，好在蛛网没什么伤害，只是将苏阳束缚在原地。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这大蜘蛛要怎么封印？难不成那个网术的技能是封印他自己的？虽然琪琪说的是一句玩笑话，不过大家还是决定试试。挣脱了网术的苏阳来到队伍前，开始布置战术。有冲锋和闪烁技能的人保持好自己与恶魔蜘蛛10码内的范围。恶魔蜘蛛对着谁使用网术，那么这个人就要第一时间冲锋或闪烁的大蜘蛛的面前，将网术带过去，可把握好机会，将它传送走。你的虚空传送可以使玩家消失，我想网术丢失了，跟踪目标会继续朝着大蜘蛛飞去。封印能不能成功，就看咱们的操作了。我应该可以。一切准备就绪，黄胜天和秦冲分别绕到大蜘蛛的身后，保持了大概10码的距离。琪琪和胖子没有突进的能力，便退到了远处。众人持续集火，大蜘蛛明显难以招架，腹下的8足又开始刨地。苏阳看在眼里，不等大蜘蛛完成遁的，直接使用擎天机将其打断。遁地不成，大蜘蛛显然动了真怒。5秒的沉默时间一过，他便扬起胸脯架起了炮台，噗呲一声，那网术好巧不巧的再次朝着苏阳掠来。苏阳向侧移动，眼看网术就要贴到后背，直接原力冲锋，来到了大蜘蛛的面前，唰的一道光圈准确无误的画在苏阳脚下。可的一双美眸紧紧盯着飞掠的网术。就在网术即将落在苏阳的后背时，苏阳脚下光圈大亮，整个人瞬间消失，又出现在了可的身边。网术失去了目标，果然直直的朝着大蜘蛛的脸上贴去。啪的一声，大蜘蛛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射出去的蛛网竟贴了自己一脸。眼见计划成功，小队众人也是欢呼雀跃。不过预想中的封印并没出现，大蜘蛛恼怒的抬起前肢，将脸上的蛛网挑落。除了受些侮辱，好像并没有其他影响。恼怒中的大蜘蛛仿佛深吸了一口气，肚子前后律动，鼓鼓囊囊。噗呲，大蜘蛛拉出一张巨大电网，笼罩着方圆10码的范围，将众人全部定在原地。光波形成的电网不断闪烁着流光，电得苏阳等人一阵酥麻。好在之前脱离战圈的胖子发现情况不对，也是扔出冰阵控住了大蜘蛛，否则的话，以大蜘蛛的攻击速度来看，几位不假职业估计是很难抗得住。琪琪来到四美身边，留了一手击退，当起护花使者，让大蜘蛛自己封自己行不通啊？还有其他办法吗？胖子努力思考片刻，最后只能利用调侃来缓解尴尬。真想给这大蜘蛛来个粘液洗脸。苏阳如梦初醒，茅塞顿开。第117章传承任务，奇葩的规则。对啊，还有粘液洗脸。苏阳一拍大腿，琪琪、胖子去大蜘蛛边上彩虹色打出粘液试试。两人心领神会，直接一个箭步冲到大蜘蛛的身前，
踩下那红色的小点。霎时，头顶一群吊丝蜘蛛潇洒滑落，齐齐箭雨，胖子火阵灼烧，瞬间打出粘液弹壳。那些绿色弹壳感受到火阵的炙烤，直接爆浆。无数小蜘蛛根本不分敌我，狠狠地沾满恶魔 BOSS 的大腿。刷刷刷，数不清的吊丝蜘蛛俯冲而下，直接将地面上那些黏糊的绿色液体甩在了恶魔蜘蛛的身上。恶魔蜘蛛奋力挣扎，尝试挣脱，可是那粘液似乎越动越黏，吊丝蜘蛛也是越聚越多。不一会的功夫，就将这只庞然大物包裹得严严实实。系统提示：神龙祭坛地下3层封印 BOSS 任务完成3/7。队友们，成了！苏阳一步踏出，再次踩在了带有绿色标记的凹陷处。砰的一声，凹陷巨大的弹力直接将其送向头顶的虚空漩涡。眼看苏阳已经没入虚空，其他人也不再犹豫，一步步踏出，一声声 doom。随着大潘最后一个冲进虚空传送阵，3层大殿的蜘蛛也仿佛安静了下来。神龙祭坛地下4层，队友们，这一层的通关条件有点奇葩，要求我们不能击杀任何怪物。胖子打量四周，远处是一些身着盔甲的士兵，他们手持长枪，谨慎地注视着周围。祭坛守卫，等级56，血量28000，攻击440-505，物防515-570，魔防310-370，技能格挡。苏神，我有个建议，可以隐身的人去四周打探位置，寻找下一层的传送阵，没有隐身的人暂时不动。我去东边看看。应允一声，苏阳利用古元项链的特性技能启动隐匿。随着苏阳的视野消失，胖子朝着南边的方向隐匿了身影。他清楚，古元项链的隐匿效果只持续10分钟，所以必须抓紧时间。萌萌则是去了西边，只见其抬手遮脸，慢慢地趴在了地上。那身黑色长袍也是模拟着地面的颜色，也许是周围没有什么墙壁可以模拟，因此萌萌也只能爬在地上匍匐着前进。好在他的伪装并没有时间限制，面对最后一个无人去的方向，众人犯了难。我这个鬼影翻身之后的消失只有 1.5秒钟，应该不太行。可可建议，要么我去，我可以一直传送，虽然辛苦点，但是不算危险。我顶着治疗其实也不算困难。小雨说完，见大家都不认可，也就没有继续发言。黄胜天和秦冲有点难过，目前这种局面，他们俩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豆豆见状提议道：咱们保险起见，还是让炮灰先上。黄胜天和秦冲突然脸色一红，不过豆豆却在两人木讷的片刻，再次召唤出了远古巨兽。望着巨兽15万的血量，大家也是放了心。直播间号110215。虽然黄胜天和秦冲还不太明白，不过看其他人的动作，显然是打开了系统上的直播窗口，因此二人也是一顿操作。进入直播间后，二人这才明白，此时的远古巨兽正共享着视野。沿途的士兵举起长枪，对着巨兽的膝盖和小腿猛戳。那巨兽竟不知疼痛，仍大步流星地朝着北方深入。走了许久，直播中一点光泽恍惚，却又消失不见。不过这巨兽也同时被身边的祭坛守卫所阻拦，倒不是因为这些守卫通过力量抗住了巨兽前进的脚步，而是这深处的守卫实在多到无处下脚，巨兽就这样被卡住了。远处的传送漩涡散发着光泽，豆豆不得不使用召唤术将远古巨兽解救回来。队伍，麦斯威尔，大家都回来吧，4层的传送阵在北边方向。得到小队信息，苏阳、琪琪和萌萌也是原路返回。等到队友们再次集合，豆豆也是开门见山直接汇报，从这里往北一直行进大概5分钟，那里就是传送门的位置。困难的地方在于，传送阵前面50码范围已经被守卫挤满了，我们无从下脚，所以要提前做好规划。琪琪上前几步，嗖的一箭射在距离比较近的一只守卫身上。那守卫端起长枪，屈腿半蹲，一步一步地朝着琪琪的方向走来，速度极慢。得到了想要的信息，琪琪直接鬼影翻滚，脱离了守卫的视野。那守卫见四下无人，再次站得笔直。大家也都看到了，这家伙移动速度太慢了，刚才看到的那些怪想要顺利拉走，估计要好几个小时。是的，更重要的是，依靠攻击技能去拉怪，有击杀这些守卫的风险。可可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不过却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可可，你的虚空传送能作用在守卫身上吗？苏阳思考着可能性，所以有此一问。不能，方法行不通。小队再次陷入困境，大潘左晃右晃，开始踱步。实在不行，咱们就用最笨方法，小心一点总成吧。这怪物血量也不低。
我似乎能帮上点忙。关键时刻，这句话就相当有分量。众人齐齐看向说话的黄胜天。我的星芒之握可以为他们免疫伤害，但是不会丢失仇恨，咱们可以把这个能力考虑进去。不错嘛，阿当。大潘笑嘻嘻地搂上胜天的肩膀。不过这句阿当差点让后者破防。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引怪。在引怪之前，我还有个提议。苏阳示意大家围了上来。一会我先回城去制作2把蒲扇和1张弓，然后胖子、萌萌、琪琪3人做引怪的主攻手。到时候你们将身上的装备全部脱掉，再换上最低级的武器。我们要确保高频率的使用群体技能，又造成最少的伤害。其他人顶在外圈保护他们3人，小雨维持住群体治疗，剩下的咱们见机行事。明白。得到答复，苏阳直接原地回城。拍卖行中，40级以上的装备已经随处可见，一把40级的黄金级长弓更是啧啧生辉，350的攻击上限竟堪比琪琪手中的7星破晓。搜索框中，苏阳直接查询了1级铁块和青竹，满屏的铁块和青竹瞬间出现在了苏阳的搜索屏幕中。如此多的材料也是卖不上价格。苏阳点击了价格排序，分别购买了一组100个的铁块和青竹，转动手中的传送戒指，选择好友萌萌，咻的一声便回到了神龙祭坛的地下4层。第118章传承任务埋骨之地。回到队友身边，苏阳熟练地架起铁炉，20根青竹顺势塞进炉灶，双手扶案开始不停地摸摸索索。几个呼吸间，胖子和萌萌就换上了新武器。琪琪的10级长弓也没有等待很久，一阵叮叮当当之后，琪琪接过长弓直接换了上去。不过还没结束，琪琪直接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中脱下了披风、衣裤、腰带、护腿、鞋子、项链、护腕和戒指。几个呼吸间，一个赤裸上身的琪琪就展示在了众人面前。萌萌眼睛都直了，这才想起要降低攻击力的事，虽然有些脸红，但还是双手抓着衣角准备动作。胖子吓了一跳，赶紧按住了萌萌的手，提醒道：“你身上的衣服加攻击了吗？为啥要脱？”萌萌被问得有些发愣，不过也是立马反应，赶紧查看衣服的属性。果然衣服上只增加了血量和防御，并没有增加攻击力，这才缓缓地叹了口气，还真是差点献丑。不过如果萌萌吞下了防具，那可就算春光乍现了，最起码胖子肯定是把持不住。琪琪也听到了胖子的话，似乎在检查自己包裹中的防具。靠，你怎么不早说？抱怨了一句。琪琪赶紧又在大家的注视下又穿回了防具装备。胖子并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嘲讽道：“萌萌还没动手之前，说实话我还不清楚你要干嘛。”哈哈，大潘笑得前仰后合，不过还是给予了友情提示：“琪琪，你刚才的一套操作怕是有人已经记录下来了，万一流传出去，估计你又要上热搜榜了。”听到这话，琪琪眼神凌厉地扫过众人，想看看是哪个不开眼的家伙竟然录下他的不雅视频。当他看到秦冲时，也就明白了，因为这位论坛达人似乎要跑。秦冲，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说出你的条件吧。不，秦冲油盐不进，毕竟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琪琪的性感视频更值得拥有了。敬酒不吃是吧？琪琪略带威胁，一步一步地朝着秦冲走来。他一把抱住秦冲大腿，巴结道：“秦哥别闹，小弟知错了，我欠你个人情，以后随便用，这总可以吧？给个道歉，我论坛标题都拟好了。”对不起。秦冲微微一笑，算是答应了琪琪的请求。那好吧，其实我的标题和视频都已经编辑好了，你再晚一步估计都会发出去，现在我就把它留在草稿箱吧。琪琪冷汗直流，直到现在他才放心下来，毕竟他对于秦冲的人品还是有所了解的。你编写的标题是什么？随着大潘的发问，队伍其他人也是侧耳恭听。秦冲哈哈一笑，也不隐瞒：风魔剑500裤头，长弓细腰卡勾勾。哈哈，琪琪，你这道歉很及时啊。众人在欢笑声中一路朝着北边行进，不知不觉身边的守卫已经越来越多了。大家靠拢一点，小雨群聊可以释放了。得到提醒，小雨一声轻喝，立即沿着自己脚下释放了一道金色铭文，片片雪花轻盈飘落。当它落在身体上时，又变化为能量涟漪，消失不见。加410加410加410。外围的秦冲和大潘顶在最前面，掉的血也是最快的。此刻有了小雨的治疗，倒是不慌。看到传送阵了，开始拉扯吧。刷刷刷！齐齐剑与齐手，无数道飞剑被高高抛起，落入那守卫大群之中。111！
此刻的琪琪已经脱下了全部的攻击装备，只留下那张10级的新手长弓，也因此无法破掉祭坛守卫那570点的防御。不过大家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远处被攻击到的守卫已经开始骚动，混乱中正一点一点地向着苏阳的小队靠近。胖子看准时机，继续释放火阵，一片片100加的伤害飘起，显然是守卫的魔防较低的缘故。萌萌同样如此，烈火燎原也是持续10秒的群体魔法技能。由于这个技能的基础伤害较高，萌萌一击之后，眼前更是飘起无数300加的伤害，着实让大家吓了一跳。萌萌一会也放弃攻击，咱们时间还多，打保守一点吧。好的。大是大非面前，萌萌也是一点都不含糊。这样的攻击节奏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是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因为那些祭坛守卫的血量还剩一半的时候，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横枪招架，看着那些将后路堵死的守卫，苏阳的队伍只能更换一个角度重新突进，并且胖子在吸引几波守卫之后，也必须配合着圣天的星芒之握才能继续拉怪。3个小时后，当苏阳等人再次原路返回时，传送阵门前坚守的祭坛守卫已经所剩不多了。不让杀可比杀要困难得多，这就像华容道一样，需要进进出出的。这一层是不爱的试炼，而且这些祭坛守卫并未魔化，他们更像是坚守阵地的战士。苏阳站在传送阵的门口向后望，这些人类士兵更像是咱们的同类，要求我们不能击杀也合情合理。咻咻！大潘和秦冲越过几个守卫，率先冲过传送阵，来到了神龙祭坛的地下5层。同时4层的任务也显示完成，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队伍10人相继蹲坐在5层入口，看起来都相当的疲惫。休息一下，分析分析这5层的任务吧。琪琪提议。任务提示说，击杀 BOSS 通过5层试炼。备注 ：BOSS 的攻击力会随着玩家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也会随着玩家数量的减少而降低。圣天听到苏阳的讲解，突然反应，是不是遇见 BOSS 之后，咱们只派出1至2个人去攻击就好了？可以试试。休息了5分钟，也商量好了对策。苏阳等人沿着石壁向大殿的中央摸索着，毕竟那里出现 BOSS 的概率最高。地面上，细小的石块颗粒突然抖动，苏阳立马停下脚步，谨慎地看向四周，小心，地下似乎有动静。我也感受到了。咔嚓一声，地面石块碎裂，一只指森白手臂突然从地下伸出，那手臂失去皮肉，仅剩的白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啪！白骨手掌猛地拍击地面，用力按压。他的整副骨架也顺势爬了出来，头骨上空洞的双眼冒着绿光，直勾勾地盯着眼前这些入侵的冒险家。第119章传承任务：异界骷髅王，骷髅灵将，等级58，血量3万，攻击480-540，物防免疫，魔防300-360，技能巨灵。大家注意，这怪物物理防御免疫，战士系顶在前面，魔法系主攻。苏阳顶在最前面开口提醒，大潘和秦冲分站2侧，如箭头一般守护着身后的队友。这骷髅架子魔防很低，看我表演红烧大骨头。萌萌扬手释放烈火燎原，霎时间流星陨落，火光漫天，一片片2000加的伤害爆起。胖子跟上输出，朝着残血的骷髅群释放了火阵，1100，1100，1100，不到10秒的时间，骷髅群便化为一簇簇绿色火苗缓缓升空。我去，这怪物经验可以啊，一波怪差点让我增加10%的经验。一个怪物能分到3000的经验的确难得，不过也是因为之前的2层并没有吃到怪物经验，大概算是补偿吧。大家聊的都是怪物经验，不过胖子在意的却是萌萌打出的伤害。萌萌，你的烈火燎原这么厉害，比我现在的火阵伤害高出1倍。萌萌将手中的摘星法杖举得老高，嗷嗷展示，我这可是8星法杖，比7星都多1星，比6星更是多2星，你可明白？呵呵，萌萌数学真不错。聊天的功夫，小队身后同样密密麻麻的布满了骷髅灵将的身影。苏阳眼睛一亮，突然想起自己的天魔缭乱拥有着魔法伤害。擎天机找准目标，直接朝着身后的怪群轰去。砰的一声，擎天机造成的物理伤害直接被免疫，不过沉默效果依然奏效。原力冲锋，嗖的一声，苏阳再次前冲10码，来到了更为密集的怪物中心，整个身体微微悬空，摊出的双手仿佛天神降临。轰！无数恶鬼幽灵冲出地面，望着那些如同泪般的骷髅灵将，那些幽灵变得更加兴奋。这片战圈如地狱一般，
苏阳金色的身影更是被衬托得越发显眼。250，暴击512，252，一片片250加的伤害重叠般的飞起，零星的暴击伤害也才500出头。3秒之后，苏阳缓缓落地，那周围的骷髅群仅仅失去了10%的血量。苏阳没想到会是这种局面，毕竟他连元力冲锋之后的魔法伤害都考虑到了，只是最终效果有些不尽如人意。不好意思，见笑了。苏阳退了回来，微笑着缓解尴尬。你那最起码攻击到了大约30只骷髅，总伤害也差不多过万了，输出不算低。说着，小雨举起法杖，凝聚了一道光波劈了出去。远处的一只骷髅被流光斩劈的后退了一步，身上爆出3000加的伤害。令人没想到的是，黄胜天俨然成了团队输出的主力。他那附魔的长剑挥出的剑气残影可全部都是魔法伤害。剑气所致，一排骷髅灵将齐齐掉血。暴击5246，暴击5424，暴击5358。阿当隐藏颇深啊，有点东西。没有在意大潘的调侃，阿当再次附魔长剑又高高跃起，面前的骷髅灵将首当其冲。咔！暴击12044。面对着5位数的伤害输出，众人被震惊的同时睁大了嘴巴。萌萌看见没？什么叫一身8星装备？什么叫氪金大佬？装备豪华还有钱，长得还挺帅。虽然照比我师傅差点吧，但是也能将就。咳咳，阿当轻咳了2声，提醒道：“哥等你2年，你好好发育。”哈哈，萌萌被对得一阵脸红。不过丰厚的经验奖励还是没有让他停止手中的攻击，足足清理了一个上午。小地图上，怪物的红色标记已经所剩不多了。由于怪物巨多，经验又丰厚，所有人更是平均增长了2级。看着面前所剩不多的怪物，苏阳打开了等级排行榜。1月揽星和 LV57龙皇战舰，2骄阳4火 LV52弓箭手，3黄安浩荡 LV52魔剑士，4浴火焚身 LV51镇鬼师，5雨过天晴 LV51战魔，6秦冲 LV51战狂，7卡布奇诺 LV50神界行者，8小雨青青 LV50牧师，9麦斯威尔 LV50召唤师，10倾城柠檬 LV49魔魂巫灵。你排在1月揽星和 LV57龙皇战舰。果然，小队10人轻松霸榜，就连排在第10的萌萌都领先着身后的本色嚣张3级之多。随着萌萌一击闪电劈落下，最后一只骷髅灵将也是化为绿色火光，盘旋升空。头顶处的岩壁终于将最后一缕火光吸收，咔嚓一声，岩壁裂开，内里如同怪物突破封印一般流光溢彩。轰隆，无数石块碎屑直落而下，绿色火光凝聚的巨大光影也是展露了他的真容。一只巨大的骷髅头探了出来，俯瞰地面，紧接着2只手臂骨架也是扒开遮挡的巨石，浮在了小队面前的空地上。神龙祭坛的5层大殿足足30米高，这具骷髅起码高达100米，实在是骇人听闻。所有人仰头驻足，瞪大了双眼。骷髅王谢伯尔克，等级60，血量500万，攻击4800-5400，物防免疫，魔防380-520，技能陨石天降，死亡尖刺。介绍：来自异界的魔物，曾是神灵的坐骑，被封印至此长达万年，能力早已不复从前。我去，不是开玩笑吧？这大家伙攻击力上限5400，大家注意躲避技能，自求多福。众人明显有些慌乱。苏阳上前一步控制住了局面，魔法系全部退出战圈，看看这头怪物的攻击力是否会按人数相应的降低。对啊，胖子立马反应，带着四美和阿当退得老远。可惜眼前骷髅王的攻击范围似乎笼罩了5层整片区域，既然不行就回来，咱们分散站位，注意躲避 BOSS 技能。苏阳一马当先顶在了最前面，元力冲锋配合着天魔缭乱，堪堪打掉 BOSS 不到1000的血量，这对于500万血量的骷髅王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被苏阳挠了痒痒，骷髅王大手一挥，狠狠拍下，砰的一声带起地面的尘土。苏阳根本来不及反应，只是本能地感受到黑暗的压迫，从而翻身躲避，这才巧合般地移动到了骷髅王的指缝之间。打不出伤害，又扛不住 BOSS 的攻击，苏阳只能尽力吸引着怪物的仇恨，再通过操作躲避 BOSS 的反击。第一次显然是没有经验，不过下一次苏阳有信心能不被这种攻击击中。开杀，我来拉怪。第120章恐怖的圣光治疗。苏阳在骷髅王的指缝间穿梭，不过他每一次的躲避都非常极限，
大家不免得有些担心。队长，让我宠物顶一会试试。看到身边的远古巨兽前来支援，苏阳也是抽身而退。骷髅王终于能看清眼前的对手，毕竟远古巨兽身高5米，只是相比于面前100米高的骷髅王有些相形见绌。呼的一下，骷髅王大手一挥，直接将眼下的远古巨兽抓在手中。那紧紧露头的巨兽好似在奋力挣扎。啪叽，远古巨兽被骷髅王狠狠地摔在地上，还失去了5000多的血量。不过这巨兽也算皮糙肉厚，15万的血量上限足够让他撑上一阵子。突然，骷髅王右手成掌，掌心一个黑色的漩涡缓缓浮现，看那瞄准的方向，赫然就是攻击最高的魔剑士阿当。嗖的一声，骷髅王掌心中的漩涡化为一道尖刺，猛地朝着阿当射去。苏阳反应迅速，抬手招架的瞬间，直接瞬移在了阿当的面前，替他挡下了致命一击。噗呲一声，一个5000加的伤害爆起，苏阳瞬间失血过半。这还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胁。看到面前半血的苏阳，阿当也是吓得不轻。卧槽，这一下你不帮我挡，我未必挺得住啊！加690，加690，加2256，加690，加690，刷刷刷！短短5秒，苏阳的血量再次回满，其中萌萌1秒1次的圣光治疗非常霸道，而2000加的输出也只有小雨的大型治疗才能拥有。大家站成一排 ，BOSS 的普通攻击比较好躲，不过这技能攻击就不好说了，毕竟在座的都是高手。看到刚才的攻击，也立马想到了应对的办法。所有人站成一排输出，远古巨兽顶在最前面承伤。不过想象是美好的，实际却总有变数。也许是因为骷髅王讨厌面前的远古巨兽，只要巨兽出现在其面前，骷髅王便会伸手将其抓住，再扔向远处。因此，站在最前面承伤的人就变成了血量高达1万加的苏阳了。好景不长，骷髅王的智慧显然不低，见到死亡尖刺的攻击无效，便更换了打法。只见其双手高举，手臂上散发的绿色火光似乎在召唤着什么。突然间，地面剧烈颤动，并且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圆形标记，那标记颜色越来越深，直到最后一颗一颗如陨石降落。众人这才明白，地面上根本不是什么图形标记，而是陨石降落时逐渐清晰的黑影。离开影子，分散走位。原本站成一排的小队10人立马被这陨石冲散了阵型。而随着陨石的不断降落，骷髅王也不闲着，右手再次凝聚出漩涡尖刺，目标直指胖子。此刻的胖子仍在低头走位，自顾不暇，并没有注意到骷髅王的动作。因此，在感受到尖刺劲风的胖子也是眉头紧锁，再想走位也是来不及了。完蛋了，似乎感受到了死亡威胁。胖子闭上了眼睛，噗呲一声，胖子并无痛感，缓缓地睁开双眼。远古巨兽硕大的肉身不知何时挡在了他的身前，巨兽脚下光圈闪烁，胖子这才明白，原来并非巧合，是可可的虚空传送将远古巨兽拉到了自己面前。不过这边刚刚结束危险，骷髅王的右手再次释放漩涡尖刺，这一次的目标正是刚刚释放过耀光斩的小雨。唰的一道光圈套在了苏阳身上，可还没来得及传送过去，骷髅王的尖刺已然降临。噗呲一声，小雨面前一道无形屏障挡住了尖刺的进攻，弹出了一个免疫字样。小雨的真言盾这么强，好好看看，是阿当的星芒之握套在了 BOSS 身上，才免去了这次伤害。琪琪和大潘对于眼下的局面真是毫无作用，因此也没有那么紧张。场上的局势倒也能看得清楚。阿当皱了皱眉，沉声道：“有点不妙啊，这 BOSS 智力很高，先是利用陨石天降分散我们的走位和注意力，再连续释放2道死亡尖刺。没错，下一波的攻击，可可的虚空传送能抵挡1次，阿当的星芒之握能免疫1次，我已经没有了瞬移，只能靠肉身来吸引攻击了。”交代了几句，苏阳便再次顶在最前面。不过这骷髅王似乎对苏阳不感兴趣，疯狂地对着远古巨兽发起了攻击，每一次的攻击都能带走其4000加的血量。不过更加恐怖的是，萌萌的圣光治疗短短1秒就能恢复巨兽9000的血量。正因如此，巨兽完全可以顶住骷髅王的输出。卧槽，萌萌这玩意按总血量的比例加血啊，太夸张了吧！几人看得眼热。不过苏阳清楚，眼下萌萌的技能回血比例也才6%，随着熟练度的提高，最高应该能达到10%。到了那个时候，巨兽的加血就会达到骇人听闻的每秒钟15000点，真正的打不死的小强。听到夸赞，萌萌嘿嘿一笑，而身边的小雨更是十分羡慕。治疗比我高，
又是主力输出，真是完美的隐藏职业。萌萌显然是有点飘了，都是运气，不值一提，哈哈哈哈哈哈。萌萌和巨兽的配合稳定了军心，不过骷髅王仍有后手，连续3次的漩涡尖刺分别朝着萌萌、可可和豆豆飞去。关键时刻，作为姐姐的可可利用一次传送将巨兽丢在了豆豆的面前，挡下了一次攻击。阿当也是插入了星芒之握，使得落在萌萌身上的攻击产生了免疫。最后的那支死亡之箭便飞向了可可，眨眼之间攻击已至。可可利用自己唯一的出手时机，给了豆豆活命的机会，自己却落入死亡的威胁。吭的一声，可可身边的琪琪直接撞了上来，那颗尖刺也是狠狠地插在了琪琪的心脏。5865，尖刺在琪琪的胸前缓慢扩散，化为点点星芒，来不及跟队友告别，琪琪眼神坚毅无憾死亡。牛逼！秦冲上前几步，同样站在了可可和豆豆的身边，因为他清楚自己同样作用不大，这才做好了赴死的准备。骷髅王谢伯尔克，等级60，血量500万，攻击4260-4860，物防免疫，魔防380-520，技能陨石天降，死亡尖刺。琪琪挂掉之后，骷髅王的攻击力下降了10%。按照这个趋势，这个 BOSS 我们是可以搞定的。不过，苏阳犹豫片刻，还是下定了决心。第121章，传承任务：死亡尖刺。我们要做一个战术调整，琪琪不会白白挂掉，他的死给了我们胜利的希望。嗖嗖，连续2次漩涡尖刺飞出，打断了苏阳的话。后者一个翻滚之后，堪堪躲掉其中的一剑，而另一剑也是被阿当的星芒之握所免疫。大家保护阿当，目前的形势，阿当输出最高，并且他还拥有自保能力。接下来的排序依次是萌萌、可可、豆豆、小雨、胖子、我、大潘、秦冲。被苏阳放弃的秦冲和大潘也不懊恼，只见其2人分别站在了阿当和萌萌的身前，苏阳则是站在了可可面前，胖子又将豆豆和小雨挡在了身后。确定了队形，拥有法伤的队友开始集火骷髅王。骷髅王几次攻击，魏国也是动了真怒，只见其双手再次高举，掌心中绿色火光闪现，无数的星光汇聚成实质的能量陨石，从高空直落而下。轰轰轰，陨石天降的频率不低。不过大家同为天榜高手，走位自然不差，只是丢失了原有的站位，分散了阵型。面对眼前的大好机会，骷髅王谢伯尔克竟同时探出双手，凝聚出2道吞噬漩涡。这次的死亡尖刺明显不同，尖刺形成的压迫力凝聚出了实质的光线，仿佛产生了锁定效果。红色光线直指苏阳和萌萌2人，即便2人左右闪躲，那红色光点也会随之移动。师傅，这躲不过去啊，有点吓人。萌萌被这条恐怖的红色光线吓得不轻，大潘也不再顾及陨石的伤害，直接锁定萌萌的位置，使用了冲锋。噗呲，2道红光尖刺如激光射线一般穿梭而过。苏阳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红光贯穿，自己的血条也是瞬间消失了一半。另一边，挡在萌萌身前的大潘已经开始消散，就连萌萌自身也是受到了1000加的伤害。面对着突然爆发的骷髅王和缓缓消散的大潘，胖子定了定神，将冰阵布置在了骷髅王的身下。场中，一个巨型冰雕诞生，队伍8人再次回归阵型。没想到骷髅王的技能还能锁定使用，咱们保持阵型。下一波的陨石天将我们硬吃，小雨持续群体治疗，豆豆控制好远古巨兽，尽量帮我们抵挡伤害。趁着骷髅王被胖子冰封的时间，苏阳再次布局。眼下又失去一位队友，骷髅王的攻击再次降低了10%。不过根据刚才的激光射线判断，这技能的攻击力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轰！解除冰封的骷髅王直接抡臂扫荡。不过这种简单粗暴的攻击倒是被可可的群体传送轻松化解。好难打的 BOSS， 如果没有神界行者的传送能力，来再多的人也是白搭。阿当说的没错，所以可可也不要轻易挂掉。这层通过之后就只剩6层和7层了，最后留下来的人一定要坚持住。苏阳凝聚原力，冲锋到骷髅王的身前，附带魔法攻击的长枪顺势挥出，虽然造成的伤害不高，但还是吸引到了骷髅王的仇恨，这就给几位魔法系的主攻手争取了时间。萌萌淬毒扔出，将面前的骷髅王涂成了绿色，紧接着又将烈火燎原扑在了骷髅王的身下。嘶嘶嘶，骨骼燃烧的噼啪声持续不断，骷髅王的身上飘出无数2000加的伤害。这大家伙不算单一目标，竟能受到多重伤害。
胖子把握机会扔出火阵，果然如此，那骷髅王再次重叠出1000加的伤害。短短10秒，骷髅王竟也掉血50W 加，血条直接减少了1/10。骷髅王似乎有些愤怒，他毫无顾忌地挥动双臂。不过这些普通攻击对于眼前的玩家完全起不到作用，似乎看明白了这一点。骷髅王再次高举双手召唤陨石，唰的一声，队友们被可可的阵型光线直接拉扯集中。5米多高的远古巨兽弯腰遮住了众人的头顶。小雨开启群聊，防止意外的发生。苏阳和秦冲眼见阵型稳固，也是顶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他俩清楚，骷髅王最恐怖的攻击就要来了。轰轰轰！无数陨石能量倾泻而下，砸在了巨兽的背脊上，一片片4000加的伤害飘起，蒙蒙对着巨兽不停的圣光洗礼。巨兽的血条几乎一直都是满的，阵型稳固，所有人都将视线看向头顶的骷髅王，因为骷髅王的死亡尖刺已经对准了队伍最前面的苏阳和秦冲。唰的一道五角星芒飞出，挂在了秦冲的身上。阿当清楚，苏阳的血量足够抵挡一次死亡尖刺而不死，不过秦冲那不到5000的血量显然是无法抵挡的，这才将保命的技能挂在了他的身上。可谁知道，骷髅王的红色光线一直没有释放。当秦冲脚下的五角星芒消散之后，骷髅王咧嘴一笑，红色激光射线也是随之而来。噗呲，5200，星芒之握的技能消失。秦冲也是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毕竟他身后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比他的作用要大。秦冲被激光洞穿的身体正缓缓地化为星光消散，在其身后的阿当眼圈微红，十分的懊恼。对不起，我的技能给早了，不是你的问题。骷髅王的智慧不低，他似乎看穿了你的能力。注意观察他的肩膀，释放技能之前，他的肩膀会向后抖动，这个瞬间你应该来得及反应。阿当点点头，再次附魔长剑朝着骷髅王的手臂劈去，数道3000加的伤害打出。不过眼前的骷髅王仍有1半以上的血量，萌萌和胖子的技能已经恢复冷却，二人再次配合，使出冰阵控制，烈火灼烧。这10秒的输出也是目前小队效率最高的10秒。冰封一过，骷髅王恼羞成怒，连续3道死亡尖刺射出。然而这没有锁定的尖刺已经被小队众人看穿，远古巨兽此刻承担了大部分的伤害。萌萌配合巨兽给出圣光洗礼，远古巨兽嚣张的捶胸顿足，仿佛在跟眼前的骷髅王叫板。骷髅王怒火中烧，整个露出的头颅和手臂都燃起了绿色火光，显然是要施展一种大型的技能。大家小心！第122章传承任务团灭危机。眼看事有不妙，苏阳谨慎地盯着骷髅王的一举一动，只见其双手汇聚漩涡尖刺，手心中的漩涡能量四溢，异常狂暴，红色光线缓缓汇聚，压缩成一点，直接锁定队伍最前方的远古巨兽和苏阳。此刻阿当正紧张地注视着骷髅王的肩膀，随时准备挂上他的星芒之握。突然的一瞬，阿当眼神闪烁，骷髅王的肩膀果然向后抖动，虽然动作不大，但依然被他收入眼中。阿当抬手动作，直接凝聚星芒挂在了骷髅王的身上。因为这一瞬的判断，他已经无法确定骷髅王的攻击目标，只能随机减少一次骷髅王的输出。噗噗，2道激光射线瞬间穿梭而过，苏阳身上产生了一片能量涟漪和大大的免疫字样，而远古巨兽却是被这激光射线直接洞穿。巨兽身后的阿当也是吃到了1000加的伤害，好在并不致命。就在小队放松警惕的一瞬，苏阳猛地发现骷髅王并没有停手的意思，其掌心的红光射线仍在凝聚，又瞬间射出。苏阳一阵胆寒，好在瞬闪长枪的特性能力已经恢复，没有任何犹豫，苏阳直接瞬闪出现在了阿当身前，吃下了这次死亡尖刺的攻击。那道带有锁定的红光射线再次通过巨兽被洞穿的身体，落在了苏阳的身上，吃到满额伤害，苏阳也是掉了半血。好在这一剑没有落在阿当的身上，否则的话，失去能攻善守的阿当再想击杀这只 BOSS 也就难了。注意观察，都小心些。话未说完，危险再次来袭。通过远古巨兽身体的空洞，苏阳锁定一道尖刺已经迎面来。轰！免疫！苏阳激活无敌之火，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那尖刺一点没给他反应时间，要不是高手特有的敏感直觉，苏阳也就走上了齐齐等人的老路。冰阵！胖子得到苏阳提醒，看了一眼自己的冰阵，果然已经转好冷却，直接被他丢了出去。骷髅王得到控制，众人也是缓了口气。刷刷刷！萌萌和小雨见状也是立即给苏阳治疗。
苏阳回头看着惊魂未定的阿当，嘱咐着：“阿当，我已经黔驴技穷了，接下来只能用身体再帮你挡上1-2次，不要放松警惕。”黄胜天脸色通红，眼圈中泪珠打转。队友3番5次救自己于水火，自己却不知小心。唰唰，冰火齐聚，蒙蒙的烈火燎原和胖子的火阵再次建功。此时骷髅王的血量仅剩 28%。令人意外的是，原本可以控制10秒的冰阵，此刻只坚持了5秒便碎裂开来。骷髅王左右晃动着头颅，双手紧握，似乎在活动筋骨。猛然的一瞬，骷髅王双眼绿光闪烁，双手猛地张开，手中藏着的数道死亡尖刺也是瞬间朝着小队射来。面对着数道速度极快的螺纹尖刺，可可来不及反应，只能利用阵型光线将队伍排成一排。最前方的远古巨兽只吃到一击便门户大开，吭吭吭，连续受到2次穿刺伤害。苏阳已经血量见底，不过他也是释放着天魔缭乱，利用释放技能时产生的3秒无敌，堪堪顶住了数道尖刺的冲击。萌萌扬起武器，释放了2次圣光治疗。小雨开始蓄力，准备释放大型治疗术。不过苏阳在无敌期间，竟然免疫了萌萌的圣光治疗。当他身上的金色光影消失之后，小雨的大型治疗术终究没能赶上。一道尖刺已经洞穿了苏阳的身体，带走了他仅剩的那点血量。苏阳就这样悬浮在空中，在众人不甘的眼神中化为荧光碎片，缓缓消散。萌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仿佛眼前的苏阳真的死去一般。小雨也是眼含热泪，声音啜泣，只差1秒，就只差那么一点，我的治疗就跟上了。队伍中气氛低迷，胖子赶忙发声提醒：“苏神已经做到了极限，接下来我们不能辜负了他，都镇定起来。”阿当，镇定起来！黄胜天发泄的怒吼一声，双手狠狠地拍了拍脸，试着让自己看清眼前的局面。小雨抹了把眼泪，直接释放出群体治疗。眼前的情况已经容不得他有半点失误了。可可拍了拍萌萌，安慰道：“你师父拼了命也要保护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走得更远，所以还不到哭的时候。”萌萌开窍很快，也许刚才那一幕场景着实吓到了他。不过师父拼命保全了，自己又怎么能让他失望呢？唰的一声，萌萌再次释放淬毒，降低了骷髅王的动作，这也给大家的反应争取了时间。烈火燎原冷却的这1分钟，阿当充当了主力输出。出于对可可的绝对信任，阿当的攻击毫无顾忌，短短1分钟便打掉骷髅王 3% 的血量。等到胖子和萌萌的冷却恢复，又是一波冰火连击，骷髅王的血量已经仅剩 15%。小队6人似乎摸清了骷髅王的攻击套路，出手节奏有条不紊。不过当骷髅王血量仅剩 50%， 那之前击杀苏阳的场景再次出现。骷髅王扭动着头颅，咔咔作响，双手紧握，应该是积累着漩涡能量。冰阵被挣脱，胖子也没了继续控制骷髅王的手段，只能凭借肉身站在前列。噗呲，骷髅王手臂伸直，一道道红光穿梭而过，首当其冲的远古巨兽再次被洞穿了身体。豆豆有了之前的经验，努力控制着巨兽原地转身。不过很快，这头巨兽直接被洞穿成了筛子。就在豆豆面前，胖子不知何时身影变得明亮，身上飘起的荧光碎片也是缓缓上升。就在那些碎片之中，一抹红色掠过，可可义无反顾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迎着红光冲了上去。噗呲一声，可可的身体被这道红光剑芒直接洞穿。短短1个回合就失去了胖子和可可。豆豆红着眼眶朝着阿当的身前跑去。如此关头，他仍然记得队长的安排，那就是保护阿当。唰，五角星芒朝着远处飞出，越变越大，直接挂在了骷髅王的头顶。豆豆挡在阿当的身前，避无可避的连续吃到2次红光剑芒，哪怕有着阿当的星芒免疫，也仅仅是抵消1次伤害而已。咔嚓，碎片消散，豆豆拂衣而去。第123章，转职证明嗜血狂魔。祭坛5层，2道身影渺小而无助。骷髅王绿光闪烁，仍在凝聚着手中的漩涡尖刺。萌萌，闪烁过来！此时的萌萌泪眼朦胧，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判断。听到呼喊，萌萌隐约记得师父的安排，也是下意识地闪烁到阿当身前，那就是阿当的命比自己重要。不过阿当在最后的时刻，终于做出了最为正确的判断。他果断地绕到了萌萌身前，嘱咐道：“萌萌，你仔细听我说。”阿当目不斜视，直直地盯着眼前的骷髅王。你的烈火燎原还有30秒恢复冷却，而我已经无法保证能活着打掉骷髅王 5% 的血量。再过20秒，
骷髅王会释放2道死亡尖刺，星芒之握会帮你抵挡1道，我会帮你抵挡另1道，接下来就靠你了。萌萌哭得像个泪人，视线逐渐模糊。听到阿当的嘱咐也是清醒了许多，连续抹了几把眼泪，死命地盯着骷髅王的动作。果然，20秒的时间一过，骷髅王抬手凝聚尖刺，也正如阿当所料，2道尖刺一前一后朝着场中最后的2人掠来。看着那直奔而来的死亡尖刺，阿当不敢走位，只是将凝聚的5角星芒挂在了萌萌的脚下，自己也是直面死亡。噗呲，第一次被尖刺洞穿，竟然是这种凉凉的感觉，身体也是轻飘飘的。阿当被尖刺击杀，萌萌身上受到了星芒的庇佑，产生了免疫。场中被泪水浸湿双眼的萌萌正死死地盯着烈火燎原的冷却时间，就在技能转好的瞬间，直接被他丢了出去。眼前是一片流星火海，萌萌一袭黑袍站在这火海的边缘，孤独的身影被通红的火光染成了黄油色。短短8秒，骷髅王哀嚎着化为焦土，身上的丝丝绿芒也是钻入地下消失不见。哗啦啦，无数金币从天而降，各种颜色的装备洒落一地。萌萌无暇顾及，眼中的泪水滴落，清脆的滴答声似乎点醒了他。骷髅王已经被击杀。回过神来，萌萌开始翻看小队信息，因为从琪琪的死亡开始，小队中就没有了任何人的消息。萌萌尝试着联系苏阳，可惜好友列表中大家的名字全部都是叹号。师傅，我该怎么办？呢喃了一句，萌萌这才将注意力转移到地面上，丝毫没有大爆的兴奋，就连自己单独吃下 BOSS 经验暴涨了5级都没有注意到。萌萌一边打扫战场，一边思考着接下来的打算。看来地下祭坛挂掉之后就回不来了，要不然师傅和胖子他们应该可以利用传送戒指再过来的。明白了神龙祭坛的机制，萌萌横了横心，带着众人的期盼，大步踏入地下6层的传送门。神龙祭坛地下6层，唰的一声，萌萌一袭黑袍，面容冷峻的出现在了6层的入口，凌厉的双眼模糊了原本的天真。然而6层入口处，迎接他的并不是什么恶魔妖兽，而是队伍中刚刚挂掉的所有人。Surprise！ 队友们兴奋的笑，萌萌明显是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我去，看来萌萌已经击杀了骷髅王啊，竟然都54级了。苏阳将萌萌拉进队伍，解释道：“5层嘛，奉献试炼，现身之后自然就算通过了。不过咱们当时都不明白，按照以往，萌萌发现队友没事绝对会痛哭一场。不过经历了骷髅王谢博尔克的试炼，萌萌也是变得坚毅了许多。太好了，大家没事就好。如果你们不在，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对了，除了经验之外，骷髅王还爆出了很多装备，一起看看吧。”萌萌打开包裹，数件装备也是被他扔在面前，一字排开。谢博尔克 X 指环灿金级，等级60，攻击90-175，法术90-175，力量62，灵力62，敏捷30，暴击25。特性灼烧，攻击附带持续伤血。谢博尔克 X 手环灿金级，等级60，攻击85-170，法术85-170，力量58，灵力58，敏捷28，暴击23。特性灼烧，攻击附带持续伤血。谢博尔克 X 项链灿金级，等级60，血量1250，力量62，灵力62，敏捷30，暴击27。特性愤怒，攻速，暴击率增加 50%， 持续5秒。谢博尔克 X 骨杖灿金级，等级60，法术550-680，灵力70，敏捷70，暴击20，穿透18，攻速15，释放10。特性暴力，开启后下一次的攻击造成双倍伤害。谢博尔克 X 护额灿金级，等级60，血量1220，力量60，灵力60，敏捷28，暴击25。特性守护，免疫下一次所受到的伤害。竟是5件60级的灿金级装备，众人一阵惊呼：60级装备属性是真高啊！萌萌虽然已经达到了54级，可是他清楚自己距离60级仍有老远的距离。师傅，装备你都拿去吧，如果能顺利完成这次主线任务，我想你应该能突破60级。苏阳有些犹豫，毕竟谢博尔克是大家用命击败的，让自己独揽装备怎么也说不过去。好，这些装备我先临时收着，
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也就不再谦让了。接下来还有2层等着我们去挑战。苏阳揽过装备，收入包裹。正当他准备深入祭坛一探究竟时，萌萌再次开口：“师傅，还有2样东西。”萌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古朴卷轴和一本金色技能书。技能书上4个大字极为显眼：浴火重生 S 级。主动技能，在目标身上释放一道凤凰印记，印记持续期间，目标死亡后满血复活，印记持续时间10分钟，技能冷却时间1分钟。职业要求：牧师。萌萌也不犹豫，直接将这本技能书送到了小雨面前。小雨也是双手接过，面带微笑：“谢谢萌萌，有了重生技能，未来可就多了一条命啊！再看看那张卷轴吧。”萌萌将卷轴摊开在手心之上，随着卷轴的打开，上面的光影纹路异常耀眼。转职证明：嗜血狂魔。魔武时代，人界位面开启，无数恶魔踏足这片宁静的土地，带来了人界大陆难以磨灭的灾难。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界战魔也是组成军队顽抗抵挡。不过异界的恶魔依靠吸食人界战魔的血肉越发的变强，人界战魔已经节节败退，直到一位英勇的战士吸食了恶魔的血液，产生了异变，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战局。职业要求：战魔。第124章，心有执念，一往无前。大潘哥哥，是你的进阶职业。大潘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双手颤颤巍巍的接过这张古朴卷轴，眯缝着双眼，狠狠的嗅了一口，是起飞的味道。琪琪看得眼热，开口询问：“是能直接使用就转职的吗？还是要做点什么任务？”快试！秦冲同样兴奋，毕竟战狂和战魔极为相似，他倒是想看看这战魔的隐藏职业是个什么样子。大潘不再墨迹，双手捏鼓了一阵之后，一道流光闪过，小队中大潘的职业也是从此刻开始变成了嗜血狂魔，也不怎么厉害，就是攻速增加 20%， 吸血率增加 20%。 望着大潘那副皮笑肉颤的模样，琪琪恨得咬牙切齿，运气真不错啊。等主线任务结束之后切磋。不打，等你什么时候转职了隐藏职业再来吧，哥不想欺负你。靠！琪琪被气到跳脚，却无力反驳，幻想着何时自己也能转职隐藏职业，比如说混乱元素的元素弓箭手就不错。分赃完毕，苏阳摆了摆手：“大家看一下这一层的通关要求吧。任务要求是毅力的测试，然后就没了。大家都能想到什么？说说看。”面对毫无头绪的任务信息，苏阳也是集思广益：“毅力嘛，就是坚持呗。你们知道说相声的郭大纲吗？”秦冲这脑回路也是清奇。大家虽然都听说过郭大纲，但此时提到他能有什么作用呢？看着大家疑惑的表情，秦冲清了清嗓：“郭大纲说过，坚持到最后的才是赢家，只有你活着才有话语权。有些道理，那这一层的关键就是努力活着呗。”胖子怎么看？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着，唯有胖子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我在回忆咱们这次的任务，你们想想看，神龙的传承一共分成了7个考验。第1层勇气的试炼，第2层团结的试炼，第3层智慧的试炼，第4层不爱的试炼，第5层奉献的试炼。这一层毅力的试炼，那第7层会是什么？这无疑是要培养一个完美的团队啊。苏阳挠了挠头，提醒道：“你说的没错，可是咱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层毅力的测试要怎么通过？”啊，答非所问了。胖子不好意思的瘪了瘪嘴，惹得众人一阵哄笑。有发现！小雨一声惊呼，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我的经验条在增长，虽然很缓慢，但能肯定是真的在长。小雨说的没错，我的经验也在不断上涨，大概每秒1点。不过经验还是太少了，完全没有必要停留，咱们继续往下走走吧。大家怎么也没想到，这祭坛的地下6层竟然是炮点房间。苏阳摆了摆手，引领着队伍继续朝着未知的深处走去。随着苏阳的一步步踏出，狭长的甬道同时也反馈出了脚步的回声。大，脚步声清脆传入众人的耳朵。小队缓缓前行，甬道两侧被激活的光照亮了前方的路。2分钟后，身后产生几道闷响。苏阳回头，发现小雨、可可和豆豆3人的脚步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一个无形的屏障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再次踏出一步，胖子、大潘和秦冲也同时被困在了原地。什么情况？秦冲伸手前探，触摸着眼前无形的屏障，在他的面前，琪琪和阿当也同时定在了原地。我知道了。苏阳停下脚步，回头看向胖子。虽然传送门就在眼前，但苏阳还是要听听胖子的看法。大家看一下自己的经验条，是不是每秒增加50点？而我这里是51点，琪琪他们俩是52点。
如果我猜的没错，这里一共有60级台阶，咱们最多只能踩到自己相应等级的台阶，也就是说萌萌还能再前进2步。苏神目前57级，距离终点只剩下3步。萌萌2步踏出，果然定在了原地，无法再次前行。而苏阳的确在距离传送门3步的位置停了下来。果然如此，胖子骄傲一笑，继续道：看来这一层毅力的试炼是考验大家的耐心啊，依靠着每秒增加的经验来突破到60级。苏阳接过话题微笑道：按目前每秒57点的经验增长速度，我还要15个小时才能升到60级，还真是对毅力的一大考验啊。明明考验的是我们好不好，我们升到60级还需要2天，除去睡觉的时间估计要3天。已经很晚了，我明天再来坚持，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见。可可跟大家招呼了一声，便准备睡美容觉去了。豆豆和小雨也同样下了线。萌萌此刻已经54级，他距离升到60级还需要1天半的时间。也许是因为击杀谢博尔克的亢奋还未褪去，又许明天是难得的假期，萌萌不想浪费。此时的他席地而坐，面容冷峻的微闭双眼。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4点。萌萌虽然精神亢奋，还是抵不过苏阳的斥责，这才乖乖下线睡觉去了。此时此刻，神龙祭坛的地下6层只剩下一道孤独的身影，如入定老僧般一动不动地坐在传送门旁的石阶上。早上7点，苏阳依然神采奕奕。12小时的在线时长，除了自己不争气的肚子咕噜了几声以外，并没有其他不适。不是苏阳不想下线休息，只是心中那股子执念作祟。60级玩家的分水岭，神龙传承，主州开放。正如6层任务中提到的毅力试炼，苏阳有些迫不及待。如今天下太平，却暗藏云涌，苏阳深知其中的厉害。想想之前的空难，那些为灵动而死的战友，想想赵会长的嘱托，队友的期待，想想主州开放之后，白小天的势力也终于要浮出水面了。苏阳不能停下脚步。不知不觉间，队友们已经陆续上线。不过看着苏阳那入定的模样，队友们也并没有开口叨扰。不愧是苏神，已经28个小时没有休息了，要不要叫他一下？我有点害怕。小雨身为牧师，对这方面比较敏感，不过大潘还是阻止了他。苏神已经59级了，他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他应该有自己的打算。没错，作为苏神的队友，我很荣幸。上线之前我也是饱餐了一顿，又去了厕所，这会儿应该能多坚持一阵子，我可不想拖了苏神的后腿。齐齐的话虽糙，理却硬，几人相对无言，直接盘坐在原地。下午3点，一道璀璨的金光降落，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全服的通告。全服公告：恭喜奉天城玩家阅览星河成功突破60级，关东州已开放。第125章青龙传承开始。苏阳稍微活动了下筋骨，打开地图，北边的奉天城、封魔城、极冰城已经变小了许多，地图中心的关东州规模宏大，覆盖区域极广，而且东南方向又出现了3座如奉天城般规模大小的次级主城。关闭了地图，苏阳微笑起身，大脑中的一阵抽搐险些让他摔倒。32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只能说年轻真好。大家都在啊，我先去最后一层看看，你们加油吧。好。神龙祭坛6层，所有人目送着苏阳踏入最后一层的漩涡之门，眼神中充满了敬畏。神龙祭坛7层，狂风肆虐，雷雨交加，苏阳抬起右臂挡在面前，一步一步艰难地向着大殿的中央靠近。高达100米的巨殿中央，一杆长枪悬浮于空，正散发着摄人的寒光。数条锁链如封印般死死地缠绕着这杆长枪，而锁链的另一边也不知是通向天边的何处，不见踪影。咔嚓，闪电伴着雷雨顺着铁链移动，仿佛能量汇聚一般的冲入枪杆中，消失不见。1万年了，真是让本尊好等啊！苍老浑厚的声音自枪杆中传出，那历经万载的沧桑沁透了苏阳的灵魂。苏阳觉得灵魂受到了洗礼，脑海中的疲惫也随之散去，抹了把额头的雨水。苏阳直视着头顶的长枪，青色的光影闪动，一条巨龙的身影从长枪中窜出，扶摇直上。巨大的头颅穿过雷雨，来到了苏阳的面前。头顶的须发随着狂风飘动，霸气十足。在你身上，我闻到了些博尔克的味道，真是让人讨厌的骨头架子。咦，你是战剑一族？龙皇是你什么人？面对巨龙的询问，苏阳不敢不答，毕竟巨龙那未知的属性证明了他的不凡。龙皇是我的老师。吼吼，巨龙似乎很高兴，呜嗷了2声。龙皇有了传承，看来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前辈认识我的老师，那一界神灵呢？
听到神灵的名字，巨龙明显有些怒气，身体都不受控制的开始发抖。神灵，这狗日的，当年趁我闭关搞偷袭，跟你说这个干嘛？好啦，小兄弟，既然有缘在此相遇，那么我的传承你可愿意接受？苏阳明显一愣，任务中明明说的是击败青龙王获得传承，难道说不用打了？当然愿意。小子，怎么称呼？苏阳恭敬道。小子苏阳，见过前辈。苏阳，巨龙眉头一皱，诧异道：莫当本尊不识字，你明明叫月揽星河，怎敢诓骗？好了，苏阳这名字倒也不错，不过得到我的传承就要守卫这方疆土，你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来吧。巨龙银光一闪盘旋而来，将苏阳围在其中。与此同时，一股无形的大力也是将苏阳整个人托起。苏阳双脚离地，缓缓升空，脚下的祥云浮出，拖着苏阳一直来到了那杆长枪的面前。苏阳会意探出右手，将这杆长枪握入手中。嗡！长枪抖动，发出阵阵嗡鸣之声。不愧是龙皇选中的家伙。青龙王不再犹豫，随即化为一缕青光，融入那杆长枪之中。青色长枪再次剧烈抖动，散发的炙热灼烧着苏阳的右手，让后者忍不住的发出哼喘。枪柄上青龙雕刻浮现，苏阳只觉得身体一阵酥麻，汗水也湿透了衣背。狂风散去，雷雨骤停，一抹阳光穿透了大殿，照耀着苏阳的全身。温暖的感觉让苏阳一阵炫目。退出游戏，苏阳来到别墅大厅，餐桌上留着纸条，似乎是写给自己的。好好吃饭，苏神加油。清秀的字迹一看就是女生的手笔，只是不知道是可可还是豆豆，又或者是小雨所留的。厨房的砂锅中似乎正煲着什么食物，正发出咕嘟咕嘟的诱人声音。苏阳确实是饿极了，如饿狼扑食般将煲中的红烧肉吃掉了大半。吃饱喝足，苏阳只是洗了把脸便去睡了，毕竟自己的眼睛疼得发胀。睡梦中，苏阳再次遇见了青龙王。此刻的青龙王已经化身为一位俊俏青年，手持着那杆青色长枪，正展示着一些能力。苏阳迷迷糊糊学习得非常认真，却分不清自己是在梦中还是现实。猛地惊醒之后，看了一眼时间，也仅仅过去了1个小时。亢奋的情绪让他头昏脑胀，闭上了双眼，便又开始胡思乱想。这一觉简直睡得一塌糊涂，再次清醒已经是晚上10点。拍了拍昏胀的额头，苏阳有点后悔，熬夜是真难受啊，下次不能再这样了。拖着还未恢复状态的疲惫身躯，苏阳再次来到大厅觅食。室友3人正焦急地在客厅打转，似乎正在等他。苏神，你先吃饭，有几件事我们跟你说一下。3人表情严肃，不过苏阳的出现就如主心骨般的让他们感到踏实。你们吃过了吗？边吃边聊啊，别搞这么严肃。3人围坐在苏阳身边，胖子顺手打开餐桌上的笔记本。苏神，关东州开放了，北境3城占据着关东州的东方和北方，而西方和南方则是被青阳城、京都城、登莱城占据。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3城的综合实力非常强劲，北境与之对抗也仅仅势均力敌。势均力敌？苏阳放下手中的碗筷，顿时来了兴趣。难道对方有顶尖高手？那倒没有。琪琪接过笔记本，来到苏阳身边。苏神，咱们这里的官方网站已经变成了关东州排行榜，你看一眼就明白了。苏阳探着脖子看向笔记本屏幕，首页上的实时排行榜异常醒目。1月揽星和 LV60 龙皇战舰，2长河落日 LV57 黑岩爆法，3大漠孤烟 LV57 恶魔战旗，4群风服务 LV56 战狂，5百兽藏云 LV56 战魔，6暮色苍茫 LV56 刺客，7乱云飞渡 LV56 弓箭手，8倾城柠檬 LV55 魔魂巫灵，9无边落幕 LV55 召唤师，19斩花枝 LV55 风灵剑圣。你排在1。月揽星和 LV60 龙皇战舰。苏阳越看越心惊，不过表情上却隐藏得很好。没想到关东州的排名上，除了自己以外，竟然只有萌萌排在了第8位。综合实力挺强的，谁跟他们交手了？什么局面？3人中唯一参战的大潘站了起来，表情郁闷。第126章青龙传承，青龙3枪。本来以为自己就职了嗜血狂魔能大展身手呢，没想到对手的爆发简直离谱。他们的装备也是非常豪华，完全不弱于阿当。要不是依靠着嗜血狂魔的吸血和小雨的治疗，我肯定顶不住。现在的局面是，他们的东区联盟已经向我们的北境联盟宣战，时间就是今晚的12点，地点在洛神剑，那里是东区和北境的交汇处，击杀玩家不增加杀气，
同时死亡也不会掉级。洛神剑这个地图在前世非常出名，一些大型行会之间的纷争经常在这里解决。苏阳饶有兴致地笑了笑，看来对手只是想占据关东州的主导权而已。苏神，你的想法呢？胖子不免好奇地问。琪琪和大潘同样等待着苏阳的回答。今晚先打赢再说，我也吃好了，咱们上线备战吧。有了主心骨，胖子三人也是迫不及待地回到线上。神龙祭坛地下7层，苏阳得到青龙王的传承，再次出现在大殿之中。此刻，他手中的凤鸣枪仿佛拥有了灵性，枪柄的青龙浮雕缠绕其上，栩栩如生。苏小子，突兀的声音自枪柄中发出。苏阳心中一凛，这声音极其耳熟，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苏阳确信那是青龙王的声音。在你身上我感受到了谢伯尔克的气息，你是否击杀了他？苏阳这才想起蒙蒙击杀谢伯尔克之后，将5件60级装备全部交给了自己。难道青龙王感受到的气息是从包裹中的装备上发出的？应该是的，我身上有一些装备都是击杀谢伯尔克爆出来的。不，这种感觉还缺少一些灵气，是属于异界的灵气。当年闭关，我被异界的神灵所封印，而谢伯尔克便是神灵封印我所使用的武器。我依稀记得那是一块盾牌，从你的包裹中，我并未感受到这块带有灵气的盾牌，因此我怀疑谢伯尔克并没有被击杀。苏阳回忆着与谢伯尔克的战斗，当时的谢伯尔克确实没有以全貌示人。如今青龙王的判断也不无道理。苏小子，去祭坛6层看看，我能感受到一些他的气息。苏阳虽然不解，但还是朝着6层的传送门走去。如果6层没有发现谢伯尔克的踪迹，到时候再跟青龙王说当时与谢伯尔克的战斗是在5层也来得及。踏出传送门，苏阳先是一惊，6层的石阶历历在目，却没有任何队友的影子。跟随着长枪中气息的牵引，苏阳来到6层的一处角落，面对着眼前的峭壁，苏阳瞄了眼手中的长枪，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谢伯尔克，别来无恙。面对着空无一人的峭壁，青龙王似乎在自言自语。不过那峭壁在感受到青龙王的声音之后，竟开始了颤抖。咔嚓咔嚓，细小的石块不断散落，峭壁出现龟裂。顺着龟裂的缝隙，苏阳看到了其中散发出的幽幽绿光，那似乎是谢伯尔克所散发出的光芒。短短瞬间，白色的骨骼破壁而出，整个大殿被谢伯尔克身上的绿光渲染得极其阴森。此刻的谢伯尔克弯曲着身子，也足有50米高，邪恶的气势不知道比苏阳当时遇见的半个身子要强上多少。青龙，你竟然突破了神灵大人的封印，还真是了不起啊！切！青龙王不屑地冷哼一声，心中的骄傲始终提醒着他，要不是自己当年闭关被神灵偷袭，老子一定把他按在自己的胯下当宠物。老子现在缺少一块像样的盾牌，你那身排骨勉强够看。话音刚落，长枪中的青龙直接化为青色光影冲出，光影迎风暴涨，眨眼间就突破了100米，恢宏的气势也是瞬间压得谢伯尔克喘不过气来。腾腾腾，谢伯尔克浑身火光大盛，气焰升腾，整个身躯燃气熊熊绿火，双臂抬起，双拳紧握，眼看就要使用他的拿手绝技死亡射线。青龙王不屑一顾，对着苏阳喊道：苏小子看好了，第1枪亢龙有悔。吼好！面对着谢伯尔克的怒火，青龙王昂起头颅，咆哮一声，吼声震天，如实质的音波，就连头颅周边的毛发和胡须都变得根根直立。突如其来的声波冲击直接吹灭了谢伯尔克的怒火，就连他那巨大的身躯都不受控制的倒退，直到整个身体紧紧贴在了背后的石壁之上。巨大的风压害得谢伯尔克喘不过气，哪怕他想移动分毫都难以做到。这一枪亢龙有悔相当霸道，明显是一招强大的群体硬控。第2枪蛟龙出海，眼见谢伯尔克已经被控在原地，青龙王翻涌的身躯突然朝着前者掠去，青色的巨龙光影摧枯拉朽般的冲入谢伯尔克的身躯，后者虎躯一震，空洞的双眼无神又落寞。真是白长这么大个，毫无还手之力，老子都没耍够。青龙王不屑地撇过头，苏小子看好了，第3枪龙战于野。青龙王虽然心有失望，但还是将第3枪的能力展示了出来。只见其盘旋的身躯围绕着谢伯尔克疯狂的穿梭撕咬，那种感觉就像天魔缭乱的终极版本。毕竟天魔缭乱的攻击范围只有10码乘10码，而青龙王第3枪的龙战于野竟达到了100码乘100码，方圆1码战1人的情况下，这一枪的覆盖面积就达到了万人斩的级别。第4枪龙。话未说完，谢伯尔克巨大的身躯已经垮了下来，似乎没有顶住青龙王的3连击。苏阳也是心惊，
这青龙王的实力着实恐怖。靠！才3枪就给拍碎了，真不经打。青龙王眉头一皱，显然还没耍够。苏小子，这3枪你先用着，后3枪以后再说。说完，青龙王便再次化为一缕青光，雕刻在了苏阳的枪柄之上。苏阳缓了缓神，青龙王的3枪相当霸道，面对着谢博尔克的完全体，竟然还能胜得如此轻松。然而苏阳不知道的是，要不是他这个龙皇战舰的身份得到了青龙王的认可，想要击败青龙王简直痴人说梦。第127章黑岩爆法，恶魔战旗。关东州洛神剑，那是一处群山环绕的低洼地带，通道的南侧和北侧分别连接着北境3城和东区3城，两地纷争必然血腥残暴。洛神剑刚好提供了这样的一片场地，杀人不增加罪恶，死亡不掉落等级和装备，这无疑成为了两方属地玩家解决纷争最好的场所。此刻，洛神剑人头攒动，空气中弥漫着萧杀的气息。北境一方，黄恩浩荡和雨过天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其二人的身后，都是北境3城那些叫得上名号的猛人：魔魂巫灵倾城柠檬、风魔剑舞骄阳似火、神界行者卡布奇诺，还有少女时代掌门人浴火焚身。北境联盟全军出动，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朝着洛神剑的中心走去。北境联盟语音系统：黑夜之王，星河在线，但联系不上，我有点没底。刘玄德，我们骑兵城带来了10几万人，不过这洛神剑似乎不够劲的。秦冲、阿荡，东区那边你的眼线怎么说？黄浩荡，他们的装备平均要比我们高出一个档次，参战总人数大概在30万。浴火焚身，大家不要慌，先稳住。星河在完成一个主线任务，他一定会在12点之前赶过来。胸口碎大石，据说排行榜上的那些玩家跟圣天哥的装备一样，全都是8星，我们未必顶得住啊。本色嚣张，怕什么？气势绝对不能输，不能让对手小看了咱们。倾城柠檬，这种大规模的混战一定要注意对面的法师，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到你们火力支持，哪怕这次我师傅没能参战，我们也一定要赢。萌萌的话非常有分量，毕竟现在的北境联盟他是除了苏阳以外唯一一位登上等级天榜的玩家，而且他还是恐怖的团战利器魔魂巫灵。骄阳似火，胖子，苏神没在，这场会战你来指挥。浴火焚身，好，各行会会长，请大家务必重视此次会战。浴火焚身，这是关乎到我们未来在关东州话语权的争夺战，大家都了解星河，也都相信他能带领我们走得更远。浴火焚身，现在时间是11点20分，距离双方会战还剩下40分钟。浴火焚身，各会长通知大家调整战斗模式，注意分散站位。浴火焚身，洛神剑地形简单是正面交锋的战场，两军相逢勇者无畏。浴火焚身，在这里杀人不长罪恶，死亡不掉等级。浴火焚身，大魔导师宋依依就站在奉天城广场，他可以将复活的玩家直接传入战场。浴火焚身，所以说这场战斗我们早已立于不败之地。胖子知道北境的综合实力要弱于对手，不过两军交战势不可当，他要做的就是战前动员，提升士气。喂，北境大军对面，一群人早已等在那里。阅览星河呢？怂了。胖子对面57级的恶魔战旗大漠孤烟正双手交叉挽于胸前，言语中充满了戏谑，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黄安浩荡从容地走上前去，仔细打量着对面的一众玩家，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就凭你们也配让星河出手？哈哈，好大的口气，不敢露面的缩头乌龟，啥也不是。57级的黑岩爆法长河落日身着一袭黑袍，言语间完全没有将对面的这群玩家放在眼里。只见其抬起右手，将遮脸的黑袍扯下，露出原本略微稚嫩的脸庞。任谁都无法想象的是，这样一位清秀少年竟是统领东区3城的东境之主。他高举右手，看似稚嫩的手掌之上瞬间黑岩涌动，紧接着手臂一沉，黑岩伴随着手臂的滑动直落而下。轰擦！小雨身边，方圆5码直接化为焦土，10几位玩家就这么葬送在了他的手中。手滑了，长河落日还在疑惑，他的这手瞬发攻击是对着人群中的小雨发出的。52级拥有称号的牧师，绝对是战场中恐怖的存在。卡布奇诺，好阴险的家伙，他刚才的目标是小雨。众人心中一凛，他们不敢相信对手竟有如此阴险，明明他们还占据着主动权，出手还这么龌龊。萌萌手持摘星法杖，毫无保留地将烈火燎原扔在了对方的人群中。看着对面火海肆虐，长河落日的嘴角肉眼可见地抽动了一下。
萌萌丝毫不惧，姑奶奶就是故意的，你能拿我怎么样？略。长河落日的偷袭虽然不讲武德，但也绝对聪明。不过萌萌的打脸也来得相当及时。北境大军看到萌萌出手，顿时剑拔弩张，做好了战斗准备。黑炎爆法长河落日和身边的恶魔战旗大漠孤烟似乎在商量着什么。等你们到12点，无论月揽星河来不来，我们直接开战。长河落日留下一句话，便转身离去。就在北境一方放松警惕之时，大漠孤烟直接抡起长枪朝着北境一方攻了过来。杀！占得了先机，长河落日直接闪烁到队伍的后方，开始蓄力。数位盾战训练有素般的顶在了长河落日的面前，守护着他的施法。弓箭手乱云飞渡引领着一众射手直接释放了箭雨、剑刃、法球，无数能量体朝着北境大军倾泻而下。其中小雨释放群聊战在人群之中，可将豆豆的远古巨兽直接扔到了最前面，强行吃下一波伤害。双方大战一触即发，大潘仗着自己的隐藏职业一马当先冲了出去，秦冲、黑夜之王、深海炸弹完全无视自己的等级劣势，冲锋对脸，开始近身肉搏。咔嚓，黑炎炸响，就在大潘的身后已经是一片焦黑，数十名战士玩家还未有建树就被送回了城。黑炎爆法的恐怖一击直接让大潘脱了节，不过大潘也不惊慌，只见其向右冲锋10码，脱离了爆法的施法范围，再依靠自身强大的吸血能力，竟也在战场上活了下来。要知道，拥有强力前排的队伍是多么的恐怖。大潘竟以一己之力为身后的队友创造了不错的输出空间。琪琪和胖子开始反击，成为了大潘的火力支持。小雨和萌萌第一时间将治疗给到了大潘身上。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境一方劣势逐渐明显，毕竟东区的整体素质要高出一块，而且对手也是相当聪明。洛神剑的统计面板中，东区人数44560人，北境人数43798人。第128章苏阳现身，力挽狂澜。神龙祭坛地下6层，看着如此平静的大殿，苏阳叹了口气，捡起面前那泛着光泽的骷髅胸甲。谢伯尔克 X 盾灿金级，等级60，血量4000，物防250-250，魔防250-250，体力80，特性增加25%格挡几率。苏阳看了眼时间，已经是晚上的11点30分，距离胖子所说的联盟会战还剩30分钟。如今东区来势汹汹，自己作为北境之王必须一鸣惊人。苏阳将包裹中的60级装备全部换上，炸裂的属性也是让他信心倍增。月揽星河龙皇战舰，等级60，生命14625，攻击2770-3053 ，X 150%，法术701-838，物防682-772，魔防635-711，体力308，力量444，敏捷148，灵力188，暴击114，幸运10，声望223600，血量14000，攻击上限已经达到了3053。更加夸张的是凤鸣枪显示着已附魔。苏阳当然清楚附魔的厉害，而且青龙戟的附魔更是达到了夸张的150%。也就是说，苏阳的整体攻击力被青龙戟强行提升了50%。苏阳满意的笑了笑，原地读秒回城，100分号。咻！苏阳顺利的回到了奉天城广场。他正想着去趟魔界时，却发现奉天广场的气氛有些不对，大家似乎非常紧张。广场头顶的大屏幕直播着一些画面，那是大潘的嗜血狂魔。看着大潘忽高忽低的血条，苏阳也是捏了把汗。他完全没有注意身边的大魔导师宋依依，直接转动传送戒指，锁定小雨奔赴战场。唰的一声，苏阳瞬间传送至小雨身边，只见其抬手释放着治疗，看其目标应该是锁定了前方的大潘。星河，快去支援，大潘要顶不住了。苏阳不再停留，心里同时泛起了嘀咕，才11点半怎么就打起来了？低系统提示，玩家阅览星河已经加入队伍。北境联盟语音系统，骄阳似火，苏神你可算来了，大潘在前面要顶不住了，他们火力很强，特别是那个57级的黑炎爆法伤害太高了。听到齐齐的声音，苏阳还在纳闷，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关东州开通之后，语音指挥时代也同时到来了。阅览星河怎么提前开战了？
黄恩浩荡，本来是小摩擦，谁知道打着打着大部队就上了，根本停不下来。倾城柠檬，师傅，对方说你怂了不敢露面，是缩头乌龟，啥也不是。月揽星河，大潘你往后退退，让他们见见什么叫啥也不是。苏阳几步冲出，瞬间来到了一线战场，望着面前密密麻麻的对手，苏阳热血沸腾，无敌的我瞬间燃烧。雨过天晴，靠，苏神，你是不是手滑了？然而并不是，随着无敌技能的释放，苏阳直接冲进对手人群，这才让他看清了对手的布置。远处57级的黑岩爆法长河落日正在积蓄能量，身边围绕的盾战护卫数不胜数，竟也全部达到了50级。哈哈，有意思！苏阳大笑一声，直接激活了青龙印。凤鸣长枪一声咆哮，青龙光影猛地从枪柄中冲出，随即迎风暴涨，短短瞬间已经长达100米。面对突如其来的神圣巨龙，对手大军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他们瞪大了嘴巴，眼中充满惊骇。不过苏阳并不打算浪费最后几秒的无敌机会，他扬起武器，厉喝一声，枪一，亢龙有悔。只见其手中的凤鸣长枪迎风一舞，远古巨龙怒目圆睁，口中凝聚的怒嚎如山呼海啸般滚滚而来。吼昂！无形的气浪瞬间吞没山谷中的大片人马，就连长河落日的施法也同样被打断，只能呆愣愣地站在原地听候发落。身后，大潘等人也同时怔住了。卧槽，苏神又进化了！枪二，蛟龙出海！苏阳高举凤鸣长枪，朝着长河落日的方向狠狠挥动。龙王得令，刹那间青光涌现，翻动的身躯瞬间朝着面前的目标猛冲，巨大的身躯如泰山压顶般的横扫而过。那条10米宽的古道被青龙王冲击得无比干净，苏阳连伤害都来不及看清。长河落日那里一片真空，无数的星光飘散，点缀着巨龙的身躯，越发的璀璨。皇恩浩荡，星河这一击干掉对方3000人。人数面板上，东区41225，北境43329。对手还震惊于刚才的蛟龙出海，缓不过神来，哪知苏阳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枪三，龙战于野！青龙王再次盘旋升空，自苏阳周遭形成了一片风压地带，乌云遮天，雷雨隆隆。青龙王浩瀚的身躯环绕在苏阳周围摆马，疯狂肆虐，哪怕对手早已化为飞灰，仍没停止翻腾。欲火焚身！天呐，这一击之后，人数比东区32105，北境43305。秦冲，卧槽！一击干掉对手8000人，胸口碎大石，这是人干的事？皇安浩荡，说什么呢？傻屌！远处，没有被波及到的东区玩家正疯了似的向外逃窜。苏阳的理不饶，青龙变身直接激活，金灿灿的图标石在惹眼。苏阳十分想知道青龙变身后的能力。唰的一声，青龙王被瞬间收进长枪，而苏阳的身躯也燃起了金色火苗。天赋面板警报似的弹了出来，积累的3000加的属性点正以每秒100点的速度下降。BB 觉悟之力属性点2900，觉悟之力属性点2800。苏阳缓缓开口，仿佛能量外溢一般冒出火舌，双眼金光缭绕，眼尾拉出2道长长的能量火线，强大的能量仿佛要撑爆他的身体，根本无需蓄力。凤鸣长枪直落而下，身后一道金色光柱从头顶冲出，苏阳回头一看，头皮一阵发麻。一个足有100米高的金色巨人就站在苏阳的身后，看其模样竟是自己的影像，而刚才头顶的光柱正是金色巨人手中的长枪，光影所过之处如蛟龙出海，一马平川。轰空！觉悟之力属性点2500，觉悟之力属性点2400。苏阳微微一笑，长枪回收，那金色巨象同时回缩长枪，似乎也在蓄力破盾斩。呵！一杆巨大的金色光柱挥出，光柱扫过，这片空间已是一片扭曲。此刻，就算谢博尔克站在苏阳面前，他都有信心将其一枪洞穿。轰隆！巨大的轰击声炸响了山谷，整个洛神剑的地面都开始颤抖。苏阳的一击破盾斩，竟使山谷的地形都发生了改变。第129章，新的征程，关东联盟。东区入口处，一大片的玩家来不及躲避，已经化成了渣渣。东区25113人，东区22781人，东区15392人。战场瞬息万变，短短15秒，金色巨人如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洛神剑中的东区玩家数以千计的下降，
就连洛神殿的东区入口都被变身后的苏阳轰碎。轰隆，金色光影如同天神临凡，擎天机一脚踏出惊天动地。此刻，洛神殿中的东区玩家已经不足1000人，巨大的金色人像踏出山谷，傲立于天地之间，雄踞于东区联盟的玩家面前。刚刚逃出山谷的众人和准备冲进山谷的玩家挤作一团。苏阳长枪横扫，无数玩家瞬间融化，装备散落一地。洛神殿东区入口处白马距离一下子空了出来。面对如此可怕的金色巨人，东区再无人敢上前一步。这种战斗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这不是战力高低的问题，而是维度的差距。长河落日和大漠孤烟再次赶到战场，不过当他们看到那巨大的金色人像时，心中倒是回忆起黄安浩荡的话：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也配让星河出手。如今话已成真，这个世面他们算是领教了。还打吗？大漠孤烟小心翼翼地询问，不过他的语气明显是心有余悸。长河落日抬手阻止了身后玩家的激动，轻声道：猥琐发育，别浪。谈话间，无数北境联盟玩家已经冲出洛神殿，站在了苏阳的身边。100米高的金色光影渐渐透明，觉悟之力的属性点已经挥霍一空了。看到胖子靠近，苏阳微微侧身询问：战利品是什么？还没来得及商量就打起来了。不过目前这种局面，你想如何安排？苏阳略微皱眉，朝着对面的长河落日挥了挥手。长河落日和大漠孤烟带着几位天榜高手，立即朝着苏阳的方向小跑而来。如此近距离的看到月揽星河本人，东区的几位高玩的表情非常尴尬。毕竟在当时，他们可没有把月揽星河放在眼里。如今看到对方那以一敌万的气势，自然是自愧不如，打心底里的佩服。星河大神，关东州已经开放，资源你打算如何分配？长河落日毕竟是东区之主，他代表的可是身后的几十万人。虽说打输了会战，还是要争取一下东区的利益。北境这边，黄恩浩荡等人也同样等待着苏阳的指示。如果不是苏阳以一己之力改变战局，那么北境也不会拥有关东州的话语权。苏阳环视一周，严肃道：长河，你们东区玩家的平均等级明显要高于北境，这是如何做到的？是资源分配的原因，我们的散人玩家几乎被放弃掉了，行会包场，稀缺资源的分配都是可以控制的。原来如此。苏阳清了清嗓，宣布道：从现在开始，东区和北境统一为关东联盟，为接下来的全国会战做准备。北境和东区都安逸太久了，大家的战术、战斗素养都需要提高。关东州作为全国第一个开放的主州，为我们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契机。首先第一点，关东联盟建立之后需一致对外，内战也不限制，涉及到不可调和的战斗，双方可以来洛神剑解决。第二点，建立关东战力系统排行榜，分别是个人战力榜和行会战力榜，战榜积分可以兑换联盟仓库里的物品，包括武器装备、图纸材料等。大家可以去奉天城的教场查看战力系统详情。第三点，一周后根据战力排行榜推举出各职业的榜首玩家，联盟编制时，这些榜首玩家作为职业代表，拥有该职业所有玩家的指挥权。最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尽管提出来。长河落日一脸狐疑：星河大神，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苏阳与长河对视，眼神坚毅，语气毋庸置疑。我的终极目标有2个，首先是让大家在纪元里享受一段人生旅程，更重要的是，我要带领华国再次登上世界之巅。长河被苏阳的话震慑住了，他享受万人追捧的荣耀，享受挥手万军的权利，就是没想过要带领着大家去追逐那最高的荣誉。曾几何时，那场空难不仅带走了华国的骄傲，也带走了他们的希望。如今，长河等人的心中再次燃起了那份荣耀，他们愿意追随苏阳的脚步，同时担起那份属于自己的责任。星河大神，我愿意助你。星河大神，我也愿意助你。不过，我们东区并不太平。大漠孤烟叹了口气，又与长河落日对视一眼。显然，从他们的表情中，苏阳看到了一丝无奈。能让长河落日和大漠孤烟这种级别的高手难言，那一定不容小觑。是京城三杰？是他们？黄恩浩荡满眼震惊，显然是认识长河落日口中的京城三杰。苏阳诧异：阿荡，你认识他们？也谈不上认识，因为他们的家族势力实在庞大，毕竟国都就在京城，他们的权力可以说是只手遮天。没错，东区的第一个行会就是他们所组建的，叫权力的游戏。不过他们也并非嚣张跋扈，上线的时间也不固定。之前有过一次冲突，他们行会只来了10几人。遗憾的是，
我们1万多人的精英团竟然不是对手。长河落日一阵苦笑摇头，似乎对于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难道都是星河这种实力？黄恩浩荡的问话瞬间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大家似乎都想了解其中的缘由，这才忙不迭地围了过来。是装备的差距，虽然他们等级不高，不过那一身40级的9星装备着实难以破防。苏阳回忆起当初送给露露的9星天狼匕首，基础攻击力足足增加了 80%， 也就是说40级9星的手工装备比苏阳现在身上的60级铂金装备的属性还要高上一些，那还真是强的离谱。既然他们也不跋扈，那你们的顾虑是？关东州开放之后，他们的野心才显露出来。也许之前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作对手，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你，阅览星河。哈哈，苏阳大笑出声，没想到心心念念的强力对手竟送上了门。关东联盟听令，在第130章 SSS 级技能生死之战。身后众人齐齐回应。苏阳也不耽搁，沉声道：关东州含6城，能人辈出，人杰地灵。北境3城思路不变，散人玩家自由发育。我不在的时候有黄恩浩荡主事，东区3城由长河落日你来把握。如遇强敌来犯，大家务必团结一致。是。听到那整齐的回应声，苏阳大手一挥，各路玩家便如潮水般退去。午夜12点，北境4枚与各位打了招呼便下了线。琪琪、大潘和胖子再加上阿荡和秦冲，又跑去了神龙祭坛的地下6层，准备完成试炼。苏阳整整睡了一天，此刻正精神饱满，眼神中充满了亢奋。他奔赴道奉天城的广场石门，抬手释放元力，随着一道光线的牵引，身体缓缓消散。魔剑、星河战舰的千人团热闹非凡，欢呼声此起彼伏。苏阳凑上前去，这才看清为在战舰中央对战的2人。露露见到苏阳之后，也是立马凑了过来。舰长，小师妹天赋异禀，现在已经能和咱们的战友打得有来有回了。咱们的星河战舰也不错，战友们的平均等级都过了40。奉天城商铺01号，进入密码9527。你们陆舰部凭4人记得去里边挑选装备，分发给战友们。是，舰长。战场中，黄小仙见到苏阳之后，也是停止了攻击。他一路小跑来到苏阳的面前，脸色绯红。偶像师傅，我已经48级了。再接再厉。黄小仙欲言又止，双手不由得捏着衣角，轻咬着嘴唇。怎么了？苏阳看出小仙有些扭捏，这才有此一问。小仙似乎鼓足勇气问：露露师哥说我还有一位厉害的大师姐，何子啊？从大兴那论，她确实是你大师姐，从我这论，她是你的师娘。想到何子，苏阳也是露出了灿烂笑容。不过在小仙看来，那洋溢在苏阳脸上的笑容着实让他心头一震。我想跟他打一场。嗖的一声，何子巧合般的应邀而来，出现在了苏阳身边。苏阳大喜，拦过何子后介绍道：这就是你的大师姐兼师娘，我女朋友影子杀手韭菜何子。何子，这是你小师妹。小师妹你好。看着苏阳2人亲昵的模样，小仙难掩失落。看来露露师哥没有骗自己，偶像师傅果然是有女朋友的。而且露露说的没错，师姐真的是一位美女杀手，不过厉不厉害就要打过才知道了。大师姐，师妹请求一战。别，不等何子答话，露露第一个站出来阻止。小仙师妹是这样的，你先打赢10位小师哥，再打赢平平、不为、渐渐，最后再打赢我就可以跟何子师姐交手了。咱也不能越级挑战，是不是？小仙完全不清楚露露的用意，还以为这是师门的规矩，哪知道是露露不想让他输得太难看而找的借口。好，那我先挑战平平。平平先是一愣，收到露露的一个眼神提醒之后，也是立马会意，这才走向战场。露露嘿嘿傻笑，看到苏阳2人之后，识趣的跑走。我去那边观战。四下无人，苏阳将何子拦在怀里，紧紧的抱着。我这次过来是有事情找你帮忙的。没问题。苏阳一口答应，双手环绕抱得更紧了。你都没听是什么事情就答应啊？我女朋友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何子脸色微红，竟不知从何说起。苏小子，你女朋友抓到我的枪了。何子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赶紧后退了一步。然而不待苏阳解释缘由，又一个声音传了出来。小青龙，是你吗？龙皇哥，是我。不知何时，战舰龙皇就在苏阳2人的身边缓缓显形。苏阳可没想到自己这位导师还拥有着隐身的能力。龙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被苏阳一问，龙皇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这不是想看看热闹吗？就让大兴帮我藏了起来，谁知道让这条小青龙破坏了气氛。啥？大兴也在？当然，我无处不在。好一个四下无人！要不是青龙被何子握住了枪，苏阳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有什么大动作。此刻，何子更是脸色通红，红到耳根。何子，你刚刚说有什么事情来着？何子低着头，拉着苏阳的衣角来到一旁。明天下午3点，长崎、广岛和大阪有一场决战，我哥哥需要你的帮助。这场战斗可以说是生死之战。另外就是我父亲想要见你一面，舅哥的生死之战，未来岳丈的约见，每一件事情都是重中之重。苏阳怎敢不从？好，随时准备动身。何子似乎并不着急，轻声道：看你都60级了，还没找龙皇哥学技能吧？你先学着，我给大兴和龙皇哥烹饪些吃的。何子席地盘坐，开启了烹饪。苏阳几步来到龙皇面前，问道：龙哥，小苏子马上就要奔赴战场了，生死对战那种，有没有什么保命绝学赐教？你小子可以啊，60级就获得了小青龙的传承，独当一面应该不成问题。这2本技能书你拿去吧。似乎是早有准备，龙皇直接将手中的2本古谱秘籍递给了苏阳。烽火连斩 SS 级，主动技能，30秒内施法者的每一次攻击威力递增 20%， 攻击上限为10次，冷却时间10分钟，施法时间瞬发，游刃有余 SSS 级，主动技能，所有技能瞬间恢复冷却，冷却时间24小时，施法时间瞬发。苏阳整个人都呆住了，龙皇的技能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烽火连斩可谓是单挑神技，而游刃有余更是达到了恐怖的 SSS 级评分。苏小子，我跟龙皇哥有话说，你先把技能学了吧。看着苏阳那一脸沉醉的表情，青龙王忍不住提醒道。龙皇看到现身的青龙光影，也是大概猜到了情况。小青龙，看来你的实力被神灵封印之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吧？是的，龙皇哥，所以这次回家我是希望去一趟化龙池。听青龙王的意思，他竟然是魔兽异界的生物。苏阳刚刚学会了技能之后，顿时来了兴趣，耳朵也是不自觉的放大。龙皇哥，苏小子明天似乎有一场重要的战斗，所以化龙池那边你帮帮我吧，要不然那些老家伙可不会给我面子。我清楚你的意思了，不过明天的战斗不管结果如何，你都要回来，他们等你等得太久了。我明白的，谢谢龙皇哥。苏阳听得一头雾水，而另一边何子已经烹饪好了一顿大餐，不知不觉间，一道菜正在被大兴那团黑影吞没。嘿，大兴，你可给我留点。龙皇几步上前，饿虎扑食般的抢夺着面前的食物，而那团黑影也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看着面前争抢食物的2人，苏阳拉过何子，轻声道：明天还有一场大战，女朋友早点休息。那我回去了，明天见。第131章。你好，主人。送走何子，苏阳仍然没有困意。远处，小仙完全不是平平的对手，要不是平平有意放水，估计小仙撑不过几个回合。苏阳微笑着摇了摇头，准备离开这魔兽异界，毕竟自己已经60级了，关东州还等着自己前去开发，足足花费了100个金币。苏阳通过奉天城的传送阵直接来到了关东州，踏出关东州的传送阵，眼前的景象震撼的苏阳说不出话来。久违了，关东州。苏阳面前，关东州色彩绚丽，灯光耀眼，建筑物科技感十足，看上去犹如未来世界的大型游乐场。他兴奋地抬手触摸在面前的金属框架上，流光闪动，竟传回一阵清凉。作为第一位来到关东州的冒险者，苏阳激活了奖励礼包，那是一个半透明的液晶屏，画面中是一位长相标致的未来科技美女。你好，主人，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苏阳也不客气，开口便问。这里有主线任务吗？很抱歉的主人，当我们的亲密度达到 100%， 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提高亲密度。科技美女没有回话，而是打开了液晶屏中的亲密度系统。苏阳明白，提升亲密度就要完成一些亲密任务，而且每天的亲密任务是有限的。目前液晶屏上的4个任务中，任务3个，完成每个任务增加1点亲密度；任务1个，完成任务后增加2点亲密度。根据上面的任务提示，苏阳接受了2星的亲密任务，要求是击杀掉1000只钢化前虫。不过钢化前虫显示的是非之地，苏阳并没有找到。关东州的大地图打开之后，也是一片雾气，似乎是一片未被开采过的景象。我想去是非之地。主人，你想要去任务地点吗？是的。好的，主人，
传送阵已就绪。说话间，苏阳面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型的传送阵。苏阳一步踏出，紧接着闪过一片五彩星芒之后，苏阳的身体仿佛经过了拉扯碾碎又重组的过程，眼前是一个悬浮于空的传送门。苏阳一步踏出，稳稳地落在地面。当他再次打开地图时，关东州北方的一角已经被点亮，地图正是是非之地。终于不用跑图了，刷怪升级可真是方便。环视一周，苏阳发现了一些反光点，仔细观察才发现，那是一些生物的盔甲反射的光斑。钢化前虫，等级60，血量5万，攻击520-580，物防400-520，魔防350-410，技能电击、光能感应。青龙前辈，青龙三枪没有冷却时间吗？想什么呢？那是我透支精神力的代价才能释放的能力。3枪过后，我需要休息12个小时，这个期间你会失去青龙戟 1.5 倍的攻击能力。苏阳刚想提出疑问，青龙却继续说道：未来你可以释放6枪，不过以你目前的状态还难以承受它所散发的狂暴能量。青龙变身是一种能量传递，我能感受到你在燃烧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变身。果然如此，这么强劲的能力怎么可能频繁的使用呢？一天能使用1次已经非常难得了。就像眼前这密密麻麻的钢化前虫，苏阳完全可以凭借青龙3枪秒杀这些怪物。不过青龙变身更加依赖于自己的天赋属性点，1秒钟消耗100点，这种消耗还是相当恐怖的。好在自己获得属性点的渠道并不困难。苏阳还未发现的是，获得了青龙的传承的代价同样不小，那就是他所需要的升级经验是普通玩家的2倍，无法使用青龙3枪。苏阳也不懊恼，面对着不能破防的钢化前虫，他绕场一周，尽量多的吸引着这些怪物。在他身后，那些钢化前虫正伸展着前螯，扭捏着身躯，两螯相抵发出的电击音尤为刺耳。苏阳回头长枪横扫，凤鸣长枪带出的残影直接打出3道伤害。咔兹2823，暴击5500，2614，顺势收回长枪，破盾展开使蓄力，一股强烈的贯穿能量破枪而出。吭的一声，长枪击穿了钢化前虫的躯壳，一个大大的暴击30000加的伤害显现而出。还是破盾斩犀利，独自呢喃了一句。苏阳突然想起龙皇教给自己的2个新技能，想到此处，苏阳激活了那个一柄红色长枪又带着无数残影的技能图标，烽火连斩。唰的一声，苏阳右手握着的凤鸣长枪突然环绕着10枚火球，吭吭吭，3360， 4032， 4838，三枪挥出，首当其冲的钢化前虫顿时没了活力，而环绕在长枪之上的10枚火球也是消失了3枚，完全没有注意到怪物爆出的物品。苏阳更换目标，再次挥出长枪，5806， 6967， 8360，看着不断上涨的攻击力，苏阳越发的兴奋。10032， 12039， 10枚火球仅剩2枚，苏阳停止了普通攻击。此时苏阳的攻击力面板已经突破12000，而且天魔缭乱，那暗红色的骷髅图标仿佛勾人的小妖精一般。轰的一声，百鬼破土狂奔，无数2万加的伤害爆出。在一片哀嚎声中，苏阳的经验条肉眼可见的上涨。然而3秒的时间一过，苏阳惊喜地发现凤鸣长枪的枪柄之上仍拥有着1枚法球，也就是说，天魔缭乱的群体攻击只消耗了烽火连斩的1次攻击效果。这最后1枚法球，苏阳自然不会浪费。擎天击一脚踏出，再次收获了1波经验。2个群体技能直接让苏阳的经验上涨了 10%。望着那一地的6级铁块和数不清的白板装备，苏阳突然想起他的秘书美女怎么称呼？主人，请帮我取个名字好吗？灵儿。好的主人。不要叫我主人，叫哥哥。好的，哥哥。苏阳玩味一笑。灵儿，帮哥哥收取装备。好的，哥哥。地面上，无数装备开始抖动，全部钻进了苏阳的随身包裹。亲密任务：击杀1000只钢化前虫，271000。10分钟1次的烽火连斩，再配合上擎天击和天魔缭乱，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苏阳已经完成了2星的亲密任务。任务提交之后，苏阳和灵儿的亲密度也达到了200。包裹中408枚铁块能够制作出20柄60级别的长枪，不过这6级的武器打造图还没有着落。灵儿，你好，主人。啊呸，你好，哥哥。第132章60级武器8星红绫枪。
哥哥了，不好意思呢，哥哥，下次不会了。6级武器打造图知道哪里出吗？不清楚呢，哥哥。看来灵儿也不是万能的。不过刚才在是非之地还没发现 BOSS 的踪迹。既然60级的钢化钱虫能爆出6级的铁块，按照以往的经验，60级的钱虫 BOSS 应该会爆出6级武器打造图才对。苏阳也不再纠结，一路小跑着欣赏起这科幻般的未来世界。关东州规模相当宏伟，整个城市犹如悬在半空中，纵横交错的磁悬浮轨道不断的有光影穿梭而过。头顶处犹如神殿般的巨型广场隐隐藏匿于9天云霄之中，撑起神殿的光柱也是不断闪烁着幽蓝的光泽。足足小跑了10多分钟，苏阳顺着悬空的石阶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地面。回头望去，悬浮于空的关东州犹如海市蜃楼般美轮美奂。苏阳内心无比震撼。奉天城、封魔城、极冰城，每个副城似乎都处于破败待兴的阶段。然而这关东煮州就像是异世界的高级文明。再次来到是非之地，苏阳并没有着急动手，而是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钢化钱虫。那些未被惊动的钢化钱虫双螯杵地，肉眼可见的电流顺着地面输送到了远处。苏阳眼路惊喜开启隐匿，顺着电流的方向摸索了过去。当苏阳来到那些电流汇聚的地点，才发现那是一处没有草皮的地面。电流汇聚的地下似乎有着什么生物在呼吸着，地面忽闪忽闪，好似一片沼泽地。苏阳将长枪负于背后，整个人跃得老高，狠狠地朝着这片沼泽地轰炸而去。啪叽一声，一只体型稍大的狂化钱虫浮上了岸，他的身躯如霜打的茄子一般，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呆呆地注视着面前的一切。钱虫统领，等级60，血量100万，攻击840-1080，物防720-930，魔防720-930，技能养精蓄锐，力拔山兮。唰的一声，10枚光球突然被激活盘旋在苏阳的枪柄之上，启动了烽火连斩。苏阳长枪连刺，2202、2642、3170、3805，4次攻击才打掉 BOSS 1% 的血量，这不得不让苏阳摇头。接下来的几次攻击效果也不显著，不过最后2枪，苏阳还是用出了破盾斩和天魔缭乱。破盾斩作为单体输出技能，本身就可以大幅度破防，而通过烽火连斩的攻击力叠加，无疑让破盾斩变得更加犀利。因此破盾斩的这一击也是打掉了 BOSS 将近5万的血量。然而最恐怖的是，烽火连斩所叠加的最后一击已经达到了第一枪的5倍攻击力，再配合上天魔缭乱的无差别持续输出，这一击就干掉了 BOSS 多达30万的血量。然而这钱虫统领刚从沉默中恢复身手，苏阳更是先他一步，游刃有余之后，再次利用擎天机将其控在原地。接下来就是烽火连斩的释放，短短10几秒，一只血量高达100万的钱虫统领就被苏阳的连续技秒掉了，而且一次还手机会都没有。哗啦，地面上钱虫爆出的6级打造图被苏阳一眼就捕捉到了，而另一件绿色装备也同时被苏阳收入囊中。钱虫腰带，白银级，等级60，血量2000，物防110-110，魔防110-110，体力42，防爆23，套装1/4，激活后整体防御增加10%。没想到这白银级的腰带竟然是套装，比自己身上的十王巨人腰带要强上一些。毕竟十王巨人腰带是50级的装备，而且装备只是名字相同，并没有套装属性。因此苏阳也是毫不犹豫地将钱虫腰带替换上去。学习了6级的武器打造图，苏阳终于找到了6级长枪的武器图鉴。红绫枪。苏阳看向手中握着的凤鸣长枪，6星的极品攻击上限却只有575点，而红绫枪的起始攻击力就有620点，这不得不让他感到兴奋。400枚6级铁块一股脑地扔进熔炉，苏阳抬起右手开始了敲打。60级别的武器制作时间有些延长，而且制作的过程中弹出了一个熔炉窗口。打造祝福，可以使用金币祝福提高武器的成长星级。苏阳的包裹中有着1万多枚金币，时至今日换算成现实币也有10万左右。苏阳分别使用了10枚金币、100枚金币、1000枚金币进行祝福，直到1000枚金币扔入熔炉，制作出的红绫枪才达到6星。狠狠一咬牙，苏阳将包裹中所剩余的1万枚金币全部投入熔炉。叮铃的一声脆响，一枚金光灿灿的长枪也是新鲜出炉。红绫枪
等级60，攻击470-620加248，力量48加20，敏捷48加20，暴击16加6，穿透10加4。特性撕裂，吸血率增加10%。长枪入手，苏阳信心倍增，有了强力装备和技能，他也能从容面对明天的未知局面。不过除了这柄8星长枪之外，那柄6星长枪的特性技能是沉重，拥有着降低敌人移动速度的效果。再一次看向其他武器的特性，果不其然，其他的红绫枪也无外乎是这2种特性之间的一种，留下了一柄6星沉重红绫枪。苏阳将包裹中其余的红绫枪全部回收，获得了1200个觉悟之力的属性点，换上8星红绫枪。苏阳打开了个人属性面板，阅览星河龙皇战舰，等级60，生命15660，攻击3090-3373 x 150%，法术701-838，物防712-802，魔防665-741，幸运10，声望259600，攻击力上限增加了300，不过 x 150%是灰色的，估计是青龙王的精神能量还没能完全恢复的缘故。已经是后半夜的凌晨3点，苏阳退出了游戏。这一世，苏阳统一了北境，建立了关东联盟，这一切都建立在他现有的实力上。但凡自己的实力无法支撑这种号召力，那么现有的局面会瞬间土崩瓦解。躺在床上，苏阳的精神还处于亢奋之中，脑海中思绪翻涌。和子的父亲，和子的哥哥，和子，大家对于自己有着不同的期待。那一场意外的空难明显就是他国的阴谋，为什么国家不再调查？京城的白家也终于要浮出水面。白小天没有进到京都大学，不知道这一世他的轨迹会去往何处。总之，他死定了。明天的战斗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使用青龙变身，毕竟这种能力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等级的玩家身上。萌萌自从击杀了骷髅王之后，整个变得不再活泼，有机会要跟他聊聊。琪琪、大潘、胖子，他们的进步非常明显，但是被自己保护得太好了，接下来应该让他们自己成长了。关东州的情况还要跟林姐说说。睡了，睡了。第133章，长崎之难，松田一郎。次日上线，苏阳将伙伴们组进队伍，并说出了自己的计划。语音系统，阅览星河。这次与东区的玩家对战，我想大家都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也许是北京太安逸，太和谐了。阅览星河，我准备去岛国1周的时间，这1周大家各自为战，努力提高自己个人和行会的战力等级。阅览星河，以奉天城的知名度，未来一定会吸引到东区3城的人，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拿下各个职业战力第1人的宝座。皇恩浩荡，没错，跟东区人对战的时候，我也是有恃无恐，毕竟有星河在。欲火焚身，星河不在的这段时间，咱们多去洛神殿打一打。小雨青青，星河去岛国之后要多陪陪和子，争取把他带回来。阅览星河，确实有这个想法，哈哈。阅览星河，好啦，战友们，未来1周大家加油。话音刚落，苏阳便嗖的一声消失在了原地。岛国长崎，悬海艇，清晨的阳光散落在海边，照耀在那张绝美的脸庞上。就在苏阳出现的瞬间，那张绝美的脸蛋也是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不过在他身边，还站着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人。叔叔，您找我。被和子挽上手臂的苏阳也不觉尴尬。不过，面对着自己的未来岳丈，苏阳还是有些拘谨。中年人摆了摆手，跟身后的随从示意，随即引着苏阳2人来到了沙滩边上。海风吹拂着中年男人不多的头发，他的表情看上去有些焦虑。苏阳，这本来是属于东瀛的内战，本不该叫上你的。不过，你若是成了我的女婿，也算得上是自家人，对吧？当然。和子，让我跟苏阳单独聊聊。中年人不容置疑的语气让和子有些为难。不过，他了解自己的父亲，这位宠爱了自己半生的男人一定不会做出让自己为难的事。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话应该是在保护自己。遗憾地看着苏阳，又嘟了嘟嘴。和子姗姗地退到了远处。小苏，这次我们东瀛内战是决定南区的资源归属。长崎的松田一郎，广岛的清光明治，大阪的渡边雄太，三方霸主通过这次对战来决定谁才是整个南区的掌控者。有消息称，清光明治和渡边雄太已经联盟，不过就算他们2人联手，也未必会是松田一郎的对手。其实最令我担心的是，渡边雄太的弟弟渡边雄二获得了8岐大蛇的传承，虽然消息并不可靠，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一郎对战青光明志和渡边雄太已经是分身乏术，万一战场中出现了获得传承的渡边雄二，我希望你与和子能将其拦下。苏阳心中震惊，没想到东瀛国的上古神兽八岐大蛇都拥有了传承者。叔叔，如果是这样的话，没必要支开盒子吧？哈哈！中年人仰头笑了几声。小苏，之前我曾与你说过，国战之后，你能1对1打赢松田一郎，盒子如果愿意便可以随你而去。如今你愿意助力一郎登顶，我很是欣慰。不过这里毕竟是东瀛国，胜负难以预料，万一战败，你和你的国家也会受到牵连。你愿意冒这个险？苏阳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这话由自己的未来岳丈提醒，苏阳还是感到很欣慰的。叔叔，华国有句古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尽人事，听天命。况且如果是松田一郎站在了东瀛之巅，对于我和我的国家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哦，哈哈！中年人大笑，随即拍了拍苏阳的后背。好小子，未来盒子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他，相信我。中年人满意的昂胸，背手朝着盒子的方向走去，简单的耳语几句便离开了。盒子开心的小跑着朝着苏阳奔来，脚下松软的沙滩被盒子踩出一个个精致的脚印。苏阳迎了上去，撑开双臂将盒子揽在怀里。阳光、海风、沙滩，两人在海边无忧无虑的奔跑嬉戏，一点都没有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和恐惧。带我去见见你哥哥吧，我想听听他的安排。盒子双手拎着鞋子，雪腻的脚丫上沾满了沙子，他微笑着跑到海边冲了冲水。你们俩还挺有默契，我哥也发来了消息，他担心你进城里不方便，已经在来的路上了。盒子一脸开心的样子，就连看苏阳的眼神中都泛着荧光。苏阳走到盒子面前，背对着盒子俯下身去，既然都冲洗干净了，男朋友就背你上岸吧。盒子也不客气，抓着鞋子的手直接揽住了苏阳的脖子。游戏中似乎感受不到盒子的重量，不过那贴身的温热还是让苏阳小鸟依人。远处，松田一郎的人影越来越近，苏阳弓着腰，并没有放下盒子的打算。哥，妹夫。苏阳这声哥叫的有些保守，完全没有松田一郎的这声妹夫来的舒服。妹夫，感谢你的支援，父亲大人应该都跟你说了吧？是的，不过我还是想听听哥的安排。松田一郎有些拘谨，毕竟这妹夫可不是一般人。妹夫，安排谈不上，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希望你出手的。毕竟你的出场费太高，重要的是，这也许会连累到你。盒子是了解这一点的，不过他并没有出言阻止，而是决定尊重苏阳的选择。哥，你放心安排就是了，毕竟助你登顶总好过其他人。松田一郎摇了摇头，脸上的笑容看起来有些僵硬。妹夫，你的压力有多大，我能感同身受。毕竟咱们曾经都站上过制高点，对于你们国家的那场空难，我深表遗憾。国战开启之后，你们一定会受到多方针对。如果这次真的需要你出手的话，你就放手一搏吧。未来的我一定会成为你的忠实盟友。好，两人双手紧握，宣示着男人的忠诚。得到苏阳的肯定答复，松田一郎也是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第134章岛国内战，东瀛争王上。妹夫，这次的会战缘由是决定一处传承归属。有可靠消息称，这处传承就是东瀛最强魔兽九尾妖狐。谁能获得妖狐的传承，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东瀛之王。原本我是有信心的，变数就在于大阪的渡边雄太曾经放出消息，说他的弟弟渡边雄二获得了八岐大蛇的传承，所以我才摸了底。苏阳深知八岐大蛇的传承绝对不会弱于青龙多少，这才理解松田一郎的担心。哥，岛国这边有几位超过60级的玩家呢？不多，应该只有我和渡边雄二。苏阳眉头一皱，喃喃道：八岐大蛇，看来八岐大蛇的传承并非空穴来风。不过哥放心，如果渡边雄二的八岐大蛇真的出现在战场，我也会尽力将其拦下。松田一郎眼瞳一亮，再看向眼前这位60级的妹夫，心中也是明白了什么。50，神户城摩耶山。此刻摩耶山浩浩荡荡的围满了人，苏阳跟和子站在一处高地，远远的观望着。据松田一郎所说，摩耶山是一处主线任务，开启条件是需要3方联盟共同申请。任务开启之后，谁能控制摩耶山祭坛10分钟，便可以开启祭坛，获得妖狐传承。眼下3方人马正如蓄势待发的猛兽，3方领头人各自上前几步，同时探出右手触在了面前的祭坛石碑之上。任务开启，一道璀璨金光直冲天际，随之而来的一声嗡鸣响彻山谷。嗡！任务顺利启动，
这声嗡鸣犹如敲响的战鼓，大混战一触即发。苏阳站在高处看得清楚，东营的这些玩家顶在前面防御的是体型壮硕的相扑，输出的是挥舞太刀的武士，释放仙法的是拥有着诡秘忍术的忍者，后排是拥有强力控制能力的武技和团队增益的和尚，而最显眼的三方领导人竟是相同的战刺职业浪人。和子，在哥对面的二人就是青光明志和渡边雄太吧？没错，不过哥哥说过他们两人都太年轻，现在就想改朝换代还早了点。苏阳不置可否，视线紧紧盯着松田一郎的方向。哥以一敌二不落下风确实了不起，不过他手下联盟的人可能会顶不住。和子微微一笑，面对着苏阳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还有我呢？苏阳恍然大悟，怎么把自己这位强力的女朋友给忽略了？女朋友在等他们血量减半吗？没错，摩耶山的战斗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登上祭坛的玩家越来越多。不过先有人能在祭坛上站住几分钟。松田一郎清楚眼前的局势，也是不敢轻举妄动，仅仅是盯着妄图登上祭坛的渡边雄太和青光明志。渡边雄太，不能再这样纠缠下去了，咱们还是先解决掉松田一郎，再商讨任务传承的归属。他的厉害你又不是不知道。青光明志看着自己不断减少的人手，已经有些慌了。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渡边雄太可是有着双杀的计划，依我看还不是时候再等等吧。你看祭坛那边，长期联盟的玩家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了。话音刚落，一抹黑色身影便冲入了己方人群，火花闪电般的动作正迅速收割着他们失血过半的玩家。不好，是松田和子，咱俩先秒了他。眼看局势不妙，渡边雄太也是迅速改变计划，伙同青光明志朝着松田和子冲去。松田一郎早有预判，左脚后撤一步，右手摸上了腰间的武士太刀，吭的一声，利剑出鞘。松田一郎一击拔刀，直接打停了前冲的青光明志，而这即将落空的长刃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瞬间闪烁到渡边雄太的身前。暴击5245，拔刀闪得手。松田一郎手腕一抖，武士太刀立马调转方向，再次滑向后者。渡边雄太完全没想到松田一郎的截杀能如此迅猛，一下就被干掉一半的血量。渡边雄太也是有些慌乱，抬刀格挡后，立马抽身而退。青光明志同时抽出长刃，朝着松田一郎的后背劈去。然而后者并未理会，看其手中蓄力的太刀正释放着射人的能量。你想换掉我？渡边雄太惊魂未定，立马使用瞬闪逃命。松田一郎这搏命一剑着实可怕。吭，miss 2684。由于失去目标，松田一郎的致命一击落在了空出，而自己也是被身后的青光明志切掉了1/4的血量。眼看渡边雄太已经远遁，松田一郎回身切换目标，长刀伴随着一声咆哮打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光影。戏血之舞与风灵剑圣流玄德的风灵剑舞有些相似，不过这戏血之舞的攻击距离明显更远，而且打出的伤害极高，并且自身的血量也出现了回复。此消彼长间，青光明志也是冷汗直流，同样顶着松田一郎的攻击，强行使用戏血之舞换血。不过他的起手动作被松田一郎完全预判，挥出的阵阵刀影并无建树，戏血之舞产生的僵直让他心中一寒。此刻松田一郎已经走位绕到了青光明志的身后，面对着对手门户大开的局面，松田一郎微微一笑，手中长刀连斩，刷刷刷。然而长刀划过后者的身躯，3个大大的免疫弹出，一道金色能量保护住了青光明志的身体。就在青光明志的身后，一位等级高达58级的大和尚正高举着禅杖出现在了战场。金色的能量波阵是他的守护技能金刚护体盾。金刚护体盾是一种强大的伤害转移技，使用者将其作用在队友身上，就能替其承担接下来的3道伤害。而且和尚这个职业的血量成长极高，据说58级的大和尚青光原野的血量已经突破了2万。眼看作用在青光明志身上的伤害被转移，松田一郎抽身后退，保持着一些安全距离，与面前的几人遥遥对峙。原野，还好你来得及时，小心一点，这可是当年的最强刺客松田一郎。一身袈裟服饰的青光原野直接顶在了最前面，并未着急出手。渡边雄太，据我所知，你们大阪的精锐玩家应该有10万人左右，怎么此次会战只过来了5万人？第135章岛国内战，东瀛争王下。渡边雄太一个箭步来到青光原野的身边，有了广岛第一和尚的支援，他对于松田一郎也没有了之前的忌惮。
实不相瞒，熊二带着5万精锐在完成一个主线任务，我想也快结束了。青光明志和青光原野瞬间身体站立，眼神中充满震惊之色。真的是八岐大蛇吗？渡边雄太嘴角一扬，不置可否。不远处的松田一郎显然听到了他们3人之间的对话，心中的震惊一样不小。不过事已至此，自己绝对不会让步。摩耶山山顶，无数玩家蜂拥而至，山顶的祭坛上都站满了人。系统公告从未停止过提示。系统公告，祭坛上只剩1人时开始计时，781。系统公告，祭坛上只剩1人时开始计时，651。此刻的3方老大各自心怀鬼胎。松田一郎以1抵2压力最大，不过看其模样也并不急着以命相搏。他清楚己方的优势，知道自己需要给妹妹争取时间来肃清对方的精锐手下。渡边雄太同样如此，他需要等待弟弟完成八岐大蛇的传承。如若能够顺利完成，那么有了弟弟的助力，九尾妖狐的传承也就是囊中之物了。此刻的青光兄弟2人正心急如焚，凭借他们2人的实力还无法占到松田一郎的便宜，而且对战的统计面板中自己的手下不断锐减，情急之下青光原野只能有所动作。雄太，我们先上了。青光原野有意提醒之后，直接冲向松田一郎。眼看着距离松田一郎不到10码之后，青光原野手中的禅杖一阵急抖，一股迷惑般的铃铛音化为音波扩散开来。不过那音波扩散范围极小，凭借这个距离想要控制住松田一郎还是不够的。唰的一声，青光原野瞬间移动，直接出现在了松田一郎的面前，并且通过先前释放的音波将其牢牢地控在了原地。青光明智拔刀斩接闪，嗖的一道光影刺中了松田一郎的要害部位，一刀暴击直接带走其1/2的血量。青光原野可没有那么强悍的攻击力，挥出的禅杖仅仅打出了3位数的伤害。显然渡边雄太也不想放弃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长刀出鞘瞬不突脸。松田一郎的血量已经不足1/3，他这一刀下去必能将其斩杀。眼看就到了攻击距离，松田一郎已经有了恢复的迹象，本想保留瞬闪的渡边雄太只能将这保命技能用出。嗖的一声，长刀划过松田一郎的脖颈，渡边雄太双手握刀，前冲的身体定格在挥刀的动作，没有回头。他自信这一刀的伤害绝对可以带走身后的那个男人。然而那个男人虽然没了血条，却没有倒下，一身布衣突然变得血红。祭坛上数颗光点凭空出现，突然的一瞬，松田一郎凭空的出现在一处光点之前，紧接着手中的长刀便呲了出去。哈塞，暴击5244加524，一击秒杀了光点边上的对手。松田一郎的血量也恢复了524点。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哈塞，暴击5542加554，暴击5688加568，暴击5484加548。松田一郎在祭坛上不断穿梭刺杀着对手，其血量也已经恢复了大半。就在青光明之愣神的功夫，在其面前突然出现一颗耀眼的光点。不好！话音刚落，松田一郎已经凭空出现，突然放大的长刀直接击穿了他的胸膛，一击得手。松田一郎抽刀再刺，2487，根本没给后者反应的机会，就连青光原野的守护和治疗都没来得及使用。青光明智的身体爆裂成荧光碎片，徐徐散去。青光原野心有不甘，连守护技能都来不及使用。他怎么都没想到，集合了他的先手控制，再加上2名顶尖高手的刺杀，竟无法击败松田一郎，而且还被其反杀1人。难道说面前的这个男人真的就是命中注定的王者？几轮突刺过后，松田一郎的血量已经回满，一身血红渐渐褪去，蓝色阔腿长裤搭配的白色长衫已经恢复了本来的面貌。小心一点，他满血了，提醒了一句。渡边雄太谨慎地注视周围，生怕身边会出现那些恐怖的光点。青光原也虽心有不甘，但很快恢复了冷静。50级的绝命套装是吗？连这种装备都能让你凑齐，不愧是长期之王。听到青光原野的解释，渡边雄太大为吃惊。绝命套装的单件曾在网站上出现过一次，由于装备上显示着唯一的特性，它的单价更是达到了2亿东银币。凑齐这套装备的难度不亚于获得妖狐的传承，过度的装备而已，真的值得吗？渡边雄太眼见已方落于下风，才打算心理战。更重要的是给弟弟渡边雄二拖延时间，因为那边已经发来了传承成功的消息，想必很快就会过来。渡边雄太的有恃无恐让松田一郎心生警觉，
虽然他拥有着妹夫这张王牌，不过能不使用还是不要轻易动用。况且如果真的出现八岐大蛇，他也不确定自己妹夫能不能顶住。眼下山顶的祭坛已经没人敢轻易踏足，三方人马也是围在祭坛边遥遥对峙，等待着自己老大的施令。冲！松田一郎一声令下，身后的众人不要命地冲了出去，直奔祭坛上。那以命换命的打法着实有效，广岛和大阪的玩家被逼迫得节节败退。渡边雄太显然是有着自己的打算，丝毫不见慌张。而青光原野失去了青光明志之后，已经难堪大用。松田一郎顺势登上祭坛，身边的手下也是识相的退了下去。系统公告：祭坛开启倒计时9点58分秒。这一幕系统公告直接让渡边雄太傻了眼，他可没预料到松田一郎竟敢当着他们的面去获得传承。带着不甘的怒火，渡边雄太朝着身边大喊道：“青光原野，支援我一下！”话音刚落，渡边雄太整个人如脱缰的野马般朝着松田一郎掠去。青光原野双手合掌，一道金色光盾直接作用在了渡边雄太的身上。不过渡边雄太还没冲上祭坛，一道黑色光影直接挡在了他的面前。黑色身影绝美的身姿此刻正露出戏谑般的微笑。想上祭坛？我觉得不行。第136章八岐大蛇现身，妹夫出手。对手还未近身，和子已经连斩3刀，他的影子身法已经运用的越发熟练了。凭空挥出的3刀直接破掉了渡边雄太身上的守护盾，失去了青光原野的守护，渡边雄太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不敢造次。眼看对手放弃了冲上祭坛，和子也是默默地站在祭坛边上，守护着松田一郎的传承。忽然间，远处的天色变得无比昏暗，遥遥望去，竟是黑云压顶，电闪雷鸣，数道身影就在那黑云之下缓缓走来。大阪城和广岛城的玩家纷纷停止攻击，回头看去，心中无不惊叹，可算是赶来了。渡边雄太终于露出了摄人的微笑，默默后退几步，脱离了正面的战场。摩耶山黑云压过，照耀在祭坛上的光也被瞬间淹没。看着系统提示所剩不多的时间，松田一郎缓缓地呼出一口浊气，平复了内心的情绪，口中喃喃自语：该来的始终会来，不过是我的终将是我的。渡边雄二带着所剩不多的人手，毫不心急地在祭坛边上站定，冷冷地注视着祭坛之上的松田一郎。成了是吗？那还在等什么？传承只剩下2分钟了。渡边雄太有些着急，毕竟自己的兄弟已经获得了八岐大蛇的传承，眼下这9尾妖狐岂不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大哥，传承可不是那么好获得的，打开了祭坛他也没法获得传承。你看看我身边还剩下多少人？渡边雄太四下打量，这才发现跟熊二一起回来的玩家才不过100人，这跟当时一起去做任务时的5万人相比，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怎么回事？渡边雄太情绪颇为激动，本来还指望着熊二带着5万人回来，有了人数上的压制，能一举拿下松田一郎，如今看来已经是不可能了。看着大哥那紧张的模样，渡边雄二忍不住发笑，哈哈，还不是被这个八岐大蛇搞的，5万人被他杀的差不多了，好在最后一切顺利。他瞥了一眼祭坛之上的松田一郎，不屑道：咱们就等那个家伙打开祭坛，坐收渔翁之利吧。渡边雄太似乎听懂了这言外之意，便不再多嘴。不过身边的青光原野可不这么想，他怎能甘心松田一郎如此轻松地收获妖狐的传承？渡边雄二，你在等什么？再不出手的话，松田一郎就要获得妖狐的传承了。难道你觉得自己的八岐大蛇能打败9尾妖狐吗？聒噪！面对着暴跳如雷的青光原野，渡边雄二毫无顾忌的话如一枚利剑刺穿了前者的心脏。青光原野的愤怒俨然已经达到了顶点。你就是这样联盟的吗？联盟？渡边雄二漠视着面前的青光原野，联盟只适用于能力相仿的情况，现在的我只允许你臣服。霎时间气氛变得紧张，青光原野的身后最起码还拥有着1万人，自己的老大被嘲讽，那就是打他们所有人的脸。吭的一声利剑出鞘，现场气氛瞬间剑拔弩张。哈哈哈！渡边雄二一声大笑，长剑指天，无数密布的黑云瞬间翻涌，滚滚黑云不断变换着模样，直到幻化成了一头参天巨兽。巨兽8头8尾，龙首蛇身，甚是骇人。去！渡边雄二一声令下，八岐大蛇呼啸着头颅，带着庞大的身躯朝着青光原野的方向冲去。轰隆隆！大蛇夸张的覆盖面积根本来无法躲避，8头如炮弹般的头颅直接在青光原野的队伍中炸开了花。渡边雄二的这一击直接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渡边雄太眼神中充满了炙热，
想象着妖狐得手之后，自己也会拥有这般毁灭天地的力量。何子站在祭坛边上，眉头紧锁。他清楚对手的这种实力，自己如何也是挡不住的。而祭坛之上的松田一郎更是站直了身体，随时准备搏命。仅仅一击，青光原野所剩不多的手下玩家再次折损1000人。此刻，回过神来的青光原野默默地退到了祭坛侧面。当初的合作和允诺，只因这一击而彻底溃散。松田一郎，我助你登顶，你可会食言？当然不会，那般龌龊事，我松田一郎可不屑去做。好，青光原野已经做好了搏命的打算。毕竟青光明智已经挂掉，自己这边又没有特别强力的战词，辅佐松田一郎是打败渡边兄弟的唯一机会。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掉，我这八岐大蛇的杀气还不稳定，正需要你们的血来祭奠。蝼蚁们，就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叫天选之人。轰的一声，渡边雄二的整个身躯突然黑光环绕，摄人心魄的黑色更是将前者渲染的阴森恐怖。在他身上，黑色光影不断扩大，随即在他身后形成一头高达100丈的八岐大蛇。哈哈，犹如蝼蚁的你们！渡边雄二伸出长剑，八岐大蛇仿佛得到了进攻的指令，整个身躯向前压制，带着莫大的压力朝着祭坛这方的众人笼罩而来。面对八岐大蛇带来的庞大压力，如蝼蚁般的人类玩家仿佛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被压制的根本无法动身。渡边雄二越看越兴奋，表情越发狰狞，手中的长剑也是顺势挥了下去。轰隆隆，巨大的轰击声仿佛天罚降临，整个摩耶山就像要坍塌一般止不住的摇晃。所有人都来不及反抗，只觉得一阵大力袭来，脑海中瞬间一片空白。风卷残云，尘土飞扬。渡边雄二露出狰狞的笑，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望着眼前这毁天灭地的一击。渡边雄二身后的玩家同样露出兴奋之色，先前被松田一郎压制的毫无脾气，如今看到八岐大蛇传承者的威力，他们自然扬眉吐气。然而正当他们沉浸于八岐大蛇的恐怖威力时，一位小弟突然叫道：二哥，战损面板中对手的人数并不见减少。不可能！渡边雄二深知他这一击的恐怖威力，没能干掉对手1000人都算自己打得偏，怎么可能一个人都没击杀掉？而另一边，当尘土散去，松田一郎艰难地挺直了身子，耀眼的金光如沐春风般地洒在他的脸上。先前的一瞬，他仿佛看到了一位堪比八岐大蛇的金光巨人。松田一郎激动的声音打颤：妹夫，是你吗？松田一郎看得没错，之前的众人被八岐大蛇压制的抬不起头来，苏阳正是利用这个空档传送到了盒子的身边，开启青龙变身后便激活了无敌之火，依靠着那一团火焰包裹的金色巨象，直接顶住了八岐大蛇的攻势，保住了长崎一方众人的性命。第137章搏命之际，烽火连斩。此刻的苏阳正站在盒子的身边，身上的熊熊火焰正肆无忌惮地燃烧着。盒子，带他们往后退退。好的，你小心些。看着面前已然出手的苏阳，盒子也是难掩激动之情，赶忙挥手示意着众人后退。是这个家伙守住了八岐大蛇的进攻，先前还信心满满的大阪城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华夏玩家？怎么会有华夏玩家出现在这里？渡边雄二身后一片哗然，就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八岐大蛇接连释放2个杀招，如今也是到了强弩之末，这怎能不让他感到愤怒？华夏小子，找死！渡边雄二提剑便上，头顶的黑云也是被他完全吸收进了体内。虽然爆发力大不如前，不过八岐大蛇附体带来的10倍增益，仍是让他的血量上限突破了13万。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更何况自己势在必得的一击被眼前的一国小子所抵挡。渡边雄二双眼猩红，手中紧握着那柄泛着青光的武士太刀。唰的一声，渡边雄二手中的太刀划过虚空，借着一个闪烁的能力，直接贴到了苏阳的面前。手起刀落，这干净利落的一击准确无误地劈在了苏阳的胸前。不过苏阳身上的火焰仍在不断地燃烧着，大大的免疫字样飘了起来。渡边雄二见状立马退走，可是苏阳的反击也同样迅速，破盾斩脱手而出，噗呲，8945。渡边雄二被这一击的力道吓得不轻，不过拥有了13万的总血量，他也是逐渐放松了警惕。战场两边的所有人识趣的围在远处观战，没有老大的发话，他们也不敢介入战斗。松田一郎直接从祭坛上跳了下来，眼下一切传承都是未知之数，而苏阳的胜负尤为重要，胜则获得妖狐传承，
败则将其拱手相让。面对八岐大蛇的传承人渡边雄二，松田一郎完全没有信心能将其击败，眼下只能寄希望于自己这位神秘的妹夫了。哥哥，你怎么下来了？这传承似乎不那么简单，先备战吧。紧张的气氛弥漫全场，而战场中的两人却淡定自若。渡边雄二依仗着自己13万的血量傲视全场，而苏阳同样拥有着自己的杀手锏。只见其长枪横扫，蹭的一声，引燃10团火球环绕着枪柄开始燃烧，任谁都能明白这家伙要出招了。原力冲锋，苏阳整个身躯化为一道残影，瞬间突进到渡边雄二的身前。魔化的红绫枪附带烽火，连斩的第一击狠狠落在对手的胸前。3248，这骇人的一枪竟然只打掉渡边雄二的皮血，惹得后者大笑出声。哈哈哈，你在逗我吗，华夏小子？看着对手释放嘲讽技能，苏阳选择性失明，继续长枪连刺。吭吭，3031， 3637，连续3次的攻击都是3000多的伤害，虽说已是不弱，不过对于总血量高达13万的渡边雄二来说根本不够看。青光源也面露难色，凑到松田一郎的身边问道：“这是自己人吧？虽说已经很强了，但想要击败现在的渡边雄二怕是不够啊。”咱们做好迎战准备吧。渡边雄二一直没有释放出八岐大蛇，想来也是有着一些限制。不，我相信他可以。你们还是退远一些，别影响了苏阳的发挥。松田和子的眼中无比自信，语气毋庸置疑。松田一郎深知和子的脾气，自己妹妹认定的事情绝对要坚持下去，因此他也是连同青光原野一起，识相的带着手下的人退到了远处。战场中，渡边雄二面露嘲讽之色，口出狂言，无比的嚣张。小子，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站在这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渡边雄二再次举起长刀，脚步越发的急促，直直的朝着苏阳的位置冲去。那长刀在距离苏阳几步的位置轰然斩下，苏阳只觉得一道黑色光影压了过来，双手下意识的架起长枪抵了上去。不过这光影威力不凡，虽然苏阳使用招架抵挡，但那光刃仍是穿过了红绫枪，落在了苏阳的肩膀之上，一刀带走苏阳5000加的血量。渡边雄二还是略微有些诧异，按照他的计划，这一击足够要了对手的小命，看来眼前这位异国小子还真是有些能耐。吭吭，4364加436， 5237加523。就在渡边雄二稍微愣神的功夫，苏阳直落2枪，紧接着整个人高高跃起，带着脚下的雷光狠狠地突向对手。棒！一声闷响之后，渡边雄二发现自己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顿时有些慌神。6285加628， 7542加754， 9051加905。苏阳2秒挥出3枪，伤害不断叠加。此刻红绫枪的枪柄之上仅剩2枚法球。嗖！苏阳再次抽出1枚法球，长枪回收，开始蓄力。枪刃之上光芒大盛，破盾斩，轰通，36408加3640。苏阳这蓄力一击，直接让对手的血条消失大半，而自己则是利用红绫枪的吸血特性回满了血量。随着枪柄之上最后1枚法球的消散，苏阳整个人悬浮于空，金色的身影犹如天神降临，恐怖的百道幽灵厉鬼破土咆哮而出。8808 8845 8516加2245加1182加3056。此刻看着自己仅剩3万血量的渡边雄二已经慌了，不过他奋力挣扎的身体仍然无法脱离擎天机的沉默。就在沉默限制消失的一瞬，渡边雄二立马启动了保命的无敌技能，抽身后退。而对方和尚眼看自己的老大陷入被动，也是提供了护体神盾和治疗。松田一郎见状怒火中烧，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妄图对逃遁的渡边雄二进行斩杀。青光原野同样看到了机会，忙不迭地使用护体神盾为松田一郎保驾护航。此时最冷静的要数松田和子，只见其一个突进来到了苏阳身边，双手架起匕首以防对方的偷袭。释放过天魔缭乱之后的苏阳稳稳地落在了和子身边，语气焦急：“和子，哥会不会有些上头了？我们过去支援吧。”“哥哥不会有事，男朋友的攻击模式需要调整一下。”第138章青龙王 vs 八岐大蛇。苏阳一愣，这才发现自己的攻击模式是全体混战。和子已经被自己刚才的天魔缭乱打掉了不少血量，调出会战面板，三方人员数据立马显现：长期联盟34562人，
广岛联盟8204人，大阪联盟33481人，将大阪联盟设置为敌对，又将长崎和广岛联盟调整为友好。设置完毕，远处玩家的名字立马出现了变化，之前全部的红色，此时一部分已经变成了蓝色。另一边，眼看松田一郎孤军深入，渡边雄太也是怒目圆睁。他清楚这个时候必须保下自己的老二，只有老二活着，才有机会赢下眼前的局面。就在渡边雄二身上无敌光泽消失的一瞬，松田一郎催马赶到，手中长刀连斩，加2268 4845 3964。可惜对方的和尚玩家素质极高，持续给予的治疗让渡边雄二顺利的退了回去。大哥，帮我争取一点时间。看着狼狈逃回的渡边雄二，渡边雄太连忙安排手下小弟将其护在了身后。胆敢只身一人冲进来，真是自不量力，给我急火秒了松田一郎。渡边雄太身边几位声望颇高的玩家立马组织人手将松田一郎团团围住，各种技能直接招呼了上去。然而令苏阳感到意外的是，以和子为首的长期玩家似乎并不担心松田一郎的安危，他们只是簇拥在和子身后，等待他的施令。小姐，小姐夫，会长已经做好了标记，我们随时可以行动。苏阳身侧，一位58级身着黑袍的忍者提供了情报。动身！和子一声令下，苏阳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传送进了对手的方阵中。愣神的功夫，这些长期联盟的玩家竟分成机组，里应外合的发起了总攻。好一个以身犯险，诱敌深入。渡边雄太这才发现，先前包围松田一郎派出去的精锐玩家，此刻已经全部淹没在长崎的大军中，强忍着情绪没有发作。渡边雄太只能依仗自己二弟这张底牌。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阪这边已经露出了疲态，没有强力的玩家控住局面，落败只能是迟早的事。二弟怎么样了？已经可以维持住一些变身时间了，咱们那5万人也快到了，准备反打。听到渡边雄二肯定的语气，渡边雄太终于露出耐人寻味的微笑。不远处，松田一郎如箭头一般狠狠扎入大阪城的心脏，势如破竹地冲在最前线。在其身后，一众玩家同样气势如虹，青光源也面露喜色，还好自己悬崖勒马，在最后关头找对了盟友。然而那份喜色稍纵即逝，远处的黑云再次密布，随即滚滚而来，压过了头顶。令人恐惧的八岐大蛇再次出现，而这次的八岐大蛇显然更加的凝实。屋漏偏逢连夜雨，最令人绝望的是，大阪的5万精锐玩家已经赶到了战场。此时，胜利的天平再次倾斜，变身成功的渡边雄二根本不再废话，手中的黑色长刃直接锁定松田一郎。八岐大蛇尖笑着推向战场，所过之处无不疮痍。糟了，没想到渡边雄二还能召唤出八岐大蛇，这下我们能顶住吗？长崎一方，众人眼神迷茫，士气一落千丈。渡边雄二这次明显不打算留守，眼看他带着八岐大蛇就要冲入人群，苏阳无奈地笑了笑，抬手触上了青龙变身的按钮。轰隆，八岐大蛇的进攻似乎遇到了阻碍，巨大的身躯轰然后退了几步，这可惊呆了渡边雄二。这种感受太真实了，难道对面真的有人能阻止八岐大蛇的进攻？长崎这边，一道金色巨象迎风暴掌傲立天地，燃烧着的巨大光影将这方天地照耀得无比璀璨。小姐夫，真的是小姐夫！幸福来得如此突然，长崎的玩家看到八岐大蛇再次出现，已经绝望。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小姐夫同样是一位传承者。松田一郎干笑了几声，同样震惊于苏阳的强大，真是厉害的家伙啊！不过还不是被我妹妹拿下了，哈哈哈！哥，你说什么呢？我都听到了。和子俏脸一红，视线始终停留在苏阳的背影之上。突如其来的变故同样震惊着大阪城的玩家。本以为恢复能力的渡边雄二可以依靠八岐大蛇碾压对手，然而这金色巨象让他们明白，眼前那位异国小子同样不可小觑。金色巨象的出现让渡边雄二变得清醒，使他不得不认真审视眼前的局面。然而八岐大蛇见到那金色巨象之后，仿佛有意退缩一般，不敢上前。蹭的一声，巨象手中的红绫长枪猛地燃烧起10团火焰，那些火焰环绕着枪杆疯狂转动，随即爆裂成道道流光，钻入了长枪之中。烽火连斩的10次攻击叠加，直接被苏阳一击用出，破盾之力带出的音爆声声炸响。被巨象锁定的八岐大蛇再也无法行动分毫，金色长枪轰然落下，面前空间扭曲，
一股无形的压力死死地控制着他的身体。空，巨象挥出长枪，直接炸碎了八岐大蛇的身躯，同时也宣布着这场战斗的结果。金色巨象一声冷哼，长枪处的尽显霸气与威严，望着面前渣都不剩的渡边雄二，渡边雄太瘫软地坐在了地上。一击得手，苏阳解除了青龙变身，毕竟眼下最大的危机已经不在，自己还需要保留自身实力，以防止妖狐转城出现的意外。刚刚抵达战场的大阪城5万人还未从八岐大蛇的恐惧中恢复过来，如今看到这更加恐怖的金色巨象，再加上瘫坐在地面上的会长，他们实在是提不起进攻的欲望，士气一落千丈。然而长崎一方却士气如虹，虽然人数上不占优势，不过他们的主力框架依然完整，而且还拥有着小姐夫这种恐怖杀气。快看，他们会长下线了，咱们赢了！随着渡边雄太的下线，大阪城一方已经放弃了对抗，一道道光影闪烁，传送回城，一片慌乱。几分钟后，大阪城方向已经没了人影。松田一郎微笑着来到苏阳身边，拍了拍后者的肩膀，还是需要妹夫出手啊，不过我说过的话一定能做到，你也一样青光原野。显然这后一句话是提醒青光原野的，他可不会做出渡边雄二那般龌龊事。青光原野凑上前去微笑道，松田一郎的口碑还是极好的，这一战之后恐怕已经无人能阻你登顶了，上去吧。松田一郎安顿好手下，直接踏上祭坛，随即祭坛也进入了倒计时。第139章九尾妖狐决断试炼。和子挽着苏阳的手臂，默默等待着祭坛的开启。不错嘛，男朋友，还可以吧，哈哈哈。两人有说有笑，完全没有顾忌周围那些人的目光。长崎队伍中的几位领头人显然是等不及了，他们蹑手蹑脚的来到和子身边，小声询问：小姐，我们可不可以跟小姐夫合个影？和子与苏阳对视一眼后欣然同意，可以啊，都过来吧。然而当他们全部凑上来之后，那位58级的忍者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小姐，可不可以先请你站在一边，我们先跟小姐夫合个影。和子被这些家伙气得哭笑不得，只能干笑几声站到一旁。不过看着苏阳在他的地盘拥有如此待遇，他也乐得于此。小姐夫，我也想跟你合照一张，可以吗？青光原野屁颠屁颠地凑到苏阳身边，而刚刚赶到战场的青光明志更是摸不着头脑，只能跟着青光原野站在一起，与这位异国小子合了张影。祭坛上一阵红光通天而起，一道尖锐的笑声自祭坛底部传了出来。好运的小子，我在地下等着你。松田一郎挥了挥手，召集着自己的心腹。青光原野同样带着青光明志踏上了祭坛。传承任务已经开启，不过想要获得传承，仍需要完成接下来的试炼任务。此次任务估计耗时不短，大家安顿好自己的手下，咱们组成眼前的10人小队，一起探索这个试炼任务。妹夫，你怎么样？我可以一起。大家各自安排好手下之后，便再次登上祭坛。松田一郎作为队长，也是将大家一一组进队伍。通天的红光不见减弱，松田一郎一马当先，直接跃进坛底。随后小队众人便在那红光中一一跳下祭坛。这地下祭坛一层的任务是勇气的试炼，还要突破一位祭坛守护者。这个流程怎么这么熟悉呢？苏阳的喃喃自语被和子收入耳中，后者也是小声询问：怎么，你获得传承的时候是不是经历过这些？还真是，那我在这里算不算作弊？可别让一郎哥的传承出现什么瑕疵。说的也是，你也不用刻意引导，我哥挺聪明的，看他发挥吧。果不其然，这妖狐的传承与青龙传承颇为相似，拥有着深邃巨坑的勇气试炼，悬崖绝壁的智慧试炼，舍己为人的奉献试炼。不同的是第4层的决断试炼，这份试炼让苏阳醍醐灌顶。东瀛毕竟是发达国家，一些做法还是值得称道的。这决断试炼正如华国的一句古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能拥有独裁决断的气魄本身也是一种能力。时间不知不觉的来到晚上，松田一郎心疼自己的妹妹，决定下线，又相约在明天晚上8点进入地下祭坛的第5层。苏阳退出游戏，来到客厅觅食。大厅中，胖子3人正狼吞虎咽的吃着饭。苏神，你去岛国之后发生了2件大事。什么大事啊？苏阳拿了副碗筷加入战斗。齐齐用力的咽了口饭，瞪眼说道：我们跟那个京城3杰打起来了，你猜怎么着？打赢了呗，看你那兴奋劲。齐齐嘿嘿一笑，还真被你猜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能打赢吗？我猜是长河落日和萌萌都到了60级吧，毕竟对手的装备星级已经不是你们目前所能破防的。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2位大法师突破到了60级，获得了进阶的能力。哈哈，我就说苏神能猜到，你非得自讨没趣。大潘口中含着米饭，依然释放着嘲讽能力。而苏阳吃了一点之后，便放下了碗筷，看其表情有些凝重。怎么了，苏神？胖子非常敏感，立刻发现气氛的微妙。苏阳抿了抿嘴，严肃道：大家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或者说努力方向？京城3杰的实力，想必你们都已经见过了。未来大周互通更是能人辈出，想保住现在的局面肯定不简单。胖子颇感无奈，轻声道：确实，之前没有遇见强劲的对手，还觉得自己实力了得，如今看来还差得远呢。奉天城的竞技场已经开通，我的目标就是拿下战魔第1，总战力争取进入前5。齐齐刚要发言，却被苏阳抬手阻止了。没错，先要认识自己，再去朝着目标努力，这是对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们几点。首先，纪元跟灵动有些区别，这里的个人主义非常鲜明，个人能力上限极高。其次是金币的重要性，京城3杰的装备如果放在你们的身上，我想你们一定比他们更强。最后要适当放权，让手下的人去负责行会内务。你们的主要精力就是升级变强，60级是质的飞跃，同样隐藏职业和传承更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建议你们快速升级，多参与竞技场实战，多去挑战高等级 BOSS。 室友3人醍醐灌顶，纷纷放下手中的碗筷，准备立即上线大干一场。等等，第2件大事是？3人嘿嘿一笑，纷纷看向楼上小雨的房间。话一说完，苏阳又来了胃口，端起碗筷便自顾自地吃了起来。不一会，4美相继下线来到客厅。令苏阳惊奇的是，萌萌竟然跟在小雨身后，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师傅，爱徒来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萌萌噔噔几步下了楼梯，直接挽着苏阳的手臂撒娇道：师傅，京都大学去我们高中招人，还开设了网游班。苏阳抓下萌萌挽着的手臂，疑惑道：你报名了？报什么名？保送好吗？牛不牛吧？萌萌鼻尖扬了扬，骄傲极了。小雨站在一旁也是控制不住自己想笑的表情。可不嘛，萌萌现在可厉害了，是咱们关东州的战榜第1呢。苏阳不置可否，继续追问：保送之后呢？不用上学了？当然了，京都大学网游系主任都去我们学校夸我了，让其他人努力向我学习。京都大学网游系主任？那不是你爸吗？是我爸爸，怎么了？他可从来没当过这么多人的面夸过我。吃好了吧，师傅，咱们出去跑跑步。经不住萌萌的软磨硬泡，苏阳也确实有话要单独跟萌萌聊聊。第140章，妖狐传承者松田一郎。2人一左一右漫步在校园的塑胶跑道上。师傅，遇见你之后，我真的特别开心。有了混乱元素作为榜样，我的学习成绩都变好了。老师夸我，老崔也夸我，同学们知道我就是倾城柠檬，更是把我当作大神对待。如今京都大学在我们学校设立了网游产业班，而我成为了全校第1位保送生。事事顺心，好想谈个恋爱啊。萌萌抻着懒腰，吓得苏阳一个机灵。不过爱徒事事如意，自己也替他感到高兴。萌萌，击杀谢博尔克只剩下你自己的时候，你怕吗？提起往事，萌萌仍心有余悸，整个身体明显怔了一下。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是一场游戏。回忆起往事，萌萌突然眼圈渐红，他抿抿嘴继续说道：我相信哪怕真的直面死亡，这些伙伴也同样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是我亏欠了大家。当时大家都是出于对局势的判断做出的选择，你不用自责亏欠。苏阳会心一笑，揉了揉萌萌的头。不过无论是游戏还是现实中，遇到危险，师傅都会第一时间挡在你前面。听到苏阳这发自内心的安慰，萌萌再也控制不住眼中的泪水，哗啦的一下便哭了出来。苏阳只觉得一阵心疼，将萌萌抱在了怀里。晚上8点，以松田一郎为首的小队10人再次集合完毕。此时他们正陆续踏入地下祭坛最后一层的空间漩涡。祭坛5层，一个巨大的囚笼出现在众人面前，一道红色的封印符紧紧贴在囚笼之上。囚笼中，一头堪比8岐大蛇的红色生物正伏在那里。这红色妖兽如狐一般尖牙利爪，尾生九羽，正冷冷地注视着囚笼外的一切。一群无知的人类小子，戏谑了一句。九尾妖狐再次伏下了身子，然而当他的视线扫过苏阳时，整个身躯突然僵硬，汗毛竖起。什么情况？炸毛了？囚笼内，九尾妖狐瑟瑟发抖，整个身躯颤颤巍巍地向后退了几步。青爷，是小红啊。青龙王的声音极具威严。
不过听这话的意思，这两头巨兽之前便认识，从那九尾妖狐的神情和语气中不难看出，他对于青龙王是相当忌惮的。青爷，没想到连你都拥有了传承者，这个小子还真是有福气。他是战剑一族龙皇的传承人。什么？囚笼内的九尾妖狐大叫一声，仿佛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小哥哥，别来无恙啊！接连受到青龙王的暴击，妖狐也是态度急转。苏阳微微一笑，提醒着松田一郎解去封印，而后者也是上前几步，毫不费力地撕下了贴在囚笼之上的红色符印。铁笼嘎吱一声打开了门，九尾妖狐被囚笼困在此处，历经万载，此刻得以脱身，并没有使他感到兴奋。几步踏出囚笼，九尾妖狐盯着面前如同蝼蚁般的松田一郎，不屑道：“开始传承吧，去拔出石台上的长刀。”松田一郎有些错愕，任务中明确写着要击败眼前这头妖兽，难道说不用打了？不打吗？松田一郎鬼使神差的疑问气的九尾妖狐直跳脚，毕竟他担心妖狐的传承出现纰漏可以理解，而妖狐见到青龙王之后还哪敢动手，他用力的甩了甩头：“不打，不打，你赢了，快去拔剑出来。”松田一郎只好照做。当他来到石台握上那柄长刀时，整个空间便开始坍塌，无数雷电汇聚，轰击着松田一郎的肉身。一击之下，前者衣衫竟会露出焦黑的皮肤。松田一郎紧咬牙关，用力的将那柄长刀拔出一截。蹭的一声，似乎是激活了什么能力，松田一郎的身躯突然燃起白色的火焰。借着这股气势，石台上的长刀竟被其一鼓作气的拔了出来。九尾妖狐看得激动，没想到这小子还真得到了神器天丛云的认可。本来他想着让眼前这些小子挨个尝试去把这天丛云，最后再随便打发了他们，毕竟青龙王就在旁边，他可不敢轻易动手。没想到这神器择主而噬，既然压制自己的神器天丛云都认可了眼前的小子，那自己传承于他也不至于丢了身价。想到此处，九尾妖狐直接幻化成一缕流光冲进了那柄天丛云中。天雷炸响，一道蓝白闪电直接击中松田一郎的身体，后者强忍着疼痛，双手紧紧握着那柄长刀。场外的几人艳羡地望着这一幕，唯有和子露出担心之色：“不用那么紧张，应该没问题的。”话音刚落，松田一郎整个身躯都幻化成了红色，身后巨大的妖狐影像威风凛凛。成了！和子高兴极了，就连身边的几位长期副手同样满眼激动。获得妖狐传承就意味着称霸东瀛南区，而东瀛北区历来孱弱，想来登顶东瀛只是时间的问题，而统一了境内就能向外发展。看来东瀛这次纪元比灵动的发展还要顺利。解除妖狐变身，松田一郎只身来到苏阳面前：“妹夫，这次辛苦你了，如果不是你的原因，我想这次的传承不会这么轻松的。哥哥，恭喜你了。”松田一郎看向和子，宠溺的笑了笑：“在华国有妹夫照顾你，在岛国有我，看来你才是最大赢家啊！”哈哈哈。松田一郎笑得前仰后合，不过很快又想起了一些事情，便问：“妹夫，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苏阳被问得一愣：“听女朋友差遣，父亲曾与我说过，如若你能助我登顶，那么也便放心将和子交给你。和子如果愿意随你回国，我们也绝不阻拦。”这话当着和子的面说出来，和子自然是难为情。他的确向往着华国的生活，想念华国的朋友，更是想要苏阳能陪在自己的身边。可是他同样不舍得自己的父亲，和子的这份纠结苏阳全部看在眼里。“我陪你在岛国转转。”“你是说游戏里还是现实中？”和子面露兴奋之色，这份邀请毫无遮掩又不可拒绝。苏阳会心一笑，轻声道：“我查查机票，订好了告诉你。”听到妹夫要来岛国，松田一郎自然是要尽地主之谊，订好机票也通知我一声，我给妹夫接风。好。第141章中立地图军舰岛。松田一郎成功获得了妖狐传承，接下来便是肃清大阪的敌对势力，因此也是带走了长崎的一众骨干。广岛的青光兄弟二人在最后时刻终于看清了渡边二人的真面目，如今也是攀上了松田一郎的大腿。地下5层的废墟，此刻只留下苏阳与和子两人，还差多少经验？60级，才刚刚升到59级。苏阳调出系统地图，从自身所在的红色小点开始向外寻找，两人一路并肩同行，大约步行20分钟，来到一处上官町，怪物等级60至70之间。上官町是位于摩耶山东南部的一町，关口十分狭窄，两人从关口向内望去，密密麻麻的黑色肉虫匍匐在地上，毛茸茸黏糊糊的，让人一阵反胃。
暗黑毛虫，等级65，血量65000，攻击610-700，物防435-562，魔防566-645，技能淬毒粘液。何子靠在苏阳肩头，柔声道：“为什么把他们设计的这么恶心？好想躺平摆烂。当然是想激起咱们进攻的欲望。如果怪物设计的十分可爱，那你们就更不好下手了。”轻抚着何子的头发，苏阳满眼宠溺。既然女朋友想躺平，那么剩下的事就交给男朋友吧。何子倚靠在上官艇的入口处，笑容灿烂地看着杀入怪群中的苏阳。苏阳则是围着上官艇跑了起来，身后那数不清的暗黑毛虫蠕动着身躯，喷吐出绿色的粘液。这些怪物动作缓慢，不过仇恨距离很长，哪怕苏阳跑得老远，这群怪物依然朝着前者的方向挪动着。已经绕跑了好几分钟，苏阳身后已经密密麻麻堆积了无数的暗黑毛虫，其中一只泛着金光的毛虫刚毛直竖，在怪群中十分显眼。苏阳锁定 BOSS 原力冲锋，瞬间破境，手中长枪横扫，10枚法球瞬间点燃，24457、4465、4551、5346、5431、5278、6487、6371、6574。BOSS 血量似乎接近150万，苏阳的破盾斩再加上2次普通攻击，竟只打掉他一点皮血。不过令人惊喜的是，长枪的箭射伤害同样继承了烽火连斩的特性。围绕在苏阳身边的几只暗黑毛虫已经昂起了前身，用他们黏糊糊的肉体撞向苏阳。那只金色的毛虫 BOSS 更是一口老痰吐在了苏阳的身上。苏阳只觉得自己的行动变得迟缓，嗜血连斩、擎天击、天魔缭乱，随着烽火连斩攻击力的叠加，他将手中的技能全盘托出，待到最后，他竟用出了烽火连斩第10枪的龙战鱼野，那可是相当于龙战鱼野5倍的攻击力，哪怕暗黑毛虫统领150万的血量都被这一击轰到溃散。上官艇，无数条青龙翻滚肆虐，足足方圆100码的距离被夷为平地，露出的真空地带不断闪烁着装备的光芒。刷刷，2道金光同时降临，苏阳跟何子相继升了一级。灵儿，灵儿！苏阳叫了几声，却没有回应。何子听到动静，几步跑到了苏阳面前：“在叫我吗？男朋友效率不错呀，这才1会的功夫就升级了。”这 BOSS 爆出了一件粉色装备，看起来不错，是60级的衣服，快速的清理了这片战场。何子也是换上了新的装备，苏阳这一抬头，眼睛便挪不开了。何子上身的衣服用料更加节省，露出的细嫩皮肤被衬托得更加白皙。白吗？真白。哪里白？这天空的白云真白啊！两人抬头仰望，看着灰蒙蒙的天，噗呲一下笑出了声。上官艇面积不小，两人深入一段之后，再次引了一大波怪。苏阳如法炮制，这次没了 BOSS 的阻碍，苏阳仅仅使用了烽火连斩接天魔缭乱，就清出了一方空地，一直刷到夜里12点。何子看起来已经有些疲倦了，此刻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62级，而苏阳更是来到了63级。相约了第2天的上线时间，何子便下了线。苏阳盘坐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抬头仰望着西方的星辰，星云浩瀚，闪烁着点点荧光。众星捧月，谁又是独一无二的月亮？月亮之上繁星似锦，9天之下四海苍茫。面前的高山流水让苏阳有感而发，想来也奇怪，这异国他乡的土地就是容易让人心生感悟。次日上线，苏阳发现自己仍处在山水峭壁之间，眼前的那处银光忽闪忽闪的。苏阳盘坐在原地，静静等待着何子。咻！何子准时上线，微笑着朝着苏阳的方向跑来。机票订好了吗？下午3点飞。何子笑得更开心了，直接挽上了苏阳的手臂。带你去个地方，你在这里等我消息。不等苏阳回答，何子直接消失在了原地。过了几分钟的时间，便发来了消息。苏阳扭动传送戒指，选中何子，直接传了过去。眼下是一座海上小岛，又或者说它是一个海上要塞。海岛边缘围绕着10米高的岸壁，令苏阳心慌的是，他的所有技能全部变成了灰色。这种情况可是第一次出现，苏阳有点慌。这里是东瀛的中立地图军舰岛，是玩家放松娱乐的场所。这里没有怪物，有的是一些玩家需要操控的娱乐对战机器。何子似乎看出了苏阳脸上的恐慌。我之前来过一次，还挺好玩的，有很多冒险的项目还没尝试过，这次有你在，我想试试。好。熙熙攘攘的街道旁人来人往，各种娱乐设施项目一应俱全，很多玩家现实中不敢尝试的蹦极，在这里都得以实现。
何子拉着苏阳来到一处名为灵魂电车的小广场，不少情侣在这排着队。何子熟练地拉上苏阳，排在队尾。叮铃铃，两人走进场地，选择了一辆红色的战车坐好。苏阳坐上了主驾驶，何子指着方向盘上的红色按钮介绍道：“红色按钮是激光炮，右脚踏板控制车速，左脚控制前进和后退。”苏阳点了点头。游戏似乎开始了，可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一枚蓝色激光炮便朝着他们二人飞了过来。苏阳脚下一阵慌乱，战车原地未动。砰的一声，被激光炮击中的两人瞬间浑身战栗，仿佛摸到电门一般打怵。也许是何子实在惹眼，那些驾驶着战车的青年几乎全部对准苏阳二人，开始猛攻。苏阳被电得一阵酥麻，根本没法反击，索性将何子揽进怀里，不再操作。经过灵魂电车的洗礼，苏阳对于这座小岛有了新的认识，因此也是放开了手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何子才没有第一时间选择跳伞。两人来到机舱甲板边缘，选择了最高难度的3000米跳。穿戴护具期间，苏阳瞟了一眼脚下，那真是云雾缭绕，一片汪洋大海，根本看不见小岛的位置。恐惧上头的苏阳看着眼前充满期待的盒子，不断给自己洗脑，都是假的，都是设计，这很安全。砰的一声，一股大力袭来，苏阳紧紧抱住盒子，从甲板直落而下，那是一种脑浆跟不上身体的失重感。盒子放声大叫，似乎想把这份恐惧喊掉。苏阳努力睁开双眼，慢慢转身撑开盒子的双臂，感受那风那海，还有那半飞的海鸥。盒子不再害怕，用心体会着这一切。他多希望将时间定格，两人如翱翔于天的海鸥一般自由自在。苏阳刚想表达点什么，一口狂风吹进嘴巴，咕噜咕噜，真模拟，非常棒。苏阳心想。整个上午，苏阳都陪着盒子一起跳伞、蹦极、鬼屋探险、密室逃脱，心神难得放松。第142章，见未来月账，酒精上头。中午下线，苏阳已经累得精疲力尽，青龙传承也不过如此吧。呢喃了一句，苏阳开始收拾行李。京都大学南门深深咖啡厅，苏阳拉着行李箱来到窗口的一处，笑嘻嘻地看着面前的林徽因。林姐，苏阳将行李拖到身后，卸下了挎包，如释重负。去东营见女朋友就这么开心啊？喝点什么吧，边喝边聊。林徽因递过菜单，时间来得及，一会我送你去机场。苏阳假惺惺地笑了笑。那怎么好意思呢？苏阳抬手招呼了一声，服务员加一杯拿铁。林徽因微微一笑，身上散发的成熟韵味可不是小女生能比的。苏阳清了清嗓，林姐，纪元的主粥已经开放，我们需不需要有什么动作？之前你发的视频我看到了，改变是要有的，不过这与复建古城并不冲突，也许我们可以称呼它为科技古城。苏阳嘿嘿一笑，看来林姐已经有了安排。昨天我在东营发现了一座有趣的岛，叫军舰岛，那里是一座游乐场，游戏中的游乐场。林教授迟疑片刻，你是说东营那边在城市中有一座游乐场？没错，那里玩家之间不能对战，只能游玩一些游戏项目，这项目绝对解压而且创收，有机会带你去一次。有点意思。林徽因眉头一扬，来了兴趣。哦，对了，林徽因似乎想到了一些重要的事。咱们的工作室已经注册成立，目前我们的首要项目是游戏的规划建设，同时探索和开发纪元中的生物和元素互通。是开发与现实世界的元素互通吗？苏阳插话。没错，经过测试，元素互通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了80%。林徽因看了眼手机，时间差不多了，我送你去机场。他左手捞起呢子外套，右手挎着背包，先苏阳一步走出咖啡厅，看着林姐飒飒的背影，苏阳好生羡慕。他掏出1张100元现金，却被服务员阻止了。林教授有会员卡的。好家伙，喝咖啡也有会员。苏阳赶忙推着自己的行李箱跟在林姐身后。咖啡厅门口处，林姐倚靠着一辆崭新的灰色奥迪轿车，手中的车钥匙咔的一声按响。上车，将行李扔到后备箱。苏阳坐上了副驾驶，小心翼翼地系上安全带。林姐，你这 A7 真不错，座椅也舒服。轰隆，汽车点火，声浪咆哮。林姐轻蔑一笑，弟弟，姐这是 RS7， 走着。一脚油门下去，跳伞般的感觉再次出现，脑浆追逐着大脑，后背贴着前胸，一种强烈的挤压感。1个小时的路程，林姐的 RS7 只用了40分钟。苏阳下车意犹未尽，刺激，喜欢就送你了。林姐似乎没在开玩笑，她将车钥匙随手扔给了苏阳。
苏阳呆愣愣地站在原地，不明所以。哈哈，公司名义抵税用的，给何子当礼物吧。我飞去杭州有个讲座，就此别过。看着林姐飒飒的背影，苏阳小心地收好车钥匙，换好登机牌，又过了安检。他又激动又害怕，挺奇怪的感受。激动的是，一会就能见到心心念念的女朋友何子。不过，对于乘坐飞机出行，他也是真的害怕。好在一切顺利。下午的3点10分，飞机准时降落在长崎机场。苏阳胸前斜挎着包，右手拎着行李箱，顺着人群来到出站口。远处，何子一身漂亮裙装，正用力地挥着手。何子身后，几十名黑衣人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场面相当壮观。任谁都能想到，这位漂亮姑娘绝对是某个家族的千金小姐。小姐夫好！整齐的喊声颇有气势。几十名黑衣人同时行礼。苏阳空出左手捂脸，有点尴尬。何子上前几步挽上苏阳的手臂。妹夫！松田一郎大笑着来到苏阳身边，拍了拍后者的肩膀，又回头使了个眼色。一位身材壮硕的黑衣男子上前2步，接去了苏阳手中的行李箱。欢迎你来长崎，哥哥不能第一时间给你接风了，父亲在等你，咱们先回家吧。苏阳震惊，松田一郎这汉语挺溜啊。停车场出口，清一色的黑色奔驰停了一排，松田一郎坐上了副驾驶，何子跟苏阳坐进了后排。这气势还真有点社会大佬的模样。苏阳心想，奔驰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了一处别墅区，准确的说更像是一座城堡。10几辆奔驰轿车排成一排，停在别墅门前，竟然不显拥挤。苏阳下车显得有点紧张。别墅门口2侧的保镖英武壮硕，他们见到苏阳之后纷纷行礼，跟随着松田一郎的脚步。苏阳跟何子缓步走进别墅，大厅气势恢宏，欧式建筑风格，金色、白色的主基调。客厅中央悬吊的是欧式古典烛台水晶灯，吊灯之下是一张长约10米的餐桌，青蓝色的桌垫镶嵌着金丝。餐桌头位，中年人面带微笑。苏阳在游戏中见过，那是何子的父亲。一路辛苦啊，坐吧，咱们边吃边聊。苏阳刚欲落座，何子便拉着他一直走到中年人的身边。叔叔好。苏阳有些紧张，毕竟见家长的环节不好应付。中年人哈哈一笑，女婿啊，你这次立大功了。中年人情绪有些激动，那种迫不及待的兴奋劲儿实属罕见，也许是发现了自己的失态。中年人平复了下情绪，清了清嗓，你们都下去吧。中年人摆了摆手，身后的几位西装护卫便退了出去。苏阳不懂日语，见到未来岳丈这一脸的激动，想来是心情不错。何子脸色微红，充当翻译，不过却省略了女婿这一句。中年人似乎也发现了问题，转头看向松田一郎，希望义子能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松田一郎领会，开口道：父亲和我都想对你表示感谢。这一战的胜负不仅关系着游戏中的话语权和资源分配，还关系着父亲在长崎的产业。这次我们终于能再进一步冲入京东了。中年人虽然听不懂汉语，但松田一郎慷慨激昂的表达已经展现出了他的激动心情。中年人起身举起酒杯，朝着苏阳面前的酒杯撞去。苏阳不敢怠慢，立马起身，双手恭敬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烈酒穿肠过肚，他的整个口腔、咽喉都火辣辣的。他没想到这高脚杯里的透明液体竟然是高度白酒，滴酒不沾的他此刻竟将那大半杯白酒一饮而尽。可，未来岳丈和未来舅哥两人相顾无言，愣神的功夫也是将杯中烈酒一饮而尽。不过他2人可没有像苏阳那样出丑，毕竟这种场面经历的比较多。何子皱了皱眉，颇为生气的眼神似乎在警告着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中年人收到女儿的眼神，沙也是尴尬一笑。当他再次看向苏阳时，后者酒精上头的模样着实好笑。此时苏阳的脸已经变成了猪肝红色，脑袋晕晕长长，胃里一阵翻腾。他努力转头看向何子，转头瞬间，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他只觉得脑袋一空，便不省人事。第143章一夜美梦，城市入侵。这一夜，苏阳睡得很沉，他做了很美的梦，仿佛乘着过山车穿梭过温暖的时空隧道。清晨，苏阳照镜子的时候突然有点害羞，觉得他什么都看见了。3天后，苏阳上线打开关东州排行榜，1月揽星和 LV63 龙皇战舰，2长河落日 LV62 黑岩爆法，3倾城柠檬 LV62 魔魂巫灵，4韭菜盒子 LV62 影子杀手，5大漠孤烟 LV61 恶魔战旗。
6黄恩浩荡 LV60 恶魔剑圣，7骄阳4火 LV59 弓箭手，8雨过天晴 LV59 嗜血狂魔，9欲火焚身 LV59 镇鬼师，10白衣剑客 LV59 剑士。你排在1。月揽星和 LV63 龙皇战舰，这是苏阳回国之后第一次上线。他没想到黄胜天不仅突破了60级，并且获得了隐藏职业恶魔剑圣，不愧是氪金大佬。更加惊喜的是，室友3人全部登上了周榜前10。不过，当他看到白衣剑客的名字时，心中不免的升起一抹愤怒。白小天，这一世终于要见面了，我应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死法呢？爹，语音通话来自欲火焚身。苏神，你可算上线了，来一趟奉天广场。1分钟后，苏阳来到奉天广场，见到了焦急等待的胖子。什么情况？胖子凭空调出官网，指着上面的一条醒目大字。纪元官网公布了新版本，城市入侵，一场次及主城的资源争夺战。胖子拨动着面前的半透明屏幕，京城3杰对我们奉天城宣战了。苏阳眸光一冷，是谁给他们的勇气？京城3杰严格上算是中区圣荆州的人。胖子皱了皱眉，他们早已在圣京发展了中区联盟，人数已经突破200万。这么强？苏阳呢喃着，突然回忆起前世的中区形势。京城3杰都叫什么？有许斌吗？胖子点了点头，没错，这3人就是许斌、秋阳、林峰。原来是他们啊！苏阳终于回忆起这3人，圣京3大财阀的许家、邱家和林家。在前世，3大财阀各自为战，圈地为王。没想到这一世竟然组团来犯奉天城，难道说北境联盟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为一头雄踞北方的猛虎了？200万人，实力够强。咱们目前是怎么安排的？北境加上东区联盟，目前可以出战的人数只有100万人。胖子眼眸一沉，林教授那边奉天城的城防基础建设还需要至少1个月的时间。我们不仅要面对人数上的劣势，还有双方装备上的差距。战斗是今晚8点开始，不过论坛上已经开始唇枪舌战了。苏阳站在原地，嘴角一扬，城市入侵的获胜方可是能获得一大批建设资源的。既然来了，那就让他们留下点什么吧。胖子，点兵，准备战斗。晚上6点，奉天城里3层、外3层挤满了人。城头上，苏阳站在首位，在他身后是一众天榜高手，而且他们的头顶纷纷顶着金色的名号：关东州最强法师长河落日 LV62。关东州最强盾战大漠孤烟 LV61， 关东州最强魔剑黄恩浩荡 LV60， 关东州最强战士雨过天晴 LV59。苏阳瞥了一眼自己头顶的封号北境之王，不禁咂咂嘴。队友们，关东联盟第一次联合对外就遭遇强敌，检验我们成色的时候终于到了。这一次，欲火焚身作为这场战斗的总指挥，我为前锋，与大家共进退。胖子接过指挥棒，安排道：长河、大漠、奉天城的西门和北门你们来守，阿当和大潘，你们分别守住东门和南门。苏神，你带队北境之巅和吴美进驻洛神剑，阻击对手，尽量拖延时间。这场对战，只要我们能守住奉天城4个小时就赢了。好，我这就出发。苏阳开始清点人数，北境之巅3万人，刘玄德抽调冰雪帝国1万人，齐齐的疯魔古都1万人。苏阳点兵5万，直奔洛神剑。晚上7点。圣荆州的前锋部队已经踏入洛神剑峡谷，苏阳调出人数面板，洛神剑中玩家人数不断攀升。圣境的玩家同样发现了问题，他们的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深入峡谷，异常谨慎。苏阳和吴美匍匐在山顶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峡谷中央。师傅，差不多了吧？再等等。可可美眸流转，建议道：一会小雨开群聊，我传送大家直接冲进对手腹地。顶着啥？萌萌瞪圆了眼睛，兴奋道：可行，让巨兽顶在前面吃伤害。豆豆已经开始绘制铭文，小语言的释放群聊，因为可可的传送并不会打断他们的施法。准备！苏阳微微欠身，随时准备从天而降。可可连接阵型光线，唰！虚空传送，天空中一个长满黑色毛发的巨猿逐渐放大，轰隆一声拍在地面上，瞬间吸引到第一波仇恨。苏阳6人从天而降，萌萌更是在空中便释放出烈火燎原，天降火海，直接一片烈焰升腾。杀！一声声呐喊在峡谷中回荡。关东联盟玩家看到进攻的信号，突然发作，无数魔法光球灵符在场中弥漫，圣经玩家瞬间躺了一片。不过这群玩家并不算是精英，
他们好像有意试探，特意派遣这支队伍走在前面吃招。苏阳纵身一跃，借着这股气势，脚下雷光闪动，暴击加持，轰隆，地面瞬间炸开一处锥形凹陷，几十位法师还没来得及蓄力就被秒杀。苏阳犹如一枚箭头，直刺对手心脏，依仗着8星红绫枪的吸血能力，愣是在战场中存活下来。而且对手人员越是密集，他的杀伤力和回复能力就越强。老大，是月揽星河！这名战狂在倒地瞬间大声地吼了出来，一些玩家拖着半血往后撤退。然而一道黑色魅影突然杀出，电光火石间便击杀一人，甚至那些被其击杀的玩家都没看清杀手模样。第144章，冰神许冰破冰战狂。洛神剑山顶，一阵阵战鼓声如同心脏的跳动，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剑矢如同蜂拥而出的蜜蜂，呼啸着破空而出，瞬间定入敌人的阵营中。惨叫声连绵不绝。有埋伏，收缩阵型。圣荆州的队伍明显训练有素，他们迅速变换阵型，盾战第一时间围在最外圈，有条不紊地继续突破洛神剑。很显然，他们并不打算退缩，毕竟攻城时间只有4个小时。苏阳虽然勇猛无敌，不过对手并不与其缠斗，他们已经预判到突破洛神剑要付出一些代价，眼下的情况似乎在他们的计划之内。苏阳越打越心惊，这样下去，圣荆州的突破在所难免。当他们突破了洛神剑，奉天城可就没有外围依仗了。关东联盟语音系统，骄阳似火，苏神，他们就要突破洛神剑了。月揽星河，一会你们继续守在这里消耗他们，我回去守城。浴火焚身，大家做好准备。浴火焚身，先头部队已经为我们争取了半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浴火焚身，长河、大漠、阿当，魔物之地的阻截交给你们了。长河落日，收到。大漠孤烟，收到。黄安浩荡，收到。胖子这次的战斗安排十分仓促，他不清楚圣荆州为了这次入侵做了多久准备工作。目前攻城时间还剩3个半小时，京城3杰的主力还没出现。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听说京都那边的行会来了200万人进攻咱们的奉天城啊，看来奉天城是保不住了，咱们还是去封魔城魂吧。树大招风，奉天城发展的太快了，遭人眼红。关东联盟毕竟没有什么背景，不像圣荆州的背后是京城3杰，奉天城内的一些玩家并不打算参战，他们的话已经落入了胖子的耳朵。不过作为这次战斗的总指挥，胖子当然不会马上发作。这场战斗即是内战也是侵略，他可不认为输了这场战斗，圣荆州的玩家掌握了这片资源之后，还会让他们关东联盟安稳发育。奉天城南，魔物之地，圣荆州的一众玩家刚刚突破洛神剑，就被等在洞口的关东联盟玩家围剿。长河落日被一群盾战玩家围在中央，像一个终极炮台，源源不断发射着能量火炮，轰击的洛神剑洞口一片焦黑。目前还没有玩家能走出这片灰色地带。别轻敌！黄恩浩荡盯着对面洞口的玩家提醒道。现在出来的玩家大多是50级的，他们的主力还没现身。吭！话音刚落，一位63级的战狂冲出洞口，他顶着长河落日的火力输出，硬生生地冲了上来。冰神 LV63 破冰战狂，封号战争之王。关东联盟的玩家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家伙几乎没怎么掉血，而且等级高达63级，还是隐藏职业破冰战狂。最夸张的是，他竟然拥有战争之王的封号，据说那是可以提升周围玩家 10% 的攻防能力，而且覆盖范围达到了方圆100码，有效收益单位达到了1万个。在已知的封号中，小雨轻轻的普度众生，月揽星河的北境之王，好像都不及他的战争之王霸气。吭！大漠孤烟顶盾直接卡住了位置，他十分清楚对手的厉害，能保下长河落日才是重中之重。一个顶级大法师的破坏力可不是一个战狂能比的。冰神一身荣甲散发着夺目的荧光，最起码是一身+8装备才能拥有的极品光泽。他面容冷峻，桀骜不驯，嘴角微微上扬，手中的大刀直落而下，目标直指大漠孤烟。大漠孤烟顶盾之后，防御力突破3000，真正的战地堡垒。一圈透明能量涟漪围绕在他的身边闪烁，绝对防御。咔！冰神的刀刃被涟漪抵住，无法寸进。大漠孤烟微微一笑，冷哼一声：“就凭你还想破我防御？”冰神不怒反笑，长刀迎风一扬，顿时附上一层冰霜，就像刀刃
被逐渐冷冻的过程。咔嚓，冰刀闪烁着阵阵寒霜，纽带着这片空气都带有丝丝冰凉。噗呲，长刀轻而易举破开了大漠孤烟制造的防御屏障，并且整个空间屏障都冻结成冰，又缓缓破碎。大漠孤烟双眼呆愣愣地看着长刀刺穿他的心脏，身体不由站立，又慢慢僵硬。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大漠孤烟的身体支离破碎，像一块块碎冰坠落地面。一招之下，关东州的最强盾战61级的大漠孤烟就败了。联盟玩家顿时感觉到一片冰冷。我来拦住他！黄安浩荡附魔长剑，准备迎敌。冰神站在原地，根本无惧任何攻击。黄安浩荡的攻击似乎并没有对他造成威胁，这家伙的攻击能秒杀大漠孤烟，没想到他的魔防也这么惊人。阿荡，让我来！大潘一身血红铠甲，直接冲出人群。他清楚长河落日的魔法攻击都无法奈何的冰神。阿荡同样是魔攻属性，也不会是其对手。冰神冷冷地注视着冲出人群的大潘，不屑地眯缝着双眼。切，都不到60级，还好意思出来丢人现眼。他冰刃一甩，贴着大潘的面门劈了下去。大潘矮身轻松躲过，狂暴加持之后，瞬闪般的出现在了他的身后，长刀一撩，伤害腾空而起。523，靠！大潘暗暗骂了一句，他没想到对手的物理防御竟然也这么夸张，自己差点无法破防。好在他身法灵活，及时退了回来。有点尴尬啊！大潘退到阿荡身边，满脸的不可置信。魔物之地，洛神剑入口。冰神身后的一众圣经玩家已经冲出洞口，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参与战斗，而是默契地站在冰神身后。冲！一声令下，魔物之地风起云涌，冰神犹如箭头一样扎进关东联盟的腹地，联盟阵地顿时翻江倒海。大潘和阿荡更是不敢轻举妄动，他们在这片战场上的作用远远不及长河落日，只有保住长河落日，才有机会大面积的杀伤对手。然而冰神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他杀入腹地之后突然折回，直奔人群中的长河落日。不好，快通知苏神来援！大潘和阿荡直接顶了上去，想要集合两人之力拦下冰神。第145章虎王林峰。关东联盟语音系统，欲火焚身，大加速度回奉天城，主城被偷袭了。阅览星河，什么情况？洛神剑这边已经挡住一部分主力了。大漠孤烟，草！我在魔物之地被63级的冰神一刀秒了。雨过天晴，我刚刚也被他秒了，正好回来守城。骄阳似火，草！白衣剑客使用了一张传送阵卷轴，在奉天城南门开通了一个召唤阵。长河落日，我跟阿荡可能要交代在魔物之地了。黄安浩荡，我们被围了，他们从奉天岭来了一大波人。阅览星河，你们再坚持一下，等我过去。洛神剑，苏阳退回到吴美身边，交代道：你们回去守城，这里是诱饵。轰空！苏阳一招亢龙有悔，直接控住了面前的一片玩家，给吴美回城争取了时间。吴美也不犹豫，直接原地回城。苏阳原路撤回，冲出洛神剑，远远的就看到阿荡招架着冰神的攻击，非常吃力。五角星芒一闪而逝，阿荡撒手而去。冰神并没有继续动手，他缓缓的上前几步。长河落日，我记得你，上次我们3节不在，让你们偷袭了一次，这次怎么说？冰神对面，长河落日缓缓走出人群，他清楚自己走不掉了，倒不如干脆一些，跟冰神聊上几句，为联盟争取点时间。偷袭谈不上，况且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在还是不在，我们只关心结果。哈哈，好一个只关心结果！冰神冷冷地站在原地，嗤笑一声。这次我们过来200万人，这个结果你怎么看？他似乎一点都不着急，完全不在意宣战面板上的倒计时。看你怎么死！苏阳突然杀出，枪出如龙，红绫枪裹挟着一阵银芒，割裂着空气，释放出绝强一击。破盾斩！吭！利刃停在冰神胸前，刺出阵阵白芒。哈哈，北境之王，终于见面了呀！虽然不知道你的攻击力如何，不过我还是用出了无敌，给予你足够的尊重。苏阳长枪回收，站在长河落日的身前。那是你运气够好。苏阳本想继续进攻，却发现对手身上空间恍惚，他清楚这是群体召唤。阅览星河，奉天城剑！嗖的一声，冰神和他身后的一群玩家消失了。我们快回去！苏阳原地回城，同时给身后的长河落日提醒。奉天城，胖子手持蒲扇，立于墙头之上。关东联盟语音系统，欲火焚身，对手已经兵临城下，按计划守城。
骄阳似火，草！这个白衣剑客我认识，他也是奉天城人。骄阳似火，京城三杰答应他拿下奉天城之后，让他当城主。阅览星河，白衣剑客列入关东黑名单，杀无赦。苏阳出现在奉天城南门，这里是目前压力最大的方向。城门前的圣经玩家密密麻麻，统计面板中，南门的对手已经达到了80万人。他们训练有素，似乎在等待着谁的号令。人群中，冰神上前几步，身上的银铠啧啧发亮。1个小时拿下奉天城！冲！他高举手中长刀，又狠狠落下。在他身后的玩家直奔城墙，蜂拥而上。奉天城脚下顿时风起云涌。城墙上，关东联盟的弓箭手一波一波地拉动弓弦，箭头直指城墙下的敌人。他们的每一次射击都希望能够在敌军中掀起一阵恐慌和混乱，而城下的敌军也在不断地发起冲击，企图突破城墙进入城市。轰！咔！奉天城的北门突然遭受一道猛烈攻击。大漠孤烟定睛一看，心头一震，操！又是这个冰神。他自知不是冰神对手，不过也不能任由他去破坏城门。如果城门失守，让对手杀入腹地，城主府被破坏，也就宣示着这场战斗的失败。大漠孤烟心中一横，从高高的城墙跃下，在空中就完成了绝对防御的释放。城墙之上，萌萌高举法杖，凝聚能量，头顶的天空都产生扭曲抖动，黑色的雷云翻滚肆虐，在他的挥动之下，直接没入脚下的人群之中。轰隆，雷声阵阵，黑云遮天，萌萌一招毁天灭地，堪比核弹般恐怖。冰神第一次感受到威胁，他的血量蹭蹭下降，不得不退了回来。是那个大法师魔魂巫灵。靠！北门竟然是他在防守，看来突破北门有难度了。冰神都被打退了。是啊，这还是冰神第一次后退。其实萌萌的魔法攻击不如长河落日，只是这招毁天灭地不仅是持续伤害，还拥有真伤属性，无视防御。这招攻击范围在20乘以20码，没有牧师能在这样的攻击下坚持下来。冰神更是清楚其中的厉害，所以只能暂避锋芒。大漠孤烟立在城下，颇有一种以一抵万的气势。他回身看向城头，倾城柠檬一袭黑袍站在城墙上迎风而立，俨然成为了他心目中的女神。关东联盟语音系统，大漠孤烟捷报，北门倾城女神坐镇，冰神被挡住了。秦冲，西门也没有问题，长河落日火力太凶了，对手过不来。黄浩荡、骄阳和刘玄德都在我这，东门暂时安全。雨过天晴，南门对手最多，不过有苏神在。欲火焚身，大家加油！再坚持2个小时，我们就赢了。轰隆！一声巨响从城南的教场传来，一头白虎从天而降，2只前足踏碎城墙，冲入教场。巨大的身躯简直骇人听闻，就犹如远古的巨兽重现人间。而随着巨虎几步踏出，在他身后的一众圣经玩家直接突破城墙冲了进来。这是什么 ？BOSS 吗？这还守个屁啊！城墙直接被踩烂了。苏阳脸色一凝。没想到最先被对手突破的竟然是自己防守的南门，他沿着城墙哒哒哒地跑了起来，手中长枪迎风而舞。枪2，蛟龙出海。苏阳已经看到了城墙下的白虎巨象，一上来就动用了自己的最强杀招。第146章，宫神秋阳。苍龙的身影突然窜出，瞬间弥漫着这方缺口，巨龙的能量肆意压制着白虎的身躯，无法动弹。他身后的玩家更是化为荧光碎片，随风飞扬。白虎缓缓收敛，能量收缩凝聚。苏阳顺着能量的指引，看到了那人的身影。风中残烛 LV63 疾风战狂，传承白虎。这一击有点意思。我叫林峰，他们都叫我虎王。苏阳站在城头自报家门，俯瞰着脚下的林峰。白虎传承者，不得不让他重视起来。上一世的林峰可是有着虎神封号，当时自己的混乱元素对上他也没有必胜把握。不过这一世，苏阳战剑加持，青龙附体，自认为同阶无敌。既然对手没有贸然突进，他自然不愿意先出手。而虎王林峰身后的空地再次被玩家填满，并不冒进。北境之王的名头如雷贯耳，我也算是圣境最强。林峰站在教场中央，手指向下指了指地。我们在这比试，不会耽误多久时间。苏阳微微一愣，好像攻城的是关东一方，不过能拖延一位传承者的时间，对于守城方来说应该也是极好的。好，我答应你。虎王林峰默默后退几步，苏阳也站上了教场的一角，没有申请对战，两人直接开打。
苏阳眼看对手大刀归鞘，自己同样将长枪别在身后，脚下兔子蹬地，跃出老高，右拳顺势发力，从天而降。虎王架起双臂，成功招架，脚下却是摩擦着地面，蹭出几米远。显然，苏阳的这击中全力道不轻，一拳轰下，苏阳快速前插，脚下踏出蝴蝶步，左右走位，身形恍惚。虎王明显一愣，他没想到苏阳的近身战竟然如此强大。本来还以为北境之王这种小地方的名头是用来唬人的，现在看来，这名头水分可不多，全是干货。当当，分神间又遭遇两记重拳。林峰虎躯一沉，右手握住刀柄，擦啦一声，拔刀横劈。苏阳猛地后退，可胸前还是被划出一条血线。他肩膀一抖，右手顺势抓过红绫长枪，破盾斩轰鸣杀出。嗡，吭！林峰后退一步，利用长刀抵住胸前，招架住了苏阳的这次进攻。哈哈，急了急了！林峰长刀归鞘，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让人心生厌恶。小子，逗你玩呢，还当真了？哈哈，你以为我们进攻奉天城依仗的是200万人吗？林峰的身上白色光影不断闪烁，伴随着他的笑声，能量逐渐汇聚，一道巨大光影缓缓成型。他们倚仗的是我白虎传承者的身份。北境的名头实在是太响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拿下你们，稳固后方，实现一统也就不在话下了。林峰面色平静，甚至在其身后，巨大的白虎影像也透露出懒散的漠视。奉天城内的玩家看到这一幕，纷纷咂舌，竟然是白虎传承者！完蛋了，没想到对手已经强到了这种程度，这还怎么守啊？关东联盟玩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面对着恐怖的白虎巨响，他们实在是提不起反抗情绪。胖子眉头一皱，内心也是有着不小的波动。苏神，你可一定要顶住啊！如果你所在的南门都被突破了，这场战斗我们可就输定了。南门教场，林峰嘴角一歪，冷漠地注视着苏阳，一个联盟捧起来的家伙，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谁才是王者。林峰身后猛虎咆哮，就在他想要进攻之时，突然发现苏阳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前，两人四目相对。林峰突然一个机灵，这家伙竟然敢冲过来！轰隆，苏阳先下手为强，一条青龙燃烧着火舌盘旋升空，又轰然落下。奉天城南门仿佛一片人间炼狱，林峰都懵了，这是什么攻击？竟然压制住了白虎！他的身上白虎能量肉眼可见的下降，眼看就到了无法维持变身的临界点，他慌了，立刻结束了变身，激活无敌逃遁。靠，轻敌了！奉天城的玩家顿时大喜，没想到对手亮出了传承底牌，却还是被月揽星河一招击退。看来他们眼中的北境之王没有被高看，还是被低估了。月揽星河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了吗？卧槽，咱们冲出城门，干他丫的！一群散人玩家兴奋了，直接踏着教场的石板和破损的城墙冲了出去。圣境的玩家眼看他们的最强战力都被打退，不由得心生恐惧。不是吧，虎王林峰都顶不住那个家伙的进攻。月揽星河我在圣经都有耳闻，绝对的顶尖大佬。一时间圣经玩家也不敢冒进。可可和豆豆堵在城门口，远古巨兽站在城头阻止玩家靠近。和子始终隐匿在苏阳周围，并没有贸然出手。小雨则站在大潘身边。奉天城南门的阵容可谓豪华，不过一道道系统提示突然在联盟系统中弹出。系统提示：长河落日已经阵亡。系统提示：刘玄德已经阵亡。系统提示：秦冲已经阵亡。关东联盟语音系统：长河落日，不好，西门有危险，快去支援。秦冲，对面有个63级的弓箭手 ，ID 阳春白雪。刘玄德，靠，我被他一剑秒了呀，连他人影都没看到。欲火焚身，苏神，这个人还是交给你来。月揽星河来了。奉天城西门，巨大的城门正遭受着圣经玩家的冲击，完整度不断下降，估计再有个10分钟，城门也就碎了。嗖，一根长剑犹如火箭炮一样，带着破风声从苏阳面前掠过。苏阳甚至脸皮都颤了一下。城墙上，一个58级的战士中剑跌落。苏阳瞪大了眼睛，瞥向剑来的方向。虽然人影很小，不过还是被他捕捉到了。阳春白雪 LV63元素弓箭手，竟然是自己前世相同的职业。不过得赶紧出手了，不能让他这么嚣张下去。苏阳打开包裹，掏出一张60级长弓。
长弓4月，皎白无瑕。这本来是给七七准备的8星武器，只是他目前才59级，这份惊喜就一直保留到现在。苏阳立在城头，长弓拉满，目标直指远处近百马之距的阳春白雪。第147章以1敌3，萌萌救场。啊，月揽星河不是战士吗？还能用弓？当然可以用啊，只是没有弓箭精通的话，没有格外的攻击力加成而已。嗖，长剑脱弓而出，百步穿杨。秋阳身中一剑，不由得呆站原地。这一剑是蒙的吧？才打掉我1000点血量。嗖嗖，两剑接踵而来，准确地扎在他的胸口。保护3个！一众小弟顿时挡在秋阳面前。秋阳也是震惊的浑身战栗。难道对方也有人习得了追踪剑？不可能啊！追踪剑的冷却时间是1分钟，刚才这3剑才间隔几秒。都让开！秋阳吼了一声，分开人群，拉开长弓瞄向城墙。追踪剑的视角逐渐放大，仿佛戴上了8倍镜。视野中，他看到一位身着铠甲的战士正拉动着手中的弓箭，嗖，射出的弓箭朴实无华，1.75秒后准确地扎在他的胸前。刚才那人是月揽星河，特么的，他还会射箭！秋阳缓缓退回人群，他也只是在50码左右，命中率能达到80%。眼下这个距离，他完全没有信心能秒杀对方。3员大将也是有着一定的运气成分，而这个月揽星河依靠纯粹的力量和预判，就能命中距离100码的目标。要不是还在攻城的原因，他甚至想加个好友，拜个师。风中残烛，南门城墙已经破坏，不过我的白虎能量还需要半个小时才能恢复。冰神、青城柠檬在北门，火力很强。阳春白雪，西门是月揽星河在手，他很强。风中残烛，以你的攻击范围都搞不定他。阳春白雪，他也会用弓，而且攻击距离能达到100码。冰神，有没有这么夸张？我去会会他。奉天城西门，复活之后的长河落日继续坐镇。关东联盟语音系统，浴火焚身，关东联盟剩余人数58万人。浴火焚身，圣经联盟剩余人数154万人。浴火焚身，守城时间还剩1个半小时。胖子正在汇报战损，谁料圣经联盟在西门突然发难。长河落日毕竟是脆皮法师，被冰神近身之后一刀带走，阵亡2次，他已经无法上线继续战斗。苏阳作为联盟顶级战力，更是担当了救场的重任。他跃下城墙，直奔冰神而去。冰神显然也注意到了追来的苏阳，他嘴角一扬，面露微笑，有胆量，竟敢孤身一人追出来。城墙之上，一些见过冰神出手的奉天玩家纷纷露出不安表情。月揽星河独自下去会不会有些拖大？那个冰神刚才可是一刀秒了长河落日大佬。师傅，我支援你。萌萌纵身一跃，发起伪装跟了上来。苏阳微微一笑，长枪一扫，激活烽火连斩，10颗火球一瞬间全部吸收，瞬闪贴到冰神脸上，嘴角一扬，天魔缭乱，轰空，无数透明的厉鬼幽灵仿佛从地狱岩浆中窜出，身上环绕的火蛇让他们更加的癫狂。厉鬼嘶吼呼啸，攀咬在对方玩家的身上，一片片5位数的伤害弹起。冰神的血量也是蹭蹭下降，不过他反应不慢，长刀附上冰霜，直接启用最强杀招。然而这一击冰封斩并没有打出预想的效果，苏阳的无敌金身仍在持续中，悬浮半空的身体弹出一个大大的免疫。无奈之下，冰神只好使用无敌，保住了自己大半的血量。3秒之后，苏阳缓缓落地，这片真空地带再次围满对手。冰神眼神凌厉，冰封的大刀再次出鞘，面前的一群玩家同样抓住进攻的空档，对苏阳发起反击。然而苏阳的身体再次升腾而起，身上金光乍现，无敌之光隐隐闪烁。地面之上，百鬼幽灵破土而出，围上来的那群玩家再次倒地。要不是冰神的无敌能力还在持续，他也必定是残血下场。什么情况？他的技能没有冷却限制的吗？靠，这样根本没法近身啊！冰神也在纳闷，这个家伙是什么情况？苏阳的连续2次天魔缭乱，震慑的一众玩家不敢上前，自然形成了与冰神单挑的局面。蹭，烽火连斩再次启动，10道火光盘旋着红绫枪杆疯狂流转。这次要不要试试我的攻击力？苏阳戏谑一笑，红绫枪杆缓缓回收，破盾斩，枪刃破风，眨眼而至。冰神横刀于胸前，召唤出一道冰墙阻挡。然而他还是小看了苏阳的这次攻击，
红绫枪势如破竹地切开冰墙，伴随着苏阳的一声怒吼，狠狠刺入对手的右腿。噗！8145，冰神大刀一拍，后退2步，血量仅剩1/3，似乎被小看了呀！呢喃一句，他猛然前冲，长刀游身一周，顺势劈向苏阳头顶。苏阳举枪招架，硬生生抗下这次攻击。只是一抹寒意顺着枪杆传入他的身体，让他的动作因为寒意而变得迟缓。0级冰封天赋，有点眼力，天赋这东西都能被你判断出来。看到苏阳中招，冰神收刀一撞，砰！苏阳直愣愣地站在原地，整个人似乎被冰霜覆盖，无法行动。冰神微微一笑，嚣张道：“北境之王，不过尔尔。”旋风斩，3245、3624、3818、4023。冰封1秒，苏阳血量直接见底。就在他解除冰封的时候，一记定身剑又落在了身上。系统提示：玩家阳春白雪对你使用定身剑，你已无法行动，持续时间 1.5 秒。这 1.5 秒的定身让苏阳真正感受到了威胁。只见其擎天机解除定身，高高跃起，直接瞄准人群中的阳春白雪。轰隆一声闷响，苏阳落地，周围的玩家纷纷起飞，人仰马翻。阳春白雪呆呆地站在原地，保持沉默。他没想到苏阳被控的一瞬间还能打出如此凌厉的反击。不过就在这个时候，虎王凌风冲锋现身，盾击毫无征兆地顶向苏阳后背。吭的一声，苏阳又被控在原地，而且还是残血。凌风长刀顺势劈砍，他有信心这一刀能够秒杀残血的苏阳。加1120，加1120， 2534，加1120。徒生意外，苏阳身上血量蹭蹭上涨。第148章，最后的防线，城主府。萌萌卸去伪装，一袭黑袍迎风舞动，出现在了苏阳的后方。秋阳，干掉他！冰神大喊一声，萌萌不退反进，抬手轻触眉心，心念一动，瞬间闪烁到苏阳身前，手中法杖一挥，60级大招毁天灭地原地释放。轰隆！天空中雷云密布，一颗颗陨石从天而降，每一颗陨石砸向地面都能形成一个锥形凹陷。苏阳和萌萌站在原地，方圆20码竟然无人敢靠近。萌萌瞄准后方，烈火燎原接连释放。快回城！苏阳顶在萌萌身前，准备迎接烈火燎原之后对手的反扑。萌萌连续释放2记杀招，也不停留，轻轻转动传送戒指，嗖的一声，整个人便消失在苏阳的身边。果断啊，我的徒儿！苏阳怔了一瞬，不由得想给萌萌的操作点赞。他也不想跟对手纠缠，自己的首要目标还是守住奉天城，哪怕自己在这拖住京城3姐，他们依然可以靠着强势的整体实力突破奉天城的防守。雨过天晴，胖子，南门告急。小雨青青，他们的高端玩家太多了，我们最多还能坚持5分钟。倾城柠檬，我来了。老铁，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死2次已经无法参战了，大家小心。黄恩浩荡，东门还能坚持10分钟。欲火焚身，阿荡，我来助你。语音系统中队友们的声音越发焦急。苏阳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支援任何一方，而是转动传送戒指，选择亲密好友韭菜盒子。嗖！苏阳原地闪烁了一下，整个人都懵了。盒子？我在。苏阳哭笑不得，本以为能像萌萌一样传送回城里从长计议，谁料盒子就隐匿在自己身边，传送了个寂寞。不过有了盒子的支援，干掉京城3杰也不是不可能。烈火燎原的星火渐渐湮灭，露出地面上的一片焦黑。京城3杰没有摸清苏阳的套路，并没有贸然出手，他们似乎改变了打法，直接带领手下冲击城门。奉天城西门原本是长河落日值守，如今长河落日连续死亡2次，已经失去了参战资格。西城门更是门户大开，苏阳已经看到冰神一记冰封斩劈在了城门上，城门也同时在这一击之下化为碎屑。冲！冰神首当其冲，杀入城中。糟了！苏阳急了，自己毕竟突进太深了，给对手抓住了破城的机会，而这个距离又不算近，传送冷却，原地回城更不现实。蹭！苏阳触发变身，金色巨象高高跃起，睥睨众生，巨大的黑影瞬间淹没了西门的冰神一群人。冰神站在原地，感受到突然的黑暗后，缓缓回头，一道100丈高的金色巨人从天而降，脚下电光石火。
轰隆！圣荆州的玩家遭受到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招擎天击，霎时间溃不成军，大地震动，人仰马翻，无人幸免。卧槽，这家伙这么强的吗？冰神都被秒了，激活了无敌的虎王林峰，拉着宫神秋阳逃过一劫。两人心中无不震撼，他们之前从未把关东联盟的玩家放在眼里，在那之前，只有青城柠檬和长河落日两位法师对他们造成了小小的阻挠。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关东联盟里竟然还有月揽星河这号人物，原以为他只是关东联盟捧起来的空架子而已。二哥，别慌！秋阳作为元素弓箭手，心绪平定的非常快，他拉着林峰藏到一处角落。传送阵还在，大哥马上就会过来。月揽星河应该也是一位传承者，所以只能靠你来抵挡了。林峰点点头，倒是恢复了一些能量，最起码能坚持变身5分钟。苏阳这边解决了燃眉之急，取消了变身，身上3000点的天赋点数也只能维持30秒的变身时间。他站在原地环顾四周，缓缓地叹了口气，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守住。系统提示：玩家大漠孤烟已经阵亡。系统提示：玩家黑夜之王已经阵亡。系统提示：玩家本色嚣张已经阵亡。欲火焚身，北门失守了。欲火焚身，关东联盟剩余人数17万人。欲火焚身，圣经联盟剩余人数132万人。欲火焚身，守城时间还剩52分钟。老大挂了，杀出去！苏阳刚刚赶到北门，就看到黑夜战神和黑夜骑士带着一众黑夜玩家冲出城门。黑夜法神和黑夜医师簇拥在团队中心，不过对手的人数太多，一瞬间就将这支1000人队伍淹没在浪潮中。紧接着城门大开，对手犹如一群蚂蟥蜂拥而至。月揽星河、西门和北门都失守了。月揽星河，大家收缩阵型，回到城主府守护最后一道防线。嗖！苏阳一声令下，关东联盟的玩家纷纷放弃守护的城墙，集中在城主府中。城主府是守城的最后一道防线，破开城主府的大门，清空内里的全部玩家。新的势力守住城主府，直到0点的钟声敲下，奉天城的归属将会易主。眼下，奉天城已经挤满了红色身影。圣荆州的玩家们斗志昂扬，虽然没有像冰神所说的那样1个小时内拿下奉天城，不过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依然让他们感到兴奋。奉天城的散人玩家奋起抵抗，奈何等级和装备都差距过大，但凡死亡2次就无法再次上线。奉天城的数据面板上，圣荆州的玩家源源不断的增加，而关东联盟的玩家则是在不断减少。一群核心人员全部蹲守在城主府内，准备坚守最后的50分钟。轰隆轰隆，各种技能的声音不断敲击着城主府的大门。虽然这扇大门的血量达到了惊人的8位数，不过对手的冲击也是源源不断。我们能守住吗？攻城结束时间还50分钟，我好像已经看到未来被圣经玩家欺负的样子。胖子脸色微沉，指着面前的石门：我们还有机会，对手只有这一个进攻路线，所以我们守住这里就行了。短短5分钟，一声沉重的巨响，大门应声倒地。第149章顽强抵挡，全军覆没。杀！胖子率先发难，手中蒲扇扬的老高，一道蓝色冰阵直接将面前的府门全部覆盖。圣经玩家眼看府门破碎，疯了似的往前冲，不过还是被冰阵阻隔了脚步。嗖！无数弓箭从府门外飞掠而至，关东联盟的玩家一退再退。不要退，还有复活机会的玩家顶上去。阿当双眼通红，指挥着手下不要命的顶在前面，完全就是用身体堵墙眼的打法。不过效果极为不错，府门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被突破，这种战损程度维持个40来分钟也不成问题。轰隆！城主府正门突然一声炸响，就连府门边上的城墙都产生了一道巨大缺口。轰隆！又一声巨响，一头白虎巨象以居高临下的态势俯瞰着城主府中的人。第一次直面这种庞然大物，更是让他们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白虎传承者的威力吗？对面既然拥有传承者，那我们还怎么守啊？城主府内一些玩家已经失去信心，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吧唧的站在原地。此时，白虎巨象抬起前肢，狠狠踏在城门口，脚下的城墙瞬间坍塌成无数碎屑。城墙产生的豁口，让府内的玩家更是看清了府外的人群，那真是密密麻麻，不见首尾。吼！
白虎巨象在林峰的控制下突然挥动前肢，强大的爆发力带起一阵飓风，将府内的人群吹得人仰马翻。他双腿发力，高高跃起，双掌舞动，撕裂着面前的虚空。一道遮天蔽日的银月光芒划破天际，月芒逐渐放大，瞬间压了下来。府内的玩家被刚才那道狂风压制得根本无法起身，更是无从躲避这道从天而降的月光斩。轰空，时间骤停1秒，白虎巨象在空中急速下坠。不过仔细看去才会发现，它好像是后背着地的坠落。扑通，白虎巨象摩擦着身体画出白马距离，这种结果更是让圣经联盟的玩家惊掉了下巴。什么情况？虎王被挡下来了？那是什么？城主府内，苏阳激活无敌之火，启动变身，迎面一脚踢飞了白虎巨象。此时的金色巨象犹如神灵，睥睨着众生。操！林峰支撑着身体缓缓起身，压抑在胸口的闷气不由得让他啐了一口。这是他获得白虎传承以来第一次感到挫败。二哥，不要跟他硬碰，变身时间有限，去破坏城墙。秋阳的提醒相当及时，林峰终于从干掉苏阳的怪圈中反应过来。他猛然一跃，绕到城主府的侧面，前肢狠狠地拍了下去。咔嚓！苏阳一惊，发现侧面被拍碎的城墙也是反应过来。他高高跃起，脚下雷光闪烁，直接轰向白虎。白虎来不及逃跑，被沉没在了原地。苏阳长枪挥动，夹杂着烽火连斩的怒火一同斩下，长枪势如破竹。不过长枪捅入白虎的身体并没有产生迟钝感，而是像没入空气一般。沉默的时间一过，白虎并不与苏阳的金色巨象纠缠，拖着越发虚化的身躯跃到了城主府的另一侧。他双腿支撑，昂起胸脯，高高的扬起手臂。苏阳的金色巨象根本不用移动，破盾斩回收蓄力，冲破苍穹的一招悍然挥出，一击之下，白虎巨象轰然破碎。不过他依然对城主府的城墙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他的任务完成了，如今的城主府三面破败，对手大举进攻，俨然已经无法防守。苏阳的天赋能量用尽，金色巨象徐徐消散。他站在原地注视着即将覆灭的城主府，还有那些挣扎的联盟队友。他尽力了，剩下的30分钟，就算龙皇降临也回天乏术。系统提示：玩家雨过天晴已经阵亡。系统提示：玩家秦冲已经阵亡。系统提示：玩家胸口碎大石已经阵亡。浴火焚身，关东联盟剩余人数2万人。浴火焚身，圣经联盟剩余人数109万人。浴火焚身，守城时间还剩28分钟。浴火焚身，苏神，我尽力了。系统提示：玩家浴火焚身已经阵亡。胖子原地复活，再次被对手的浪潮淹没。临死前扔出了冰阵和火阵，成功阻挡了对手10秒。苏阳所在的范围罕见的没有对手。圣境的玩家应该都发现了，他是一位强大的传承者，根本不敢近身。系统提示：玩家卡布奇诺已经阵亡。系统提示：玩家麦斯威尔已经阵亡。蒙蒙不知是从什么方向窜了出来。师傅，他们好像很怕你，都不敢近身。我在你身边释放技能，应该还能坚持一阵子。苏阳如梦初醒，立刻接过胖子的指挥权限，阅览星河，大家分散，拖延时间。城主府内，关东联盟的玩家得到苏阳的指令，四散而去。金城三杰带领着身后的玩家慢慢推进，根本不在乎苏阳和萌萌苟活在角落。再过几分钟，城主府内的2万玩家就会被他们肃清，而且失去青龙变身的苏阳，对于他们来说也不会产生威胁。20分钟，100万人，一人一口唾沫也淹死他了。系统提示：玩家小雨青青已经阵亡。奉天城的系统面板中，关东联盟的玩家数量已经只剩下3位数，而且还在以不慢的速度降低着。应该是一些拥有隐身能力的玩家藏匿在各处角落，不过也很快陨落于对手的技能覆盖中。师傅，看来是不行了。苏阳回头，一根追踪箭已经扎在了萌萌的胸口上。少女面带微笑，身体缓缓下沉。哈哈！秋阳从人群中站了出来，作为全场唯一一位拥有追踪箭的弓箭手，他对苏阳的威胁非常大。砰！秋阳刚想说点什么，却没缘由地跪在地上，双手捂着脖颈，指缝间渗出血渍。扑通！他趴倒在地，毫无征兆。什么情况？冲！又有3道身影接连倒地，并且毫无缘由。圣经联盟的玩家顿时一阵慌乱。阅览星河没有出手，统计面板中还有2人，
应该是个强大的刺客，大家小心。第150章，关东联盟的依仗，阅览星河。苏阳站在原地，嘴角不自觉地扬了扬。和子，你也不想放弃对吗？砰砰砰！和子在对手群体中闪烁穿梭，像隐藏在空气中的暗影杀手，技能覆盖，无差别攻击。冰神也无法捕捉到和子的身影，只好安排手下的玩家无差别群伤集火。嗖！和子传送回苏阳身边，微笑着摇了摇头。还能坚持吗？和子，你下线安抚一下大家。苏阳的话声音不大，和子乖乖服从，原地下线。冰神许冰和虎王林峰在百万玩家的簇拥下，缓缓走到苏阳面前，就连看到和子下线也没有阻止。京城三杰在圣荆州的地位超然，他们二人没有发话，身后的玩家自然不敢贸然进攻。小子，不得不说，你比长河落日之流要强上很多。冰神的语气中透着一些欣赏，不过接下来的话还是展示出了他的高傲。不过我还是想说，你一个人再强又能怎么样呢？此时距离攻城时间结束还剩下不到15分钟，这个时间100万人对1人，没有丝毫悬念。别墅大厅中，队友们坐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直播。再坚持15分钟就赢了，太遗憾了。唉，苏神一手建立的奉天城，说没就没了。萌萌憋着嘴角，拉着盒子的手，死死盯着电视屏幕。还是我们太弱了，没有给苏神更多的支持。要是我升到60级，学了新技能，也许就能多坚持一会。胖子无奈地摇了摇头。琪琪和大潘同样沮丧。苏神为了培养他们，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以至于等级和装备都没有形成碾压。他们不甘地盯着电视屏幕，想着一会苏神推开卧室的门，他们要如何承认错误？苏阳能赢？众人纷纷抬头瞥向说话的盒子。盒子，你是说苏阳能在那100万人中坚持下来？他还有底牌？苏神已经把他所有的能力都告诉我们了。胖子消沉地说了一句，不过很快他的眼神就亮了。苏嫂，你是说苏神的天赋？盒子不明所以，只是淡淡的道：我只是相信他啊。虚拟产业联盟总部，会长办公室，许家、邱家、林家这是要翻天啊！他们不知道这么做会对奉天城造成多大的损失吗？赵会长听完张主任的汇报，异常愤怒。张主任从未见过情绪如此激动的赵会长，吓得他也是不敢说话，真是越发猖狂了。等这次事情过去，我看他们怎么跟我交代。小张，你把电视打开。张主任立刻动身，打开电视直播。奉天城城主府，许冰和林峰没敢靠近苏阳，很怕他做出临死反扑的举动。秋阳在这个时候也是通过临时搭建的传送阵跑了回来，在他身边还有一位身着布衣的剑客，白衣剑客 LV59剑士。小天，这次得算你头功啊！没想到阅览星河这么难缠，要是没有你搭建的传送阵，恐怕我们这次要铩羽而归啊！白小天冷漠地注视着苏阳，不屑地哼了一声。阅览星河，就凭你还想当关东联盟的老大？告诉你，没有关东联盟撑腰，你啥也不是。苏阳缓缓抬头，直视着眼前这位熟悉又陌生的人。来自阅览星河的愤怒，属性点加100。白小天，苏阳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哟，小子，你还认识我？来自阅览星河的愤怒，属性点加100。终于见到你了呀！苏阳眼神冰冷，嘴角上扬，脸上露出一种癫狂的狰狞。来自阅览星河的愤怒，属性点加100。蹭！金色巨象突然现身，迎风而立，高达100丈。许冰和林峰吓得一个机灵，纷纷后退。怎么回事？他的能量刚才不是耗尽了吗？林峰也是一片茫然。刚才我也注意到了，他的确是能量耗尽，才无法支撑巨象的。白小天刚刚放出狠话，如今看到变身的苏阳却藏身在了许冰身后。冰神，他的变身应该坚持不了多久，集火吧，还剩10分钟了。白小天这么一提醒，许冰确实觉得需要一个了断。他大手一挥，霸气十足，集火，冲冲冲！无数光球、弓箭、灵符闪烁着能量尾翼，飞向苏阳的金色巨象。苏阳冷哼一声，周身瞬间燃气一片火海，金色火人像一座喷发的火山。他一步踏出，来到城主府的中心位置。大哥、二哥，自保！轰！金色火人的天魔缭乱，就犹如一枚小型核弹。城主府内瞬间爆发出炙热光芒，无数火灵包裹着金色圣炎，在府内肆虐燃烧。3秒，城主府内只剩苏阳一人。城主府外，京城三杰拖着狼狈的身体，仍是一阵后怕。
3少，还有9分钟，他自己翻不起多大浪花的。白小天暗暗向后退缩，不过还是逃不出苏阳的双眼。白小天，来自阅览星河的愤怒，属性点加100。看这模样，这次的工程也是你唆使的呀？金色巨象语气冰冷，声音沙哑而沉重，每一个字都在这片天空回荡，那种空洞的传音仿佛神灵降世。嗖嗖嗖，无数能量体撞击在金色巨象的身上，带起一片片能量涟漪，免疫层叠而出。这家伙怎么回事？完全打不出伤害。靠！这哥们开外挂了吧？再让他坚持8分钟工程，可就结束了呀！京城三杰也慌了，这种局面早就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现在就算有人说苏阳能守住最后的8分钟，他们也不意外。集火！集火！不留余力，不要停！人海战术！许斌带头冲锋，再次踏足城主府。林峰失去白虎的能量附体，只能算是一位强力玩家，完全无法单独抗衡苏阳的金色巨象。呵呵，金色巨象顶着对方的输出，再次开口：“谁说关东联盟是我的依仗？老子今天告诉你们，我才是关东联盟的依仗。”第151章，守城成功，力挽狂澜。轰！金色巨象长枪一扫，城主府内再次成为禁区。100万人，蝼蚁！金色巨象一步踏出，抵在城主府门口。此时的苏阳双眼燃烧着愤怒之火，他死死盯着藏匿在许斌身后的白小天。也许只有想起曾经的往事，曾经的情感，才能让他保持愤怒，才能抵消金色巨象强大的能量消耗。轰！咔！金色巨象手持擎天长枪，一挥之下，一片银光涣散，整个奉天城内装备光泽铺满空地，哪怕有人将装备收入包裹，还是无法承受金色巨象的长枪。圣金联盟的玩家节节败退，眼看就要被压制出奉天城，而时间也只剩下6分钟。金色巨象高高跃起，锁定白小天的位置，狠狠一踏。轰！空！炸响之后，他瘦小的身躯腾空而起，失去了身体的控制。苏阳一声怒嚎，金色长枪的枪尖燃起火焰漩涡，烧的这片空间噼啪作响。长枪舞动，瞬间吞没白小天瘦小的身体，一枪之下，尸骨无存。不过这一击之后，苏阳也是无法继续保持着青龙变身的模样，能量破碎，巨象就此消失。京城三杰狼狈起身，嘴角不自觉地抽动几下。杀了他！快，只剩5分钟了！别墅大厅的室友和吴美纷纷攥紧拳头。本以为苏阳可以坚持到时间结束，毕竟已经凭借一己之力将对手逼出城外，没想到距离守城时间还剩5分钟的时候，他失去了变身。苏神说过，他的变身和青龙三枪需要能量支撑，现在看来能量应该是用完了。我好希望师傅能够创造奇迹，再坚持5分钟。官网首页都在直播这场战斗，而且评论一边倒，全部希望苏神能够守住。直播页面下，网友纷纷留言：操！奉天城建设的多好，竟然遭到圣经的嫉妒。就是皇城根下的人总是自视清高，打自己人这么积极，等国战的时候看他们圣经有没有这么大精神。阅览星河加油，挺住！奉天城南门。对于外界的情况，苏阳一概不知，眼下的情况确实有些棘手，不过他的心中早就有了打算。蹭！林峰压榨出最后的能量，用出白虎变身。他没有说出任何话，直奔苏阳而来，因为他心里清楚，他只有最后一次进攻机会，这次失败，他将不会再有变身的能量。许斌看到搏命的林峰，也是满眼激动，全给我上！踏平城主府！白虎迎风招展，一双虎爪朝着城门口的苏阳狠狠拍下。只要这一击得手，苏阳必死无疑。轰！炸响之后，烟雾缭绕，林峰再次拖地倒飞，甚至白虎在空中也无法维持变身，直接消散。他捂着胸口，怔怔地望着城门口的金色巨象，颓废且茫然。为什么？他的能量不是用完了吗？那些前冲的圣经玩家同样怔在原地，面对金色巨人，他们实在不知道如何突破。苏阳缓缓睁眼，包裹中的装备已经全部回收，兑换了1000多点的能量。你们真的很可恶啊！让我们奉天城的玩家集体掉了2级，你们乖乖站在那，等待最后的5分钟走完，我就暂且饶过你们。冰冷压抑的声音从巨象口中发出，带着不可抗拒的魔力。许斌站在原地，愤怒咆哮：小地方也想出金凤凰，简直做梦！给我杀，四面八方的杀！苏阳堵在城门口，双眼曲眯，怒吼一声：灵儿！你好，主人！
啊呸！哥哥，我在呢。他嘴角一扬，翻出底牌，拾取，回收，嗖嗖嗖。奉天城内，无数装备颤抖着缓缓升空，四面八方的飞向南门，纷纷飞入苏阳的包裹。他们落入口袋，瞬间回收，成为苏阳觉悟之力的属性点，支撑着金色巨象不断凝实。这片天地装备源源不断的汇聚，就像为金色巨象融成一身斑驳铠甲。觉悟之力开！金色巨象怒嚎一声，浑身瞬间燃起一层透明气浪，抖动的这片空间都变得不再真实。眨眼间，天赋能量点已经破万，苏阳体内的青龙之力再次被激活。第四枪，飞龙在天，力！青龙出枪，能量点瞬间减半。不过这一击也是相当强悍，青龙王的100米身躯围绕着奉天城盘旋肆虐，飞龙之下，寸草不生。肃清周围的敌人之后，愣是带着剩余的能量冲进敌方阵营。冲击之下，一道长达1000米的沟壑出现在苏阳面前。这一击真正诠释了什么叫恐怖如斯。还有3分钟，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京城三杰面面相觑，脚下一软，跌坐在地上。面对金色巨象的恐怖威势，他们终于感到一阵无力和挫败感。一个人真的能强到这种地步吗？100万人都攻不进去，我花了10个亿打造的队伍，竟然连小小的奉天城都拿不下。不，许斌心有不甘，猛然起身。然而苏阳根本不给机会，亢龙有悔的巨大龙头一声咆哮，带着强大的风压，瞬间将其定在原地。别动，再动就死。巨象冷漠开口，犹如神灵。林峰咬咬牙，最终放弃抵抗。秋阳扶着许斌，同样心灰意冷。失败了，我们回去吧。说了别动。巨象突然发难，蛟龙出海发动，一道龙形光影直直地窜了过去，之后便只剩下一条干净的土路。京城三杰，卒，回去告诉他们，奉天城的反击不会耽搁太久。圣金联盟的玩家纷纷放弃抵抗，原地回城。这场突如其来的侵略自此画上句号。关东联盟参战人数100万人，剩余1人；圣金联盟参战人数200万人，剩余80万人。侵略失败。苏阳站在城门口，等待时间走完，直到凌晨的钟声敲响，一道系统公告响彻奉天城。刷刷刷！无数玩家卡点上线，听到了振奋人心的系统消息。公告：奉天城守城成功，获得圣金州1/3建设资源，城市等级+1，升级成为准主城。第152章，王者降临，绝望之塔。苏小子，青龙王沧桑的声音透出一种无力感。你的第4枪是用临时能量支撑的，我的精神力已经无法承受第4枪带来的能量反噬，我可能要沉睡一段时间了。正好这段时间你送我去魔界化龙池。苏阳冲过人群，直奔石门。青龙王的交代，他丝毫不敢怠慢。虚拟产业联盟总部，赵会长盯着电视屏幕，狠狠地拍了下桌子。在其身边待命的张主任身体猛地颤了一下，吓出一个机灵。这苏阳牛逼啊，竟然让他守住了。赵会长口无遮拦，发现旁边还站着张主任，只好咳嗽2声。小张啊。哎，赵会长，您指示。让战区加大力度，全面支持苏阳发展。好的。别墅大厅，苏阳的队友们兴奋地开了几瓶红酒，电视音乐调得很大，就连老崔都慕名而来。苏阳拉开卧室门，走出卧室。苏神，牛逼！砰砰，琪琪和大潘扭动礼炮，喷出一片彩带。盒子挽着苏阳的左臂，萌萌挽上了苏阳的右臂，不过却被苏阳一把推开了。一群人折腾到天亮才去睡觉。奉天城维护了12个小时，奉天城的玩家在官网上骂了12个小时。圣经联盟宣战的帖子下，一群正义之士义愤填膺。奉天菜须鸡草，再敢来我们奉天，鸡哥教你们做坤。倾城美女，星河哥哥好帅，私聊加微信。乱云飞渡，一群垃圾，还不是靠一个挂逼。黑夜之王，谁家狗没拴绳，都跑楼上去了。帖子下乱成一片，不堪入目。中午12点，苏阳刚上线就接到了林教授的语音通话。苏阳，奉天成为了准主城，而且奖励的资源也特别丰厚。林教授的声音越发亢奋。你不知道，咱们现在的建设资源简直用不完。不说了，姐去忙了。多。苏阳站在魔界的一处峭壁上，脚下是深不见底的红色岩浆。此时的青龙王就泡在这滩岩浆池里。化龙池莫不是化的渣都不剩了吧？苏阳盘坐在原地等待。
一位龙族老者化为人形，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苏小子，这枚戒指是我们龙族的一点心意，收下吧。苏阳仔细打量着托盘上的那枚古朴戒指，表面斑驳，没有光泽。不过苏阳清楚，既然是龙族赠予的东西，一定不是凡品。他拿起戒指，换下传送指环。龙族指环，等级60，特性可传送至魔界，落点印记定位03。苏阳简直不敢相信，就这？苏小子，小青龙这次在化龙池还需要不短的时间，撵我？苏阳起身，眼睛瞪得像铜铃。老者没有回答，转身走了，举着托盘走的。苏阳嘴唇嗡动，一口哑语国粹送上。当他回到奉天城，破败的城墙和商铺已经全部恢复，而且城角处还多出几座箭塔。这次守城成功，不仅增加了城市等级，守城一方的参战玩家更是获得了2个等级的提升。苏阳额外增加了2个幸运点和20万的声望。打开个人面板，阅览星河龙皇战舰，等级65，生命16451，攻击3155-3542，法术734-868，物防744-854，魔防704-785，幸运15，声望462600。由于青龙王去了化龙池，苏阳失去了青龙级的额外加成。关东联盟，黄安浩荡，王者降临，你们报名了吗？前3名有机会拿到深渊装备。秦冲，我也报名了，咱们关东联盟这次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秦冲，官网首页上官东州更是被评定为华夏最强战区，骄阳似火，这要牛逼了吗？我得赶紧升级去，争取在王者降临之前升到60级。欲火焚身，好在守城成功把损失的2级补了回来，否则还是57级的话，可就来不及到60了。阅览星河，大家抓紧都升到60级，深渊装备需要转生才能带的。黑夜之王，苏神，这转生又是怎么回事？官网也没说啊。阅览星河，当你拥有第1件深渊装备的时候，转生任务就会激活。阅览星河，只有完成转生任务才能佩戴深渊装备，而且深渊装备的属性非常强。本色嚣张，星河了解的这么清楚，一定是打到深渊装备了，发出来开开眼啊。阅览星河，绝望之铠，深渊级，等级65，血量10000，防御200-200，魔防200-200，体力100，防爆50，特性整体血量提高10%。本色嚣张，黑夜之王，黄恩浩荡。苏阳关闭联盟频道，顺便领取了一个5星的亲密任务，准备去完成一转。灵儿在呢，哥哥，去绝望之塔。嗖！苏阳眼前一黑，出现在了一处封闭空间。空间不大，仅方圆10码，四周都是护栏。一位手持死神镰刀的雕塑立在墙角。绝望之塔一层是3只哥布林。苏阳长枪随意一挥，3只哥布林就嘎了。一条信息弹了出来：上去吧，游戏才刚刚开始。苏阳踏上楼梯，来到绝望之塔的第2层。同样的格局，只是多出几只扛着炸弹的黑色哥布林。苏阳高高跃起，擎天击狠狠落下，轰的一声，这群哥布林再次团灭。欢迎仪式结束了，你可以赴死亡邀约了。就这？苏阳撇撇嘴，继续上楼。绝望之塔第3层，一位肌肉大汉扛着一个粗壮的十字架，他看到苏阳的一瞬间就发起了进攻。一只残影大手贴着苏阳就抓了下来，啪叽！苏阳被这只大手定在原地，无法动身。大汉抄起武器，抡了个半圆，狠狠劈下。苏阳微微皱眉，毫无花哨的一枪直接将大汉捅碎。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家伙？大汉甚至都没发出一声惨叫，就躺在了地上。苏阳前世的转生任务是在沙漠中射中固定靶和移动靶，没想到这一世的转生任务竟然是通过绝望之塔。不过从目前的形势看来，这次的转生似乎有点简单。第153章绝望之塔最后一层极限剑士。绝望之塔第4层，4头远古巨兽出现在战场，血量10万，防御370点。苏阳切换瞬闪长枪，激活暴击特性，再换回8星红绫枪，天魔缭乱发动，轰！本就不大的绝望之塔瞬间被破土而出的幽灵填满，一道道过万的暴击伤害铺满屏幕。3秒时间一过，4头远古巨兽已经躺在了地上。苏阳落地，伴随着巨兽化为荧光的尸体缓步上楼。绝望之塔第5层，
苏阳眼前一亮，那是一位玩家，而且还是纪元当中的冷门职业——近战法师。苏阳甚至都没见过几位近战法师，不过他可清楚，这个职业后期绝对暴力，只是前期玩家还没有把他的强势开发出来。面前的近战法师尼寇已经出手，手中法杖轻轻一送，就好像他用的才是长枪一样。12破防，但是不多。苏阳回手反击，枪出如龙。尼寇瘦小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红绫枪的一击，不过就在枪头贴到他身体的一瞬间，砰的一声，他消失了，变成了一块木头。本体则出现在了苏阳的身后，他连续挥动法杖，把苏阳打得连连后退。虽然没有多少伤害，不过苏阳的身体持续僵直，根本无法形成有效反击。近战法师着实恐怖，苏阳已经能够想象出今后要面对的对手会有多么难缠。特别是国服第一近战法师一叶知秋，他的近战操作无敌，常年霸榜战力榜前3的位置。苏阳高高跃起，免疫尼寇的控制，原地降落，尼寇避无可避，惨死于苏阳的一脚飞踹。绝望之塔第6层，苏阳站在原地没有出手，对面是7个手持长剑的士兵，他们身着铠甲，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保持着2131的阵型。苏阳脚下生风，原力冲锋，贴着士兵就冲了过去。7个士兵身体颤抖，铠甲碎屑掉了一地，露出原本光洁的身体，似乎他们之前曾被这些铠甲束缚着，所以才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如今他们行动自如，挥动长剑发起突刺。轰 ！S 级群体技能天魔缭乱释放，7个士兵全部被破土而出的灵魂体淹没。3秒后，塔中一片空白。不要骄傲，自满必然会带来失败，这是无数人用死亡证明的结果。绝望之塔第7层，4头灰色丧尸，2头红色丧尸。苏阳刚一露头，6头僵尸就扑了上来，他们速度极快，根本不给苏阳反应时间，抱着苏阳的大腿就开始啃。卡茨，卡茨，啃食的津津有味，只是口水沾满苏阳的身体，令他有点恶心。苏阳站在原地不动，任由僵尸来啃。又等待了10秒，擎天机冷却完毕，一招搞定。再上一层，苏阳终于遇见了第一个难缠的对手——盾战系隐藏职业气功师。气功师，盾战系，等级60，生命10000，攻击2000-2400，物防1500-2000，魔防1500-2000。苏阳右腿发力一蹬，手中红绫枪回缩蓄力，对着面前的红发女子攻去。呵！女子一声娇喝，一个球形屏障裹着她的身躯。破盾斩悍然一击竟然打出了免疫，这是破盾斩第一次吃瘪。显然对手的这个技能不是防御盾，而是类似阿当可以免疫技能伤害的星芒之握。苏阳微微一惊，踉跄后退。红发女子凭空召唤出7道银色幻影，将苏阳牢牢地控在原地。银色幻影在触碰到苏阳的身体后爆炸，2道2000加的伤害显现。苏阳向后倒飞，只承受了2道银色幻影的炸伤。不过红发女子站在原地蓄力，一击杜根被他推了出来，苏阳避无可避，迎面撞上飞来的杜根，血量再次下降2000。蹭！苏阳怒火攻心，10道烽火连斩的火团被召唤而出，原力冲锋向侧方一闪，避过一记杜根。他死死盯着红发女子的球形屏障，果然，几秒后屏障消失，他闪烁近身，无伤穿过银色幻影，长枪化作榔头，嗜血连斩带着红怒属性连续劈砍。噗噗噗！暴击4000，暴击4000，暴击4000！啊！红发女子嚎叫一声，重重地趴在地上。苏阳啐了一口，缓步上楼。绝望之塔第9层，苏阳踏入9层，血量瞬间回满。面前是一位身着绿色皮甲的弓箭手，隐藏职业掠天之翼伊尔。掠天之翼弓箭系，等级65，生命15000，攻击2200-2600，物防1700-2200，魔防1700-2200。苏阳刚欲出手，伊尔双手架弩举至胸前，砰的一声，犹如火炮一般，将苏阳击退3码，同时血量骤降3000加。苏阳高高跃起，地图终结者擎天机瞄准伊尔身位，轰然落下。然而伊尔高挑的身躯腾空而起，脚踏虚空，在空中连续弹跳，轻松避开苏阳的招牌技能。我去，这也可以！苏阳回身猛冲，准备抓伊尔的落点，
伊尔的战斗素养明显不低，在他落地瞬间，双手合并，前身，砰！同样的招数再次让苏阳吃瘪，苏阳的近身又一次被逼退。嗖！1824，1728，1674，苏阳每一次受到伤害，身体都会不受控制的后退一码，而且伊尔的攻击频率很快，苏阳的血条肉眼可见地下降。这家伙闪避意识极强，连瞬间贴脸的原力冲锋都能躲过去。卧槽！苏阳被操作了，无奈只能用出绝望之塔的绝望技能天魔缭乱。轰！全图攻击，满屏的幽灵在塔内乱飞，伊尔根本避无可避，一片片暴击弹出。3秒后，伊尔陨落，趴在地上蹬了蹬腿。不讲武德，最后一层你是无法通过的。绝望之塔第10层，苏阳转生任务的最后一层，踏上高塔的最后一层，眼前是10只喷火的红色狮鹫，狮鹫中央是一道熟悉的身影，白色布甲，手持长剑，风灵剑圣，极限剑士，等级70，生命2万，攻击2800-3200，物防2000-2500，魔防2000-2500。第154章神秘任务速龙护腕。苏阳提了口气，从风灵剑圣的属性来看，应该不至于对自己造成太大威胁。不过按照经验，风灵剑圣后面跟着的称号并不是剑士，而是极限剑士。有极限2字就不能用平常眼光来看待了。在前世，苏阳转生任务的最后一个环节，他的元素弓箭手获得了极限能量，在守塔过程中，以1秒6箭的速率顶住了对手的冲击。想来这个极限的风灵剑圣同样拥有极快的攻击速率，不容小觑。苏阳隐匿在一角，等待120秒。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万分谨慎。天魔缭乱冷却完毕，苏阳缓步走到风灵剑圣身旁，准备贴脸输出。天魔缭乱，轰！厉鬼破土，全屏冲击。剑圣像吃了苍蝇药一般，疯了似的全图突刺，并且没有冷却，真正的技能不间断连续释放，就连那些天魔缭乱的小鬼都抓不住他。只是他速度太快，自己都看不清路，撞到几只小鬼，损失了1/3的血量。3秒过后，狮鹫全部陨落，毫无作用。剑圣依然满屏穿梭，口中不停的嚎叫，吼吼吼！痛！苏阳天魔缭乱结束，躲闪不及，被剑圣的突刺击飞。然而不待苏阳落地，下一次突刺已经接了上来。我靠！浮空闪！苏阳来不及感慨，悬空使用擎天机脱离控制，预判高塔的中心点降落，这样最起码命中剑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果然，风灵剑圣被控在原地，口中也不再继续吼吼。苏阳长枪回缩，蓄力1秒，破盾斩命中胸口，暴击12246。然而残血的剑圣仿佛获得了净化之力，突然从苏阳的沉默中挣脱出来，像一头饿狼一样再次全屏穿梭。苏阳无奈又被控在空中，连续被控制，苏阳的血量蹭蹭下降。心念一动，游刃有余的光泽一闪而逝，天魔缭乱再次被点亮。苏阳用出擎天机免疫对手控制，直接在半空中用出天魔缭乱。对手的这点血量已经完全顶不住小鬼们的纠缠。果然，3秒的神魔降临之后，绝望之塔通关。关东州公告：恭喜玩家阅览星河完成1传。公告之后，关东联盟中一片恭喜之声。苏阳被传送出塔，回到了关东州。打开包裹，取出绝望之铠。苏阳摇头浅笑，终于换下了他30级的装备悲鸣铠甲。个人面板，防御破1000，血量直接增加12000。阅览星河，龙皇战舰，等级65，生命29102，攻击3155-3542，法术734-868，物防910-1004，魔防874-935，幸运15，声望462600。我靠！星河大神那件衣服是什么级别？光芒太耀眼了吧！苏阳听到一旁的惊呼，瞄了一眼自己的铠甲衣服，深邃的红色闪烁着阵阵黑芒，平添了一股肃杀之气。苏阳隐匿装备、光泽和名字，准备去往华夏南部的百越州。2天后就是王者归来的预赛。在前世，夺魁的是百越州的朱雀传承者荀芳，第2名是圣荆州的白虎传承者林峰。虽然在比赛中无法使用传承变身，不过传承的能量附体仍然可以使用，也就是说
传承者依然拥有10倍于其他玩家的血量优势。在当时，林峰的装备非常豪华，不过还是惜败于荀芳，只因为荀芳拥有一件强大的护腕装备。这次苏阳传送去百越州是要完成一个神秘任务，就是为了截胡这件装备。这个任务在前世可谓是轰动一时，任务装备更是有价无市，获得难度极大。苏阳记得当时荀芳花费近1个亿获得了这件装备，这一世苏阳提前2天，应该能搞定这件神秘装备。百越州长河谷，苏阳锁定位置，急速狂奔。长河谷，一条横跨百越和圣经的狭长古道。苏阳步行30多分钟到达目的地。古道入口，一位老者银光环绕，玩家正排队接取任务。组队沙龙，缺一个治疗，有治疗再来个打手发车。队伍有美女招强力大佬进队一关。苏阳身边清一色的组队沙龙队伍，他挤过人群，接到了任务，带队刷龙，1等9。一群人纷纷回头，紧接着哈哈大笑，哪来的傻逼还带队刷龙？哈哈，你以为自己是荀芳吗？还带队？哥们，你知不知道地龙的等级和属性？吹牛逼也不能太过分吧。苏阳也懒得跟他们废话，直接亮出装备光泽和等级。在看到苏阳的装备光泽之后，这群玩家直接傻了眼，反应快的更是立刻退出原来的队伍，申请加队。苏阳也不管对方的职业和等级，全部同意，队伍瞬间组满10人。我靠，竟然是65级大佬，天榜第1的荀芳才64级。大佬，我错了，求带。这月揽星河，我操，关东之神月揽星河呀，真是他吗？视频我看过，青龙变身简直牛逼上天啊。苏阳微微一笑，先跟你们说一下代刷条件，如果不同意可以退出队伍。我只要地龙碎片，每人应该能拾取5个。地龙指甲你们可以拿去换护腕，都没问题，咱们就发车了。大家都在感慨自己运气爆棚，能遇见月揽星河代刷地龙，并且可以拿到任务物品换取地龙护腕，已经非常难得。而苏阳所说的地龙碎片，他们连作用都不清楚。2分钟后，苏阳已经带着他们来到了地龙的刷新处，触发任务，激活地龙。释放出地龙之后，苏阳放弃了任务。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苏阳无法获得任务物品，而他这些没有放弃任务的队友，依然可以获得任务物品。吼！一声巨龙咆哮，苏阳面前一头威风凛凛的大蜥蜴出现，仔细看去又像一头巨大的鳄鱼。地龙尼尔柯达，等级70，血量100万，攻击4000-4300，物防1200-2100，魔防1200-2100，技能迅捷一击，石化一击。介绍：异族强者，位面遗忘的地龙，掌握着一些空间和魔法之力。众人纷纷倒吸凉气。大家都知道，组队人数越多，地龙的属性越强。没想到10人队伍的地龙已经强悍到这种程度。星河大神，你行不行啊？第155章，深渊级极品护腕。苏阳微微一愣，听这话的意思好像在骂人。都往后退，我要开始装逼了。队友们纷纷后退，表情凝重。苏阳前插，长枪划过地面，带起一阵烽火连斩的火花，回缩蓄力，长枪一闪而逝。队友们甚至都没发现，苏阳利用蓄力破盾斩的时机切换过长枪，空暴击26456，一击炸裂。然而地龙只掉了皮血，不过这一枪的伤害仍然让队友们惊讶的合不拢嘴。我靠，我他妈就没见过谁能打出5位数的伤害，还他妈是捅的地龙。这次王者归来，老哥怕不是要夺冠了吧？我瞅着比荀芳要猛。队友们聊天之际，苏阳已经连斩8枪，地龙也只是掉了10%的血条，整体血量依然拥有90万。地龙的反击也是相当迅猛，只不过他对苏阳造成的伤害完全被苏阳自带的吸血效果回满。而最后一击，苏阳更是用出了烽火连斩第10枪，加上天魔缭乱的爆发组合，轰轰轰！百越州的几人第一次见到天魔缭乱，吓得一个机灵。而这个技能使用期间，地龙的血量更是蹭蹭下降，无数2万加的伤害飞起，暴击4万的伤害也不在少数。地龙残血之际更是发出迅捷一击，只是苏阳身处无敌状态，无法感受到地龙这次攻击的威力。轰隆！地龙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身上一片焦黑。苏阳一招手，队友们兴奋的上前掰下地龙的指甲。苏阳挨个交易，获取了他们格外拾取的地龙碎片。
每人5个，一共45个。苏阳解散了队伍，回到任务接取处，重新接受任务。其中一位成功兑换装备的前队友，更是将他获得的地龙护腕发了出来。尼尔柯达 X 护腕，黄金级，等级60，攻击85-170，法术85-170，力量58，灵力58，敏捷28，暴击23，特性轻巧，攻速增加10%。哈哈，牛逼！老子终于也有顶级装备了！卧槽，竟然还增加了10%的攻速！旁边一群玩家实名羡慕。带队刷龙1等9，苏阳如法炮制。那位看热闹的战士回头瞄了一眼苏阳，嘴角一挑：“哥们，我没看错吧？就你带队刷龙？”站在他旁边展示装备的玩家一愣，随即狠狠地拍了他一下：“傻掉，那可是大高手，我就是跟他混到的装备。不过他好像有病，有受骂倾向。”苏阳低头一看，也是微微一愣，太顺手了吧，光泽和名字又都关了，一直忙碌到晚上8点。苏阳共计击杀23头地龙，终于积累了1000片地龙碎片。当他再次点开老者身上的任务兑换时，老者身上一只手环闪烁着红字，异常耀眼。苏阳送出1000片地龙碎片，兑换了这只手环。速龙护腕，深渊级，等级65，攻击120-200，法术120-200，力量80，灵力80，敏捷40，暴击35，特性轻巧，攻速增加20%，特性灵巧，释放速度增加20%。苏阳双手颤抖，捏着这只手环，颤颤巍巍地戴在手腕上。青绿色的墨竹护腕更是被他直接回收。这回王者归来的冠军没跑了吧？苏阳信心倍增，要不是这只护腕只有唯一一个，他肯定蹲上几天。这次没有速龙护腕的巡方，估计都不是林峰的对手了。而林峰作为自己的手下败将，根本不足为虑。不过青龙王还在化龙池，他们依然拥有10倍的血量加持，自己依靠2.9万的血量对上他的15万，好像还是很悬啊。苏阳越想越头疼，突然想到自己还没报名，赶紧原地回城。关东州报名处，苏阳排在队尾，等待了5分钟，顺利报名。瞄了一眼报名人数，竟然已经突破了100万人。一个人收10金币的报名费，100万人就是1000万金币。按目前的汇率，一场比赛的报名费直接上亿啊！苏阳咂咂嘴，不由得感叹一声：“狗二的资本家。”回到奉天城，苏阳突然发现任务公示处排起长队，难道是林姐发布了什么任务，值得大家这么蜂拥的去接？苏阳挤进人群，发现并不是任务，而是王者归来的报名站点。如今的奉天城已经是准主城，而且大多数玩家等级不够，也不值得花费100个金币去关东州，所以能在这里报名也是很不错的选择。不过苏阳点开报名栏，竟发现报名费是15金币，还是林姐会做生意啊？苏阳笑着点点头，跑到丰年那里看收场。何子果然也在，苏阳美滋滋的跑过去，坐在何子身边，送上一枚尼尔柯达护腕。何子笑盈盈地戴上护腕，扭了扭手脖子，带你去升级，到了65就可以穿戴深渊装备，触发转生任务了。何子嗯了一声，扑了扑屁股上的灰尘。老样子，我去跑图，女朋友等我消息传送。OK。何子笑面如花，比了个 OK 的手势。苏阳传送到关东州，行使特权，灵儿在呢，哥哥。传送去亲密任务的刷怪地点。好的，哥哥。灵儿消失在液晶屏幕。不过苏阳面前同时出现一个传送阵，苏阳一步踏入，眼前一晃，便出现在一处青青草原。打开地图查看，贝尔草场，怪物等级65到75级之间，5星亲密任务要求，击杀不超过自身等级10级的怪物，865000。原来绝望之塔和地龙也算在任务中。贝尔草场，望眼欲穿，一些奔跑中的牛马似乎不像怪物。嗖，何子现身，苏阳拉着何子追马，刚跑没几步，地面土地翻涌，绿色的草皮被顶翻，露出下面黑色的松土，一只指肉白如蚯蚓的大虫子雇佣着身躯从地底艰难地扯出肉体，米其林一样的身体，一节一节的，看起来非常 Q 弹。草场蠕虫，等级65，血量65000，攻击610-700，防御435-562，魔防566-645，技能淬毒粘液。第156章地下宫殿寒冰套装。
大肉虫前后伸缩蠕动，苏阳不由得一阵怪笑，盯着盒子看。盒子的脸瞬间就红了，在他身边的大肉虫突然围了过来，蠕动着伸出头，露出光滑雄壮的表面，一口粘液喷出。盒子根本不可能被大虫子喷射到，他瞬间隐匿。大肉虫们肉头一扭，转移目标。苏阳微微一笑，披风一抖，抗住了对手的液弹冲击，只是身上一片胶黏，有点狼狈。大肉虫还无法破防，只是他的淬毒粘液可以造成持续掉血。苏阳一击破盾斩依然打出5位数的伤害，血量直接回满。他绕场一周，整个草场瞬间炸裂，无数肉虫破土，犹如僵尸离地。绿色的草皮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蠕虫。仅仅过去1个小时，草场的蠕虫便被肃清。苏阳召唤灵儿拾取装备，盒子还是第一次见到灵儿，亲切地打了声招呼。灵儿也不怯场，被苏阳安排叫了盒子一声嫂子。轰！地面之下嗡嗡细颤，紧接着开始出现龟裂。咔嚓！巨大的裂缝像9洞的冰突然爆开，露出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阵阵白雾飘起，寒风阵阵。苏阳拉着盒子沿着石壁下探。爹，系统提示：你已进入地图雪域冰宫。雪域冰宫？苏阳微微一愣，前世的一些记忆慢慢清晰。60级寒冰套装，在前世60级跟30级一样，是玩家之间的分水岭，而寒冰套装更是将60级玩家的装备提升了一个档次。苏阳隐约记得，激活这身套装之后，攻击目标有不小的几率触发冰冻和减速效果，2件就能触发第1阶段套装效果，5件可以触发整套效果。最夸张的是，寒冰套装的等级是深渊级。女朋友，今晚我们有的忙了。盒子眼睛一亮，不再说话。2人沿着石柱的台阶走了几分钟，草场下的深渊大坑已经变成了冰蓝色，好像远古时候的冰雪宫殿，倒是跟极冰城有些类似。冰宫入口处，几位守城奴站在附近原地不动，他们高大威猛，手持钢叉，看起来威风凛凛。苏阳2人从守城奴的脚下经过，将其触发，冰雪消融，露出他严肃冷漠的脸。冒险者，胆敢擅闯雪域冰宫，受死吧！冰宫守卫，等级70，血量10万，攻击700-900，防御550-640，魔防550-640，技能冰冻。苏阳一袭深红战袍，盒子身着黑色皮甲，2人站在冰宫内极其显眼，并分2路各自引怪，一直刷到晚上6点。雪域冰宫的第1层已经被肃清，寒冰套装只得到1件皮甲鞋子。不过盒子得到这件鞋子触发了一转任务，运气不错，一转任务就是要击杀1层的守护 BOSS。 盒子，杀掉这层的 BOSS 之后，咱们下线吃饭。琪琪好像有事。2人来到2层入口处，矗立在墙壁上的冰雕巨人被一层厚厚的冰层覆盖，待2人靠近，冰层渐渐龟裂，冰块碎屑落了一地，砸出地面上一个个白色痕迹。冰块滑落到苏阳脚下，苏阳像打冰球一样的长枪一扫，将冰块推到1层 BOSS 的胯下。进洞！苏阳兴奋尖叫。冰宫之主萨拉，等级72，血量100万，攻击3500-4100，物防1000-1800，魔防1000-1800，技能冰封冰天雪地。冒险者，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BOSS 语气冷漠，似乎还没看清眼前的局面。苏阳激活烽火连斩，迎面冲了上去，凭 A 加破盾斩起手，2105 8410，一套下去整整打掉 BOSS 1% 的血量。盒子来到 BOSS 身后，唤出分身，攻速极快，每一刀都能带走 BOSS 1000加的血量。 BOSS 一时难以分辨仇恨来源，站在原地发抖。一个看上去威风凛凛的冰雪之王，竟然被苏阳2人卡住了。仅仅5分钟的时间， BOSS 血量已经见底，再不还手就要命丧当场。也许真是急了。 BOSS 身上寒气越发逼人，苏阳2人直接被这股寒气冻成2座人形冰雕。系统提示：你已被冰封，不能移动，物理防御增加100%。啪啪啪！头顶之上，一个个尖锐的冰锥从天而降，落在冰面上噼啪作响。苏阳2人血量蹭蹭下降。系统提示：冰宫之主萨拉使用技能冰天雪地，魔法伤害增加100%。苏阳眉头一皱，这 BOSS 会整活，给对手增加物理防御，
他倒是用出了魔法攻击。苏阳不再耽搁，利用擎天机脱身，高高跃起的瞬间与 BOSS 视线平齐。BOSS 双手举天，冰天雪地持续释放。面对突然跃起的苏阳，明显一愣，眼神中的凌厉也变得迷茫，好像在说：“你小子为何还能跳这么高？”苏阳不介意让他更加迷茫，擎天机狠狠一踏，落在他的脚下。BOSS 瞬间停手，呆呆地站在原地。和子也从冰封中恢复了状态。面对残血的 BOSS， 两人来到其脚下一顿输出。5秒后 ，BOSS 哀嚎一声，化为一块块碎冰冰摊落在地面上。和子运气不错 ，BOSS 爆出了最难得的皮甲衣服。苏阳将 BOSS 爆出的皮甲衣服递给和子，和子的转生任务也得以完成。换上新的衣服和鞋子后，和子的气质再次出现了变化，曾经的神秘和清冷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冰甲带来的清澈和高贵。苏阳的深渊装备绝望之铠，给人带来的感觉就是深邃强大，而和子的冰甲则是透着寒气，高贵的同时更让人不寒而栗。苏阳这2件装备触发了套装效果，寒冰之甲深渊级，等级65，血量7000，防御150-150，魔防150-150，体力70，防爆40，特性整体血量提高 7%。套装2件已激活，冰封效果触发几率 20%。寒冰之旅深渊级，等级65，血量3000，防御120-120，魔防120-120，体力50，防爆30，特性移动速度增加 7%。套装2件已激活，冰封效果触发几率 20%。苏阳暗暗咂嘴，好强悍的套装属性，不知道和子在王者归来时凑齐一身寒冰套装会是什么效果。林峰，寻芳哪怕是我遇见和子，也无法胜券在握吧。第157章2阶隐藏职业云顶天宫。苏阳两人下线，来到别墅大厅。琪琪看起来表情很奇怪，既兴奋又有点纠结，总之很别扭。怎么了？苏神，这事我还没跟大潘和胖子说。琪琪喝了口水，眉头紧锁。我获得了2阶转职卷轴。苏阳眼神一亮，语调都高了起来。这是好事啊，怎么你看起来很纠结？苏阳清楚2阶转职卷轴非常难得，弓箭手的2阶隐藏职业是掠天之意，也就是苏阳在绝望之塔中遇见的伊尔。超高的机动性又有持续压制手段，是非常顶级的隐藏职业。不过看琪琪纠结的样子，好像还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白小天又找到我家里去了，给了我父母100万，想要买我手中的2阶转职卷轴。他怎么知道你有卷轴？苏阳眉头一皱，心中不得不想，难道琪琪跟白小天之间还有什么秘密？琪琪露出一丝尬笑，不由得摇摇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毕竟我爸爸就在他家的工厂工作，哪怕他做了一些吃里扒外的事，毕竟他家就在京都，其实也算不上吃里扒外。是他邀请我打一个65级的深渊级 BOSS， 爆出的物品任我挑选一件，结果就是他的人被团灭。我依靠着手长和卡位优势磨死了 BOSS。 苏阳一惊，你告诉他爆出隐藏职业卷轴了？琪琪无奈的点点头。后悔了吗？苏阳微笑，有一点。琪琪如实回答，哈哈，好吧。苏阳给出建议，白小天家里工厂是做什么的？叔叔在工厂是什么职位？薪资待遇呢？琪琪不明白苏阳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不过依然如实回答，他家是做生物医药的，在当地算是2线能力，不过京都的2线可比咱们这的1线还要厉害。我爸爸是医药销售代表，常年出差，年薪20万。苏阳拍了拍琪琪的肩膀，叔叔应该没你赚得多吧？哈哈，不开玩笑了，说正事。苏阳拉着琪琪坐到餐桌上，边吃边聊。我帮你拿个主意，2阶卷轴自己用，给叔叔的100万退回去。如果叔叔想要跳槽的话，我可以接手，待遇不变，也许更好。琪琪含了口饭，问道：林教授已经开始行动了？苏阳笑着点点头，没错，一会叫上大潘和胖子上线帮你做转职任务。好。琪琪满脸兴奋，大口吃饭。唯一对父亲的担心也终于不再是问题，他根本不喜欢白小天的为人，要不是自己父亲还在人家手中，他也许只把白小天当个屁而已。毕竟在游戏中，骄阳似火的名号可是实实在在打出来的。目前60级的他已经是周仪射手，如果能获得2阶隐藏职业，再击败阳春白雪，拿下国服第1的称号，想必白小天也不敢依仗自己的家族势力来威胁什么。匆匆吃完晚饭，
齐齐再次上线，直到晚上7点。得到消息的队友们已经集结完毕。卡布奇诺，男神厉害了，终于要获得隐藏职业了。雨过天晴，少年，哥已经等你多时了。骄阳似火，大潘，哥这次可直接是2阶隐藏职业。倾城柠檬，谁还不是个隐藏职业？欲火焚身，小雨青青，麦斯威尔，月揽星河，呵呵，来了。苏阳跟何子怡现身，顿时引来队友们的一阵惊呼。萌萌更是上下其手，师傅师娘，你们这衣服也太是那个了，都是深渊吗？苏阳跟何子微笑着点点头，特别是何子一身高贵又带点冰清，身上冰霜闪烁，散发着寒气。9人围在琪琪身边等待发落。琪琪打开地图无奈道，距离有点远，关东州的地图太大了，任务地点云顶天宫在最西南边。苏阳环视一周，默默开口，大家都有传送戒指了吧？众人点点头。灵儿在呢，哥哥。嚯，这是什么？大潘和琪琪凑到苏阳面前，盯着液晶屏幕上的美女看。刘亦菲啊！苏阳微微一笑，送我去云顶天宫。嗖，苏阳消失了，众人面面相觑，不敢置信。嗖，何子也消失了，大家终于反应过来，哈哈，不用跑图了，走吧。关东州西南，云顶天宫入口。嗖，嗖，嗖，一道道身影闪烁着出现在苏阳身边。苏神，刘亦菲太好用了吧？怎么得的？我可是激活关东州的男人，就是那个时候奖励的精灵权限。走吧，以免夜长梦多。琪琪带队走进山巅宫殿，那一抹紧张的情绪也是被大家捕捉到。这么强的阵容帮你打隐藏职业，你紧张个毛啊！大潘似笑非笑的走在一旁，胖子也是不明白，刚才他已经查看了云顶天宫的地图，怪物等级80级上下，倒不是特别难对付，不明白琪琪为什么会看起来那么紧张。不是这个原因。琪琪面露难色，是因为我跟白小天谈崩了，他可能会过来搅局。苏阳一怔，他的行会应该还没有吃下我们的实力吧？说完这话，苏阳很快又想到一种可能性，难道他会联合京城3杰过来？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局面可真就不好说了。青龙王去了化龙池，关东联盟没有苏阳的青龙王兜底，还真不见得是京城3杰的对手，也不一定，毕竟咱们刚刚打赢了守城战。胖子插话道，圣荆州如今声望狼藉，被官网带了节奏，口诛笔伐，自身难保。琪琪摇了摇头，喃喃道，你们知道百越州的巡方吗？众人摇头，唯有苏阳听到这个名字为之一振，难道说这事还跟巡方有关系不成？琪琪再次开口道，云顶天宫地处3州犄角，东北是关东，西边是圣京，南侧是百越。百越最强的家伙叫做巡方，也是一位传承者，他还是白小天的表哥。听到这里，众人不由得睁大了嘴巴。第158章突破60级，群雄并起，还真是棘手啊！云顶天宫一共有7层，今天晚上再加上明天1天时间，我们未必能刷完啊。胖子踏入天宫，打开地图分析道，云顶天宫是一座高耸入云的7层高塔，他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后天就要开始王者归来的比赛了。如果真的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琪琪就不能在比赛之前完成转职，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不好的结果。云顶天宫地形复杂，也无法容纳过多的人进来，想要全歼我们没有几个千人团也做不到。苏阳发话了，这无疑给大家吃下了定心丸。众人不再考虑更多，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搞定脚下的7层高塔，完成琪琪的隐藏职业。踏入高塔，大家都显得额外谨慎，毕竟怪物等级已经达到了80级。天宫龙人精英级，等级80，血量15万，攻击780-980，防御620-700，魔防620-700，技能幻影。咔嚓，天宫龙人扬起尾巴一扫，大潘首当其冲，血量直接下降了800多点。怎么可能？我的防御力有800多啊，他怎么能打掉我这么多血？2个原因。苏阳开口解释，首先怪物的等级比你高出20级，而且精英怪的基础属性一般要乘上 1.5 倍，也就是说1000的攻击乘上 120% 的等级压制，再乘上 1.5 倍的基础属性，他的攻击力就达到了1600多点。原来如此，对于血量刚刚破万的大潘来说，拉怪已经相对困难。苏阳当然看得明白，他与何子对视一眼，两人分别去引怪，拥有深渊级的防御装备，这时候才展示出他的恐怖，完全无惧天宫龙人的伤害。5分钟后，
一层云顶天宫的中心点，已经聚焦了数不清的天宫龙人，他们像一只只站立行走的大蜥蜴，拖着尾巴，手中还举着一把金属钢叉。集火！苏阳一声令下，队友们齐齐技能招呼，冲！一个铺满半屏的蓝色冰阵瞬间浮现，最起码覆盖了方圆20码的距离。苏阳眼睛一亮，夸赞道：“胖子技能进阶了呀！”是的，现在的控制范围大约是之前的4倍。半屏的怪物被胖子控在原地，外围的天宫龙人看起来很是心急，想要冲进冰阵一睹为快。冰阵落地，同时火阵、攻阵、手阵全部释放，胖子一个照面，火力全开。然而还没有结束，刚刚升入60级的胖子已经习得了招牌技能金色强化阵。他两手紧握蒲扇，双眼紧闭，口中念念叨叨。唰的一声，面前的4道阵法再次扩大1倍范围，冰阵更是达到恐怖的全图覆盖。队友们不由得惊呼起来，胖子的阵法越来越恐怖了，全图覆盖啊，躲都没位置躲。靠，没想到这么冷门的镇鬼师到了60级会这么强。有了战队第一镇鬼师的火力支援，其他队友们的输出如虎添翼，齐齐剑荡四方，不甘示弱。60级的弓箭手招牌技能群体箭射，不像剑雨那种小范围的无差别乱射，而是以自身为原点，向身边4面8方释放出的乱射，整整持续5秒。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齐齐身边的伤害简直是爆发式的层叠而出，密密麻麻的伤血数字腾空而起，仿佛绚丽的数字烟花。我靠，你们60级都有这么强的技能了吗？大潘实名羡慕。不过他的60技能也是相当不弱，他站在原地，双手持刀开始蓄力，整整2秒钟的时间，他的脸色通红。突然，他双手举刀，刀刃上能量四溢，轰卡！一道光影沿着刀刃从高空笔直劈下，一条线上的天宫龙人齐齐掉血，一片片4000加的伤害弹出。大潘这一刀下去，对面的这一排龙人血条直接下降1截。萌萌双臂环绕抱在胸前，已经看了一回热闹，看来还是得魔魂巫灵出手啊。话音刚落，萌萌便用出了毁天灭地和烈火燎原。萌萌这一出手，天宫龙人的血量根本承受不住，一片片尸首闪烁着银光，化为经验飞入众人的身体。苏阳也不甘示弱，瞄准一群血量多的区域，用出了他的群体技能天魔缭乱。在那之前又激活了瞬闪长枪的暴击特性，因此他所打出的伤害仍然是全场最高的。大家不由得咂咂嘴，是真变态。一番技能轰炸之后，云顶天宫一层的龙人已经所剩不多，并且还是残血。和子闪烁出手，精灵舞动，皆是秒杀。刷刷刷！可可、豆豆和小雨相继升到59级，并且都没有出过手，这才10分钟一层就拿下了，也太恐怖了吧！今天能通关了才好呢，抓紧时间上2层吧。苏阳带队通过1层的旋转楼梯，直接踏上2层。天宫2层的布置与1层如出一辙，只是除了拥有几只天宫龙人以外，大部分都是一种类似飞鸟的怪物。天宫飞龙，等级82，血量16万，攻击790-990，防御640-720，魔防640-720，技能喷火。老规矩，我跟盒子引怪，地图中心点集合。苏阳说完，便与盒子分散拉怪。飞龙比较像3叠纪时期的翼龙，双翼巨大，并且口吐火焰，火焰伤害不高，但持续灼伤，影响自身回血效率。苏阳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超高的攻击完成吸血回复，不过盒子却需要小雨辅助治疗。两人再次拉扯着怪群回到地图最中央，飞龙越聚越多，越来越密集，一道道火焰朝着中心点的玩家喷吐，队伍9人完全淹没在龙人的火焰中，如法炮制。胖子依然先手控制，用出冰阵 Plus， 队友们正是利用这整整10秒的控制，毫不顾忌的输出。10分钟后，队友们相继升级，苏阳跟盒子在3层聚怪，小雨、可可和豆豆原地回城。看到其他队友都有大招，本职业的60级技能让他们充满期待，这才火急火燎的放下经验，回城学习。5分钟后，几人传送回归，不过却没有预料中的兴奋。怎么了？技能不强。苏阳的印象中，牧师的60技能正是萌萌的圣光洗礼，按比例加血，而豆豆的60级技能是可以群体召唤。也正是从此刻开始，召唤师迎来单刷时代。不过神界行者的技能苏阳并不了解。第159章天宫地龙深渊级，都60级了，
还是一点输出也没有。可可气得直跺脚，豆豆在旁边捂着肚子乐。姐姐，你看我！豆豆抬手绘制铭文，短短1秒，骷髅灵将 LV58 现身。然而还没结束，下一秒，恶魔蜘蛛 LV54 现身。他面色潮红，轻喝一声，一道大型铭文绘制完毕。远古巨兽 LV60 登场，豆豆如臂指挥，3只召唤兽回身加入战场。就这，可可并不觉得召唤出远古巨兽和2只小怪是多么强力的技能，因此那股不屑也是被豆豆看在眼里。哈哈！豆豆眸光一凝，手中权杖光芒大放，60级技能直接绘制出一道虚空能量墙，各种召唤物源源不断的从里面钻了出来。钢化前虫 LV60， 祭坛守卫 LV56， 魔穴蜘蛛 LV54， 队友们纷纷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盯着能量墙里不断钻出召唤兽。可可现在不想说话。可可，你的60级技能是什么？琪琪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由于是男神问的，可可也不好不答。技能名称是神界之境，目标10码范围内随意移动，持续10秒。琪琪听得一头雾水，用来看看。可可随手一挥，一道方形屏障落在了琪琪面前。琪琪在屏障内走动、穿梭、闪现，来去自如，好像是有点水啊。听完琪琪的话，可可嘴角一憋，有点委屈。苏阳不以为然，遂问道：可可，技能放我身上试试。刷！可可出手极快，这道方形屏障很快出现在了苏阳身上，就好像从琪琪身上夺过来一样。苏阳手持红绫枪，回缩蓄力，出手瞬间用出屏障穿梭，轰擦，仿佛瞬闪一样，破盾斩直接落在了远处10码外的怪物身上。然而这头天宫地龙也不是吃亏的主，受伤之后扭头抡起长长的尾巴，势必要把苏阳扇飞出去。苏阳丝毫不慌，长枪点的支撑着自己的整个身体，抬脚踢向地龙的后脑勺。然而就当地龙尾巴扫过苏阳的长枪时，他又消失了。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地龙的身后，右脚的姿势保持不变，狠狠地踢在了地龙的脸上。噗噗噗！暴击4216，暴击4274，暴击4312。苏阳并不停留，3段嗜血连斩分别闪烁出3个位置。如果这个时候站在苏阳身边的是3名玩家，大概就能体会到可可这招神界之境的厉害了。神级技能，苏阳给出了简单有力的评价，既来之则安之。可可也不再纠结，苏阳给出的评价绝对不是信口胡诌，大家当然明白神级的意思。胖子毫无保留地用出全部技能，摸索着下巴思索着神界之境的可行性，越想越觉得这个技能的恐怖。可可，你这个技能恐怕比10秒无敌还要强大。没错，苏阳赞许的点点头。琪琪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说？我问你，对手用出无敌技能，你会怎么办？胖子突然严肃。琪琪也不觉得这种问题需要思考，对手用出了无敌，自己优势就跟住他，劣势就逃跑，军事就防守。如果对手用出神界之境呢？你能干什么？琪琪在脑海中模拟了一下对战，发现对手用出神界之境，自己好像陷入沼泽，优势碰不到对手，劣势无法逃跑，军事进攻和防守依然很被动。我去，难怪苏神说是神级，真是一点都不夸张。可可也突然想明白了这个技能的正确用法，没想到竟是如此万金油的技能，进可攻，退可守，灵活多变。想到此处，可可的眉头缓缓开解。3层也清理的差不多了，咱们上楼。说话间，一头地龙从4层入口处破土而出，硕大的体型直接堵住了上层的楼梯。天宫地龙拉里，深渊级，等级82，血量1500000，攻击4200-5100，物防1300-2000，魔防1300-2000。技能坚固进化。介绍：云顶天宫的外来物种，占地为王，不过被天宫之主打落3层，驯化成坐骑。大家小心一点，地龙的攻击很高，炮灰先上。豆豆双手拍地，那些召唤物瞬间朝着的龙围了上去。地龙也不客气，一巴掌扇过去，打掉钢化前虫3000加的血量。这对于拥有3万血的钢化前虫来说还算能接受，不过祭坛守卫和魔穴蜘蛛可坚持不了几下。好在这个时候，气血值比100万的远古巨兽走上前去，他体型稍逊，但气势很足。地龙撇过头看了一眼巨兽，又去拍钢化前虫。巨兽感觉自己被小看了，拨开其他召唤兽，自己挤了进去。
他一拳换地龙一脚，两兽打得有来有回，不过明显谁也奈何不得谁。远古巨兽空有一身血量，却无法对地龙造成多少伤害。而地龙虽然一击能打掉远古巨兽5000加的血量，不过小雨1秒1次的闪现治疗，一下就能拉起巨兽5万的血量。众人不再围观，开始集火。地龙血量蹭蹭下降，而且远程职业也不担心地龙会突然攻击到自己，毕竟豆豆的召唤物已经将地龙牢牢地卡在原地。半血过后，地龙浑身打颤，身体蜷缩一团，防御力暴增。苏阳没有选择继续攻击，耐心等待地龙的技能冷却。1分钟后，地龙血量恢复了 10%， 并且防御力永久增加了 10%。此消彼长之下，队友们的输出变得稍显乏力。不过架不住召唤兽的卡位，地龙放弃进攻，开始原地打转。小雨和萌萌盯着豆豆的召唤兽加血，根本不给地龙一点突破的机会。19%、17%、15%，地龙的血量稳定下降。队友们一阵欢腾，这 BOSS 有机会出深渊装备的吧？是啊，听苏神的意思，拿到装备就能激活转生任务了吧？没错，毕竟是首杀，爆出深渊装备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队友们个个露出兴奋，直到 BOSS 的血量低于 10%， 他浑身战栗，皮肤粗糙的沟壑纹路上流光闪烁，显然是在蓄力。大家小心！地龙抬起前肢，身体头部变得粗大，后肢也变得纤长。之前还是憨憨的伏地模样，眼下已经进化成一头威风凛凛的霸王龙。啪！霸王龙一掌拍死钢化前虫，3万加的伤害简直吓破了众人胆。快撤！第160章白虎 vs 朱雀。霸王龙昂首咆哮，口水顺着齿缝滴落。远古巨兽也是不服，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也没看过侏罗纪公园，根本不了解霸王龙的恐怖。他傲娇地冲到霸王龙面前，无视两兽之间的体型差距，抬手一拳轰在霸王龙的肚皮上。霸王龙的身体甚至都没有因此移动分毫，只不过对比其他的召唤物，远古巨兽看起来还算显眼。霸王龙狰狞着张开利嘴，10米长的身体猛然发力前冲，抗呲一口咬在了巨兽的肩膀。巨兽嗷一嗓子就要后退，身上血流不止，1/10的血条直接被咬下，甚至还产生了每秒过万的流血效果。60级的远古巨兽明显已经有了些灵智，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是这头霸王龙的对手，扭头要跑。豆豆强行插入控制，将巨兽留在原地与霸王龙周旋。此时的霸王龙血量仅有 10%， 不过他的攻击力可是相当强悍，一击咬掉巨兽10万加的血量，要是打在玩家身上，就算他是月揽星河也扛不住他的一口。豆豆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远古巨兽不能逃走。小雨和萌萌持续治疗，巨兽每秒暴涨5万加的血量，完全抵住了霸王龙的进攻火力。不过队友们的攻击已经无法破防，而霸王龙最起码还拥有15万的血量。苏阳蓄力破盾斩，狠狠扎向霸王龙的尾巴，咔嚓，2586。霸王龙的仇恨成功被苏阳拉到，他愤怒地注视着眼前这个让他受伤的男人，利嘴一开，俯冲撕咬而来。苏阳长枪一甩，10道红芒全部吸收，他身体缓缓腾空，金色能量逐渐将他的身体包裹。嗖嗖嗖，一道道天魔缭乱的绿色精灵钻出地面，围绕着硕大的霸王龙疯狂撕咬。暴击21046，暴击22158，暴击21654，暴击21028，暴击22166，暴击特性加持，配合着烽火连斩的最后一击，直接秒掉了昂首的霸王龙。他张开的巨嘴停在半空，身体逐渐融化，能量碎片缓缓飘起，迎风而去。哗啦啦，数件装备中一条灰色腰带散发出深邃的黑芒。苏阳眸光一亮，出深渊了。队友们兴奋地围了上来。天宫腰带，深渊级，等级70，血量5000，防御150-150，魔防150-150，体力66，防爆32，特性誓约，降低穿戴等级10级，套装1/4，未激活。我靠，真的是深渊装备，而且还是套装。琪琪兴奋地打量着苏阳手中的这件装备，其他人也是相当眼热。由于有了誓约的缘故，这件装备大家都可以穿戴。苏阳顿了顿，我建议摇骰子吧，我跟盒子就不跟你们争了。队友们纷纷响应。胖子调出系统面板，
一个大富翁棋盘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大潘第一个拿起骰子，跃跃欲试，哗啦啦，骰子在棋盘内摇摇晃晃，最后停留在了72点的位置上。这个数字不大也不小，不过大潘似乎并不满意。琪琪上前，同样扔出骰子，骰子滴溜溜转了好几圈，最终来到了58点。琪琪撇撇嘴退了回去。最后的结果就是萌萌以97点拿到了这件深渊腰带。哈哈，我果然是运气的化身。苏阳微微一笑。萌萌看看转生任务是什么，过了任务才能佩戴深渊装备。萌萌哦了一声，查看任务条件，击败冰宫之主就算完成任务。冰宫之主应该就是最后一层的 BOSS。 今天也晚了，明天7点统一在4层集合，一鼓作气拿下最后3层。一夜无话，翌日7点，队友们纷纷上线。苏阳发现4层的云顶天宫依然没有刷怪，大家做好战斗准备，5层可能有人。队友们纷纷退到苏阳身后。苏阳伸手触上了脖颈间的古元吊坠，他隐匿了身影，率先走进云顶天宫第5层。月揽星河，都进来吧，5层已经被人清空了。队友们陆续上楼，来到苏阳身边，特别是琪琪明显是情绪激动。苏神，他们果然来了。苏阳当然清楚琪琪说的他们是谁。没事的，只要卷轴还在你手里，他们想要获得隐藏职业就不会击杀冰宫之主，最起码要等到获得卷轴之后再击杀 BOSS。苏阳并没有从隐身中恢复身影，大家也因此看不到他的表情。你们在下一层入口处等一下，我先去看看对手来了多少人。苏阳轻轻挪动脚步，走向云顶天宫的第6层。只是第6层仍然没有怪。苏阳趁着还有几分钟的隐身时间，直接踏上7层。2分钟后，大家在6层的上层入口集合，有好戏了。队友们纷纷集合，等待下文。7层的 BOSS 被百越州的行会卡住了。琪琪疑惑道，他们不杀 BOSS 在等我吗？就这么确定我会过来？不是，他们跟京城3杰打起来了，就在7层。苏阳抬手指了指头顶，队友们纷纷露出震惊表情。能看出哪边比较厉害吗？应该是百越的巡方吧，毕竟他们带了2000多人，高手也不少。京城3杰就只有他们3个人而已，双拳难敌4手，况且巡方也是一位传承者，根本不需灵风。萌萌看热闹不嫌事大，他潇洒的戴起斗篷，身影越发透明。我上楼开直播。胖子担心道，你小心点，靠在墙边，有事及时喊人。萌萌白了胖子一眼，上了楼。云顶天宫第7层。巡方，你们什么意思？卡着 BOSS 不打？不打就让开，我们打。林峰来势汹汹，根本无惧对方的大队人马。白虎传承者，有意思。巡方轻蔑一笑，不过就是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巡方这话跟骂人没什么两样。林峰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在他身后，白虎巨象瞬间显现。巡方也不是善茬，朱雀迎风暴涨，双翅遮天蔽日。哈哈，来来来，让我看看你有几斤几两。第161章，苏阳 vs 巡方。白虎高高跃起，口中凝聚的能量像一发炮弹喷了出来。轰！朱雀双翼展开，挡住了大部分能量冲击，不过仍有一些能量穿过了朱雀屏障，在他身后的一些百越玩家躲闪不及，原地融化。巡方微微皱眉，显然明白对方的意图是消耗自己身后的玩家，根本就不想与自己硬碰。巡方双脚一蹬，凭空起飞，巨大的朱雀象微微昂首，口中火焰对着林峰身边的许冰和秋阳喷了过去。两人反应极快，发现自己成为攻击目标之后，立刻激活了无敌，根本不给巡方机会。然而朱雀的火焰持续不断，用之不竭，而且火焰的燃烧范围极广，两人身上的无敌效果已经开始倒计时，想要脱身谈何容易。林峰召唤出一道白虎光波，轰向朱雀身后的冰宫之主，一手围魏救赵，拉扯得淋漓尽致。不过就在他光波落在 BOSS 身前时，一道五角星芒却挂在了自己的身上。糟了，对方有魔剑！轰隆！一声冲击波造成的巨响之后，一片片免疫弹了出来，被挂上星芒之握，哪怕是传承者也无法打出伤害。另一边，许冰和秋阳的血量已经见底，他们分散两侧逃跑，力保其中一人。不过他们还是小看了朱雀传承者的威力。巡方悬在半空，喷吐而出的火蛇不断追赶着残血的许冰。10秒钟后，许冰燃成灰烬，消失不见。火蛇威力不减，沿着秋阳的逃跑路线一路追赶，拖出一道长长的火焰线。轰！秋阳避无可避，同样瞬间消亡。林峰明白
自己根本没有机会杀掉寻芳，能获得朱雀传承，对手的实力一定不弱于自己多少。而且对手身后还拥有着几位60级以上的大牧师，一口治疗下去，血量蹭蹭飙升。林峰也不废话，启动无敌之后，嗖的一声便消失了，好像使用了类似传送的能力。寻芳取消变身，回到队伍中。小天，你能确定他们就在云顶天宫吗？白小天拿出罗盘，输入了一个名字，很快上面有了显示，他就在云顶天宫6层，看坐标应该就在入口处。走，我们下去。寻芳一声令下，走在最前面。虽然他是一位贫血法师，不过拥有朱雀传承的他，同样可以激活朱雀附体的10倍血量加成，因此他的8万血量也要高于所有的盾战职业。站在7层入口处的萌萌立刻关闭直播，退到6层，准备一下。队友们将小雨围在中心，苏阳站在最前面。1分钟后，寻芳出现在云顶天宫的第6层。当他看到苏阳时，明显怔了一瞬。关东之王，阅览星河。是。苏阳干脆的接下这个名号。他也想看看寻芳想要怎么做。隐藏职业卷轴在你手上。没错。苏阳冷冷的回了一句。交出来。寻芳伸出右手，神色没有一点变化，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应当。苏阳微微愣神，在前世，就算是国服最强的丁队都不敢这么装逼。他一个后期被抢了传承的家伙，怎么敢的呀？滚！苏阳长枪蓄力，率先发难。在他身后的队友同样出手，不过寻芳也不是愣头青，在他看到冰阵升腾的一瞬间，已经开启了保命技能。不过在他身后的一群人却惨遭控制。苏阳破盾斩钢要捅在寻芳脸上，一道扭曲屏障突然将包住了他的身体，是可可的神界之境。苏阳瞬间转移枪锋，一道枪芒捅在了寻芳身后，那位60级的大牧师当场陨落。寻芳眉头一皱，法杖高扬开始蓄力。无敌期间根本不担心释放的技能会被打断，正好对手站位密集，是个集火秒杀的好机会。然而当他的毁灭火焰落在小雨脚下时，可可已经带起8人同时消失，直接出现在对手的阵营中。萌萌用出烈火燎原和毁天灭地，胖子金阵启动，控制范围迅速扩散。寻芳回头瞬间，乙方的人员已经深陷泥沼，眼看已经无法脱身，他迅速回撤，利用仅有几秒的无敌契机，折回云顶天宫的第7层。手下们看到狼狈逃回的老大，纷纷咂舌。什么情况？难道楼下的比刚才那位白虎传承者还强？别说话了，老大明显心情不好。寻芳站在7层门口也不说话，身上的熊熊火焰逐渐燃出一头朱雀巨象。对手马上进来，准备开战。寻芳身后，一众玩家蓄势待发，甚至镇鬼师的冰阵、弓箭手的箭雨已经布满入口。苏阳刚刚抵达7层，就被对手的冰阵控在原地。他似乎早有预料，擎天机高高跃起，只是对比空中的朱雀巨象，显得无比渺小。轰！擎天机直接落入对手人群，顿时一片人仰马翻。5秒钟的沉默时间，苏阳抡起长枪，不断落在身边的玩家身上，一片片3000加的伤害飘起。然而入口处，胖子一群人刚刚现身，就被熟悉的冰阵控在了原地。轰！咔！朱雀的火焰像加满了油箱的喷火器，一片火红中又夹杂着烟熏的焦黑。2秒钟后，可可恢复行动，带着其他人冲出火海，直奔天空之主而去。苏神，天上那只大鸟你能吃下吧？苏阳眉头一皱，这鸟太大，我也就吃个鸡吧。对手在苏阳冲阵之后已经反应过来，冰阵立刻朝着他的脚下覆盖。然而苏阳已经燃烧着无敌的我，用出烽火连斩。10团火焰的簇拥下，他回身冲锋，破盾展开使蓄力。就在他出手的瞬间，身体闪烁至10码高空，对着寻芳的腋下杀去。空4626，寻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招差点秒掉。他在空中便开始吸收变身能量，虽然朱雀变身能让他获得更强的进攻能力，不过没有10倍血量的支撑，他也无法自保。谁知道苏阳还有没有下一次进攻手段？如今能量吸收成功，他的血量也恢复到了75000多。就算没有变身，他也不认为自己这个状态下会输给苏阳。苏阳微微一笑，朴实无华的一枪扎了过去。2104，看来刚才在空中那一击已经是你最强一击了吧？寻芳面露嘲讽。第162章，胖子和阿当，这还用选吗？屁话真多。苏阳毫不客气，就在寻芳面前用出嗜血连斩，3斩落下，也仅仅消耗了1枚火球。这一击也是
直接打掉荀芳1/8的血条。不疼啊？荀芳并没有反击，而是摊手耸肩。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让我看看你这关东第一的名头有没有含金量。哈哈，苏阳笑得究极灿烂，他没想到这年头还有这么狂妄自大的人。对手应该还有7万血，刚才在6层的时候也用出了无敌。天魔缭乱的斩杀线已经到了，苏阳直接亮出杀招，原地招鬼。荀芳看着自己蹭蹭下降的血量，不由得眉头一皱，紧接着激活了一件装备特性，整个人开始变得透明。苏阳召唤的那些绿色幽灵原地乱窜，虽说穿透了荀芳的身体，却无法造成伤害。身在天魔缭乱中的他，双手抱于胸前，讥笑着等待苏阳的技能耍完。优雅，实在是太优雅了。如果装逼有等级，苏阳愿称他为最强。3秒钟后，天魔缭乱结束，苏阳缓缓落地，平视着面前傲娇的荀芳。你没招了吧？是不是该轮到我了？荀芳透明的身体逐渐凝实，法杖上光芒愈发璀璨，看来他要反击了。不过前世的苏阳就了解荀芳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轻敌，而且如果给了荀芳喘息的机会，自己的队友也会处在危险之中。因此苏阳身上流光一闪，身体再次悬浮于空，冲！无数厉鬼再次破土，攀上了荀芳的全身，就犹如小鱼啃腿一般，密密麻麻地涌了上去。4561、5124、6143、7542、9984，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伤害弹了出来。荀芳瞳孔放大，怒目圆睁：“你小子不讲武德！”当！荀芳拍倒在地，法袍顺势盖在了他的头上，这让他看上去不那么狼狈。切，真鸡拔菜！你以为这是梦幻西游吗？你打一下，我打一下。苏阳习惯性的啐了一口，抬头一看，队友们阵型稳定，正压制着荀芳手下的人。苏阳冲入敌群补刀，竟让他发现了意外之喜。琪琪，你这是干嘛？我让荀芳来帮你过任务的呀。白小天冲出人群，来到琪琪身边，他的表情看起来十分委屈，而琪琪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噗呲，一杆长枪直接戳过白小天的脖颈。苏阳2步踏出，来到他的身后，拉着枪尖狠狠地拽了出去。白小天双眼失聪，一片黑暗，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空洞的喉管血浆猛然涌出，他的2只手完全止不住流出的血液。队友们当然也清楚白小天跟琪琪是旧识，而且听白小天的意思，荀芳竟是他找来帮琪琪过任务的。从他的愤怒来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不过苏阳突然杀出，直接将其捅死，这倒是让他们意想不到。而且在他们看来，苏阳狰狞的表情中透露着亢奋，甚至还有一些狠戾和癫狂。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的苏阳。在他们眼中，何子不在时，苏阳会放飞自我，玩世不恭，总是能力挽狂澜，拯救队伍。他沉着冷静，决胜千里，也有独爱何子的那份深情。如今的表情让队友们看得陌生，就像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嗜血杀伐者。几秒钟后，苏阳的情绪逐渐恢复理智。我就说这个家伙是骗子吧，肯定是被苏神看穿了，才一枪捅死的。大潘十分担心苏阳的贸然出手会影响他跟琪琪之间的感情，这才抛出台阶。苏神，你没事吧？琪琪上前几步，抓着苏阳的肩膀询问。苏阳一愣，为什么这么问？哈哈，没事就好，现在清静了，拿下 BOSS 哥们就转职了。琪琪笑了笑，掩饰尴尬，内心却产生了一丝疑惑。苏神跟白小天肯定认识，而且2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 BOSS 很强，让我想起了骷髅王谢博尔克。提起往事，萌萌如今也是毫无顾忌。小心吧，谢博尔克可没有这么高的防御力。是啊，我们好像很难破防。天宫之主星矢，深渊级，等级87，血量200万，攻击4900-5700，物防1700-2500，魔防1700-2500，技能流星拳，金甲附体。苏阳盯着 BOSS 的属性，指挥道：兽海战术，我主力输出。豆豆的令，召唤出能量墙，一个接一个的召唤兽直接从能量墙中窜出，朝 BOSS 合围上去，同时也给苏阳留下一个坑位。10分钟后，一直磨掉 BOSS 半血，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波爆发。BOSS 突然浑身泛红，怒目圆睁，连续挥动能量拳，召唤兽们被打得畏畏缩缩。苏阳也挨上了几记老拳，连续几道2000加的伤害飞出。小雨蓄力2秒，
一个大型治疗术配合着治疗闪现，回满了苏阳的血量。而 BOSS 使用了流星拳后变得异常虚弱，甚至防御率也下降了不少。队友们打出的伤害已经过千，按这个节奏下去，不出5分钟 BOSS 就会倒下。关东联盟，黄安浩荡，星河，你们是不是都在云顶天宫？阅览星河，没错。黄安浩荡，京城3杰组织2万人过去了，用不用我带人过去支援？阅览星河，没事，10分钟后搞定 BOSS 我们就回去。黄安浩荡，好，注意安全。师傅，你帮我问问黄胜天有没有女朋友？萌萌脸色不红不白，完全没有任何顾忌。他还挺帅的，又有钱，你懂我意思吧？胖子顿时就急了。萌萌，你高中还没毕业呢，况且有钱的男人都坏。苏阳不乐意了。胖子，你可以直接点名说黄胜天坏，不用带上我。我看阿当就比胖子强。可可悠悠的来了一句，这话引得豆豆、小雨频频点头。靠，咱们可是自己人。胖子没想到自己的人缘魂这么差，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暴露的。我也觉得阿当不错，又帅又有钱又能打。琪琪完全不在意胖子的感受，还在补刀。那老小子确实厉害，跟他单挑了好几次，只赢了一把。大潘看上去还很得意，殊不知阿当为了他的面子着想，放了把水。大家句句不离阿当，仿佛把胖子的脸按在地上摩擦，而且还是前前后后的反复摩擦。胖子就算脸皮再厚也扛不住这么打击，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反驳，平血的星矢突然一声咆哮，所有人全部沉默，停止了进攻。第163章 BOSS 变异，进阶恶魔，黄金星矢，恶魔级，等级87，血量200万，攻击9800-11400，物防3400-5000，魔防3400-5000，技能流星雨。BOSS 金甲附体，血量直接拉满。沉默中的队伍9人全部傻了。苏阳利用擎天机脱身反打，然而就算是他，没有青龙戟的加成也很难破防。从技能中脱身的胖子第一时间发现了 BOSS 的变化，打不了，这 BOSS 他妈进阶成恶魔级了。胖子扔下冰阵，转身就跑。队友们看到 BOSS 属性，大脑都宕机了一瞬。可可心念一动，直接拉扯着队友们逃出10码距离。然而这并没有脱离 BOSS 的仇恨范围。冰阵中的 BOSS 虽然被控在原地，不过他愤怒的脸依然盯着大家逃跑的方向。快跑，冰阵要碎了。冰阵的时间本来可以控制对手10秒，不知道是不是 BOSS 级别太高的缘故，他的冰控倒计时翻倍减少，最多只能坚持5秒。因此胖子也是慌不择路的喊了一声，咔嚓，冰层破碎，金甲战士破冰而出。空，金甲战士悍然一拳轰向地面，围在他身边的召唤兽也仅有远古金刚抗下了这一击，血条直接掉了1/3。金甲战士机械的目光盯上了准备逃跑的远古巨兽。此时豆豆根本无暇控制巨兽走位，只能任由他随意发挥。远古巨兽见识到金甲战士的强悍攻击之后，根本不敢与之对视，肩上抗着的树桩第一次被他丢了出去，紧接着转身就跑。金甲战士伸手随意一挥，便击碎了那根巨大的树桩。他屈身半蹲，腾的一声，脚下像点燃了火炮一样，瞬间就冲到了巨兽面前。他右手握拳，像手刀一样，直接穿透巨兽的后背和前胸，硬生生带着巨兽的身体往前突进了不短的距离。巨兽嗷一嗓子，仿佛被捅破了大动脉，血量蹭蹭下降。擦！金甲战士抽回手臂，任由远古巨兽瘫跪在地上。他右脚发力一蹬，又将巨兽踢到一旁。苏阳眼看就要跑到6层入口，回头一看，金甲战士已经追来，并且在其身后，一道道金色拳影包裹着火焰从天而降。永无敌，快跑！苏阳顺闪接原力冲锋，直接将 BOSS 控在原地。他势必要保护队友全部退回6层。然而 BOSS 虽然被控，不过他身后天空中陨落的一道道拳影已经轰了下来。砰砰砰，一道道金色拳影就像火炮，无差别的越过苏阳，轰炸在下层的入口处。好在有惊无险，队友们纷纷钻入传送入口，消失不见。苏阳终于放心，接下来就是1v1的单挑时间。苏阳长枪一甩，海荒披风烈烈作响，直接激活闪避特性，凭 A 加破盾斩起手，正面硬刚金甲战士，咔，254， 5521。苏阳脖子一抻，眼睛瞪得抬头纹都显露出来，他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无法破防。金甲战士的反击也是来得及时，
苏阳根本来不及反应，直接用脸接住了对手的拳头。当的一声，30%几率的闪避效果并没有触发，苏阳直接倒飞，并且身体逐渐融化。没错，他连 BOSS 的一拳都没接住。这2秒钟的死亡过程让他回忆起了很多，他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29000的血量也无法承受 BOSS 的普通一拳。原因很简单，因为 BOSS 已经达到了恶魔级，苏阳的一转身份对应的是深渊级的 BOSS， 他的深渊装备已经无法抵消恶魔级 BOSS 的翻倍属性。好在小雨的复活标记可以浴火重生，苏阳并没有立刻起身，而是等到金甲战士转身走了之后才偷偷起身。不过当他复活之后，金甲战士立刻有所察觉，回身朝着苏阳猛攻。苏阳高高跃起，平生第一次利用擎天机逃跑。当他回到6层时，依然心跳加速，慌得不行。苏神还活着，太好了！小雨十分欣喜，立刻为苏阳打上复活标记，可惜并没有产生效果。星河的复活被打掉了，1个小时之内是不可能再用了，自己小心。苏阳自嘲地笑了笑，没想到 BOSS 变异之后这么强。琪琪的隐藏职业和萌萌一转要难了，被点名的2人十分无奈。这种情况谁都无法想到。哦，对了，苏阳突然想起阿当的提醒，还有个消息，京城3杰带着2万人就要到这了。众人皆是一惊，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我们要怎么办？琪琪十分纠结，难道说要放弃转职任务吗？这可是2阶隐藏职业卷轴，可是不放弃又有什么办法呢？ BOSS 连苏阳都能秒掉，一会京城3杰又带着大队人马赶来，自己这边就面前的9个人，虽说大家都很强力，不过对手也不弱，又拥有传承者。想到传承者，琪琪眼睛一亮。苏神，今天的青龙能量都用完了吗？苏阳尴尬的挠挠头，我目前还用不了传承技能，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听到苏阳的回答，琪琪也迷茫了，看来他抱有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没了。大家都有隐身吗？胖子趴在地上扭头问道。我听到5层的有声音，估计再有一会他们就上来了。众人面面相觑，明显能看出没有隐藏能力的几人表情是相当尴尬，比如大潘、可可、豆豆、小雨。我可以群体隐身。盒子的话声音不大，却对大家造成不小的冲击。这要牛逼！大潘兴奋地爆了句粗口。盒子微笑，双手啪的一声合在一起，随后一阵黑雾弥漫，覆盖了方圆10码内的全部队友。有了这层迷雾遮掩，没有隐身的队友顿时来劲了。苏嫂，这样对手就看不见我们了。大潘平时也见过隐身，哪怕是队友之间也无法看见。不过盒子的群体隐匿，就算是队友之间也能相互看见，这就非常的nice。一道人影率先冲进6层，从行会标记上看是中区圣荆州的一位60级的盾战。来到6层之后，这位玩家也不停留，继续冲向7层。不过在其脚下却散发出一道道向外释放的能量涟漪。大家小心，是隐身探查。第164章群体隐匿，坐收渔翁。苏阳的话吓得大潘一动都不敢动，毕竟那名60级的盾战就在他的身边路过。好在探查这个技能范围有限，大潘与其超过3码，并没有被发现。不过他还是很慌。苏嫂，隐身之后我走2步，没事吧？没事啊，跟我走吧，去角落。盒子扭身朝着6层的东南角走去，然而那层迷雾竟然同时跟随盒子移动。大潘走2步之后也终于安心。我去，只要不被攻击，这隐身竟然能坚持1个小时，强得过分了吧？盒子笑笑道。是60级的技能呢。队伍9人就站在6层，目送着这群圣经的玩家上楼。几分钟后，京城3杰也冲了上去。1分钟后，京城3杰又退了回来，他们堵在门口，没有让手下人继续冒进，足足等待了10多分钟。圣境的玩家差不多都能塞满这一层。苏阳9人藏在角落默不作声，好在围在他们身边的圣境玩家都是小趴菜，对他们有威胁的核心成员可都围在京城3杰身边。林峰召唤出白虎，率先冲进7层，大队人马紧随其后。很快6层再次只剩下苏阳等人，他们能干掉那个 BOSS 吗？琪琪担心地询问道。我去观战，一会回来。苏阳脱离迷雾，立刻现身。他很快换上海皇项链，用出隐匿，之后过河拆桥，换回些博尔克 X 项链。他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在进入7层之前，红绫枪指向了红色的无敌图标，以防止意外发生。云顶天宫第7层，苏阳刚刚踏入，就看到远处战圈打得火热。林峰的白虎以一己之力压制着金甲战士，
只不过输出的伤害不高，想必他的白虎能量无法支撑他坚持多久。5分钟后，白虎巨象化为能量被林峰吸收进身体，在白虎消失的瞬间，金甲战士如脱缰的野狗冲击着这只圣金之狮，没有人能承受金甲战士的一招，而且他们打在 BOSS 身上的血都没有超过3位数，只能寄希望于人海战术了。哗啦啦，7层入口处，荀芳同样带着一群人手冲进7层，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苏阳瞄了一眼 BOSS 的血量，直接退回6层。他回到队友身边，一脸兴奋地笑道：“圣金和百越要打起来了，咱们的机会来了。”琪琪眼睛一亮，凑了上来：“先让他们消耗 BOSS， 咱们坐收渔翁之利吗？”“没错。”苏阳点点头，一脸坏笑：“我隐身冷却没好，咱们轮流上去看一下 BOSS 血量，以防万一。这可关系到咱们2位队友的任务。”“我去！”萌萌自告奋勇，这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萌萌的伪装根本不受时间限制，只要不被对手攻击到，他就可以一直观察。萌萌去还是太冒险了，让我来吧。何子指了指手上的戒指，给出建议：“我建议你们都回城等时机成熟，你们再传送回来。”“对啊，还是我老婆聪明。”何子白了苏阳一眼，脸色绯红。“苏嫂建议不错，咱们也别傻站着了，回家等信吧。”胖子站在迷雾中原地回城，队友们也纷纷启动倒计时。云顶天宫7层，荀芳悬在半空，朱雀巨像挥动着火焰双翅，甩出一片炙热的火球，像一颗颗陨石从天而降。那些火球就像迫击炮，根本不在意目标在哪。本就不大的7层空间已经被火炮全部覆盖，不分敌友，只是由于友军模式才没有造成误伤。何子隐匿着身影穿梭于战火中，他看到 BOSS 的血量已经下降了 10%， 藏到一处角落等待时机。韭菜盒子 BOSS 血量还多，耐心等待。月揽星河，老婆加油！小雨轻轻，星河变了，雨过天晴，哈哈，苏神他原来就那样。骄阳似火，以前大家不熟，硬装的。卡布奇诺，看不出来啊，装的这么好。倾城柠檬，我师傅，老色皮。麦斯威尔，哈哈哈，你这太坑师傅了。欲火焚身，苏神吓得都不敢说话了。整整5分钟，胖子发完最后一句话，没人再回复，非常的尴尬，就好像大家看到他之后都跑走了，仿佛重新拉了一个群，没带他，只是顾及他的面子，没有解散这个群而已。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在关东州的8个人都要睡着了。何子突然在群里说话了：“韭菜盒子 ，BOSS 还剩7%的血量，是百越的玩家在打。韭菜盒子，按目前的失血速度计算 ，BOSS 将在5分钟后挂掉。月揽星河，老婆，找一个好位置。月揽星河，等我老婆信号，一起传送。韭菜盒子，准备。韭菜盒子，传。嗖嗖嗖！数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云顶天宫的第7层。然而，对于那些进攻 BOSS 的百越玩家来说，完全没人在意。不过，当大家站定之后，才发现问题，是因为盒子已经提前布置了隐身迷雾，所以大家才没有被第一时间发现。眼下 ，BOSS 的血量还剩5%，荀芳早已经没有变身能量，如今只是依靠着自己还剩4万的血量跟 BOSS 周旋。好在身后有几个60级的大牧师，一口一口奶的相当到位。3%，月揽星河，我秒掉荀芳，胖子群控，其他人集火 BOSS。月揽星河，可可给我一个神境。苏阳交代完已经这手续力，就在可可用出技能现身的一瞬间，他直接用出烽火连斩 X10 加破盾斩的最强爆发，神境一闪，枪尖直刺荀芳，空，荀芳的身体直接被洞穿，暴击46000。金甲战士的一击还没来得及恢复，苏阳一枪接上，直接秒掉了荀芳。就在对手愣神的功夫，一道几乎覆盖全屏的蓝色冰阵升腾着寒气，控住了在场的所有人。何子冷血突刺，冲向 BOSS。萌萌连续释放2个群体魔法，管他 BOSS 还是对手，全杀。苏阳利用神境穿梭到 BOSS 脚下，利用天魔缭乱的多段攻击魔血，大潘冲锋上前，蓄力一招刀锋，哈哈哈哈！齐齐打出乱射，并且后续2秒竟然打出了白字真伤。刷刷刷！升级光泽降临，队伍9人全部升级。第165章，深渊冰宫战铠，小雨的隐藏职业。BOSS 身上的铠甲碎片化为了装备，落了一地，金币堆积成山。回城 ，BOSS 已经被秒杀。苏阳的天魔缭乱还在释放中，队友们毫不犹豫原地回城，突破了60级，回城时间仅耗时5秒。在冰阵的控制下，
百越州的玩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原地回城，又无能为力。一些玩家面露窃喜，盯着苏阳脚下 BOSS 爆出的物品，一地的装备和金币不要了吗？不对，应该是来不及捡取而已。苏阳金身落地，同样回城读秒。5、4、灵儿，哥哥，我在呢。捡装备，刷刷刷！一片片装备突然飞进苏阳的包裹，不仅是 BOSS 爆出的装备，还有那些送命的玩家同样爆出了装备。不过这些装备苏阳也看不上眼，回收已经变得更加智能。那些等级偏低、价值不高的装备直接回收，化成苏阳的天赋属性点。冰阵融化，站在云顶天宫第7层的百越州玩家面面相觑。就在前一秒，阅览星河的队伍已经在他们面前毫发无伤地回了城。关东州浮空云台广场，获利的渔翁们围作一团。齐齐兴奋地指了指自己头顶上的称号，骄阳似火 LV62 掠天之翼。萌萌不甘示弱，指着自己闪烁着光泽的名字，介绍道：一赚了位。哈哈。苏阳笑了笑，掏出包裹中闪烁着深邃光泽的几件装备。冰宫战铠，深渊级，等级70，血量10000，防御220-220，魔防220-220，体力120，防爆60，特性整体血量提高 5%。我靠，大潘要是穿上这件装备，血量不得直逼苏神了。齐齐盯着这件装备直流口水。可是这是一件铠甲装备，目前队伍中也只有大潘和苏阳能够穿戴，而苏阳已经有了65级的深渊装备绝望之铠，特性能力更是强大到提升 10% 的血量上限，所以这件冰宫战铠，苏阳自然不会与大潘 roll。 哈哈，哥们我就却之不恭了呀。大潘双手接过这件深渊铠甲，眸光中晶莹闪动，这是他的第1件深渊装备，虽然还不能穿戴，要知道明天开始的王者归来，获得全国前3的排名才有激活获得深渊装备，应该还有一件深渊。苏阳话音刚落，队友们视线瞬间聚焦在他的身上。苏阳摊开手掌，露出一只深邃的黑褐色手环，竟然是所有人都能佩戴的饰品装备。冰宫魔镯，深渊级，等级70，攻击130-220，法术130-220，力量40，灵力120，敏捷50，暴击40，特性灵巧，释放速度增加 8%。 哈哈，这个 BOSS 也太大方了吧，竟然爆了2件深渊装备。这 BOSS 可是恶魔级，如果单凭咱们队伍应该不是他的对手。想到 BOSS 变异之后的种种能力，队友们不由得心有余悸。好在圣金州的玩家和百越州的玩家提供了人海支持，才磨死了 BOSS。 大家都能带 roll 吧。苏阳铺开棋盘，第一个扔出骰子，骰子落在地上滴溜溜的转，最后停留在1点上。没错，就是这么炸裂。苏阳还想着如果能拿到这只手环送给盒子呢，看来只能依靠盒子自己了。众人依次上前扔出骰子，最后被可可的86点赢了去。可可戴上手环，美滋滋地展示着她雪腻的手腕。小雨，有你的好东西。大家一惊，纷纷从可可的手腕上收回了视线。什么东西？小雨眉毛一挑，兴奋问道。毕竟是第1头恶魔级 BOSS， 听苏阳的意思又是自己的专属装备，他很难不兴奋。苏阳也不再卖关子，一张闪烁着纯白流光的卷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这不会是……小雨激动的语无伦次。没错，这是一张职业进阶卷轴，跟琪琪一样是2阶隐藏职业。小雨激动地抓着大潘的胳膊，用力摇晃。我终于要成为隐藏职业了，你知道吗？我都要羡慕死你们了。小雨激动地环视一周，最后视线落在同样还没有隐藏职业的豆豆身上。对不起豆豆，别着急，隐藏职业总会遇见的。也只能这样了。豆豆应了一声，问道：明天就是王者归来比赛了，这张卷轴任务我们什么时候去做？小雨也看向苏阳，等待答复。应该来不及在比赛之前搞定了，所以我建议小雨先将卷轴收好，比赛之后咱们再统一行动。小雨点了点头，没问题。本来我这牧师职业也不可能获得多高的名次，倒是你们可要加油啊。胖子打开液晶平铺在众人面前，大家过来看。论坛上，百越的寻芳和圣经的林峰已经和解，正商量着王者归来之后收拾咱们关东呢。大潘抄起大刀扛在肩上，恶狠狠的道：作为周1的最强战魔，这次王者归来我一定让他们好看。胖子刷着官网帖子，突然提高了语调：嘿，有好事哎。什么好事？
齐齐围了过去。胖子指着液晶屏幕介绍道：“王者归来的赛制规则已经公布，明天是海选赛，直接选拔出192强。好消息就是，拥有周排名前2的玩家可以直接晋级192强。奉天城作为新晋主城，必须要排名乘1才能直接晋级。”齐齐一惊，这意思就是我们不用打了？没错，看来明天我们可以帮苏神和苏嫂加油助威喽。胖子窃喜，笑得极其猥琐。苏阳被点名之后也是一脸蒙圈，他跟何子还没打过职业排名赛，所以还没有任何职业排名，而其他人包括小雨在内都拥有了州城排名。大潘是关东州第1战魔，齐齐是关东州第1射手，胖子是关东州第1镇鬼师，萌萌和可可分别是关东州第2法师和奉天城第1法师，豆豆是奉天城最强召唤师，小雨则是关东州第1牧师。也就是说，排除苏阳跟何子，他们明天全部可以直接晋级。靠！早知道我就打上2天排位赛了。苏阳懊恼一问：关东州最强战狂是谁？第166章王者归来海选赛，秦冲啊！齐齐答道。第2、第3是嚣张和黑子。苏阳无奈：别说了，明天看我表演吧。苏神加油，可别过去不海选。齐齐说完这话，抻着脖子，像个嘴欠的猴子，惹得大家一阵哄笑。翌日，关东州浮空云台广场，玩家们堆积如山，有人甚至把握住了流量，原地摆摊。长河落日青涩稚嫩的脸庞遮在斗篷下，他带着一队人马来到广场的正中央。这些散人玩家自觉地让出了位置。大漠、星河他们没来吗？奉天城也有比赛场地，他们在那里。长河落日盘坐在地上，拉下斗篷，笑容阳光，真厉害啊！连京城三杰和寻芳都奈何不了他。大漠孤烟同样盘腿一坐。其实我偷偷调查过他。长河落日疑惑地看了过来，毕竟他当年是最强射手啊。大漠孤烟苦笑着摇了摇头。去年那场意外事故之后，国内哗然。星河作为硕果仅存的名人堂成员，压力可想而知。没想到他不仅顶住了压力，还统一了关东。这次王者归来之后，排位赛就会开启。我想，国服第1也不会旁落。在他的带领下，世界赛上一定能弥补遗憾。长河落日同样笑了笑，喃喃道：“我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带领你们加入关东联盟。总之，这个家伙有一股特殊的魅力。”奉天城教场，一个硕大的液晶屏幕播放着王者归来的宣传语，队友们纷纷入座。今天是苏神跟何子的海选比赛，大家难得放松一天，来为2人加油，同时也想关注一下晋级96强的对手。这次可是官方举办的全国大赛，能在这种权威比赛上崭露头角，对玩家未来的规划十分重要。这就像一场大型选秀，进入192强，基本就算是各个城市的佼佼者。比赛结束之后，热度正高，这些玩家完全有机会成为一方诸侯，挥手万军。比赛就要开始了。大屏幕上，奉天城的参赛人数已经公布，达到了9万多人，而前面显示的晋级名额却仅有6人。关东舞美差点没惊掉下巴。要知道，王者归来比赛可是混战，而且晋级名额只有6个人，才6个晋级名额吗？是啊，关东联盟高手众多，万一过来几个参加了奉天城的选拔，岂不是要翻车？胖子热得出汗，挥动着蒲扇笑道：“还是咱们有先见之明，拿下了排名称号，不过是苏神和苏嫂海选就安全多了。有他俩在，京城三杰都不敢过来。开始了，开始了！”齐齐指着大屏幕喊道：“嚯！第1场直播就给了苏神镜头，导播很会啊！”教场的大屏幕上，苏阳的出场顿时引来一阵欢呼。对于奉天城来说，月揽星河的名字宛如神话般存在。不过看到他的对手，大家笑得更开心了。一只蒙阳 LV46 法师。大屏幕上虽然能看到交手2人的等级，不过比赛中的2人是看不到相互之间的等级的，只能看到职业。这种比赛方式也能激发玩家的斗志，否则的话，当一位50级的玩家遇见一位60级玩家就怂了，实力也没有发挥出来。王者归来的比赛规则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苏阳被传送进比赛场地，就像一个虚拟的副本，四周白芒深邃。他盯着面前那道娇小的身影，不禁咂咂嘴。这小法师还挺招人稀罕。噗呲，倒计时刚刚结束，苏神顺闪一枪，直接将其送出场地，毫不留情。靠！不愧是苏神，辣手摧花丝毫不拖泥带水啊！大潘刚一表态，就感觉腰间肉被一只玉手捏住，紧接着一个鳄鱼翻滚，
你心疼还是怎样？大潘直咧嘴。疼，疼，不是我说我腰疼，不是心疼。小雨收回右手，又翻了个大白眼。大屏幕上第二个镜头给到了盒子，他的对手还不错，是一位等级高达55级的战魔。有意思了，大潘，这个场景有没有点熟悉？大潘揉着腰，龇牙咧嘴的看向大屏幕，这一瞬间又想起当年被盒子支配的恐惧。这战魔运气也太差了吧！比赛场中，盒子一身蓝色兵甲莹莹闪闪，手中匕首反握，面容冷峻。嘿嘿嘿，运气真好，第一场比赛就遇见了美女，而且还是个刺客。妹妹，战魔克刺客的，叫声哥哥听听，我可能会手下留情哦。铁灵赵本嗣慢慢靠近盒子，心里砰砰打鼓，待会我可得下手轻点，给妹纸留个好印象。铁灵赵本嗣刚刚靠近盒子10码，再次开口：妹纸，加个。话未说完，盒子凭空抹了一刀，扑通，比赛结束。哈哈哈，比当年大潘惨多了。大潘眯着眼瞥向隔了几个座位的琪琪，不过也没多说什么。自从琪琪获得了2阶隐藏职业之后，两人又交手了。大潘连跪3场，被打得嗷嗷叫，因为琪琪的弓箭手每一次蓄力攻击都有击退效果，导致他无法近身吸血。还没来得及请教苏神要怎么操作，王者归来的比赛就开始了。真不知道在晋级赛中要是遇见琪琪应该怎么打。唰，苏阳再次被传送进场地，面前则是一位老熟人。虽然看不到对方等级，但苏阳还是第一时间认出了他。魔爪 LV60 魔术师。靠，什么运气，选拔赛能遇见你。苏阳哈哈一笑，来试试。魔爪20出头，面容帅气，留着络腮胡，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眼窝深邃，完全不像本地人。苏阳踏步前冲，并没有使用瞬闪加突刺的组合，毕竟魔爪算是联盟中的高手，与其过招，两人都有益处。苏阳近身，长枪挥刺，魔爪双手持环，在面前凭空画了一个圆，这个圆就好像打开了异界的大门。紧接着苏阳的长枪就没入了这个圆形空间内，就连苏阳向前发力的身体都要被吸收进去。好招！苏阳赞叹一声。第167章韭菜盒子 vs 魏武遗风。苏阳的长枪被吸入空间之后，魔爪顿时感到压力倍增，举招法环的双手艰难支撑着这片空间。砰！魔爪突然裂开，化作一团烟雾消失不见。从视觉上看，还以为他被苏阳一枪捅爆了。苏阳剑眉一凝，原力冲锋，果断脱离了原来的位置。也正是这个时候，用出替身换位的魔爪使用了唯一的战斗技能雷龙暴怒。只是这道雷龙闪电不偏不倚地落在了苏阳先前的位置。魔爪惊叹于苏阳的反应速度，殊不知那杆长枪已经扎进了他的胸膛。暴击12456，为什么会这样？魔爪不可置信地抓着枪杆，身体缓缓下沉。我靠！月揽星河刚才是冲锋规避伤害，瞬闪回身杀人吗？是啊，好恐怖的生理反应！我的妈呀，风魔城大名鼎鼎的魔爪竟然都被淘汰了。运气不好也没办法，谁让他遇见了奉天第一人月揽星河？其中观战席的一位玩家不屑地回了一句：纠正你一下，月揽星河已经是关东第一人了。又一位玩家反驳道：我看月揽星河已经问鼎全国了，之前的守城战你们是不是都忘记了？我靠，还真是啊！当时的城市入侵，奉天城只剩下最后10分钟，而且奉天城也只剩下苏阳一人，没有人认为他可以独自守住对手的100万大军。谁料最后，苏阳不仅守住了奉天城，还压迫着对手不敢越进一步。一声灵儿吸收，装备乱飞的场景更是让人记忆犹新。月揽星河比完了，看看镜头给到了谁？我靠，谁这么倒霉，竟然遇见了百越州的魏武遗风，之前曾经登顶过全国第一啊！大家已经摸索出了直播规律，那就是奉天城的直播视角都会给到奉天城的人，而另一位就不一定是哪里的了。如今大屏幕上出现了魏武遗风 LV65， 大家在观众席议论纷纷，开始同情这位奉天城的幸运儿。刷，对战信息定格，大家嗷的一声，差点掀翻观众席。哈哈，这比赛有意思了，你们猜猜谁能赢？我女神肯定能赢，那什么魏武遗风小趴菜一个。大屏幕上对战信息已经公布，胖子几人同样神色凝重。这个魏武遗风好像登顶过全国第一啊，而且跟苏嫂一样都是65级，苏嫂能赢吗？切，我师娘无敌好吧？萌萌撅着嘴，一脸的不服。小雨似乎并不担心，盒子没问题的。比赛场中，
魏武遗风盯着盒子的酥胸看了半天，小姐姐，你身上的衣服是深渊装备吗？盒子冷冷地回了一句。这么说你也达到60级了，并且还成功一转，不过我却不认识你，要不要加个微信？刷，两人相距10码，盒子凭空一刀砍掉对手2000加的血量，不过对手的血条也只是掉了1/10，目测总血量已经接近2万。魏武遗风呆愣愣地站在原地，显然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对面那个漂亮女生挥动一刀自己就掉血了？上了，他不再纠结，直奔盒子而去。身上的黄色布甲迎风舞动，近身瞬间直接跃起飞踢。盒子侧身手臂轻轻一带，顺势抓着他的腿往身后一扯。魏武遗风踉跄着差点摔倒在地，两人再次拉开了几步距离。不过当他回头准备继续进攻时，盒子消失了。5秒钟后，盒子现身凿击控制，分身平 A 攻速拉满，对手血量蹭蹭下降，眼看就要红血。不过对手好像激活了什么能力，身上金色流光转动，显然是一种无敌能力。盒子抽身而退，蓄力隐身。魏武遗风借着无敌之势，高高跃起，使出一招从天而降的剑法。盒子仰头，眼看避无可避，双手紧握刀刃，准备招架硬抗。腾的一声，魏武遗风一招飞，展示大力沉。盒子被破开防御，门户大开，双手一阵酥麻。对手正是利用盒子这1秒钟的麻痹，快速用出3段斩，1245、1381、1296。看到盒子头顶弹出的3道血量伤害，魏武遗风简直不敢相信，特意睁大了眼睛盯着盒子的胸甲看。好白的皮甲，好强的沟壑呀！魏武遗风尴尬地抹了抹鼻子，竟然流血了。靠！盒子恢复后立刻动手，唰的一刀，魏武遗风瞬间被冰封。是盒子的寒冰套装触发了20%的冰封效果，而且冰封时间长达3秒。魏武遗风认命了，他根本无法坚持3秒。事实正是如此。盒子回身，原地蓄力，一招冷血突刺凭空打出。瞧不起我，竟然朝反方向！话未说话，一阵冰凉从脖颈处传来，扑通！魏武遗风不可置信地倒在地上。看到盒子赢了比赛，奉天城观众席一片欢腾。女神牛逼，我要给你生猴子！女神求交往，我家有矿。盒子传送出比赛场地，已经准备开始下一场比赛。液晶屏幕上视线一转，苏阳又一枪洞穿了对手的防御，结束了比赛。大屏幕上刷刷刷的开始闪烁，寻找有缘人。叮，第一个人已经出现，梦回敦煌 LV63 镇鬼师。我靠，竟然是华夏西区昆仑州的玩家，那里不是很偏僻吗？竟然还有等级这么高的玩家。东北区也很偏僻好吗？还不是出了阅览星河这个大变态？那倒是。这名观众明显是苏阳的粉丝，他突然反应过来，破口大骂：靠，敢说我家哥哥是大变态，看我不戳瞎你的双眼！叮！比赛台上，与来自昆仑州的梦回敦煌对战的玩家已经出现。深海炸弹 LV59剑士，我是奉天城的城2剑士，遇见我可就不好意思了。梦回敦煌一张娃娃脸，不苟言笑的嗯了一声，显得非常老成。可在深海炸弹眼里，却把对手当作侍装深沉。小子，大家都是穿布衣的，我好心指点指点你，布衣要穿白色，你那件衣服还有黑斑很不搭配。梦回敦煌眉头一拧，哥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身上这件衣服是深渊装备？第168章捷报，凶讯！深渊装备？靠，你小子竟敢吓唬老子，当我没见过深渊装备是吗？蹭的一声，深海炸弹拔出腰间宝剑，向前一探，受死吧，小老弟！深海炸弹出剑瞬间，顺步一开就贴到了对手脸上。这一招已经被他玩得出神入化，就算不用眼睛看，他都知道这一剑一定能击中对手要害，甚至脸上都张狂出不屑的表情。切，你以为自己是浴火焚身吗？还敢打反手？两人近身，深海炸弹这一剑直刺小老弟要害部位。624，深海炸弹呆住了，这尼玛才捅这么点血。他突然想起对手刚才说的话，难道那身衣服真的是深渊装备？也太 TM 难看了吧！咔嚓，深海炸弹向前突刺的造型被永久定格，脚下慢慢爬上冰霜，啪啪啪，连续3道灵符贴脸输出。深海炸弹正在原地，感觉自己被抽了嘴巴子，
脸上的冰层都出现了裂缝。不过10秒钟的控制，他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梦回敦煌不紧不慢，依然没有使用火阵或者其他技能，一张一张灵符从手中挥出，并且全部打击在深海炸弹的脸上。冰层未破，深海炸弹无奈地消失在冰层中。靠特吗？我奉天城2啊，连晋级赛都进不去。观众席上，一群玩家激动的不行。没想到昆仑洲竟有堪比浴火焚身的猛人。是啊，深海炸弹也是够惨的，他好像已经是城2剑士了。城1是谁？刘玄德呀。不是吧，他怎么跑奉天战名额来了？这你就不懂了吧？哥们给你好好解释解释。这名玩家显然很懂行，他整理下衣服，坐得端正。很多关东州的东区的玩家都来奉天城争排名，那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奉天城的排名最具有含金量。你想封魔城的城1都不如奉天城城5有名气。原来如此，没想到咱们奉天城已经这样牛逼了，可不是吗？你没看官网评论了一句话，怎么说的？第一战区看关东，关东最强奉天城，牛逼。这么说来，月揽星河这次必定能夺冠了，毕竟奉天城的名声就是他打下来的。也不好说，你们总部关注网站也不知道，百越州最强的那位玩家叫荀芳，而且还是一位传承者，实力堪比圣荆州的林峰。这样牛逼，有视频吗？擦，你去网站搜搜呗，这种事有什么好麻烦爹的？靠！一个上午的比赛，苏阳跟何子分别以全胜的姿态晋级，只是想要进入192强，下午还要继续努力。关东联盟捷报，捷报！联盟玩家百兽苍云成功胜出晋级，捷报，捷报！联盟玩家九斩花枝成功胜出晋级，凶讯，凶讯！联盟玩家深海炸弹成功被淘汰，捷报，捷报！联盟玩家荆轲刺秦成功胜出晋级。不断弹出的联盟消息中，深海炸弹这条信息格外显眼，不知道他此时是什么感受。苏阳看到这条消息都觉得很尴尬，还考虑要不要发个语音安抚一下，最后想想还是算了，就当自己什么都没看见吧，万一下午自己手滑翻车就更麻烦。中午队友们下线吃饭，别墅大厅，大家围坐在餐厅吃饭。苏神，看你比赛真是毫无压力啊，你猜苏嫂遇见了谁？听琪琪这意思。何子虽然晋级了，明显不像自己这般轻松，他眼睛一亮，我老婆遇见谁了？靠，你可别秀恩爱了好不好吗？人家受不了了啦。行行行，我知道自己有多恶心了。苏阳得手之后，本色逐渐显露，之前的那些稳重已经变得罕见。不过不管怎么样，何子都喜欢，就很棒。是百越州的单兵剑士，65级的魏武一峰，他不可能是何子对手。苏阳十分骄傲，甚至还在给何子夹菜。不是，你就这么相信苏嫂能赢？苏阳微微一笑，并不说破。在前世哪有魏武一峰这号人物？不过这种判断，胖子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好了，胖子，一上午的比赛大家都看了，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对手？还真有。琪琪憋着嘴，肯定的点点头。我感觉我们忽略了昆仑州，那边貌似有几个狠人，看得挺准。苏阳同样点点头，继续说道：你忘记一件事，那就是昆仑州已经有一部分人像你们一样直接晋级，而剩下这些参赛的人就不算最强的。我跟何子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毕竟我们之前都在岛国。确实啊，胖子的嘴里已经塞满菜，还想着继续说话，那是不是说明昆仑州的整体实力已经在圣经和百越之上了呢？苏阳摇摇头，每个地区都有相应的发力期，这是跟地理环境相对应的。目前这个时期应该是百越最强，他们的初级资源最丰富，也更容易获取。到了中期才能轮到圣经和昆仑，后期才是关东的发力期。可可听不懂，满眼的疑惑。为什么这么说？苏阳夹了口菜，并没有放进嘴里。等你在上线的时候，打开地图选择怪物等级，再认真分析一下就能明白。哦，可可得到答案，埋头吃饭，却不料苏阳突然问了一句话，差点让他钻到桌子下边。可可，你跟琪琪表白了？So， 可可的俏脸仿佛插上了充电板，一瞬间就红了，豆豆满脸诧异，好像在问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自己不知道？琪琪也有点懵，自己也没说漏嘴啊。苏阳是从哪得到的消息？哦，就昨天的事对吧？大潘一边嚼饭一边嘟囔了句。琪琪更懵了，竟然连大潘都知道。胖子面无表情，认同的嗯了一声。没错，是昨天联盟群里发的。此话一出，琪琪和可可再也坐不住了。第169章，对手的算计登来成被偷袭，可可社死的脚趾抠地。
脸色红的跟饭桌上的炒猪肝一个样。我们在一起了，哈哈哈！琪琪的话瞬间把众人的目光吸引了去。好小子，动作真快啊！进行到哪步了？大潘眼眉轻挑，语气暧昧的问道。没等琪琪回答，胖子倒是咳嗽了声。昨天的凌晨2点，大潘还挺精神的呀。饭桌上一群吃瓜群众的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又齐刷刷的看向大潘，而在其身旁的小雨俏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我吃好了呀，回去上线比赛了。饭桌上信息量太大，苏阳觉得自己 CPU 都要烧了。何子也发现了问题，同样起身跟着苏阳回到房间。大厅中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苏阳趴在卧室门上往外听，笑得极其猥琐。何子拍了拍苏阳的后背，小声询问：刚才大潘怎么了？胖子说他挺精神是什么意思？苏阳锁好房门，慢慢转身，一脸的不怀好意。他双手轻轻扶着何子的腰，一点一点将何子推向床边。何子慢慢后退，直到小腿卡在床沿上，整个人突然后仰，身体全部倒在床上。苏阳保持了一个壁咚的姿势，右手指轻轻挑逗着何子的下巴。苏阳，大白天的你要干嘛？做点精神的事啊！何子双手抓着床单，闭上眼睛，白皙的脸蛋已经泛起一抹潮红。下午2点，王者归来的海选赛正式开始。苏阳跟何子两人经过一场热身赛，继续参与海选。同一时间，一场偷袭战已经展开。关东州南，此时的登莱城已经四面楚歌，谁都没有想到，隶属于百越州的江北城竟对关东州的登莱城发起了进攻。目前正是王者归来的海选赛，可以说这个侵略时机选得恰到好处。城内比赛的喧闹正好掩盖了城外的突袭。仅仅一个照面，登莱城已经被突破城门。关东联盟，长河落日，星河在不在？登莱城被偷袭了，欲火焚身，星河在比赛，我马上组织人手过去支援。大漠孤烟，可能来不及了，城主府已经被围住了。雨过天晴，保护传送阵，我们现在过去。登莱城广场头顶的液晶屏幕上，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屏幕下方，百越州的玩家已经杀了进来，各种技能漫天飞舞，形势完全就是一边倒。刷刷刷，数道身影从传送阵中传了出来，正好看见长河落日手在传送阵面前蓄力着大型魔法。大漠孤烟顶在最前面，顶盾吸收了第一波火力。刷刷刷，刚刚掉到一半的血量瞬间回满，大漠孤烟悬着的心终于落地，支援总算是来了。小雨上前几步，走到长河落日面前，法杖高举，这片天空开始飘落银白的雪花。轰！长河落日蓄力的黑岩直接扑在面前，拥有了火力支持，百越州的玩家终于无法推进。他们的目的同样明确，就是第一时间毁灭传送阵。传送阵一毁，就会断了关东联盟的支援，攻下登莱城城主府也就不在话下了。只是他们低估了长河落日的伤害和大漠孤烟的防御，这哥俩绝对是关东联盟的一方诸侯，实力相当强劲。好在他们都拥有周易名号，这才能第一时间支援过来。眼下胖子他们已经到位，是时候开始反打了。轰！萌萌开启无敌，直接深入对方人群，拉出一道长长的火线。他在对方阵营中不断闪烁，带起一片火海升腾，给队友们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入场条件。百越州的玩家都懵了，我靠，他们一个长河落日都这么强了，怎么还有个这么强的大法师？靠特吗？这比大法师都恐怖啊！是啊，本身无敌，还能无限穿梭，就是个移动炮台啊！实际上，萌萌正是带着可可的神界之境完成的这次进攻，激活无敌免疫伤害。神界之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穿梭，毁天灭地的陨石还是根据自身所在的位置释放。最后，烈火燎原扑在脚下，就形成了这种恐怖的视觉效果。蹭蹭蹭，豆豆一道能量墙召唤出无数宠物，他们像是从异界穿梭而来的杀伐者，冲出能量墙之后直奔对手而去。可可组上长河落日和大漠孤烟，阵型射线瞬间连接，虚空传送，恍惚间所有人全部向前推进了10码距离。这个过程中，胖子已经激活了金阵，一道覆盖全场的冰晶符文从天而降，蓝色的兵器晃过对手吃惊的表情。砰的一声，冰阵之下无人能动，紧接着火阵、弓阵、玉阵全部扔在脚下。然而又一道冰阵从天而降，几乎覆盖了胖子他们所有的退路。咔嚓，硕大的冰阵降落，直接变成了碎片，并没有触发冰冻效果。远处一道五角星芒一闪而逝，
阿当手疾眼快，捕捉到了对方正轨的反击，第一时间用出了抵消技能，才免于己方被对手全部控制。城主府正门，大漠孤烟和大潘鼎在最前面，在其身后是小雨和萌萌。琪琪自从获得了职业进阶之后，爆发力和控制力更是强悍，他如若无人之境，剑荡四方，刚刚恢复，再次乱射入场，身边的对手就如同割麦子般倒下。砰砰砰，弓箭如枪炮，持续不断的输出。靠！这个弓箭手太嚣张了，激活他。百越州的反击也相当生猛，他们毫无畏惧的冲向琪琪，毕竟是一个皮甲职业，能有多高的防御呢？一群人上去直接就能秒了他。然而他们根本不了解掠天之翼的可怕。琪琪双手举弓，一道光剑能量蓄力1秒，砰！强大的喷射力直接以一个扇形分开，将这个范围内的对手全部击退。靠！法师，弓箭手干他！嗖嗖嗖！一道道技能光泽飞掠而至，就算是月揽星河在这，也不可能全部挡下。不过琪琪看起来并不慌张，他高高跃起，竟然悬在了空中。第170章调虎离山，主城失守。刷刷刷！琪琪悬在空中，每射出一箭就能使自己的身体上升一点，并且还能做到空中闪避。羡慕的大潘一阵牙痒痒，这个挨千刀的竟然都能在天上浪了。关东联盟欲火焚身，应该守得住。数据面板上咱们的人员越来越多了。长河落日，是啊，这次突袭太刁钻了。皇恩浩荡，还好你们守住了传送阵，否则就来不及了。杀！传送阵外，深海炸弹带着深海家族第一时间抵达战场，顶到了前线。不愧是被海选淘汰的玩家，速度就是快。在那之后，极冰城的刘玄德，风魔城的秦冲大师也赶到了战场。登莱城气氛热烈，满目疮痍。不过只要能守住这座次级主城，胜利之后主城便会自动修复，并且获得大量的建设资源。轰！一道火墙从天而降，铺天盖地。一头朱雀巨象拖着火焰尾翼升腾而起，它忽闪着双翅，仿佛睥睨重生的神兽。卧槽，真没想到寻芳这狗日的能来，真是日了狗了，这怎么打？刚刚打回优势的关东玩家瞬间蔫了，没有月揽星河在，谁对位寻芳都没有把握。我来！琪琪自告奋勇，其他人也没有意见，毕竟琪琪的灵活性非常高，又是2阶隐藏职业，最主要的是他可以浮空跟寻芳对 A。 刷！可可的神界之境第一时间给了上去，阿当的星芒之握同样命中，萌萌蓄力了一次圣光洗礼，给琪琪增加了 7% 的攻击穿透。此时的琪琪就好像一位救世主，拥有技能的这10秒，琪琪明显不需寻芳，悬在空中一招换一招，两人都不好过。寻芳的目标太大，根本无法躲避琪琪的弓箭，而寻芳的攻击范围太广，琪琪也无法脱身。好在两人身后都有牧师回血，这才能僵持一阵。不过这会儿，琪琪身上的星芒之握和神界之境消失了，伤害一次都躲不掉，身上14000的血量也无法支撑。虽然还有鬼影可以在空中操作一下，不过寻芳的火焰覆盖几乎全屏，队友们也无法顾及自己，给出稳定的治疗。我顶不住了。琪琪面露难色，艰难开口。其他人也是有心无力，从天而降的火焰根本没有熄灭的迹象，他们身上的血量更是蹭蹭下降，要不是挨着小雨的群体治疗，可能连10秒都坚持不下来。怎么办？看着身边的队友一个一个的倒下，阿当问向胖子。在没有苏阳的时间，胖子的指挥能力已经得到了众人的认可。此时这种危机时刻，大家不知道还能相信谁了。极火朱雀！胖子大吼一声，潮红的脸色再次蓄力出一道金色铭文阵。这次他没有选择放大冰阵，而是激活了红色攻击阵法，方圆50码几乎覆盖了所有活着的关东玩家，集体获得 10% 攻击加成的情况下，威力堪比许兵的战争之王。这一波反击相当强势，冲冲冲！无数火苗灵符直奔空中的朱雀巨象，这是落在他身上的伤害全部显示为免疫。显然寻芳也是看出了对手的这次搏命一击，这才第一时间激活了无敌技能，并且是长达10秒的无敌，完全可以撑过胖子的这次攻阵时效。关东联盟的玩家心都凉了一大截，靠！竟然用了无敌，好像秒不掉他了。有传承者在，
还是守不住啊！众人面面相觑，有些心灰意冷。哒哒哒，一阵脚步声传来，一道黑红身影突然窜出，手中的长枪已经形成破盾之势，10道光环闪烁，同时吸收。可可，神境！可可转身一看，发现了赶来支援的苏阳，第一时间给出神界之境。苏阳几个闪烁，踏空而去。轰空，暴击121460，一击之下，荀芳直接残血。等苏阳再想进攻的时候，荀芳却取消变身，回收能量，血条再次回满。哈哈，你不是在比赛吗？还有时间来守城？苏阳不屑地白了他一眼。收拾你这种货色，3分钟足够了，不耽误下一场比赛。你，荀芳气得说不出话。不过很快他又恢复了神色。你就嚣张吧，一会有你哭的时候。呵，就凭你！苏阳出现之后，百越的玩家犹如潮水般退去，荀芳也没有继续战斗的欲望，似乎这次守城就算是成功了。关东州京都城已经被圣荆州玩家攻陷，京都城已经隶属于圣荆州。苏阳一瞬间大脑宕机，原来荀芳这里只是佯攻，真正的目标竟然是京都城。他们真的联手了，应该是冲自己来的。关东联盟，大漠孤烟，靠 TM 的，竟然双线偷袭，欲火焚身，这应该是早就计划好的。阅览星河兵分2路，一路守登莱城，一路守青阳城。阅览星河，今天他们应该不会继续进攻了。阅览星河，等王者归来比赛结束，我们失去的城要让他们加倍偿还。苏阳说完便传送消失在原地，其他人面面相觑，望着面前不堪入目的登莱城，难受的仿佛吃了一口9转大肠。听星河安排吧。阿当缓缓开口，传承者真的很恐怖啊，没想到我们独自面对一方都守不下来。想想苏神当时在奉天城下，他可是以一人之力堵住了对手的100万大军啊。想起往事，众人不由得咂咂嘴，他是真变态。不知是谁评论了一句，大家尴尬的气氛终于缓解。走吧，留一些人看住传送阵。胖子摆摆手，带着4美回到奉天城看比赛。大潘和琪琪却表示不去了，他们想趁着这个时机多刷2个 BOSS， 毕竟算是一个节日，大家都在庆祝。这时候野外的钱就比较好赚，就像在外工作的人们，北方人回家过年，南方人外出赚钱。北方人说南方人没有人情味，南方人说北方人不懂得把握机会。其实成年人不考虑对错，有人看重人情，有人看重机会，仅此而已。第171章王者归来，正赛开始。翌日上午，王者归来的晋级赛就要开始。关东州的玩家带着怒气围观在赛场旁，被百越和圣经联手偷袭，而且还丢掉了京都城，这让他们感到莫大的耻辱。如今王者归来晋级赛马上开始，关东晋级的玩家同样摩拳擦掌，想着能在比赛中找回场子。关东联盟，阅览星河，没什么可说的。阅览星河，遇见百越和圣经的，给我狠狠的打。苏阳一声令下，联盟群都炸了。192进96比赛也在这个时候正式开始。苏阳的第一个对手也出现在了大屏幕上，阅览星河 LV68 龙皇战舰 VS 第一滴血 LV59 弓箭手。第一滴血肌肉发达，面容粗犷。他瞥了一眼细皮嫩肉的苏阳，有些不屑：小子，平时很少健身吧？就你那个娘唧唧的身体，怎么可能招女孩喜欢？苏阳嘴角一挑，哪个州的报上名来？昆仑州第一行会昆仑华府次席射手。肌肉男好像很骄傲，他双臂环绕，架于胸前，肌肉鼓鼓囊囊。苏阳白了一眼，昆仑华府，真不知道是谁取的名字，像个不太高档的小区。再说说你，好不容易混个名头，还是次席，就是老二呗。肌肉男不乐意了，他张弓搭箭，瞄准苏阳。臭小子，少废话，吃我一击吧。嗖，一道长剑袭来，苏阳不给肌肉男丝毫的机会，直接破盾斩加瞬闪的秒杀组合。毕竟对手只是一位弓箭手，而且还不到60级。对于已经68级并且1转的苏阳来说，这种对战有点欺负人了。而肌肉男也没想到，自己堂堂昆仑州第一行会第2弓箭手，竟然被一位不健身的小子秒了。他完全不能理解。几秒钟后，苏阳已经传送出了比赛场地，成功晋级96强。不一会，陆陆续续出现的几位队友同样晋级。关东联盟，黑夜之王草，遇见许冰了，这老二真他妈厉害啊，一下就给我秒了。胸口碎大石，我运气也不好，遇见百越州的荀芳了。阅览星河，
下一波是96进48，大家加油！半个小时后，96晋级48的对战直接出现在大屏幕，玩家们纷纷仰头，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对手，甚至有几组对战还打上了标签，显示着特别关注。苏阳赫然在列，他的对手正是老熟人，圣荆州的冰神许冰，阅览星河 LV68 龙皇战舰，冰神 LV66 破冰战狂。这场比赛可谓是关注率最高的一场，下方显示想要观看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0万，足足是排在第2名的2倍。而排在第2名的比赛对战的双方是韭菜盒子 LV65 影子杀手 VS 昆仑天下 LV64 浴血魔神。官方也是非常聪明，直接将盒子的比赛延后，等到苏阳比赛结束之后再开始这场战斗，这就能让更多玩家同时看到这2场经典对战。苏阳和许冰战在比赛台上对视，苏阳率先开口：“上次就想揍你，可是你却跑了。”呵呵，许冰冷笑道：“王者归来的比赛可不允许传承变身，你不会不知道吧？”苏阳眼睛微眯：“所以你在嚣张什么？”倒计时结束，苏阳右脚狠狠一踏便冲了出去，2位近战玩家拼的就是勇猛无敌。许冰不敢怠慢，冰霜直接附魔，想要依靠自身的冰封效果与苏阳周旋。咔咔，苏阳横扫2枪，打得许冰节节败退，刀刃艰难阻挡着对手长枪的穿刺。正所谓1寸长1寸强，此时的许冰突然看清了事实，自己的刀有点短。吭！许冰被击退2步，同时利用冲锋近身，他想利用冲锋的突刺靠近苏阳，中断后续冲锋之后直接盾击反打。苏阳瞬间触发隐秘消失，又同时收枪蓄力，消失的瞬间当然躲掉了对手的盾击控制。而此时的许冰又已经贴到了苏阳脸上，这么好的机会，苏阳怎么可能错过？长枪势如破竹，声浪咆哮，好像产生音爆的战斗机。砰！长枪所指，许冰踉跄着被击退2步，却没受伤。他的身上看起来金光流动，隐隐活活，应该是看出苏阳这一击的厉害，选择无敌规避。而且开启无敌之后，他似乎又激活了狂化，速度激增，再次贴到了苏阳面前，横握的大刀贴到胸前，直接在空中悬了起来。吭吭吭！免疫免疫免疫！苏阳身上3道免疫显现，而许冰的身上同样弹出了免疫，这正是苏阳的天魔缭乱造成的效果。3秒无敌之后，苏阳侧身用出原力冲锋，拉开了2人之间的距离，成功拖延掉了许冰的无敌时间。他的身上金光渐渐褪去，没有了保命技能傍身，许冰打的也没有之前从容，动作十分僵硬。你怂了？我从你的动作上看，打的可太保守了。无情嘲讽最为致命。许冰可知道苏阳手中还握着无敌呢，他要想办法把苏阳的无敌骗出来，还要避免这段时间被他杀掉，难度真的很大。不过自己作为京城3姐，圣经的第2高手，大家口中的冰神，当然不能败在这种96进48的比赛中。他努力平复情绪，寻找苏阳的破绽。就在苏阳长枪回缩蓄力的瞬间，许冰终于把握住了机会，他长刀一甩，利用比破盾斩更快的释放速度，用出了群体伤害技能月光斩，一大片银芒铺天盖地，直接对到了苏阳脸上。令他难受的是，自己竟然还受到了冰封效果。一个人形冰雕出现在战场，控制时间长达5秒。许冰窃喜，这5秒的定身时间已经足够他收割了苏阳。然而苏阳根本不给机会，眼看对手出刀袭来，整个身躯高高跃起，眼神中的不屑更是显著。轰空，一招从天而降的脚法之后，许冰已经乖乖地站在原地。苏阳毫不客气，暴击特性加持，破盾斩加平 A 起手，嗜血连斩收尾，一套连招全部打在许冰身上，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第172章阅览星河 VS 冰神。关东的玩家们顿时欢呼起来，阅览星河在他们心中俨然成了神一样的存在。卧槽，岳哥牛逼！哈哈，什么圣经老大，不过如此啊！就是遇见我们星河大大，谁都得跪。甚至阅览星河已经有了他的粉丝群，一群年纪轻轻的玩家自发地举着宣传语，支持自己心中的偶像。山河海阔，人间星河，所向披靡，勇夺冠军。赛场上，许冰众生归来，带着些许的不甘。他同样知道这场比赛是焦点战，圣荆州关注这场比赛的玩家肯定不少，自己的名声可不能倒在48强。不过面对阅览星河，
他确实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从96晋级48强开始，赛制已经变成了3局2胜。苏阳十分淡定地站在许斌对面，双手环抱，没有什么表情。红绫枪立在身前，枪碎摇曳。月揽星河，不得不说你很强，我们都不用无敌，堂堂正正打一场。苏阳眼睑一垂，勾了勾嘴角，看我心情再说。你许斌眼睛一瞪，又瞬间哑火。曾经的苏阳在他眼中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势，如今这种气势成功被这一句话破防。这家伙心思难猜，打法多变。就拿这事来说，用不用无敌，两人就是一句话的事，而他却说要看心情。不对，是我输了。许斌正在原地，终于想明白了苏阳的话，因为是他提出来的要求，而这是比赛，苏阳未必要遵守他的规则，可规则是自己定下来的，自己势必就要遵守。万一苏阳在比赛中用了无敌，可不算是不讲武德，事情麻烦了。没想到苏阳这小子还研究了心理学。我不用无敌，你看着办吧。许斌强装微笑，心里慌的一批。随你。苏阳淡淡一笑，伸手抓住面前的长枪。倒计时结束。蹭蹭，两道身影同时前冲，一刀一枪在场地中擦出火花。苏阳手握赛点，仍然掌握着比赛的主动权。许斌被长枪压制的节节败退，显然两人默认了这种不使用任何技能的武器战。许斌后退一步，右手手腕用力一抖，手中的大刀红光一闪。苏阳瞳孔聚焦，他看清了对手激活了天赋能力，而且这个天赋能力还挺眼熟，是0级天赋嗜血，攻击速度、回血速度、暴击率全面提升 30%。 许斌激活天赋后并没有言语，他猛然前冲，速度极快。苏阳瞳孔收缩，死死盯着许斌逐渐放大的身体，来不及躲避，长枪顺势一横，发起招架。吭！暴击2542，许斌的一招劈砍直接挡开了苏阳的枪，空出的左脚顺着挥刀动作，转身半周，用出回旋踢，这一脚正好踢到苏阳的胸膛。苏阳噔噔噔后退了好几步才站稳。然而当他恢复行动，许斌再次冲了上来，并且面目狂怒，脸色红得发紫。一击得手让他信心爆棚，爆发力甚至都强上几分。啊！呵！许斌左劈右砍，步步紧逼。苏阳左右腾挪，无暇反击。哈哈，怎么不反击啊？许斌终于压制住了苏阳，不免的开始嘲讽。苏阳不为所动，虽然被多次抹血，不过并不致命。就这，嘴硬的小子！许斌没想到苏阳还敢嘲讽，更是握紧了手中的武器劈砍上去。0级天赋虽然强势，不过时间也有限制，这种比赛最多不会超过1分钟，他必须要依靠这1分钟拿下苏阳，否则胜利的天平将会再次倾斜。狂暴加冲锋加盾击，许斌瞬间用出最快的控制连招，一道红色光影直接对在苏阳脸上，都不容许他反应半秒，旋风斩便落了下来。暴击3478，暴击3326，闪避，暴击3178，免疫，一套连招下来，直接打掉苏阳1/3的血量。许斌气势如虹，不过10秒钟的强势期一闪而逝，身上的潮红也渐渐消退。恢复清醒之后的许斌看着苏阳还有一半的血条都懵了，他不敢蓄力使用大招，毕竟这种招数僵直时间太长，对于顶尖高手来说无异于送。苏阳微微一笑，身上连续触发格挡和免疫效果，长枪一抖，暴击特性加持，嗖，人枪合一，仿佛形成一线，直直的突向许斌。许斌扬刀招架，明显是力不从心，可能因为使用过全部的爆发技能，一瞬间脱力之后还没有完全适应。奉天广场，一群玩家盯着头顶的大屏幕，紧张的屏住呼吸，看到月揽星河被许斌压制的无法反击，心里同样焦躁不已。他们可不希望自己心中的神话被击败。苏阳作为北境之王的存在，一次又一次救奉天于水火，要是被一名玩家击败，他的形象将会崩塌。如今苏阳终于开始反击，现场轰的一声直接燃爆。哈哈，我就说那个许斌不行吧，还他妈叫冰神，一会就让他碎冰冰。星河大神有点奇怪，好像都没使用过技能。是啊，我也发现了。苏阳虽然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不过他确实有一藏招。他没答应许斌不使用无敌的要求，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算使用技能。痛！长枪横扫，许斌矮身躲过。苏阳躬身耍出花枪，红绫枪围在苏阳后背，顺着他的手势滴溜溜转。
许斌不敢近身，他无法确定苏阳的下一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突然，一杆长枪看不清枪尖，旋转着攻向许斌。许斌从未见过这种武器战，也不知道这种属于技能还是一种技巧，又或者这招是不是苏阳连击的开始。他有点慌，毕竟不使用无敌是自己提出来的，虽然赛场中说的话外面听不到，他也不想食言，这种骨气还是有的，所以只能硬抗。吭吭，两枪打到许斌的铠甲，更是擦出火花。不过每一次攻击的伤害却不算高，只有1000多点，这让许斌稍微有些安心。然而苏阳的下一个举动，却让许斌的心提了起来。第173章，骄阳似火 vs 阳春白雪。苏阳长枪紧握，或挑或翻，直刺横扫，攻击频率极快，压制的许斌无法反打，就像一个解除攻速限制的智能 AI。许斌越打越心慌，招架的越发吃力。他没想到苏阳的武器战已经在水准之上。蹭！晃神间，苏阳的红绫枪擦身而过，身上一抹刀削的豁口带出嫣红的一滩血液。蹭蹭蹭，一枪破功，3枪横扫，1864、1757、1812。许斌已经无力抵挡，金色的能量从铠甲上渗出，结成一圈金色的能量罩。苏阳长枪划过，只是拉出刀白的刮痕。免疫，免疫，嗖！许斌激活无敌，在他准备反打的瞬间，苏阳调转长枪，枪尾用力一挡，将许斌击退了3步。许斌眉头紧锁，已经不管不顾了，他必须做出决策，是赢比赛还是赢尊重。他发动蓄力冰斩，附魔长刀，一层冰霜在刀刃上散发着寒气，许斌的气势也变得清冷起来。苏阳长枪往身后一别，右手向背包一抹，一张乌金长弓便出现在了手上，直到长剑搭在弓上，许斌已经怔在了原地。嗖！两人相距5码，长剑脱弓而至，许斌甚至反应不过来，就受到了800点的伤害。双职业吗？眼看第2根弓箭也竟飞掠而来，许斌晃了晃头，才反应过来，靠，这根本不是什么双职业，就是他妈瞧不起我。许斌愤怒之极，拖着长刀冲向苏阳，蓝色冰刃在地面上画出一道长长的兵器。两人相距3码，许斌的刀锋已经落了下来。苏阳预判技能落点，右脚发力一蹬，直往身旁移动了2码位置，冰斩从天而降，刀锋凛冽，气势如虹。不过这一击竟是贴着苏阳的身侧打出了 miss。 哎，你用无敌了？苏阳冷冰冰地嘲讽了一句。许斌一身寒光，倒是掩盖了他尴尬的脸色。你不是没同意吗？我说了看心情，事实上我也没打算用。许斌站在原地，越发心虚。这个条件的确是自己先提出来的，同时也是自己打破的。高手自然都有骨气。他正在原地，寒光流转。那你想怎么样？苏阳笑着耸耸肩，拖延你的无敌时间咯。靠！许斌无奈，这才发现这个苏阳是真的贱，还以为他怪罪自己使用了无敌，打破了2人的约定，没想到竟然是拖延时间。果然，8秒一过，他的无敌金身消失了。苏阳再次发起进攻，弓箭一搭，嗖啪嗖啪，吭吭，连续2箭又磨掉许斌一些血量。许斌已经麻木了，发现自己不管是技能战、武器战还是心理战，全盘皆输。不过作为圣经第2人的傲气还在，他拖着长刀与苏阳殊死一搏。10几秒后，许斌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大比分2比0。圣经州第2高手惨遭淘汰，苏阳被传送回奉天广场。此刻关东联盟不断滚动着战斗信息，这次没有形成一边倒的形势，很多队友已经止步于48强，48进24的比赛要下午进行。苏阳来到教场，找了一处空位坐下，大屏幕上焦点战即将开战。骄阳似火 LV62 掠天之翼 vs 阳春白雪 LV63 元素弓箭手，关东州第1弓箭手骄阳似火。秋阳从小就被娇生惯养，滋生出的贵族气质也是很难被模仿到的。他站在琪琪对面，眸光炙热。很多人都说你才是国服第1射手，这一次还真是个好机会。琪琪闭着眼睛，笑得肩膀直颤。兄弟，你有没有看过自己的属性面板？虽然我承认你有一些实力，不过可不是承认你弓箭手的实力。秋阳不明白，有区别吗？打一把，我让你死个明白。琪琪锋芒毕露，大言不惭。秋阳同样放出狠话，
两人顿时剑拔弩张。现场的倒计时刚结束，两人同时平 A 试探，齐齐后退2步，射出破甲加平 A。很显然，秋阳的弓箭落在了齐齐面前2码的位置，而齐齐的2箭却落在了他的身上。谁胜谁负，高下立判。秋阳看着身上弹出的不太高的伤害，突然反应过来，对手长弓应该有攻击距离加成属性，他不再大意，准备近身肉搏。然而前冲的位置已经被齐齐预判，几箭就落在他的身前，阻隔了他想要加速前冲的念头。两人才刚刚对弈，秋阳就被压制了。奉天城广场上，一群玩家发了疯似的尖叫。苏阳左右环顾，没想到齐齐的人气已经这么高了。男神牛逼，射他！男神，我要给你生猴子！一位漂亮弓箭手扯着嗓子喊，脸色通红。苏阳看在眼里，吞咽着口水。齐齐这粉丝正啊！联盟群中，何子已经晋级。苏阳看到何子名字，好像被抓了现行，赶紧撇过头来，盯着大屏幕。赛场中，齐齐始终与秋阳保持着距离，攻击节奏有条不紊。反观秋阳，脚步已经乱了，而且攻击距离还受到限制。他没想到齐齐竟然为了这2点攻击距离，放弃了攻击力。近身，一定要近身！秋阳放弃进攻，加速猛冲，甚至开启了鬼影。正是利用鬼影翻滚消失，才逼近了齐齐。齐齐丝毫不慌，双手举弓，开始蓄力。秋阳贴得非常近，一直到两人相距5码，他才开始进攻。这个攻击距离，他也不担心齐齐会逃走。如果齐齐放弃反打，那也只会平白无故多挨他几次攻击而已。况且，他对自己的攻击力是非常有信心的。然而，他的3连击刚刚飞出，就定在了齐齐面前。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出现，那3根弓箭被齐齐一击之下全部击落。齐齐高高跃起，直奔秋阳而来，仿佛要贴脸输出。因为弓箭已经在他的手中开始蓄力，人在空中，身体控制将会变得困难。秋阳抓住机会，瞄向空中的人影，砰！齐齐在空中用出一招，不仅击落了秋阳的长剑，同时身体借助后坐力再次腾起一点，眼看就要落在秋阳的头顶。第174章，国服第1弓箭手。许斌抬头仰望，心里打起鼓来。特么的，我这射出的可是能量箭，这也能被挡住？他不清楚的是，齐齐的掠天之翼同样是元素能量，喷射而出的气焰原理正是极具能量，利用爆发式的能量压制，击退对手。齐齐从高空落下，两人已经不到3码的距离，开始对 A。然而秋阳发现了问题，他完全打不出伤害。虽然攻击频率要比对手快上1倍，不过齐齐的攻击带有击退效果，秋阳始终无法全力发挥，身体不自觉地向后一步又一步地挪动。时间不到1分钟，他的血量已经过半，内心更是焦躁不已。他瞄的这个小子这么强吗？普通攻击和点射技能失去了作用，秋阳只好利用箭雨和剑荡四方造成群体伤害，希望能有一些效果。吼！齐齐突然大吼，声波震荡，秋阳仿佛被打断了精神，取消了施法，而且从技能图标上看，显然是属于自己被动取消，短时间内技能已经无法使用。眼神晃过其他图标，竟然全部都是灰色，被沉默了。齐齐用出了怒吼项链的特性能力，造成了身边方圆5码的群体沉默。正是这一招打断了秋阳的施法。齐齐转动手环，激活古元环的暴力，双倍攻击力加成之下，直接用出最强一击，剑荡四方，噗噗噗噗噗，2274，暴击4586， 2475，暴击4412， 2347， 2258，一片片伤害弹起。秋阳的身板根本扛不住齐齐这般狂轰滥炸，瞬间蒸发，1-0。男神牛逼，让他们偷袭京都城。比赛结束，咱们就杀过去。大屏幕开始第2回合的倒计时。秋阳复活后，木讷地站在原地。他还有1分钟的闲聊时间。掠天之翼这么强吗？齐齐撇嘴一笑，你太弱了，又自负，连比赛规则都没看懂，怎么赢？比赛规则什么意思啊？秋阳还是不明白。齐齐摇了摇头，你也就止步48强了，告诉你也无妨。晋级赛开始，平台已经平衡了对战两人的攻击力，所以你引以为傲的装备已经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比赛开始前，你没有看过自己的属性面板吧？可以点开看看。秋阳照做，顿时一脸尴尬。攻击力低了一些，不过还算能接受。
齐齐哈哈一笑，那是因为你的对手是我，我的攻击力确实比你弱上一些，不过对比的不明显。而且我目前的攻击力因为你而增加了10%，你又减少了10%，此消彼长，你的整体属性下降了20%多，所以要拼操作。齐齐顿了顿，突然一阵错愕。算了，那东西你也没有。秋阳被对得无语，自己确实没有关注过比赛规则，还想着依靠自己打造的豪华装备一路平躺。他想想竟然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就这还特么国服第一，我特么竟把自己逗笑了。秋阳不再多想，屏幕上的倒计时也接近尾声。骄阳，上一局你放水了，这一局我想知道你的厉害。如你所愿。话音刚落，倒计时结束，齐齐消失了，鬼影消失，瞬闪近身。砰！2241，秋阳被击退一步，同时血条消失了1/10。可还莫等他站稳，齐齐的3连击变到了，平 A 加击退加近身平 A，3剑落下，秋阳一退再退。齐齐的掠天之翼拥有5码攻击范围内的击退效果，因此齐齐每次上前一步都会射出一剑平 A， 这就导致了齐齐边走边 A， 秋阳节节败退，并且无法反抗。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他会被齐齐压制到死的。蹭的一声，无敌金身，齐齐似乎早有预料，腾空而起，不给秋阳反打的机会。秋阳盯着飞走的齐齐，预判落地，使用剑雨覆盖。齐齐佯攻喷射，身体在空中扭转，同时激活了隐匿。在秋阳看来，齐齐就那么凭空消失了，剑雨像一阵能量雨落在面前的空地上，打出一片能量涟漪，却没有找到齐齐的身影。照明剑，秋阳终于想起隐身的克星技能照明剑，平时他都几乎没有使用过这个技能，在他眼里，这个技能很鸡肋，甚至可有可无，正如当时的齐齐一样，还没有开发出它的妙用。如今照明剑能立功显然是很好的，不过照明剑点亮天空，划过一道抛物线，却没有发现齐齐的影子。怎么可能？我的等级难道会比他低上5级？秋阳站在原地都懵了，不过在大屏幕外观战的玩家倒是看得清楚。卧槽，骄阳男神太牛逼了！哈哈，那个秋阳太搞笑了吧，这都没发现。苏阳同样惊喜，非常精彩的判断，齐齐果然成长成一线高手了。圣荆州那些观战的玩家情绪激动，之前冰神的比赛已经输给月揽星河了，还算有情可原，毕竟月揽星河的恐怖他们都看在眼里，而本来就誉为圣经第一弓箭手的阳神，竟然被对手耍得团团转，他们已经抓狂了。操，他在你后边，回头打他啊！是啊，这么明显怎么看到不到呢？其实在空中扭身的齐齐已经预判到了对手会使用照明剑，他遁走瞬间，目标位置正是秋阳的身后。在秋阳使用照明剑的瞬间，他的身体已经显形，只是因为在秋阳身后并没有被他发现。齐齐耐心地等待秋阳金身消失，金光剑眉，齐齐缓缓开口：结束了。听到这个声音，秋阳的身体陡然僵硬，他知道比赛结束了，自己竟然如此心乱，失去了这么多基础预判，甚至嚣张到比赛规则都没有看。全国48强在别人眼里或许还可以，可是他花费数亿打造一身顶级豪华装备，竟然会败得这么彻底。砰！后背仿佛传来一声枪响，才觉着他出局的命运。第175章倾城柠檬 vs 刘玄德。齐齐站在原地，手中的武器落下，默默地看着秋阳栽倒在地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兴奋甚至同情丝毫没有。这场战斗对他来说无异于争夺国服射手的殊荣。由于比赛机制的原因，秋阳没能发挥出全部的实力，所以齐齐并没有显得很激动。他清楚这只是一场切磋比赛，对于之后双方在战场上的交锋可以说是毫无参考价值。不过终归是赢下了比赛，进入了48强。奉天城的观众席已经载歌载舞了，月揽星河率先进入48强，骄阳似火紧随其后，奉天城简直就是风水宝地。而接下来要出场的人是倾城柠檬 LV64 魔魂巫灵 vs 刘玄德 LV60 风林剑圣。刘玄德运气也太差了吧，哈哈哈！没办法，倾城女神已经算是奉天城第2高手了，遇见他也只能算刘玄德倒霉。第2高手应该是韭菜盒子吧？没错，韭菜应该更强一些。哎，韭菜晋级了吗？没看到他比赛啊。之前比了一场，对手都没有机会近身就挂了，相当恐怖。哈哈，奉天城牛逼！
观众席已经嗨起来了。赛场上，刘玄德都懵了。小柠檬，咱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行，刘玄德被萌萌噎得说不出话。按联盟行会积分排位，萌萌已经排在了第2位，仅次于第1的月揽星河，而刘玄德排在第10位。你说怎么打？刘玄德捏声细语地询问道。你全力以赴，我稍微放点水。靠，小柠檬，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刘玄德气得直跳脚。不过萌萌也不甘示弱，他掐着腰，眉头一紧。靠我是吧？来来来，让姐姐好好拿捏拿捏你。唰，倒计时结束，萌萌原地放大，以攻代守。刚想近身的刘玄德顿时僵在原地。萌萌嘴角一扬，身体瞬间转移，轰轰轰，一道道陨石坠落地面，跟随着萌萌的移动而移动。刘玄德深知萌萌这招的威力，根本不敢近身硬抗，只能利用瞬步逃脱。然而萌萌一招烈火燎原，直接预判了刘玄德的位置。在路人视觉看来，刘玄德好像故意冲进了火场，发现火场烫脚之后又退了回来，只是血量掉了1/3。一道陨石天降，一招烈火燎原，刘玄德卡在夹缝中，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处境相当尴尬。唰，淬毒套在身上，刘玄德整个人都不好了，晕晕乎乎的，身体变成了深绿色，脚步踉跄着，抬手动作都变得迟缓。咔咔，几道天雷落下，刘玄德血量已经见底。从比赛开始到现在，10秒钟都没过去，萌萌的2个大招仍在持续。刘玄德心想，这肯定完犊子了。心里虽然已经放弃，不多身体仍在挣扎。他不敢使用自己的60级大招，这个技能可以实现他10码内的数次穿梭，并且可以击飞对手，打出浮空效果。不过目前的情况并不适用，萌萌2个大招攻击范围极广，他无法保证自己的冲刺轨迹和落点能避开这些攻击，所以只能耐心耗完这10秒钟。10秒一过，萌萌竟然先他一步伪装了身影，而刘玄德此时也只剩下皮血。糟了！话音刚落，一道惊雷冲天而降，落在了刘玄德的头顶，打掉了他最后一点血量。刘玄德复活后有些不甘心，毕竟自己的能力一点都没发出来。这第2回合他已经想好了，要先发制人，在这之前必须给萌萌使用点心理战，毕竟开赛倒计时有1分多钟。小柠檬，嘿嘿，刘玄德笑得极其猥琐。萌萌侧着头，眼神微眯，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放到眼前又轻轻地点在一起。拿捏你，呵呵，还是小柠檬厉害啊，不愧是星河教出来的徒弟。萌萌一听到苏阳的名字还有点不乐意，本姑娘天资聪慧好吧？对对对，相当聪慧。刘玄德马屁精附体，一顿舔，眼睛时不时地瞄着比赛倒计时。临近的几秒钟，刘玄德脸都不要了，马屁拍得萌萌哈哈大笑。唰，倒计时结束，刘玄德瞬间变脸，60级大招浮空咆哮，吼吼！刘玄德连续突刺将萌萌浮空。萌萌突然反应过来，比赛开始了，可是身体失重，无法控制，就算想要使用瞬移逃脱都变得非常困难。萌萌血量还没破万，根本经不住刘玄德连续的突刺浮空。1245 1268，几招突刺下去，萌萌的血量也只剩下不到一半。刘玄德再一次打出浮空，他蹲在原地蓄力，准备使用风铃剑舞，因为萌萌的血条已经到了斩杀线。刷刷刷，1455 1385 1397，一道道伤害飙出，萌萌娇小的身影在空中慢慢融化，跟上一把的局面一样，萌萌也遭遇了秒杀，大比分1比1平。按照规则，2人还要再战一场。回到赛场中的萌萌明显脸色一冷，看情绪是有些生气了。刘玄德赶忙陪笑解释，小柠檬不会生气吧？兵不厌诈啊。其实萌萌的表情只是做给刘玄德看的，他本身并没有生气，毕竟刘玄德是自己的盟友，而且在知道自己劣势的情况下，还能通过场外因素掌握主动权，这份心机难得可贵。可是萌萌在意的是，这么看来刘玄德之前夸他的话10有8、9是假的，这就不能原谅了。萌萌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等待比赛倒计时的时间走完。刘玄德眼看没有了嘴遁的机会，也不再说话。唰，比赛开始，萌萌原地放火，刘玄德再次僵在原地，一片火海直接覆盖了萌萌脚下方圆10码的距离。萌萌站在火场中，身体一阵明灭，笔直的长腿
被火光晃成了黄油色。他扬起法杖，点射刘玄德。刘玄德在火场外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依靠走位躲避雷劈的伤害。蒙蒙的雷还有麻痹属性，只要被击中一下，第二下就很难躲掉。刘玄德集中精神，死死地盯着空中的落雷。不过就在他准备躲过下一道天雷时，这道天雷竟然瞬移了位置。咔嚓！第176章秦冲 vs 虎神凌风。蒙蒙竟然利用瞬闪调整了天雷的落点，正好预判了刘玄德的身位。这道天雷不偏不倚地劈在刘玄德的头顶。糟了！刘玄德原地麻木，已经无法操控身体有所行动。蒙蒙的天雷一颗接着一颗的轰炸，根本不给刘玄德喘息机会。不能再保留了！蹭！刘玄德手中的长剑似乎变化了一瞬，紧接着身体变得透明。下一击落雷竟然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并没有打出伤害。小柠檬，到哥了！刘玄德大吼一声，用出浮空咆哮，飞奔的速度极快。轰！轰！轰！蒙蒙同样原地释放大招毁天灭地，准备与刘玄德拼一波伤害。擦！蒙蒙娇小的身体被击飞，刘玄德连续突刺打出浮空效果，不过他的血条也是蹭蹭下降。蒙蒙的毁天灭地是一定范围内，无规则的混合攻击，刘玄德硬顶着一颗颗陨石的伤害，实在是有点吃不消。这样不是办法。刘玄德知道这样比拼伤害并不是蒙蒙的对手，果断终止了浮空咆哮。他观察着蒙蒙的落点，风灵剑舞带出道道光刃，对着蒙蒙的落点出招。嗖！蒙蒙消失了。刘玄德盯着蒙蒙的陨石血量蹭蹭下降，他原以为可以利用风灵剑舞的吸血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小柠檬果然有藏招，输了。咔嚓！一道落雷劈下，刘玄德仰面倒地，身体的光影化为能量碎片。大比分2比1，蒙蒙取得了这场晋级赛的胜利，成功跻身48强。关东联盟捷报频传，捷报！捷报！联盟玩家青城柠檬成功晋级48强。凶讯！凶讯！联盟玩家刘玄德被淘汰。捷报！捷报！联盟玩家韭菜盒子成功晋级48强。捷报！捷报！联盟玩家雨过天晴成功晋级48强。捷报！捷报！联盟玩家黄恩浩荡成功晋级48强。秦冲，大佬们都晋级了呀，我可能要悬了。妈的，阅览星河，哈哈，秦冲也是焦点战啊！秦冲可不是嘛，这不是让我转圈丢人吗？黄恩浩荡，没关系，赛场机制有平衡系统，有机会的。骄阳似火，嘿嘿嘿，小巴巴，我可是轻轻松松干掉那个弓箭手啊！秦冲，那能一样吗？我特么啥运气，竟然遇见了传承者！奉天城广场教场一片喧闹，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大屏幕上对战的双方。秦冲 LV61 战狂 vs 风中残烛 LV65 疾风战狂。卧槽，怎么说秦冲也是咱们关东联盟的大佬，怎么运气这么差？对手是那个成荆州的虎王林峰是吗？秦冲确实有点太帅了，我估计只有阅览星河能够稳胜虎王。秦冲从人群中一走一过，正好听到了这群玩家们的窃窃私语，看来大家都不看好他能取胜，就算他自己都没有绝对的信心。刷！比赛进入倒计时，两人被传送进入场地。秦冲习惯性的打开控制面板，双眼突然睁大，他没想到自己的属性竟然接近翻了1倍。我尼玛，这属性就算星河兄弟来了我也敢比量比量啊！看到这一身属性，秦冲瞬间信心爆棚。然而他不知道的是，站在他对面的林峰属性跟他如出一辙，只是传承的能量默认是吸收状态，所以他的总血量已经达到了25万，而秦冲的血量只是对手的1/10。这种情况下，想要取胜难如登天。林峰盯着秦冲头顶的行会封号，语气轻蔑：关东12将还是个小有名气的家伙，干掉你应该能灭灭关东州的威风了吧？听到林峰这种居高临下的语气，秦冲的愤怒值直线上升。又想到刚刚被他们偷袭的京都城，秦冲似乎就要暴走。MLGBD 废话真 TM 多 WC。 林峰愣住了，对手一套文化输出都把他打懵了。什么素质？阴险小人还尼玛素质，用星河的话说就是滚滚滚！操！比赛还没开始，两人已经在场地中央对骂起来。奉天城的玩家更是激动，干死他！秦冲加油！琪琪听到这声温柔的叫喊声，回头一看，面露疑惑：我操，这货也有女粉丝？可可突然掐着琪琪的腰间肉，再接一个旋转，
素质呢？啊！腾腾腾！赛场中倒计时结束，秦冲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月揽星河的身影。秦冲战势爆发高，一定要规避好僵直和出手时机，保持专注。他眯着眼睛，死死盯着冲来的林峰。星河，这家伙是疾风战狂，攻速要比我快啊！注意节奏！一道声音在秦冲的脑海中回荡，让他犹如醍醐灌顶。吭！抵住林峰的大刀。双方力量点数由于机制的平衡，并没有产生大幅度的压制，只是因为林峰是前冲状态，拥有更多的势能。一击之下，秦冲后退一步，招架成功。不过对手似乎并不打算变招，继续前冲压制，依仗着自己的攻击速度不断进行劈砍。秦冲的抵挡越来越艰难，脚步逐渐不稳。唰！林峰的长刀贴着秦冲的脖颈挥过，好在秦冲腰腹柔软，过板桥似的后仰成功，并且在后仰瞬间抬起右脚踹上了林峰的胸口。疼的一声，林峰后退好几步才站稳身形，秦冲则是右手撑地，一个冲锋杀了上去，局面开始扭转。奉天城的观众席直接沸腾。卧槽，秦冲这妖牛逼的吗？秦冲加油，干死那个傻屌！赛场中的秦冲无比专注，他也根本听不到场外的声音，他的内心本就骄傲无比。唯一能让他竖起大拇指的人就是星河，就算面前的是传承者林峰，在他心里也不过尔。咔咔咔，几刀下去，打在林峰身上的伤害并不低，不过他的血量却不见下降。秦冲眼神一眯，他终于看懂了，对方的血量几乎是他自己的10倍，而且自己似乎没有看到对方使用任何辅助技能，所以说这25万的血量是真实血量。第177章，秦冲，我特么管你是谁！面对这种事实，秦冲的内心也是慌的。好在自己素质过硬，摆在面前的胜利条件已经很清楚了，自己一定要做好防守。哈哈，我有25万的血量，你怎么赢？林峰长刀归鞘，双手负于胸前，一脸的骄傲之色。然后呢？秦冲面不改色问道：称那么多血量，还不都是摆设？切，净说大话！是不是大话？打打看呗！两人话不投机，直接开干。林峰依仗着自身的血量优势，并不藏招，整个人像一头凶兽一样冲了上来。秦冲双目凝神，仔细观察着对手的进攻方式，冷静，注意节奏。星河的话一直在脑海中回荡。林峰的大刀已经贴着面门斩了下来，秦冲侧身一闪，挺肩撞向林峰。砰的一声，林峰拎着大刀向侧边踉跄了好几步。秦冲抓住机会，一个转身，顺势掏出大刀，抡了个半圆劈砍。林峰眼睛一尖，勉强抬刀招架。不过秦冲这一招的力量显然在对手之上，一个照面，林峰的武器遭受大力被震荡开来，门户大开。秦冲抓住机会，连续短刀试探，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高速攻击状态。刷刷刷，连续的平刺横切让林峰难以招架，血条终于肉眼可见地开始缓慢下降。怎么回事？这个小子这么强？林峰心中苦恼，他怎么也没想到关东州还有这么一号人物，原以为有一个雨过天晴就够猛的了，怎么这个秦冲更甚？轰！林峰顶着秦冲的输出，直接用出月光斩将其打停。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的血量是对手的10倍，就算跟他换血都不可能输，因此什么防御、招架、规避，通通扯淡，对着干就完了。秦冲显然也是感受到了对手突然的暴走，他可不敢选择与林峰换血，一招一式都显得额外小心。在别人看来，他也只是躲避的比较从容罢了。不过对手毕竟是疾风战狂，在速度上拥有天然的优势，几个回合下来，秦冲的劣势就明显了。苏神，这种情况下秦冲应该怎么打？观众席上，大潘打赢了对战，来到苏阳身边入座。苏阳没有转身，仍然盯着头顶的大屏幕。秦冲能赢，他内心无惧，是个强者。大潘错愕，他不明白，赛场中的两个人明明相差着10倍的血量，秦冲要如何赢？我不明白，我想不出秦冲能赢的理由。秦冲当然知道自己不是林峰的对手，不过他可没有放弃，恰恰选择了一种最冷静也是最有机会的方法。所以他能赢的原因，第一点是没放弃，第二点呢？大潘当然明白不放弃只能算是一种激励，对于这种战局来说，不放弃只是一种弱者精神，并不会对比赛结果产生影响。因此他问出了第二点，
3局2胜，传承者的血魂附体只能用1次，关键的对战在第2局。大潘瞬间醒悟，也就是说，林峰第1局所剩的血量会带入第2局。秦冲所面对的局面是3局加一起，一共25万血的林峰，对吗？没错，秦冲应该还不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他这一局的表现就奠定了他胜利的希望。苏阳撇过头，晃过大潘震惊的表情。其实不是3局25万血量，而是2局25万血量。大潘再次震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不过这也很难啊，秦冲这小子还真是牛逼。赛场中，秦冲的身体已经渗出细汗。林峰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是疾风战狂，却不能在速度上压制对手？为什么这个小子防御总是那么恰到好处？你是怎么做到的？林峰已经被打掉了5万多的血量，将近1/5的血条被清空，而对手最起码还剩1半血量。虽然对于赢下这场对局没有多少悬念，不过他还是不理解，如果2人的血量是在同一水平下，他可能都死上几次了。对手明明没有什么亮眼的操作，为什么会这么强悍？呵呵，自视清高的家伙。秦冲不再多话，提着大刀便冲了上去。他一往无前，根本无视2人的血量差距，干就完了。就算是输，也要让家人们看到自己敢打敢拼的样子。果然，观众席一片沸腾。秦冲的人气终于迎来了第1波高潮。卧槽，要不是那个家伙血厚，秦冲早就干掉他了。也够牛逼的了，已经打掉对方10万多的血量了。哎，还是没办法呀，自己血条都快没了。吭！林峰对拼一刀，心中更加惊骇。兄弟，我承认你很强，不过没有意义啊，怎么拼也无法干掉我25万的血量啊。秦冲定在原地，冷笑声越来越大，甚至像是一种自嘲。我从未想过这种问题。狂暴开，我也没在乎过你有多少血。嗜血开，我只是想赢而已。弱化开，疼。残血的秦冲再次冲了上去，并且速度快到飞起，整个人浑身赤红，像一个搏命的疯子。咔咔，暴击4864，暴击4956，连续2刀暴击直接砍掉对手1万的血量。林峰蒙住了，这明明是毫无技能光泽的2刀，之前1刀也只能打掉自己1000加的血量，怎么从未听说还有4倍暴击这回事？刷刷刷！搏命的秦冲相当恐怖，速度简直相比之前快了2倍，林峰根本无法招架。我靠，那小子怎么了？速度比我都快。大潘揉了揉眼睛，不可置信地看向头顶的液晶屏幕。苏阳笑了笑，突然想起了曾经的往事，这个家伙真是被小看了呀。什么意思啊？大潘扭头询问。秦冲开始搏命了，是悲鸣套装。卧槽，真是搏命啊，放弃防御，全力进攻吗？大潘的心脏砰砰跳，秦冲的表现简直颠覆了他的想象。他有幻想过跟林峰交手，他自认为无法赢下对手，没想到秦冲竟然能做到这种程度。第178章，秦冲胜。曾经的秦冲，在大家眼里还是那个爱拍视频的逗咖，平时嘻嘻哈哈的，倒是城战的时候毫不手软。这一次锋芒毕露，显然是思想上的觉悟。他真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大潘眸光闪烁，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秦冲所做的一切让他感到震撼。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林峰一刀挡开秦冲，胸口不断起伏，呼吸都变得不再匀称。站在他对面的秦冲仿佛一位杀神，不过他猩红的双眼已经渐渐褪去血色，恢复平常。看来狂暴效果结束了。林峰缓了口气，才问出了刚才那句话。他开始慌了，自己的血量不到10万，他不敢再小看对面的这个家伙，甚至产生了一点恐惧。哼，还有10万血，还是不行吗？秦冲大笑，狂笑，仰天长啸，气势一涨再涨。蹭，冲锋近身，钝击对脸。林峰瞳孔收缩，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抵挡。旋风斩已经冷却完毕，原地旋转。秦冲避无可避地撞上对手旋转的刀锋，直接命丧当场。震惊，全场哗然。他们还以为秦冲仍然拥有杀招，他们明明已经看到了击杀林峰的希望，为什么到最后秦冲会选择一个自投罗网的进攻方式？那前面一切的努力又算什么？林峰惊恐地注视着倒在自己面前的秦冲，胸口剧烈起伏，大口呼吸着。结束了吗？他喃喃自语，一阵后怕。直到头顶开始倒计时，他才发现自己真的赢了。不过身上的血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是9万？
为什么没有恢复到25万？而那个恶魔又站到了对面。还有1分钟了，血量怎么还没能恢复？喂，出 bug 了吗？血量为什么不恢复？哈哈，哈哈哈哈哈！秦冲笑了，去他妈的平衡机制，老子就是要打破这个平衡。如今对手只有9万血量，这一局完全可以拼掉他。可是拼掉之后，下一局对手还是会满血，管他呢，老子先拿了这一局再说。倒计时结束，秦冲气势如虹，几步便冲了上去。林峰的心已经乱了，他甚至因为慌张模糊了双眼，完全看不清秦冲的进攻手段，就连近身的旋风斩都被秦冲预判了起手式给躲了过去。观众席看到只有10万不到的林峰，顿时开心到起飞，而且看到气势鼎盛的秦冲也是激动大喊：卧槽，圣经第一人也不过如此啊！哈哈哈，秦冲牛逼！赛场上，林峰胡乱地抹了一把双眼的水渍，试图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一点。然而，秦冲的大刀仿佛重影一般，他根本就看不清楚，一刀刀劈下来，他只能感觉到自己的血量蹭蹭下降。林峰，你怎么了？你可是圣经第一高手啊！林峰招架的越发吃力，心乱如麻，脑海中思绪万千，就是找不到头绪，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是说面前这个男人就是这么强悍？拼了！林峰触发了全部的特性能力，属性暴涨，一瞬间带来的强势让他反客为主。秦冲似乎早有预判，先一步利用冲锋退了出去，并且嘴角一扬，整个人消失了。操！林峰骂了一句，只能干瞪眼看着自己的特性能量走完。还有5万血量，这是自己最后的依仗，冷静，一定要冷静。林峰呼吸渐渐平顺，潮红的脸色也变得平常。砰！隐身中的秦冲直接贴脸钝击，这种进攻根本无法躲避。林峰眉头一皱，站在原地被动挨打。好在血量够硬，在自己还剩3万血的时候恢复了过来，对手还有1万血，他已经没有技能了。林峰逐渐冷静，开始展露出他的实力，完美的压制，成功的换血。此时的林峰血量还有2万，不过对面的秦冲血条的红色都已经消失，哪怕再擦出点火花，甚至都能要了他的命。你输了，虽然你很强，但很抱歉，2比0就是最后的结果。哈哈，谁给你的自信？秦冲笑容张狂，血红的身体散发出紫色的光泽，就你也配跟星河争斗？就这还算是圣经第一？哈哈，可笑得很。多次的经验教训已经让林峰明白，秦冲这家伙不是只会说大话的嘴炮，他一定有所依仗。遇见我秦冲也算你倒霉，打赢你之前告诉你也无妨，毕竟是圣经州第一人，面子还是要给的。你的无敌用过了，我的还没用过，你的天赋展示过了，我的天赋你却没发现。林峰醍醐灌顶，对啊，他的无敌还没用，自己还能坚持10秒吗？再拖延一点时间，自己的冲锋就能恢复冷却，还可以逃跑。蹭！秦冲动了，冲锋还有12秒，我不会给你机会了。咔！一道金色泛红的身影仿佛杀神降临，压制的林峰节节败退。刀刀暴击又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林峰根本不可能坚持10秒。我操！无敌加残血悲鸣套太强了吧？大潘有感发。是啊，秦冲当时找我切磋，差点把我干掉，这个家伙，哈哈哈！大潘目光一正，再次缓缓扭身看向头顶的大屏幕，心中无比震撼。苏阳在他们心中仿佛是神一般的存在。听他的意思，秦冲曾经差点拼赢了他，我不甘心！当！林峰沉重的身体像一块木头一样拍在了地上，他的双眼无神，无助又绝望。第2局结束了，大比分1比1平。卧槽！秦冲赢了，牛逼！什么圣经第一人去死吧！靠！这路播放官网反复循环给圣经看，让他们嚣张。赛场中，倒计时再次开始，第3局比赛就要来了。林峰复活出现在比赛场中，不过他的血量只有25000点，他双眼落寞，仿佛认命了一般。冰神许冰被月揽星河干掉了，宫神秋阳被骄阳似火干掉了，如今自己又要被眼前这个家伙干掉了。林峰传承者竟然打不过一个普通玩家。第179章12强月揽星河 vs 白衣剑客。林峰想通了，自从自己获得了白虎传承，就忽略了自身的能力，一直有所依仗，才让自己的基础操作止步不前。大意了呀！林峰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想不出取胜的办法，又不甘心就此认输。不过
时间并没有等他，倒计时一结束，秦冲已经冲了上来，狂暴加持，似乎想要速战速决。他的身影如一阵狂风袭来，气势逼人。林峰茫茫然的抬头盯着掠来的人影，身体不受控制的站在原地，并没有做出任何抵挡。他的心态崩了，锋利的刀刃贴着他的胸口劈了下去，划出的一道道伤痕渗出血迹。林峰似乎感受不到疼痛，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倾倒，血条也是蹭蹭下降。圣荆州的玩家都已经疯了，京城3杰接连失利，没想到战力第一的虎神竟然要放弃，奇耻大辱啊！就算偷袭得到关东一座主城又能怎么样？照这个趋势下去，王者归来的比赛一结束，这座京都城就得被人家抢回去，甚至自己家的主城都保不住。扑通！林峰目光呆滞，血槽一空，趴在了地上。秦冲面容冷峻，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就这，奉天广场炸了，观众席人声鼎沸，纷纷为秦冲叫好。毕竟他的对手是圣经第一人，还是一位传承者。谁都没能想到这场比赛的获胜者会是秦冲。大潘嘴巴都撑圆了，满脸的不可置信。卧槽，这老小子真厉害啊，有机会可得找他切磋切磋。苏阳摇了摇头，缓缓开口道：他的天赋是极速，你对上他没有优势。大潘转过头，你的意思是我目前还不是他的对手了？没错，想要赢他光拼攻速是不够的，要操作细节。目前我能给你提醒的地方只有一个，他在残血之前会激活无敌，换一身悲鸣防御套装，这10秒一定要规避掉。我明白了。1个下午的时间，王者归来48强终于全部诞生，新的对战表已经出现。平台很讲究，没有将同一城市的玩家化为对手，也因此苏阳和队友们的晋级非常顺利。24强很快出炉，大屏幕上对战双方已经显现，月揽星和 LV68 龙皇战舰 VS 白衣剑客 LV62 剑士。几分钟后，苏阳被传送进比赛场地。白小天啊，别来无恙，没想到你还知道我的名字。白小天语气轻松，调侃道：我跟琪琪关系不错，所以我们也算是朋友对吧？苏阳汗毛站立，努力压制着自己暴怒的情绪。建行会了吗？苏阳突如其来的问话让白小天微微有些错愕，完全不理解苏阳的意思。见了，在圣荆州叫百毒不侵，果然还是这个令人讨厌的名字。苏阳喃喃自语，观察着比赛倒计时。好好珍惜你的命，你也活不了几天了。白小天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比赛倒计时已经结束，苏阳破盾斩瞬闪出手，一击轰鸣炸裂全场。咔嚓，毫无征兆的一枪已经穿过了白小天的胸口，他根本反应不过来。重生的碎片开始凝聚，他的身体在第2场比试中重合。月揽星河，这么大牌的选手搞偷袭，不合适吧？白小天站在原地，竟有一些后怕。原以为通过琪琪的关系跟月揽星河拉近距离，没想到这个家伙这么暴躁，完全不给机会。而且刚才他还说自己活不了几天了。兄弟，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咔，又一招瞬闪加破盾斩直接洞穿了白小天的脑袋，仿佛一个西瓜一样就炸了。2比0比赛结束，苏阳猩红的双眼渐渐平复，回到观赛台上等待12进6的比赛。大屏幕上，第2场比赛已经开始，对战双方是长河落日 LV64 黑岩爆法 VS 菱形方块 LV61魔术师。竟然是2名法师之间的对战。菱形方块是昆仑州的天榜常客，是一位难得的猛将。不过他的对手可是曾经给苏阳制造过不小麻烦的对手，来自东区的联盟之主黑岩爆法娃娃脸长河落日。这场比赛谁能晋级还不好判断。下盘口了，下盘口了。苏阳扭过头，发现胖子他们已经组了个局儿。这场比赛在他眼里已经没有悬念。他们观察过昆仑州的很多玩家，菱形方块只能算是一名良将，并不能事事独当一面的大高手。而长河落日可是一方诸侯，最起码对标的玩家应该是皇恩浩荡。所以胖子组织的这场赌局毫无意义。不过他不明白，这样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为什么胖子还能拉拢那么多人去参与其中？萌萌，你赌菱形方块能坚持多少秒才死？20秒。好，赔率1赔3。苏阳愣住了，他没想到胖子他们赌的不是胜负，而是菱形方块能在长河落日手中坚持多少秒。这个赌局就有难度了。他本想参与一下，不过他可没有把握猜中结果，这种猜不到结果的感觉
他很不喜欢，所以就不再参与了。大屏幕上倒计时结束，比赛开始，两人同时瞬发扔出火球，并且还是跑位，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无法判断胜负。两人的操作极其相似和猥琐，都不敢第一时间释放杀招。要知道法师的杀招都是可以毁天灭地的，冷却时间和身体僵直时间极长，上来就放大，很容易将自己送入险地。因此场地中的二人不断绕跑，释放着一团团小火球。唰！长河落日打破僵局，跑位中的他直接隐匿消失。菱形方块愣了一瞬，继续沿着场地奔跑，同时触发了木头人。咔！一道黑炎降落，精准地预判到了菱形方块的走位，直接轰在他的身上。也正是长河落日蓄力出手的瞬间，他的身影也是缓缓浮现。不过黑炎劈在菱形方块身上并没有打出血量，就听见砰的一声，一阵烟雾之后，原本的菱形方块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截木块。第180章倾城柠檬 vs 大漠孤烟上。长河落日第一时间并没有发现人影，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可是就在他回头瞬间，菱形方块的大招已经蓄力完成，60级技能天罗地网，一道能量大网从天而降，笼罩着长河落日的身体。他回头瞬间看着头顶的雷网，陷入沉默。之间倒是遇见过几个魔术师，肯定没有这个家伙厉害。莫非这是60级的技能不成？不再犹豫，长河落日激活无敌，准备站桩与菱形方块对拼。他有信心在绝对的实力和装备面前形成伤害碾压。事实正是如此，当长河落日像炮台一样蹲在原地的时候，菱形方块已经显露疲态，对轰完全不是对手。而且他本身之后天罗地网一个进攻技能，60级以下的招数几乎都是被动和防守技能，这让他在1v1中吃尽了苦头。好在之前遇见的对手都不强，才一路走到现在。如今对手换成了东区之王长河落日，他也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欺诈和吸收已经全部使用，等待他的只剩下出局。咔嚓，又是一招蓄力黑炎预判到了菱形方块的位置，本就血量不多的他原地暴毙。大比分1比0，重生的菱形方块显然还没有找到应对的方法。第二局依然被轻松拿捏，总比分2比0，长河落日成功晋级12强。而接下来这场比赛更是看点十足，两位都是联盟中的牌面人物，萌萌的联盟积分甚至高出大漠孤烟一大块，这就说明萌萌在团战中造成的伤害已经大于大漠孤烟的输出伤害加抵御伤害。这局咱们赌胜负。胖子又开了一局，上一局让他赚了个盆满钵满，这一把简单粗暴，只管胜负。苏阳蠢蠢欲动，我押1000金币萌萌胜。哟，苏神对自己爱徒这么有信心啊！我也押1000金币。何子坐在苏阳身边，同样打包出1袋金币递了过去。苏嫂，你们可想好了，赔率是1比1，萌萌能赢。何子笑容灿烂，丝毫不担心自己这1000枚金币打了水漂。倾城柠檬 LV64 魔魂巫灵 vs 大漠孤烟 LV63 恶魔战旗。大屏幕上倒计时开始，大漠孤烟粗犷的脸和壮硕的身材把萌萌显得好小一只，不过面对萌萌，他面带微笑，小心翼翼地上前几步。嘿嘿嘿，小柠檬，没想到咱们能遇见，叔叔一会好好加油，别输得太难看。大漠孤烟被噎得说不出话，不过他也不准备留手。这小柠檬看似人畜无害，实际上相当棘手，就是不知道他在1v1中能有多少实力了。唰，倒计时结束，萌萌举起法杖晃了晃，大漠孤烟根本不敢上前，直接套盾保命仙。萌萌嘴角一扬，几道雷电劈下，咔嚓咔嚓，免疫免疫，闪电劈打在大漠孤烟的盾上，只产生一道道能量涟漪，连魔都没打透，更别说想要打出伤害了。萌萌也不懊恼，继续原地打雷。大漠孤烟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不过他也不敢靠近萌萌，他知道萌萌手中握着60级大招毁天灭地，这招的伤害可是相当爆炸的，他完全抵挡不住，就算拿盾硬抗也无法做到全身而退。怎么办？暴露天赋吗？自己还没有恶魔装备，还没有一转，这个恶魔战旗还真是不称职啊。蹭，一簇黑色火焰突然从大漠孤烟的全身燃了起来，深邃的黑色将他渲染成深渊的恶魔，每一步踏出，脚下都燃着黑色的死气。大漠孤烟微曲着身体，嘴角露出微笑。小柠檬，哥来了！通，大漠孤烟像炮弹一下跃了起来，
身后带出数道黑色残影，一瞬间就落在了萌萌面前。啪！冲锋践踏升级版高空践踏，威势之强令人感叹。看台上，胖子十分紧张。苏神，这招跟你的擎天击很像啊。很强。萌萌不会输了吧？哈哈！苏阳笑得十分大声，好像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那可是我的爱徒，科研那么多，还拥有这么高的等级，隐藏职业，他会输？胖子被对的没话说，他也只是担心萌萌而已。虽然他心里认可萌萌的实力，不过对手也不是善茬呀。就算是他对上大漠孤烟，也未必会胜。想到这里，他迟疑了片刻。萌萌切磋好像只输给过河子，也就是说他真的很强。一直以来，胖子都把萌萌捧在手心，总觉得他是一个小孩子需要保护，却忽略了他本身强大的实力。没错啊，他可是苏神的爱徒，关东联盟战榜积分第2人，论战斗力、爆发力都是顶级。只是现在这种1v1的局面并不能发挥出他的全部实力。他不再多想，死死盯着头顶的液晶屏幕。战场中，萌萌眼看大漠孤烟冲了上来，也不慌张，甚至感受不到那些黑岩带来的压力。不过他明白，只要被践踏踩中，必然要眩晕一点时间，自己这个身板应该是挺不住。嗖！萌萌闪烁平移无马，毁天灭的释放。轰轰轰！一道道陨石从天而降，像屏障似的阻隔着大漠孤烟的突进，甚至他的血条都在蹭蹭下降。不管了，只要被我的黑岩打到，他就输定了。大漠孤烟心一横，准备冲阵。唰！一道绿光盖在他的头顶，大漠孤烟只觉得一阵目眩，行动至重。靠，被淬毒了。他像一个行尸走肉，速度最起码下降了1倍。这要是在平时还好，眼下他还在萌萌的陨石阵中，血量更是一块一块地掉。狂暴加净化，一道道能量从大漠孤烟的身上升腾，他仿佛脱胎换骨一般，身上的墨绿被血红覆盖，速度再次恢复，似乎比之前更快。砰！他壮硕的身体像一辆卡车一样撞向萌萌，这种冲击力要是撞到萌萌身上，估计这小丫头就要飞出场外去。天赋魔眼！萌萌口中呢喃，双眼瞬间燃烧起黑色火焰，看上去竟与大漠孤烟的黑岩如出一辙。第181章倾城柠檬 vs 大漠孤烟下。一瞬间，大漠孤烟仿佛经历了一场梦魇，整个大脑混沌不堪，前冲的姿势保持不变，不过已经远离了目标，斜着身子撞上了空气。萌萌双目凝神，烈火燎原释放。轰！一道道流星火海铺满场地，大漠孤烟还没有从萌萌的凝视中恢复理智，硕大的身躯在火海中晃荡，像一个火人。怎么回事？胖子直接站了起来，显然还不明白场中发生了什么。苏阳同样瞳孔聚焦，他发现了萌萌的双眼在此时已经燃起黑色的火焰。萌萌爆发天赋了，灵级魔眼。魔眼？那是什么？队友们纷纷扭头等待苏阳揭晓答案。可以造成混乱效果，萌萌曾经对我用过，控制时间大概在3秒左右。胖子十分震惊，难怪暴走的大漠孤烟像失控一样。赛场中，大漠孤烟晃了晃脑袋，终于看清了脚下的烈火燎原，不过还没来得及跑出去，身体已经开始融化，血条全部清空。第1局就这么败了。重生之后，大漠孤烟再也不敢轻视萌萌，他无奈的咧咧嘴，苦笑道：小柠檬还真是强啊，长河落日说的真准。小老弟说我什么了？萌萌双手负于胸前，撑起他仅有的一点沟壑。他说：你的上限比他要高，未来的你有机会登顶国服第1。哈哈，徒有虚名，不值一提。这一局你想怎么打？萌萌开始膨胀了。场外，苏阳抻长了脖子，将刚才赢的金币收入包裹。胖子已经开了第2局了，这一次萌萌的赔率降低了一些，1比0.8。苏阳看出萌萌膨胀了，第2局没敢下注。赛场中，大漠孤烟想了又想，小柠檬，第2局要不给哥哥面子，放放水？不，萌萌坚决否定。哎呀，都是同一个联盟的兄弟姐妹，2比0太难看了呀。大漠孤烟恳求，甚至委屈的嘴皮抖动。萌萌动摇了，确实啊，毕竟是联盟顶尖高手，被自己连下2局，面子上肯定过不去。你想怎么打？嘿嘿，大漠孤烟眼看有戏，建议道：你不用天赋就行，怎么样？行，那这局我就不用天赋跟你打。小柠檬够意思啊，哥这次算欠
你个人情。行，我记下了。唰，倒计时结束，大漠孤烟黑岩涌动，冲锋践踏。萌萌故意迟疑片刻，果然被践踏踩出眩晕效果，整个人晃晃悠悠地站在原地。大漠孤烟抓住机会，附魔黑岩的武器刀直接劈向萌萌头顶，一刀落下，萌萌血量直接掉了1/5。不过他也从眩晕中恢复了理智，毁天灭地开始蓄力。大漠孤烟身体一僵，直呼不好，直接扬盾撞了上去，先打断他的施法再说。不过萌萌早有预判，瞬闪脱身的瞬间，技能已经完成释放。大漠孤烟嘴角一扬，蹭蹭后退几步。小柠檬哥刚才那一刀可是带着天赋的，我根本不需要再出手。大漠孤烟掐着腰，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毕竟是魔级加天赋，只差1线就能达到0级，而且黑岩粘性极强，又附带灼烧效果，萌萌这种脆皮法师根本抵挡不了。唰！就在大漠孤烟沾沾自喜的时候，一道金光闪烁，贯穿着萌萌的头顶。圣光洗礼！这道光束下去之后，萌萌身上的黑岩消失了。靠，为什么会这样？萌萌浅笑一声，同为魔界大佬，有点手段不是应该的吗？大漠孤烟错愕在原地，口中喃喃自语：恶魔战旗，魔界巫灵，靠，竟然还有这种事！他没想到萌萌还是自己的克星，引以为傲的天赋就这样被萌萌破解了。接下来自己也没有什么攻击手段，防御力虽然不错，不过萌萌可是超级法师，虽然不能秒杀自己，不过爆发力和持续输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咔！一道惊雷落下，准确地劈在大漠孤烟的头顶。2000加的血量消失之后，他的身体更是僵硬了一瞬。萌萌原地释放烈火燎原，防止大漠孤烟冲阵，同时利用技能的边缘给对手造成伤害。一个技能连攻带守，萌萌不一样了，成熟很多。苏阳有感而发，当年的萌萌像个愣头青一样，闪烁到对手面前使用技能，根本不顾及自己脆弱的身板。如今面对战力强劲的大漠孤烟，竟也能压制对手一筹。是啊，这次比赛不一样了。胖子回话道，大家都相互了解，所以底牌频出，天赋也开始显露了。萌萌是0级天赋，魔眼强控技能，大漠孤烟是魔级天赋，黑岩持续灼伤。只是他运气不好，遇见了刚好克制他的对手。苏阳顿了顿，就算没有技能克制，单凭实力萌萌也不会弱于他。你是他师傅，你说的都对。苏阳扭身看到胖子那张嬉笑调侃的脸，嘴唇嗡动。赛场中，两人的战斗已经结束，萌萌大比分2-0赢下了比赛。传送出场地之后，他再也绷不住兴奋的笑脸，直奔苏阳跑来。师傅，爱徒厉不厉害？哈哈哈，厉害厉害厉害！苏阳像个碎嘴子，艰难地应付着，给萌萌窜的一个位置。大家继续关注比赛。半个小时后，12强已经全部诞生。关东联盟，浴火焚身，联盟中晋级12强的有多少人？报个数。月揽星河1，韭菜盒子2，倾城柠檬3，秦冲4，骄阳似火5，雨过天晴6，浴火焚身没了吗？那加上我就是7个人。卡布奇诺哭泣，没有攻击力啊，48强就被干掉了。麦斯威尔24强遇见寻芳了，他奶奶的！深海炸弹都是大佬啊，海选没进去。本色嚣张，我他妈睡过头了，没报名啊。黄安浩荡，靠，搂妹只睡觉，起来晚了。黑夜之王，嚣张牛逼。午夜摇篮曲，有妹纸牛逼。倾城柠檬，浴火焚身，这回牛逼了哦！12强咱们联盟就有7人，另外5人如下。第182章12进6。浴火焚身，百越州的寻芳，原力掌控66级，朱雀传承者。浴火焚身，昆仑州的功夫熊猫，盾战系隐藏职业器，攻师63级。浴火焚身，百越州的江南小乔，牧师系隐藏职业众生瓶等62级。浴火焚身，昆仑州的西部牛仔，剑士系隐藏职业万剑归宗64级。浴火焚身，昆仑州的大镖客，近战法师隐藏职业战争裁决65级。秦冲，我操，除了我跟胖子都是隐藏职业。雨过天晴，这都什么职业啊？没听说过。骄阳似火，一样的，他们也没见过嗜血狂魔，更不知道掠天之意。浴火焚身，大家有关注到他们之前的比赛吗？讲一讲。月揽星河，我都有关注到，我来讲吧。苏阳发言之后，群里的人顿时安静下来。月揽星河，寻芳不用多讲了，8万血的大法师，谁对上都很困难。月揽星河，如果运气够好，能让我跟盒子遇见，
那就直接送他回家。阅览星河，气功师这个职业防御能力很强，有半远程输出能力。阅览星河，众生平等，这个牧师比较麻烦，他的回血持续不断，而且主家的血量估计血量上限已经达到了4万，这种情况下1秒1次的治疗就能恢复自身近4000血。阅览星河，战争裁决应该是这些人里边最难对付的，同时精通近程和远程输出，并且相当暴力，技能有连招，控场能力很强。胖子几人就是挨着苏阳做的。听到苏阳对几人的分析，不由得吞咽了几口唾沫。12强里边似乎没有弱者呀，遇见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你们能进入12强已经非常不简单了，加油吧，拼掉一个是一个。苏阳给大家打了打气。他所关注的对手其实就2个人，一个是朱雀传承者荀芳，另一个就是近战法师65级的战争裁决。这个家伙在前世就非常强力，不过面对另一名顶尖战法始终弱了1线，也因此无法成为国仪战法。倒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参加当年的出国比赛，这才活下一命。不过他的实力在12强中绝对是名列前茅的。1小时后，各主城的大屏幕开始闪动，12强进6的对战名单终于出炉。阅览星河 LV68 龙皇战舰 VS 雨过天晴 LV62 嗜血狂魔，韭菜盒子 LV65 影子杀手 VS 江南小乔 LV62 众生平等，倾城柠檬 LV64 魔魂巫灵 VS 浴火焚身 LV62 镇鬼师，秦冲 LV61 战狂 VS 西部牛仔 LV64 万剑归宗，骄阳似火 LV62 掠天之翼 VS 大镖客 LV65 战争裁决，荀芳 LV66 原力掌控 VS 功夫熊猫 LV63 气功师。由于比赛是一场一场的进行，观众们一个下午可以看到全部的6场比赛。赛场中，苏阳微笑，大潘苦笑。苏神，你看看我这运气，就差一步就能前10，还有败者组的比赛，你可以进前10。苏阳摊了摊手，其实这样的对局很好，我们也好久没切磋了不是吗？是啊，自己凭实力冲进12强，怎么遇见苏阳就胆怯了？难道说嗜血狂魔在苏阳面前就不能狂了吗？大潘笑了，苏神不用留手。好，倒计时已经结束，2人并没有动手。苏阳似乎有意等大潘先动，大潘没有拔刀，缓缓地走了过来。苏神怎么打？众目睽睽之下，苏阳架起火炉，开始敲敲打打。10秒钟后，一柄斑驳长刀和一杆破损长枪出现在他的手中。他将长刀递给大潘，给你，用这个打。大潘接过长刀，嘿嘿一笑，还是你会玩。苏阳换上破损长枪，绝望之铠也换成了悲鸣铠甲，戒指、手环、项链一件一件的摘了下来。第一局武器战，拼走位。好，大潘同样换下所有装备，后退了几步。来了，大潘拖着10级的斑驳长刀冲了上来，距离3码后身体顿住，苏阳的破损长枪已经抵了上来。大潘撇头侧身与这杆长枪擦过，身体失去平衡瞬间，用力挥动长刀，利用反作用力拉回了身体的角度，并且挺肩撞向苏阳。苏阳保持着前冲的架势，长枪指的作为支点，身体一扭躲过了大潘的冲撞，用力支撑着身体悬空，右脚狠狠地踹了过去。砰的一声，大潘捂着胸口后退了好几步。苏阳双脚落地，划过长枪，再次发起突刺。大潘横刀一截，挡开了长枪的攻击，抬起右脚正蹬。苏阳伸出手臂阻挡，同样挨上一脚，后退2步才稳住身形。他微微一笑，眯起眼睛，试探结束，认真了。苏阳原本抓着的是长枪的根部，如今却抓着枪杆的中心，这样的好处就是增加了攻速，坏处就是缩短了攻击距离。嘘嘘，2枪，大潘横刀拦截，却只挡下1枪，另一枪已经划破了他的战甲，这是他成为嗜血狂魔以来第一次输了速度。然而苏阳的攻击还在继续，大潘心里清楚，如果不激活狂暴的话，自己应该招架不住了。不行，苏神说过，这局是武器战，不能用技能。大潘保持专注，盯着苏阳的进攻路径，枪尖传来的刀锋也越发清晰。他刀手并用，同时阻挡着苏阳的进攻，那种防御节奏就像2人商量好了对招，让人看得赏心悦目。不错，再来。苏阳压制着大潘不断进攻，似乎仍在提速，枪影闪动，好像出现了多段伤害。大潘手上、额头上已经冒出细汗，这种强度的招架还是第一次遇见。不过对于消耗的体力来说，
进攻和防守都是一样的。苏阳同样面色潮红，似乎这种高频率的攻击他也无法坚持很久，那就拼拼体力吧。苏阳并不放松，咬牙坚持。大潘招架的双手也是越来越吃力，只要停下，苏阳的攻击一定会像疾风骤雨一样扑面而来。扑通！大潘被压制的向后倒去，坐在地上大口喘息着，胸口起起伏伏，似乎脱了力。苏阳同样呼吸急促，站在大潘面前一直笑。第183章苏阳 vs 大潘进入6强，这回换你来进攻。苏阳拉起大潘后退几步，做好了防守架势。大潘兴奋的咧咧嘴，抹了把额头的汗。来了！大潘反手握刀，急速前冲，侧劈、斜砍，角度刁钻，不过也是蜻蜓点水，并没发力，攻速倒是极快。苏阳看得明白，大潘这是要跟自己拼速度啊，索性横刀招架，也不闪躲，刀枪迸发的火花在场中跳跃闪烁。突然，大潘的长刀在劈到苏阳的长枪时，莫名的产生2股力道，这2股力道生生破开苏阳的防御，落在他的肩膀上。苏阳一怔，仔细观察着大潘的动作，只见其旋转一周，长刀势大力沉的劈了过来。苏阳本是能抵挡住的，只因为他看到这刀的背后又多出一个刀影。恶魔级天赋连击，噗噗！苏阳刚刚认出大潘的天赋，就受到刀影的伤害。连击在理论上是连续的2次攻击，并且是利用最快的攻击速度完成的。苏阳想利用招架和走位躲避是非常困难的。大潘嘴角扬起微笑，显然是利用天赋压制了苏阳，内心雀跃。比天赋，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苏阳开启觉悟之力，身上燃气热浪，积累的4000多个属性点直接用掉1000点。月揽星河龙皇战舰，等级68，生命29102，攻击3405-3812，法术834-968，物防910-1004，魔防874-935，幸运15，声望524600，体力322，力量355，灵力153，敏捷256， 1000。苏阳身上突然升腾着透明气焰，整个人像只愤怒的小鸡。他的速度极快，最起码比之前提升了3倍，就连大潘的连击都打不出伤害。这是什么天赋？大潘怔怔地站在原地，满眼的不可置信。每次感觉自己能在苏阳面前表现一下，苏阳都会告诉他还差得远。苏阳收回招架的长枪，他知道战场外的人是听不到内部的声音的，因此告诉大潘也无妨。神级天赋觉悟之力，胖子 vs 萌萌，两人相距3码，近在咫尺。萌萌手握闪烁和毁天灭地，根本不会再给胖子机会。然而毁天灭地的起手动作过于明显，就在萌萌抬手召唤陨石的瞬间，脚下冰阵突然再次扩散，胖子的金阵触发，萌萌高举的右手无力的垂下。10秒钟的强力控制，萌萌仿佛成了陷入树枝的琥珀，身体晶莹剔透，却无法行动。胖子围着琥珀边走边 A， 脚下还环绕着火阵和弓阵，萌萌的血量肉眼可见的下降。他从没想过胖子的爆发已经这么高了，平均1秒造成2000加的伤害。萌萌没有坚持到冰阵结束，便在琥珀中融化。胖子取得开门红，并没有任何兴奋，好像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胖子现在好恐怖，恐怕咱俩对上也未必能赢。没错，被他冰阵抓到了，基本就结束了。最恐怖的是，他可以隐藏冰阵，等冰阵触发的时候才算时间。大潘和琪琪聊得起劲，身边的小雨几人有些郁闷了。萌萌竟然输了。是啊，萌萌的联盟积分明显比胖子更高，怎么可能会输呢？难道是萌萌放水了？几人完全不分析比赛，只关注于萌萌平时的积分和主观判断。比赛进入第2场，萌萌没有说话，努力回忆着上一局失败的原因。胖子哥的冰阵1秒钟就可以覆盖全场，所以说我不能使用蓄力超过1秒的技能，闪烁躲阵只有1次机会。第2局比赛，萌萌不敢贸然出手，两人在场中对 A， 一道金色铭文铺在了场地中央。萌萌顿时很紧张，难道说还可以先用金色再使用冰阵？他瞬间判断出金阵加冰阵的覆盖距离，闪烁直接用出，传到了场地边缘。场地中央巨大的金色和红色闪现，糟了，竟然放大的是红色的弓阵。萌萌不敢再想，利用伪装消失在原地。胖子微微一笑，他知道萌萌伪装之后移动速度会下降，火阵扔到萌萌刚刚消失的位置，
果然在3码的反方向将萌萌烧了出来。然而当他准备扔出冰阵时，一双黑眸突然盯上了他。胖子感觉自己大脑遭受了一次冲击，自己也无法继续施展冰阵，就好像身体被暂停。萌萌抓住机会冲进攻阵，接连释放烈火燎原和毁天灭地。胖子身板也脆，根本无法在2大魔法中存活下来。第2场，萌萌利用0级天赋魔眼扳回一局。赛点战第3场，两人对峙都不说话。倒计时，3、2、1，刷！萌萌启动，直奔胖子跑去。胖子攻阵，火阵释放脚下，利用平 A 补充伤害。萌萌不管不顾，顶着胖子的平 A 近身。这一局他要拼伤害。轰！毁天灭地的陨石在他蓄力1秒钟后落下。胖子利用冰阵封锁走位，眼看萌萌脱离范围，再次用出 bug 及技能惊震。冰阵迅速扩张，像一个冰雪漩涡，不断吞噬着萌萌的脚步。萌萌眼看避无可避，果然闪烁到了胖子的身后方。这个距离非常极限，既躲过了冰阵的控制，又保持着毁天灭地的输出范围，能够攻击到胖子。胖子刚要逃跑，萌萌一双黑眼直勾勾地盯着他看，瞬间熄灭了他的想法。2秒钟后，烈火燎原扑在了面前。胖子已经半血，玉针挂在身上，跑向萌萌的方向。萌萌站在原地释放落雷，逼迫胖子走位，比的就是伤害压制。然而胖子双眼一亮，萌萌瞬间感觉自己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向脚下一看，顿时傻眼。冰阵再次将其控在了原地，冰霜慢慢爬上双脚，蓝色的冰雕琥珀眼看就要形成。怎么会这样？萌萌说不出话来，心里也想不明白。胖子拖着残血的身体来到萌萌面前，走 A。 没有火阵的加持，鹿死水手仍未可知。啪啪啪，一道灵符贴脸输出，打在萌萌的冰雕上。10秒钟的时间一过，萌萌身上的冰雕融化，他还剩1/3的血量。胖子依然没有理会，继续走 A。 萌萌技能全交，竟然没有反击手段，他的落雷似乎需要一点蓄力时间，几次使用都被走位中的胖子躲过。为什么你还能使用冰阵？萌萌在倒下之前问出了这句话。是天赋。胖子扔下最后一发灵符，喃喃道：恶魔级天赋失忆，同一个技能我可以利用失忆再释放一次。扑通，萌萌嘴角一扬，倒在了地上。总比分2比1，胖子晋级全国6强。全场鸦雀无声，两人都在奉天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第一女法神倾城柠檬，第一军师镇鬼浴火焚身。片刻后，一片窃窃私语传来。我靠，浴火焚身牛逼大了，他好像还不是隐藏职业。下一场是秦冲的比赛，以前都没怎么关注过他，这次可要好好看看了。秦冲 LV61战狂 vs 西部牛仔 LV64万剑归宗。大屏幕上对战信息已经公布，是来自封魔城的战狂秦冲对战昆仑州的万剑归宗西部牛仔。两人站在赛场中对视着，西部牛仔看起来很桀骜，一头红色长发披散着，身上看起来是介于布甲和皮甲之间的装扮，防御力应该还不错。小子，你连隐藏职业都不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混上12强的。面对对手的嘲讽，秦冲神色不改，比嘴皮子他好像从没输过。昆仑州还真是出了几位高手，不过没啥见识。什么意思？你打得过圣荆州的风中残烛吗？虎王林峰，我打不过他又怎么样？秦冲嗤笑，怎么的，家里没通网线，不知道他怎么被干掉的吗？西部牛仔一愣，小子，你不会想说是你淘汰了虎王林峰吧？秦冲嘴一撅，摊开双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少大言不惭了，一个连隐藏职业都没有的家伙，还妄想击败虎王。哈哈，秦冲笑得肚子疼，抬手指着头顶大屏幕上的胜率支持，看得懂吗？大屏幕上支持率的数字不大，西部牛仔还第一次关注到那里。秦冲获胜概率 92%， 西部牛仔获胜概率 8%。 第186章万剑归宗西部牛仔。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西部牛仔突然很慌，刚才的12强晋级赛好像真的没有虎王林峰的名字，难不成真是被这个家伙干掉的？他开始瑟瑟发抖。大屏幕上比赛倒计时已经结束，秦冲直接压了上去，没有任何花哨的技能，凭借自身肉体的强度拖着大刀攻了上去。西部牛仔突然缓过神来，举剑招架。不得不说，他这个万剑归宗的剑士隐藏职业非常霸气，举剑瞬间
挥动剑身荡起的剑影一层一层的出现在合拢，而且剑影本身也算做剑的一部分。秦冲怒喝一声，大刀压下，被西部牛仔的剑身一挡，震荡出残影涟漪。这家伙力量好大！西部牛仔手腕一麻，险些脱手，挣脱瞬间往后退了2步。秦冲根本不给机会，右脚发力一蹬，再次贴了上去，大刀由上至下斜劈而去，贴着西部牛仔的面门划过。秦冲微微一笑，顺势挺肩狠狠一撞，砰！西部牛仔完整的吃下这招钝击，整个人踉跄了几步，头顶出现了短暂的眩晕效果。秦冲横刀与胸前，整个人飞速旋转，砰砰砰，大刀疯狂旋转，切割着西部牛仔胸前的甲胄，一道道血线涌出，带出一道道2000加的伤害。一招旋风斩直接带走西部牛仔1/3的血量。可秦冲并不罢休，原地蓄力战士60级大招刀锋，一阵阵银芒附魔着他手中的大刀，高举的刀无比耀眼和刺目。从盾击中恢复行动的西部牛仔当然明白这招的威力，搞不好2/3的血量就会被这招秒掉。而且从秦冲身上似乎看到了暴怒的光泽，这家伙要秒我！西部牛仔当机立断，直接扭动无敌戒指，激活6秒的无敌效果。轰！免疫！刀锋落下，在场地中砸出深坑。西部牛仔一阵后怕，这要是没有无敌，被直接击中，怕是第1局比赛就交代了。这个家伙确实很强，不过他又与其他战狂没什么区别。究竟强在什么地方？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在他激活无敌之后，秦冲不退反进。什么？他都不怕我的无敌吗？正常来说，对手遇见自己无敌都会规避起来，避免与自己硬碰，因为打在自己身上的伤害都会被免疫，纯粹是浪费时间。而自己则可以毫无顾忌的进攻。可这个秦冲是怎么回事？他怎么敢的呀？狂暴激活，秦冲的攻击开始提速。不过身为万剑归宗的剑客宗师，在攻速上自然不差，只是疲于招架，自己也没有什么进攻机会。这样下去不行啊！西部牛仔越打越慌，再让秦冲拖上几秒，自己的无敌可就没了。蹭！西部牛仔向后顺步拉开身位，利用这2秒的空档直接激活职业特性。他的身体悬浮于空，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位仙风道骨的天人，头发披散着，规矩的迎风摆动，身上蒙上一层淡淡的白光，长剑凭空立于胸前，璀璨无比。秦冲不管那些，直接冲锋对脸，大刀抡圆了挥了上去。吭！一声脆响，火花四溅，西部牛仔的长剑不受控制主动招架，并且不由自主地发动了攻击。观众席上不少玩家震惊地站了起来。我靠，这哥们职业太牛逼了吧！真的炫，御剑术啊，有点厉害。秦冲好像被压制了。赛场中，西部牛仔退到远处，隔空操纵着长剑。秦冲无法从对手的肢体动作中判断挥剑轨迹，被这柄剑压制的毫无脾气。雨过天晴，苏神，这个西部牛仔好像有点克制秦冲。月揽星河，确实是这样。如果是你的话要怎么办？雨过天晴，硬吃伤害去找西部牛仔的本体。月揽星河是个方法，但不够好。我想秦冲应该能想通的。大潘不再问话，秦冲跟他很像，遇见这种对手，他也不确定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赛场中，秦冲面无表情，他放下手中的武器，毫无防备地接受长剑的凌迟。刷刷刷，西部牛仔的长剑一剑一剑的凭空挥刺，一个个1000加的伤害飘了起来。秦冲好像放弃似的，任凭自己的铠甲被刺穿。怎么回事？打假赛？是啊，他怎么不动了？场外的观众都急疯了，这可是12进6的比赛，怎么还能存在消极比赛的事？大潘同样不明白，瞥头看向苏阳。苏阳微微一笑，坦然道：“这家伙是个人才。”大潘听懂了，他赶紧回头盯住赛场中的一切，他要知道秦冲如何破局。战狂这个职业血量成长非常不错，秦冲的血量也达到了25000点，任凭对手攻击，也是需要20击刀才能把他砍成残血。扑通，秦冲到了，大潘还以为会出现什么绝地反击的事，怎么秦冲就这么挂了？他想看看苏阳的表情，得到的却是平静的笑容。难不成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西部牛仔取消天人模式，平稳落地，长剑归鞘，无比的潇洒。这一局的胜利让他轻视了对手。就这点水平，你跟我狂什么？第2局比赛开始之前，西部牛仔明显有些骄傲，说话比之前还冲。秦冲好像吃了瘪，并没有任何回复。
这种感觉让西部牛仔看来就是心虚的表现，他也就越发张狂了。哈哈，还大言不惭能打败虎王林峰，那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吊打？就你这种啥都不是的战狂，我一个能打好几个。倒计时结束，比赛开始。西部牛仔知道秦冲的压制力很强，开场之后直接变身，手中的长剑更是凭空飞来。秦冲面不改色，依然站在场中一动不动，并没有防守的意思。这秦冲怎么回事啊？观众彻底急了，就连大潘都急了。苏神，这秦冲……别急，他在观察。被苏阳打断，大潘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赛场中，秦冲的血量已经过半，眼看着就到了危险边缘。第187章，万剑归宗，蚀骨刀锋。靠，秦冲你在干什么？别傻站着，上啊！一些观众愤怒咆哮，这手上要是有些鸡蛋和菜叶子，怕不是要扔进场地。1245、1148、1256，秦冲的血量蹭蹭下降，已经到了1/3的地步，再掉下去就有红血危险了。西部牛仔悬浮于空，哈哈大笑，就这点能耐是吗？竟然放弃了，真无趣。嗖！一道红色身影突然靠近，就连悬浮于空的长剑都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旋风斩贴脸加钝击控制，西部牛仔完全没反应过来，血条直接消失了1/3。他神色慌张地注视着面前如魔一般的家伙，眼睁睁地看着他蓄力举起长刀，眼睁睁地看着长刀带出的一道硕长的刀影直落面门。轰！暴击13124，秒杀！拥有18000血量的西部牛仔被秦冲直接秒了，全场震惊，一片骇然。安静了10几秒后，窃窃私语的声音逐渐放大。卧槽，还以为摆烂了呢，原来是在憋大。一招打出5位数伤害，也太吓人了吧！苏神，按正常来说，西部牛仔应该开无敌的吧？没错，他轻敌了。第3局很关键，那才是秦冲的舞台。大潘听呆了。第3局，秦冲的舞台？苏神这么笃定秦冲第3局会赢吗？为什么自己看不出门道？如果第2局是自己打，免不了一场焦灼。为何秦冲能一招致命？大潘带着疑问，死死盯着大屏幕，寻求答案。第3局比赛，倒计时。西部牛仔一身冷汗，都不敢说话。他慌极了，人家根本不是摆烂，是在找机会。这种对手简直太恐怖了，看到他那张平静的脸，都感觉到不安。两人之间没有交流，静静等待大屏幕上的时间走完。原本第1局比赛结束之后，他的支持率已经从8%上升到了39%，第2局的前半段更是突破到了55%。当时的秦冲并没有反击，他竟然能分神去看头顶大屏幕上的支持率。也正是这一瞬间的恍惚，他被秒了。如今第2局比赛结束，他的支持率暂时是25%，比8%高了一些，不过依然不被看好。倒计时结束，秦冲上了，两人相距20码。秦冲没有任何技能的加持，跑过来依然需要将近3秒。西部牛仔完全有时间激活天人变身，长剑扶摇悬空，抖了几下后直奔秦冲而去。秦冲眼神清冷，脚步一闪，躲掉了长剑的第1斩，也不顾长剑的攻击，原地蓄力刀锋。西部牛仔完全没想到秦冲上来就开大招，此时的他悬在空中控制着飞剑，根本无法快速移动。这要是被刀锋切到2/3的血直接就没了。上一局正是因为这一招才被秒的，他果断取消进攻，转动无敌戒指。秦冲嘴角一扬，手动取消刀锋的蓄力，这样一来这招就失去了作用，倒是冷却时间会恢复的快一些。西部牛仔完全没想到秦冲会取消技能，就算取消也只能减少大概10秒的冷却时间，对于冷却时间1分钟的大招来说可能没什么作用。秦冲不以为然，依旧盯着对手的无敌挥砍，在他身后是悬空的长剑不断偷袭，不过秦冲的背后好像生了眼睛，悬空的长剑竟然不能次次命中，这让西部牛仔无法接受。趁着无敌时间，他也不管了，长剑归鞘入手，开始蓄力，空中雷光闪烁，数道飞剑腾空，围成一个圆形剑阵。10秒内，秦冲绝无逃脱的可能，这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一道无形屏障将两人围在剑阵之中。西部牛仔释然一笑，身体逐渐透明。嗖！一道雷光剑影穿透了西周的甲胄，带走了他2000加的血量，似乎并不致命。不过他头顶的剑阵最起码还有数十道飞剑，如果全部倾泻而下，他是不可能抵挡得住的。这10秒，西部牛仔有恃无恐，剑阵中的秦冲
血量已经见底，剑阵触发的雷光剑影越来越频繁，已经到了1秒2剑的程度。嗖！秦冲红血，西部牛仔兴奋地瞪圆了眼睛，他要赢了，全国6强。很庆幸自己没有遇见那3位传承者，而秦冲并不在他的危险列表中，他毕竟只是个普通职业。从这一战开始，两人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以后绝不会有再次交手的可能。他要把这个狂傲的家伙狠狠地踩在脚下。蹭！无敌金身的火苗渲染上秦冲的双眼，他浑身赤红，像一个刚从地狱中爬出来的血色恶魔。他浑身血光流动，好像再受到任何一次微小的创伤就会挂掉。然而，一道道免疫从他身上弹了出来。剑阵还有2秒结束，也是爆发最高的2秒。西部牛仔曾利用剑阵最后2秒的爆发，秒杀了一个60级的灿金级 BOSS。然而这些伤害全部被无敌的秦冲免疫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简直不敢想。1秒后，剑阵触发的最后1秒，秦冲站在剑阵中，承受着万箭穿心，蓄力出绝强的一击刀锋，狂暴加暴怒加嗜血加，再加上悲鸣的愤怒，全部基于这一刀之上。西部牛仔当然不想迎接这次伤害，他开启瞬步脱离原位，并且飘荡着身体走位。然而，秦冲的刀锋像长了眼睛似的，他整个身体的朝向都跟着西部牛仔的移动而移动。原本蓄力1秒就可以释放的刀锋并没有使用，而是那种站在原地的威胁，让西部牛仔汗毛倒竖。他已经没有无敌了。本以为当时秦冲用过刀锋，这场比赛他已经没有机会用出第2次，没想到他提前取消技能的冷却时间派上了用场。如今只能希望这招不能完全打中，他可不想自己被这一招干掉2/3的血量。虽然秦冲已是残血，不过他无法确定这个家伙还有没有后招。他慌了，走位开始不稳。秦冲瞳孔微缩，眼神一亮，刀锋势如破竹，挥砍而下。巨大的剑影瞬间抵达西部牛仔的面门，冷冷的刀气，蚀骨冰凉。第188章烈焰龙翔，致命一击。轰！赛场中亮如白昼，一道10尺白芒挥下，西部牛仔怔怔地站在原地，白芒在眼前放大，他已经避无可避。这一刀没有疼痛，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慢慢融化。暴击18458，他把我秒了。西部牛仔满眼的不可置信，他曾是昆仑州一鸣惊人的希望，而如今自己却输在这个连隐藏职业都没有的家伙手里。这家伙是哪个州的？怎么都没有听说过，连隐藏职业都不是，为什么会这么强？嗖嗖嗖！他看到自己的手在融化，碎片逐渐飘散。是真的，他被对面这个家伙一刀秒了，止步12强。秦冲获胜。大屏幕外，大潘震惊的浑身发抖，小雨感受到了大潘激动的情绪，伸手抚在他的背上，无声的安慰着。秦冲真是硬啊。苏阳插话，他的方式也许并不适合你。大潘转头，看样子并不理解。他那种属于搏命的打法在1v1的战斗中很强，不过在混战中这种打法并不好，战场中你的作用要更大一些。大潘疑惑，明明秦冲的战斗力更强，为什么说自己的作用要更大一些？他突然想明白了。苏神，你的意思是个人主义和团队贡献对吗？没错，你的持续战斗能力在咱们关东联盟当中首屈一指，就好比是大漠孤烟，你们在团队中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像尖刀，像盾牌。队伍中因为有了你们，才能保证长河落日，萌萌这种大法师的稳定输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不用妄自菲薄。受到苏阳的鼓励，大潘的情绪明显缓和了许多，他明白了自己的定位，也坚定了信念。关东联盟，骄阳似火，秦哥牛逼啊！下一场看我表演。刘玄德，秦哥在官网上人气榜已经排在第8位，按这个趋势，齐第7的位置不保了。秦冲，哈哈，我这也就在单挑中有点作用，团战很容易被集火。月揽星河，恭喜秦冲进6。大漠孤烟，恭喜恭喜。长河落日，实名羡慕秦冲大佬晋级。秦冲不值一提，哈哈哈。大屏幕上，下一场的对战双方已经出现。骄阳似火 LV62 掠天之翼 VS 大镖客 LV65 战争裁决。联盟群一阵加油声。倒计时开始，双方入场。齐齐明显愣了一瞬，大镖客看起来不像国产玩家，身上充满异域风情，披肩的黄色头发带着波浪，虽然是法师职业，却穿着跟他一样的皮甲，实力不容小觑。骄阳似火，我听说过你，
国服第2弓箭手。琪琪微笑回应，并没有在意自己打败阳春白雪的事。你好朋友，你是昆仑州最强玩家对吗？大镖客合了下眼皮，稍微点头，算是承认了这件事。琪琪是紧张的，毕竟对手是州一高手，自己也没有对战过近战法师，他看起来就像个战士。总之第1局一定要先摸清对手的底细。倒计时结束，比赛正式开始。骄阳似火率先发难，张弓搭箭，平 A 加破甲箭加平 A 出手，3连射速率很快，一瞬间就抵达了对手面前。大镖客伸出法棒，身上一道圆形屏障突然放大，将自身全部包裹在其中。琪琪的3根箭无法突破屏障，纷纷落地。嗖！大镖客消失了，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琪琪面前，并且法棒一扬，抵在了琪琪胸前。砰！突然的一击让琪琪浮空，整个身体不受控制的悬起。浮空的力度不大，他的身体开始下坠。然而，大镖客用出突刺，法棒发力一送，琪琪再次被动浮空，连续浮空击。琪琪知道对手完全有机会从头连击到结束，自己将会被对手磨死。他闭上双眼，喉咙一阵麻痒，紧接着怒吼项链特性激活，一道刺耳的声波从他喉咙中发出，好像实质性的能量涟漪。大镖客被强行中断施法，沉默5秒。琪琪稳住身形，开始反击，直接用出自己爆发最高的一招剑荡四方。贴脸输出的剑荡四方最为恐怖，琪琪像一个旋转的陀螺，无数弓箭从他的身上射出，一大片伤害落在了大镖客的身上，只不过全部被他的圆形护盾免疫。3秒后，剑荡四方真伤爆发，白色伤害从大镖客的身上弹出，这2秒的真伤直接干掉他1/3的血量。沉默时间结束，大镖客突刺反打，琪琪判断出对手的进攻路线，提前鬼影翻身消失，3连射夹杂着照明剑同时爆发。琪琪不确定对手有没有隐匿能力，总之照明剑发出的10秒内，对手绝对没有机会藏身，而自己的爆发一定能在这个期间秒掉对手，这就是自己的计划。空，3连击之后，琪琪鬼影出现的瞬间，一股大力袭来，直接将他击飞，并且飞得老高，像是被炮弹击中。空中的琪琪还无法进行任何操作，那种感觉仿佛自己蓄力了什么大招，身体持续僵直。不过他的眼睛注意到了地面上的人影，大镖客果然在蓄力大招，一道隐晦的龙影盘旋在他的武器上，他旋转半身，武器指向空中，龙影逐渐放大，昂着骄傲的头颅冲向空中的琪琪。琪琪是见过苏阳的亢龙有悔的，眼下这个龙头与其十分相似，难道是硬控技能？半空中，琪琪的身影被龙头瞬间吞没，就连血条和身体也同时消失。致命18566。大屏幕外，观众席倒吸凉气，男神被秒了！我靠，那龙头是什么玩意？致命又是怎么回事？叽叽喳喳的声音在广场上蔓延，围坐在苏阳身边的队友们同样不明白，他们侧身看向苏阳，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答案。破绽浮空，暴击到弱点位置就会打出致命一击的效果，其实难度挺大的，大镖客要保证他的大招烈焰龙翔全中才行。这个人很强。苏阳给出最终评价，他心中实际上已经有了答案。琪琪估计要止步这一轮了，大镖客这个家伙跟秦冲一样，不知道第2局琪琪要怎么应对。第189章寻芳 vs 功夫熊猫。第2场，琪琪面色凝重，他在分析对手的能力。上一局对手可以瞬间近身浮空，而且是5码范围内的强力浮空，再接上足以秒杀自己的技能。琪琪摇了摇头，有些失落，他盘不出自己能获胜的点。私信阅览星河，开场隐秘，连控到死。琪琪醍醐灌顶，对啊，为什么要一直考虑防守？自己的火力同样强劲，还充满压制力，节奏掌握好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压制对手没有反击机会。怎么，你怕了？大镖客站在原地，居高临下的语气让人厌恶，不过他的实力着实强悍，态度嚣张点完全可以理解。琪琪没有回答，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倒计时。时间读完，比赛开始。嗖，两人同时消失，大镖客瞬间出现在琪琪先前的位置，而琪琪却没有现身。他激活了古元项链的隐匿。此时此刻，他轻声游走在大镖客身后，双手举弓，砰！扇形的能量喷射将大镖客强制击退3码。琪琪现身后向前踏出1步，手中长弓继续喷射，砰！大镖客连续后退，再次被压制1码。
并且僵直的身体无法还手。好机会！观众席上，大潘和胖子兴奋叫嚷着。眼下大镖客并没有套盾，琪琪每一剑都能打出不俗的伤害，并且完完全全的压制住了对手。这样的节奏攻击下去，他完全有机会晋级。琪琪在场中进攻的有条不紊，他精神集中，丝毫不敢怠慢。苏阳的提醒非常及时，他知道自己只有这样一种机会，虽然算不上光彩，不过这也是获胜的手段之一。然而还剩半血的大镖客似乎不想就这样被控到死，他观察了一阵子，发现琪琪可以一直压制，原以为只要坚持几下就可以恢复行动，现在看来并不是这么回事，是自己小看对手了。不过自己装备上的特性技能并不能解决问题，主动的无敌也无法在僵直中触发。很棘手，要暴露天赋了吗？大镖客犹豫片刻，决定使用天赋，毕竟已经到了全国6强赛，这场输了，下一场他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够稳胜。唰！一阵透明水波纹从他的身上荡漾开来，琪琪的击退明显穿透了他的身体，击退失败。大镖客迅速起手，迎面打出浮空。琪琪反应慢了半拍，发出怒吼的时候，自己已经飞向10米高空了。这个范围自然不能给地面上的大镖客造成沉默。琪琪知道这把凉了，大镖客果然不准备留手，一招烈焰龙翔，蓄力2秒后直接轰向空中的那道身影。僵直中的琪琪无法行动，再次拳中，空中零星的碎片徐徐飘散，琪琪被击杀了。刚刚还情绪高涨的大潘和胖子瞬间蔫了下来，满脸的遗憾。苏阳同样遗憾，他没想到对手的天赋是净化，这个技能看似平静如水，实际上跟大镖客是绝配。大镖客爆发顶级，又拥有无法被控制的净化天赋，这就能保证他有100%的机会打出自己的输出。毕竟是昆仑州的第一人，虽然还没有获得传承，但也具备了顶尖实力。大家给琪琪留了空位，琪琪有些落寞地坐到位置上，目光有些失落地注视着大屏幕。喂，你他妈是全国12强啊！大潘气不打一处来，搞不好咱俩还能争个前10名额。琪琪眼神亮了，对啊，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达到了这种高度，全国12强到哪里都是响当当的排位啊。看比赛吧。琪琪恢复神采，不再沉默。大屏幕上，12进6的下一场比赛已经开始，对战双方已经站在了比赛台上。寻方 LV66 原力掌控 VS 功夫熊猫 LV63 气功师。寻方一脸孤傲，一身火红装备，光芒万丈。功夫熊猫看起来倒是有点慌张，毕竟对手是百越州第一人，又是朱雀传承者，自己虽然实力不弱，不过对上寻方还是没有信心啊。寻方大佬手下留情，功夫熊猫态度谦虚，想给寻方留个好印象。寻方并不领情，嗤笑一声，还没开打就怂了，孬种。功夫熊猫没再说话，憋着嘴角，好像这话从寻方这种大佬口中说出来十分掉价。就算他有点实力，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只证明他是个有点实力的垃圾。功夫熊猫心里这么想着，比赛倒计时已经结束。蹭！透明光盾第一时间套在身上。功夫熊猫的基础血量已经达到了4万，他知道寻方是传承者，血量可能比自己还要多，又是爆发更高的法师，他必须选择近身肉搏。赛场中，就见他裹着透明光盾直奔寻方而去。寻方并没有坐以待毙，整个身体悬浮于空，后背生出一对璀璨的七彩羽翼。寻方浮空后，功夫熊猫没有了近身手段，只能站在地面上与其对弈，双手蓄力光波又狠狠推了出去。寻方也只是挥动一双翅膀，便湮灭了飞来的这道光波。如果寻方一直浮空，那么功夫熊猫将没有任何机会。这就是职业克制。要是寻方遇见琪琪这种弓箭手，还要担心一下对手的爆发和远程火力。面对一个近战玩家，他又可以持续浮空作战，只能说这是一场完虐。几轮轰击之下，功夫熊猫的护盾已经被打掉，身上的铠甲衣服也是一片焦黑，他找不到突破的机会，也怪自己运气太差。要是昆仑州最强的大镖客遇见他，鹿死谁手可就不好说了。真没想到你可以一直浮空，我认输了。呵，寻方悬停在空中，冷哼一声，我们之间的差距远比你看到的要大得多。与人交手，当然要使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我的对手并不是你，所以保留实力未尝不可。功夫熊猫叹息一声，低下了头。原来寻方从没把自己当作对手，还以为开场前对手只是一个素质低下的玩家，如今看来只是他太直接。不打了，下一局我放弃。功夫熊猫直接退出比赛。
寻芳只打了一场便晋级了6强。大屏幕上，晋级6人的名字不断闪烁，新的对战即将出炉。第190章，何子 vs 大镖客晋级全国3强。啪！胖子双手合十，口中念念叨叨：“秦冲，秦冲，秦冲！”旁边的秦冲不乐意了，同样开始祈祷：“胖子，胖子，胖子！”对于两人的祈愿，众人也是莞尔一笑。对于两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进入全国3强的机会。苏阳，无敌的神；何子，未尝一败；大镖客，恐怖的近战法师；寻芳，无敌的浮空传承者，一个个都是变态。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对上这几人之后自己会是个什么下场。大屏幕上莹莹闪闪，咔！屏幕暂停，第一组对战已经出炉。韭菜盒子 LV65 影子杀手 vs 大镖客 LV65 战争裁决。看到屏幕上的对战，胖子和秦冲同一时间跳了起来，兴奋的怒吼一声。还剩4个人，两人之间的对战机会更大了。大家笑而不语。盒子已经被传送进了比赛场地，支持率上，盒子遥遥领先，已经达到了 85%。看来大家还是觉得盒子的胜算更大一些。大镖客仰头看看屏幕胜率，努了努嘴，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竟然不看好我。盒子一身冰蓝皮甲，透着寒气，对于大镖客的自言自语并不在意。两人相距20码，这是大镖客的极限攻击距离，不过他的主要输出还是依靠近战触发。倒计时结束，两人直直对冲，都是身着皮甲装备，似乎盒子的深渊皮甲防御力更高一些，一个照面，大镖客就被划掉2000加的血量，而反观盒子却只掉了1000加的血量。深渊皮甲吗？唰！盒子并未回答，再次抹了一刀，这一刀直接触发了冰冻效果，将大镖客控在原地。盒子立马用出分身，双手持笔，4把尖刀上下翻飞，切割着大镖客被冰冻的身体。2245，暴击4456，暴击4872， 2311，1秒4刀，3秒12刀，大镖客被秒了。这是全国3强的晋级赛，大镖客又是昆仑州的最强玩家，这才开场几秒就被秒了，难道是大意了？盒子女神无敌，卧槽，全国3强了，肯定能拿下。队友们同样面露惊喜，他们虽然能想到盒子能赢，却没想过会赢得这么轻松。琪琪不乐意了，这大镖客不会是换人了吧？这么菜吗？哈哈，跟刚才虐你的家伙判若两人了是吧？苏阳表情凝重，从他脸上并没有看到兴奋。盒子跟对手一样，都是高爆发的职业，可以做到护秒的，不能掉以轻心。队友们终于冷静下来。第2场比赛马上开始，大屏幕上支持率再次出现变化，盒子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93%。大镖客面色凝重，他发现对手的近战能力非常强悍，不是之前自己所遇见的那些玩家能比的，毕竟是全国6强，不能轻敌。他在心中已经做好预案，这一局他准备放弃近战手段，利用法师手长的优势打消耗。好处就是自己可以远程磨血，劣势就是要放弃自己的近战爆发和控制。不过对手的近战爆发和控制根本不弱于自己，所以要尽量避免与其硬碰。倒计时结束，大镖客向后退了2步，手中的法棒也换成了一根青光缭绕的法杖。唰！一枚火球在法杖挥动间释放，盒子前冲，突进顺闪，身体恍惚间已经突破了法球。然而对手的攻击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接连释放的法球就像一枚枚火炮席卷而来。盒子开出分身，分散走位。大镖客知道，盒子这种顶尖刺客在分身和真身之间的切换是非常丝滑的，所以无需判断分身真假，火力压制就行了。之后残血的身影必定会被真身抛弃，这是人的正常逻辑。轰轰轰，火球一颗颗飞掠，盒子的近身变得困难。不过此时两人的距离相距不过10码，已经到了盒子阴影的输出范围。唰！盒子挥出匕首向上一扬，划破追来的火球。砰的一声，火球炸开，化为一瞬的火花。大镖客身形一颤，血量掉了2000加。怎么回事？大镖客不明白，自己明明拉开了10码距离，为什么刚才对手打在火球上的攻击会落在自己身上？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伤害转移这回事，还是从能量体转移到本体，这是太蹊跷了。大镖客连续释放火球攻击盒子的分身，眼看他血量蹭蹭下降，就要见红，而另一个几乎满血的身影已经贴了上来。轰！大镖客嘴角一扬，计划成功，
一招浮空将满血的盒子击飞到了空中，法杖换棒，开始蓄力。烈焰龙翔咆哮一声，飞入空中。看着巨龙升空，大镖客微微一笑，分身残血，他一定会将本地能量转移到满血的身影上，而我就是等待这个机会秒杀满血的你。这一局是我赢了。轰！一声咆哮，巨龙吞没了盒子的身影。砰！地面上一道赤红身影拖着2把短刃划过大镖客的脖颈，血线蔓延，一抹嫣红血迹流了出来。暴击22466。为什么？漂亮的女人就是会骗人。扑通！天空中的巨龙张狂着大嘴盘旋升空，大镖客却已经躺在了地上。大比分2-0，盒子晋级全国3强。队友们再次看到了一个冷静果敢的盒子，是那种淡然的气势和果断的杀法。琪琪震惊的说不出话，心中开始打鼓。自己已经是2阶的隐藏职业，却被大镖客血虐2盘。盒子似乎也是轻松取胜，那么自己跟盒子之间差距会有多大？还有大 boss 苏神呢？此时的盒子已经微笑着回到自己座位上，萌萌和小雨分别抓着他的胳膊，眼中充满兴奋。盒子太好了，终于晋级全国3强了。是啊，师娘，不愧是你，争取总决赛跟师傅见面，虐他一波。盒子咯咯的笑，摇了摇头，我应该打不过他。咔！大屏幕上下一轮的对战已经出炉，胖子和秦冲直拍大腿。操！这运气也是服了。第191章，秦冲的恐怖，荀芳慌了。荀芳 LV66 原力掌控 VS 秦冲 LV61 战狂，这可怎么办？这个家伙是个鸟人啊！胖子拍了拍秦冲的肩膀，安慰道：节哀顺变。秦冲转头同样拍了拍胖子的肩膀，同时伸手指向不远处的苏阳：你跟他打还劝我节哀？胖子顿时蔫了。嗖！赛场中已经开始倒计时，秦冲已经被传送进了比赛场地，在他对面是百越州的最强玩家朱雀传承者荀芳。凶多吉少了呀！荀芳同样面色凝重，他看过秦冲的比赛，非常震撼。这家伙连隐藏职业都不是，能打到全国6强实属不易，而且那种勇者无敌的气势更是让他不敢小觑。你很强。荀芳罕见的认可对手。哈哈！秦冲挠了挠头，还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倒计时刚刚结束，他面色一冷，拖着大刀便冲了上去。荀芳对上近战经验十分丰富，第一时间展开七彩双翼腾空。面前这个家伙似乎只有大招能伤到空中的自己，自身8万的血量也不是那一招就能秒掉的。这一场不会有任何悬念，只是这个家伙冷静的可怕，是否有藏招就不好说了。秦冲看向空中的屌人，心里早已是翻江倒海。靠，除了大招以外碰不到他啊！能赢的契机就是一局比赛打出2次刀锋了。不过能有这种机会吗？轰轰轰！空中燃烧的火球像是陨石坠落，一颗一颗轰击在秦冲的身边。他冲锋向前，规避火球伤害，眼神专注地盯着空中展开双翼的人影，长刀紧握，开始蓄力，身上刀芒的能量不断翻涌。是刀锋！空中的荀芳也开始紧张。虽然他知道秦冲这一招并不致命，但那个家伙身上展现出来的气势总是让人感到恐惧。他放弃输出，挥动双翅走位。地面上，秦冲始终面向荀芳，那种被锁定的感觉让人感到厌烦。这个家伙又一直在蓄力，根本不出招，他在卡技能冷却。荀芳终于想明白这一点，一次刀锋根本不可能对他造成威胁，如果是2次可就不好说了，万一像林峰一样被他拼掉一场，第3局可就难了。想到此，荀芳准备跟地面上蓄力的秦冲换血，他带着数十道蔓延天际的火球俯冲而来。这一招下去，秦冲恐怕半条命就没了。他已经感受到空中传来的灼热，还有那种令人窒息的气势。用无敌？秦冲摇了摇头，好像还不是时候。轰轰轰！光球狠狠砸向地面，掀起一片火花。秦冲眯着眼，视线始终盯着空中的荀芳，他的身体开始泛红。他很清楚这种感受是红血征兆。他足足在陨石阵中坚持了10秒，同时刀锋也蓄力了10秒。此时的荀芳准备硬抗秦冲这一招刀锋，就算自己是法师，防御不高，毕竟是8万血量，他没有机会的。轰！天空中一片空白，一道白芒迎面劈下。荀芳只觉得睁不开眼睛。突然一道大力传来，他的身体像炮弹一样倒飞出去，
暴击22456，暴击21582。白芒散去，荀芳艰难地从地面上爬起来，他捂着胸口，大口喘息，胸腔扑通扑通地起伏着。为什么？荀芳震惊地向后退2步。你是怎么做到的？白芒消散，秦冲已经被空中的一颗陨石击中，身体缓缓消散，只是他的表情带着兴奋。由于太激动，他忘记使用无敌了。第一场比赛结束，荀芳胜。卧槽！秦冲这一招干掉荀芳4万多的血，他怎么做到的？苏阳已经站了起来，双眼带着炙热的兴奋。这个家伙不简单啊，这种方法都能想到。什么方法？大潘已经很着急了，他也拥有刀锋技能，如果能打出2道伤害，那岂不是能秒杀除了传承者以外的所有玩家？刀锋劈下的一瞬间，秦冲利用冲锋的爆发力将荀芳击退。胖子听闻，猛地站起身，这家伙简直是个数学天才。大潘也反应过来，口中喃喃道：“这可是3强赛，他还真敢操作呀！”不，这是他唯一的机会。苏阳坚定道：“他找到了破局的机会，现在开始，荀芳要慌了。”场下第2局比赛已经开始倒计时，荀芳震惊地看着面前的秦冲，他终于知道这个家伙有什么与众不同了。面对任何绝境，他都泰然自若，都在寻找破局方法。这种人简直就是为战斗生。荀芳笃定绝不会让秦冲的刀锋再次击中自己，自己的血量已经无法抗住他这一招。无敌，只有无敌能抵挡得住。两人没有说话，彼此之间心照不宣。倒计时结束，比赛开始。秦冲冲锋向前，蓄力起手，身上特性加持，整个人看起来相当暴躁，蓄力的火苗不断燃烧，他就像一个疯子站在场地中央。荀芳看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家伙才25000的血量就能有恃无恐，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轰！荀芳撑开双翼，身体悬浮于空，他不会近身的，他害怕上一局的场面再次上演。一发发火焰能量从高空降落，每一次轰炸都能带走秦冲2000加的血量。然而他的蓄力气势同样在这一声声炸响中节节攀升，他一定是在虚张声势，只靠那一招是不可能秒掉我的。荀芳死死盯着地面上的秦冲，很怕这个家伙会突然暴走冲上来。他已经对眼前的对手感到恐惧，这一场如果再被他干掉4万血量，那么下一场失去传承的血量加持，自己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轰！一道白芒拨云剑刃，荀芳第一时间用出无敌，不管这一击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他都不想用自己的身体去承担。而接下来的1分钟，就是他的爆发时间。白芒降落，打在荀芳金色的身影上，一道大大的免疫意料之中的出现。秦冲加速向后跑去，他好像打算拖延时间。白芒消散中的荀芳也是看明白了这一点，不过他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只是在相距20码的空中进行火力压制。就算是这样的输出，秦冲也不可能坚持到下一次刀锋。然而意外发生，第192章秦冲败北，3强最后一场。荀芳在空中瞪大了双眼，还是没有找到秦冲的身影。没错，秦冲消失了。无数火球从天而降，仿佛根本不需要蓄力一样。相比于长河落日爆发，荀芳更像一个空中炮台，无数火球被他点燃砸向地面。然而他的脸色却不好看，那些无差别的进攻仍然没有摸到对手。再这样下去，1分钟的时间就会走完。到了那个时候，秦冲的刀锋可以冷却完毕，自己的无敌却无法再次使用。冷静，这个家伙应该只有刀锋能碰到自己，如果有其他可能性，他应该早就尝试了。荀芳恢复理智，空中燃烧的陨石有规律地砸向地面，依然在寻找秦冲的身影。1分钟后，秦冲缓缓现身，他摇了摇头，看向空中。我一直在拖延时间，等你降落。荀芳笑了笑，只是没想到我可以一直浮空是吗？没错，秦冲知道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赢下这场比赛了，这就是职业克制，他的勇猛无法弥补职业克制之间的差距。你很强，要不是职业克制关系，我真不觉得自己可以赢下来。荀芳如实回答。秦冲似乎并不领情，在他眼中，输就是输，赢就是赢，全国6强已经很好了。蹭！秦冲突然爆发蓄力，身上燃起白色气焰，这把荀芳吓出一个机灵，他迅速挥动双翼向后逃窜。轰！咔！刀锋依旧精准命中，只是这一击才打掉荀芳2万加的血量。荀芳迎着刀芒一阵后怕，终于明白这是秦冲最后的挣扎，哪怕知道自己要输，还是要争取机会。
他在场上不断跑动，也许还想着再拖上1分钟的时间。荀芳调整好心态，开始最后的大爆发。铺天盖地的陨石席卷而下，轰击的地面都泛起白烟。秦冲没能在这种攻势下存活30秒，他在最后时刻用出无敌，朝着空中的荀芳发动冲锋。他的身体像一道红色闪电，只是到了空中的顶点，便化为一朵璀璨的烟花，光华谢幕，一闪而逝。空中的荀芳平稳落地，胸腔剧烈起伏着。他终于赢下了这场比赛，只是他的心绪还不能平静。这个家伙带给自己的压迫力太强了，又是关东州的人，那个阅览星河也进入了全国6强，总决赛大概率能对位上这个家伙，他更让人摸索不透。真不知道跟圣金州联盟去打关东州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过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走下去吧。秦冲并无遗憾地来到观赛区，迎来了队友们的一阵安慰。秦哥，王者归来之后，你要火了。秦冲的强势得到了齐齐的认可，两人交战互有胜负，又同时是封魔城的掌事者。齐齐全国12强，秦冲全国6强，并且还有机会再进一步，这让名不见经传的封魔城在他们的带领下名声鹊起。虽然还不及奉天城如雷贯耳，倒也为封魔城城市带来了不小的人气提升。哟，齐齐今天都不叫我小秦子了。秦哥说的哪里话，你可是追着荀芳嗷嗷跑的顶级大佬。胖子嗤笑一声，齐齐还真是会抱大腿。秦冲，官网上人气排行榜你已经排到第5位了。才第5吗？前4是谁？胖子撅起嘴，只是没想到这个家伙排在第5还不满意。第1吗？阅览星河。第2呢？韭菜盒子。第3是你刚才的对手荀芳。第4，嘿嘿，你是胖子哥。胖子骄傲的挺了挺胸脯，这让秦冲感到很意外。哎呦，失敬啊，胖子哥，没想到少女时代又要全面迎来一波吸收了。我觉得你会瘦。胖子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秦冲这话的意思。少女时代的确会迎来一波扩张，自己会瘦。靠！胖子突然反应过来，别瞎说，我不可能潜规则自己的会员。秦冲一愣，我没说你要潜规则呀，我意思是你的行会扩张了，一定会很忙而已。你这家伙可真敢想啊！被秦冲点破，胖子不好意思的撇过头去，却迎来其他队友们不屑的目光。本性难改啊！齐齐在座位上嘲讽道。大盘同样插了一句，咱们都出双入队的，胖子有需求也正常。靠！你们……胖子想找苏阳寻求安慰，却突然感觉身影一闪，消失在了座位上。大屏幕上，最后一场3强争夺战就要开始。阅览星和 LV68 龙皇战舰 VS 浴火焚身 LV62 镇鬼师，两人在场地中央碰面，似乎在交谈着什么。苏神，比赛之后咱们怎么搞？先收复失地吧，决赛上大概率是我对上荀芳，我先尝试跟他和谈。好，如果顺利的话，一会比赛结束我就安排人手，对手一定会有所防备，有必要的话拿下他们关东州邻近的2座次级主城。胖子眼神一亮，我明白了。倒计时结束，最后一场3强争夺战正式开始。两人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苏阳后退了20码，打了个 OK 的手势。胖子高举蒲扇，挥动2枚灵符开打。就在苏阳消失的一瞬间，胖子果断地用出身上仅有的一个无敌能力，而后利用冰阵防守布置在自己脚下。果然，苏阳现身的一瞬间，破盾斩的刀锋已经推到了胖子胸前。要不是胖子提前预判，这一招就能要了他的命。只是场下的观众无论如何都不能想到，苏阳为什么在距离对手20码外的位置上就拥有近身秒杀的能力。空，一招破盾斩轰在了一道金色身影上，而自己的脚下却被蓝色的阵法固定在原地。他被冰阵控住了，也许这也同样在他的意料之内。两人的能级差距让他只承受5秒的冰封效果。胖子火阵、攻阵同时释放，最大限度的提升爆发能力。只是苏阳近3万的血量和超高的魔法防御，并没有让他打出预期效果。5秒冰封的时间一过，苏阳仍然拥有2/3的血量。苏阳微微一笑，长枪开始蓄力。这一招破盾斩，胖子无论如何也是接不住了。第193章，阅览星河 VS 浴火焚身。然而，苏阳第2次破盾斩的枪锋并未出现，脚下再次升起蓝色冰阵。胖子正是利用失忆天赋打出连环控制。苏阳回缩蓄力的破盾斩胎死腹中，胖子眸光坚定，贴脸输出，这样能最大限度的增加攻击速度。每一次凭 A 出手造成伤害之后，他都会快速发出第2道灵符，
这种技巧也不复杂。苏阳似乎感受到了威胁，连续被胖子控在原地，血量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他高高跃起，利用擎天机解除冰阵的控制，反打瞬间，脚下的胖子竟然消失了。那种装备特效苏阳十分熟悉，正是古元项链的特性能力隐秘。苏阳依稀记得胖子消失的位置，短短1秒钟，他不可能跑到5码以外的范围。轰！苏阳脚下发力，轰击目标，一层光波从地面上荡开。然而，震动的光波扩散，并没有发现胖子的身影。他逃脱成功了，而且距离自己超过5码。唰！苏阳感到一阵不安，立刻隐匿身影消失，以防止意外发生。果然，一道红色铭文自其脚下出现。苏阳拼命跑向外围，5码的灼烧范围，他完全有机会跑出去。突然，一道金色铭文闪亮，灼烧5码范围的火阵再次扩大进攻范围。苏阳避无可避地被火阵抓住了脚踝，将他隐匿的身影打了出来。好在自己魔防不低，每秒1000加的输出完全可以接受。胖子同时现身，灵符起手，在苏阳10码左右的位置发动进攻。双重伤害之下，苏阳的血量已经不到1/3，非常的凶险。苏阳微微一笑，这一局是你的战术赢了，不过伤害还是不够。蹭，10秒时间一过，苏阳的原力冲锋终于冷却完毕，一个瞬间就贴到了胖子脸上。手中长枪回缩，第3次用出破盾斩。不是苏阳不想使用其他技能，只是对于胖子这样的脆皮阵鬼师，苏阳只要一招就能将其秒杀。然而就在破盾斩的枪锋触及胖子胸前时，金色光晕就像燃烧的火焰，覆盖了胖子的全身。苏神，我还想再挣扎一会。啪啪啪！无敌期间，胖子已经没有了其他进攻手段，灵符一张一张地抽到苏阳的脸上，只是他身上的血条看似不多，仍然没有红血的迹象。3秒钟后，胖子短暂的无敌结束了。苏阳的枪尖已经抵在了胖子的脖颈，认输了，下一把我再试试。胖子虽然不认为苏阳普通一枪能够击杀自己，不过苏阳身上还保留着10秒无敌，3秒的天魔缭乱，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胖子主动退出，苏阳有惊无险地拿下第1局胜利。第2场，一边再战，胖子没有选择与苏阳对话，他闭着眼睛，心中盘算着这一局的打法。良久后，倒计时结束之前，他似乎已经有了方案。这一场，苏阳并没有选择冲锋加瞬闪接破盾斩的秒杀组合，而是目光灼灼地盯着对面的胖子，仅仅是依靠自己的跑速冲向对面。嗡！蓝色冰阵落地，以胖子为圆心铺开，寒霜散发着白色雾气在场中弥漫。苏阳踩在冰阵边缘，停下脚步。胖子抽出灵符远程压制。苏阳微微一笑，从包裹中拿出一张闪烁着青光的长弓。拥有这种光泽的武器一般都是8星以上，胖子当然拥有这种眼力，只是他不明白苏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拿出一张弓来，难道要在冰阵外与自己对 A 吗？嗖！一道飞剑越过冰阵，插在胖子胸口，伤害显出，弓箭消失。2012，靠！胖子惊讶地叫了一声，他没想到苏阳在没有弓箭精通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武器和自身的力量点数，就能打掉自己2000加的血量，而自己的灵符才能勉强打出4位数的伤害。这样下去，他一定会输，必须要控住苏阳了。唰！就在冰阵即将消失前的2秒钟，胖子用出金阵扩散，一瞬间重新激活了冰阵控制，同时扩大了控制范围。苏阳根本不给机会，在看到金阵渲染的瞬间，身体已经高高跃起，凌空的身体，俯瞰的目光，这让胖子有些难以招架。他似乎有所觉悟，并没有利用任何技能逃脱。砰！胖子被苏阳的擎天机浮空，只是身体重量的原因，他的浮空并不高，但还是受到了5秒钟的沉默效果。苏阳落地刚要反打，却发现自己的双脚已经无法行动，2只有力的大手已经牢牢地将其抓在原地。他低头查看，终于明白为何胖子有恃无恐。冰阵释放之后就存在控制能力，并不会因为胖子被控制就取消施法，因此自己也承受了冰阵5秒的控制效果。双方站在原地对视5秒，同时嘿嘿一笑。5秒钟后，苏阳冲锋对脸抓人，胖子利用唯一一次的天赋机会，使用遗忘，选择冰阵，技能瞬间冷却完毕。就在苏阳冲脸瞬间，冰阵再次布置在其脚下，冰封瞬间，苏阳前冲的身影保持着姿势不变，
变成了漂亮的冰蓝色。火阵、攻阵、平 A 三管齐下。这一瞬间，胖子的爆发力堪称恐怖，1秒输出接近4000点。短短5秒，苏阳的血量已经不足20%。然而苏阳依然不慌，对于胖子的能力，他全部了然于心，连恶魔级天赋遗忘都在他的预料之内。他要给胖子机会，他要看看面临绝境的胖子是否能开发出更多的能力。5秒钟后，冰阵的控制效果结束，胖子像一头棕熊一样撞了上来，苏阳根本无法招架，身体在长时间的僵直之后无法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而且胖子卡的时间非常精准，冲撞的时机就是在冰阵消失的瞬间。这一击苏阳必须承受。我操！胖子这是打疯了，开始近身肉搏。琪琪并没有嘲讽的意思，只是突然从胖子的战斗中感悟到了一些。大潘同样欣喜，没错，你们虽然都是脆皮职业，不过在技能真空期，自身的任何位置都可以成为进攻手段。说得不错。秦冲突然坐在了苏阳先前的位置。第194章秦冲的回忆。大家纷纷瞥过头去，秦冲的战斗素质相当高，更是差点干掉2位传承者的猛人。要不是他运气不好，全国前3大概率有他的一席位置，因此他的发言一定非常重要。秦冲摸了摸鼻子，受宠若惊。你们不用这么看我，我也是跟星河学的，我就给你们讲讲上次我俩切磋的事吧。1周前，私信秦冲，星河不忙的话来奉天教场。阅览星河，好，我马上到。怎么了？苏阳放弃任务，直接回城。此时正看到秦冲一脸愁容。下周就是王者归来比赛了，我连全国24强都没有信心，要是海选就被淘汰，我可能都没有脸在联盟混下去。苏阳终于明白秦冲找自己来教场的目的了。在前世，秦冲厚积薄发，更是登顶过国服第1战狂，怎么可能连全国24强都进不去？只是这个时候的他还在培养信心阶段，没有发现自己的潜力而已。也许看着大家一个个都成为了隐藏职业，他有点着急了。毕竟隐藏职业又稀缺又强大，但凡是隐藏职业都能独当一面。就拿极冰城的刘玄德来说，在联盟中的地位都比自己的话语权要高上一些。秦冲，你很强，相信我。星河，你觉得王者归来的比赛我应该怎么打？拼命的打。苏阳斩钉截铁，目光坚毅。2人选择切磋，出现在镜像的比赛场中。我明白你的顾虑，不要在意别人的职业，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你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机会在哪。不要觉得隐藏职业就高人一等，就是不可战胜的。大家都是人，拥有的机会都是相同的。苏阳并不打算告诉秦冲，王者归来的晋级赛会修正双方的攻守属性，虽然还达不到绝对平衡，但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出现不破防的现象。这次的王者归来主要拼的是操作实力，所以那些依靠强大装备的玩家可能要吃亏了。秦冲，想尽一切办法击败我，不要把我当成不可战胜，找机会去拼。嗖！秦冲上了，黄暴的加持让他速度倍增，几刀挥砍铿锵有力。苏阳依靠走位闪躲，尽显从容，冲锋加盾击贴脸，这一招避无可避，没有人能在贴脸的情况下躲掉这套连击。苏阳站在原地承受了秦冲的旋风斩。短暂的1秒钟之后，苏阳依然从容走位，似乎并不在意自己已经掉了1/3的血量。继续，秦冲的狂暴就要结束了。不过他的装备特性似乎还有这种类型的能力，他的速度依然不减，继续压制着苏阳的身位。进攻太差了，看我的！吭！苏阳长枪一甩，将秦冲逼退2码。紧接着他将长枪收入包裹，脚下一滑，躬身前冲，跟上了秦冲后退的脚步。砰！苏阳电剑一顶，继续将秦冲击退2码。秦冲连续踉跄着脚步，仿佛身体持续僵直，根本无法操作本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苏阳继续近身。当！苏阳2步上前，膝踢秦冲胸口，秦冲顿时弓背如虾，整个身体继续向后仰去。苏阳连续进攻，虽然没有打掉秦冲多少血量，却压制着他根本没有机会还手。这种近身肉搏不需要隐藏职业，这种连续控制也不需要伤害。当！当！扫堂腿划过，秦冲应声而到，倒地空隙，苏阳抽出红绫枪，蓄力出一招破盾斩。这一枪的伤害足足干掉秦冲近半血量。此时的他总血量已经不足1/3。当他承受着破盾斩的伤害，艰难起身时，苏阳早已收回长枪，继续近身压制。秦冲愣住了，他从未想过还能这么打。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等待苏阳一点一点将自己的血条清空。苏阳停手了，眼神凌厉地注视着面前的秦冲。你放弃了？在自己还有1/5血量的时候放弃了？我还有机会吗？秦冲无奈，眼神落寞。像我刚才一样进攻，来！秦冲的令开始反打，学着苏阳的招式，近身肉搏。不得不说，秦冲领悟得很快，那些拳脚功夫要是没有些基础是很难驾驭的。想必他之前也是练过武的。苏阳不再多想，自己的血量已经被秦冲磨红。秦冲好像要放弃收割苏阳最后一点的血量。不要停，继续进攻。秦冲不敢违抗，大刀一甩，用出自己的最强输出旋风斩。吭吭吭，免疫免疫免疫，3道免疫从苏阳燃烧着火焰的身体上爆发。秦冲蹭蹭后退2步。苏阳无敌期间，没人还敢近身。只是他跑得掉吗？无敌的苏阳长枪握在手中，身上的装备一件一件的更换。秦冲瞳孔震撼，那些装备他认识啊，是悲鸣套装，血量越低，攻击力越高。而此时皮血的苏阳根本不需要任何防御，无敌之火就是最强盾牌，他要做的就是爆发出自己最强的攻击力。蹭，愤怒加持，暴击率增加 50%， 持续5秒。蹭，狂暴加持，攻速翻倍。蹭，狂化，闪避，撕裂。苏阳在秦冲面前完成了自己的全副武装，他的身上已经不是燃烧着熊熊火焰，看起来更像一个飓风加持的喷火器。由黄色的火源通过特性的不断加持，已经变成了蓝色喷枪。身上的头发根根向上，灼烧出惊人的战斗力。秦冲知道这个时候的苏阳，就算捅出普通一枪，自己也无法招架。他悟了，在苏阳挥出长枪的时候悟了，苏阳这一枪4倍暴击，绝对致命。秦冲在最后关头激活了金光护体，6秒，他手速不慢，换下了全部的防御装备，珍藏已久的悲鸣装备，终于在这一刻派上用场。他泪流满面，一件一件换上悲鸣铠甲。他回忆起自己在悲鸣塔时的辛酸，回忆起苏阳最后换给自己的2件装备。他大笑，狂笑，整个人开始癫狂。他双眼潮红，视线模糊，狂化，暴怒。他看到自己身上仅有1点的血量而感到兴奋，攻击力 200%， 暴击率 100%。 这一刻，他仿佛无敌于世。面前苏阳的飓风蓝火已经熄灭，他笑了。第195章，胖子的阴谋1比1。哈哈哈哈哈！秦冲在无敌金光中渐渐迷失自我，他知道接下来这一招，就算是苏阳也不可能全身而退。然而金光消散，秦冲并没有出手。谢了，星河，你这个信心给的太足了。苏阳莞尔一笑，既然如此，再来一场。好，两人退出赛场，重新选择切磋。这一次，秦冲的目光充满自信。上了！秦冲冲锋对脸，似乎不管后续对手的操作，干就完了。苏阳被秦冲的气势所震撼，愣神的1秒钟竟被他顿击控到。接下来就是秦冲的操作时间，肘击、膝撞，能利用的击退方式，秦冲一个都没有放过。然而苏阳的擎天击就是一切控制技能的克星，他高高跃起反打，秦冲也不在乎，他盯着空中的苏阳，仿佛有所期待。轰！苏阳擎天击2段落地，将秦冲击飞，并产生5秒的沉默效果。刷刷刷，3枪出手，直接干掉秦冲过万血量。长枪回缩蓄力，破盾斩其手。苏阳就是要逼出秦冲的无敌，让他无法使用绝命一击来搏命。然而秦冲身上流光一闪而逝，苏阳的破盾斩触发，秦冲的血量还剩不到3位数，运气似乎不错，没有出现破绽和暴击。你是真敢啊，就不怕我一招把你给秒了？苏阳惊讶地看着触发无敌的秦冲，哈哈，你没有激活任何特性，如果一招破盾斩我都扛不住，还如何绝杀？蹭！一道白芒通天闪烁，渲染着秦冲手中的长刀。他挑了挑眉毛，想要把自己刚学的60级大招展示给苏阳看。殊不知苏阳早就知道战狂60级大招是什么样的能力，不过他知道秦冲如果能命中自己，秒杀也很有可能。他向后释放冲锋，开始走位。高手的自信就是不能使用无敌。秦冲站在原地蓄力，浑身赤红，像一颗即将自爆的炸弹。他的刀芒直通天际，面对着苏阳的走位同样左右移动，只是他的移动幅度很小，
这一切都被远处走位的苏阳看在眼里。这一刻，他还真有点慌。2万的血量，这家伙不会真的秒了我吧？轰！白芒降落，精准地拍在苏阳脸上。他的视野消失，双耳失聪，身上的一切都感受不到。2秒后，他恢复了理智，自己的血量仅剩3点。秦冲兴奋的脸突然放大，只要再受一招，就会被干掉。蹭！无敌的火开始燃烧，苏阳也不管了，悲鸣上身，绝命一击，破盾斩开始蓄力。秦冲向后走位逃窜，轰！瞬闪加破盾斩抓到了秦冲的位置，只是秦冲同样激活了无敌技能，2道赤红的身影同样残血，在场地中间互砍发现。只是最后苏阳拼赢了，毕竟他的无敌有10秒，秦冲的无敌只有6秒。不过苏阳也是一阵后怕，那一招精准的刀锋让他后怕。他知道秦冲已经拥有了战胜自己的实力，这个家伙的潜力太可怕了。教场外，秦冲握着苏阳的右手，抱了抱他的肩。谢了兄弟。苏阳笑了笑，你早晚会发现自己的能量，我只是让他来得提前一点。秦冲讲完，队友们心中只剩下一个想法，等这次王者归来比赛结束，一定要去找苏神学学经验。比赛场中，苏阳刚刚从冰封中解脱出来，就被胖子来了一招肉弹冲击，他足足后退3码才站稳身体。只是胖子并没有打算收手，他愤怒咆哮着冲向苏阳，全力蹬出一脚，棒！这一脚正踹在苏阳的腹部，顿时让他窝着身子蹭蹭后退。这一次他足足后退了5步，他的血量已经不允许自己再被胖子控制了。然而擎天机还有10几秒才能恢复，胖子继续奔跑，一种莫名的情绪从喉咙中宣泄出来，好像苏阳就是他平生最大的敌人，那种仇恨感不合时宜的出现。苏阳不明白胖子为什么会出现仇视自己的表情，就算是全国3强赛也不至于如此。吼！在感受到胖子吼声的一瞬间，苏阳大脑中一片絮乱，沉默的效果出现，他明白了，是琪琪的怒吼项链。沉默5秒，似乎还不致命。虽然胖子的火阵恢复冷却，就算加上他自己的灵符，也应该 A 不死自己。然而胖子接下来的动作让苏阳汗毛倒竖，他扭动了一下手环，一道流光之后激活了刚刚恢复冷却的火阵。靠！是琪琪的古元手环，特性暴力，下一次技能攻击造成双倍伤害，火阵落于脚下，每秒造成2000加的伤害输出，再加上他的灵符，苏阳知道自己这个血量撑不住了。4秒钟后，苏阳第一次倒在比赛场中，全场寂静，队友们纷纷看向身边笑作一团的琪琪。你们俩实在是太损了，不过能打败他一次也是真牛逼。琪琪平复了情绪，认真说道。苏神太相信自己判断了，他把一切都计算得那么精准，料定胖子没有任何机会。而胖子可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家伙，他知道如何给苏阳提醒。秦冲身体一怔，真是好兄弟，能在这种大型赛事给出关键提醒，我有点佩服你们了。比赛场中，胖子心中激动，能打败苏阳一次，最起码能吹1年。只是他的笑容在看到大屏幕上的倒计时之后，逐渐僵住。时间还在继续，苏阳没有死，很惊喜。没想到古元手环在你手上能发挥这么大的能力。胖子身体一僵，这声音就来自他的耳边，是隐身的状态。苏神，你怎么？苏阳现身抿抿嘴，微笑着摇摇头。能看到你们进步，我真的很高兴。本来这个杀手锏是留给寻芳的，既然你给了我惊喜，那我也还给你一份礼物吧。场外的琪琪在看到苏阳现身时，整个人都要疯了。他抓着头发，满脸的不可思议。这怎么回事啊？刚才苏神明明已经被秒了呀！队友们同样震惊不已，只有何子在座位上偷笑，不过还是被身边的小雨发现。何子，你知道原因对吧？第196章全国3强。苏神，难道这里还能用复活吗？他这次借装备的计划完全是临时起意。琪琪也想看看胖子带上他的2件装备之后能不能赢苏神一场。刚才分明已经赢了，不过倒下的好像是分身，只是那个分身可以用技能，可以走位。苏嫂，胖子终于想明白了，那个分身竟然不是技能，而是装备特性。苏阳微微一笑，终于被发现了呀！我没想到你能赢下一局，这已经很让人意外了，是我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过我也有所防备，不是吗？胖子准备弃权，只是被苏阳拦了下来。兄弟，谢了。胖子挠了挠肚子，退出了比赛。观众席上，胖子归位，琪琪和大潘第一时间凑了过去。我明明看到苏神已经倒下了，怎么回事？胖子摆摆手看向何子，是苏嫂的分身，
苏神一开始就用出了分身。琪琪恍然大悟：“你是说苏神开场之后跟你对战的一直是分身？不能这么说。”大潘插了一句：“苏嫂的技能，准确的说是可以在两副身体里来回切换。苏神应该是利用这种机制，开场隐藏了一个分身，另一个分身遭受致命伤时，完成了两副身体之间的切换。也许他很早就用这一招了，只是没有人能杀掉他，才无法显露。”琪琪震惊道：“我的天，他都这么恐怖了，依然在留后招吗？”看大屏幕，胖子指着屏幕上盒子的 ID：“ 苏嫂好运气啊，直接轮空晋级总决赛了。也就是说，苏神要跟那个寻芳搞一下。”大屏幕上，3进2的对战信息已经公布：月揽星河 LV68 龙皇战舰 VS 寻芳 LV66 原力掌控。两人在赛场中第一次相遇。不过寻芳在见过秦冲的强势之后，明显有些心虚。毕竟苏阳是关东之王，能让秦冲这样的家伙屈居人下，可想而知苏阳会有多强。而且苏阳也是一位传承者，虽然关注他几场比赛之后发现他并没有使用传承天赋，也许是在保留后招，他不敢肯定。这是总决赛的预演，可以说谁能获得这场胜利，谁就有更大机会夺得王者归来的总冠军头衔。这是官方举行的第一个权威赛事，能在这种大赛上脱颖而出，对于他的个人和行会还有所在联盟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又见面了，苏阳伸手指向寻芳：“上回就说想揍你了，没想到是在比赛场上，少大言不惭了。”寻芳的情绪突然失控，被当面指着鼻子骂让他难以接受，竟然忘记了这里是比赛场地，外界根本无法知道那里说了什么。在外人眼中，苏阳只是伸手指了指寻芳而已，别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寻芳后退几步，准备在第一时间升入半空，毕竟苏阳属于近战职业，当初自己在半空中被其秒杀也是疏忽大意，这次不会再给他机会。倒计时结束，比赛开始。寻芳第一时间释放七彩双翼，双脚离地升入半空，咔！苏阳突然现身，两人将近20码的距离，苏阳一个顺闪加冲锋已经贴到了寻芳面前，并且破盾斩的蓄力已经完成，枪锋所指正是空中的寻芳。寻芳瞳孔收缩，之前他还惊叹于苏阳能够瞬间接近浴火焚身，现在看来这只是常规操作而已。只是这种突袭，一局比赛苏阳也只能用一次，区别在于他拥有浴火焚身近8倍的血量，面对苏阳这样的进攻并不需要无敌规避。轰！巨大的冲击让他在空中不断挥动着翅膀来维持平衡，一个2万加的血量伤害跳了出来，1/4的血条就在苏阳一击之下消失了。空中的苏阳开始坠落，寻芳强行稳住自己的身体准备反打，然而苏阳坠落的身体再次升高，并且脚下雷光闪动，两人在空中对视，寻芳惊惧的眼神中充满不解，他也能浮空？噗噗噗！暴击8246，暴击8844，暴击8480。苏阳在空中连劈3枪，枪枪暴击。寻芳的血量已经不足一半，看样子总血量已经不比苏阳高出多少了。这才一个照面的功夫，自己这8万血的大法师就被打回原形，这让他有些不甘心。然而苏阳用出嗜血连斩之后，身体坠落，瞬间再次升空一步，金色的身影屹立不倒，空中一道道虚空裂缝产生，无数的厉鬼幽灵像挣脱枷锁的恶魔，在半空中肆虐呼啸，整个空中都变成一片墨绿色的湮灭空间。一击之后，苏阳消失了，空中只留下一副残败的展开双翅的身体，他的血条已经泛红，身上金光啧啧，他的表情狰狞，无处宣泄。绝强的一招流星陨落从天而降，那些红色的灼热火球从他的头顶呼啸着坠落地面，砸下一道道黑色胶印。6秒后，无敌能量徐徐消散，一道破风声后，一根长剑刺穿了他的胸膛，同时也带走了他最后一点的血量。1578，悬在半空的寻芳双翅破碎，能量肆意的散去，他的整个身体也没有陨落，而是在那半空中慢慢飘散。半决赛1比0，苏阳胜，而且还是完胜。场外也是一片寂静，那个看似无法逾越的传承者在苏阳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秦冲瞳孔震动，目光灼热地注视着场下的那个家伙，他终于明白，面对对手，这个家伙从来都不手软，做他的对手实在太恐怖了。8万血的朱雀传承者被苏神秒了，没错，应该是秒了，而且下一场寻芳只有不到1万的血量，打不了了。胖子仿佛已经看到了比赛结果，
自言自语道。大潘倒是从之前与苏阳的对话中有所感悟，别这么说，每个人的定位都不相同。荀芳这个家伙群伤太强了，行会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胖子点头，没错，这个家伙曾经也是一挑3打赢了京城3杰，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全国3强。第197章，苏阳晋级会师决赛，关东联盟，浴火焚身，主城收复战咱们要开始准备了。浴火焚身，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下线休息，夜里12点准时开拔。秦冲，明白。大漠孤烟，明白。黑夜之王，收到。比赛场中，半决赛的第2场即将开始。苏阳满怀惊喜地瞥向头顶的大屏幕，他的胜率支持已经达到了 88%。荀芳咬着牙，完全找不到突破口。上一局被秒，简直是奇耻大辱。8万血啊，还是浮空模式，就没见过有哪个变态能在半空中打出这么高的伤害。这次见到了，这个家伙有挂。倒计时结束，苏阳脚下原力升腾，一个照面便冲出10码。这一瞬间，他在观察对面荀芳的反应。他快步前插，很快冲到荀芳面前。见荀芳没有出手的意思，苏阳本想着一招破盾斩秒了他，又考虑到对手毕竟是百越州排行第1的大佬，虽然后期被夺了传承，在那之前他守护的百越州倒也安稳。怎么不出手？你的天赋呢？荀芳无奈一笑，我一直都在使用啊，是浮空之语。这样啊，那你岂不是没机会了？来吧，给我个痛快。荀芳闭上了双眼，等待苏阳的裁决。苏阳并未出手，他盘坐在地面上。荀芳，你为什么会跟京城3杰合作？荀芳睁开双眼，看到地面上的苏阳同样坐了下来。弱肉强食，亘古不变的定理。是我眼光太差了，我觉得京城3杰的财力雄厚，发展前景更好。关东州的地图更适合后期，放在你们手里可能会浪费。现在你觉得呢？苏阳对于荀芳的诚恳显得很开心，想拉拢队友，诚意一定要摆在第1位。这次王者归来的比赛我也看明白了，官网评价关东州是华夏区第1州，实至名归。苏阳笑了笑，合作一下？怎么说？荀芳问。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要收复失地，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再夺2城。荀芳对于这件事并不觉得奇怪，脸上也没什么表情。毕竟在比赛之前是他们2方偷袭，才造成关东州的一座次级主城丢失。我需要做什么？什么都不做就行。荀芳笑着摇摇头。我明白了，我需要加入你们吗？暂时不需要，巩固好百越。好。荀芳说完便退出了比赛。苏阳凭借着大比分2-0进入总决赛。这场内战让人充满期待，一位是关东之王月揽星河，一位是神秘的无冕女神韭菜和子。比赛还没开打，大屏幕上的支持率就已经亮了起来。月揽星河胜率支持 44%， 韭菜和子胜率支持 56%。 这是苏阳第一次不被看好，这里边也免不了队友们的看衰。这一盘咱们得搞一下吧。小雨第一时间举手表态，我就不参与了。大潘回头眼神询问，小雨并未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大潘识相的没有参与，而琪琪同样被可可阻止。怎么了？都不参与吗？胖子不明白，不管怎么说，苏阳的胜率也要比何子高上一些吧。只是女人的直觉无法言传，在他们眼中，苏阳这个恋爱脑很可能将冠军拱手相让。我押1万金币师娘胜。胖子抻着脖子睁大了嘴，他身上还不到1万金币，而且自己设置的赔率是1赔1.5。如果真是何子赢了冠军，自己就要输给萌萌15000金币，大概就相当于5万元现实币。本来自己积累的老婆本就是要给萌萌的，提前拿出来一些也未尝不可。行，收了萌萌1万金币。众人终于将视线聚焦在比赛台上。总决赛第1场，月揽星河 LV68 龙皇战舰 VS 韭菜和子 LV65 影子杀手。两人相视一笑，意思不言而喻。这种时候，什么男朋友女朋友都是后话，先打赢比赛再谈恋爱。所以四美的直觉翻车了。看这架势，苏阳根本不打算留手。两人交战电光火石，刀刀见肉，并且在比赛之前，苏阳将那枚珍贵的分身护腕还给了和子，那是松田一郎送给自己妹妹的礼物，在当时是全岛国唯一一件深渊装备。只是在送给和子之前，松田一郎利用这件装备完成了一转任务。唰，和子挥出一刀，回旋踢衔接的无比流畅。两人并没有用出杀招，武器战竟也精彩绝伦。只是苏阳的防守和偶尔开油让两人在场中看起来有些暧昧。哎呀，认真点别玩了。
好的，老婆大人。苏阳收起长枪，从包裹中掏出一把匕首，是露露的9星武器天狼匕首，暴击率增加 50%， 再结合苏阳自身的暴率加成，刀刀暴击也不为过。只是这把武器攻击不高，出暴击也没有多少伤害，这倒是在苏阳的意料之中。盒子同样换上8星蝮蛇，这一刀下去，苏阳彻底失去了隐匿的机会。毕竟蝮蛇之刃的特性就是被攻击到的对象无法隐身。苏阳渐露疲态，不是他实力不敌，而是双拳难敌4手。他既要防止盒子的正面进攻，又要关注脚下的影子，而且盒子还没有使用分身，否则盒子的4刀流，苏阳如何都是扛不住的。关注到脚下的身影之后，苏阳走位绕后，让影子落在空处，而盒子同样穿插走位，利用影子逼迫苏阳无法高效进攻。此消彼长间，苏阳的血量已经过半。他再次更换装备，这次所使用的是一把8星天狼匕首，吸血率增加 40%。交换几个回合之后，苏阳的血量竟然涨了回来。别玩了，我要认真了。盒子晃了晃手中的武器，60级天渊刃，属性直逼60级8星手工武器。苏阳知道盒子要认真了，他换上红绫枪，表情一凝，破盾斩开始蓄力。唰，他的身影消失了，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盒子面前。他只看到一道倩丽身影从他身边穿梭而过，脖颈上一片冰凉，血量掉了5000甲。苏阳的破盾斩落在了空处，回头冲锋抓人，只是机会稍纵即逝。盒子已经利用隐身取消了冷血突刺的僵直。第198章总决赛，盒子赛点。认真了呀！盒子的反应已经再明显不过了，他已经进入六亲不认的状态。实际上是苏阳先动的手，不过苏阳明白自己在蓄力破盾斩的同时一定会使用瞬闪近身，这一点盒子预判到了。他没想到的是，盒子竟然利用了这一点，提前打出冷血突刺。那一瞬间的时机把握非常精准。苏阳回身，擎天机高高跃起，10码范围正是盒子冷血突刺的距离。他从身上产生的刀锋预判到了盒子的落点。轰！盒子现身，并且保持沉默，只是在他凝重的脸上看不到任何慌张的表情。唰！苏阳长枪蓄力，暴击加持，妄图一击秒杀。盒子身上一道能量涟漪仿佛庄周梦蝶，纯洁的冰蓝色荡漾出一道道光波。解控瞬间，他已经召唤出了分身。此时的他利用2道身影，用出4刀流。咔！苏阳的破盾斩打空了。盒子召唤分身的一瞬间，竟然是无敌状态。苏阳之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毕竟不是自己的装备，还来不及熟悉各种细节。眼下，盒子的4刀流加上地面上的影子，唰！1秒内8刀，没有人能在单挑中顶住这种输出。苏阳第一时间用出无敌的我，身上燃烧的火蛇免疫了8道伤害。盒子的2道身影一前一后，拉开了身位，苏阳也只能黏住其中一人。烽火连斩已经触发，10团火焰盘旋在枪杆上，枪碎在火蛇中摇曳。嗖嗖嗖！苏阳连通3枪，攻速极快。盒子的分身招架的不算从容，冰蓝色的皮夹擦出一道道白色冰痕，毕竟是逃脱中的状态。盒子似乎有意拉开距离，并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反打。苏阳不管不顾，他要利用自己有限的无敌时间打出伤害，而盒子还没有使用无敌。从局面上看，苏阳清楚这一局他已经悬了。无敌真火熄灭，盒子残血，这已经是苏阳能做到的极限。嗖！盒子的另一道身影在最远距离打出冷血，刀刃的锋芒正好扎进苏阳的后背。这一击竟然同时触发了冰封，苏阳持枪的右手已经落了下来。盒子的2道身影在这不到2秒的控制期间，瞬间挥出16刀，那些弹出的血量层叠的好像一道伤害一样，只是那些弹出的血量已经被数字重叠，看不出具体的血量。苏阳倒了。大屏幕上，比赛倒计时结束，总决赛第1场，盒子胜。观众席上，队友们议论纷纷，男生们震惊的面面相觑，女生们笑盈盈的抱在一起。萌萌冲着胖子挑了挑眉毛：“胖子哥，金币准备好了吗？还有1场比赛就结束了呢。”胖子终于从苏阳的落败中恢复清醒，他也终于想到自己还跟萌萌打了赌。苏神不会真的输给盒子吧？我觉得苏神已经尽力了，苏嫂这个1秒8刀不好办啊。秦冲坐不住了，星河还有后招的，继续看吧。哎我操，星河都输了，盒子这么强。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从人群中挤了过来，他们看到星河从盒子手中吃瘪，笑得有点猥琐。不好说啊，我他妈睡过头了，没报上名，
气死我了！哈哈！皇恩浩荡的发言引来一阵笑声。黑夜之王和深海炸弹挤了过来，并没有座位，他们蹲在胖子身边，似乎是被胖子叫来的。比赛马上结束，交给你俩一个任务。赛场上，总决赛第2局比赛即将开始。苏阳笑盈盈地看着盒子，女朋友下手挺重啊，男朋友不要划水了，我还没有使出全力呢。好，如女朋友所愿。倒计时结束，苏阳消失了。轰！暴击20224，苏阳瞬间出现在盒子面前，并且完成了隐匿加瞬闪加破盾斩的秒杀组合。盒子完全没有预料到，还真是不留余力啊！此时的盒子已经残血，他分身逃脱，只有这样才能再多坚持一刀。远处的盒子开始蓄力，另一道被苏阳追杀的身影回身用出冷刺，但进攻目标并不是苏阳，而是自己的分身。盒子的分身突刺逃脱，两道身影汇合瞬间已经完成了隐匿。苏阳高高跃起，利用擎天机去抓盒子的落点，脚下的雷光在落地瞬间荡漾出光波。虽然没有抓到盒子的身影，但苏阳已经有了预判，他知道盒子一定是用出了无敌，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逃脱。得出结论，苏阳原地释放天魔缭乱。果然，盒子其中一道身影距离苏阳不到5码，只是身上金光环绕，是无敌。而另一道分身虽然距离更远，还是被那些绿色透明的幽灵击杀。3秒后，苏阳落地，盒子的冷血突刺准确无误地穿过苏阳的身体。不过那也是最后的挣扎，毕竟自己血量很低。突刺后，盒子隐身，利用无敌最后的视线脱离了苏阳的视野。他在等待冷却恢复，他并没有放弃，只是在这等待的期间，苏阳的擎天机已经冷却完毕。他有恃无恐地站在原地，只要盒子出手，他就能第一时间脱离控制，并且进行反打。盒子已经没有无敌，这一局他没机会了。刷1524 1347，地面上突然出现2道长长的黑影，从场地边缘一直拖到苏阳面前，这个距离贯穿全场。怎么回事？面对超过20码的距离，苏阳都无法看清对面盒子的脸。他没想到盒子的攻击距离已经达到了30多码，这种攻击距离就算远程职业都无法做到。苏阳换下红绫枪，换上8星长弓，身上没有剑囊，只能从包裹中掏出一根剑矢。即便如此，盒子也无法承受这一剑的威力。虽然不理解盒子为什么突然增加了这么远的攻击距离，不过这一局苏阳已经势在必得，他必须要挽救这一场赛点战。张弓搭箭，顺着盒子地面的影子，苏阳捕捉到了盒子黑色的身影。奇怪的是，那道身影并不是冰蓝色。苏阳不觉得30码的距离他就无法看清对手，也许是由于赛场边缘的光线太亮，导致自己无法看清吧。长剑脱弓出手。第199章，盒子8刀流，苏阳的底牌。30码外，黑影身中一剑却没有倒下。苏阳皱眉，怎么回事？难道那团黑影并不是盒子本体？观众席上，队友们在上帝视角都看不清原因。苏嫂怎么回事？那团光又是什么？萌萌好像了解一些情况，那团光应该是师娘的天赋。天赋？众人不明白。我曾经见过一次，师娘曾经用这招秒杀一位50码以外的敌人。什么？50码外？萌萌眉头一紧。盒子当时也只是一瞬间完成出手，萌萌看的并不是很清楚。总之，师娘这招还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难怪你觉得苏嫂会赢。胖子终于看明白了，他原以为萌萌赌苏嫂赢是觉得苏神会放水，现在看来并不是这么回事。他是真的看好盒子赢啊！他已经相信在无法传承附体的情况下，盒子的实力已经超越了苏阳。眼下的局面，盒子已经皮血，苏阳的血量有多半管。只是盒子制造的那团看不清楚的黑影，仿佛不是自己本体。不对，那就是本体。胖子惊醒，你们看，刚才苏神那一剑打出的是免疫攻击，只有落在本体上或者一些特定技能上才会产生免疫。刚才那团黑影身上并没有产生任何技能波动。队友们恍然大悟，这么看来，既然黑影就是盒子本体，那么他现在所拥有的就是无敌状态，而且还是一个可以追杀敌人50码距离的黑影杀手。这苏神还能赢吗？不好说，总之不要小看他。秦冲这话相当有分量，大家也都明白，苏神总是有办法力挽狂澜。眼下的局面并不能说他山穷水尽。赛场中，黑影已经逼近到苏阳脚下，黑影的一脚拖着一道长长的刀影，因为距离过远，那道刀影好像就是一把长达几10米的黑色大刀。
唰，根本来不及反应，刀影的速度最起码是原地挥刀的10倍以上。黑影一闪而逝，苏阳的身体已经被切掉了近2000点血。这也可以？苏阳盯着地面上的黑影，夸张地瞪圆了眼睛。远处30码外，本体已经越发清晰，是盒子没错。苏阳再次搭箭射了出去，可惜还是免疫。苏阳明白了，盒子在使用这个能力的时候，本体是无敌的，而且他的身影距离本体越远，挥刀的速度就会倍增。这种情况必须近身。嗖！原力冲锋沿着脚下的黑影穿梭，狂化加持，苏阳急速奔跑。可是，就算他跑得再快，也来不及躲避盒子的挥刀。好像盒子只要稍微抖动一下身体，远处的身影就会完成一次超远距离的追杀。苏阳承受着影子追杀，贴到了盒子面前。盒子面露微笑，似乎毫不担心。天赋原力之光，我把它放在身后的地面上，这样就能延长我影子的距离，同时背对着光的我是无敌的。这一局可惜了，我的天赋马上结束，我接不住你下一招了。话落，盒子身后的光团消失，苏阳的长枪直直劈下，枪锋划过，带走了盒子最后一点血量。总决赛第2场，苏阳胜，大比分1比1平。好悬啊！是啊，下一场苏神要怎么打，苏嫂不会给他近身爆发的机会了。没想到苏嫂还隐藏着这么强力的天赋。别说了，最后一场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胖子说的当然不是比赛，而是比赛之后收复失地的事。队友们纷纷点头，似乎早已安排妥当。大屏幕上，王者归来最后一场比赛即将开始。奉天城作为这次比赛的最大赢家，奉天的玩家们在论坛上已经横着走了，他们的 ID 后面主城奉天就是他们最大的倚仗。这一次比赛之后，更是坐实了华夏区第1州第1城的美誉。赛场上，苏阳跟盒子2人相距10码。男朋友，最后一场了，请全力以赴。盒子双手架刀，随时准备用出分身8刀流。这种爆发对于苏阳来说简直致命，而且盒子也不会给他隐匿瞬闪加破盾斩的机会了。不过还是要尝试一下，万一成功了呢？好的，女朋友，这一局我就不客气了。倒计时结束，2人同时消失。再次出现时，苏阳已经保持着一个破盾斩的出手姿势，出现在了盒子先前的地方，而盒子则以一个冷血突刺的动作出现在了苏阳原来的位置。2人技能双双落空，不过盒子只损失1招冷血，苏阳已经把瞬闪用掉了。他高高跃起，擎天机的风压在空中盘旋，瞄准的落点正是盒子冷血僵直的位置。嗖，盒子又消失了，并且没有被打出沉默，这就说明盒子是闪烁走的。怎么可能？难道盒子也有瞬闪能力？苏阳砸落地面，并没有找到盒子的位置。突然间，头顶传来威胁，传送戒指。苏阳回身抬头，瞬间看到了袭来的盒子。他明白了，就在他擎天机冲到制高点的时候，盒子利用传送戒指来到了苏阳身边。苏阳的技能却落了空。眼下，盒子在空中用出分身，地面上的2道影子也围了上来，8刀流接踵而至。蹭！无敌的火开始燃烧，一道道伤害免疫从苏阳身上弹起。盒子在短时间内的爆发绝对超过了苏阳，这种状态下的盒子2秒内就会要了苏阳的命，所以苏阳不敢硬抗，他第一时间就激活了无敌的我，这10秒内一定要击杀掉盒子的分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蹭！烽火连斩触发，10团火焰盘旋着收进红绫枪的枪杆，金光弥漫，身体悬空。苏阳也顾不上无敌叠加这种低级失误，他必须第一时间秒掉盒子的分身，哪怕是打出盒子的无敌也不亏。果然，盒子也不想放弃分身，他用出无敌，逃脱出天魔缭乱的火力范围。苏阳微微一笑，盒子，这一局似乎要结束了啊，除非你也有游刃有余。2人的无敌几乎同时消失。然而，苏阳身上流光一闪，技能全部恢复冷却。第200章总决赛最后一场。蹭！苏阳原力冲锋加破盾斩，第一时间突进到盒子分身面前，在其无敌消失的瞬间，破盾斩直落而下，暴击特性加持，一个2万加的伤害爆了出来。苏阳原地浮空，根本不给盒子反应的机会。天魔缭乱，轰！绿色的半透明幽灵破土，扭曲的身影在这片方圆10码的空间穿梭，他们疯狂扭动，表情狰狞，好像在油锅里承受着灼热。盒子的分身瞬间被这些幽灵撕碎，他完成身体切换，保证自己的本体仍然是全胜状态。赛场一角，盒子的本体
用出天赋原力之光，一个光团被盒子召唤而出，布在自己身后。光团闪耀着炙热光芒，像一个小太阳，让人无法直视。他的身体挡在光团前面，变成了黑色。一道长达40码的黑色阴影出现在了苏阳的面前。阴影双手持刀，拉出长长的光影。20秒，这是苏阳上一场总结出的经验，也是盒子目前能支撑的天赋极限。苏阳本想利用隐匿拖延时间，却没注意自己已经被影子拖入了战斗。盒子手持双刃，左手8星蝮蛇，右手60级天渊刃，正是利用蝮蛇特性，使苏阳无法隐匿。刷刷，盒子在远处挥刀，即便是在小的动作，到了苏阳面前都变得无比迅猛，并且扇形的攻击范围让苏阳无法逃脱。5秒钟后，苏阳的血量已经过半，他自知无法坚持到盒子的天赋消失，必须要有所觉悟了。蹭，终于拖到原力，冲锋恢复冷却，再加上擎天击的距离，苏阳迅速的贴到盒子面前。只是面对着那颗如炙热耀阳般的光团，苏阳只能紧闭双眼，破盾斩蓄力出手。轰！一击之下，苏阳发现面前的光线恢复了平常，红色的眼皮变成了空洞的黑。他微微睁开双眼，面前的黑影和光团消失了，并且在赛场中的对角点出现。刷刷，1856，暴击3588，几刀下去，苏阳的血量也扛不住折腾。而眼下他也是没了倚仗。盒子这种相距40多码的位移，苏阳完全没有想到。不过场外的观众却看得很清楚，盒子召唤光团拉长自己的影子，利用影子来攻击苏阳。苏阳近身瞬间，盒子利用影子的最远点进行了本体和光团转移。苏嫂太强了吧，苏神被耍得团团转。没错，这种天赋结合影子简直无解。我相信星河。秦冲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苏阳这个家伙有用不完的底牌，他每次面对自己人都感觉赢得很难，只赢了一点点。殊不知是他有意为之，只是想让队友们看到机会，再逼自己一把。赛场中，苏阳消失了，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盒子面前。我没有使用技能接传送戒指，因为你一定看得出来。是的，不过我还有10秒无敌时间，你打算怎么办？女朋友？苏阳唤了一声。蹭！苏阳身上气浪升腾，在炙热的光团下扭曲得看不清身影。我的天赋该让你见见了。冲！扭曲升腾的气浪突然变成一股飓风，将苏阳的毛发吹动得根根站立。他换下全部的装备，激活悲鸣套装特性。在没有无敌技能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找死的节奏。秦冲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这家伙怎么敢的呀？黑色的大刀以肉眼看不清的速度挥了过来，只是在落在苏阳身上的一刹那，他消失了。30码外，仿佛瞬移一般，盒子眸光一凝，聚焦在远处的那道身影上。男朋友是怎么做到的？苏阳又瞬移般的出现在盒子面前。嘿嘿，神级天赋，觉悟之力。结束比赛之前，给女朋友看看我的属性面板吧。阅览星河，龙皇战舰，等级68，生命29102，攻击3405-3812，法术834-968，物防910-1004，魔防874-935，幸运15，声望524600，体力322，力量355，灵力153，敏捷256，3000。我现在3000多点的敏捷，30码内几乎瞬间抵达。盒子正在原地，正如苏阳所说的，刚才他还在30码外，说话间已经来到了自己面前。竟然还有这么可怕的天赋！本来以为失去了传承，自己有很大机会取胜呢，没想到竟然是华夏唯一的神级天赋。场外，队友们全部站了起来，在看到苏阳在场中瞬间穿梭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像带着可可的神界之境，这个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给人惊喜啊！赛场中，苏阳浑身赤红，悲鸣套装的极限伤害已经激活，升腾的蓝色气浪好像喷气机的尾焰。盒子的原力之光消失了，他一身冰蓝色深渊皮甲透着寒气，看起来冷艳高贵。苏阳站在原地，悻悻地看着对面的盒子。女朋友，比赛结束了。冲！苏阳消失，暴击加持之下，烽火连斩全部吸收，原力冲锋魔法腹枪，破盾斩的枪刃冲破一切阻碍，好像把升腾的气焰切开了一道巨大豁口。枪尖寒芒闪烁，在距离盒子胸前的位置停下。枪锋噗的一声透过盒子的身体，
致命223468，一个6位数伤害出现在比赛台上。和子较小的身躯在这一击之下化为荧光碎片。苏阳保持着出枪的姿势，他没有去正面去看和子的表情，就算只是比赛，他也不想用自己的长枪穿透和子的胸口。比赛结束了，全场安静。5秒后，全场瞬间炸裂。6位数的伤害第一次出现在比赛场上，而且还是关注度最高的总决赛。他们不理解苏阳是如何做到的，还以为那个长相绝美的刺客可以获得胜利。毕竟那种利用影子攻击的手段让人耳目一新，并且那时候看来，苏阳完全跟不上影子攻击的速度。可就在大家觉得苏阳要输的时候，一团扭曲的透明气浪升腾而起，仿佛就是当时守护着奉天城的月揽星河又回来了，他的强大又回来了。呵呵，苏阳摇了摇头，只希望晚上和子能原谅自己。